老大怀胎10年，终于生下了我，并且在我降生那一刻，龙凤显象，天域动荡，众人都认为我是天命之子。然而我却觉醒了最垃圾的荒古圣体，因为在荒古年间，大成的圣体虽然可以叫板古之大帝，但在禁古天地法则巨变，环境已经不适合荒古圣体修炼了，甚至天降10道枷锁束缚圣体成长，可以说是最鸡肋的圣体了。此刻我一脸的茫然之色，前世我是一位孤儿，被一个算命瞎子领养。瞎子说我这辈子虽然穷困孤苦，但下辈子一定受上天眷顾，登临人生巅峰。那时我还颇为不幸，结果一场意外夺走了我的生命，再度睁眼已经成为了婴儿。看来我这辈子的确已经出生在了终点。我心里暗想，从那些族老的话中我就能听出，我所在的君家乃是荒古世家极尽辉煌，只是出生如此逆天的家族，为何我的体质却是废体？难不成又是废柴流开局？就在这时，我的脑海中响起了机械声，恭喜宿主得到签到系统，签到地点刷新，出生地天地宫，此次签到触发新人幸运暴击，可获得5星以上稀有奖励，是否签到？果然有系统啊！我并没有太过意外，心里默念签到，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8星稀有奖励，大成荒古圣体一具。就在系统声音响起的刹那间，我只感觉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如火山一般从体内喷发而出，在我的体表浮现出了10道半虚幻的金色枷锁，正是那10道禁锢。发生什么了？这时众多君家族老被这一幕所惊动，目光齐刷刷看向我，然后在他们震撼的目光当中，咔哧一声，第1道金色锁链崩碎，一股无比恐怖的气血狂涌而出，整个天地宫在颤动，浩光大作。然后是第3道、第4道，最后10道锁链齐齐破碎。9天之上，顿时风云色变，惊雷涌动，有诸多圣人虚影从苍穹浮现而出，皆是对着君家神岛的方向朝拜。这一幕异象惊动了整个荒天仙域。天啊，怎么回事？天穹上竟然有圣人虚影显化，他们朝拜的方向是黄州君家，绝对是君家那位怀胎10年的麒麟子出世。他究竟是何种体质，竟然引动了万圣朝拜异象？荒天仙域3000道州，诸多古势力、不朽皇朝的大人物在惊叹，这般异象古来罕见，哪怕是古之大帝出生时也不过如此。很多人都心有好奇，君家的那位麒麟子究竟是何等妖孽体质？而此刻在天地宫内，一众见惯了沧海桑田的族老们，也是一脸懵逼的呆在了原地。其中一位须发皆白的金袍老者，更是老眼含泪道：哈哈，这是我的孙儿，我的孙儿有大帝之姿啊！老者名叫君战天，乃是君家一个位高权重的族老，此刻却是如同老顽童一般手舞足蹈。我听到这句有些熟悉的话，略微骇然，我感觉自己像是戏台上的老将军，背后插满了旗子，果然不愧是亲爷爷。这是一位族老赞叹：太好了，天生打破枷锁的荒古圣体，的确闻所未闻，查遍史料100万年也找不出一具，有此子在，我君家可争一世地位。另一位族老则是嘲讽一笑：呵呵，那太古皇族祖龙朝出了一位身怀地龙血的龙傲天，就敢挑衅我们君家，说我们君家年轻一代无人，当真可笑至极。他们君家虽然君临荒天仙域，极尽辉煌，但也并非没有敌人，祖龙朝、万皇灵山等太古皇族就是和君家交恶的势力，还有生命禁区和万古藏土等地方也有隐患。不过众族老相信，这一切隐患会随着我的到来而解决。此刻我体内金色的血液在血管内流动，在打破了圣体枷锁后，气息也是节节攀升，炼金、断骨、换血、通窍、聚灵。在君战天以及一众族老呆然的目光当中，我的修为直接是连破肉身5大境界。要知道，哪怕是一些天之骄子，也需要耗费最少5年时间才能达到肉身大成，那还是在有诸多圣药滋养的前提下。但我才出生不过1刻钟而已，就连破肉身5关，这传出去会让一批天之骄子怀疑人生。打破了枷锁的荒古圣体，真他娘的是妖孽！饶是这群见多了世面的族老，也忍不住说出了粗鄙之语。但更让人惊叹的还在后面，在我周身好似有万道圣人虚影在臣服，对着我泛唱膜拜。这难道是圣体异象？万圣朝拜？君战天等一众族老脑子都是被震撼的有些麻木了。一般而言，各种圣体神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异象。传闻大成荒古圣体足足拥有6种异象，全部觉醒后，6种异象形成6道轮回，可横推世间一切。一位族老目光隐隐带着火热，君战天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日后自己孙儿称帝时万族来拜的恢宏景象。别说这群族老，就连我自己也是感叹不已，自己天赋无敌，背景无敌，还附带签到系统，这样这个时代的其他天骄怎么活？就在我觉得自己日后是不是要低调一点时，脑海中再度传来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太岳古碑签到。好吧，连系统都不想让我低调，我心里默默吐槽了一句：太岳古碑那是在什么地方？不过此事倒是不急，毕竟现在我只是一个婴儿，而且已经签到了一具大成荒古圣体，可以说是完美开局了。接下来的签到地点日后再找不迟。就在这时，君战天却是一拍脑门道：对了，还没有给我的宝贝孙儿起名字，要不叫他君长生怎么样？寓意他日后要正道长生。听到我有些无语，君长生这个名字虽然听得过去，但我还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名字。哎，这个不妥，叫长生的人也太多了，俗气。一些族老摇头道：现在是人是狗都敢取名叫长生，这种烂大街的名字怎么配得上他们君家的麒麟子？这时一道有些虚弱的声音突然响起：不如就叫他逍遥吧。夫君曾说过成仙容易逍遥难，我只希望我的孩儿日后逍遥一生。躺在床榻上面容苍白的美丽女子开口了，她正是我的生母江柔。面对江柔的建议，君战天等人不能忽略，因为江柔的身份也没那么简单，是荒古世家江家的一位神女。江家虽然没有君家那么名声在外，但同样是荒古世家，又能弱到哪里去？好，那就叫逍遥了。君战天
点头，只是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心事似的，微微一叹。我看到这状况，眼皮一跳，这才发现自己的父亲貌似不在这里，不会又是那种父亲祭天法力无边的套路吧？见状，一旁一位老妪出口安慰道：“战天，莫要忧心，君无悔可是白衣神王，岂会那么容易陨落？而且这孩子日后成长起来，未必不能去寻找帮助他的父亲。”闻言，君战天恢复了笑容，也对，哈哈，我还有宝贝孙儿。我眼睛眨动，暗暗记下了父亲的称谓，白衣神王君无悔。从这名字看来，自己的父亲貌似逼格挺高啊。此时，一位族老带着深意道：“逍遥是大成荒古圣体，这消息传出去，怕是会引起仙域震动。要知道，暗地里想对我君家不利的势力也不少。”随即，君战天询问道：“你的意思是动用手段掩盖逍遥身上的圣体波动？”其余族老也是微微点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这时，一道冷哼之声忽然从天穹炸响，整个君家都是被惊动了，无数道目光投向天地宫上方。我君家后人什么时候学会遮遮掩掩了？一具圣体都保护不了吗？那股波动，好强大的气息，是沉眠在祖祠里的老祖宗从棺材里爬出来。连老祖都被惊动了吗？四面八方传来无数君家人倒吸凉气的声音，那可是君家的老祖级人物，很多君家人一辈子都无缘见其一面，而我一生下来竟然就惊动了老祖，这令很多人心头震撼，露出羡慕情绪。天地宫内，君战天等族老听到这声音，也是带着震动之色，急忙走出天地宫。只见天地宫上方虚空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一道有些干瘦的灰衣身影出现，那干瘪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撼世之力，如同诸天万界都被他踏在脚下。是18祖，见过18祖。君战天等人急忙躬身，这位灰袍老者可是君家真正的老祖级人物，埋在君家祖祠无数年，唯有君家产生巨大变故，或者到达生死存亡关头时才会苏醒过来。君战天等人想都没想到，我的出生竟然会引起老祖宗的注意。18祖身形一闪，出现在了君战天身前，将我抱了过来。他目光深邃如日月看向我，我则眨巴着眼睛，不哭不闹，反而带着一丝好奇。这就是我君家老祖吗？好强大的气息！而18祖则是忍不住大笑起来。好，我君家又出了一头真龙，你们这些蠢东西，竟然还想掩盖这孩子的光芒！闻言，君战天硬着头皮道：“18祖，我是怕日后有人对我孙儿不利，我看谁敢！那些老不死的，若是敢拉下脸面对逍遥出手，老夫不介意掀起不朽战，杀他个天翻地覆，血流亿万里。”18祖态度霸道无边，君战天等人都是暗暗咽了一口唾沫。不朽战乃是荒古世家、无上皇朝、太古皇族这种等级的不朽道统所掀起的大战，一战可让仙域天翻地覆，亿万苍生喋血。荒天仙域已经许久没有掀起过不朽战了，老夫宣布，以后这孩子就是我君家神子，所有修炼资源向他倾斜，就算硬堆也得堆出一具大成圣体出来。18祖吩咐道。君战天等族老自是点头认同，天生打破枷锁的荒古圣体，傻子才会不去培养。随后18祖继续道，而且赐予这孩子灵号序列的资格。什么？闻言众族老震惊。如果说只是赐予神子身份，那倒也罢，毕竟只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序列可就不同了。君家序列是有资格去争夺家主之位的，君家年轻一代人数足有数万人，但获得序列身份的也仅有10人而已。这10人每一个拿出去都可惊艳一个时代，是君家最优秀的10大天骄。而在10大序列之上，更有一个灵号序列，灵代表一无所有，也代表无限可能，其地位还在第一序列之上。上一代的灵号序列正是我的父亲白衣神王君无悔。18祖，这未免有些不妥吧，会让其他序列心生不满。这时一位老妪试探道，毕竟每一位序列都是历经无数考验才得到这个身份的。随即18祖一甩衣袖道，他们不满，让他们日后自己去争，争得过这孩子再说。听其语气显然对我极为自信。我闻言默默一叹，爷爷对我寄予厚望，老祖对我另眼相看，还有自己父亲的隐秘以及那些君家的隐患，看来还真是不能当一条咸鱼。无敌天赋，无敌背景，系统辅助，有这种完美开局，若还不能镇压一个时代，那只能说我太菜了。转眼间3年时间过去，关于我的消息依然在整个君家流传着，所有人都知道了，我一出生便惊动了18祖，亲赐其神子身份。至于灵号序列的身份，在君战天的刻意限制下倒是没有流传出去，因为君战天准备在我举办10岁宴时，广邀荒天仙域各大不朽势力，到时候再公布我灵号序列的身份，算是替我打响名声，而且这样也能够给我安心成长10年的机会。不过到时候若是其余君家序列不满，也只能让我自己来解决了。我对此倒是不介意，我对自己的天赋还是有信心的。10年时间足够了。逍遥肉身进5大境界之后，便是神藏进5大境界，分别是心之神藏、肝之神藏、脾之神藏、肺之神藏、肾之神藏，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等到神藏5境大成后，便可聚灵海、凝神宫、化真灵。天地宫一处殿宇内，君战天正在给我讲解修行。这3年内，我一直都在巩固自身的境界，每天各种圣药、神丹像大白菜一般摆在我身前。荒古圣体修炼最耗费的就是资源，但君家偏偏是荒古世家，还真承受得起我的资源消耗。在3年积淀之后，我感觉自己可以随时破入下一个境界。爷爷，那一般突破神藏5境需要多长时间？君战天沉吟道，一般天骄大约需要5年，绝世天骄可能也需要2、3年。你乃是荒古圣体，肉身无双，或许1、2年时间就够了。1、2年吗？我暗自思忖。指明修炼道路后，我便开始沉下心来修炼。我所修炼的乃是君家的至尊功法太玄经，这门太玄经足可一直修炼到至尊境界，乃是君家最为顶级的功法之一。此时我的体内如有神雷在轰鸣，金色
色的气血冲溢全身，这3年的积淀在此刻尽数爆发。是不会吧？见状一旁的君战天都是有些发愣，他才刚讲解完，自家孙子难道就要突破了？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啊！然而就在君战天震惊之际，我心脏内仿佛有一扇门被轰破，我只感觉肉身增强了数倍，无尽金色气血滚滚汹涌，力量瞬间暴涨了10倍，这就打开了心之神脏吗？好像也不过如此。我疑惑道，我感觉没有君战天说的那么难啊！既然顺利突破了，我也没有迟疑，继续开始冲击下一个神脏门户。最后在1天时间将要过去时，我便直接打通了5大神脏。在体内5大神脏打开的刹那，我感觉自己好似化为了一方战神，可镇压寰宇10方。而君战天老爷子直接是呆愣在了原地。他娘的，当初老子突破神脏5境也用了2年时间，这孙子竟然1天就突破了，人比人气死人！君战天感觉自己在孙儿面前好像一个废物。爷爷，我感觉有些不对劲。我忽然皱眉道，怎么了？莫非是出什么问题了？君战天回过神来，有些紧张。我可是君家的宝，若是出了什么问题，18祖非得把他皮扒下来不可。我怎么感觉圣之神脏的力量要比其他4个神脏更加强大？这并不是说我的其他4个神脏不强，而是圣之神脏强的有些过分。闻言，君战天急忙上前查探，最后松了一口气，目光复杂中带着艳羡之意。逍遥啊，你以后可要为爷爷这一脉多多开枝散叶。等到10岁宴的时候，我脱江柔去把他们江家的掌上明珠赐婚给你。随即我一愣，顿时恍然大悟，感情荒古圣体在那方面也有加成啊。不过我倒不是什么精虫上脑之辈，肾再好也不能乱来啊。至于包办婚姻，我也不会随随便便喜欢上什么江家的掌上明珠。对了，爷爷，你知道太岳古碑是什么吗？我转移话题道，这3年来我都在沉淀，并没有去签到，现在修为再度突破，是时候去签到领取奖励了。这时君战天开口道，太岳古碑原本是矗立在荒天仙域的一座石碑，用来检测肉身实力，不过后来被我们君家挖了回来，放在斗武场里供后辈弟子检测肉身。竟然是这样，我微微汗然，君家倒真是霸道，直接把太岳古碑给挖回来了。不过这样也好，省了我去寻找的功夫。爷爷，我想去太岳古碑试一试。这君战天有些迟疑，去君家斗武场的年轻后辈一般都在10岁以上，我现在才不过3岁，即便是罕见的荒古圣体，但真要检测，说不定依然比不过那些年龄更大的天骄。爷爷放心吧，我只是去试一试，失败了也没什么，我只是想单纯去签到领个奖励而已。那好吧，君战天微微点头，孩子嘛，受点挫折也是好的，省得天赋太高，养成那种妄尊自大的性格，到时候跟在孙子后面，失败了也好安慰安慰他。3年了，终于可以走出天地宫了。我虽只有3岁，但因为荒古圣体的原因，看上去已经像是个5、6岁的男童。乌黑的发丝晶莹生光，肌肤晶莹如玉石，五官仿佛上天雕刻一般俊秀天成。太岳古碑签到能获得什么奖励呢？我心中顿时好奇了起来。君家斗武场位于一处悬浮于虚空的巨型岛屿之上，许多君家后辈都会在斗武场内修炼，其中不仅有擂台，还有各种检测修为之地，可供君家后人测验。太岳古碑就是被君家的大能者直接强行霸占过来，搬到了斗武场内，供族内弟子检测肉身修为。此刻，在太岳古碑旁，一位身着宫装的少女正在调息，准备挑战太岳古碑。少女约莫14、15岁，一头金色的微卷长发，如同波浪一般披散而下，发丝晶莹，光辉耀眼。她肤如凝脂，点绛阴唇，气质高贵娴雅。年纪虽不大，但被紧身宫装包裹着的少女娇躯却是玲珑有致，出入规模。不知这次君玲珑又会创造什么成绩出来？她身怀7窍玲珑心，参悟各种功法速度都极快，想必各种炼体功法都被她练成了吧？听说有几位序列都想招揽君玲珑当追随者，但是却被她拒绝了。周围许多君家子弟看着名叫君玲珑的少女，交头接耳道：君玲珑虽不是10大序列，但在君家也算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贵女，因为她身怀7窍玲珑心，这种心脏又被称为圣人之心，代表日后君玲珑若不陨落，则注定成圣。虽说对于君家这种荒古世家而言，一个圣人倒也不算特别稀奇，但放眼整个荒天仙域，圣人都绝对是站在顶层一列的大人物。因为君玲珑有成圣之姿，所以一些序列才愿意抛出橄榄枝招揽，不过统统都被君玲珑拒绝了。震天金掌，君玲珑抬起雪白如玉的素手，对着太岳古碑轰击而去。明明看上去是窈窕玲珑的娇躯，此刻却好似爆发出了无尽力量。轰！一声巨响过后，太岳古碑上亮起光芒。15万斤，君玲珑好强，比上次又多增加了3万斤巨力。是啊，一个普通天骄，肉身修炼到极致，也不过10万斤巨力而已。君玲珑已经冲破了那道关卡。四面传来赞叹之声，还少不了一群舔狗炽热的目光。君玲珑雪白玉颜始终平淡，没有波澜。这时，一道刺耳的女声响起：君玲珑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只增长了3万斤力气？一位蓝裙女子扭着细腰，款款来。她面容妩媚娇俏，只是话语显得锋利。是蓝清雅，第10序列君仗剑的追随者。她可比追随者地位要高，听闻君仗剑对其颇为宠幸。蓝清雅并非君家人，而是第10序列君仗剑从外面招揽的追随者。君玲珑没有理会，蓝清雅却是话语锋利道：仗剑公子可是在太岳古碑上留下了500万斤巨力的记录，是你的几10倍，但你却拒绝了他的招揽，现在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吗？蓝清雅很看不惯君玲珑的假清高，明明君仗剑都已经主动出言招揽他了，君玲珑却依然拒绝了他。在蓝清雅看来，君玲珑就是一个做作的绿茶婊。君仗剑虽然很不错，但还不是最好，我君玲珑追随之人将是可镇压一个时代的存在。君玲珑淡淡道：没有人知道7窍玲珑心还有一个潜藏的能力，就是隐约可以窥见一角未来。
当然，这个能力很逆天，也无法主动施展。君临龙活到现在，只触发过一次，在那一角未来中，君临龙看到了一道模糊的超然身影，一袭白衣，背对众生，亿万生灵、太古万族都在他背后拜服，高呼其君天地的名号。那时君临龙就认定了，这一世君家定然会出一头真龙，镇压万古时空。只是那一角未来中被众生膜拜的君天地，究竟是指君家的哪一位天骄序列？因为这个疑惑，君临龙始终没有追随任何人，他一直在等待那个最像君天地的人出现。君杖晋升为第10序列，虽然很强，但还没有给君临龙那种感觉。然而蓝清雅听到君临龙的话，却是觉得十分可笑。哼，镇压一个时代，君临龙，你这个借口未免有些可笑了。哪怕是现役君家最强的第1序列，都不敢100%说出这句话，因为这是一个大争之势，万族崛起，天骄辈出，没有一个天骄敢放言能够镇压这一个时代。而就在这时，远处天空之上，一只白鹤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白鹤之上盘坐着一位如同幼小神灵般的身影，正是君逍遥。他才只突破神藏5境，还没有获得御空而行的能力，因此只能乘坐白鹤而来。那道身影是谁？看起来好年幼，这么小就来斗武场吗？一群君家子弟议论起来。君逍遥从出生起都一直待在天地宫内，从未在君家走动，因此除了18祖一群族老和生母江柔外，根本没有其他人见过君逍遥。他……君临龙美目落在那道年幼的身影上，体内7窍玲珑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心中生出悸动。不会吧？君临龙美目逐渐瞪大，一种直觉涌上心头。白鹤落下，君逍遥脚尖一点，轻松落地。好俊俏的男孩子啊，好想捏他的脸。一位君家少女美目放光道：“可爱。”想其另一位身材丰满霸道的君家女子，美眸直勾勾盯着君逍遥，一脸痴女笑。被这样一群如狼似虎的君家女子盯着，君逍遥感觉有些瘆得慌。他的肾的确挺强，但终归还是一个3岁的孩子。他可不想小马拉大车。这孩子气血太强大了，怎么感觉比我们都厉害？一位君家年轻人忍不住问道：“小孩，你是君家哪一脉的人？为何从未见过你？”君逍遥随意说道：“你们当然没见过我，我是第一次从天地宫出来。”第一次从天地宫。那位君家年轻人说着说着，身体忽然一颤。天地宫，那可是君家地位最高的一批人才有资格居住的地方。年轻人目光震动地看着君逍遥道：“你莫非是3年前的？”“没错，我就是君逍遥。”君逍遥懒懒道。哗！一语落下，整个斗武场都是一片精华。君逍遥如今可谓是君家最为神秘、身份也最高的后辈。3年前出生，惊动18祖，更亲自赐予其神子身份。可以说，君逍遥如今的身份地位丝毫不逊色于10大序列。拜见神子大人！斗武场内，所有君家子弟齐齐躬身一拜。君临龙眼露一色，但也是对君逍遥行了一礼。蓝清雅也是脸色变化，她一个外姓家臣，更是不敢得罪君逍遥，急忙躬身一拜。看着那一片向自己恭敬行礼的君家子弟，君逍遥暗暗啧嘴，心里想到：不对啊，按照套路，这种情况不应该是有人出来质疑我，然后被我疯狂打脸吗？表现得这么乖顺，还让我怎么装逼？君逍遥颇有一种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力的感觉，他还想好好找人装逼，不是切磋一下呢。不过君逍遥还是小看了神子身份，在场恐怕没有一个人敢对他有丝毫不敬。算了，既然没人挑衅，那我还是赶快签到吧。君逍遥微微摇头，直接是走到了太岳古碑前。这时他脑海中传来系统的机械声音：叮，已到达签到地太岳古碑，是否签到？签到。君逍遥心里默念一声：叮，恭喜宿主获得6星奖励神象镇狱镜。系统话音落下后，一股股玄奥的功法口诀如洪流一般涌入君逍遥脑海当中。神象镇狱，以气引神，以神成象，举手投足，神象之力，人之一身，10万威力，每一威力堪比神象。觉醒10万威力，则是10万神象之力加身。一拳之下，开山断海，碎灭星辰，颠覆日月，一念之间。神象镇狱镜，好强大的法门，哪怕在君家，像这样的炼体法门都绝不多见。君逍遥暗暗感叹道。他也曾翻阅过君家诸多顶级炼体法门，但如神象镇狱镜这样的法门还是非常稀有的。原本以为6星奖励会远不如8星奖励，现在看来也还不错。君逍遥心里感叹。而且君逍遥也明白了，系统奖励由低到高分为1星到10星，1星奖励最普通，10星最极品，6星奖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这神象镇狱镜搭配起肉身无双的荒古圣体，简直绝配好吗？君逍遥直接是盘坐在地，开始原地参悟起来。他的本意就是来太岳古碑签到，并非是来检测肉身实力的。人体内10万威力，先将威力化为具象，全部觉醒后，具象化为龙象，龙象化为元象，元象化为神象。君逍遥陷入了参悟，而太岳古碑周围的君家子弟却是齐齐迷惑了。怎么回事？我还以为神子大人是来太岳古碑检测肉身实力的。对啊，为什么直接坐在了地上？在这群君家子弟眼中，君逍遥的举动简直是人类迷惑行为大赏。他们自然不知道君逍遥正在参悟神象镇狱镜。这种悸动的感觉，莫非他真的是君临龙美眸注视着君逍遥盘坐的背影？明明只是一个3岁小孩，却如同年幼的神灵一般，给人一种深不可测之感。还不能确定，
并非没有可能。君玲珑思索着，君逍遥降生时引动万圣朝拜，震撼了整个荒天仙域，在场很多君家弟子都在猜测君逍遥到底是什么体质。君战天等人虽然没有刻意隐瞒君逍遥是荒古圣体的消息，但也没有刻意宣扬出去，所以君家大部分人还并不清楚君逍遥的体质。这就是那位被传得沸沸扬扬的神子吗？感觉也没有3头6臂，而且年纪还这么小，难道他要挑战太岳古碑不成？蓝清雅也是在打量着君逍遥，他眼中倒是没有太多敬畏，毕竟背靠君家第10序列，很多时候就算也是一些君家天骄，也不愿招惹蓝清雅，怕得罪他背后的君仗剑。仗剑公子在太岳古碑创造了500万金纪录，便是放眼整个荒天仙域都是位于顶流，以这位神子现在的境界和年龄，最多也就10万金吧。蓝清雅心里默默想到，能得到君仗剑的宠幸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在他眼中任何人都比不上君仗剑，包括君逍遥在内。而君逍遥此刻却是全身心陷入参悟当中，隐约间他感应到了体内10万威力，好似10万个胚胎，每个胚胎内都蕴藏着一头未觉醒的巨象。轰！君逍遥调动荒古圣体的金色气血之力，荒古圣体可以说是最适合炼体的体质，修炼起神象阵域境自然也是事半功倍。轰隆隆！很快君逍遥就感觉体内的一个威力破开了，仿佛有一头巨象觉醒，仰天长啸，轰落星辰。一股神力随着巨象威力的觉醒从君逍遥体内迸发而出，1万斤巨力。君逍遥心神一震，一头巨象就代表1万斤巨力，若君逍遥将体内10万威力转化为10万巨象之力，那么就是10亿斤巨力，而君仗剑也不过才拥有500万斤巨力而已，10亿对500万，差距简直无法比较。觉醒了一颗威力，接下来就方便多了，我倒要看看荒古圣体一次性能觉醒多少巨象威力。君逍遥暗道，他继续修炼，金色的气血腾空而起，好似在他背后化为了一头镇压天地的金色神象。好强大的气血，那是什么功法？为何我从未见过？君逍遥修炼的波动席卷整个斗武场，无数君家子弟都是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金色神象镇压寰宇，象鼻一卷，好似可揽9天明月，而君逍遥盘坐于神象之前，如同一尊年幼战神。轰隆隆！君逍遥体内不时传出爆斗之声，那是一颗又一颗的巨象威力觉醒了。最终君逍遥猛然睁开双眼，气血狂涌9重天，他的境界竟是在此刻再度突破，从神藏5境大圆满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灵海境，一片金色的灵海从君逍遥体内开辟而出，浩瀚汹涌，翻天覆地，觉醒了1000巨象威力，还顺带突破到了灵海境。君逍遥眸光睥睨，气息强绝，肉身5境，神藏5境之后便是3个大境界，灵海9重天，神功9重天，真灵9重天，也被称为巨灵海、凝神功、化真灵。3岁突破到灵海境者，放眼仙域无数纪年都找不出几个。我没看错吧？神子大人突破到灵海境了。一位君家弟子瞪大了眼睛，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3岁的灵海境高手，一群君家子弟倒吸冷气，开始怀疑人生。别说是他们，就连那隐于虚空之中的君战天，老脸也是有些惊愕。他原本是来照看君逍遥，害怕君逍遥失败打击他的道心，结果现在君战天感觉自己的道心受到打击了。我孙子简直变态，不过他那门功法究竟是从何而来，倒真有点东西。君战天喃喃，他可是一位圣境大能者，一眼就能看出神象镇域境的不凡，觉醒了1000巨象威力，倒是要试一试。君逍遥看着面前的太岳古碑，跃跃欲试。1000颗巨象威力就代表了1000万斤巨力，这已经是第10序列君仗剑记录的1倍了。如无意外，君仗剑的记录怕是无法保持了。君逍遥单手握拳，澎湃的神力在体内汹涌。神子要挑战太岳古碑了，他能打破君仗剑的记录吗？整个斗武场无数君家弟子目光都是在此刻汇聚。蓝清雅则是咬着唇，暗自道：不会的，仗剑公子的记录不会被任何人打破。君仗剑500万斤的记录在太岳古碑保持了许久，倒不是说整个君家年轻1倍就他最强，其余序列很多都在外修炼或者闭关，根本没有在太岳古碑检测肉身力量。此刻看到君逍遥欲要出手，全场目光齐齐汇聚。毕竟君逍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生下来就被封为神子，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四方瞩目。若是君逍遥的表现欠佳，众人虽不敢明面嘲讽什么，但心里显然也会有些微词。隐于虚空中的君战天也是罕见的有些紧张起来，能不能在君家第一次树立起威信，就看君逍遥这一次的表现了。君逍遥本人倒是没有想这么多，只是单纯突破后想检测一下实力。他五指握拳，简简单单，没有丝毫花哨。君逍遥感觉体内好似有1000头巨象在奔涌，恐怖的力量由经脉肌肉传递到拳锋之上。轰！君逍遥一拳轰击在太岳古碑上，背后那头金色神像虚影好似也随同轰击而出。霎时间，整座古碑剧烈轰鸣颤抖，一个刺目的数字出现在了太岳古碑之上：1000万斤。死！所有君家子弟满目骇然之色，拼命揉着眼睛，无法相信眼前所见。年仅3岁，1000万斤巨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根本不会相信。蓝清雅瞪大了倩眸，娇躯都是打颤了一下，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虽然他不愿承认，但太岳古碑从来都没有出过错。君
君临龙亦是美眸一震，更加确定了内心的猜想，甚至就连隐于暗处的君战天老脸都是呆住，显得有些滑稽。然而事情并未结束，一道道裂缝以君逍遥的拳头为中心，如蛛网一般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这君逍遥自己也是愣了愣，他发誓自己绝对不是故意毁坏公物的。咔嚓，在所有人呆然的目光当中，太岳古碑寸寸碎裂，最后直接是崩灭开来，碎成无数块。在崩灭的同时，一道仿佛自远古传来的声音响彻整个君家：再创万古极境，赐天道奖励。这声音从虚空传来，无比恢宏，仿佛一位大帝在低语喃喃，但说出的话却是令十方骇然。万古极境，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从古至今无数纪元，在君逍遥这个年纪，没有人比他肉身力量更强，哪怕是古之大帝古皇至尊，在3岁时肉身方面也比不上君逍遥。这绝对是一个恐怖无比的记录。相比之下，君仗剑那500万斤的记录显然那么寒碜。神子大人打破了万古极境。君临龙美目赤亮无比，闪过异彩。如果之前他只是有所猜测，那么现在他已经有了5成的把握。君逍遥可能就是那一角未来中背对众生的无敌存在。蓝清雅则是脸色苍白，这个记录太过可怕，他甚至根本无法想象。想起之前还猜测君逍遥只有10万斤巨力，蓝清雅就觉得有些尴尬，脸色尬红。哈哈，孙子厉害啊！君战天忍不住从虚空现身，满面红光，笑得合不拢嘴。君逍遥嘴角抽抽，这话听着怎么像是在骂人呢？其余君家弟子看到君战天现身，纷纷躬身道：见过族老爷爷。这太岳古碑碎了，君逍遥无语道：没事，碎了就碎了，你可是又给我君家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啊！君战天喜不自禁。相比于君逍遥创下的万古纪录，一座太岳古碑碎了，算什么事？这时，虚空之中一团混沌光芒浮现而出，最后落在了君逍遥手中。这是打破了万古极境的奖励。君逍遥定睛一看，发现是一块玉简，一股神念探入其中。君逍遥赫然发现，这玉简内记载的是一种至高的炼魂法门——混沌神魔观想法。有意思，这是要让我肉身和神魂皆无敌吗？君逍遥暗笑，他肉身已经打破极境，古来无双，加上这至高炼魂法门，到时候肉身神魂皆圆满，谁人可敌？君逍遥想着，收起玉简，决定日后再仔细参悟。这时，远处有光虹掠来，乃是一位君家地位颇高的族老，朗声喝道：18族有感，万古极境被打破，奖励君逍遥神子3株不死神药。这位族老的话再度令四方哗然，一群君家弟子极度的眼红无比。不死神药可是极为珍贵的存在，一般而言，哪怕是仙域的一流势力，也可能只有1、2株不死神药。君家虽是荒古世家，底蕴丰厚，但不死神药也没有多少，一下就赏赐3株不死神药，这在之前君家从未发生过。不过一想到君逍遥打破了万古纪录，这个奖励好像也理所应当。蓝清雅被震撼地都是有些麻木了，他到现在还深深记得君仗剑曾经有幸得到过1株不死神药，简直是将其当祖宗一样供着，都不舍得用。但君逍遥一下就得到3株，这种对比反差太过巨大。待我转告，多谢18族赏赐。君逍遥不骄不躁，从容说道。他也是准备回天地宫闭关，消化这次成果了。君临龙微微迟疑，咬了咬玉唇，还是踏出帘步，心情忐忑道：神子请留步。君逍遥侧头，便是看到了君临龙。他一身宫装包裹着初露规模的玲珑身段，金色微卷长发晶莹而耀眼，衬托的一张无瑕玉脸更是雪白细腻，气质无双。你是？君逍遥疑惑。小女子君临龙，见过逍遥神子。君临龙略显局促道。他性格一向淡然自若，气质娇贵高雅，但此刻面对君逍遥，君临龙却感觉自己平凡到了骨子里，根本生不起半点高傲之气。有事？君逍遥淡淡道。金发妹子看上去的确很养眼，但君逍遥也不是看见女人就走不动路的类型，因此君逍遥态度倒是颇为平淡。君临龙心里罕见的有些忐忑，他对着君逍遥道了一礼后，启唇说道：临龙希望能够成为神子的追随者。一语落下，整个斗武场死寂一片，许多君家男性子弟脸色苍白，心碎了一地。在他们眼中，高高在上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玲珑贵女，此刻却是屈身下拜，主动提出成为别人的追随者。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心目中的女神主动要成为别人的玩物一般。想要追随我？君逍遥略微讶然，君临龙的这种想法他真没有猜到。成为追随者这种事情非常普遍，君家10大序列，每一位序列身后都有一批实力不凡的追随者，或是君家内部的天骄弟子，或是从外面招揽驯服的人才。总而言之，每一位盖世人物都会培养追随者，日后会成为一股重要力量。甚至是他的父亲君无悔都曾有过一批追随者，被世人称为神王8部众，每一位都可独当一面，堪称盖世英杰。君逍遥倒也不是没考虑过，只是他现在才3岁，根本不急着招揽追随者，因此没有在意过。为什么？君逍遥好奇，就因为他打破了万古极境吗？一种直觉。君临龙美眸深邃道。那一角未来他不方便说，因为说出去很有可能要承受某种巨大的因果，君临龙还无法承受那种后果。直觉。君逍遥无言以对，他也察觉到了君临龙恐怕知道了一些什么，
却没有明说出来。不过他倒是也偶尔听过君玲珑的事情，天生七窍玲珑心，心思机敏聪颖，参悟任何功法武学都快人一步。若是不陨落，日后注定可以成圣。这种天之娇女放在哪里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倒也有资格追随君逍遥。现在每天是爷爷照顾我起居，除了给我讲道，就是唠叨让我长大给君家开枝散叶。君逍遥心里无奈，他虽然外表只有3岁，但内心可早就成熟了。成天面对一个糟老头子，即便是自己的爷爷也会很枯燥的。让君玲珑当个丫鬟伺候起居也不错。君逍遥想到，他倒是没有想过去培养君玲珑什么的，不过若是当个丫鬟侍女，倒也可以接受。若是让外人知道君逍遥的想法，一定连锤死他的心都有了。竟然想让众星捧月、万人瞩目的天之娇女当丫鬟。要知道，哪怕如君仗剑那等天骄序列，也只是想要拉拢君玲珑成为同修而已。就在君逍遥要开口时，一道女声却是传来：“君玲珑，你既然主动要追随别人。”开口质问之人正是蓝清雅。她不敢冒犯君逍遥，只能将话锋对准君玲珑。怎么了？君玲珑淡然道。面对君逍遥，他会忐忑紧张，但对蓝清雅可是没什么拘谨。仗剑公子曾亲自开口想要招揽你，却被你拒绝，而今你却主动追随他人，这让仗剑公子的脸往哪里放？蓝清雅脸色难看道：“君玲珑此举不是赤裸裸的打君仗剑的脸吗？君仗剑很优秀，但我君玲珑追随之人将是镇压一个时代的存在。”君玲珑语气带着一缕狂热：“镇压一个时代？你的意思难道是指他？”蓝清雅下意识说道，口无遮拦：“哼，哪来的不知礼数的东西？”君逍遥还没说什么，君战天眉毛便是一掀，衣袖一甩，噗嗤，蓝清雅娇躯被击飞，狠狠坠落在地上，嘴角流血。这还是君战天自恃身份，懒得将蓝清雅灭杀。以后若有机会，倒是想和仗剑族兄切磋一番。至于你，滚吧。君逍遥平淡道，他都懒得对这种小角色出手。蓝清雅脸色煞白，看了看君玲珑，眼底露出一缕不甘之色，转身疾走。君玲珑没有在意，而是眸光定定地凝视着君逍遥，美目中竟是流露一缕楚楚可怜之色。换做其他任何男性，怕是早就迫不及待答应了。君逍遥沉吟一会儿后问道：“会端茶倒水吗？”此话一出，众人都是愣了。君玲珑也是愣了愣，不过还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虽然他从未做过这种活，但不代表他不会做。会洗衣叠被吗？君逍遥又问道。君玲珑依然一脸茫然地点了点头。好，那我同意了。君逍遥很是干脆道。这下君玲珑和周围的人都是反应了过来，感情君逍遥不是在挑选追随者，而是在挑选侍女啊。一时间，在场所有男性天骄都是露出羡慕嫉妒的眼光。让君玲珑当侍女丫鬟，可不是谁都能够办到的。君玲珑自己也是恍惚了一瞬，她堂堂天之娇女，还真成丫鬟了。不过一想到那一脚未来，君玲珑美眸便是露出坚定之色。她轻启玉唇问道：“神子大人问了这么多，那么玲珑可否也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君逍遥道：“若神子大人日后成为天帝，该当如何？”君玲珑问完，眸光定定，凝视君逍遥。君逍遥微愣，而后淡笑着摇头道：“很简单，我为天帝，当镇杀世间一切敌。”君逍遥一语话落，顿时天外雷霆炸响，苍穹风云震荡，言出法随，令天地色变。所有人露出骇然之色，这种场面他们见所未见。君战天也是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无比复杂。无悔，你的孩儿果然如同当年的你一般豪情万丈。君战天知道这一句话代表了一个大因果，落在了君逍遥身上。就在君逍遥说出此话的同时，仙域一处生命禁区，一道无比古老沙哑的声音传出：“君家这一代野心不小啊！”呵呵。另外，一处神皇飞舞、真凤盘旋的古老灵山传来冷然讽笑之声：“镇杀世间一切敌，君无悔的后人狂妄到这种地步了吗？”一处龙脉汇聚的古巢之中，也是传来冷漠话语：“这一世地路将现，我族龙傲天等后人将会让君家等荒古世家明白何谓天骄喋血，满目凄凉。”君逍遥恐怕也没想到，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竟然会引起这种震动。待他回过神来时，却发现君玲珑的目光无比明亮，紧盯着他。怎么了？君逍遥摸了摸自己的脸。玲珑愿意追随神子大人左右。君玲珑彻底下定决心，再无动摇。从那一句话，君玲珑就明白了很多。君逍遥点头，这一次的收获倒是圆满。签到获得了神象镇狱境，打破万古极境，获得了天道奖励混沌神魔观想法，更是得到了18族赏赐的3株不死神药。最后竟然还招到了一个金发妹子当丫鬟，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之后，君逍遥便带着君玲珑和君战天一起回到了天地宫。至于斗武场的其他君家子弟，则是一脸艳羡和敬畏的注视其离去。若君逍遥表现不佳，众人心里自然会有微词。不过现在君逍遥的表现已经完全征服了众人，没看到连君玲珑都心甘情愿当君逍遥的侍女吗？你们说君仗剑会不会找回场子？一位君家年轻人饶有兴趣问道。不会吧，只要君仗剑不傻，应该不会去招惹神子。其余人摇头道。谁都知道君逍遥颇受18族重视，前途无量，日后注定是君家的顶梁柱。君仗剑若因为一个蓝清雅就去得罪君逍遥，那绝对是脑子抽抽了。至于君逍遥本人，
则根本没有把君仗剑的事放在心上。他若前来替蓝清雅找场子，君逍遥还很乐意与其交手。这就是天地宫吗？君玲珑看着面前恢宏大气的宫殿，神情也是有着一缕激动。他的身份地位虽高，却也没有资格进入天地宫。随意一点，不用拘谨。君逍遥摆摆手，多谢神子大人。君玲珑对着君逍遥一拜，甜甜一笑。换做其他人，想让君玲珑多看一眼都难，我却可以随手将其收为侍女，这就是权势与地位吗？君逍遥暗暗啧舌，投胎果然是门技术活。对了，爷爷，以后有玲珑照顾孙儿起居，您就不用天天来了。君逍遥转头道：嘿，你这孙子！君战天吹胡子瞪眼，有了漂亮侍女，转身就把爷爷抛了是不是？不过拗不过君逍遥，君战天还是妥协了，但有时需要讲到的话，他还是会前来。接下来数日，君逍遥都在参悟神象镇狱境这门炼体功法。神象镇狱境可不单单只是修炼出距离，其中更是有着种种武学法门的演化，比如可以演化出至强攻击法门明神之矛，因为太古神象可以镇压无边地狱，汲取地狱灵气化为穿破一切之矛，还可以演化最强防御法门明神守护，不破不灭，甚至还可以凝聚出恶魔之意，双翅一震，虚空急速。随着君逍遥参悟深入之后，解锁的能力会越来越多，到最后甚至可以演化出真正的太古神象，召唤地狱之门，无尽群魔都为君逍遥而战。这神象镇狱境实在是太实用了，君逍遥赞叹不已。君家虽然也有许多至高炼体法门，但在功能性方面却没有神象镇狱境这么齐全，真希望还有签到的机会。君逍遥都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再次签到。叮！就在这时，君逍遥脑海内再度有系统的声音传来：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10岁宴上签到。君逍遥听到这声音，微微一愣，10岁宴是我的10岁宴吗？他倒是听君战天说了，等他10岁时，君家将会为他举办一次盛大的10岁宴，到时候将广邀荒天仙域诸多势力、荒古世家、无上大族等等前来赴宴，甚至于君逍遥0号序列的身份也将在10岁宴上公布。这场宴会就是君逍遥入世的第一次登场。看来签到的地点和时间是随机的，并没有规律。君逍遥思索道：不过这也没什么，神象镇狱境和混沌神魔观想法已经足够君逍遥现在修炼了，倒是有点期待10岁宴了。君逍遥嘴角勾起淡笑。对了，君仗剑那边怎么还没有动静？难道真的怂了？君逍遥暗暗嘀咕着，还稍稍有些失望。同一时间，君家内一处悬浮于虚空的领导之上，君家10大序列待遇同寻常天骄不同，各自拥有一座独立的宅邸，或是天宫，或是神岛，或是洞天福地。这座领岛则是君家第10序列君仗剑的宅邸。领岛之上有一座山峰，宛如一柄长剑插入天际，散发着惶惶然如天威般的剑气。在山峰脚下，一袭蓝裙的蓝清雅已经在此等待了数日。仗剑公子还未出关吗？蓝清雅神情透露着焦急、委屈、不甘。越是想起斗武场上发生的事情，蓝清雅越是感觉憋屈愤怒，但她又不敢找君逍遥和君玲珑的麻烦，只能依靠君仗剑。以往每次有人得罪了蓝清雅，只要找君仗剑，最后一定是别人赔礼道歉。正是因此，才养成了蓝清雅这样骄矜的性格。轰！就在这时，山峰之顶猛然传来了一股巨大波动，恐怖的法力风暴横贯天地之间，如同形成了龙卷风。是仗剑公子，他又突破了。领岛之上，一些君仗剑的追随者被惊动，目光皆是眺望那山峰之上。蓝清雅脸上一扫委屈之色，显得非常振奋。君仗剑突破了，实力再度加强，想必可以帮他出气。不说教训君逍遥，至少也要教训一下君玲珑。山峰之上，一位被剑的黑袍少年步踏虚空而下。一般而言，在临海境后到达神宫境，便可踏空而行。很显然，这位黑袍少年已经是神宫境高手。他年纪约莫是3、4岁，墨发飘扬，黑瞳深邃，整个人的气质宛如一柄斩破苍天的神剑，令人望而生畏。这黑袍少年正是君家第10序列君仗剑。传闻他降生之日，君家所有佩剑之人长剑皆是自主出鞘，指向君仗剑的出生地。他天生剑心通明，更身怀不灭剑体，可容纳无尽剑气于体内，对于剑道功法武学更是有着妖孽的天赋。正是因为这种天赋，才让君仗剑强势崛起，成为了10大序列之一。虽然只是排名最末尾的第10序列，但依然不可小觑。要知道，整个君家年轻天骄千万，想要得到一个序列身份何其艰难，不是谁都像君逍遥那样生来高高在上，地位非凡。LTB GT 清雅，你一直在等我吗？君仗剑落地，周围一群追随者都是躬身拱手，君仗剑却是直接忽视，看向蓝清雅。仗剑公子，蓝清雅挤出几滴眼泪，一脸委屈之色扑到了君仗剑怀中。这婊子！其他追随者心里暗骂，眼中露出鄙夷之色。同为君仗剑的追随者，他们也看不惯蓝清雅的做派，还说别人君玲珑是绿茶婊，自己才是真正的绿茶婊吧？怎么了？又是谁惹你不开心了？君仗剑淡淡一笑，他的确颇为宠幸蓝清雅，对他的态度和其余追随者不同。事情是这样的，蓝清雅将事情全数讲出，然后他自顾自的委屈垂泪道：仗剑公子，清雅都是为了您的面子着想，谁曾想那君逍遥和君玲珑，你说你得罪了君逍遥？黑发遮掩了君仗剑的眸子，
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是啊，仗剑公子，您可一定要为青雅讨回一个公道。蓝青雅委屈巴巴道。啪！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响亮的巴掌。你这是想害死我吗？蓝青雅懵了，完全懵了。他捂着自己的火辣辣的侧脸，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军仗剑。军仗剑脸色阴沉无比，眸中涌动着冷意。仗剑公子，你打我！蓝青雅无法置信地开口。感觉着那逐渐肿起的脸颊，蓝青雅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般。军仗剑不是一直对他百依百顺吗？甚至让蓝青雅有一种军家序列不过如此的感觉。蓝青雅甚至幻想自己以后可以完全掌控军仗剑，自己说什么他都会去做。试问哪个外姓家臣能够掌控军家序列？他蓝青雅能。但是现在看着军仗剑那阴沉如水的脸色，蓝青雅感觉他像是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谁让你去招惹军逍遥的？军仗剑语气压抑着怒火。我都是为了仗剑公子您着想啊！您之前招揽军玲珑被他无视，结果他却愿意追随那军逍遥。蓝青雅依然在辩解。混账娘们！军仗剑闻言忍不住再度一巴掌扇向蓝青雅另外半张脸。蓝青雅直接是被扇飞，嘴角都破了，流血不止。你知道军逍遥是什么身份吗？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军仗剑真是气得肝疼。这蓝青雅是嫌他的序列地位太稳了，想要动摇吗？不就是那军无悔吗？如今下落都是不明。蓝青雅咬着银牙，脸色难看。你没资格侮辱无悔族叔！军仗剑啪啪啪连续扇了蓝青雅10几个耳光，将其脸颊都是扇成了猪头。周围所有追随者皆是一脸错愕之色。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别说军逍遥是无悔族叔的儿子，他的母亲也是江家神女，他还得到了18族的重视。你招惹他是想让我丢掉第10序列的位置吗？军仗剑真恨不得扇死蓝青雅。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了军家地位最高、背景最大的军逍遥。仗剑公子，青雅错了，饶了青雅吧。蓝青雅跪地磕头，满下巴都是血。他千算万算都没想到军仗剑会这么忌惮军逍遥，甚至不惜对他动手。起来，去向军逍遥负荆请罪。军仗剑冷漠道。仗剑公子，蓝青雅如遭雷击。若真如此，他以后还如何有脸在军家待下去？而且要他当着军玲珑低头认错，简直比吃屎还要难受。不去。军仗剑眸光如剑一般凌厉。我去。蓝青雅心头惶恐，一脸屈辱之色。随后一位追随者找来一捆金条，让蓝青雅背着。金条上锋利的棘刺划破了他的玉背，让蓝青雅痛得丝丝吸凉气。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吧，这样才显得有诚意。军仗剑略一迟疑，决定自己也一同前去。蓝青雅更是心中绝望，他是第一次看到军仗剑这样忐忑不安。那军逍遥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军仗剑忌惮到这种程度？军仗剑带着负荆请罪的蓝青雅离开了领导，前往天地宫。一路上很多军家子弟都是注意到了，那是第10序列军仗剑，他出关了。军仗剑的实力又有进步，而且是前往天地宫方向，难道是去找神子的麻烦？不对，你们看那蓝青雅。诸多目光落在蓝青雅身上，她负荆请罪，玉背一片血痕，双颊红肿，嘴角破裂流血，看上去要多狼狈有多狼狈。难道军仗剑不是去找场子，而是去赔罪？所有军家子弟都是感觉一阵愕然。堂堂军家第10序列居然直接服软了，恐怕只有神子大人才有资格让一位序列不诈屈人之兵。一位军家年轻人赞叹道：10大序列哪个不是满身傲气，想要不诈屈人之兵太难了。但军逍遥却是办到了。天地宫内，军逍遥在放松心神，一旁军玲珑则在为军逍遥泡茶，以万年凝露为水，搭配从悟道古树上摘下的茶叶，这一壶茶放在外界，一些普通天骄一辈子都享受不到，军逍遥却是每天都在喝。公子，请。军玲珑递上茶水，一副尽职尽责的侍女模样。军逍遥接过茶杯，浅啜了一口，点头道：你活不错呀。军玲珑俏脸一红，这是在指泡茶吗？这时一位天地公仆从在门口恭敬喊道：神子大人，军仗剑公子前来天地宫了。终于来了吗？害我等了这么多天。军逍遥眸光一亮，来了精神。终于开始王道剧情了吗？蓝青雅回去哭诉，军仗剑无脑暴怒，然后决定前来教训教训他。军逍遥也刚好需要一个人来检测他的神像镇玉镜。军玲珑俏脸倒也镇定，他知道军仗剑应该奈何不了军逍遥。哼，逍遥族弟，自你出生到现在，这还是第一次见面，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着实有些可惜。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军仗剑踏门而入，身旁跟着狼狈的蓝青雅，他低着头，背上背着金条。咦，这不对啊！军逍遥见状，心里疑惑道。他感觉军仗剑不按套路出牌，我麾下的追随者招惹了逍遥族弟，特意让他前来负荆请罪，希望逍遥族弟大人有大量。军仗剑淡淡笑道。蓝青雅咬着牙，无比屈辱，但还是跪在了地上，从嘴巴缝里挤出一句话道：希望神子大人还有军玲珑能够饶恕青雅。说完这句话，蓝青雅简直想把头埋进地里。军玲珑俏脸冷淡，军逍遥亦是沉吟不语。军仗剑见状，眼角一抽，他真的怕军逍遥告状18族，那他的序列前途可就全毁了。暗暗一咬牙，军仗剑拿出一块令牌道：对了，我之前在外历练，意外得到了2块元天至尊令，传闻可能同元天至尊的秘藏有关，多一块我也无用，就送给逍遥族弟了。至尊秘藏，
一旁君临龙美目也是暗暗震动。圣境之上便是至尊之境，那可是真正踏立在仙域巅峰的存在，不朽不灭，威慑万古时空。这样一位至尊的秘藏，价值无法想象。这种令牌放到外界，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引无数天骄拼死争夺。军仗剑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付出了许多代价才得到2块的。军逍遥也是诧异，没想到军仗剑竟然舍得拿出这种好东西。就在他思索之际，脑海中再度有系统的声音传出：叮，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元天至尊秘藏签到。又有新的签到地了。军逍遥眸光一闪，他发现了签到系统的一些规则。第一，可以同时存在多个签到地点。第二，签到地点是可以随着事件触发的。比如他一得知元天至尊秘藏的消息，签到地就刷新了。也罢，看来日后不得不去一趟了。军逍遥心想，签到机会可是非常难得的，那些未知的奖励也很令人眼馋。仗剑族兄，你可真是太见外了。军逍遥淡笑着，抬起手一招，那元天至尊令便是抓在了手中。军仗剑嘴角一抽，我可能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不过军仗剑在心痛的同时亦有震惊，好雄浑的法力竟然成金色，难道真的如传闻中那般是荒古圣体？军仗剑暗自心惊，对军逍遥更加忌惮。之前军仗剑曾隐隐听他这一脉的族老说过，军逍遥乃是荒古圣体。那时军仗剑还有几分不信，不说荒古圣体在禁古几乎绝迹，即便偶尔能够出现一位，也很快泯然众人矣。因为禁古以来，天地环境不适合荒古圣体修炼，甚至天降10道枷锁禁锢圣体修炼。如果军逍遥真的是荒古圣体，那等于就是鸡肋废体。试问18祖会重视一位废体吗？因此军仗剑一直认为军逍遥可能是某种类似荒古圣体的体质。但是现在他看到军逍遥抬手间金色法力澎湃，的确像是荒古圣体。因为荒古圣体天生金色灵海，连血液都是金灿灿的圣血。莫非逍遥族弟真的是传闻中的荒古圣体？军仗剑不由问道。没错。军逍遥淡淡点头，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秘密，他也不准备隐藏。听到军逍遥亲口确认，军仗剑眸光一震，而那跪在地上的蓝清雅也是心头震动。竟然真的是荒古圣体，既然这样，军仗剑为何还要忌惮一个鸡肋废体？蓝清雅低着头，眼底深藏着怨毒之色。今日之辱，他难以忘记。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军仗剑微微拱手，被割了一大块肉，军仗剑已经不想在这待下去了。慢着，军逍遥忽然说道：逍遥族弟，你……军仗剑嘴角隐隐抽搐，难道这位族弟贪心不足蛇吞象？仗剑族兄，你误会了，我只是见猎心喜，想要和你切磋一番。军逍遥干咳一声道。军仗剑眼露异色，摇头微微笑道：逍遥族兄，你年岁尚幼，没有必要如此，等你日后长大了，我们再来切磋。军逍遥只有3岁，而军仗剑已经13、14岁了，若是到时候打伤了军逍遥，他根本承担不起18祖的怒火。因此军仗剑直接拒绝，只是切磋而已，希望族兄莫要拒绝。军逍遥坚持道：哎，既然如此，那好吧，不过希望族弟量力而行。军仗剑一脸从容淡然之色，比身份地位，他的确比不过军逍遥，但论修为境界，他足可碾压军逍遥。片刻后，他们来到了天地宫外的一处空地。这时在天地宫外早就汇聚了一批看热闹的军家人，探头探脑，想要得知事情的结果。他们看到军逍遥和军仗剑走出，像是要开打的模样，脸上一片惊愕。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来赔礼道歉吗？怎么还打起来了？不对，看逍遥神子模样，他们应该没有发生冲突，只是切磋而已。一些明眼人看出来了，他们眼中都是露出感兴趣的神色。这2人的切磋很有看头，一位是自小光环无数的神子，一位是早已成名的第10序列。虽然碍于年龄和修为，没有人认为军逍遥能够胜过军仗剑，不过他们依然在赌。你们说，逍遥神子能够在军仗剑手中撑几招？我猜3招，不对，最少也可以撑10招吧。听到那些人的话语，军仗剑嘴角不自觉勾起。虽说交出一块元天至尊令，令他心在滴血，但是现在貌似能够出一出风头。逍遥族弟，小心了！军仗剑说罢，神功5重天的气息狂涌而出。他没有用任何武学招式，直接并指为剑，对着军逍遥点出。军逍遥见状，也是简简单单5指握拳轰击而出，体内1000颗巨象威力觉醒，加持了1000万斤恐怖神力。这一拳轰出，虚空都好似扭曲了，一团巨大的空气泡轰然暴涌而出。感受到这股威能，军仗剑脸色当即变了，急忙想要抽回手，但依然避之不及。轰！一声巨响传出，伴随着骨裂的咔嚓声，军仗剑身形如同炮弹一般被砸飞，手指骨都是碎裂。这一幕令所有看热闹的军家人愕然，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跟随而出的蓝清雅脸色也是凝固，君临龙美眸异彩连连，他果然没有跟错人。嗨嗨！军仗剑灰头土脸，手指骨碎裂，眼底也是深藏着骇然。那股恐怖神力令他都是心有余悸，而军逍遥本人也是非常意外。军仗剑不是军家第10序列吗？不是应该很厉害吗？就这，军逍遥脸色微沉道：仗剑族兄，你不能因为我年纪小就如此谦让我，这是对我的侮辱。说罢，军逍遥直接主动出手。军仗剑脸色变化，同时心头苦啊，他对天发誓绝对没有谦让。然而
不仅是军逍遥，就连那些军家的吃瓜群众也在议论纷纷，都认为是军仗剑谦让了。旭日就见，看着再度袭来的军逍遥，军仗剑也是不得不全力出手了。他9道剑光接连展出，撕裂空气，波动强绝，令人心惊。冥神守护，军逍遥直接催动神象镇狱境中的防御绝学，霎时仿佛有一道冥神虚影显化而出，将他整个身体都笼罩在内。9道剑光撞击在冥神虚影上，直接是崩碎为无数光点。军逍遥再度冲出，背后显化出一对漆黑的羽翼，正是恶魔之翼。他的速度顿时暴涨，直接闪身到军仗剑身前。冥神之矛，军逍遥抬手一抓，无尽神能澎湃，化为一杆紫黑色的长矛，燃烧着漆黑明炎，仿佛可以洞穿世间万物。紫皇剑诀，军仗剑匆忙之下施展自己的底牌剑诀，一道紫色剑影横空展出，轰！大碰撞爆发。然而结局是加持了1000万斤巨力的冥神之矛，直接破开了紫色剑影，然后去势不减地落向军仗剑。军仗剑急忙祭出背后长剑，横剑而挡。砰！一击巨响碰撞，军仗剑手中长剑都是被击飞，整个人被抛飞，轰然砸在了一侧墙壁之中。那些来看热闹的军家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眼中写满震撼。这才不过3招来回吧，第10序列军仗剑竟然就被打趴下了。即便是谦让，也不可能谦让到这种程度啊！这下就连军逍遥都反应了过来，原来军仗剑并没有谦让，是他太强了呀！一想到误会了军仗剑，军逍遥暗暗摇头，非常自责。他走到灰头土脸的军仗剑身前，满怀歉疚道：“抱歉，仗剑族兄，误会了你，还以为你是谦让，没想到你是真的尽力了啊！”军仗剑听到这话，刚咽下去的血差点又要吐出来，他心里有句妈卖批，不知当讲不当讲。军仗剑脸色一阵青一阵红，刚才还想着出手不能太重，若是伤到军逍遥就不好了，现在倒好，自己满身尘土，浑身是伤。逍遥族弟果然有神人之姿啊！族兄佩服。军仗剑起身，脸上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今日他的脸面算是丢光了。军逍遥一战斗起来，简直火力全开，甚至他连不灭剑体都来不及施展。不过，即便能够施展不灭剑体，军仗剑也没有把握能镇住军逍遥，因为军逍遥出生时可是拥有万圣朝拜意象，圣体意象一出，谁人可敌？真是个怪物。军仗剑心里暗自叹道：才3岁就有这般实力，再过几年那还了得，怕是可以挑战前5的序列了。四周众人也是吃惊的合不拢嘴，想必要不了多久，这一次战斗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军家。军逍遥才在太岳古碑打破万古极境，现在又打败了军仗剑。少部分之前还对军逍遥心有质疑的族人，现在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萧族弟日后前途无量，等到你10岁之后，定然可以成为序列，甚至在我之上。军仗剑说道。军家的规矩，年轻一辈在10岁后才有资格加入序列的争夺。军逍遥却是耸了耸肩，他早就已经是18组内定的0号序列，身份地位甚至在第1序列之上，只是暂时还没有公布而已。等到10岁宴上就会公布，到时候军仗剑若知道这个消息，还不知会是什么表情呢。逍遥族弟，再会。军仗剑现在只想闭关修炼。军逍遥则淡淡说道：对了，仗剑族兄，你身为序列，没必要让什么阿猫阿狗都当追随者，那样有失身份。军仗剑闻言，目光一闪，开口道：知晓了。而听到这话的蓝清雅脸色却是无比臊红，心中屈辱异常。显然军逍遥口中的阿猫阿狗就是指他。随后军仗剑和蓝清雅两人离去。哎，我的手段还是不足啊。军逍遥目露思索之色，他现在虽是打基础的阶段，但也该修炼一些武学神通了，不然的话手段太过单一。军家身为荒古世家，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稀有武学典籍，去找爷爷问问。军逍遥暗想。而另一边，军仗剑没走出多远就停下了脚步。看来往日情面上，你离开军家吧。军仗剑默然道。不，仗剑公子，别赶清雅走。蓝清雅脸色骤变，煞白无比。在军家，任何修炼资源他都唾手可得，地位也是高人一等。若是离开军家，他将同那些在底层挣扎的女修没什么两样。滚吧，若不是你，我怎会惹上这样的麻烦，还丢了这么大的脸。军仗剑手臂一甩，将蓝清雅震飞，令其口吐鲜血。看着军仗剑蓦然离去的背影，蓝清雅脸上的痛苦转变为了刻骨的怨毒之意。军逍遥，都是你仗着身份欺压他人。荒古圣体难道是打破了一道枷锁的荒古圣体？若是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军家的敌对势力或是太古皇族，蓝清雅脸色变幻，心中猜测，以他有限的想象力，根本无法想象军逍遥是打破了10道枷锁的荒古圣体。在他看来，打破了1道枷锁的荒古圣体都非常少见。对了，听闻这军逍遥日后将举办10岁宴，到时候若引敌人前来，蓝清雅自知以他自己的能力，别说这辈子，就算下辈子、下下辈子也绝对报复不了军逍遥。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等着吧，军逍遥还有军玲珑这个贱人，你们都会付出代价的。蓝清雅披头散发，灰头土脸，最后被军家护卫押走，扫地出门。而另一边，军逍遥则压根没有在意蓝清雅这个小人物，他在军逍遥眼中甚至连蚂蚁都不如。之所以那样告诫军仗剑，只是不想以后看到碍眼而已。此刻军逍遥正在向军战天请教。什么？你要学武学神通？这未免太过好高骛远。军战天皱着花白的眉毛，在他看来，
君逍遥未免太过躁进了，才3岁而已，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学什么武学神通？而且修炼武学神通也是需要天资悟性的，还要消耗大量时间。让我试一试，若是耗费时间太多，大不了不学。君逍遥道。最后君战天拗不过，只能答应先让君逍遥修炼一种武学神通。而且君战天还卖弄了一个小心思，他特意挑选了君家一门威力极大、等级颇高，但也非常复杂的功法神通。此乃兵法诀，修炼大成后，法力可凝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神兵。兵法诀一出，万千神兵随行，斩天灭地，威力强绝。君战天解释道：“那好，我就修炼兵法诀了。”君逍遥眸中有着兴奋。君战天呵呵一笑，心里则是得意想到：孙子想跟爷爷斗还太嫩了点，这门神通，爷爷当年也是足足修炼了1年才堪堪入门。在君战天预想中，君逍遥应该修炼几天之后就会放弃了吧。然而短短数日时间过后，天地宫内有轰鸣声震响，无尽金光暴涌苍穹，金色的法力如同风暴一般席卷，随后凝结为刀枪剑戟等等神兵劈天裂地而出。爷爷，都过了几天，我才堪堪入门，修炼神通果然很复杂。君逍遥走出，微微摇头，一脸失望道：“可。”君战天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爷爷，君逍遥疑惑：“没什么，以后想学什么神通，自己去武阁找，爷爷要去静一静。”君战天转身即走，根本不想再跟这个小怪物多待一会儿，因为再待下去，君战天怕是道心都要崩了，怀疑自己这么多年全活到狗身上去了。君逍遥一脸摸不着头脑。接下来5年时间转瞬即逝，这1年，君逍遥已经8岁了，少年初长成，俊秀如仙人折尘。有时候君玲珑都可以呆呆地盯着君逍遥神秀绝伦的俊颜看一整天，不会有丝毫的厌烦。对任何一个女子来说，能每天看到这样一张谪仙般的俊颜，绝对是3辈子修不来的福分。君逍遥自己则是一直专注于修炼，没有懈怠。他的功法乃是君家的至尊法太玄经，炼体法门是神象镇狱境，炼魂法门则是混沌神魔观想法。此外，还有包括兵法诀在内的一些君家武学神通，他也在修炼，可谓是齐头并进。君逍遥的修为也是直接连跨灵海9重天，破入了神功境，和当初君仗剑的修为境界差不多。而且因为荒古圣体的特殊原因，他体内丹田的灵海乃是金色灵海，无边无际，法力雄浑程度同阶级无人能比，堪称无尽灵海。离10岁宴仅有2年了，等10岁宴过后，我也该出门行走天下了，顺便探查一下元天至尊秘藏的消息。君逍遥喃喃自语，这2处签到地，他可是一直念念不忘。毕竟已经签到了大成荒古圣体和神象镇狱境，他很好奇接下来签到还能获得什么好东西。而另一边，君玲珑也在天地宫的一侧偏殿修炼，她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君逍遥的忠诚侍女。某一刻，君玲珑心有所感，拿出一枚传递消息的玉简，里面有消息传出，是他。君玲珑美目一脸，火州乃荒天仙域3000道州之一，其面积范围远没有君家所在的黄州大，甚至于只有黄州的1%。但即便只有黄州的1%，火州也依然是一片广袤的道州。在火州上并没有分繁矗立的势力，统领整个火州的乃是朱雀古国。朱雀古国是一方传承悠久的古国势力，纵使不如荒古世家，但也底蕴深厚，有着赫赫威名。除了朱雀古国外，还有青龙古国、白虎古国、玄武古国4大古国，并称为4象古国。此刻，朱雀古国皇宫内一处金碧辉煌的大殿，一位身着赤金色朱雀长袍的中年男子正躺在床榻之上，印堂发黑，全身气息虚弱，好似身染重病，命如残火。他正是朱雀古国的国主。在床榻边上站着一位美丽女子，她身着红色雨衣，身材袅娜，双腿修长，肌肤雪白，红色的长发宛如跃动着火焰，一双美眸呈现美丽的绯金色，玉鼻高挺，红唇鲜艳，贝齿晶莹，特别是她眉心有一点朱砂，配上整张玉容，更显得艳若桃李，妩媚绝伦。此女正是朱雀古国皇女拜玉儿。父皇，玉儿一定会找到不死药解救您。拜玉儿紧咬方唇道：“玉儿，难为你了，不死药强求不来。”朱雀国主微微摇头，语气虚弱至极，同时也有着绝望。不死药那是何等稀有的存在，连那些无上道统、不朽势力都不可能有多少库存，更不可能那么好心交给朱雀古国。朱雀古国底蕴虽强，也拥有不少顶级圣药，但不死药却是一株都没有。毕竟放眼外界，一株不死药出世，都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争夺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卖给别人？父皇放心，凭借玉儿的本事，一定能够得到不死药。拜玉儿美眸坚定，化悲痛为力量。她是谁？朱雀古国皇女，眉心蕴有朱雀神火，天赋超凡，更不要说其容貌，在荒天仙域也算排得上号的。不少势力的年轻天骄都是拜玉儿的舔狗，因此养成了拜玉儿那有些金贵和高高在上的性格。他相信自己一定有能力解救父皇，解救整个朱雀古国。那些势力的年轻天骄一个个都是废物，需要他们的时候根本拿不出不死药。还有我那未婚夫萧晨，身为青龙古国大皇子，竟然也无法拿来一株不死药。拜玉儿走出皇宫，玉脸沉然。在他父皇出世几年后，朱雀古国的国力每况愈下。之后青龙古国前来联姻，那时候青龙古国答应会给朱雀古国一株不死药。
拜玉儿和那青龙古国大皇子萧晨从小相识，虽然一直保持距离，但也算是青梅竹马，关系不差。内心权衡过后，拜玉儿才答应。结果过了这么长时间，婚约是早就定下来了，但不死药却一直不见踪影。而现在的朱雀古国国力衰弱，也没有能力向青龙古国讨取，因此只能靠拜玉儿自己去寻找不死药。该怎么办？父皇不能倒下，拜玉儿心里不禁有些焦急。对了，怎么差点忘了我的那位闺蜜君玲珑？拜玉儿忽然想到，她曾在一次秘境中偶遇君玲珑，彼此相处的也还算不错。虽说后来没有怎么联系了，但以君玲珑的性格，想必不会视而不见。再者，君家也绝对拥有不死药。想到这里，拜玉儿呼吸急促，急忙拿出一枚玉简传递消息。另一边，君家天地宫天殿，君玲珑也是收到了消息，朱雀国主重疾在身，需要不死药医治。君玲珑得知消息后，微蹙柳眉。说实话，如果不是拜玉儿传讯，她都差点忘了这位闺蜜。拜玉儿虽是古国皇女，身份尊贵，但君玲珑更是荒古世家的天之娇女。别看她现在是君逍遥的丫鬟，但是走出外界，依然是受四方追捧的君家贵女。一开口就是一株不死药，胃口倒是不小，不过和她好歹也算相识一场。君玲珑微微蹙眉，但问题是她没有不死药。这时，一道神魂传音落入君玲珑脑海当中：“玲珑，泡茶。”君玲珑急忙起身，这是君逍遥在叫她去泡茶。一处热气腾腾、仙气盎然的池水中，君逍遥赤着上半身，身躯如仙玉雕琢而成，晕着流光。已经8岁的君逍遥，身材心长。一旁，君玲珑进入，端了一杯悟道茶给君逍遥。看着君逍遥渐渐长开，变得越来越神秀俊逸，君玲珑有种正太养成的错觉。怎么了？有事？君逍遥抿了一口茶水，淡淡道：“没有。”君玲珑睫毛微微一颤：“说吧，瞒得过我吗？”君逍遥摇头一笑。君玲珑微微咬唇，终究还是把拜月儿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如此，不死药嘛，我倒是不缺。君逍遥耸了耸肩，在太岳古碑时，他得到了3株不死药，后来18祖又陆陆续续给了他5株不死药。君逍遥这些年来只炼化了3株而已，还剩下5株。既然是你的闺蜜，给1株也未尝不可，让她过来吧。君逍遥摆摆手道：“这就给了。”君玲珑都是微微愣住，土豪的世界，他果然不懂。不过君玲珑还是微微点头，回讯给拜月儿。君逍遥嘴角带着一抹淡淡笑意，他自然不是想当老好人，而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这正道的光，还是让那些正道栋梁来当吧。圣母之类的人设可不适合他。再说1株不死药，君逍遥虽然不重视，却也没有大气到可以随手送人的程度。君家那些序列背后不仅有各脉支持，甚至还有附庸的道统势力，哪怕是内军仗剑，背后也有古剑宗等附庸势力。这种附庸势力不是臣服君家，而是臣服个人。朱雀古国虽然近年来国力衰微，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倒是可以收揽过来，说不定还可以顺便把其他3个古国也一并收为附庸势力。君逍遥心里打着算盘，他毕竟是0号序列，若背后一个附庸势力都没有，那未免有些寒碜。该有的牌面还是得有的。至于那拜玉儿想白白得到1株不死药，那怎么可能？君逍遥可不是做慈善的，对自己无益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而得到了君玲珑回复的拜玉儿也是惊喜异常，这种感觉如同久旱逢甘霖。只是君玲珑传过来的话令拜玉儿陷入了思索，因为要给他不死药的并非是君玲珑本人，君家的一位天之骄子答应给我1株不死药，莫非是看上我了？拜玉儿不由想到，她对自己的容貌还是颇为自信的，乃是朱雀古国第1美人，在整个荒天仙域也算颇有美名。在她的思维中，舍得给她1株不死药的人一定是馋她的身子。果然，哪怕是君家的天骄也难以免俗。拜玉儿心中莫名感觉有点失望，君家天骄貌似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超凡脱俗。不过不论怎样，先得到不死药拯救父皇再说。拜玉儿摇了摇头，启程前往黄州。君家天地宫内，君逍遥盘坐在一处修炼密室内，周围堆满了诸多绝品神元，释放无穷无尽的浓郁灵气。在仙域，一般武者乃是用普通原石修炼，而一些顶级道统、一流势力的修士则会用更加珍贵的天元修炼。只有如荒古世家、无上道统、不朽皇朝等势力才用得起最珍贵的神元。而在神元之上还有仙元，不过那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一般荒古世家都拿不出多少。不同稀有度的原石都有下、中、上、绝4个品级，君逍遥修炼用的就是除仙元之外最为顶级的绝品神元。可以说，君逍遥随便拿出1枚绝品神元，放到外界都会让一批人抢破头颅。此刻，君逍遥闭目盘坐，他的脑海之中有着一座璀璨恢宏的宫殿，这正是由灵魂力凝聚出的神宫。肉身5境、神藏5境都是将肉体修炼到极致。灵海9重天是修炼丹田灵海，关乎法力雄浑程度，而神宫9重天则是修炼神功，让灵魂茁壮。等到君逍遥突破到真灵境，神宫之内便会孕育出一尊真灵，那时候他的灵魂力将会再度暴涨，日后甚至可将真灵化为元神，脱离肉身，遨游4海8荒。这混沌神魔观想法果然不俗，君逍遥心里暗想。他脑海之中仿佛衍生出了一片混沌世界，混沌之中，一口巨大无边的神魔缓缓转动，碾压天地。神魔之上沾染着斑斑血迹，
好似神魔之血一般。这混沌神魔观想法正是依靠观想神魔碾碎人的意识灵魂，然后再度重塑。君逍遥的灵魂就在这般毁灭与重生当中越发凝实茁壮。换做一般人修炼这法门，绝对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对我而言，好像不是太过困难。君逍遥想到，或许是因为他是穿越过来的灵魂，所以灵魂力远胜常人。这混沌神魔对他帮助很大，却不会带来痛苦。而且之后随着修炼深入，更是可以直接用灵魂力演化出混沌神魔，当作对敌手段。那种痛苦我可以忍受，其他人想必忍受不了。君逍遥啧啧叹道，他貌似又多了一手强悍底牌。与此同时，黄州上空，一头火灵雀拉着一座华丽的辇车，振翅飞过虚空，带出一道绚烂的伟焰。这吸引力许多人的注意。咦，那座辇车有朱雀图腾，好像是朱雀古国的辇车。没错，传闻朱雀古国皇族之人以火灵雀拉车，莫非是那位美名远扬的皇女拜玉儿？看其前往的方向，是君家。这架辇车的到来让诸多人议论。不过多时，车辇停在了君家驻地外。整个君家上空，除了君家自己人外，其余势力之人胆敢贸然横空而过，都会被视作入侵，直接抹杀。辇车门帘挑开，一位身姿高挑、双腿修长、穿着红色羽衣的美丽女子迈腿而出，正是拜玉儿。她此次乃是孤身一人前来，并未携带随从。拜玉儿放眼望去，君家驻地内无数神岛悬浮虚空，各种洞天福地，喷吐霞光，这让拜玉儿心头震撼。朱雀古国虽然也是一流势力，声名远扬，但同荒古世家君家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随即，拜玉儿嘴角便是挑起了一抹自信和淡淡的不屑。君家再超然又怎样？那位君家的天骄人物，还不是缠他的身子，要将不死药送给他。不过拜玉儿已经打定主意，不会轻易将身子交给那位君家天骄，毕竟他可是有婚约在身，到时候闹出点什么事情，岂不是让青龙古国太皇子头上一片绿油油？想好之后，拜玉儿走上前去。君家门口有君家禁卫把守，如铁塔一般巍峨，气血滔天。来者止步，报上名来。君家禁卫语气冷漠道：“我乃朱雀古国皇女拜玉儿，前来拜见君临龙。”拜玉儿语气淡淡道：“拜见贵女，可有信物？没有的话就滚。”君家禁卫淡漠道。拜玉儿娇颜一滞，她好歹也是一国皇女，连君家一个门卫都敢这么呵斥她。不过她这次前来有所求，只能耐着性子拿出了和君临龙通讯的玉简。进去吧。君家禁卫淡漠地挥了挥手。拜玉儿咬唇，她皇女的身份在君家面前竟显得如此不值一提。而另一边，君临龙也是找到了君逍遥。神子大人，他已经来了。君临龙说道。走吧，去看看这位皇女。君逍遥起身，一袭白衫，神秀俊逸，虽只有8岁，但身材心长如少年。这边，拜玉儿走到了一处如仙境般的庭院内。君临龙和他约在这里相见。不过多时，拜玉儿听到了脚步声，一眼看去，但见一位身材新长、浑身肌肤如仙玉一般的少年缓慢踱步而来。他仿佛如神奇之子，神姿玉骨，俊颜绝世，周身笼罩着一层薄薄光辉。拜玉儿都是看呆了。他见过的天之骄子，年轻俊杰也并不在少数，个个英俊风流，但同面前这少年相比，却是如萤火与皓月，泥鳅与真龙，根本没有可比性。甚至于他的那位未婚夫青龙古国大皇子，也是清秀俊逸，天赋超凡，但和面前的少年相比，依然显得暗淡无光。在君逍遥身旁，一身宫装的君临龙慢半拍跟在他脚后。拜玉儿看到这个细节，更是心底深吸了一口气。君临龙可是君家贵女，是她都要讨好巴结的存在，结果现在怎么感觉变成了随从丫鬟？这位君家天骄究竟是何来历？莫非是一位续脸？拜玉儿心头掀起骇浪。你就是拜玉儿？君逍遥淡淡问道。正是。拜玉儿微微行了一礼，不过很是矜持。他也回过神来了，面前少年再超然又如何，还不是对他有所图谋？既然如此，他也没必要太过卑微，自降身价。你想要求一株不死药救你的父亲？君逍遥继续道。没错，希望公子发发善心，能够伸出援手。拜玉儿从容道，语气没有丝毫谦卑之意。君逍遥看到这一幕，微微挑眉，怎么感觉这态度不太对啊？好像他根本不是来求药，而是理所当然的前来索取。哦，不过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毕竟不死药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君逍遥语气淡淡说道。拜玉儿欲言微微一滞，而后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讥嘲。果然是带着目的的吗？不过拜玉儿自是不可能以自己为条件去交换不死药。他开口道，公子是非凡人，想必在君家地位不俗，应该不缺不死药，而公子献出一株不死药，则能够挽救一条生命。不但如此，救我父皇，就是救了整个朱雀古国亿万子民的性命。这对公子而言，不过举手之劳，却能收获功德与美名。难道公子都不愿意做吗？拜玉儿开口，立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君逍遥有能力救济，为什么不救济？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难道不是吗？听到这有些熟悉的言论，君逍遥反倒有些想笑，这让他想起了前世那些逼迫明星富豪捐款的网络键盘侠。原来我也有被道德绑架的一天。君逍遥心里顿生无语，他打量着拜玉儿，玉容无瑕，机体晶莹，双腿修长，的确不愧为有名的佳人。特别是其眉心一点朱砂，鲜红如火，非常野艳。
其中仿佛蕴藏着一团能够焚烧天地的神火。这拜玉儿的资质倒也不差。君逍遥本来打算，若此女听话的话，倒是勉强可以当一枚棋子，替她管理朱雀古国。结果现在看来，又是一个被舔狗舔惯了的高傲美人，自以为天下男人都会围着她转，讨好于她。换做其他平民穿越者，说不定就先舔上去了。但可惜我不是。君逍遥暗暗摇头。君逍遥有无敌天赋、无敌身份、无敌背景，妥妥的一个高富帅。现在是要别人来舔他，而不是他去舔别人。比如君玲珑就是第一个舔他的女人，但这拜玉儿显然智商没有君玲珑那么高，或者换句话说，被舔狗舔久了，人就飘了，敢在君逍遥面前装模作样了。请问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君逍遥淡淡一笑，问道。拜玉儿微微一愣，怎么突然提不相干的事情了？但拜玉儿还是说道，玉儿与公子乃是初次见面，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这般理所当然的索取不死药，虽然之前答应过你，但我有说过免费送给朱雀古国吗？而且朱雀古国存亡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父皇的生死对我很重要吗？君逍遥脸上的笑意隐去，语气冷漠道。拜玉儿这才回过神来，脸色一阵青一阵红。君逍遥的三问令他哑口无言，表情尴尬而不自然。的确，君玲珑只是和他说有君家天骄愿意给他不死药，却没有说是无偿。而且朱雀国主和朱雀古国的生死存亡的确也和君逍遥没有半毛钱关系。可公子您并不差不死药，随便送出一株就可挽救一条生命，乃至亿万生灵，为何不愿意呢？拜玉儿依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君逍遥神色彻底淡漠了下去，冷语道：很简单，因为不死药是我的，只要我愿意，哪怕给一条狗都可以。拜玉儿闻言，娇躯微微发颤，面色苍白，一股羞辱之意从心底涌上。君逍遥此话岂不是说在他眼中，他父亲连一条狗都不如？想到这里，拜玉儿一时心头窝火，忍不住失言道：公子何必找借口，不就是馋我的身子吗？不过很可惜，玉儿已经有未婚夫了，这个条件恕难从命。一语落下，君玲珑玉容瞬间一变，他没想到拜玉儿竟会说出这般失言之话。拜玉儿自己也是回过神来，感觉一股寒气弥漫娇躯内，脸色煞白如纸。他竟然把心底的话直接说了出来。呵呵，君逍遥笑了。听到他的笑声，拜玉儿心头却更加惶恐。君逍遥一手直接是揽过了身旁君玲珑纤细柔软的腰肢。5年过去，君玲珑19岁，少女初长成，身段柔软窈窕，该细的地方细，该饱满的地方饱满。被君逍遥这般突然揽住纤腰，饶是君玲珑心思细腻沉稳，此刻也是忍不住低低娇哼了一声，双颊绯红。君逍遥脸上露出玩味，眼神却是漠然。你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本神子有那个必要吗？馋我家玲珑的身子不香吗？你又算什么东西？接连2句话说的拜玉儿无比羞耻，面红耳赤。君玲珑在各方面的确比他要更优秀，但更让拜玉儿心头震撼的是君逍遥的自称本神子。天哪，难道这位的身份是君家神子？拜玉儿脑海如有五雷轰鸣，心头掀起惊涛骇浪，修长双腿打颤，忍不住瘫倒在了地上。荒古世家神子，那就是身份地位的绝对象征。拜玉儿一开始还认为面前这少年应该是君家一位比较出众的天之骄子，却不曾想竟然是一位神子。神子大人，请饶恕拜玉儿的失礼。拜玉儿跪在地上连连磕头，火红长发沾染了尘土都不顾了。君逍遥脸色始终淡漠，被他揽住纤腰的君玲珑则是娇颜生晕。特别是听到我家玲珑这句话，君玲珑方心部自觉悸动不已。君逍遥看着跪倒在地祈求饶恕的拜玉儿，微微摇头。付出才有收获，这个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看来你并不懂。君逍遥冷漠道。拜玉儿想白白得到一株不死药，未免有些异想天开。他一甩衣袖，转身即走。君玲珑则微微定了定神，对拜玉儿叹道：在神子大人面前这般失礼，我也帮不了你。不，求求你，我父皇还需要不死药救命，他可能撑不了几年了。拜玉儿哭诉，心头无比后悔，早知道还不如本本分分的接受条件，妄尊自大，害了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君玲珑表示爱莫能助，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关系浅薄的拜玉儿去惹君逍遥不快。我愿长跪在神子寝宫外，祈求神子的饶恕。拜玉儿磕头不止，洁白的额头上都是沾染了血迹。不论是为了朱雀古国，还是为了他父亲和自己，拜玉儿都必须要得到君逍遥的原谅。君玲珑微微摇头，随他去。不久后，一些君家人便是看到了在天地宫君逍遥寝宫外一位红衣美人长跪不起，美颜带着极度的悔意和决然。咦，那位好像是朱雀古国皇女，她跪在那干嘛？嘘，好像是得罪了神子大人，我们别掺和。所有君家人对拜玉儿避而远之，当作空气。天地宫内，君逍遥躺在一处灵池内放松。神子大人，君玲珑走了进来。怎么，想为他求情？君逍遥淡笑道：不是，那是他自作自受，只是玲珑觉得他背后的朱雀古国尚有利用价值。君玲珑思索道：他怀有七窍玲珑心，心思机敏而聪明。哼，对于他，我自有打算，性格太差，要好好调教，先晾在那里吧。君逍遥随意道。虽说他对拜玉儿不喜，但朱雀古国，君逍遥可不想这么放弃。有拜玉儿当作桥梁，他也能更好的操控朱雀古国。神子大人真的有些坏呢。君玲珑难得的白了他一眼，小小放肆了一下，娇嗔动人。
明明年纪只有8岁，但却像是个老大人一般。纵使他有七窍玲珑心，都猜不透面前之人的想法。我若真坏，刚才就不只是懒腰了。君逍遥随意笑道，目光沿着君玲珑纤细腰身往下，在宫装包裹下，臀线的弧度饱满诱人。神子大人，我先出去了。君玲珑感觉到了君逍遥的视线，脸色骚红，转身逃一般的慌忙离去。君逍遥淡淡一笑，有时候调戏一下这位冰雪聪明的侍女，也算放松心情。拜玉儿的未婚夫，希望他有点自知之明吧。拜玉儿，君逍遥是一定要调教乖的，因为还有利用价值。比起直接杀了，调教成奴隶和棋子，他不香吗？至于他的那位未婚夫，不管有什么身份背景，君逍遥都不在乎。在荒天仙域，身份背景比他高的年轻1倍，又有几人？转眼大半年时间过去，在天地宫内不时传来法力波动和轰鸣之声，所有君家人都知道，那是君逍遥又突破了。一开始不少君家子弟还十分惊叹君逍遥的突破速度，到现在也见怪不怪了。如果没有这种突破速度，君家人反而会觉得奇怪。而在这大半年内，拜玉儿也是一直跪在天地宫外，她的容颜变得苍白，形销骨立，比之大半年前瘦了许多。因为是修炼者，所以大半年不进食，拜玉儿也不会饿死，但却会虚弱。现在的她哪还有之前一国皇女高高在上的做派，简直就像是一个卑微下贱，祈求君逍遥饶恕的女奴隶。在这段时间内，君逍遥压根没搭理过她，即便走出天地宫碰到君逍遥，也不会多看她一眼，如同她不存在一般。对此，拜玉儿只是嘴角露出自嘲的笑意，这是她自作自受，活该如此。天地宫内，君逍遥盘坐在密室修炼，伴随着一声轰然震响，君逍遥的气息攀升到了巅峰，再度突破到神功9重天了。君逍遥喃喃，若从肉身5境开始算起，经历神藏5境、灵海9重天，到现在神功9重天，年仅8岁的君逍遥在这8年内共突破了28个修炼境界，这绝对堪称恐怖绝伦。一般而言，哪怕是一些天之骄子，也需要20年左右才能突破这么多境界，君逍遥只用了8年就办到了，还不够，在10岁宴时，我最少也要突破到真灵境。君逍遥自语，他有预感自己的10岁宴怕是不会那么平静。对了，还有朱雀古国的事情需要办一下。随后，君逍遥直接传音给了君玲珑。片刻后，君玲珑推门而入，君逍遥手腕一翻，从虚空戒指中拿出了一株紫气腾腾、形似麒麟一般的珍贵药草，正是麒麟不死药。这一株不死药放到外界去，将会引起血雨腥风，让无数人哄抢。神子大人，你这是要……君玲珑美眸一闪，难道君逍遥终于要开始处理朱雀古国的事情了吗？玲珑，带我去一趟朱雀古国，跟那朱雀国主说，若愿意臣服于我，这株麒麟不死药便给他救命。君逍遥说着，将麒麟不死药交给君玲珑。玲珑一定办到，我这就去告诉那拜玉儿。君玲珑道，拜玉儿在天地宫外跪了大半年，也算是诚心悔过，君玲珑都看在眼中。慢着，先别告诉拜玉儿，让她继续跪着，此药的事情也不能让朱雀古国告诉拜玉儿。君逍遥摆摆手道，他准备让拜玉儿先跪满1年再说。最后，在他快要彻底绝望之际，再听到自己父皇已经被治愈了消息，那时候拜玉儿的心情如何，可想而知，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忠诚于君逍遥。怎么感觉我越来越有反派的作风了？君逍遥摸了摸下巴，暗自喃喃。君玲珑非常聪明，也是想到了这一点，他不禁更加钦佩君逍遥的手段。一个空有武力的天骄是难以走到最后的，唯有武力与智谋并行的天骄才有登临巅峰的资格。之后，君玲珑离开天地宫，找来了他这一脉的一位护道人，准备前往朱雀古国。护道人乃是一位老妪，看到君玲珑这些年前后为君逍遥奔忙，心里不禁有些心疼，开口道：“小姐，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神子他真的可能只把你当做一个丫鬟。花婆婆，以后别再说这样的话了，神子大人日后的成就你无法想象，哪怕只是当一个丫鬟，玲珑也知足了。”君玲珑说道。花婆婆闻言暗暗一叹，她自然不可能知道君玲珑曾窥见过一角未来，当未来天帝的丫鬟好像也不错呢。君玲珑和花婆婆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朱雀古国，而与此同时，在荒天仙域3000道州之一的沧州，整个沧州毗邻火州，范围面积差不多，而坐拥整个沧州的乃是顶级道统青龙古国。同日益衰弱的朱雀古国不同，青龙古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大有成为4大古国之首的趋势。此刻，在青龙古国皇宫一处大殿之内，一位身着4爪青龙长袍的少年正跪在地上。他长相清秀俊逸，十分耐看，年纪约莫16、17岁，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神功境。在荒古世家，这个年纪到达神功境也算是天才人物，更别说放眼外界，那绝对就是天之骄子了。他正是拜玉儿的未婚夫，青龙古国大皇子萧晨。此刻，萧晨双目血红，脸上带着隐忍的愤怒表情，拱手对着那皇座之上笼罩在无尽法力光辉中的人影说话：“父皇，还请赐孩儿一株不死药，送给朱雀古国。”皇座之上，青龙国主端坐着，法力震荡间，似乎隐隐凝聚成龙形，气息磅礴至极。他淡淡开口道：“皇儿，我青龙古国只有一株青龙不死药，还是祖上传承下来的，怎么可能拿出去交给朱雀古国？可是玉儿她正在君家下跪受辱，身为她的未婚夫，我怎甘心？”
萧晨怒火炽盛，五指紧紧握拳，指甲深深刺入掌心，带来钻心的疼痛。拜月儿长跪君家神子寝宫前的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很多人在对君家那位神秘的神子好奇，同时也是在看青龙古国的笑话。自家未婚妻跪在别的男性寝宫前，那是何种屈辱？更别说拜月儿还是自己的青梅竹马，萧晨怎么忍得下这口气？皇儿要耐住性子，朱雀古国之事，父皇自有考量。青龙国主淡道：那君家神子有什么了不起？凭着身份背景，仗势欺人，连一个女子都欺辱，他还是人吗？萧晨开口怒斥，他根本不会去想是拜月儿做错了什么，自家未婚妻怎么可能做错事情？一定都是那君逍遥的错。住口！此事休要胡言乱语，退下吧。君家之人不是你有资格非议的。青龙国主皱眉道。萧晨咬牙转身走出了大殿。等着吧，君家神子有什么了不起？等我修炼成了那一招，再去君家带回玉儿，顺便教训一下那位神子。萧晨心里想着，手指不由摩挲着指尖的盘龙戒指。这枚盘龙戒指乃是他过世的母后传承给他的东西。在几年前，这枚盘龙戒指开始传递给他强大功法以及精纯法力。正因如此，萧晨才会有如今的天赋实力。有母后留下的盘龙戒指，哪怕是那君家神子，我日后亦可踩在脚下。萧晨神色冷厉，带着迷之自信道。朱雀古国一处寝宫内，朱雀国主躺在床榻之上，周围是一众朱雀古国的丹师和太医，但他们都拿朱雀国主的病没有办法。朱雀国主的病乃是在数年前和青龙国主一起前往一处秘境探寻之时，被一头堪比圣人级别的太古异种妖兽九煞蛇魔所伤。九煞蛇魔毒液连圣人都很难抗住，更别说朱雀国主这位准圣了。哎，这下该如何是好？皇女前往君家，不但没有弄来不死药，反而还受辱。我们有什么办法？总不可能去找君家的麻烦吧？那不是找死吗？一众丹师太医以及朱雀古国的大臣都是摇头叹息。荒古世家，他们惹不起。所以，即便听闻拜玉儿受辱下跪，朱雀古国也丝毫没有要去算账的想法。床榻上的朱雀国主闻言，更是咳嗽起来，满脸灰败之意。然而，就在这时，门外一位侍卫奔来，急急忙忙开口道：“报告陛下，有贵客莅临我朱雀古国，要求面见陛下。”一位大臣闻言，当即一甩衣袖，怒喝道：“不长眼的东西，没看到国主陛下现在的身体状况吗？还要去打扰陛下？”就在大臣话音落下之际，一道女子细腻的嗓音便是从殿门口传来：“朱雀国主应该还没有病入膏肓吧？既然如此，为何不能见呢？找死！是谁？”这位大臣脸上涌现怒意，敢对我家小姐大吼大叫，放肆！一道苍老的身影出现，一甩衣袖，一股准圣的磅礴修为爆发而出。噗嗤一声，那位大臣当即口吐鲜血，身形倒飞而出。大殿之内，所有朱雀古国之人身形霎时僵立，双骨颤颤，胆寒至极。准圣气息，哪怕是朱雀古国最强大的国主，也不过准圣修为而已啊！众人目光颤抖看去，但见一位麻衣老妪脸色淡漠地走近，在其身后乃是一位身着宫装的美丽女子，金色长发披散，发丝柔顺，雪颜晶莹如玉，丽色动人。正是君玲珑和花婆婆两人，是君家的贵女。一些大臣心头掀起惊涛骇浪。君玲珑在外界还是颇有名声的，因此他们一眼就认出来的。而之前那位呵斥的大臣，此刻嘴角鲜血流溢，眼中满是惊惧，瘫倒在地，无法起身。嗨嗨，没想到是君家贵女前来，是来问罪的吗？床榻之上，朱雀国主勉强起身，脸上涌现疲累之色。前段时间才传出拜玉儿得罪君家神子，长跪寝宫外的消息，而现在君家人就到来，不是来问罪，那是来干嘛的？此话一出，大殿内所有朱雀古国之人皆是牙关颤抖，内心恐惧。君家若想抹除朱雀古国，真的不用太费功夫。朱雀国主也是认命了，因此倒还从容。我家神子是那种动辄灭门的大魔头吗？你应该感谢神子的仁慈。君玲珑掩嘴，淡淡一笑道：“朱雀国主等人皆是一脸茫然。难道君家不是来问罪的？”君玲珑上前一步，玉手抹过虚空戒指，顿时紫霞涌动，药香弥漫，一株形似麒麟的药材出现在众人眼中，那是不死药。所有朱雀古国之人眼眸瞪大，几乎无法呼吸。朱雀国主亦是神色带着些许骇然，每一株不死药出世，在荒天仙域都会掀起震动，而现在君玲珑这般轻巧就拿出一株不死药，令他们震撼，宛如土包子见到了金山一般。一旁花婆婆看到朱雀古国众人表现，老眼中不禁浮现一抹鄙夷。朱雀国主，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臣服神子大人，可得到不死药；不同意，那便自生自灭。君玲珑语气淡淡，在君逍遥面前，她态度谦卑，但现在面对外人，她恢复了君家贵女的气质。这朱雀古国大臣皆是脸色一变，他们听出了君玲珑话中含义，是臣服君家神子，而不是臣服君家，这其中差别可就大了。若是臣服荒古君家，对朱雀古国而言，倒也并非不可接受，毕竟附庸君家的顶级道统还是有很多的。但若只是臣服君逍遥一人，那对于一个顶级道统而言，未免有些不太光彩。不愿意，你们可知能够臣服神子大人是何等的荣幸？君玲珑黛眉一挑，面色微冷。朱雀国主眼中闪过挣扎之色，最后还是哀叹一声道：“本皇同意替我感谢君家神子，只是希望他不要为难玉儿。”
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朱雀国主还有选择吗？放心，神子大人对拜玉儿只是略施惩戒，不会对他怎么样。君临龙淡淡说道。他将麒麟不死药交给了朱雀国主。朱雀国主接过不死药，双手都在微微颤抖。毕竟能够活着，谁愿意死？更何况是一国之主。好好提升修为吧，这一株不死药不但能够治好你的伤势，应该还能让你更进一步，这样你对神子大人才更有用。君临龙告诫道。听到君临龙这种话，所有大臣们都是无语。这是明摆着把朱雀国主当工具人手下吗？本皇知晓。朱雀国主点头，他并没有任何不满，眼中反而浮现出激动。准圣之上便是圣人，依靠这株麒麟不死药，说不定他真的能够破后而立，突破到圣人境。记住了，这是神子大人赐予你们的恩惠，若是你们胆有一丝异心，君临龙语气冷漠至极。罗伯家大棒的手段，他还是运用的炉火纯青，那是自然。此后神子大人便是我朱雀古国真正的主人。朱雀国主恭敬道。得罪了君家神子，也等于是得罪了君家。他们朱雀古国虽是一流势力，但在君家面前也不过是一只稍大一点的蝼蚁而已。明白就好。君临龙和花婆婆转身离去。朱雀古国算是彻底臣服于君逍遥，变成了他的附庸势力。等到时候调教好拜玉儿，君逍遥便能更好的掌控朱雀古国。几个月时间过去，天地宫内，君逍遥起身，嘴角带着淡笑。差不多了，那拜玉儿也跪了1年，是时候将其调教收服了。而与此同时，青龙古国范围，一头蛟龙车辇猛然腾空而起，朝着君家的方向掠去。车辇之内的人赫然是青龙古国大皇子萧晨。那一招已经练成，是时候去带回玉儿了。还有那君家神子，我若挑战他，将其击败，想必会名震荒天仙域。那君家也不可能拉下脸皮刁难我一个小辈。萧晨嘴角挑起一抹自信的笑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萧晨一人单枪匹马闯入君家，救得家人在怀，脚踩君家神子，名声四方。那些传记小说中的天命主角不都是这样的吗？一想到那种场景，萧晨便感觉一阵热血沸腾，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天地宫门口，拜玉儿依然跪在地上，整整1年时间都没有起身。她身上的红色雨衣落满了尘土，原本雪白娇俏的面颊也是血色尽失，显得很是苍白虚弱。拜玉儿即便是天之娇女，拥有朱雀神火护体，但1年长跪低米未进，还是令她非常虚弱。1年以来，君逍遥多次出入天地宫，但却始终没有正眼看她一次。拜玉儿的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沉入谷底。他觉得君逍遥可能不会原谅他了，这就表明他根本不可能再从君逍遥这里得到不死药，更别说去救治自己的父皇了。朱雀古国那边因为君临龙的吩咐，所以并没有将朱雀国主得到不死药的消息传给拜玉儿。拜玉儿还傻傻的觉得自己已经毫无希望了。他像是沉入了深不见底的深海之中，整个人都快要窒息了，非金色美眸中露出绝望之意。就在这时，淡淡的脚步声响起，拜玉儿下意识抬起美目望去，呼吸几乎停滞了。那道令他日夜惦念的身影，竟然真的向他走来了。君逍遥一袭白衣胜雪，雪白无垢，肌肤晕着神芒，散发辉光。1年时间过去，君逍遥9岁，身材更加修长，五官如上天巧手雕琢一般，已初具惊世俊颜。他此刻表情平淡，走到拜玉儿身前，一旁君临龙跟随在其身后。见过神子大人。拜玉儿表情愕然中一时带着惊喜，整整1年了，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君逍遥打量着拜玉儿，他身子瘦弱了不少，的确是一副诚心悔过的态度。不过君逍遥倒也没有表态，只是淡淡看着他。拜玉儿见状，微咬银牙，对着君逍遥重重磕了3个响头道：“神子大人，玉儿知错了，请您原谅玉儿一次。”君逍遥淡淡道：“知错就好，起来吧，毕竟我也不是什么魔鬼嘛。”君临龙闻言有些腹诽：“你不是魔鬼，还让人家在那跪了1整年，甚至不死药都已经拿出去了，还瞒着拜玉儿让他继续跪着，真是老魔鬼了。多谢神子大人。”拜玉儿挣扎起身，双腿都是麻痹了，一阵摇晃气虚。君逍遥见状，屈指一弹，一枚顶级圣丹落入拜玉儿手中。拜玉儿更觉受宠若惊。顶级圣丹在外界足以拍出天价，君逍遥却是随手赠与他服用。一时间，拜玉儿对君逍遥不但没有丝毫怨意，反而有种感激。他服下圣丹，开始恢复体力。君逍遥唇角勾起一抹微微冷笑，抽一鞭子给磕糖的套路，他玩得再熟练不过。圣丹药效惊人，拜玉儿很快一扫虚弱。不过一想到病重的朱雀国主，拜玉儿玉手紧握，有些难以启齿。能够得到君逍遥的原谅，已经是意外之喜。他现在怎么好意思再让君逍遥拿出不死药？想到这里，拜玉儿深吸一口气，对君逍遥行了一礼道：“多谢神子大人宽恕，玉儿告退了。”拜玉儿心底深叹，最终他还是没能带回不死药。这时君临龙却是轻声一笑道：“拜玉儿，你不想要不死药了吗？”拜玉儿闻言苦涩一笑道：“能够得到神子大人原谅，已是幸运，玉儿怎敢奢求？那你为何不联系一下朱雀古国呢？”君临龙美眸波光流转道。拜玉儿微微一愣，然后拿出玉简传讯。那边朱雀古国也是传来了讯息，君家前段时间就送来不死药了，这都是神子大人的恩赐。国主他的伤势不但恢复，现在正在闭关冲击更高的境界，一切都是神子大人的恩泽呀。这一个个消息令拜玉儿脑海都是刹那空白了。
然后脸色激动到红润，简直有些不敢相信。神子大人，是你？拜玉儿眸光炽热而激动，看着君逍遥，嗓音哽咽凝噎。本神子说过，我可不是什么魔鬼啊。君逍遥淡然一笑。这一刻，君逍遥的身形深深镌刻进了拜玉儿心脏内，他由里到外好像都变成了君逍遥的形状，芳心深深刻上了君逍遥的烙印，一辈子难以抹去。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陷入深深绝望的人突然就实现了所有希望，而这些希望都是君逍遥带给他的。玉儿愿意一辈子侍奉神子大人，为奴为婢，莫敢不从。如为此事，天打雷劈。拜玉儿跪在君逍遥身前，斩钉截铁道：如果之前他是为了祈求饶恕，那么现在则是真心诚意臣服于君逍遥。而也恰巧在这时，一道蕴含着愤怒的声音从君家山门外响起：君家神子在何方？欺辱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有种和我一战！这声音如同惊雷爆响，震动天地，不少君家人都被惊动了。一位君家侍卫走到君逍遥这边禀告道：启禀神子，门外有一位少年放肆，应是青龙古国之人。哼，看来这位未婚夫还是没有自知之明啊。君逍遥心里暗暗冷笑，他淡淡道：放他进来，这事我来解决。是。侍卫告退。而跪在地上的拜玉儿脸色则是变得有些苍白起来。君逍遥才刚刚原谅他，现在未婚夫就上门前来挑衅，这不是坏他的事情吗？这一刻，拜玉儿对那位婚夫萧晨竟是产生了些许埋怨之意。神子大人，拜玉儿心头惶恐，急忙想要出声辩解。无妨。君逍遥摆了摆手。不过片刻，一位身着青龙长袍、长相清秀俊逸的少年便是来到了此地。当他看到跪在君逍遥面前的拜玉儿时，眸子当即立起，一股暴怒的杀气弥漫而出。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接受自己的未婚妻跪在别的异性身下。玉儿，你快起来，此人竟然敢这般逼迫你！萧晨怒喝一声道。萧晨，你住口！竟然敢对神子大人不敬！拜玉儿立刻开口交斥道。萧晨愣住了，目光不可置信地看着拜玉儿。玉儿，我是来救你的呀，你怎么替他说话？萧晨惊疑不解。够了，我是自愿下跪的，神子大人愿意宽恕我，我高兴还来不及，你来凑什么热闹？拜玉儿冷冷说道。原本他对于萧晨这位青梅竹马还稍微有些许好感，但青龙古国却违背承诺，不给朱雀古国不死药。之前也拜托过萧晨，萧晨答应了他，结果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不死药的影子。若非君逍遥拿出一株不死药，现在他的父皇可能还重病垂危。试问君逍遥和萧晨两人究竟谁才对拜玉儿有恩？玉儿，你怎么会这样想？难道是他将你逼迫成这样的？萧晨咬紧牙关，心头更是怒火炽盛。看着萧晨无脑暴怒的模样，拜玉儿心里越发感觉失望。这人和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他还认为萧晨算是非常优秀之人，但现在和君逍遥一比，萧晨则立马变成了泥地里的泥鳅，怎么看怎么碍眼。这样的人竟然会是我的未婚夫？拜玉儿暗暗摇头，他开口道：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萧晨，你离开吧。拜玉儿的话如同一记暴击，狠狠击中萧晨的心脏。他气得胸膛起伏，面色冷厉无比地盯着君逍遥道：你叫君逍遥是吧？一定是你，你给玉儿灌了什么迷魂汤？萧晨如同一头暴怒的雄狮一般，而君逍遥此刻脸色淡淡，眼中露出一缕异样之色，盯着萧晨，准确的说是盯着萧晨手指上的盘龙戒指。因为君逍遥修炼有混沌神魔观想法，所以他的灵魂敏锐程度远胜常人。在那盘龙戒指上，君逍遥感觉到了一种不同的契机和灵魂波动。不会吧，竟然是这种套路？君逍遥眼底露出讶异，戒指老爷爷背叛未婚妻，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只不过立场却是对调了，有点意思。这萧晨是想上门打我的脸？君逍遥暗想道。拜玉儿却是继续开口道：够了，萧晨，我心意已决，将一辈子侍奉神子大人，为奴为婢，你我之间的婚约就此作罢吧。现在的拜玉儿心中只有君逍遥一人，君逍遥就是他一辈子的主人。至于萧晨，那一点青梅竹马的情谊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谎言中消磨殆尽。萧晨答应给他不死药，却始终没有完成承诺。不，你怎么能这样？玉儿，萧晨浑身都在微微颤抖，自己未婚妻被抢了。萧晨感觉自己头上绿油油，甚至他认为拜玉儿是靠出卖自己的身子才得到君逍遥恩赐的。哼，原来是这样吗？你这个贱人，用自己的身体去换不死药。萧晨心沉到谷底，索性撕破了脸皮，怒极反笑，脸色冰冷，带着讥讽。他无法忍受自己女人的背叛。拜玉儿也是呆滞了，他没想到那个一向性格沉稳坚毅，对他颇为关心的萧晨竟然会说出这种话。君逍遥对此倒是见怪不怪，主角嘛，还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背叛了主角的人会有好下场吗？不过君逍遥自问，换做萧晨的立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灭杀拜玉儿。圣母不存在的，他只会做的比萧晨更狠更绝。但可惜现在拜玉儿是他的棋子和奴隶，他不可能允许萧晨动拜玉儿，而且这个时候还可以趁机表演一番，再度令拜玉儿死心塌地。亏你还是拜玉儿的未婚夫，竟然这样污蔑他的清白，我一个外人都为拜玉儿感觉心寒彻骨。君逍遥一步踏出，挡在拜玉儿身前，摇头叹息道：神子大人。拜玉儿芳心被触动，绯金色美眸中有雾水朦胧。他没想到君逍遥还会站出来替他说话。
这一刻，拜玉儿对君逍遥的感觉，除了尊敬崇拜之外，还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而这种眼神情绪落在萧晨眼中，那就是赤裸裸的含情脉脉了。该死，你这个贱人！萧晨气得五脏如焚，怒火炽盛。拜玉儿竟然当着他的面对君逍遥眉目传情，这已经不是头上绿油油了，而是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君逍遥，你敢不敢和我公平一战？萧晨开口喝道。现在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当着拜玉儿的面彻彻底底碾压君逍遥，将他踩在脚下，只有这样才能发泄萧晨心中的怒火。他想看到拜玉儿后悔万分，在他面前跪舔忏悔的姿态。我才8岁，而你已经15、16了吧？好一个公平一战！君逍遥淡淡一笑，带着讽刺之意。萧晨脸色微有些不自然，但还是硬气道：那又怎样？你是君家神子，资源无数，也算公平。还是说你不敢和我一战？萧晨露出挑衅姿态。这段时间他终于练成了盘龙戒指传给他的武学神通，他有自信，同辈人中没有几人可以和他争锋。君家神子亦是一样。那好，去斗武场。君逍遥负手直接踏步而出。到了现在没什么好说的，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主角人设就该一巴掌把他扇醒。拜玉儿和君玲珑紧随身旁，君玲珑美眸看向萧晨，眼神中带着一缕冷讽和怜悯之色。君逍遥在3岁就击败了第10序列军仗剑，现在他的实力多强，连君玲珑都是不太清楚。看着有2位美人随身的君逍遥，萧晨眼中妒火涌动。如果是我出生在荒古世家，我的成就一定不会比这君逍遥低，不过他绝对想不到我还有盘龙戒指的帮助。萧晨心里想到。很快，君逍遥便和萧晨来到了斗武场，他们的到来也是引起了很多君家弟子的关注。是神子大人，他来斗武场干什么？听闻有一个不长眼的家伙想要挑战神子大人。青龙古国那位皇子吗？还真是蠢得可以。是啊，神子大人能够屈尊和他交手，已经是他的荣幸了。一路而来，几乎所有君家人都对萧晨冷嘲热讽，鄙夷蔑视。萧晨看在眼中，拳头紧握。那些传奇小说里的主角不也是受尽白眼吗？但最后终究能够逆袭。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出身荒古世家又如何？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人定胜天。萧晨嘴角挑起一抹自傲弧度。君逍遥和萧晨站在了一处擂台上，君玲珑、拜玉儿还有诸多君家人都在围观。在暗处，君战天等一些族老也在暗中观察。他们倒不是担心君逍遥会败，而是想借这一战看清楚君逍遥的实力究竟强大到哪一步了。好了，你可以出手了。擂台上，君逍遥负手而立，神色淡淡。哼，我若出手，你可能没有还手的机会。萧晨嘴角露出冷傲笑意。他可是神功境天才，而这君逍遥才不过8岁，又能强到哪里去？是吗？那好吧。君逍遥微微点头，他简简单单一掌拍击而出，金色气血滔天，虚空都在颤动。君逍遥周围金色气血滔天涌动，如巨浪轰鸣澎湃。在他体内2万颗巨象威力觉醒。没错，在这数年时间里，君逍遥修炼神象镇狱境，直接从1000颗巨象威力觉醒到了2万颗巨象威力。这也就代表了君逍遥现在一出手就是2亿斤巨力，这何其恐怖，简直可以一掌拍碎天上星辰。君逍遥体内气血滚滚涌动，雄浑的金色法力化为一只金色巨手镇压而出，2亿斤巨力盖压苍穹。感受到这股撼天威能，萧晨害得面色苍白，脸色骤然巨变。君逍遥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天地震荡，乾坤色变。那只金色法力巨手仿佛天神之手，对着萧晨盖压而来。怎么可能？萧晨忍不住怒吼一声，但他也算有些能力，没有坐以待毙，浑身法力涌动。苍龙破天拳。萧晨法力汇聚拳锋之上，一拳轰击而出。随着一声龙吟传出，一头青龙虚影仿佛随着萧晨这一拳同时冲击而出。然而依然没有用。轰隆隆，如同惊雷震响，大星碰撞，金色巨手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那青龙虚影瞬间湮灭，然后于是不减地轰击向萧晨。噗嗤！萧晨感觉像是被一头太古巨象踢中，口中鲜血狂吐，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而出，然后重重砸在地上。死寂！整个斗武场诸多君家子弟都是有些错愕地看着这一幕。虽然他们知道萧晨挑战君逍遥是自不量力，但也没想到竟是呈现这般碾压的态势。这已经不是比斗了，而是赤裸裸的碾压玩虐。我的乖乖，神子大人竟然已经神功9重天了，这样一来他岂不是快要突破到真灵境了？真尖儿恐怖。那萧晨虽不算什么，但在外界也算是颇有生命的天骄了，竟然一掌就被神子大人拍翻。你们可别忘了，神子大人才8岁，而那萧晨都15、16岁了，年纪大一辈都打不过，我都替他丢人。在短暂的错愕后，便是阵阵精华，无数讽刺之言皆指向萧晨。饶是拜玉儿也是玉手捂住了红唇，绯金色美眸瞪大。他虽知道君逍遥会胜，但没想到会胜得这么干脆利落。萧晨在他面前连反抗之力都没有。拜玉儿看向君逍遥的目光不禁更加异彩连连。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别说其他人了，萧晨自己瘫在坑里都是有些懵了。按理说不该是他逆袭打脸，狠狠将君逍遥踩在脚下，然后让拜玉儿这个贱人悔恨终身吗？怎么现在被打趴下的是他？先让你出手是想给你挣扎的机会，免得太过无趣。现在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君逍遥摇头，
语气失望。他还以为萧晨能够给他带来些许乐趣和挑战呢，结果却依旧这般不堪一击。君逍遥，你休要嚣张，你我的决斗还没结束。萧晨闻言，脸色因为羞怒而涨红。主角加怒气后，实力就会变强，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此刻的萧晨亦是如此，他艰难站起身来，抹去嘴角鲜血，一股恐怖的龙气从他体内酝酿升腾而起。萧晨的修为竟是开始节节攀升，神功2重天，神功3重天，神功4重天，神功5重天，神功6重天。在短短时间内，萧晨修为足足暴涨了5个小境界。这一幕落在周围君家子弟眼中，也是让他们颇有诧异。哟，这青龙古国皇子有点门道啊！虚空之中，君战天等几位族老也是将这一幕看在眼中。君战天微微诧异道：“咦，有点意思，这小子竟然有龙气加身，颇有气运福泽，是个不错的苗子。呵呵，可惜招惹了你家孙子，下场怕是不会太好。”另一位族老笑眯眯说道：“龙气加身又怎样？君逍遥可是拥有天生打破10道枷锁的荒古圣体。”看到萧晨的状态，君逍遥亦是挑了挑眉，这是当着我的面开挂了。君逍遥自己就是一个大挂逼，对于开挂这种事情，他再熟悉不过。当着大挂逼的面开挂，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君逍遥，你没想到吧？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看我一招败你！青龙天作印。萧晨修为暴涨后，浑身龙气升腾而起，在虚空中好似凝结为一方镇压诸天的大印。这正是他这段时间以来刻苦修炼的武学神通。原本这一招是萧晨压箱底的绝学，不准备施展出来的。但是君逍遥的实力超出了他的预料，所以逼不得已只能崭露底牌。君逍遥，给我跪下！萧晨身形腾空而起，操控青龙天作印，对着君逍遥镇压而去。他要将君逍遥震跪在地上。君逍遥淡淡抬眸，看着那一脸热血激昂，想要镇压自己的萧晨，可悲。他淡淡摇头，抬手之间，无尽金色法力如瀚海涌动，凝结成一柄柄神兵，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足足数万柄金色神兵在君逍遥周身凝聚。此刻的他好像是万兵之主、神兵之王一般，这正是君家的神通绝学兵法诀。去！君逍遥一手横推而出，数万神兵汇聚成为开天裂地的神兵洪流，对着萧晨暴涌而去。怎么会？萧晨面露震撼，他死咬牙关，携大印镇压而下。轰！两相碰撞，寰宇震荡，那青龙天作印直接是被万千神兵击碎。萧晨脸色惨白，施展身法，急忙退避，但依旧被一些神兵击中。噗嗤，鲜血飙飞。萧晨肩头、大腿、腰肋皆是出现伤口，深可见骨，鲜血喷射。他身形从高天栽落而下，重重砸在地上，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狼狈不已。就这，君逍遥微微侧头看着萧晨。阿破！萧晨闻言怒急攻心，一口心头血喷涌而出。耻辱，极度的耻辱！萧晨目光血红，他的眼角余光看到了拜月儿，他的神色失望中带着一缕怜悯和同情，这让自尊心颇强的萧晨更是感觉如针扎心一般，刺痛不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本神子面前，你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趴着。君逍遥目光居高临下，如同神奇之子，淡漠说道：“系统加深，天赋绝世，背景无敌。君逍遥要的是主宰这个时代，所有的天骄主角都只能沦为他的配角，黯淡无光。更别说一个有点小气运的萧晨了。”你！萧晨拳头紧握，死死咬着牙关。说实话，败得如此彻底，如此狼狈，他是没有想到的。浓浓的屈辱在他心头翻滚酝酿，但他却是再也说不出什么嚣张的话来，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萧晨，已经够了，以神子大人的实力，可以轻易镇杀你，他已经对你留情了。拜月儿站出来道，他对萧晨虽然已经失望透顶，甚至连婚约都作废了，但毕竟曾经是青梅竹马，虽没有多么亲密，总归还是有一点情分的。不过也仅限于此。闭嘴！你这贱人，我需要君逍遥留情吗？萧晨怒极喝道。拜月儿是好心，但却更加刺激了萧晨的神经。他原本眼中都快有颓丧之色了，现在却重新充斥着不甘的怒火。这蠢丫头是在给我拉仇恨啊！君逍遥暗暗道。不过这也正合他的心意，因为君逍遥心里又有了一个计划。你算我好心当做驴肝肺。萧晨一口一个贱人，让拜月儿俏脸阴沉，唯一的一点情分也消磨了干净。萧晨喘着粗气，胸膛起伏，他知道他今日是不可能打败君逍遥了。萧晨五指紧握，指甲深深刺入掌心，带来钻心的痛楚。他目光冷然扫过拜月儿和君逍遥，开口放话道：“君逍遥，你别得意，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3年之后，你我再一战。”萧晨开口颇有几分决然和悲壮，搭配那张染血的清秀脸庞，倒是让一些君家少女都是微微有些另眼相看。此刻的萧晨那股不屈不挠的意志，的确颇有几分气势。放完狠话的萧晨转过身去，拖着伤躯，一脚一个血印子，一步步踏出斗武场外。哪怕是拜月儿心里都是微微震了一震，他好似看到了日后萧晨腾龙9天的模样。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慢着！”听到这话，萧晨脚步猛地一顿：“我有说过让你离开吗？”君逍遥负手而立，神色带着一缕玩味，说了一句经典名言：“
留了一个骚气的背影，就想安然离去。萧晨未免想得太简单了点。你想做什么？萧晨转过身来，脸色僵硬。君逍遥身为君家神子，不是应该很大度的放他离去，然后等着3年后被他打脸吗？怎么又不按套路来？在我君家对本神子放狠话，然后就想安然离去，你把我君家当什么了？又把本神子当什么了？君逍遥冷笑道：那你还想干嘛？难不成你怕我3年之后将你击败？萧晨眼中闪过一缕慌乱之色，强作镇定道：呵呵，少用计。江法，不过我的确不打算现在镇杀你。君逍遥淡笑道：那你要做什么？听到这话，萧晨稍微松了一口气，眼中依然流露警惕。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的龙气我看上了。君逍遥话音落下，抬手而出，体内金色灵海翻腾，滚滚法力涌动，凝出一只大手抓向萧晨。你卑鄙无耻！萧晨面色巨变，转身就要逃走，但依然一巴掌就被金色大手拍翻了。然后君逍遥隔空一抓，萧晨体内传出一声龙吟长啸，旋即一头半虚幻的青龙虚影就被君逍遥抓了出来。这正是萧晨身怀的龙气。不，我的龙气！萧晨双目血红，疯狂嘶吼起来。聒噪！君逍遥再度一掌拍下，轰隆一声响，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骨裂之声。萧晨全身骨骼断了大半，口中鲜血如同不要钱般吐出。你竟然废了我全身经脉！萧晨面色煞白，牙关都要咬碎了。君逍遥虽然没杀了他，但却把他给废了。这样一来，别说3年，就是300年、3000年，他也战胜不了君逍遥。君逍遥，萧晨一字一句吐出，眼中涌动刻骨的仇怨和怒火。周围一众君家弟子也是微微打了一个寒战，心头发冷。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君逍遥的冷酷手段。战天，逍遥行事可真是雷厉风行啊！隐于虚空中的一位族老笑道：这样才好，孙子手段越狠，我心里越放心。君战天笑道：他们不但不觉得君逍遥此举有什么不妥，反而认为再正常不过。日后地路开启，更残酷的是还有这种程度的事，又算得了什么？斗武场上，君逍遥夺得龙气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是当着萧晨的面开始吸收。他的体内不停传出爆响之声，那是一颗颗巨象威力觉醒的声音。待得吸收完一大半龙气，君逍遥体内又觉醒了1万巨象威力。现在的他整整觉醒了3万巨象威力，也就是3亿斤巨力，简直恐怖绝伦。不但如此，君逍遥更是发现龙气也在滋养他的身体，使他本就强绝的荒古圣体更加强悍。此外，在他皮肤下好似有一层青光蔓延，需要之时可化为龙鳞内假护身。不错的收获。君逍遥微微点头，然后他将剩余还未消化的一小半龙气打入了拜玉儿体内。神子大人，拜玉儿吃惊，根本没想到君逍遥会这么做。你体内有朱雀神火，搭配青龙之气，应该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君逍遥淡淡说道。他此举自然是为了笼络人心，日后还需要拜玉儿替他管理朱雀古国，所以他的天资不能太弱。多谢神子大人。拜玉儿无比感动，眼中甚至有泪花闪动，此恩如同再造。而见证这一幕的萧晨却是忍不住吐出了一口心头之血，气愤，简直气得五脏如焚，肝胆欲碎。君逍遥当他的面炼化他的龙气，而且还借花献佛送给他的前未婚妻。前未婚妻拜玉儿还以一父母舔狗的姿态跪舔君逍遥，这让萧晨感觉眼前一黑，差点要气昏过去。君逍遥见状，语重心长道：萧晨，你别生气，我夺你龙气，废你修为，是为了你好啊。哪位主角不是受尽千般艰险、万般磨难的，不被废修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主角。从这个角度看，君逍遥的确是用心良苦的在帮助萧晨。萧晨闻言更是气得浑身发抖，终于是忍不住仰天悲吼，无能狂怒，吐血昏厥在地。看着那直接被气昏过去的萧晨，斗武场所有君家子弟都是打了一个寒战。君逍遥的实力强，嘴皮子也不弱，3言2语就把萧晨气得差点当场去世。君逍遥微微一叹，有些无语。他说的的确都是实话。一般而言，像萧晨这种气运加深之人，在被废修为、被夺天赋之后，通常都会小宇宙爆发，各种奇遇不断，然后一路成长起来，横扫四方。这样想来，君逍遥的确是为萧晨好。来人，将他扔出山门之外。君逍遥摆摆手道。很快就有君家侍卫前来拖走昏厥的萧晨。这时，君战天的身影陡然从虚空显化而出。爷爷。君逍遥微微点头，他也早就感觉到了君战天等族老在背后关注着他。逍遥，你可知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斩草须除根啊。君战天脸色微凝，他怕君逍遥养成妄尊自大、轻敌的习惯，这样放过敌人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哼，爷爷放心，孙儿自有打算。君逍遥笑道。斩草除根的道理，君逍遥不知道吗？不过现在的萧晨对他来说可就是韭菜般的存在，需要的时候就收割。君逍遥才只收割了龙气而已，还远远没有榨干萧晨的气运价值。一茬一茬的收割，它不香吗？等到最后没有收割价值了，君逍遥自然会拍死这只苍蝇。你心里有打算就好，这种小人物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接下来还有1年时间，你要做好准备。君战天说道。君逍遥淡淡点头。君战天所指的自然是他的10岁宴，到时候君家将会广邀荒天仙域四方势力，到时候定然是一场举世瞩目的盛宴。
甚至于君逍遥的母族荒古世家江家也会派人前来，还有他母亲江柔，一直想把江家的掌上明珠推给君逍遥。此外，君家也会在他10岁宴上宣布他0号序列的身份，到时候想必君家又是一番剧烈震荡，各大序列肯定都会有反应。所以君战天是想让君逍遥做好准备。爷爷放心，我绝不会让您、娘亲还有18族等人失望。君逍遥语气笃定道，他可没忘记在10岁宴上还有签到的机会，到时候得到的奖励说不定对他的实力提升又有巨大的帮助呢。爷爷自然是相信你的。君战天满意一笑。此事风波过后，君逍遥也是回到了天地宫，准备彻底炼化这股龙气。拜玉儿也是暂时待在天地宫，他同样得到了小部分龙气，加上自身怀有的朱雀神火，拜玉儿的天赋实力将会暴涨。最为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死心塌地的跟随君逍遥了，从里到外都是君逍遥的烙印，哪怕君逍遥让他去死，拜玉儿都不会有丝毫迟疑。而同收获满满的君逍遥相比，萧晨此刻则颇为凄凉。他缓缓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已经在君家山门外了。嗨，萧晨艰难起身，浑身都是伤口，更有诸多内伤，经脉尽废，骨骼残破，可以说凄惨到了极点。在君家山门外也是有许多修士在看热闹，毕竟之前萧晨可是十分嚣张的进入了君家，结果这才没过多久就被如此狼狈扔了出来。那青龙古国皇子是被废了？应该是吧，简直像条狗一样，谁让他不长眼，还敢去招惹君家神子，估计自家未婚妻也跑了，活该。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修士皆是冷嘲热讽，一脸鄙夷之色。萧晨拳头死死攥着，一步步走出，等到脱离人群视线了，萧晨方才仰天嘶吼，双拳不停地砸向面前古墓。该死啊，君逍遥，如果有一丝机会，今日的痛苦我都要1000倍的还给你。就在萧晨嘶吼之际，他身上的鲜血却不知不觉浸透了指尖的盘龙戒指。我青龙古国后人都像你这样一般没有志气吗？突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是谁？萧晨目光环视四方，不过下一刻他的目光就落在了指尖的盘龙戒指上，戒指忽然青光一闪，旋即一道身着青色龙袍的白眉老者虚影忽然闪现在了萧晨身前。你是？萧晨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的老者，老者头上还长着2根龙角。恍惚之间，萧晨感觉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位老者。哼，后人已经将老夫遗忘了吗？青袍龙角老者一笑道，你是我青龙古国的开国老祖青龙上人。萧晨脑子猛然闪过一道灵光，然后狂吸一口气，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位老者模样同矗立在青龙古国皇宫内的开国老祖雕塑一模一样，而这位开国老祖青龙上人，根据史书记载，乃是一位准至尊，差半之久就真正踏入了至尊之境。这是何等强大的境界，离真正的无上至尊之境不过一步之遥。青龙古国大皇子萧晨见过老祖。萧晨面露激动之色，浑身颤抖。他没想到母后遗物中的盘龙戒指竟然寄居着开国老祖的灵魂，果然天无绝人之路。青龙上人看着萧晨开口道，本座早在数年前便已苏醒，察觉到你乃是现今青龙古国的国运之子，便输送你法力以及各种资源，没想到你还是败于那君家神子。萧晨闻言脸上露出森冷怨恨之意，说道，老祖，那时候你为何不直接出手镇杀那君逍遥？哼，愚昧，那时候本座若出手，结果就是你我都走不出君家。青龙上人冷斥一声道，他其实一直对萧晨的表现比较满意，只是现在萧晨的心乱了。老祖，你可是一位准至尊啊，难道还无法让君家忌惮？萧晨不甘心问道。青龙上人摇头道，别说本座现在实力10不存一，就算是鼎盛时期也奈何不了君家分毫，荒古世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样我岂不是一辈子都无法报仇雪恨了？萧晨咬牙道，他自己废了，青龙上人也无法帮助他。别气馁，你是国运之子，青龙古国日后还需要你，本座也不会让你这般黯然收场。青龙上人说道，请老祖相助，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小子都愿意。萧晨语气斩钉截铁道。青龙上人眸露欣慰之意，拿出一卷青色卷轴，你浑身经脉修为虽然被废，但也算祸福相依，这门准至尊功法青天化龙诀乃是本座曾经修炼的功法，刚好传授于你。青天化龙，不破不立。萧晨闻言，原本绝望的眸子里重新燃烧起希望之火，整个人都好似复苏了一般，斗志昂扬。君逍遥，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过傲慢自满，放了我一条生路，此仇我萧晨必将100倍奉还。看到萧晨重新恢复了斗志和自信，青龙上人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百折不挠的性格才算是国运之子啊。对了，青天化龙诀你要好好修炼，同时本座也推测到了，在这几年之内，元天至尊的秘藏应该会出世。青龙上人道，元天至尊，难道是一位至尊强者？萧晨眼睛瞪大，没错，元天至尊实力极强，而且性格强势霸道，传闻他曾从太古皇族祖龙巢中夺取过几具远古龙骨。青龙上人道，提到远古龙骨，青龙上人眼中都是微微有些炽热。太古皇族，萧晨深吸一口气，那元天至尊还真是一个霸道的主，连太古皇族都敢招惹。不过萧晨立马想到了其中关窍，他说道，难道老祖是想？青龙上人点头道，
没错，你需要找到一块元天至尊令，然后找机会进入秘藏，夺取那远古龙骨。你的青天化龙诀，若得到远古龙骨，定然可以修炼到巅峰。本座也可以以一具远古龙骨重塑肉身。萧晨握紧拳头，眼中斗志昂扬。老祖放心，我必定会去元天至尊秘藏夺取远古龙骨。还有君逍遥和拜玉儿这个贱人，你们都给我等着！萧晨仰天长啸，终于看到了复仇的曙光。而同一时间，君家天地宫内，阿舅，君逍遥摸了摸鼻子，有人在骂我，是萧晨吗？君逍遥自语道：按照套路，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获得奇遇机缘了吧？现在应该正在想着日后该怎么报复自己。萧晨，这次你给了我龙器和未婚妻，下次不知道又要送什么东西给我。君逍遥笑着，他倒是希望像萧晨这样的天骄人物来得越多越好。只有割坏的韭菜，没有累死的农夫。萧晨之事暂且放在一边，没个几年，他估计也成不了气候，还是先为10岁宴做准备，需要闭关突破一番了。君逍遥呢喃道，毕竟算是自己第一次登台亮相，展现在仙域众多势力眼中，若是表现欠佳，未免也太掉价了。当君逍遥要闭关的消息传出时，整个君家都是轰动了。天哪，神子大人竟然要开始闭关了！我记得神子大人修炼到现在，好像从来都没有闭关过吧？不闭关修炼速度都这么快，那闭关了还得了？神子大人应该会突破到真灵境吧？君家四面八方都是传来议论之声，他们也十分好奇，从不闭关的君逍遥，若是闭关1年而出，实力会强大到何种地步？就在这般好奇和期待之中，1年的时间缓缓流逝。而在这1年时间内，关于君家要为君逍遥举办10岁宴的消息，也是开始在荒天仙域上流传。对此，许多势力都保持高度关注。毕竟10年前那万圣朝拜的异象太过恐怖，许多大人物和老古董都在猜测，君家那位神秘神子究竟是何逆天体质。那位神子的父亲乃是白衣神王，一个禁忌的存在，估计那神子体质也差不到哪里去。没错，白衣神王君无悔，号称禁古时代最有机会正帝，甚至触摸仙道领域的人之一。可惜10年前，许多古老势力的大人物神念在虚空交流，他们其实也心有好奇，顶着父辈光环出生的君家神子，第一次亮相世间，究竟会有何惊人表现？洪州乃荒天仙域3000道州之一，位于太古皇族祖龙朝的势力范围。整个3000道州绝大部分州都被各大势力占据，比如朱雀古国就占据了整个火州，而洪州只是祖龙朝所掌握的50余个道州中的一个。没错，光是祖龙朝这一脉太古皇族就拥有50多个道州的领地，朱雀古国只占据了一个道州，一流势力和太古皇族的差距可想而知。不过君家更加恐怖，足足占据了上百个道州，是祖龙朝的1倍。黄州只不过是君家的大本营驻地而已。此刻在洪州的一座大城之内，许多形貌各异的类人生灵来往不绝，有的头生黑角，有的背生羽翼，有的额头有鳞片，有的双目如兽瞳。这些生灵皆是仙域的太古万族，种类繁多，太古皇族生灵也在其中。在一些人类荒古世家、不朽皇朝的领地范围内，人类数量居多；而在太古皇族或者一些仙域种族、奇异生灵的领地内，则是万族生灵居多。当然，平时万族生灵，包括人类在内，也能大致相安无事。在城市的街道上，不少生灵的目光都是看向一位头戴兜帽的蓝裙女子。她容貌虽被遮掩大半，但也能看出是人族，而且身材窈窕。在太古皇族的势力范围内，不是说没有人族，只是非常少见。蓝裙女子微微扬起头，露出一张妩媚娇俏的容颜，不是别人，正是被逐出君家的蓝清雅。此刻，她目光看向道路尽头一处金碧辉煌的酒楼，应该就是那里了。那位大人将在那里聚会，我要将君逍遥身怀人族圣体的消息透露出去。君逍遥、君玲珑，我蓝清雅的确无力报复你们，但有人可以。蓝清雅脸上闪过刻骨怨毒，她被逐出君家后，处境极为凄惨，养尊处优惯了，现在风餐露宿，饱受凄凉。蓝清雅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只会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君逍遥和君玲珑。在那座金碧辉煌的酒楼顶层，一群生灵正在聚会，有的背生双翼，有的体表富有鳞片，有的如同雄虎一般壮硕。而这群生灵此刻却是如同众星捧月般的围绕着一人，那是一位身着金色华服的少年，五官带着嚣狂桀骜之意，头上生有2根龙角，他眸子如同2颗大星一般，散发熠熠寒芒，肌肤之下隐约有金色的龙鳞时隐时现，整个人的气息十分摄人心魄。这位少年正是祖龙朝当代的一位天之骄子，龙子之一龙昊天，而他的哥哥正是那位祖龙朝的禁忌初代，怀有地龙之血的龙傲天。祖龙朝乃是一方底蕴极深的太古皇族，祖上曾有太古祖龙正得古皇之位，风头甚至盖过了一些人族大帝，威震仙域无数年。而龙傲天则是祖龙朝当代最为璀璨的天之骄子之一，号称禁忌初代。至于龙昊天，虽然天赋没有他哥哥龙傲天那么妖孽，但也是极强，不然的话，他如何能够得到龙子身份？祖龙朝的龙子差不多等同于君家的序列。恭喜龙子大人融合了一枚龙元，实力大涨。是啊，那可是一枚龙元啊，换做一般人身体都要撑爆了，龙子大人却是能够镇压炼化，实在惊人。周围许多生灵都是在拍马屁道，哪里，不过区区一枚龙元而已，虽然已经很不错了，但我的哥哥早已经融合了3枚龙元。
龙昊天得意一笑道：“什么3枚龙元？”在场所有生灵都是震惊不已。所谓龙元，指的便是一些龙族至强者死后遗留下来的一身血肉精华，其中不仅蕴藏着浑厚的龙族精血，还浓缩了各种天赋神通、符文烙印。这种龙元虽然价值无量，但想要炼化也没那么简单。哪怕是祖龙朝的一些天骄，想融合1枚龙元都是非常勉强，甚至会被撑爆。龙昊天能够融合1枚龙元，便足以让他炫耀。但那龙傲天却是已经融合了3枚龙元。看到周围生灵震惊的表情，龙昊天得意一笑道：“这还不算呢，听我哥说，他最后的目标是凝聚7颗龙元于一身，到时候再加上地龙之血，这一世天命所归，将由我哥哥主宰。”龙昊天对龙傲天并没有嫉妒之意，反而十分崇拜敬佩。那就先提前恭喜了。不过我倒是听闻，那君家神子的10岁宴也快临近了。一位长得人高马大、头生牛角的年轻壮汉说道：“他乃是太古王族势力牛魔山的年轻强者。太古王族的实力底蕴虽不如太古皇族，却也差不了多少，足可威慑一方。”听到君家神子4个字，在场许多生灵都是沉默了下来。虽然君逍遥到现在都没有真正展露在世人眼前过，但10年前那万圣朝拜的一幕，还是令荒天仙域掀起了震动。之后虽然君逍遥没有传出什么大新闻，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小觑这位低调神秘的君家神子，毕竟他是白衣神王的后代。哼，君家神子还未出世，谁知道他有几斤几两？万圣朝拜虽然不俗，但我哥哥出生之日亦有祖龙异象出现，不逊色于他。甚至于之后不用我哥哥出手，我便可以将其镇压。龙昊天表情轻蔑，不可一世道：“祖龙朝和君家恩怨由来已久，最近的一次则是白衣神王君无悔，还在圣人之境时便将一位祖龙朝的准至尊强者扒龙皮抽龙筋，那对祖龙朝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会被钉在祖龙朝历史的耻辱柱上。一位准至尊竟然被一位圣人玩虐，简直丢脸丢到了姥姥家。也从那时开始，祖龙朝和君家算是彻底结下了仇。哥哥，那倒是，我相信那君家神子一定不是龙子大人的对手。”一位背身雪白羽翼的羽人族女子笑道：“哎，就是不知道那君家神子究竟是什么体质。”一位太古王族生灵微微摇了摇头。而就在这时，一道女声忽然传来：“我知道君家神子是什么体质。”谁？这群生灵目光齐齐望去，在楼阁门口，一位蓝裙女子走上楼梯。人族怎么会在此？那位牛魔山的年轻壮汉皱了皱眉。他们太古王族虽说不至于看到人类就杀，但也没太多好感。稍安勿躁。龙昊天抬掌压了压，周围一群生灵安静了下来。龙昊天目光扫视着蓝清雅，略有兴趣道：“你说你知道君家神子是什么体质？”“没错，我知道，因为我曾经就是君家一位序列的追随者。”蓝清雅笃定道。“什么？”这话让所有生灵都是错愕。君家序列追随者竟会来找他们太古种族？接下来，蓝清雅简单说了一下和君逍遥等人的恩怨。原来如此，那你说说君家神子是什么体质？龙昊天道：“荒古圣体。”蓝清雅道。他话一出，整个楼阁都是死寂了。所有生灵脸色都是一致，然后猛然笑出声来。哈哈，可笑，你说的可是真的？荒古圣体，哈哈，曾经的人族圣体，现在的鸡肋废体。龙昊天也是有些诧异，龙目一瞪，煞气涌动道：“你可知道欺骗本龙子的后果？一具鸡肋废体，怎么可能得到君家的重视？此事千真万确，那君逍遥的确是荒古圣体，不过却是打破了一道枷锁的荒古圣体。”蓝清雅继续告密：“什么？打破了一道枷锁？这怎么可能？他竟有这个能力？”蓝清雅此话让一群太古生灵脸上的笑意僵住，面色都是微微发白。打破枷锁的人族圣体，那可就不一般了，堪称恐怖。龙昊天脸色没有太大变化，沉吟道：“以君家的底蕴，倒也不是不可以强行堆资源，让其打破枷锁。不过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最多打破3道枷锁，那君逍遥的路就会彻底封死。”龙昊天脸上带着冷笑：“荒古圣体的枷锁，如果那么好打破，现在也就不会被称为废体，应该吧？”蓝清雅点头道：“他只认为君逍遥打破了一道枷锁，却根本无法想象君逍遥早在出生之际，10道枷锁就已经被打破。哈哈，有趣了！看来这位君家神子的10岁宴，我说不定也要去参与一下。”龙昊天畅笑一声，到时候在君家举办的10岁宴上，将君家神子踩在脚下，那种场面，想想都贼劲刺激。呵，有龙子大人出马，那君家神子的10岁宴将会变成耻辱宴，君家也该丢一丢脸面了。整个楼阁内充斥着轻松欢乐的气氛。君逍遥，是你们逼得清雅这般做的，到时候可别怪我。蓝清雅美目眯起，闪烁寒光。到时候他也会跟随龙昊天而去，见证君逍遥等人受辱的时刻。就在蓝清雅告密没多久后，从黄州君家内一封封请帖捆绑在金色飞剑之上，化作密密麻麻的流光，暴涌荒天，仙域四方。那是君家的御剑传书，是邀请函。君家那位神秘的神子终于要入世，展现在众人眼前了吗？一时间，沉寂了许久的荒天仙域再度因为君家的御剑传书而火热沸腾起来。君家身为荒天仙域的顶尖势力，其一举一动都会给整个荒天仙域带来变动，更别说这次宴会的主角还是那位君家的神秘神子。身为白衣神王君无悔之子，君逍遥可谓是受到了四方关注。而这次10岁宴乃是君逍遥入世的首次登场，想不引起轰动都不行。
3000道州之一，青州。青州乃是荒古世家姜家的族地，姜家正是君逍遥母亲姜柔所在的世家。姜柔也曾是姜家的神女，地位颇高。此刻，在姜家族地一片烟霞缭绕、瑞彩升腾的洞天福地之中，一位雪衣绝世的年轻女子正在此地等待着什么。她浑身无瑕无垢，仙姿袅娜，洁白玉体高挑而修长，青丝如瀑，直披翘臀，一张如画容颜，黛眉弯弯，眸若秋水，红唇鲜艳，贝齿晶莹，一眼看去如仙子临尘，美轮美奂，令人赏心悦目。我那外甥要举办10岁宴了，倒是从未见过呢。女子呢喃着，忽然浅笑道：“此女是姜柔的一位远房表妹，虽说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但也算是君逍遥名义上的小姨，名叫姜圣依。在姜柔那一脉，姜圣依年纪最小，只有24岁，正值绝丽年华，秀色可餐。而这时，远处却传来了一阵若银铃般娇脆的声音：‘圣依姐，你找我来做什么？’随着话音传出，一位年约12岁的豆蔻少女，玉足轻点虚空，挪移而来。她体态娇小，身姿轻灵，青丝束成双马尾，随着少女动作而活泼跃动，睫毛纤长，大眼灵动，琼鼻挺秀，唇绽樱科，笑起来时会露出2颗小小的虎牙，俏脸还有2个梨窝，看上去显得颇为俏皮可人。这少女仿佛中天地之灵秀，是天地间的精灵，狡黠而灵慧。洛丽，你身怀元灵道体，乃是最亲近天地大道本源的体质，还不好好修炼。姜圣依白了姜洛丽一眼，伸出一根纤细玉指点了点姜洛丽的脑门。嘿嘿嘿，圣依姐你可是我姜家的神女，身怀先天道胎，有你在，还需要洛丽修炼什么？姜洛丽小手捂着额头，眨了眨眼，俏皮一笑道：“姜洛丽正是姜柔和君战天口中的那位姜家的掌上明珠。你这个鬼灵精，好了，这次叫你来是说正事的，过段时间随我去君家参加10岁宴。”姜圣依道。姜洛丽闻言问道：“是君家神子的宴会吗？”姜圣依笑道：“没错，你呀，终于可以去见未来的夫君了。”“什么夫君？圣依姐你可别乱说。”姜洛丽跺了跺脚，小脸有些泛红。她还没见过那位君家神子呢，怎么能如此草率？我那外甥定然是一位人杰，你这么急着反对，到时候可不要后悔啊。”姜圣依调笑道：“哼，反对包办婚姻，我姜洛丽就是死，就是从山上跳下去，也绝对不可能随便订婚。”姜洛丽气鼓鼓，信誓旦旦道。姜圣依掩嘴一笑道：“好吧，我好像听姜柔表姐说过，我那外甥长相丰神俊秀，朗逸出尘，若谪仙人一般。真的？”姜洛丽眼咕噜一转，妙目亮晶晶的。“骗你的，我也不知道。”姜圣依扑哧一笑，他可是知道姜洛丽是个颜狗，对相貌要求颇高，长得不帅的人根本难以入姜洛丽的眼，这或许也是元灵道体追求完美无瑕的缘故吧。哼，能被我洛丽看上的男子，那一定是仙域最帅的。姜洛丽鼓起小胸脯，撅嘴道。他心里也在猜测，那位神秘的君家神子究竟能有几分颜值。放心吧，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姜圣依玉手拍了拍姜洛丽的小脑袋道。受到君家邀请的不仅有姜家，还有其余一些荒古世家、无上大族、不朽皇朝等等，稍次一等的一流势力也会受到邀请，只是没有那么正式。至于在低一等的2流势力，则根本没有受邀的资格。当然，君家也不会拒绝他们主动前去参与，只是他们没有资格进入正厅主场，只能在外观视。随着时间推移，整个荒天仙域3000道州都是开始火热了起来。1年时间终于过去，君家神子的10岁宴终于彻底拉开帷幕。这一日，整个荒天仙域都在轰鸣，无数势力的古战船、飞舟、坐骑等等，皆是腾空而起，化作万道流光。他们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黄州君家。大商王朝乃是人族的一脉古皇朝，底蕴深厚，传承悠久。一艘艘华丽的楼船腾空而起，驶向黄州。咦，那是大商公主的楼船，她竟然也要去参加君家神子的10岁宴？可不是呢，这10岁宴也是一个机会，谁不想攀上君家的高枝？说的也是。一般而言，10岁过后就可以准备寻找道侣了。而君家神子虽未露过面，但光凭其地位身份，就足以让许多皇女、公主、天之娇女心动，自荐枕席。若是能被君家神子看中，那绝对是一飞冲天，其身后的势力也会鸡犬升天。因此，许多势力的丽人都准备前去赴宴，碰碰运气。大衍圣地同样有车辇升入虚空，准备前往君家。上一次君家如此声势浩大，举办10岁宴，还是为了那位第一序列。不过如今君家神子的10岁宴可是更加盛大啊！荒古世家叶家有神情拉着辇车升空，听闻洛丽也会去，这样的话，我自然不可能缺席了。辇车之内，一位面庞清秀、剑眉星目的蓝山少年轻笑一声，眼中闪动着一缕光泽。他口中的洛丽，正是姜家的掌上明珠姜洛丽。星云少爷，老爷有吩咐，我们是去赴宴的，不是去惹是生非的。少爷若在君家宴会上胡来，老爷也不会放过你的。一旁一位山阳虚老者一脸严肃说道，他周身隐隐散发出一股准圣的气息。以准圣为仆，这位少年的身份显然也不会低。哈，福伯放心，我自然知道分寸，我是去找洛丽的，又不是去招惹君家神子的。少年冷笑一声，他名叫叶星云，乃是荒古叶家的一位顶级天骄，身负星辰王体，在3000体质中亦是排名前500的强悍体质，可容纳9天星辰之力于一身。叶星云曾在一次秘境历练中见过姜洛丽一面，至今难以忘怀那个如精灵一般活泼俏美的少女，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再见一面。这次君家宴会倒是一个搭讪的好时机。
洛丽，你一定会是我的女人。叶星云眸中闪烁坚定自信之色。黄州君家山门之外，无数飞禽走兽铺天盖地而来，拉着各色华丽的车辇，有庞大的楼船横渡虚空。而此刻，君家山门大开，广迎四方来宾。至于可能会有人闹事，那隐隐于虚空中闪烁的阵法，散发出连圣人都忌惮的气息，足够震慑那些心思不纯之人。没有任何人或者势力敢在君家宴会上闹事。道极天宗来到，奉上神字贺礼，道书9卷。是道极天宗。道极天宗的那位老道人可是颇有名气。一些势力的人议论道：大眼圣地来到，奉上神字贺礼，巨神玉髓1瓶，绝品神元100枚。天哪，大眼圣地竟然连巨神玉髓都拿出来了，这可是能滋养神宫内真灵的奇物啊！许多人听得都眼红了。这些礼物每一样拿出去都足以让人趋之若鹜，而现在全都白白献给君家神子当贺礼，这不禁让人眼红嫉妒。大商王朝来到，送上至宝山河图1幅。随着喊话声落，一位明艳动人的女子携带一幅山水画卷而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大商王朝公主，好一位丽人。哎，如此佳人，我们只能远观，而她却是想倒贴君家神子，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许多势力的男性天骄都是心中暗叹，他们都没有资格追求大商公主，而这位主却只想被那位神子看中。接下来，诸多势力络绎不绝前来送上贺礼，有极北之地的雪峰帝国，有极南端的天涯道院。可以说，只要是收到御剑传书的势力，就没有一家赶不来的。这些势力皆是一流势力以上，有资格进入君家山门，而那些连一流都够不上的二流势力，则只能送礼，然后待在山门外的宴席上。这些势力倒也没有不满，毕竟他们的确没那个资格。荒古世家江家来到，送上古圣兵1件，不死药3株，顶级圣丹100枚，绝品神元1000块。那位君家门人不停地在念着，而这般手笔也是震撼了全场诸多势力。这礼物未免也太丰厚了吧？你忘了吧？江家和君家世代联姻，那位君家神子的母亲就是江家人，母族到来，贺礼能不多吗？江家算是和君家最为交好的不朽势力，两家世代联姻，几乎是快要穿同一条裤子了。两道绝美倩影直接踏入君家山门，在场一众宾客目光望去，脸色皆是不由呆住，有些吃了。这一大一小2位美人儿，大的雪衣无瑕，仙姿袅娜，五官精致绝丽，宛若仙子凌尘；小的娇俏玲珑，眼眸灵动，顾盼生辉，气质钟灵毓秀，若绝美精灵。这两女风采不同，却皆是绝色，令天地都是黯然失色。好美的两人，那大美人想必便是江家那位身怀先天道胎的神女江圣依，那小一点的应该就是江家的掌上明珠，拥有元灵道体的江洛里了。看着那一大一小2个美人，在场的男性都是有些挪不开眼睛。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再度有声音传出：荒古世家叶家来到，送上顶级圣药10株，神元100枚，王侯兵器3件。听到这声音，许多人暗暗嘀咕：荒古叶家同样名声颇盛，不过他们送的礼就稀松平常了，别说跟方才的江家比，就算跟一流势力相比，都是显得有些寒碜。不过叶家和君家的关系也就那样，平平淡淡，送这么点礼也理所当然。哈哈，洛里姑娘请留步。2道身影走进了君家山门，一位是山羊虚老仆，而为首的蓝山少年正是叶星云，是叶家那位身怀星辰王体的顶级天骄叶星云。你是？江洛里回身看了叶星云一眼，心有疑惑。叶星云脸上笑容微微一僵，略有尴尬，然后说道：洛里姑娘忘了在落月秘境。江洛里这才勉强想起来，小脸淡淡说道：哦，你是那个谁，在下荒古叶家叶星云。叶星云越发感觉尴尬了，难不成江洛里压根对他没印象？哦，是你啊，抱歉了，对于长相一般的人，洛里通常都记不住。江洛里撇了撇小嘴道。此话一出，全场都是有些安静，叶星云更是难看到极点。说实话，叶星云长相也不差，剑眉星目，非常清秀，一般女子看了都会感觉非常舒服耐看。结果在江洛里口中变成了长相一般。不过叶星云脸皮也算厚，依旧勉强一笑道：洛里姑娘，许久不见，不知待会儿可否坐在同一席位？听到这话，在场一些人也是明白了，感情这叶星云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不是来赴宴，而是来撩妹的。一旁江胜依微蹙了粗黛眉，江柔可是一直想撮合江洛里和君逍遥，这叶星云是想挖墙脚。洛里，我们去找江柔表姐。江胜依拉着江洛里小手道。哦。江洛里微微点头，不再注意叶星云。叶星云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还是带着从容的笑。没关系，我还有机会。叶星云心里自我安慰道。而另一边，君家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打开，只有一些最为尊贵的客人，还有顶级道统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其余一流势力皆是落座其他神岛上。江家、叶家还有其余一些荒古世家、无上大族、顶级王朝之人也是坐了进来，各种美酒佳肴、玉盘珍馐也是端上桌来，菜品华丽而丰盛，都是奇珍。君家的一些大人物还没来吗？神子在哪里？一位顶级道统的长老左顾右盼。这时，一男一女2大气息强大的身影出现，其中一位黑袍青年，气质凌厉如剑，正是君家第10序列君仗剑。他是特意出关前来参加君逍遥的10岁宴的 LT BGT， 而在他身旁的女子一身浅蓝色流苏长裙，周身仿佛有寒气涌动，
他瞳孔冰蓝，一头青丝被一根冰蓝色凤凰发簪束着，肌肤如冰似雪，看上去如同冰雕的美人一般。那位是君家的第7序列，君雪皇，身怀冰灵体，传闻一念之间可冰封万里地狱，让天地飘雪。许多势力的人物打量着君雪皇。君家10大序列，个个不凡，其中自然不乏女中英杰，君雪皇就是这样的一位存在。没想到也会特意出关，前来参加逍遥族地的10岁宴。君丈见淡笑道：“君家10大序列，要不就是在闭关，要不就是在外面游走天下，闯个大秘境。特意来参加君逍遥10岁宴的，可没有几人。”君雪皇抿唇，淡淡道：“就是想看看那个3岁就能将你击败的神子，厉害到了何种程度。”听到这话，君丈见的脸色立马不自然起来，这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而就在这时，又有一道身影走进了大殿之中。是他。当看到这道身影时，君丈见和君雪皇两人皆是心头一凛，神色凝重。能够让两位君家序列神色凝重的存在，可想而知，也只有更强的序列了。走进大殿的乃是一位身着银色战铠的年轻男子，他面容方正，气质冷傲强绝，脸颊有交错的伤疤，看上去更添几分冷冽气质。这年轻男子双眸仿佛2汪雷湖一般，开合之间雷光迸射，周围有雷电奥义显化。竟然是这位，没想到他也来了。看到这位年轻男子，许多大势力的天骄人物都是目光凝重，哪怕是那叶星云都是眸露凝重道：他竟然也来了。君家第5序列，君万劫。君万劫，这绝对是一个传奇天骄。他出身于君家旁系，地位并不高，受尽冷眼磨难。这些君家旁系的人在成年后一般都会被派遣到各大道州去打理君家的产业，而这君万劫本来也是其中之一。直到他意外得到了一门至尊法，渡劫天功传承，君万劫更是因此觉醒了自己都不曾察觉的顶级体质雷劫战体。雷劫战体在3000体质中足可排进前300，乃至顶级体质之一，战力极强。君万劫也因此强势成为了君家第5序列。君家10大序列虽说都是人中英杰，但是彼此之间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能够在10大序列中排进前5，已经足够证明君万劫实力的强劲。不过他的到来却是让君丈剑和君雪皇眉头皆是紧蹙。原因很简单，或许是因为君万劫出生旁系，从小受尽冷眼的原因。他的性格非常冷傲霸道，同其他的序列关系都不太好。以他的性格，竟然会来参加逍遥族地的10岁宴，真是稀奇。君丈剑喃喃道：“显然也不是太待见君万劫，或许他是想来见证神子的实力，毕竟日后神子很有可能跻身10大序列之一。”君雪皇猜测道：“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君逍遥其实早就是内定的0号序列了。”君万劫到来后，直接挑选了一个席位，独自落座，周围其他人都是不敢靠近。随着君家3位序列的到来，整个大殿的气氛也是越发火热起来。而这时，一股股强悍的气息驾临而来，众多势力道统的人皆是心神一凛，目光望去。一众君家族老道来，每一位都气势鼎盛，令人望而生畏。还有君逍遥的母亲江柔也是来到：“诸位，感谢前来参加我孙儿的10岁宴，老夫在此多谢。”居中的金袍老者正是君战天，此刻拱手说道：“客气了，能够窥见神子真容，也是我们的荣幸。”在场所有人皆是笑着拱手还礼。一位道统的长老犹豫说道：“不知那位神子大人现在在何处？”此话一出，许多人耳朵也是竖了起来。宴席都已经开始了，正主却还没有现身，未免有些不妥。而且这些人来，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看一看君家神子的真面目。抱歉了各位，我孙儿一直在闭关，至今未出，不过应该也快了。就在君战天话音方落之际，君家深处天地宫忽然传来轰鸣震响之声，9天之上，惊雷涌动，霞光万丈，瑞彩千条。那是何等景象？好像是有人在突破境界，是那位神子吗？可是这突破境界的气息，未免也有些太恐怖了吧？大殿内众多势力强者感应到那股气息波动，皆是目瞪口呆，深深吸了一口气。君家神子满打满算也才10岁啊！轰！远处天地宫浩光大作，金色光芒万丈，隐约间仿佛有一头太古神像虚影出现，镇压9天10地。那是何种功法？竟然令我都有一些心悸的感觉。叶星云感受到那太古神像的威压，脸色也是微微变化。他算是比较自傲的了，身负星辰王体，天资超凡，足以镇压8方。但那太古神像竟是让叶星云都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这让叶星云皱起眉头，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在众宾客惊讶之际，远空一只巨手出现，从天穹压下，将所有异象都是隔绝，让外人无法窥探。那只手，难道是至尊？看到那随意抹去异象的巨手，在场中势力强者皆是暗暗咽了一口唾沫，心惊胆战。那出手之人，毫无疑问是一位至尊强者。难道是君家的那位18祖？一些人心头猜测。就在众多势力因为那种异象而产生种种猜测之际，天地宫的大门终于是被打开了。在一阵璀璨的光芒当中，一道白衣绝世的身影缓缓现身。此刻天地之间无数目光皆是如百川汇海一般落在那道踏出天地宫的身影之上。那是一位身姿心长的少年，周身笼罩朦胧仙辉，一袭白衣胜雪，如同不堕红尘的谪仙人。他发丝根根晶莹生光，身躯仿佛是最为上乘的仙玉，蕴含神光。其容貌被似有非有的仙辉雾霭笼罩，不过依然可以隐约看到
五官神秀天成，俊逸到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让人第一眼看到就会心生疑惑：这是人吗？还是意外者落到凡尘的仙？这一刻，天地寂静，许多女子甚至连呼吸都好似停止。饶是一些曾经见过君逍遥的君家少女，此刻也是有种窒息的感觉。闭关1年，君逍遥的气质升华更加深邃了。陌上人如玉，神子世无双。一位君家少女如同吃了傻了一般，喃喃说出这种话。而此刻，君逍遥看着那漫天的视线，心头倒是微微诧异。LT、BD、GT， 已经到我的10岁宴了吗？君逍遥没想到自己转瞬间就闭关了1年，如今他的实力也是再度升华，达到了真灵9重天巅峰，远远超过了他当初突破真灵境的目标，算是超额完成任务。可以说，放眼荒天仙域，能够在10岁达到真灵9重天的人，古往今来找不出几位。神子大人，宴席已经开始了。看到君逍遥出关，一直在宫外等待的君玲珑走上前来说道。至于拜玉儿，则已经回朱雀古国了。先去大殿吧。君逍遥微微点手，踏空而行，若仙人凌空。直到君逍遥身影远去，那些关注的视线才回过神来。君家神子的实力如何，我不知道，但论容貌气质，当属仙域第一。一位前来赴宴的大势力圣女痴痴自语道。此刻，在主殿之内，许多人也是知道了君家神子已经出关。不过片刻，一道淡然温润的嗓音便从殿门口传来：感谢诸位前来参加君某的宴席。话音落下，一道衣冠胜雪的出尘身影悠然走进殿内，所有喧哗在此刻止息。在场众人皆是因君逍遥的容颜气质而失神，所有女子美眸都是痴痴然，魂灵仿佛都被面前这俊秀如仙的少年所勾走。君逍遥如同仙人下凡，那股气质太超然出尘了。这位就是君家神子吗？百闻不如一见，真乃神人也！所有人心中感叹。而在这般层寂当中，忽然有一道娇呼声传来：哇哇哇，你就是君家神子君逍遥吗？一位钟灵毓秀的少女哇哇大叫了起来，妙目亮晶晶的，嫩红嘴角边上都是流下了晶莹的口水。你是？君逍遥挑了挑眉，看向那位钟灵毓秀的少女，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没错，虽然江洛里明眸皓齿，娇俏可人，笑起来食欲颊还会有2个梨窝，但是体态却颇为娇小，看上去不过1.5米左右。我叫江洛里，江洛里俏脸微红。江萝莉。君逍遥微微侧手，不是江萝莉，不是江洛里。江洛里脸红心跳，都有些语无伦次了。君逍遥恍然，原来是母亲江柔家族的人。想到这里，君逍遥对着江洛里微微一笑道：多谢江姑娘赏脸，前来赴宴。扑啾！看见君逍遥那被仙辉笼罩、隐约微笑的俊秀面容，江洛里浑身酥麻，有一种被丘比特之箭射中芳心的错觉。对于他这种颜狗而言，君逍遥的容貌简直戳中了他所有的兴奋点，这可是真神仙颜值。而一旁的江圣一看着这位容貌俊秀到不像人的外甥，心神微微一阵动摇。他原本想调侃江洛里的，但是现在自己确实也有些愣住了，因为江圣一在看到君逍遥的刹那间，心中涌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他的先天道胎体质竟是隐约有种触动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江圣一心惊，摸了摸自己微微烫红的白皙玉脸。逍遥，快过来，这是母亲的远房表妹，你的小姨江圣一，还有洛里，是我江家的掌上明珠，正好熟络。江柔笑着招呼君逍遥。君逍遥无语，原来那位个头矮矮的小丫头片子就是江柔和君战天一直念叨着的，要让他联姻的江家掌上明珠。小姨。君逍遥微微点头，这称呼可是把人叫姥姥，要叫姐。似乎是为了掩饰内心的异样，江圣一表面故作轻松，露出贝齿，笑颜动人，调侃道。同时他也在观察君逍遥，不知道他究竟是何体质。而江洛里从君逍遥出现开始就一直通红着小脸，原本性格娇俏活泼的他，此刻竟是有种拘谨的感觉。这一幕落在其他宾客眼中，脸上皆是露出感叹。看来这位江家的掌上明珠已经差不多心动了，看脸的颜狗就是如此肤浅。一处席位上，叶星云看着那满脸羞涩的江洛里，他的身躯都是气得微微颤抖，脸色铁青至极。怎么会这样？叶星宇眉间隐隐凝聚着阴云。说实话，他其实并不想招惹君逍遥，但是看到眼前这一幕，叶星云感觉非常扎心。江洛里可是他要定的女人。除了容貌之外，叶星云自问自己不论天赋、实力还是家世背景都不弱于君逍遥，而且之前在落月秘境，他还是和江洛里有些许交集的。但是现在君逍遥啥事没干，光凭一张脸就快让江洛里沦陷了，这还有没有天理了？长得帅了不起啊！而另一边，君仗剑感叹道：这才几年过去啊，逍遥族弟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君仗剑现在倒是有些庆幸，那时候没有的醉君逍遥，反而拿出元天至尊令与其交好，那可以说是君仗剑做出的最为明智的决定。而他身旁，君雪皇凝视着君逍遥，冰蓝美眸也是微微有一瞬失神。不过他倒不像江洛里那般是完完全全的颜狗，这位神子大人果然名不虚传，气息令人无法测度。君雪皇微微摇头道。君逍遥全身笼罩神灰雾霭，令人看不透，他们的眼角余光也是注意到了君万劫。从君逍遥现身开始，君万劫的目光就一直落在他身上，眼中隐隐有着一缕审视和冷漠。很显然，
出生于旁系，受尽白眼的君万劫，对于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嫡系天骄，心里定然极为不爽。凭什么我要努力奋斗才能得到的东西，你天生就拥有？看来君万劫是有些看不惯逍遥族的呀。君仗剑低语道：“说实话，我都有点嫉妒这位神子的地位和待遇了。”君雪皇摇头道：“不过好在君万劫现在也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多余的动作。接下来宴席正式开始，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依然落在君逍遥身上。那位大商公主美眸痴痴望着君逍遥，但还是摇了摇琴手，轻语一句道：‘本公主配不上神子大人。’一句话令周围诸多势力心惊，美名远扬的大商公主竟然都自语配不上君家神子。谁知道那位君家神子究竟有几分实力呢？说不定只是空有一副好皮囊。”这时，一道嗓音低声说道，只有少部分人听到了，目光望去，是叶家的那位星辰王体。一些人眼眸一闪，这是在暗暗表达不满吗？不过君家神子貌似没有招惹过他。少爷，不可乱语啊！叶星云身旁那位准圣老仆脸色一变，低声道：“哼！”叶星云神色更是阴沉如水。他堂堂荒古叶氏天骄，难道连一句话都说不得了？这边江柔拉着君逍遥，一直在介绍江洛里。逍遥啊，你年纪也不小了，是时候考虑一下让位娘抱孙子了。江柔笑道。君逍遥闻言微微汗然，神特么年纪不小了。君逍遥虽然看上去身材新长，像是个14、15岁的少年，但其实也才10岁而已。而且看着江洛里那个小丫头片子，君逍遥是真的没一点感觉。如果真的联姻，君逍遥会有一种犯罪的错觉。江洛里则是一直小脸微红，不敢直视君逍遥。啧，之前是谁说就算死，就算从山上跳下去，也绝对不会妥协包办婚姻的？江圣依巧笑倩兮，调笑道：“圣依姐，你可别乱说，人家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了？”江洛里鼓起香腮，小脑袋摆的像是拨浪鼓，急忙否认：“只要我不承认，就代表我没有说过。不过还真是人家见过的最帅的人呢。”江洛里心底暗暗花痴道，他现在觉得包办婚姻似乎也挺好。是真香。看着君逍遥和江洛里等人在一起，这边的叶星云简直要嫉妒疯了。啪！叶星云手中酒杯重重落在桌面上，整个大殿内都是忽然安静了下来。君家神子嘛，我乃荒古叶家叶星云，不知可否有幸请教神子2招。叶星云的话令整个气氛热闹的大殿都是瞬间沉寂了下来。许多大势力的人一脸错愕地看着叶星云，如同看着傻子一般。是荒古叶家的那位星辰王体，他这是要闹哪样？是啊，这可是君家神子的10岁宴，竟然敢说出这种话。我倒是听说那叶星云似乎对江家的掌上明珠颇为青睐，四周有许多宾客在压低声音议论，他们倒也不敢乱语什么，毕竟叶家也是赫赫有名的荒古世家，底蕴强悍，传承无数年，这种矛盾他们还是不要掺和为好。而叶星云身旁的老仆在听到叶星云说出此话后，脸色也是骤然巨变。少爷不可胡闹，够了，福伯，我又不是要闹事，不过是看到了君家神子有些见猎欣喜而已。叶星云直接打断了老仆的劝告，他已经无法忍受自己心中中意的人儿对君逍遥露出那样花痴的模样。怎么样，君家神子，不知叶某可有这个荣幸？叶星云压制着心底的妒意和怒火，以尽量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也不傻，在君家宴会上若真的出言不逊，口无遮拦，那才是找死。不过若只是讨教切磋，叶星云相信君家不会拿他怎么样。果不其然，听到叶星云的话，君战天等人虽然微微皱了皱眉，但也没说什么。这并非是因为叶星云背靠荒古叶家，而是君战天等人也想知道君逍遥闭关1年究竟有了何等长进。你是？君逍遥表情始终淡然。叶家叶星云。叶星云直视君逍遥道：“哦，你就是那位星辰王体。”君逍遥恍然，一些荒古世家的年轻天骄，他还是有所了解的。荒古叶家最有名的禁忌天骄，应该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剑魔转世叶孤尘，手持一柄弑地剑，横扫仙域年轻一辈无敌手的绝世剑道妖孽。传闻他与同辈天骄对战，从未出过第2剑，因为没有人能接下他的第1剑。而这叶星云身具星辰王体也还算不错，但根本无法同叶孤尘比较。如果是叶孤尘在此，君逍遥或许还会提起一些兴趣。至于这叶星云吗？君逍遥实在看不上眼。不必了，君某实力平平无奇，没有切磋的必要。君逍遥摇了摇头，实在懒得对叶星云出手，随意找了一个蹩脚的借口。听到君逍遥的话，一些势力的大人物眼露异色。说实话，君逍遥的登场的确是震撼了他们，气息深邃，气质超然，如同一尊谪仙凌尘。但是现在面对叶星云的挑衅，君逍遥竟然不出手，反而说自己实力平平无奇。难道真是如此？君家神子只是一个银样蜡枪头？而听到这话的君仗剑等人则是一脸悍然。神特么平平无奇？逍遥族弟若是平平无奇，那我岂不是要拿一块豆腐拍死自己？君仗剑心里汗颜道。然而叶星云并不知道君逍遥的真正实力，之前君逍遥突破的意向最多也只能让叶星云稍微重视一下。现在看到君逍遥不愿出手，叶星云心里急了。君逍遥不出手，他还怎么在江洛里面前装逼？想了想，叶星云开口道：“神子不必自谦，如果你是因为境界不够的话，那叶某可以将境界压制在神功境巅峰，与你一战。”
在叶星云看来，10岁的君逍遥哪怕再妖孽，也最多只有神功境的修为，而叶星云自己16、17岁，已经是真灵武重天的高手。听到叶星云此话，大殿内众人都是将目光投向君逍遥。若这样君逍遥还不答应的话，那就未免惹人非议了。君逍遥暗暗叹息一声，他懒得打脸，却偏偏有人要送上脸来给他打。他看了看一旁的江洛里，大概知道了叶星云是因为什么原因。红颜祸水，你这人烦不烦啊？为什么老扯着逍遥哥哥不放？江洛里这个小丫头不乐意了，她还想好好和君逍遥聊聊天，交流交流感情呢。结果这叶星云却不识好歹，横插一手：洛里，我不过是想……叶星云脸色发青，江洛里竟然连逍遥哥哥都叫上了。江洛里不耐烦道：想什么呀？打坏了逍遥哥哥的脸，你赔吗？我特吗？叶星云哽着喉头，脸色涨红，差点忍不住爆粗口。长得帅就高人一等，可以为所欲为吗？叶星云心里更加妒忌。君逍遥也是无语，江洛里简直可以担任外贸协会的会长了。不必了，既然你非要和本神子切磋，那就出手吧。君逍遥单手附在身后，平淡道：逍遥哥哥，你……江洛里迟疑，他也有些担心君逍遥会被叶星云压制。啧，洛里这就开始担心未来夫婿了。一旁江圣一露出背齿，轻笑道：哪有？江洛里俏脸飞霞。叶星云神色沉然，迫不及待想要证明自己。他将自身修为压制在了神功境9重天。君逍遥则淡淡道：你可以先出手，而且不必压制境界。不用了。叶星云直接回绝。他可是知道，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那君逍遥也有理由为自己的失败开脱，那样就起不到装逼打脸的效果了，还怎么让江洛里刮目相看？唉，君逍遥一叹，他不再说什么，直接催动神象镇狱境。在这1年闭关当中，君逍遥又再度觉醒了1万巨象威力，也就是说，现在的君逍遥足足觉醒了4万巨象威力，那就等同于4亿斤巨力。4亿斤巨力，那是什么概念？一掌足以拍碎太古山岳，横击9天星辰。轰隆隆，君逍遥体内金灿灿的圣血在澎湃，汹涌的金色气血涌出体内，隐隐间仿佛形成了一头太古神象虚影，镇压诸天苍穹。君逍遥简简单单一手横推而出，仿佛古神之手开疆破土，波动之强绝，令虚空震颤，整座大殿都是发出剧烈轰响。全场所有前来赴宴的人，不论是年轻天骄还是老一辈人物，皆是忍不住站起身来，一脸张口结舌。那股恐怖的力量威压，令许多老一辈的人物都是有种胆战心惊之感。至于叶星云，此刻则更是如遭雷击，害得面色巨变。这怎么可能？你的实力！叶星云发出嘶吼声，感受着君逍遥的那股威势，他头皮都好似要炸开了。惊悚、震撼，不敢相信，这特么也能叫平平无奇？叶星云内心简直想要骂娘。不仅是他，周围一众宾客也是如同石化了一般。君家神子这句平平无奇用的真的很有灵性。叶星云心脏剧颤，不过他再如何，终究也是荒古叶氏的天之骄子，心理素质不算差，直接做出了反应。摘星手！叶星云毫无保留，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强绝手段。本来他还想试探一下的，现在则完全没有必要了。叶星云探手而出，汹涌的星辰法力凝聚成了一只流光溢彩的巨手，星光璀璨，仿佛烙印着群星运转的轨迹。这是只有星辰王体才能施展出的武学神通，威力强大。这只星辰巨手同君逍遥的手掌碰撞在了一起，金色的法力汹涌滔天，直接破开了星辰巨手，对着叶星云横击而去。咔哧，伴随着一连串的骨裂之声，叶星云直接是被击飞出了大殿，在地上拖出一行轨迹。全场死寂。看着那倒在大殿外不停咳血的叶星云，许多天骄都是感觉浑身汗毛倒竖，然后他们看向君逍遥的目光甚至都带着惊恐之色。怪物，一个真真正正的小怪物。叶星云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而是荒古世家叶家的天之骄子，更别说还拥有星辰王体。如这般年轻天骄，竟然被年仅10岁的君逍遥一掌拍飞，这不是怪物是什么？别说这些人，就连江洛里、江圣一等人也是呆呆的张着红唇，有些无法置信。但随后江洛里晶莹妙目便是闪过连连异彩。他的择偶标准，第一自然是要长得帅，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在长得帅的前提下，实力还很高，那就更加圆满了。君逍遥则是完美符合江洛里心中真命天子的形象。至于江圣一，清澈的眸子里也是闪过异样之色，那金色气血果然是荒古圣体不假。江圣一心底暗道，不仅是他，在场许多大人物也是眼芒一闪，看出来了，原来真的是荒古圣体，怪不得10年前能够引动万圣朝拜一响，毕竟是人族圣体啊。不过不是传闻荒古圣体已成鸡肋废踢了吗？为何君家神子依然如此厉害？莫非是君家耗费海量资源，帮助君家神子打破了几道枷锁？很有可能，但即便如此，荒古圣体的路也走不长啊。君逍遥这一出手，几乎全场都确定了，他的体质乃是万古无一的荒古圣体。若在荒古年间，荒古圣体足可称王，比肩大帝，搏击古皇。但在禁古时代，荒古圣体的地位就显得很尴尬了。虽然在3000体制中，荒古圣体依然是名列前10的存在，不过现在荒古圣体的震慑力已经远没有荒古年间那么强了。你竟然是荒古圣体！大殿外，叶星云挣扎起身，感觉胸口一阵剧痛。不过他好歹也是星辰王体，体质比一般天骄强太多了。
我说过没有切磋的必要，因为结果根本没有悬念。君逍遥微微摇头道：“还没结束，之前是我没有准备好。”叶星云紧咬牙关，他自然不甘心就此狼狈罢手。少爷，叶星云的老仆福伯欲言又止。乱心指！叶星云直接抱起出手，一指点出。刹那间，星辰之力汇聚，化为一根古老的手指，仿佛可以碾碎天外星辰。无趣！君逍遥再度探手一拍，金色气血暴涌而出，化为金色法力巨掌，直接拍断了那根手指。而后，君逍遥探手一抓，法力澎湃，凝聚成一杆紫黑色长矛，燃烧着地狱明炎，正是神象镇狱境中的绝学明神之矛。君逍遥将明神之矛投掷而出，虚空发出尖啸，震荡出波纹，明炎滔滔，尖锐的明神之矛直接洞穿向叶星云。感受着明神之矛的威力，叶星云脸色亦是再度巨变。天星盾！叶星云祭出一件王侯兵器，乃是一面星光璀璨的盾牌。然而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加持了4亿斤巨力的明神之矛落在天星盾上，直接是将其洞穿，令其四分五裂。叶星云脸上涌现惊惧之色，君逍遥的手段令他都是感觉毛骨悚然，脊背发寒。吞星黑洞掌！叶星云祭出自己的绝学底牌，丹田内特殊的星辰灵海被催动到了极致，他一掌轰出，仿佛显化出一个黑洞，明神之矛直接是被吞入了黑洞当中。不过叶星云一时受到了反噬，连退几十步，口中鲜血狂吐，出掌的手臂都是在剧烈颤抖。结束了！君逍遥再度施展兵法诀，无尽金芒暴涌，化为万道神兵，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密密麻麻，若洪流一般咆哮，割裂虚空。这股威力令许多势力的年轻天骄色变，心头胆寒。星辰真身！叶星云见状，仰天嘶吼，彻底不压制自己的境界了。真灵境五重的修为爆发而出，他知道若是自己继续压制境界，怕是真的会被君逍遥镇压。然而君逍遥脸色并没有半点波动，他同样是彻底展露了自身修为。轰！真灵境9重的修为狂涌而出，金色法力如同燃烧的火焰一般升腾而起。这是真灵境9重天？怎么可能？君家神子才10岁啊！当君逍遥的修为彻底爆发时，整个大殿内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如同见了鬼一般。叶星云本人更是面色凝固，心头发凉。君逍遥年纪比他小，境界还比他高，最重要的是还长得比他帅。就问叶星云气不气？轰！两人招式轰击间，结果没有丝毫意外，荒古圣体可以稳稳压住叶星云的星辰王体。君逍遥的境界也比叶星云高。最终叶星云口中喷血，胸骨碎裂，浑身都是流血的伤口，如同破布口袋一般被击飞，再度砸出了大殿。少爷！福伯变色，急忙查探叶星云的情况。在探查清楚后，福伯微松了口气。虽然叶星云伤得很重，却也没有伤及根本。叶星云脸色煞白，一脸不甘地看着君逍遥。逍遥哥哥真帅！江落里妙目冒着小星星，一脸小迷妹模样，盯着君逍遥流着口水，压根就没有多看叶星云一眼。叶星云见状，一口心头之血涌了上来，气冲脑门，直接是昏厥了过去。在昏厥的刹那间，叶星云意识仿佛来到了一处奇异之地，放眼看去，一座磅礴恢宏的星宫矗立在宇宙星辰之间，而在星宫之前，一道身披日月星辰的背影背对着他，仿佛踏立于诸天之上。然而还不待叶星云仔细查探，他的意识就彻底陷入了黑暗。整座大殿内气氛死寂，堂堂荒古夜市的天之骄子叶星云此刻气急攻心，吐血昏厥。若非亲眼所见，他们绝不会相信年仅10岁的君逍遥这般轻易就打败了叶星云。而且最重要的是，同叶星云的狼狈不堪相比，君逍遥一袭白衣，纤尘不染，甚至连一丝褶皱都没有。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切磋了，而是完完全全的碾压。君家神子恐怖如斯，许多人心头凛然。一位仙风道骨的白须老者也是感叹道：大事来临，君家神子将是这一世最为璀璨的星星之一，注定史书留名。开口的那位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曾于北山讲道，他竟然对君家神子有如此高的评价。听到那位白须老者，也就是道极天宗老道人的评价，众人心头更是心惊。而大商王朝的那位公主丽人亦是美眸失神，喃喃自语道：一见神子误终身，其他男儿再难入眼。大商公主的话亦是让许多男子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大商公主此言意思是在看到了君家神子后，其余男性再也无法入她的眼。究竟是何等超然优秀的存在，才能够让一国公主说出这般话语？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紧紧汇聚在君逍遥身上。君逍遥本人倒是十分平静淡然，打败一个叶星云对他而言着实不算什么。多谢神子大人手下留情，我们少爷就是太冲动了，见猎欣喜，并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叶星云的那位老仆福伯急忙开口解释，生怕君逍遥误会。他们虽然背靠荒古叶家，但也绝对不想得罪君家。哼，我自然知晓，只是简单的切磋交流而已。君逍遥很是得体的淡笑道。听到君逍遥的话，再看着那浑身是伤、吐血昏厥的叶星云，这也能叫切磋交流？都差点没打死人家。哪怕福伯也是嘴角微微抽搐，老脸挤出一个抢笑道：神子大人有大量，那老朽就先带少爷离去了。君逍遥随意点头。叶星云毕竟是荒古叶家的人，君逍遥虽然不忌惮，却也没打算对他怎么样，
不过是一个为了女人而冲动的蠢货而已。随后，福伯便是带着昏厥过去的叶星云，灰溜溜地离开了君家。哼，让诸位扫兴了，君某在此陪酒一杯。君逍遥目光环视一圈，旋即举起手中酒杯，一饮而尽。哪里，神子客气了。就是，如此精彩的战斗，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全场所有势力的人，不论是年轻一辈还是老一辈的人物，皆是起身敬酒回礼，没有一个人敢坐在那里。君仗剑和君雪皇也是起身敬酒，唯独有一道身影依然坐在那里，没有起身，更没有回礼的打算。正是君万劫。此刻，君万劫面色冷淡，漆黑的眸子深处仿佛有雷劫在交织，他眼底浮现出一缕凝重之色。方才君逍遥和叶星云的战斗，他都看在眼中。说实话，君逍遥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在如此年纪就拥有了顶尖天骄的战力，再过几年那还得了。君逍遥同样是注意到了君万劫，那位就是第五序列君万劫吗？出生旁系，受尽冷眼，后意外得到至尊法，渡劫天宫，觉醒雷劫战体，强势崛起，成为第五序列。这剧本怎么那么熟悉？君逍遥心里自语，这不就是捡到无上功法，屌丝逆袭的套路吗？简直比萧晨那种戒指老爷爷的模板还要老。不过君逍遥也没有太过关注，只要君万劫不招惹他，他也不会主动针对。逍遥哥哥，你方才出手的样子可真是太帅了。江洛里妙目炽热地盯着君逍遥，越看越喜欢。还好吧？君逍遥饮茶道，他对这种小丫头片子可并不感兴趣，毕竟不是恋童术士，而且这江洛里也太矮了，若是真的和他联姻，到时候怕是会一步到位，更别说自己是荒古圣体，甚至神藏的能力还格外的强。江柔则在一旁微笑道，妮子心动了吗？要不要现在就定下来？江洛里闻言俏脸微红，绞着玉指，颇有些不好意思道，娘。噗，嗨。君逍遥一口茶水差点没有喷出来，不过为了形象，他还是咽了下去，干咳了2声。逍遥，你这是怎么了？魏娘就觉得洛里很好啊。江柔道，天王盖地虎，洛里1.5米啊。君逍遥微微一叹，什么？逍遥哥哥，你竟然说人家矮？江洛里俏目圆瞪，扬起雪白脖颈，仰视着君逍遥。他年仅12岁，比君逍遥大2岁，不过身高却只在君逍遥胸口处，简直就是最萌身高差，难道不是吗？君逍遥挑了挑眉。江洛里磨着晶莹的小虎牙，鼓起香腮，他黑漆漆的大眼珠转动了一下，露出些许狡黠，然后直接张开樱桃小口，咬向君逍遥的手臂。他要在君逍遥的身上留下一个印记，一个专属于他江洛里的印记。这样的话，君逍遥就不会忽略和忘记他了。然后一口咬下之后，啊，好疼！江洛里痛呼一声，他的一颗小虎牙被崩开了，捂着嘴，疼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知道我是荒古圣体还咬我，你是属狗的吗？君逍遥无语，他乃荒古圣体，肉身堪比神兵，现阶段就可以徒手硬抗，乃至击碎王侯兵器。江洛里想在他身上留下牙印，怎么可能？君逍遥随手间便擒住了江洛里腰肢，然后一巴掌扇在了江洛里的娇臀上。要对付这种调皮的小丫头片子，就要把她打服。啪！一声脆响，江洛里愣住了，无法置信地瞪大了水润俏目。江圣一表情也是凝住，江柔则是一脸不愧是我儿子的自豪表情。满场势力之人皆是尴尬地回避了眼神。还好叶星云已经昏厥被带走，不然的话，看到自家女神被君逍遥打屁股，岂不是又要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君逍遥回过神来，也觉得自己当众这样做有些不妥，松开了江洛里的腰肢。江洛里小脸红得如要滴血一般，简直无地自容。被当众打屁股了，江洛里直接是扑到了江圣一怀中，把头埋了进去，像是一只小鸵鸟。她可是江家掌上明珠，黄花大闺女，被这般对待，自是会感觉羞耻。江圣一摸着江洛里的小脑袋，也是忍不住妩媚的白了君逍遥一眼。自家这个外甥虽然看上去仙灵俊秀，如同谪仙人一般，但好像也有点小坏呢。被江圣一白了一眼，倒是让君逍遥注意到了这位名义上的小姨。那种波动果然是先天道胎吗？君逍遥眸光暗敛，心底自语。之前江柔就已经跟君逍遥说过了，江洛里是江家的掌上明珠，身怀稀有的元灵道体，在3000体质中足以排进前100名。而江圣一则是江家神女，身怀更加稀有的先天道胎，这种体质其实已经不弱于荒古圣体多少了。荒古圣体，先天道胎。传闻在久远前，有一尊触摸到了仙道领域的大帝，怀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体质，先天圣体道胎。君逍遥眼眸变幻，他没有再想下去。这时，君战天一步踏出，清了清嗓子道：“感谢诸位前辈赴孙儿之宴。今日在这宴会上，我君家还有一事要宣布。”说出这话时，君战天脸色变得肃穆起来，很是正式。究竟是何事？看到君战天一脸严肃的表情，所有人都是露出诧异之色。想必诸位也知晓，我君家有10大序列，个个都是盖世天骄，但在10大序列之上，还有一个位置。君战天的话令大殿内所有人神色都是一凝，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脸色猛然一变。君仗剑、君雪皇2位序列也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豁然起身，神色中带着震撼和不可思议之色。君万劫的脸色则是更加沉凝起来。我君家神子君逍遥将是君家的0号序列，地位在10大序列之上。一语落下，满场静声，所有人都是目露震撼之意。0号序列意味着什么？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因为君家上一代0号序列正是君逍遥的父亲白衣神王君无悔。君战天宣布的消息如同巨石落入汪洋，掀起滔天巨浪。可想而知，等今日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整个荒天仙域都会轰动。毕竟君家的0号序列意义非凡，若无意外，日后成长起来将会是君家最核心的人物，以及顶梁柱般的存在，甚至是第一序列，论地位都稍稍弱于0号序列。逍遥族弟竟然已经是内定的0号序列了。君仗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震撼。亏他之前还认为，在君逍遥10岁过后，很可能会加入序列争夺，结果现在人家压根就不用加入争夺，早早就内定成为了0号序列。对此，君仗剑虽然感觉震惊，却也没有嫉妒，毕竟他可是亲身体会过君逍遥的实力，的确有资格成为0号序列。没想到神子竟然已经是0号序列了。君雪皇胸脯起伏，同样吃惊不小，而那君万劫拳头死死握着，眼中仿佛有浩瀚的雷芒交织，昭示着他内心的不平静。凭什么？君万劫心里冷然道。凭什么他需要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得到的东西，君逍遥随手就能够得到？一个神子身份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连至高无上的0号序列身份都是直接赐给了君逍遥。如君万劫这种天骄，光是争夺一个序列身份，都历经了诸多艰辛考验，最后才在一众君家天骄中脱颖而出。君万劫心中不甘、不平、不忿。君战天目光扫视，看着那些震惊中带着敬畏的神色，不由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是他想要的效果。10岁宴后，君逍遥也该入世了。而在入世之前，君家要为君逍遥造势。0号序列身份无疑是打响君逍遥名声最快的方式。这是要子承父业吗？许多人看向君逍遥的目光开始变换。君逍遥的父亲君无悔是上代0号序列，现在他也成为0号序列，光是一个神子身份就让君逍遥贵不可言。现在再加上0号序列身份，双重身份叠加，恐怕没有多少人敢去招惹君逍遥。逍遥哥哥竟然还是0号序列。江洛里将小脸从江胜一怀中探了出来，眨了眨眼眸。他最崇拜的人物之一就是君逍遥的父亲白衣神王君无悔。现在君逍遥子承父业，更是显得君逍遥魅力无穷，仿佛是下一位白衣神王。不过逍遥哥哥竟然打我屁股，还说我矮，真坏。江洛里咕哝着，他对君逍遥虽然有点小赌气，不过架不住君逍遥是真的帅，不论实力、身份、背景、长相，几乎当世无双。江洛里是绝对是摆脱不了真香定律了。江柔则是眸露一丝追忆与感慨，自语道：无悔，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孩儿如今也成为了0号序列。就在所有势力都陷入震惊时，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却是响起：族老，在下有意疑问。听到这声音，君仗剑和君雪皇2位序列脸色都是一变，君战天也是投去了目光，然后暗暗皱眉。发声之人不是别人，正是第5序列君万劫。君逍遥的目光也是望去，面无表情。0号序列的身份，他是一定要的。如果君万劫不识相，君逍遥也不会退让。你有什么问题？君战天淡道。敢问君逍遥可曾参与序列争夺？君万劫沉声问道。不曾。君战天回道。敢问君逍遥可曾对家族有重大贡献？君万劫继续问道。不曾。君战天脸色一沉。君逍遥还没入世行走，怎么可能给君家创造功绩？敢问君逍遥可曾过5关斩6将，自己夺得序列之位？君万劫连续发出3问。不曾。君战天声音微冷。如果是其他势力的人如此质问，君战天早就一巴掌将其扇出去了。但奈何发声之人是君家第5序列，若对他动手，君家的颜面过不去。既然如此，君逍遥何德何能，能无理由成为0号序列？君万劫猛然站起身来，厉声质问。狂暴的雷劫闪电在他眼中闪烁不休。四下气氛死寂，饶是君战天一时半会都是说不出什么话来。而就在这般死寂当中，君逍遥一步踏出，负手而立，若白衣谪仙凌尘。你既然有这么多疑问，那君某便告诉你，0号序列身份乃是18族所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信任我。有我在，君家何愁大地不出？有我在，君家何愁大地不出？君逍遥一句话，气势磅礴，如吞万里山河。整座大殿乃至整个君家，好似都回荡着君逍遥的这一句话。当下，所有前来赴宴的各大势力人物，面色皆是齐齐凝固。轰隆隆，9天风云变色，雷鸣滚滚，好似都在附和君逍遥的这一句话。话可不是随便乱说的，一些话将要承受大因果。君家神子有无敌气魄呀！听神子此话，莫非他有信心争得大帝之位？这一世地路有意思了。许多老一辈强者都在感慨，而各大势力的力人也都是因为君逍遥的话而芳心动摇。哪个美人不希望配上英雄呢？大丈夫当如是。大商公主在感叹，芳心早已沦陷。至于江洛里，更是嘴角哈喇子都快流下来的，很没有江家掌上明珠的形象。君逍遥并没有在意旁人目光，而是眼神居高临下的俯瞰君万劫，淡淡道：这个回答你可满意？君逍遥一句反问，让君万劫喉头一梗，面颊沉然，愣是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因为方才连他都是差点被君逍遥的无敌气魄给震慑住了。而就在这时，在君家深处，一个苍老的声音淡淡传出一个字：好。一字令所有人面色骤变。是18族。君战天语气都是微微发颤。18族乃是君家老祖级人物，
轻易不现身。上一次现身还是在君逍遥出生之时。这次18祖虽然依旧没有现身，但那一个好字显然是在赞赏君逍遥有大气魄。正道成帝可不是谁都敢这般夸下海口的，哪怕是一些顶级天骄也会心里发虚，没有把握。听到18祖都发声了，君万杰还能说什么呢？哪怕他性格再冷傲霸道，再多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顶撞18祖。是万杰失礼了，尚有其他事情，告辞。君万杰目光冷冷看了君逍遥一眼，然后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即走。他继续留在此地，只会给自己心里添堵而已。君战天见状，脸色倒是稍缓。这君万杰性格虽有些乖戾蛮横，但好在不是傻子，还算是大体。如果他不甘心，最后还同君逍遥当场打起来，那才是丢了君家的脸。君逍遥看着君万杰离去的背影，想着他方才的冰冷眼神，他知道君万杰还是心有不甘，就算现在暂时罢手，日后也会找他麻烦。君万杰，希望你别像萧晨那样蠢，不然的话，哪怕你是君家人，我也不会有丝毫留手。君逍遥心里喃喃自语，任何挡在他面前的障碍，他都会扫平，不论这个障碍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家族内部。随着君万杰的离去，整个大殿的气氛恢复了原状。恭喜神子！君雪皇起身对着君逍遥举杯，他对君逍遥倒没有像君万杰那样的敌意，最多就是有点小羡慕而已。多谢。君逍遥微笑，举杯回礼。识大体的人，他向来欣赏。恭喜神子了。君仗剑也是起身恭贺，他没有再称呼君逍遥为逍遥族弟，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那种资格。神子身份加上0号序列，在君家年轻一代，应该没有人比君逍遥的身份地位更高了。即便是那一直在闭关的第1序列，或者是在外历练的第2序列、第3序列等人，地位都不及君逍遥。真不知道，如果那几位知道了逍遥族弟成为了0号序列，该会是何种态度？君仗剑心里暗想到，虽然同为君家序列，但君仗剑面对排名前几位的序列，甚至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能成为君家前几序列的人物，没一个是简单之辈，不是身怀重瞳，就有拥有某种竞技传承。君逍遥自然也知晓那些序列不简单，不过他相信，以自己的天赋实力，任何麻烦都会摆平。接下来宴席继续，君逍遥则在思索着，为什么系统还没有提示签到。而就在这时，君家山门外的天际，一道带着狂傲和冷然戏谑的声音忽然响起：“君家神子，口气果然猖狂，就不知你的实力是否配得上你的口气。”听到这个声音，大殿内所有人身形都是一颤。这声音是谁？敢在君家神子的10岁宴上说出这种话，要找死也不是这种死法呀！大殿外，许多势力的人都是看向殿外天空，但见远处天际，一头背生轻翼的蛟龙横过苍穹，上面站着一群人，或头生双脚，或背生双翼，或身上长着鳞片，一眼看去就不像人族。为首的一位少年身着金色华服，头上生长着2颗龙角，神态嚣狂而桀骜。方才之言正是从他口中传出的，那是太古皇族祖龙朝的龙子。一位大势力的老人深吸一口气道：“太古皇族那可是堪比荒古世家、无上大教、不朽神朝级别的超级势力。太古皇族的古皇足以比肩人族大帝，甚至在某些纪元，古皇独霸仙域，屹立于亿万生灵之上。祖龙朝就是太古皇族中的顶级势力，同万皇灵山、麒麟古洞等顶尖皇族并列。而现在，祖龙朝的龙子竟然来到了君家神子的10岁宴上。只要不是傻子，都应该知道祖龙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些人联想起祖龙朝和君家的恩怨，眼中不禁闪烁光泽。看来今天又要看到一场好戏了。祖龙朝，君逍遥喃喃自语，他倒是听君战天提起过这一势力。祖龙朝算是君家的敌对势力。这一世，祖龙朝出了一位身怀地龙之血的竞技初代龙傲天，曾碾压过多位君家年轻天骄。当然，君家序列也曾虐杀过祖龙朝的天骄。两方势力算是水火不容，甚至于他的父亲白衣神王君无悔，在圣人之境时便虐杀过一位祖龙朝的准至尊，那算是君无悔的成名之战。哼，真是晦气！君战天脸色沉然，他们自是不可能邀请祖龙朝前来赴宴。怎么，堂堂荒古世家君家，难道连门都不敢让人进入吗？龙昊天神态嚣狂，语气桀骜道。此话一出，君仗剑、君雪皇等序列皆是心头燃起怒火。这祖龙朝龙子倒真是嚣张。爷爷，让他们进来吧，不过是几条泥鳅而已。君逍遥负手而立，神色沉着而淡然。君逍遥并没有避讳，而是直接说了出来。此话一出，全场所有修士都是愣住了，然后心头感叹不已。不愧是君家神子，竟然敢说祖龙朝的龙子是泥鳅。龙昊天耳朵并不聋，显然也是听到了君逍遥的话。他眼睛微微眯起，闪过一缕寒光。他这次前来的目的，就是想恶心一下君家，在君家神子的10岁宴上，将君家神子踩在脚下，扬祖龙朝的威名。毕竟在之前，祖龙朝的名声一直都不算太好。君无悔以圣人之境手撕祖龙朝准至尊这件事，更是让祖龙朝成为了荒天仙域的笑柄。虽然没有势力敢当着祖龙朝之人的面谈论，但背地里都在嘲讽祖龙朝。因此，龙昊天也想以牙还牙，将君无悔的后代踩在脚下。而且龙昊天也有这个自信，他融合了一枚龙元，虽未完全炼化，却也足以站在年轻一代的巅峰。除了少数天骄至尊外，他谁也不惧。在君战天的默许之下，君家的门卫并没有阻止龙昊天等人进入。
除了龙昊天之外，还有一些太古王族的年轻天骄也是跟随而来。太古王族虽然底蕴稍弱太古皇族一些，但也是顶尖的势力。同龙昊天不同，这些太古王族生灵心里还是有些发虚的。毕竟君家身为荒古世家，名声在外，算是最有名、最鼎盛的荒古世家之一。他们此举等同于挑衅，心里不发虚才怪。不过有龙昊天挡在身前，这些太古王族生灵还是定下了心神。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他们怕什么？这边君逍遥目光淡淡扫过了龙昊天等人，忽然他发现了一道稍稍有些熟悉的身影。一袭蓝色衣裙、面容妩媚的女子跟在龙昊天身后，目光隐隐带着怨毒之意，盯着君逍遥和君玲珑。是他？君逍遥微微扬了扬眉，他见到了一个自以为再也不会见到的身影。是你，蓝清雅，这是怎么回事？另一边，君仗剑目光扫过后，脸上也是微微露出错愕之色，忍不住开口喝道：“他不是将蓝清雅驱逐出君家了吗？但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龙昊天身边？”听到君仗剑的呵斥，龙昊天嘴角陡然挑起一抹玩味之意。他当着君仗剑的面伸出手挑起了蓝清雅雪白的下巴，目露挑衅之意道：“你在说什么？她现在可是我的女奴，你说是吗？”“是的，清雅是龙子大人的女奴。”蓝清雅乖顺道。“你这个贱人！”君仗剑黑发飘扬，脸色冷厉，眼中杀意闪烁。他因为惦念往昔的情分，所以只是赶走了蓝清雅，并未刁难什么。结果蓝清雅现在却是引祖龙朝之人前来。要知道他之前的身份可是君仗剑的追随者，发生了这种事情，君家一众高层族老会如何看待他？加上龙昊天借蓝清雅之力打脸君家序列，他君仗剑的脸又往哪里放？一想到这里，君仗剑的心就是一沉。他的眼角余光已经隐隐看到了几位君家族老脸色都是有些沉然。这种年轻一辈的较量，他们老一辈的也不好插手，会堕了名声。该死，这件事若处理不好，我的序列身份都有可能保不住。君仗剑紧捏着拳头。就在君仗剑脸色变幻不定时，君逍遥却是一步踏出，语气淡淡道：“没想到啊，祖龙朝的龙子竟然还有这种爱好。”爱好？龙昊天皱眉看向君逍遥，这个俊秀地不像话的少年，就是他今日要踩在脚下的目标。没想到你竟然有捡破鞋的爱好。我君家序列不要之人，你倒是愿意接纳包容，还真是老接盘侠了。君逍遥语气轻描淡写，但听到这话，龙昊天眸子瞪起，脸色立刻就绿了，变得极度难看。这岂不就是在说他龙昊天是再捡别人不要的垃圾？蓝清雅脸色一时苍白如纸，羞怒到手指都在颤抖。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被别人称作是破鞋。君逍遥简简单单两句话，立刻就将局面翻转了过来。本来是龙昊天要羞辱君家序列，结果现在却是反倒被嘲笑。周围诸多势力之人虽不敢明面上嘲笑龙昊天，但眼神之中亦是流露出嘲讽与鄙夷。神子君仗剑心头一震，君逍遥这是在替他解围啊！一想到这里，君仗剑看向君逍遥的目光隐隐带着感激之色。君逍遥一句话就化解了他的尴尬和危机。都是自家人，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君逍遥淡笑道。君仗剑重重点头，心里却是有了决断。君逍遥值得他效忠追随。神子果然深不可测，三言两语便化解了君仗剑的困局。君雪皇心头低语，君逍遥这种临场应变的聪慧，简直不像是10岁的人该有的表现。哇，又看到了逍遥哥哥的另一面。江洛里惊叹道。君逍遥不仅容貌如仙，实力强绝，情商和智慧亦是出众，三言两语就让祖龙朝龙子羞怒无言，脸面尽失。哼，君无悔的后人只会逞口舌之力吗？那倒是有些令人失望了。龙昊天脸色阴沉如水。没错，不就是荒古圣体吗？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在龙子大人面前也不过尔。蓝清雅一时尖酸开口道。有龙昊天在背后撑腰，他也是敢说话了。不过一重劫而已，也敢聒噪。君逍遥眸光淡漠道。在他眼中，蓝清雅其实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区别。既然蓝清雅这么急着想要投胎，那君逍遥也只能成全他。轰隆隆，君逍遥抬起手，无尽金色神能澎湃汹涌，化为巨掌，直接震杀向蓝清雅。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出乎了所有人预料。敢当着我的面出手，未免猖狂！龙昊天眸子登时竖起，仿佛金色龙瞳一般。他欲要出手护住蓝清雅。本神子要杀人，谁也拦不住。君逍遥声音冷漠如神奇，他另一只手抬起，万千神兵暴涌而出，正是兵法诀。神兵洪流倾泻向龙昊天，令其神色骤然一变。君逍遥的实力超乎了他的预料。轰隆隆，在四方众多势力的眼中，龙昊天身形轰然暴退，双臂巨颤，眼中浮现一缕惊骇之意。而此刻，金色法力巨掌已经是盖压在了蓝清雅头顶。不，龙子大人救我！蓝清雅面色苍白如纸，美目露出极度的惊恐，发出凄厉的尖叫声。但随着金色巨掌轰然落下，尖叫声戛然而止。砰！金色法力巨掌如同一脚苍天一般盖压而下，伴随着一声令人汗毛倒竖的咔嚓声，有鲜血从金色巨掌下爆溅开来。那血液甚至都溅到了龙昊天的身上，令他满身都是鲜血。呆然，惊愕。此刻全场所有力之人皆是噤声，他们没有想到君逍遥竟然霸道如斯，一言不合就直接出手，一掌拍死了蓝清雅。
而且还是当着龙昊天的面。许多有心人也是注意到了，君逍遥随便一招就将龙昊天震退。虽然也有龙昊天猝不及防的因素在里面，但既然被一击震退，显然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随着法力剧场的消散，原地只剩下了一团血肉模糊的肉糜，令人望之作呕。上一刻还是一位美人，下一刻就直接变成了一团肉糜，这种反差太过剧烈。许多人看向君逍遥的目光也是带上了一种敬畏。这位神子大人实在杀伐果断，哪怕是女子都照杀不误，这样才有神子风范。如果他是看见女人就手下留情之辈，倒也会让人看轻一分。一些大势力的老古董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着，君逍遥的表现倒是不负他君家神子和凌昊序列的身份。你该死啊！龙昊天眸中跃动怒火，同时眼底亦有惊骇之意。方才君逍遥只是随意一招阻止他，但龙昊天却感觉到了一股几乎无法抵挡的神力。他身为祖龙朝龙子，在肉身方面冠绝一众顶尖天骄，而君逍遥随意的一击竟然令他双臂剧颤，隐隐都要有种碎裂之感。这君逍遥哪怕是荒古圣体，肉身也不可能强到这种地步。龙昊天脸色阴沉，心底冷然道。这时几位跟随龙昊天而来的太古王族天骄却是踏出来怒喝道：君家神子，你果真卑鄙，竟然敢突然出手袭击！就是，如果不是你突然出手，龙子大人怎么可能会被震退？很显然，这些太古王族天骄是在挽回龙昊天的面子。放肆！我君家神子岂是你们这群蝼蚁能随意非议的？君仗剑眸发飘扬，背后长剑腾空而起，握在手中，一股恐怖的剑意扩散开来。如今的君逍遥对君仗剑而言就是恩人一般的存在，君逍遥替他解围，君仗剑自然也要投桃报李。君雪皇同样莲步轻移而出，冰蓝色的瞳孔中仿佛有寒气在弥漫。在我君家还没有你们放肆的资格！一时间，太古王族年轻天骄同君家序列对峙，战意腾腾，杀气弥漫。这边君逍遥负手而立，面色冷漠，而君仗剑与君雪皇则是战意凛然。那一边，龙昊天气血勃然，眼中弥漫阴沉。周围一群太古王族生灵也是斗志高昂，就让我牛顶天来会一会，这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君家神子究竟有几分本事？一位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的年轻男子踏步而出，他头上生有2根黑色牛角，每踏出一步，大地都好似在颤动。那位是太古王族牛魔山的年轻强者牛顶天，传闻他曾以一敌10，横挡10位人族天之骄子。许多势力的年轻天骄低语道：这可是一位颇有名声的太古王族天骄，就凭你没资格同神子交手。君仗剑身形闪掠，一剑横空而出。哼，君家神子又如何？凌昊序列又如何？今日宴席将是你们君家的耻辱。一位背生双翼的丽人出手，她乃是太古王族与人族的天之骄女，我君家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衅的？君雪皇语气淡漠，他抬起玉手，周围无尽寒气凝聚，化为一根根冰雪长矛。此外，还有一些颇有声名的太古王族生灵也是同时出手。一时间，法力澎湃，神芒掠空，虚空炸响，四方震动。君仗剑与君雪皇2位君家序列横挡一众太古王族天骄。旭日九剑，君仗剑身怀剑心通明，任何剑技都能修炼到登峰造极之境。他9剑破空，宛如9道神芒斩落而下。一位太古王族生灵当场4分5裂，直接暴毙。君雪皇周身寒气流动，一根根冰雪长矛洞穿而去。一位王族生灵惨叫一声，全身都被洞穿。君家序列好强！许多势力的宾客皆是忍不住惊呼。这场宴会最为瞩目之人自然是君逍遥，但君仗剑、君雪皇这些君家序列此刻也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这君仗剑在君家10大序列中排名第10，而那君雪皇也只排名第7，不算靠前，但即便如此，实力亦是令人心惊。啧，我听说君家排名前5的序列中有正统者，有得到禁忌传承的天骄至尊，实力强到逆天。哎，寻常势力若有一位这样的天骄都足以骄傲，而君家却整整拥有10位，更别说还有君家神子这个异类存在。凌昊序列可是许久没有出现了，这就是荒古世家的底蕴啊，羡慕不来。一些一流势力的老古董在感叹，同时也很羡慕。这就是君家极尽辉煌、不朽不灭的顶级荒古世家。看着那一位位喋血的太古王族天骄，龙昊天的脸色很是阴沉。他此次前来可是要将君逍遥踩在脚下的，结果现在君逍遥安然无恙，他这边的人反倒快死光了。不灭剑体，万剑归一。君仗剑催动自身不灭剑体之威，万道剑气浮现而出，掠过虚空，最后汇聚成斩天一剑。噗嗤！牛魔山的年轻天骄牛顶天直接是被一剑分为2半，鲜血爆溅而出。冰天雪莲，君雪皇素白玉手托举，无尽寒冰法力汇聚成一朵美轮美奂的冰雪莲花，看似唯美，却仿佛蕴藏着冰封万古之力。去！君雪皇将雪莲投掷向那位羽人族的娇女。不好！羽人族娇女面色煞白，感受到那股强绝的寒气，她知道自己根本挡不下来。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如同猛龙脱缰，正是龙昊天。他眉头紧锁，金色龙瞳中含着怒火。LT BBGT， 龙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轰！龙昊天探手，磅礴的法力汹涌，隐隐凝聚成一只金色龙爪，有种撕天裂地、撼动乾坤的大威势。是祖龙朝的顶级武学神通截龙手。许多宾客惊呼起来。
这可是祖龙朝一门不外传的大神通，威力强绝。砰！金色龙爪直接抓灭了雪莲，然后依然去势不减地落向君雪皇胸口。不好，小心！君仗剑见状，低喝一声，他想救援，但已经来不及了。君雪皇一时微微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龙昊天会突然插手。身为祖龙朝的龙子，加上是全力出手，这一式劫龙手的威力强悍至极，饶是君雪皇也难以闪避。就在金色龙爪即将轰向君雪皇胸口时，一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闪掠而出，挡在了君雪皇的身前。金色龙爪不偏不倚，直接是重重轰击在了那人的胸口之上。神子！君雪皇面色骤然一变，轰！剧烈的碰撞轰鸣声响起，烟尘四起，天地震荡。所有宾客此刻噤若寒蝉，呆呆看着那被劫龙手击中的白衣身影。如果说龙昊天的突然出手令人猝不及防的话，那君逍遥极快的反应速度则更是让人意外。但是那龙昊天施展而出的可是祖龙朝的顶级神通劫龙手，这种大神通一出，哪怕有王侯兵器护身，亦是会遭到重创，更别说硬生生抗下这一击了。龙昊天就曾经用过这种大神通轰杀过2位数的顶级道统天骄。神子！君雪皇脸色以极快的速度变得苍白起来，面无血色。若君逍遥因他而受到重创或者出什么问题，君雪皇万死难辞其咎，因为他对君家的重要性远没有君逍遥那么重要。逍遥哥哥！江洛里俏脸一时变色，还有江柔、江圣一、君战天等人脸色也是齐齐变化。现在的君逍遥可谓是君家年轻一代最为重要的核心人物，若他出了什么问题，后果不可想象。难道君家神子的10岁宴会变成喋血宴？君家神子的传说还未开始就要结束了吗？四方所有前来赴宴的宾客脸色都是凝固。若真是如此，那君家名声将一落千丈，祖龙朝则会名声大振。这一刻，天地死寂，无数双眼睛都是汇聚在那道一袭白衣的绝世身影之上。咦，那种状态不对。道极天宗的老道人轻疑道，按理说被龙昊天的劫龙手击中，不说被轰碎身躯，最少也会吐血倒飞，但君逍遥却是纹丝不动，脸上一点表情也无，只有一双深邃如古井般的瞳孔，带着极端的漠然之意。这下所有人都是察觉到了不对劲，君逍遥的反应太过平常，身躯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神子是在强撑吗？一些人打量着，心头喃喃道。然而只有龙昊天本人才能最切身感受到君逍遥的状态。你的肉身！龙昊天一双龙目中充斥着震撼之意，他一手轰击在君逍遥胸口，感觉像是打在了一块太古仙金上面，不但丝毫动摇不了君逍遥，反而自己的手掌被震得发痛。要知道他可是龙族啊，龙族肉身当世无双，这基本是仙域的共识。但现在君逍遥就这么站着让他打，都伤不到他，这怎么可能？就这？君逍遥微微侧头，虽看似没有一句羞辱的话，但就是让龙昊天脸色涨红，心头怒气。你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拉不下脸面，强行压制体内伤势？这是龙昊天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哼，你想多了。君逍遥一语落下，眼中陡然迸射冷酷之芒，他探手而出，直接抓住龙昊天轰在他胸膛的手臂，体内4万颗巨象威力同时爆发，霎时4亿斤巨力暴涌而出。哧啦！君逍遥手腕一扭，狠狠一扯，伴随着一声惨叫，龙昊天的手臂生生被君逍遥扯断，鲜血飙飞，龙血溅洒。龙昊天身形暴退，捂着断臂缺口，脸色苍白，满是无法置信。不仅是龙昊天，全场宾客竟失声。这种翻转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生生抗了一记龙昊天的劫龙手，君逍遥不但没事，反而还以极为生猛的姿态扯断了龙昊天的手臂。这谁能想到？君家神子气息平稳，的确不像受伤的模样。道极天宗的老道人开口道。听到他的话，许多势力之人才恍然，旋即看向君逍遥的目光宛如看着一个怪物。毕竟放眼荒天仙域，能硬抗祖龙朝龙子一记劫龙手的天骄屈指可数。最重要的是，君逍遥并未硬抗或者负伤，而是完全没事。荒古圣体即便受到天地禁锢，亦是恐怖如斯。很多年轻天骄心头震动，神子君雪皇也是松了一口气，看着君逍遥的目光带着感激之意。你先退下吧，这只泥鳅交给我。君逍遥淡淡道。是。君雪皇恭敬颔首。这一刻，他好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君家第7序列，而更像是君逍遥的侍女一般。听到君逍遥的话，龙昊天脸色发青，他捂着断臂缺口，目露忌惮。到现在，他如果还轻视君逍遥，那就真的是傻子了。君逍遥淡淡摇头，在他肌肤下隐隐有青光涌动。君逍遥吸收炼化了消沉的龙气，体内能够凝聚出龙灵内甲，加上本身就强悍的荒古圣体，君逍遥才能无伤挡住龙昊天的劫龙手。甚至他连神象镇域境里的明神守护都懒得施展出来。哼，君逍遥，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抗下这一招，但若以为这就赢了，未免太过天真了。龙昊天冷然道。从他体内猛然涌出一股蓬勃雄浑的气血，然后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他那断臂缺口处的血肉竟是开始蠕动，然后缓缓生长出了一条新的手臂。这都行？一些年轻天骄看得张口结舌。这龙昊天难道是不死之身？不对，哪怕龙族气血旺盛，
也不可能直接做到断臂重生，至少这龙昊天还不可能做到。我明白了，传闻这龙昊天融合了一枚龙元，莫非是因为龙元的缘故？这下众人恍然，原来龙昊天借助了龙元之力。LT B GT 哦，龙元！君逍遥眸光一闪，他看着龙昊天的目光宛如猎人盯着猎物一般。找死！看到君逍遥的那种眼神，龙昊天怒火炽盛。从来都是他把人族当猎物，哪有人族将他当作猎物的？轰！龙昊天一拳轰击而出，滔天气血澎湃。众人仿佛听到了一声龙吟，一头巨龙虚影缠绕着龙昊天的拳芒，碎灭虚空，对着君逍遥轰杀而来。那种强悍波动，宛如真龙出世，搏击长空。这又是祖龙朝的一种大神通，和截龙手齐名，名叫龙拳。不愧是祖龙朝龙子，实力惊人。龙昊天一出手就镇住了不少年轻一代。虽然他们看不惯龙昊天的猖狂，但本身实力的确让人没话说。君逍遥见状，唇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探手而出，手掐法印，金色神能澎湃。在他身后，仿佛有一尊顶天立地的浩瀚身影出现。那是许多宾客见状，瞳孔齐齐一缩，那种浩瀚的大威势令他们汗毛倒竖，毛骨悚然。君逍遥探手而出，手捏印诀，在其身后，一道巍峨身影耸立天地之间，宛如镇压天地的帝皇。那是君家的武学神通人王印。一位老者失声道：君家身为荒古世家，传承无数年，底蕴惊人，各种武学神功、功法秘术，自是浩如烟海。而君逍遥这些年来，自然不可能只修炼了兵法诀这一种武学神通。人王印便是君逍遥修炼过的一种顶级武学神通。以他妖孽的资质和悟性，自然是信手拈来，很快就修炼成功了。此刻，君逍遥祭出人王印，一印出，天地设伏，其背后的人王虚影，仿佛带着镇压日月苍穹的大势。君逍遥携带人王印，宛如谪仙人出手，一印镇压苍穹，颠覆日月。而龙昊天亦是施展龙拳，拳芒惊世，照亮天宇，伴随着一头龙形虚影。轰！两人招式碰撞，如两颗大星碰撞，又如流星互相崩灭。虚空震颤，法力波动如同涟漪一般扩散四面八方。一旁君战天见状，一手伸出，周围虚空仿佛禁锢，化为了天地囚笼，将波动都隔绝开来。圣境大能者，君家族老果然没一个是弱者。一些势力的老古董心头一惊，达到圣境之上的存在被称为大能者。一般有一位圣境大能者的势力，就可以成为一流势力。而君家各脉的族老究竟有多少位，没人清楚，怕是君家自己也不清楚。这边狂猛的法力波动被限制住，在虚空翻滚不休，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汇聚而去。有咳血之声响起，一道身影踉踉跄跄的倒退而出，赫然是龙昊天。他此刻瞳孔瞪大，目露无法置信。他出拳的手臂都是皲裂，鲜血不停流下，整条手臂都在颤抖着。方才一击碰撞，君逍遥差点又把他的手臂废掉。哪怕龙昊天身怀龙元，也不可能无休止的断臂重生。你的实力，龙昊天咬牙，心彻彻底底的沉了下去。他完完全全地小看了这位年仅10岁的君家神子。君逍遥一手还保持着结印的状态，另一只手则附在身后，白衣胜雪，气质超然，仿佛不堕红尘的真仙，气息悠然，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在历经大战的样子，无比的神圣。帅的呀！江洛里这妮子看得直流哈喇子。君逍遥在他眼中简直就是神仙好吗？不仅是他，在场许多势力的娇女公主皆是美目闪烁异彩，举手投足间盖压祖龙朝龙子。试问天下间年轻一代，有几人能有这般风采？龙昊天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他这次前来，乃是为了将君逍遥踩在脚下，借此扬祖龙朝之威。结果现在装逼不成反被草。不行，不论如何，我今日都不能败。龙昊天深吸一口气，一股恐怖的力量从他体内缓缓散发而出。随着这股力量的扩散，龙昊天的修为境界竟是直接从真灵境一举突破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神桥境。到达此境界的修士将在体内搭建神桥，让丹田灵海与脑中神功贯通，实力显然比真灵境修士要强出一大截。原本还想打好基础了再突破，君逍遥，都是因为你啊！龙昊天气势暴涨，神色骇人，目光如利剑一般摄人心魄。他借助龙元的力量，正式踏入了神桥境。原本龙昊天是打算此战过后再回到祖龙朝安心突破的，但是现在却因为君逍遥的关系而提前突破了。因为不突破，根本打不赢君逍遥。这样一来，龙昊天的境界将会有些不稳定，对他修炼无益。可想而知，现在龙昊天的心里对君逍遥怀有多大的恨意。原本他只是想镇压君逍遥的，现在连杀了君逍遥的心都有了。真龙困天术，龙昊天气势磅礴，若真龙脱珈，在他体内仿佛有一颗炽热的核心显化，散发磅礴力量。是龙元，龙昊天不仅突破到了神桥境，更是催动了龙元之力。不但如此，他的那一手招式，莫非是真龙大神通所演化出的攻击法门？感受着此刻龙昊天的气势，许多大势力的年轻天骄浑身发寒。若换作是他们面对此刻的龙昊天，别说交手了，光是气势就能够将他们压得死死的。真龙困天术应该是真龙大神通演化出的攻击神通，太恐怖了。别说是年轻天骄，就连一些老一辈的人物都是感觉到了一股寒意。真龙大神通，那可是祖龙朝的无上法门。
绝对是荒天仙域最顶级的神通之一。眼下龙昊天施展出的虽不是真正的真龙大神通，却也是脱胎而出的次级神通，同样十分强大。好，一头真龙虚影缠绕着龙昊天，而后腾空而起，鳞甲森森，龙角锋锐，抬起硕大的龙爪，对着君逍遥碾压而来。龙爪所过之处，空间都如同波纹一般震荡。太强了！一些势力的天之骄子牙关都在发颤，感觉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祖龙朝龙子龙昊天，此刻简直有无敌之势。神子！君仗剑、君雪皇两人露出紧张之色。此刻龙昊天的攻势让他们都是感觉到了危险之感。逍遥哥哥，江洛里也是难免紧张起来。江圣一美眸同样露出担忧，还有江柔，甚至就连最清楚君逍遥实力的君战天都是手掌一紧，做好了完全准备。稍微有点什么意外，他都会直接出手。什么君家的脸面都没有君逍遥的命重要。君逍遥，受死！龙昊天脸色凝然，仿佛已经看到了君逍遥喋血。这倒是有点意思。君逍遥脸色淡淡，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就在他准备催动圣体意象一战时，脑海中却是忽然响起系统的机械声。叮，已经在10岁宴上，宿主是否签到？君逍遥眼中目光一闪，嘴角溢出一抹笑意，还以为系统失灵了呢。不过正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签到！君逍遥心里念道，他倒要看看这次又能签到什么好东西。叮，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至尊骨。随着系统话音落下，君逍遥的胸口猛然发光，迸发出了一股惊天动地的恐怖气息。君逍遥胸膛内有极端恐怖的能量在汇聚，仿佛是一轮炽盛的耀阳。在其中，一块晶莹剔透、交织着无数繁杂道纹的骨头孕育而出。至尊骨，在3000体质中亦是排名前30位的恐怖体质。所谓3000体质，并非只有王体、神体、圣体，诸如至尊骨、重瞳、先天道胎、七窍玲珑心等等天赋，都可算是特殊体质。而至尊骨，听名字就知道极为不凡，在3000体质中名列前30位，排名极高。可以这么说，哪怕君逍遥没有荒古圣体，光凭这一块至尊骨就足以让他踏立天骄巅峰，横扫八荒陆河。7星奖励，看来我的运气倒是不错。君逍遥淡淡一笑。君逍遥的这种异变也是引起了全场所有人的瞩目。那是怎么回事？君家神子的胸口在发光，好恐怖的气息，感觉像是在面对一位至尊，我都快要跪下了。一位年轻天骄面孔苍白，双股战战。此刻君逍遥胸口炽烈的光辉在爆发，各种符文大道烙印虚空中，那种气息就好像是面对一位无上至尊一般，令人望而生畏。许多年轻天骄都是有些承受不住那股恐怖气息，直接是当场跪了下来。那难道是至尊骨？道极天宗的老道人忍不住惊呼，老眼瞪得如铜铃一般大小。他修道多年，心性沉淀，但此刻却是忍不住失态，惊呼着：君家神子除了荒古圣体外，胸口内竟然还蕴有一块至尊骨，这简直令人悚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荒古圣体、至尊骨，随便一种天赋都足以让人踏立天骄顶峰，而现在君家神子竟然身怀2种顶级天赋体质，这谁敢信？逍遥竟然有至尊骨！别说那些外人，就连君战天、江柔这些亲人，此刻都是一脸懵逼，连他们都不知道君逍遥身怀至尊骨，更别说外人了。至尊骨，这怎么可能？郑伯沙向君逍遥的龙昊天感受到君逍遥胸口爆发出的惊天气息，龙目也是瞪得老大，他无法置信。之前蓝清雅也从未跟他说过，君逍遥还身怀一块至尊骨。要知道，至尊骨和荒古圣体不一样，荒古圣体在禁古号称鸡肋废体，已经没落，但至尊骨却依然是最为顶级的天赋体质之一。光凭一块骨就可以塑造出一位无敌的年轻至尊，至尊骨又如何？直接杀了你！龙昊天心底一狠，决意直接轰杀君逍遥。至于退路，他自然不会傻到单独来君家挑衅，背后会有人保他的。只要能够杀了君逍遥，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想到这里，龙昊天更是催动了体内龙元的威能，全力灌注到真龙困天术当中。那头栩栩如生的真龙虚影，龙爪直接撕裂空气，盖压向君逍遥。君逍遥站在原地不动，嘴角噙着一抹淡笑。他倒是改变主意了，不再动用荒古圣体的意象之威，倒是要试一试这块至尊骨的威力。君逍遥喃喃，他催动体内金色灵海，法力滔滔涌入胸口至尊骨内。霎时，神霞炽盛，光辉照耀，君逍遥胸口仿佛有一轮大日显化而出，璀璨的神芒照耀虚空，令9天动摇，崩碎天上云层。所有天骄都是感觉心头骇然，忍不住站立，快要跪倒下去，乃至一些老一辈强者都是有些心惊肉跳。此刻祭出至尊骨神通的君逍遥，宛若一位上古真仙驾临，以神芒洗礼世间。这道璀璨神芒正是这块至尊骨中所蕴藏的第一门恐怖大神通上苍劫光，仿佛上苍降下神劫，以神芒湮灭世间。这种神通太恐怖了，令许多宾客瑟瑟发抖，感觉到了灵魂层面的战力。许多天骄光是看一眼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比较之意，根本没法比。龙昊天感受到这股威能，脸色亦是骇然，夹带无穷惊骇。轰！几招相碰，真龙困天术与上苍劫光落在了一起，没有任何的悬念，那道仿佛能贯穿一切的恐怖劫光直接将真龙虚影剿灭，然而扫向龙昊天。不！龙昊天骇然，
全力催动龙元，体表蔓延出一层浅金色的鳞片，同时急忙闪避。但他又如何能够躲过光的速度？噗嗤！龙昊天只闪避了半步，就被上苍劫光扫中，小半边身子连带着一条手臂直接被切开，龙血横流，爆溅苍天。啊！龙昊天双目血红，仰天嚎叫。他何曾尝过这种痛楚？身为祖龙巢龙子，从来都只有他虐杀别人，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但现在的龙昊天，小半边身子被切开，哪怕拥有龙元，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他看向君逍遥的目光已经带着些许惊恐，君逍遥目光则始终淡漠。他催动神象阵玉镜，背后延展出恶魔之翼，双翼一震，刹那间落到龙昊天身侧，一手抓住了龙昊天剩下的一条手臂，再度狠狠一扯，血液爆溅，伴随着龙昊天的嘶吼之声。看到这一幕，全场死寂。君家神子手撕祖龙巢龙子，这可不是比喻，而是真真正正的手撕。前有白衣神王君无悔将祖龙巢准至尊抽龙筋扒龙皮，后有君家神子君逍遥手撕祖龙巢龙子，这难道是祖传的手艺吗？一些老一辈人物看得愣神，君家之人莫非都是屠龙勇士？虎父无犬子啊！君家神子不堕其父威名，许多修士都在心头感叹。而仅剩的那位与人族娇女看得面色煞白，如同丢了魂一般，双骨战战，颤抖不已。此刻君逍遥盯着龙昊天，宛如盯着砧板上的肉。察觉到了君逍遥那危险的目光，龙昊天脸色苍白，一面疯狂倒退，一面厉喝道：君逍遥，你敢！本神子有何不敢的？君逍遥一笑，探手之间，金色法力汹涌如潮，拍击向龙昊天。君家神子要下杀手！全场众人齐齐倒吸一口气，他们没想到君逍遥竟然真的要杀龙昊天。他可是祖龙巢的龙子，更是祖龙巢禁忌初代龙傲天的弟弟。若是龙昊天被杀了，将会掀起大波澜，震动荒天仙域。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君逍遥的手段。君逍遥不仅要杀了龙昊天，更要将其体内的龙元提炼出来。就在君逍遥动手之际，远处苍冥之上，一道威严而雄浑、带着冷厉语气的声音响起：君家小辈，尔敢！那道声音一语，令乾坤动荡，天地颤抖，一股恐怖的龙威盖压而下。在所有势力之人骇然的目光当中，一只金肉球结的巨大漆黑龙爪从苍天之上压下，黝黑色的鳞片寒光熠熠，一爪探下，虚空画出裂缝，波动恐怖到令人心惊胆战。那股威势最少也是准至尊。一些老一辈强者骇然失声，至尊之境已经是踏立在仙域巅峰层面了，而准至尊乃是至尊之下第一。哪怕在一些不朽道统当中，准至尊也是绝对顶尖的人物，堪称底蕴般的存在。而现在竟然有一位准至尊现身，令四野骇然。怪不得龙昊天能这般有恃无恐，原来背后有人撑腰，他自然不惧。一些人明悟了，龙昊天再怎么妄尊自大，也不可能真的单独前来君家，就好比是君家天骄，也不可能傻到独自去祖龙巢挑衅一样。龙昊天背后有人在撑腰护道。太好了，幽龙长老出手了。龙昊天脸上露出绝处逢生的笑，只要还有一条命，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今日之耻，来日未必没有洗刷的机会。什么？莫非来者乃是祖龙巢的那位幽龙至尊？听到龙昊天的话，一些年长的修士露出震战之意。幽龙至尊乃是祖龙巢一位实力极强的准至尊，本体是一条黑龙。曾经他以准至尊的修为抗衡过一位人族无上至尊，一时名声大噪，传遍仙域3000道州。只是后来隐于祖龙巢内不出，如今在现世间，威势依然撼动天地乾坤。君家小辈，做人莫要太绝，今日之事就此罢手。那位幽龙至尊语气淡漠，高高在上。明明是龙昊天仙要惹事，前来君家，妄图把君逍遥踩在脚下，借此扬名立万。结果现在幽龙至尊一句话就想带过。当然，幽龙至尊现在能做的也仅仅只是带走龙昊天而已。想要在家驻地击杀君逍遥，简直跟天方夜谭没什么区别。别说他只是准至尊，哪怕是真正的祖龙巢至尊驾临，也无法在君家的地盘击杀君逍遥。听到幽龙至尊的话，龙昊天心底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看向君逍遥的目光带着森冷怨毒之色。他生平第一次败得如此凄惨，最后甚至需要族中前辈拉下脸面来救他。可以说，龙昊天从未受过这般耻辱，他对君逍遥的恨意可想而知。看着龙昊天的眼神，君逍遥唇角挑起一抹冷笑道：怎么，你难道也要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吗？哼，我的兄长龙傲天会让你尝到惨败。龙昊天语气阴寒道，他倒也不敢再说什么亲自报仇之类的话了，毕竟荒古圣体加上至尊骨实在太强大了，根本不是他能够对付的。哼，可惜不论如何你也看不到了。君逍遥一笑，在龙昊天震愕的目光当中，一手继续镇压向他。君逍遥，你疯了吗？还敢对我出手？龙昊天色变，身形暴退。大胆！天际幽龙至尊声如惊雷，撼动9天10地。他一位准至尊都亲自开口了，君逍遥竟然视若无睹。轰隆隆，硕大的龙爪直接从天空探下，虚空之中诸多符文光华在闪烁，那是君家的防御阵法，感知到了法力波动，自行显化运转，其中的每一道光芒都足以令圣人陨落。但是现在却无法阻止那只从天而降的龙爪。龙爪所过之处，诸多符文阵法爆炸开来。幽龙至尊出手了，并非是要对付君逍遥，
而是想带走龙昊天。砰砰砰，漆黑龙爪撕裂虚空，一道道阵法符文直接炸开。准至尊之威，强悍如斯。这君家难道没有一点反应吗？感受着这股可怖威势，许多人都是急忙散开，同时目光看向君战天等族老。祖龙朝准至尊都出手了，他们怎么还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一些有心人则是注意到了君战天等族老嘴角都是带着一抹冷然讥讽的笑。强悍的准至尊之威盖压而下，集中落向君逍遥。换作一般的年轻天骄，怕是早就被这股威压压制，无法动弹。但君逍遥却是视若无睹，继续出手。他朝着虚空一抓，明神之矛凝聚而成，直接投向逃跑的龙昊天，将其胸膛洞穿，然后施展恶魔之翼的急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手拍向龙昊天。咔哧，一连串的骨裂之声响起，令人牙酸。龙昊天鲜血狂吐，浑身骨骼都被拍散，整个人坠落在地，奄奄一息。最后君逍遥直接是从半空一脚踏下，加持4万巨象威力的一脚，直接踩爆了龙昊天的胸膛。噗嗤，一大口鲜血夹杂着破碎的脏器从龙昊天口中吐出，哪怕他是龙族肉身，也承受不了这种距离。龙昊天眼珠暴突，一脸惊怒、震愕、不甘，还带着隐隐悔意。兄长，不会放过你的！龙昊天瞪大眼睛，话语含混不清，最后断绝了气息，死不瞑目。祖龙朝龙子陨落，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发生在短短一瞬之间而已。哪怕幽龙至尊一时没想到君逍遥出手会如此果决。该死啊！一声怒喝，震荡9天10地。幽龙至尊怒了，磅礴的威压如潮水一般倾覆而下，大地都是开始皲裂，周围受到波及的一些宾客都是直接被压趴在了地上。反观君逍遥则是负手而立，仙灵神秀的俊颜如古井无波，好似他面对的并非是一位实力冠绝天下的准至尊，而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时，一道冷哼之声从君家最深处传来。什么时候区一个准至尊也敢在我君家放肆了？话音落下，一道浩浩荡荡的璀璨剑芒从君家深处破空而来，剑芒熠熠，仿佛倒映着群仙陨落的恐怖景象，虚空直接是裂开了一道黑漆漆的裂缝，漆黑的空间乱流伴随着剑气在咆哮。一剑扫过，幽龙至尊发出一声怒喝，一条硕大的龙臂伴随着龙血从苍穹深处掉落，一剑斩去了幽龙至尊的一条龙臂。四下所有人皆是头皮都要炸了，那股剑芒的威势简直像是要破灭诸天万界一般。是君家的陆仙剑诀，5大神诀之一，出手之人是君家18祖。有人惊呼着：君家18祖，你等着！天际幽龙至尊的声音带着冷厉之意。既然来了，那便留下来吧。18祖的声音再度响起，旋即2道陆仙剑诀的剑芒再度从君家深处横空斩来。不，你难道想掀起祖龙朝和君家的不朽战吗？虚空之中，幽龙至尊的声音带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惊恐之意。若2大不朽势力真的掀起了不朽战，整个荒天仙域都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不朽战又如何？我君家屹立仙域无数年，又何曾怕过谁？18祖的语气霸道无边。噗嗤，苍穹之上，2道剑芒接连扫过，血雨瓢泼，倾盆落，天地同哭，乾坤震荡。一条硕大的黑龙尸体从远处苍穹坠落而下，如神奇陨落。君家18祖3剑灭杀祖龙朝准至尊，天地死寂，万众失声。前来参加君逍遥10岁宴的势力成百上千，而此刻这些势力的人皆是亲眼见证了祖龙朝一位准至尊的陨落。而且这陨落的还并非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准至尊，是曾经能够和人族无上至尊抗衡的存在。但就是这样一尊强大的存在，竟然被君家18祖3剑灭杀了，这是什么概念？一位准至尊都可以当做不朽道统的底蕴了，甚至独自一人就可开创出一个顶级道统。但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像是土狗一般被18祖3剑灭杀。君家18祖应该不是普通的至尊强者吧？一位年轻天骄深深咽了一口唾沫道：传闻君家最为神秘的地方乃是祖祠，谁也不知道其中埋了多少尊老古董。一些稍微了解君家事迹的老人语气深沉道：君家屹立仙域无数年，极尽辉煌，底蕴简直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光是祖祠里埋着的老祖，随便走出来一位，跺一跺脚都可让仙域抖3抖。更别说还有传闻，君家可能还有帝存在。禁古时代，最后一尊大帝便是出自君家，气天大帝，君气天，一位摒气上苍的无上存在。一些老人交头接耳，言语之中满是敬畏。君家能辉煌仙域无数纪元，不是没有原因的。天际有血雨在飘零，仿佛众生在悲歌。准至尊陨落，足以引动天地异象。逍遥，宴会之后前来见吾。君家深处传来18祖的声音。是。君逍遥凌空拱手。说实在的，18祖的手段也是令君逍遥惊叹不已。特别是陆仙剑诀，以陆仙为名，威力强大到极点，君逍遥都是看得有些眼热。这种顶级武学神通，哪怕在君家5阁都找不到。君逍遥盘算着之后面见18祖，是否该向其讨得陆仙剑诀的传承。眼下前来君家挑衅的太古皇族之人几乎全军覆没，上至幽龙准至尊，下至那些太古王族的天骄。哦，对了，还忘了一个。君逍遥微挑眉梢，看向那瘫倒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元族娇女。她之前差点被君雪皇灭杀，最后还是龙昊天出手，
让他侥幸活了下来。但是现在看到这般场面，这位羽人族娇女简直肝胆欲碎，甚至都被吓尿了，下身如湿。他之前还认为君家神子一定不是龙昊天的对手，结果现在君逍遥手撕龙昊天的一幕，如同梦魇一般在他的心头回放。你也跟他们一起上路吧。君逍遥眸光淡漠，不，请君家神子饶命，羽珠愿意为奴为婢，终身侍奉神子大人。羽人族娇女不停地在磕头哭诉。不得不说，一些太古王族或者妖族女子的确有着人族女子没有的魅力，比如这羽珠，背身雪白羽翼，肌肤晶莹，容貌娇美，哪怕拿去拍卖会上拍卖，都能卖出天价。君逍遥语气冷漠道：当我的女奴，你配吗？哪怕那朱雀古国皇女拜玉儿，也不过是他的女奴而已。区一个羽人族娇女，又有什么资格当他的奴隶？君逍遥一掌拍下，不要！羽珠尖叫，完全没想到自己在君逍遥眼中连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噗嗤！最后一位太古王族娇女也是陨落。看着那出手丝毫不留情的君逍遥，一些宾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君家都是一群狠人啊！然而更狠的还在后头。但见君战天等几位族老直接是把那幽龙准至尊的尸体扛了过来，当场一道火炼化，开始烤黑龙肉。四野愕然，所有人都是一脸错愕之色，有些傻眼。祖龙朝准至尊的尸体拿来烤肉，虽说对于人族而言，只要不是人形的东西就都能吃，但这可是祖龙朝准至尊的血肉，谁敢吃？哪怕摆在这些势力的人面前，他们都不敢动筷子，到时候被祖龙朝记恨，分分钟把他们这些势力推平。毕竟他们不是君家、江家、叶家这些荒古世家，承受不起祖龙朝的怒火。各位请随意。君逍遥淡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哇哇哇，可以吃龙肉了！江洛里这个小丫头兴奋的哇哇叫。她虽然是江家的掌上明珠，却也不可能随便吃到龙肉，更别说是准至尊级别的龙肉了。而且她背靠江家，也不怕祖龙朝报复。君逍遥也会吃，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件事需要处理。他走到龙昊天尸体前，抬起手，浩瀚的金色法力汹涌而出，开始将龙昊天尸体内的龙元提炼出来。一般而言，当龙元彻底被炼化后，是不可能提炼出来的。但这龙昊天还没有完全将龙元消化，因此还能够提炼出来。片刻后，一团金色的龙元被提炼出来了，其中仿佛有一条迷你小龙对着君逍遥发出嘶吼咆哮之声。区一枚龙元，还能难倒本神子吗？君逍遥嘴角勾起一抹冷弧度，他抬手而起，再度催动神象镇狱镜，这次又是不同的变化。一口漆黑的熔炉从其头顶显化而出，带着一股炼化天地万物的恐怖气息。君家神子施展出来的是何等手段？我怎么感觉灵魂都好似要被吸入那口熔炉之中？一群年轻天骄战力心生忌惮。君逍遥在这一年的闭关当中，神象镇狱镜再度精进，最强攻击有明神之矛，最强防御有明神守护，最强极速有恶魔之翼。现在君逍遥施展出的则是神象镇狱镜的第4重变化，最强炼化地狱熔炉。地狱熔炉可炼万物，不论是用来对敌还是炼化天材地宝，皆是非常实用。那枚龙元几乎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就被吸纳进了地狱熔炉中，开始强行炼化。一枚龙元乃是由一位龙族强者的毕生血肉精华和符文神通凝聚成的，哪怕是龙昊天都只是勉强炼化，并未彻底融合。而现在君逍遥却是轻易便将其炼化了，没有任何勉强之感，更不可能被撑爆身体，还没有什么能量能够撑爆荒古圣体的身躯。而就在君逍遥炼化了龙元的刹那间，他的气息也是再度抑制不住地上涨。轰隆隆，苍穹开始有劫云汇聚，雷鸣滚动。难道君家神子又要再突破了吗？君逍遥年仅10岁就已经是真灵境9重天高手，足以让四方震撼。但是现在看到那气息再度上涨的君逍遥，满场之人皆是傻愣了，目瞪口呆。这是又要突破了？不妙，难道是荒古圣体之劫？君战天抬头看着乌云滚滚的天穹，眉头一拧。普通的修士若从真灵境突破到神桥境，不会有任何天劫，但荒古圣体不同，这种体质天地不容，除了天生有10道家所限之外，每当荒古圣体境界有一个大跨越时，上天都会降下劫罚。而真灵境到神桥境就是一个大跨越。看到这般景象，不仅是君战天，其余宾客也是注意到了。那莫非是荒古圣体之劫？没错，传闻荒古圣体在跨越大境界时都会遭来天劫，这下君家神子有些麻烦了。对于修士来说，最忌惮的就是渡劫，一不小心就生死道消，是非成败转头空。而对于荒古圣体这种体质，所引来的天劫甚至比寻常天劫更强，一般天骄可能根本承受不住一次轰击。逍遥，莫要担心，爷爷等人为你护道。君战天等一群族老站出来，散发圣境大能者的气息。以往也不乏有一些势力想要培养荒古圣体，而每次荒古圣体渡劫时，都会有一群强者护道，辅助其度过天劫。然而君逍遥仙灵俊秀的容颜却是平淡如水，眼眸波澜不惊。爷爷不必了，区天劫何足挂齿，让孙儿一人来吧。听到君逍遥的话，君战天等人都是愣住，四周诸多修士面色也是齐齐凝固。就在这时，雷劫终于是化为闪电洪流降落而下，那股恐怖劫威令人悚然。君逍遥踏立虚空，黑发如绸缎流淌神辉，
随风轻扬，白衣如雪，衣袂飘飘，像是一尊欲要乘风而去的谪仙人。君逍遥单手抬起，地狱熔炉再度显化而出，雷电洪流直接是轰然落入了地狱熔炉内。霎时，君逍遥身体一震，他体内无尽金色气血升腾而起，一头金色太古神像虚影猛然出现，夹带着一股镇压诸天乾坤的浩瀚威势。象鼻朝天一吸，滚滚雷霆皆是涌入君逍遥体内。10万雷劫，助我不朽圣躯！君逍遥不但不惧雷劫，反而将其当作锤炼荒古圣体的手段。轰隆隆，雷霆不停落下，却是无法伤到君逍遥，最多只能将其震退。这简直是怪物啊！诸多势力之人看得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哪一位天骄渡劫不是战战兢兢，生怕陨落？而君逍遥则是把天劫当作资粮，锤断己身。唉，看来我还是小看了逍遥。君战天等族老皆是苦笑着摇头。有时候君逍遥的天赋令他们这些圣境大能者都是有种道心崩坏的感觉，连他们都是这种感觉，那些前来赴宴的年轻天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我感觉我一辈子都追不上君家神子了。是啊，这个大争之势好像是君家神子一个人的舞台，一些大势力的顶级天骄都是这般开口，道心开始出现裂痕。最终雷劫奈何不了君逍遥。给我闪！君逍遥一掌平推，太古神像虚影仰天长啸，雷霆倒卷苍穹，漫天漆黑劫云都是被震散，天地中势恢复了光明。而君逍遥的收获亦是喜人。首先他的修为突破到了神桥境，不但如此，直接是突破到了神桥境后期。神桥境界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以及大圆满。到达大圆满后，体内神桥便搭建成功，然后便是归一境，灵肉相合，圆融归一。再之后则是寻找一些道种、仙种等等，融入己身，谓之合道。合道之后便是涅槃境，寻找火种，洗离脑内神功，使得真灵蜕变为元神。涅槃之后实力暴增，达到通天境。最后则是点燃神火，开启通往圣境的阶梯。神桥、归一、合道、涅槃、通天、神火，这便是中期的修炼境界。再往上便是圣境的阶层了。而君逍遥年仅10岁便达到了神桥境后期，已经是绝对的妖孽了。通常他这个年龄的天骄还在神功境和真灵境徘徊，之前的龙昊天也不过是借助龙元之力才堪堪踏入神桥境而已。除了境界之外，君逍遥借助雷劫之力和龙元能量，体内再度觉醒了1万巨象威力。也就是说，君逍遥现在肉身力量足足达到了5亿斤，这简直令人悚然。一位普通的天骄，肉身力量顶天了也才几10万斤而已，饶是那些顶级天骄，也不过数百万、上千万斤。君逍遥足足有5亿斤神力。此外，君逍遥发现他胸膛内的至尊骨也在吸收天劫和龙元的力量，看来上苍劫光并非是这一神通的完全形态，之后要想办法多滋养这块骨了。君逍遥暗想到，至尊骨和荒古圣体一样，都拥有无限潜力，将会一直陪伴君逍遥。但同样，这两种特殊体质也急需要各种天才地宝滋养，简直就是2个无底洞。还好我出生在荒古世家，若是生在一个小家族，连资源都捉襟见肘，更别谈修炼了。君逍遥不由再度感叹，投胎真的是一门艺术。对了，倒是忘了还有准至尊的血肉。君逍遥想到，来，逍遥哥哥，吃龙肉。江洛里钟灵毓秀，雪白额头有辉光流转，他很聪明，一直在观察君逍遥。此刻他端来了一盘烤好的龙肉，递到君逍遥面前，眨着水灵灵的眸子，一副我很乖巧的模样。多谢。君逍遥淡淡点头，他吃东西的样子简直比江洛里还要从容优雅。不得不说，准至尊级别的龙肉生命精华简直惊人，他胸膛的至尊骨也在拼命吸收着。君逍遥也很期待至尊骨蜕变的一天，光是上苍劫光威力就强悍如斯，若是再度蜕变，他的至尊骨又能厉害到何种程度呢？10岁验签到后，接下来还有元天至尊秘藏签到，看来之后要着手准备了。君逍遥心道，签到的奖励实在是丰富，大成荒古圣体、神像镇狱境、至尊骨都对他有极大帮助。君逍遥很好奇，自己在元天至尊秘境签到又能获得什么奖励呢？还有那萧晨，不知道还有没有让我收割的价值。君逍遥想到，10岁验过后，君逍遥也是终于可以入世行走仙域了。他对这浩瀚无垠的仙域也是非常期待。这个大争之势，希望不要让我太过无趣。君逍遥负手而立，仰天叹道，颇有一种无敌真寂寞的感觉。君逍遥的10岁宴就在这般跌宕起伏的震撼之中落下帷幕。各大势力的宗主、长老、年轻天骄在离开君家时，脸上的震撼与惊叹都未曾消去。在他们看来，这次在君家所见简直震撼了他们的心灵。特别是君家神子，简直宛如幼年大帝一般，拥有无敌气魄。不论是叶家的星辰王体，还是祖龙朝的龙子，在其手中皆是如同软柿子一般，随意揉捏。一些年轻天骄亦和君家神子对比，心头便是止不住叹息与绝望。荒古圣体加至尊骨，君逍遥的天赋已经不能用妖孽来形容，简直就是天生大帝之姿。有君逍遥在，这一世哪还有其余人的位置？甚至一些老一辈人物也在感叹，以君逍遥现在的修炼速度，再过几年岂不是都要超过他们这些老前辈？当然，除了君逍遥之外，君仗剑、君雪皇的表现也是不俗，随手可杀太古王族天之骄子。还有最为震撼的，自然是那位从始至终都未曾露面的君家18族。
一个埋在君家祖祠里无数年的老祖级人物。3剑灭杀祖龙朝准至尊，让一群人震撼欲绝。所有人都知晓，这次10岁宴过后平静了许久的荒天仙域，怕是要风起云涌了。就在君家宴会结束没多久，远在洪州之地，祖龙朝大本营中有一声怒吼，龙吟长啸，震动乾坤，摇落星辰。整个洪州的生灵都是仿佛感觉到了一股灭世的浩瀚天威。是祖龙朝的无上至尊，因何发怒？有洪州生灵面色苍白道：君家宴会的消息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流传出来，所以他们也并不知晓此事。祖龙朝内有诸多强大的神念在交流。暂息雷霆吧，你这样愤怒又有何用？难不成要杀上君家吗？那君家小孽畜敢杀本尊一脉的龙子，当诛！还有那群18竟然真的敢对幽龙下杀手，他难道真的丝毫不忌惮我祖龙朝？之前那道愤怒之音寒声说道：君18他可是一个疯子，想要杀他太难。此事需要告诉傲天吗？另一道祖龙朝强者传出神念：不必，龙傲天正在闭关炼化第5颗龙元，等他炼化完7颗龙元，加上地龙之血，足可横推仙域年轻一代，哪怕是那君家神子亦可随手诛杀。好，本尊等着傲天斩杀君家神子的那一天。还有君家日后也定然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另一边虚空之中，一头神禽拉着一架辇车飞过，车厢内一袭蓝衫剑眉星目的少年悠悠转醒，正是叶星云。嘶，好疼！叶星云身体一动，就感觉快要散架了一般，疼得面色发白。少爷，您醒了。一旁福伯道：我这是……叶星云先是茫然了半晌，而后终于是回忆起了宴会上的全部，一股浓浓的屈辱之意在他心底弥漫。身为荒古叶家的天之骄子，叶星云何曾吃过这等亏？更别说是在自己的女神面前丢脸了。君逍遥，叶星云牙关紧咬，拳头紧握，骨节都是泛白。少爷，那君家神子不可招惹呀！老奴得到了消息，那位神子不仅只有荒古圣体而已，还天生运有一块至尊骨，甚至连祖龙朝的龙子都是被他轻易斩杀。福伯感叹道：什么？还有这种事？叶星云呆了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君逍遥和他对战时竟然还藏拙，甚至连至尊骨都不曾祭出。叶星云越发感觉到一种羞辱，君逍遥是压根没有将他放在眼中。可恨，叶星云又是愤懑又是耻辱。忽然他脑中闪过一道模糊记忆，他仿佛看到了一座恢宏的星宫，还有一道身披日月星辰的宏伟人影背对着他。那是什么？是梦吗？还是说……叶星云心底喃喃，他可是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一些圣人转世乃至大帝转世，那些转世天骄才是真正开挂的存在，眼界修为远远超过普通天之骄子。比如他们荒古叶家的禁忌天骄叶孤尘，便传闻乃是太古剑魔独孤无败转世。那位剑魔在历史记载中曾以是地剑杀过准帝，猛的一批。莫非我也和叶孤尘一样，是某位至强者转世？而那座星宫是遗留给我的机缘宝藏。叶星云心中不由想到，这个可能性很大。随着时间推移，他所觉醒的记忆会更多，到时候未必不可以找到那一座星宫，继承那位至强者的全部机缘。君逍遥，风水轮流转，等我觉醒记忆后，便可强势崛起。还有洛里，我会让你明白，谁才是最配你的人。叶星云重新振奋了起来，他觉得他要起飞了。而在君家这边，结束了宴会的君逍遥正在被江洛里疯狂骚扰，明明应该回江家了，江洛里却是死赖着不走。叶星云梦寐以求都想得到的少女，在君逍遥这边则变成了甩都甩不掉的狗皮膏药。逍遥哥哥，你缺端茶倒水的侍女吗？有玲珑在。逍遥哥哥，你缺洗衣叠被的侍女吗？有玲珑在。逍遥哥哥，你缺暖床侍奉的侍女吗？有玲珑。你在说什么？君逍遥干咳一声，不胜其烦。最后甚至连江柔都是开始催婚了。娘亲，18组还要找孩儿，先告退了。君逍遥耐不住一群女人的骚扰喧哗，直接是抽身大吉。哼，逍遥哥哥，洛里是不会放弃的。江洛里握着粉拳道，简直就像是个追星的小迷妹。这边君逍遥也是来到了君家最深处的祖地，看到了18组，一袭灰袍的18组，白发苍苍，盘坐于虚空，周围仿佛有日月轮转，生灵寂灭，诸天崩毁，星河倒转的恐怖景象显化，气息强悍到不可思议，令人感觉仿佛是在面对上苍。难怪拥有3剑灭杀准至尊的能力。君逍遥暗暗感叹，君家老祖没一位是简单之辈，更别说像18组这么厉害的，君家貌似还有17个。看到君逍遥到来，18组老脸难得露出笑容。很好，18组道，显然是在称赞君逍遥在10岁宴上的表现。打败叶星云就不说了，但手撕祖龙朝龙子绝对是给君家长脸了。不知老祖让晚辈前来是有何事？君逍遥微微拱手，从容道。面对18组，哪怕是一些族老都会有些战战兢兢，非常拘谨，但君逍遥却是淡然自若，从容无比，这更让18组看得满意无比。荒古圣体加上至尊骨，天赋绝对是没得说了。但更加难得的是，君逍遥心性也这般沉稳从容，根本不像是一个10岁的少年。你难道不想学陆仙剑诀吗？18组淡笑道。君逍遥眸光一亮，对于陆仙剑诀，君逍遥可是念念不忘。一剑横出，倒映群仙陨落的恐怖景象，祖龙朝准至尊3剑就被秒杀。这其中虽然也有18组修为高绝的原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陆仙剑诀太过强悍。18组道，在荒天仙域
剑诀无数，但真正能位列巅峰的，乃是五大神诀。我君家的陆仙剑诀便是五大神诀之一。五大神诀，君逍遥喃。虽然他早就知道陆仙剑诀定然不是凡品，但没想到竟然是五大神诀之一，怪不得在君家五阁找不到陆仙剑诀。君逍遥恍然，哼，那是自然，这等剑诀主要是难学，即便开放给普通族人，耗费个10几年也未必能入门，反倒是浪费时间。18族解释道。君逍遥颇感认同，没有超凡天资悟性之人，修炼陆仙剑诀的确是徒劳无功，浪费时间。但可惜君逍遥偏偏就是天资悟性堪称妖孽之人。那老祖，这陆仙剑诀，君逍遥话语止住。之前不给你，是怕耽误你的修行。不过现在你即将出门行走天下，也的确需要一手底牌了。荒古圣体和至尊骨虽强，但本身武学神通亦是不必可少。18祖告诫道。接下来18祖便将陆仙剑诀传授给了君逍遥。陆仙剑诀一共分为3式，第一式仙陨，乃法力之剑，针对肉身躯壳；第二式仙灭，乃灵魂之剑，针对神功元神；而最后一式则是陆仙，乃是灵肉合一的一剑，也就是18祖3剑灭杀准至尊的招式。这3招你能在3年内入门第一式，便有可能彻底修炼成功。18祖淡笑道。是。君逍遥点头，心里却在暗想：3年嘛，我可等不了这么久啊。18祖看了看君逍遥，迟疑了片刻后再度开口道：逍遥，还有2件事情要告诉你。老祖但说无妨。君逍遥道。等你18岁成人礼时，老祖将告诉你我君家背后的事迹隐秘，还有你父亲的事情。君逍遥闻言，眸光一震。君家背后的隐秘？君逍遥也很好奇，如此强盛、极尽辉煌的君家背后究竟有何种隐秘故事？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父亲君无悔的事情。白衣神王4个字，君逍遥几乎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他的父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一去不回？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你知道这些还太早了，成人礼时老夫会将一切都告诉你。18祖道。君逍遥微微点头，并没有追问。现在的他在年轻天骄当中的确横扫四方，但还没有能力接触这些隐秘。接下来的时间里，君逍遥则一直待在18祖身旁，18祖亲自替君逍遥讲解陆仙剑诀。当年18祖修炼陆仙剑诀，1年就入门，已经是极为妖孽了。然而3个月时间过后，在君家祖地，君逍遥抬手而起，浩瀚的金色法力神能澎湃而出。他并指为剑，一道璀璨耀眼的剑芒横空出世，周围仿佛有仙神虚影显化。剑芒横扫而去，如欲斩灭天外星辰一般，虚空都在震荡，天际云层崩溃。轰隆隆，剑芒扫过后，一大片云层被切为2半，残留的剑气四面爆窜，惊动了君家许多族老和大人物。那是陆仙剑诀的气息，难道是18祖？不对，此剑芒威力虽惊人，却还达不到18祖的高度，是神子。许多君家族老和弟子都是看得目瞪口呆。这才过去3个月吧，君逍遥不但入门了，甚至直接就能施展出陆仙剑诀第一式。祖地内18祖看着君逍遥，一时竟是微微愣住了，不知该露出什么表情好。第一式竟然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这陆仙剑诀倒真是难学。君逍遥摇头一叹，倒并不是他故意做作，而是之前君逍遥修炼武学神通从来就没有超过7天的。对比之下，3个月才修炼出了陆仙剑诀第一式，的确算慢了。可18祖脸色不太自然。老祖，怎么？君逍遥道。没什么，老祖我想躺回棺材里睡一下。18祖道。跟君逍遥在一起，连18祖的道心都是开始有些不稳了，需要去平复一下心绪。多谢老祖赐招，逍遥告退。君逍遥也很识趣，不再打扰18祖。从祖地出来之后，君逍遥便径直走向了天地宫。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江洛里总算是离去了。对这种小丫头，他是真的没有兴趣。而当君逍遥踏入天地宫时，发现君战天在等他。陆仙剑诀学会了？君战天询问道。勉勉强强，第一式吧。君逍遥道。真是一个小怪物。君战天暗道，然后开口道：爷爷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深藏一块至尊骨。君逍遥脸色不变，心里却暗想，这根本就是签到得来的骨。不过得到之后，其实就跟君逍遥自己天生的骨没什么两样了。爷爷有事吗？君逍遥问道。君战天不会无缘无故前来找他。君战天道：逍遥，你虽身怀2种顶级体质，但修炼起来亦是需要付出双倍精力，特别是荒古圣体。你出生时就已觉醒第1种异象，万圣朝拜，可是荒古圣体足足拥有6大异象。君战天的话令君逍遥陷入了沉思。的确，荒古圣体的修炼甚至比至尊骨要更难一点，异象开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君逍遥天赋虽然妖孽，但终归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爷爷或许知道哪里有可能加快让你领悟第2种圣体异象。君战天道。哦，君逍遥挑眉，还有这种地方？你可听说过盘武神朝？君战天道。盘武神朝，那好像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顶尖势力。君逍遥道。他闲暇之余也曾翻阅典籍，对荒天仙域各大势力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没错，盘武神朝的开创者乃是一位大帝，名叫盘武大帝，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传闻他也身怀荒古圣体。有传言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有一座盘武陵，可能同盘武大帝有关系。就在君战天话音落下时，君逍遥脑海当中再度传来系统的机械声。叮，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
请在盘武陵签到。君逍遥表面神色不动，心里却有些意外，没想到又刷新了新的签到地。不过这盘武陵显然不像元天至尊秘藏那样，那是盘武神朝私有的密地，怎么可能让外人进入？爷爷，盘武神朝估计也不会让其他人进入他们的密地吧？君逍遥微微摇头道：这倒是，不过事情无绝对，只是告诉你有这条路，若是实在不行，为了你的前路，强闯进去也不是不行。君战天霸气道：此事之后再说吧。君逍遥无语，君家的霸道看来是天生的，不过有可能的话，君逍遥还是想自己解决这些事情。盘武大帝乃是荒古圣体，若是能够得到一些信息，倒也可以让我少走许多弯路。君逍遥喃喃，荒古圣体极为稀有，一个时代都难以出几具，而正道成帝的荒古圣体就更少见了。不是谁都像君逍遥这般有开挂的能力，一出生就打破了10重枷锁。在盘武大帝那个时代，或许修炼荒古圣体不像现在这门艰难，但也绝不可能轻易突破大成圣体。盘武陵嘛，日后若有机会，倒真要去看看。君逍遥暗自思忖。之后，君逍遥便继续在天地宫内修炼。他心中隐隐有预感，元天至尊秘藏很有可能在这几年之内就会开启，所以在这之前，君逍遥需要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时间悠悠，转眼1年过去，君逍遥11岁了，但从外貌看去，却像是个15、16岁的少年。身材星长，纤神俊秀，气质出尘，令人看一眼就有一种自惭形秽之感，害怕自己的目光玷污了君逍遥的神圣超然。在这1年内，君逍遥的修为修炼到了神桥境大圆满，看似提升不高，但其主要原因是他将精力都耗费在了修炼功法神通上面。他的陆仙剑诀修炼完了第2式，这种速度18祖看了都会啧舌，连连感叹。至尊骨在吸收了诸多神性精华之后，也是再度蜕变出了完整的大神通上苍之手，这是上苍劫光的完整版本。还有龙元已经彻底被君逍遥消化掉了，磅礴的龙族气血使得君逍遥再度觉醒了2万巨象威力。如今他已经觉醒了7万巨象威力，那就是7亿斤巨力。要知道，这还是没有算上荒古圣体的力量。君逍遥一直都是在使用神象镇狱境的力量，至于荒古圣体本身的能力，更多的是体现在肉身不朽不坏的层面上。当然，若君逍遥真动用荒古圣体的力量，那这会更加恐怖。此外，君逍遥也从玻璃的龙元中得到了劫龙手、龙拳、真龙困天术等等祖龙朝的武学神通。唯一让他有些可惜的是，这龙元内并没有真龙大神通。总是修炼倒也有些无趣，我又有些怀念萧晨了。君逍遥微微一叹，不知那萧晨养肥了没有？君逍遥仿佛看见了一片绿油油的茂盛韭菜田。昆州乃是荒天仙域3000道州之一，此州地处偏僻，而且环境贫瘠，流寇横行，妖兽掠天，生存土壤极为恶劣。此州并没有任何大势力占据，显然是一片被抛弃之地。但也是因为此州颇为凶险，环境险恶，所以反倒是成为了一处小有名气的历练之地。许多道统势力的年轻弟子都喜欢前来昆州历练。此刻，在昆州内一处颇为凶险的山脉内，青龙司天手。但闻一声厉喝，一道仿佛半龙人一般的身影震动青龙之翼，双掌化爪，横空探出。霎时间，上百道青龙光纹暴涌而出，仿佛化为了司天之手，直接是生猛的将前方一头归一境的妖兽撕成了碎片。血雨飘飞，妖兽的血肉碎块四下飞溅。这道半龙人身影体表的青色龙鳞和背后双翼收敛，所显露出来的乃是一位长相清秀俊逸的青年，正是萧晨。离他被君逍遥狼狈赶出君家，已经过了3年时间。当年的少年也是成长为了青年。萧晨的经脉虽然被君逍遥废了，但是因祸得福，修炼了青天化龙诀的他，如今实力更强，已经达到了神桥境中期，甚至施展了青龙变后，连归一境妖兽都能斩杀。不错，能够在短短数年之内将青天化龙诀修炼到第4重，你不愧是我青龙古国的国运之子。在萧晨身旁虚空浮现出一位身穿青色龙袍、头生龙角的老者虚影，正是青龙古国开国老祖青龙上人的残魂。他看着萧晨的目光中满是赞赏之色。青天化龙诀修炼极难，哪怕是他当初修炼也是耗费了许多时间，但萧晨的进步速度远超当年的他。可以说，不出意外的话，萧晨将来绝对会成为3000道州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萧晨闻言，脸上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带着一股仇恨和冷厉。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当初跟那君逍遥说3年之后再战，他却把我当做一个笑话。如今3年已过，我要让那君逍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笑话。萧晨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将君逍遥踩在脚下的模样。LT、BC、GT， 还有拜玉儿，他也要让那个贱人后悔万分。就在萧晨心中一淫时，远处却是传来了动静。萧晨，那里有动静，小心！青龙上人回到了盘龙戒指中，传音道。萧晨凝眉，小心翼翼掠去。他目光看去，赫然一凝，但见一位身着绫罗裙、白纱蒙面的女子正在被一群盗匪追杀。那群盗匪是昆州小有名气的魔狼道。嘿嘿，美人儿，你跑啊！在昆州范围内，还没有人能摆脱我魔狼道。盗匪头子冷笑道，他的修为也是达到了归一境。可恶，我无法动用修为，不然的话会被他们察觉的，到时候又要被带回去。蒙面的女子心里暗暗恼恨，她是偷跑出来的，如果动用传承功法武学，将会被她的护道人所感应。美人儿，你叫啊，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来帮你的。盗匪头子邪笑着。而就在这时，一道人影却是猛然冲出，
夹带着一声冷语：“放开那位姑娘！”萧晨施展青龙变，体表蔓延出青色龙鳞，背后延展出青龙之翼，一拳轰出，上百道青龙光纹随着他的拳芒扩散而出。那位魔狼道的盗匪头子直接是被一拳轰杀成血沫。该死，敢对我们老大动手！哪里来的蠢货，受死！接下来便是一阵厮杀。萧晨视若青龙出海，招式大开大合，看的那位白纱蒙面的女子都是略微诧异。她见过的年轻俊杰，大教传人，天之骄子，不知凡几，但如萧晨这般实力出众的青年还是很少见的。而且萧晨身上并没有那些顶级道统骄子的目中无人和傲气，这让白纱蒙面女子心中没来由的对萧晨多了一丝好感。很快，萧晨便是结束了战斗。而这时，在他脑海中响起了青龙上人的声音：“萧晨，那位女子来历怕是有些不凡，她身上有东西，甚至能遮蔽我的探知，绝对是某个不朽道统的天之骄女。你若和其打好关系，对你将来对付君家神子将会非常有帮助。”青龙上人的话令萧晨心神一动，他自问不是那种利用他人的卑鄙小人，但是为了对付君逍遥，为了洗刷3年前的耻辱，什么事他都做得出来。这位姑娘，没事吧？萧晨上前露出微笑，清秀而干净的笑容更让白纱蒙面女子心头多出一分安心。而萧晨也在打量蒙面女子，虽然女子脸上白纱覆面，但一双碱水双瞳，顾盼生辉，睫毛纤长，一看便知是位容颜绝色的美人。这更让萧晨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取得这位女子的好感。而接下来自然就是一番套路。女子隐瞒了身份，只说自己是外出历练，而萧晨也是简单的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原来是青龙古国的大皇子。蒙面女子心头喃喃，4项古国之一的青龙古国，她是知道的，算是一个一流势力。不过同她背后的势力相比，并没有可比性，因为她背后的势力可是不朽神仇。接下来，萧晨和蒙面女子两人一路在昆州相伴历练，关系也越来越熟络。虽然因为男女有别的关系，蒙面女子并未和萧晨有任何亲密的举动，但是言谈之间已经算是很好的朋友了。哪怕是青龙上人，也不得不感叹，萧晨不愧是气运之子，天命主角，就连在女人缘方面都有这样的机缘。一次深夜，萧晨在火堆旁给蒙面女子烧鸡吃，他也是知道了蒙面女子的名字武明月。喏，明月，给你。萧晨将一只烤得滋滋冒油的鸡腿递给了武明月，武明月伸出玉手接过，然后揭下了脸上的蒙面白纱。霎时，一张如梦似幻的绝丽容颜便是映入了萧晨眼廓，眸若秋水，顾盼生姿，雪肤芳颜，丽质出尘。饶是萧晨都是微微有些看呆了，他生平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看什么呢？武明月玉颜微微泛红，玉指撕扯着鸡腿肉，芳心却不住乱跳。说实话，萧晨同他以往见过的那些年轻俊杰来说，背景、相貌都不占优势，但不知为何，他就是喜欢萧晨那耿直质朴的性格。而这时，萧晨的心也是微微一跳。虽说拜玉儿那个贱人抛弃了我，但是却让我遇到了更好的，莫非这就是命中注定？萧晨心里暗想，越发坚定了攻略武明月的心思。他故意微微一叹，神情罕见的没落：“萧晨，你怎么了？”武明月注意到了，露出疑问：“没什么，只是想到了我那负心的未婚妻。”萧晨深深叹息，仿佛是一位被背叛的深情之人。原来他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武明月心里喃喃。接下来，萧晨则是添油加醋的开始讲述他的事迹。他对拜玉儿的一往情深，结果拜玉儿却背叛了他，投入了敌人的怀抱。他登门想求一个解释，结果被那个仇敌以势压人，最后甚至被废掉了全身经脉。然后便是孤身一人，咬牙独自修炼，寻求复仇时机。这简直是画本里天命主角的故事。萧晨，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过去。听到萧晨的话，武明月心中不由升起一丝对萧晨的心疼，同时对于他口中那个仗势欺人的仇敌十分厌恶。你的那位仇敌着实令人厌恶，他究竟是哪个势力的人，需要明月帮助吗？武明月说道。萧晨心头微微一喜，这不正是他要的效果吗？青龙上人说，武明月背后可能有某个不朽道统，那样的话绝对可以同君家抗衡。但萧晨并没有直说，而是满脸坚毅道：“不用了，我的仇要自己来报，怎能依靠他人？”萧晨的话更令武明月心中钦佩，也越发坚定了武明月帮助萧晨的心思。萧晨，不用多说了，不管你那位仇敌有何身份背景，明月都不惧他。他若敢以势压人，明月绝对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做后悔。武明月语气难得的流露出一抹高贵与霸道。他是何身份？不朽神朝的长公主，身份来历大到惊人。他有信心，哪怕萧晨的敌人是一个不朽道统的天之骄子，在他面前也只能俯首低头。短波浪现在荒天仙域，没有多少天骄的身份比他更高。明月，真的多谢你。萧晨露出一缕感动之色。武明月微微点头，他心中已经下定决心，若是之后有机会碰上萧晨的那位敌人，他不介意直接顺手铲除。黄州君家驻地天地宫内，正在修炼的君逍遥忽有所感，睁开双眸：“我怎么感觉有人要害我？”君逍遥喃喃，不过他转而便是一笑，想要害他的人倒是不少，祖龙朝之人萧晨、叶星云，甚至弑君万劫都有可能。不过君逍遥倒是不介意这些，反正不管怎样都没人能够威胁到他。就在这时，天地宫外响起了军帐剑的声音：“军帐剑求见神子大人。”“进来吧。”君逍遥道。瞬息之后，军帐剑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缕兴奋之意。
仗剑族兄，发生何事了？君逍遥淡笑道：“神子，元天至尊秘藏有消息了。”君仗剑的脸色带着兴奋之意。元天至尊令，他早几年前就已经得到了，一直没有用武之地，而如今总算是有元天至尊秘藏的消息传来。哦，秘藏要出事了。君逍遥眸光平淡，他倒是没有太大意外，这在他的预料之中。没错，君仗剑点头道：“有消息说南辕道州有异象显露，有至尊气息弥漫，若无意外，当是元天至尊秘藏无疑。”君逍遥微微点头道：“那好，准备一番过后就可以出发了。”君仗剑继而道：“神子，我们君家应该有4位天骄得到了元天至尊令。”4位？君逍遥疑惑。神子您、我还有君雪皇以及君仗剑语气一顿，微微迟疑。谁？君逍遥淡然问道。君万劫。君仗剑吐出一口气道：“他知道君万劫好像和君逍遥颇为不对路，原来是他，那没事了。”君逍遥随意道：“他有无敌之姿，同辈称尊，一个君万劫还没有被他放在眼中。”没过几日，南辕道州有至尊秘藏出世的消息，便是开始在3000道州流传。至尊秘藏，那可是一位无上至尊强者的宝藏，对于不朽道统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更别说那些次一级的势力了。一时间，整个荒天仙域3000道州皆是风起云涌，可想而知，这将是一次天骄盛会、诸势力博弈的舞台。昆州一处山脉之外，萧晨和武明月的身影出现。之前萧晨已经打探到了元天至尊秘藏已经在南辕道州出世，青龙上人也一直在叮嘱他，一定要夺得秘藏内的远古龙骨，所以他也是准备打算前往南辕道州。明月，你要随我一起去南辕道州吗？萧晨目光看向武明月，温柔款款，眼露柔情。在这段时间内，他和武明月之间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但关系已经是非常融洽了，这让萧晨认为他已经差不多快要把武明月攻略了。武明月脸上覆着白纱，一双秋水明眸看着萧晨，也是带着一缕柔情。不过他还是微摇琴手道：“抱歉，萧晨，元天至尊秘藏出世，将有4方势力齐聚，我若现身，很容易暴露身份，然后被抓回去。”武明月的话令萧晨脸色微微一暗，他现在也是知道了武明月的真正身份，乃是盘武神朝的长公主，身份地位大到惊人。而他之所以独自一人逃出来，是因为不想面对之后选驸马的事情，他不愿自己的终身大事掺杂利益，被他人所摆布。明月，终有一天，我要去盘武神朝娶你。萧晨不知为何脑子一热，突然开口说道。武明月闻言，玉颜倏然飞上2朵红云，如朝霞映雪，美艳不可方物。萧晨，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武明月难得露出一缕羞涩。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没有脑子，武明月虽不至于直接沦陷，却也已经对萧晨有了好感。不过他也明白，萧晨能力虽强，但门不当户不对，盘武神朝也绝不可能让自家长公主和区区一个青龙古国的皇子联姻。哼，放心，我萧晨说话算数，绝不食言。萧晨耿直一笑，带着自信，那自信而阳光的笑容，更是让武明月有种特殊的感觉。萧晨同他见过的那些年轻俊杰都不相同，坚毅而质朴。随后，萧晨虽然不舍，但还是和武明月告别了。萧晨，明月虽无法明面上和你一起同行，但却可以在暗地里帮助你。若你在元天至尊秘藏内遇到任何危险，明月都会出手帮你。武明月心头呢喃，他已经决定隐于暗处跟着萧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心里隐约有种预感，此次萧晨前往元天至尊秘藏，恐怕会危险万分。祖龙朝的大本营洪州，一片绵延万里、龙气汇聚的山脉之内，一道恢宏的声音响起：“碧池，当初那元天至尊蛮横霸道，从我祖龙朝夺去了几具价值无量的远古龙骨，这次秘藏开启，你去将那龙骨夺回来。”随着说话的声音落下，另一位身着青色甲胄的女子陡然露出身形。她面容秀美，身材修长，青色甲胄包裹着匀称的身材，模样看上去英姿飒爽，如同女中豪杰。但此女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其乌黑柔顺的发丝间探出了2根青色的龙角，昭示了她并非人族，而是太古皇族。这女子名叫龙碧池，乃是祖龙朝一位天资超凡的龙女。在祖龙朝，龙女地位与龙子等同，而这龙碧池在某种程度上面比龙昊天更加厉害，因为她这一脉的祖上曾出过一位苍龙古皇。太古皇族的古皇，那可是同人族大帝比肩的无上存在，所以这样看来，龙碧池也算是有一丝古皇血脉。虽然传承至今，龙碧池体内的古皇血脉稀薄到难以被提炼出来，但毕竟是苍龙古皇一脉的后人，天赋是毋庸多言的。是，碧池谨遵老祖之命，一定将远古龙骨带回来。龙碧池抱拳，英姿飒爽，不输男儿。对了，你一定要小心那位君家神子，这次秘藏开启，他说不定也要入世争锋。那道恢宏的声音叮咛道：“那位君家神子有那么强大吗？”龙碧池微蹙细眉，这些天他听到许多关于君家神子的事迹，耳朵都快起茧了。能轻易诛杀龙昊天的存在，你说呢？那声音说道。龙昊天融合了1枚龙元，的确不弱，但碧池已经融合了2枚龙元，而且还是彻底炼化融合。论实力，那龙昊天绝对比不过碧池。龙碧池微微挑起雪白下巴，带着一抹自信。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谁会服谁？在没有见识到君逍遥的强大之前，连君仗剑这种自家族人都会有些忽视看轻，更别说是敌对势力的龙碧池了。很多时候，在没有真正被打败之前，这些傲气的天骄心里是不会服输的。
若是一开始就畏惧，那就等于道心崩坏，根本不用修炼下去了。总而言之，小心为上。那声音告诫道：“遵命，碧池告退了。”龙碧池微微拱手，并没有把话听进去，直接是离开，准备启程。那道恢宏的声音也是微微一叹道：“唉，想我苍龙古皇这一脉，原本有一位被封印在神渊中的嫡女后人，现在却是失去了下落，完整的青天化龙诀也是随之遗失。如果能够找到那位嫡女后人，让其破封出世，那么我祖龙朝将又再出一位龙傲天般的存在。到时候竞技龙子和竞技龙女同出，那君家神子又算得了什么？”南元道州元天至尊秘藏出世之事，可谓是掀起了四方风云。近段时间以来，不时有顶级道统、一流势力的人马赶往南元道州，各色辇车、飞行古兽、楼船横渡虚空，好不热闹。不过这些势力的人也知道，最后占据元天至尊秘藏大头的，依然还是那些不朽道统。这次元天至尊秘藏会成为那些不朽道统历练后辈弟子的地方。比如有人看到祖龙巢有青鳞飞龙腾空而起，上面站着一道英姿飒爽的身影，有人认出来了，那是祖龙巢苍龙一脉赫赫有名的龙女，实力强绝。还有人看到了荒古世家姬家有金色神驹横过天穹，上面坐着一位英挺神武的青年，其右臂仿佛有璀璨的神芒在闪耀，是姬家的那位小圣人姬玄。有人在惊叹，还有一些太古王族亦是赶来。有人看到有着9颗头颅的黄金狮子踏过天穹，生猛而威武，那是太古王族中最为鼎盛的一脉9头狮子族。传闻这一族的生灵十分稀少，但实力底蕴极强，几乎摸到了太古皇族的门槛。恐怕要不了多少年，9头狮子一脉就会成功跻身太古皇族阶层。还有浑身漆黑的吞天雀一族振翅而来，一路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尽皆被吞噬。总而言之，像这种顶级势力层出不穷。其余势力的人也知道，他们纯粹就只能去捡一些边角料而已。黄州君家经过一番时间的准备，君逍遥也是准备出发了。这将是他的第一次入世，之前的10岁宴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登台亮相，不能说是彻底入世。而这次他可是真正要走出君家，顶着君家神子和灵号序列的双重光环，行走仙域。逍遥，这些东西你拿着，这守护神符是18祖祭炼的，还有这大挪移符，关键时刻可挪移空间。总而言之，那些老不死的若敢拉下脸面对你动手，我君家绝对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君战天说道。多谢爷爷。君逍遥微微点头。不过若是碰到同辈天骄，则都要依靠你自己了，毕竟这也算是一场历练。君战天道。那是自然，若同辈人中有人能胜我，那我也没必要代替君家脸面，行走仙域了。君逍遥从容笑道。他们这些在外行走的神子、圣子、圣女等人，代表的是各自势力的颜面，若是败于他人，身后势力也会脸上无光。逍遥，以你的身份地位，想要踩着你上位扬名的人绝对不会少。君战天告诫道。踩着我上位，那也要他们有那个命。君逍遥负手淡淡道。随后君逍遥等人准备出发，这次乃是君战天等族老带队。在君家山门外，9头白玉龙马拉着的辇车也是早已经备好。这种白玉龙马血脉极为稀有，拥有一丝白龙之血，腾云驾雾，神俊非凡。一位顶级天骄若是能够得到一匹白玉龙马，则足够让他在同辈人中炫耀一番。但现在却是9头白玉龙马齐齐拉着一辆辇车，显然这辆辇车是给君逍遥准备的。在辇车旁站着君仗剑和君雪皇2位序列，还有一些历练的君家年轻天才也已经在此恭敬的等待多时。君逍遥淡然走出，君玲珑也是跟在一旁。见过神子大人。包括君雪皇和君仗剑在内，所有人皆是对着君逍遥恭敬拱手，眼中带着崇拜之色。君逍遥在10岁宴上的表现已经足够令这些君家年轻人心服口服，他们也很期待这次元天至尊秘藏，君逍遥又能创造何种惊人战绩。不必多礼。对了，是否还少了一人？君逍遥微挑眉梢。君仗剑开口道。神子，是内君万劫，他早已经带着他的追随者先行一步了。是对我不满吗？君逍遥喃喃，他倒是并不在乎。不服，打服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是拳头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不行，那就再来一拳。之后君家浩浩荡荡的队伍也是出发，驶向南元道州。而同时萧晨也在赶赴南元道州，毕竟这元天至尊秘藏对他而言也是至关重要。撇开其他稀有机缘不谈，光是远古龙骨对于他修炼青天化龙诀就极为重要，更别说还有青龙上人也需要远古龙骨重塑身躯。所以这趟秘境之行，萧晨势在必得。南元道州乃荒天仙域3000道州之一，刚好位于顶级势力道极天宗的统治范围。道极天宗之前也曾参加过君逍遥的10岁宴，那位道极天宗的老道人还对君逍遥赞不绝口。此刻在南元道州南天城，这座城池乃是离元天至尊秘藏最近的一座城池，因此近段时间也变得极为热闹。各大势力、太古王族、奇异生灵乃至妖族都有现身，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而就在这时，所有人都是注意到了一群青袍身影出现在了南天城的上空。那服饰是道极天宗弟子，还有诸多长老，他们怎么都出现了？为首的那位莫非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论身份地位，比道极天宗宗主都要高。天哪，这般人物竟然都出来等待，莫非是要接见某位大人物？可又有什么大人物值得道极天宗的老道人接见呢？就在南天城内
众多修士生灵喧哗诧异之际，远空天穹，一行浩荡的人马来到，有楼船横空，有战车横渡，还有9头白玉龙马拉着的辇车，轰鸣碾压苍穹，旌旗猎猎，上书一个军字。卧槽，是荒古君家！君家来人了，怪不得道极天宗如此慎重接待，甚至连老道人都现身了。对了，那位传闻中的君家神子有没有来？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是啊，听闻那君家神子俊秀的不像人，倒像是天上的谪仙凌晨。许多女修士也是明眸璀璨，无比期待。君逍遥虽是第一次在外行走，但名头却早已传遍了整个荒天仙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知道君逍遥名头的人多，真正见过君逍遥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在这般好奇之下，君逍遥就显得更加神秘，让众人期待。没想到这次是君祖老亲自前来，倒是令我道极天宗蓬荜生辉啊！道极天宗的老道人笑着拱手道：“哈哈，老道人客气了。”君战天走出，不踏虚空，朗笑一声：“对了，那位神子。”老道人目光一扫，说实话，能够让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轻一代少之又少，君逍遥绝对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哼，没想到还能让前辈记住，倒是让君某受宠若惊。9头白玉龙马拉着的辇车上，君玲珑素手挑开珠帘，君逍遥淡然走出，一身白衣如雪，身姿修长，如清风修竹，气质绝佳。他肌肤晶莹如玉石，发丝根根生光，周身笼罩着朦胧的仙光雾霭，一张绝世神秀的俊颜，也是被似有非有的仙芒雾霭笼罩。这并非是君逍遥刻意掩藏，而是其本身体质加上至尊骨，使他通身笼罩道韵，天生仙光半身。我的天啊，那位就是君家神子吗？这是什么神仙颜值？爱了啊！我死了！当君逍遥现身的那一刻，整个南天城都是轰动了。别说是人族女修士，此刻所有的雌性生灵目光都是如磁石玉铁一般，紧紧吸附在君逍遥身上，甚至是一些男性修士都是微微看呆了。上苍，为什么要让我看到君家神子的容颜？这样一来，往后余生还有哪个男子能入我的眼？一位一流道统的天之娇女抬头仰望，美目失神，很是苦恼。而另一位圣地的圣女则是盘起了自己的长发，喃喃自语道：“此生长发为君留，若不嫁你，长发不剪，青灯古佛，自书闺中。”这般场景在南天城的各个角落上演，可以说君逍遥的出现令这些女修士差点原地高潮。饶是那些男性都是生不起半点嫉妒，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君逍遥论身份、地位、容貌、实力，每一样都让他们望尘莫及。君逍遥淡淡扫了一眼下方，那些女修士让他想起了前世那些追星的脑残粉。虽说君逍遥容貌已经有仙辉笼罩，但哪怕只是模糊的惊鸿一瞥，都帅到惊心动魄，足以令那些女修士头晕脑眩。呵呵，神子客气了，老道早已备好住所，各位请。老道人微微拱手道。随后在老道人的带路下，君逍遥等人才随之离去。整个南天城都是爆发出了无尽哗然，可想而知，君家神子的现身远比任何一个势力的骄子现身影响力都要大得多。而此刻在南天城一处宅院之内，一位身着银色战铠的年轻男子盘坐着，他面容方正而刚毅，脸颊上有交错的疤痕，更添几分冷冽刺骨的气质。在他周身电芒缠绕，无数雷电符文在虚空之中显化，散发出强绝的毁灭波动。这男子自然是君家第5序列君万劫。在他身前，一位周身笼罩黑雾的追随者正在向他禀告情况。已经来了吗？君万劫眸中有雷劫在交织，同时带着冷冽之色。他之前提前到了南天城，只有道极天宗的一些弟子接见了他，而现在君逍遥等人到来，整个道极天宗全员出动，各大弟子长老都现身，甚至于比宗主地位还高的老道人也是现身迎接。这种区别对待太过明显，虽然也有接见君战天等族老的意思在里面，但君万劫知道，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君逍遥。在道极天宗一行人眼中，他君万劫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及君逍遥的。那位周身笼罩黑雾的追随者也是愤愤不平道：那些道极天宗之人真是瞎了眼，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怎么能够跟万劫大人相比？这位追随者乃是君万劫从外面收服的天骄，名叫黑土，来自黑云族。传闻这一族祖上乃是一朵黑云成道，成就了无上至尊之境，没有谁生来高高在上，哪怕是那君逍遥，我会向君家证明，他不配0号序列的位置。君万劫语气冷漠道：他历经千辛万苦，不知受了多少伤，吃了多少苦，才换来一个第5序列的位置。君逍遥却是随手便得到0号序列的位置，换作是谁，心态都会爆炸。君万劫自问，他已经算是很克制了。哎，我家大人实在是太憋屈了。黑土心里暗想道，为君万劫抱不平。一连几天时间过去，君逍遥也算是在南天城落脚了。元天至尊秘藏虽然有异象显露，但离真正出世尚有数日时间。而在这几天时间里，君战天也是离去，开始和其他不朽道统的负责人接洽。他们想联合将整个元天至尊秘藏变成一个后辈弟子的历练场所，任何老一辈强者都不允许进入其中。君逍遥闲来无事，很是悠闲地在居所内休憩。君玲珑则是微微一笑道：公子，我听说南辕道州有一种土特产清心灵茶，玲珑这就去为公子买来。君玲珑心思聪颖，细心体贴，他知道君逍遥喜欢喝茶，特意打听到了这种土特产。还是玲珑细心，将来谁若娶了你，倒是享福了。君逍遥随意一笑道。
君玲珑俏脸微红，妩媚的白了君逍遥一眼。他心中早已决意，一辈子跟随君逍遥，做他的侍女，怎么可能还会嫁给他人？至于让君逍遥娶她，君玲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能留在君逍遥身边当个侍女就很不错了。他也不会主动提出这种过分无理的要求。当然，若君逍遥愿意，君玲珑自是会欣然接受。至于10余岁的年龄差，对于修士而言，其实可以忽略不计。不多时，君玲珑出门到达了南天城的一处市场。很快，他就发现了足有万年年份的清心灵茶。就在君玲珑准备购买时，一位周身笼罩黑雾的年轻身影出现，语气冷漠且带着玩味之意。抱歉，这清心灵茶我要了。君玲珑柳眉微蹙，美眸望去。她好歹也是君家贵女，名气虽没有君逍遥和10大序列那么大，却也算保有声名。敢针对她的人可不多见。这位浑身笼罩黑雾的年轻身影，正是君万劫的那位追随者，黑云族天骄黑土。你是黑云族之人？君玲珑蹙着眉。他身怀7窍玲珑心，博学多闻，一眼就认出来黑土是黑云族人。不过他倒是不清楚黑土是君万劫的追随者，毕竟君玲珑也不关注君万劫。这清心灵茶我要了，你有意见吗？黑土目光打量着君玲珑，带着挑衅意味。君玲珑美眸闪烁光泽，他也是看出来了，这并非是偶然，而是这黑云族天骄主动挑衅找茬。你知道我的身份吗？君玲珑淡淡道，尽显高贵冷傲。只有在君逍遥面前，她才是乖顺贴心的侍女，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是高高在上的君家贵女。我好歹也是万劫大人的追随者，怎么会不知道玲珑贵女的名头呢？黑土无所谓的撇了撇嘴，笑道：原来如此。君玲珑闻言瞬间明了，怪不得这黑云族天骄如此有恃无恐，甚至敢于挑衅他。原来背后站着第5序列君万劫。这样看来，黑土的确不用忌惮他。这茶乃是神子大人要的，你敢阻挠？君玲珑语气冷漠。抱歉，我家大人也想喝茶，还有别拿神子当挡箭牌，我家大人不弱于他。黑土冷冷道。就在这时，一道剑光猛然从远处落向黑土，同时还有冷漠的呵斥声传来：哪里来的不长眼的东西，就让我替君万劫教训教训你。感受到那抹剑光的波动，黑土脸色骤然一变，他身形猛然气化，竟是化为了一团黑雾。那道剑光洞穿了黑雾，轰然落在了后方地面上。黑土转而再度凝聚成形，脸色却是带着一抹苍白。气化成雾是他黑云族的种族天赋，不过每次施展都极为耗费法力。不远处，一道怀中抱剑的身影现身，正是第10序列君仗剑。他之前想成为君逍遥的追随者，却被君逍遥拒绝了。一位序列成为追随者，的确不太妥当。虽然遭到了君逍遥的拒绝，不过君仗剑现在早就有了追随者的觉悟，只是没这个名头而已。第10序列君仗剑，你为什么？黑土脸色苍白，眸中露出忌惮。如果只是一个君玲珑的话，他自然不惧。君玲珑虽是贵女，却还没有达到10大序列级别，而这君仗剑可是货真价实的序列。虽然地位和实力不及他家大人君万劫，但序列就是序列，不可辱。黑土也是满肚子疑惑，君仗剑怎么感觉像是君逍遥的追随者？谁给你的胆子挑衅神子身边的人？是那君万劫吗？君仗剑冷然呵斥道。黑土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面对君仗剑，他还是有些发怵的。而就在这时，远处响起了一道冷冽如冰的声音：君仗剑，你好歹也是序列之一，竟然甘愿成为君逍遥的追随者，他究竟有什么魅力，让你们都愿意归顺臣服他？当听到这声音时，君仗剑脸色也是微微一变。这是君万劫的声音。果不其然，一道包裹着雷电神芒的身影从远空驾临而来，正是君万劫。他黑发飘扬，双眸迸射3尺雷芒，通身有雷电符文显化，仿佛一尊雷神。那是君家第5序列君万劫？怎么回事？要起冲突了吗？那边好像是君家的第10序列君仗剑，还有玲珑贵女。元天至尊秘藏还未开启，君家就要内斗了吗？许多目光都被吸引而来。君万劫，你要做什么？看到君万劫那股爆裂的气息，君仗剑眉头一拧。君万劫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乖戾霸道，别说外族人，便是君家族人，他都教训过不少。堂堂君家序列，竟然变成了追随者。若你真甘愿如此，那就趁早卸下序列身份。君万劫说罢，直接是出手。他抬手之间，有雷霆神光显化。他修炼至尊法，渡劫天宫，觉醒了雷劫战体，在3000体之中排在前300位。而且这种雷劫战体攻伐强悍，杀伤力惊人，远超叶星云的星辰王体。轰隆隆，君万劫手掌推出，滚滚雷霆仿佛化为了洪流，轰然落向君仗剑和君玲珑。不好！君仗剑急忙出剑，璀璨的剑芒扩散而出。君玲珑同样出手了，不过即便是他们2人同时出手抵挡，亦是难以挡住君万劫的招式。轰鸣一声巨响，君仗剑和君玲珑2人身形都是一震，接连退步。君仗剑倒还好，毕竟是第10序列，虽然比不上君万劫，但也不会差距太大。而君玲珑则修为稍弱一筹，连退了几10步，雪白无瑕的玉脸露出些许苍白，唇角有一抹淡淡的血渍。君万劫扫了一眼，脸色淡漠道：今日算是告诫，告诉那君逍遥，以后行事低调一些。说罢，君万劫转身离去。不论怎样，君仗剑和君玲珑都是君家人，稍微教训一下，压一压君逍遥的气焰就可以了。君万劫也没想着真的重创他们，大人的实力
果真冠绝天下。看到君万杰抬手之间击退军仗剑和君玲珑，黑土眼中露出浓浓的崇拜之色。他转而看向君玲珑，嘴角挑起完味道，告诉你家主人，我家大人才是君家年轻一代的顶梁柱和希望。说完后，黑土也是跟着君万杰离去了。君玲珑这时又是再度吐出一小口鲜血。你受伤不轻，君仗剑说道，语气暗含无奈。比起君万杰，他的确差了一筹。没事，我还要给公子买茶。君玲珑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事情，给君逍遥买了清心灵茶。君仗剑看的都是微微有些感叹。都这个时候了，他心里想的还是君逍遥的事情。不过君仗剑也知道，君逍遥可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主，得罪了他身边的人，那君万杰接下来怕是没好果子吃了。没过多久，君玲珑和君仗剑便是回到了君逍遥所在的地方。公子，清心灵茶已经买回来了。君玲珑微微泛白的玉脸上露出一缕笑意。好的。君逍遥刚一点头，便是注意到了君玲珑和君仗剑的异常。他微微皱眉，起身走到君玲珑身前。公子。君玲珑表情顿住，有些局促。只见君逍遥抬起手，轻轻抹去了君玲珑唇角边一缕淡淡的血渍。如此亲密的举动让君玲珑蓦地红透了脸。怎么回事？君逍遥语气淡淡问道。他对君玲珑倒不是说有多么喜欢，至少君玲珑是他身边的人，对君玲珑出手就是对他的挑衅。抱歉，婶子，我没能挡住那君万杰。君仗剑与韩倩就道。说清楚。君逍遥道。接下来君仗剑便是将之前发生的事情都是告诉了君逍遥。都受伤了还想着给我买茶，傻吗？君逍遥微微摇头道。公子要喝，玲珑自是要买来。听到君逍遥那仿佛含着一丝宠溺的话语，君玲珑心里像是吃了蜜一样甜。走吧。君逍遥一甩衣袖，负手说道。去哪儿？君仗剑下意识问道。当然是去找那君万杰了。君逍遥一笑道，只是那笑意带着些许冷意。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什么都是君家人，大局为重，不存在的。报仇不隔夜。君万杰既然主动招惹他，那君逍遥也不必给他留面子。另一边，在君万杰所在之地，黑土面露一缕不甘之色道：大人，你的实力既然如此之强，为何不去直接将那君逍遥镇压？方才看到君万杰霸气出手，黑土心里崇拜到了极点，同时也认为君万杰绝对能够战胜君逍遥。君万杰则微微摇头道：首先，那君逍遥乃是荒古圣体加至尊骨，实力并不弱，若不是我占据了年龄和境界的优势，或许还真对付不了他。其次，元天至尊秘藏也将要开启，和君逍遥内耗的话，会影响我的状态，到时候还可能被族老责难。不得不说，君万杰从旁系底层一路崛起，脑子并不傻，相反，他很精明。之前也只是出手镇住君仗剑和君玲珑，想要稍微压一压君逍遥的风头，可谓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这样一来，效果起到了，他也不会被族老责怪，更不会影响他参加秘藏争夺。还是大人运筹帷幄呀，属下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黑土不由更加赞叹。而且我敢保证，那君逍遥会暂时忍着，他最少也要等到秘藏之事过后才敢对我出手。君万杰嘴角掀起一抹冷笑。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之际，在他所在的阁楼外猛然有震荡波动传来。怎么回事？就在君万杰愣神的刹那，一道印诀从天而落，宛如陨星坠落而下。世人王印。君万杰脸色骤然一变，急忙闪身而出。那黑土也是脸色煞白，化作一道黑烟掠出。轰！天地板荡。君万杰所居住的阁楼直接是化为了虚无，原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四周蔓延粗大裂缝。这般动静可谓是吸引了周围无数人的目光。怎么回事？难道有人动手了？好像是君家第5序列那边出事了。天啊，竟然有人把君万杰的住所夷平了。整个南天城轰动沸腾了起来。要知道，那可是堂堂君家第5序列的住所，别说夷为平地了，平日就算路过都得细声细气。你们看，那位难道是君家神子？一位修士抬头猛然指向天穹。天穹之上，4道人影踏立，君玲珑、君雪皇、君仗剑3人立于稍后方，而君逍遥则在最前方。他一手附在身后，另一只手刚解除结印的姿态。很显然，那一记人王印是他发出的。君逍遥！一道冷喝之声伴随着亿万雷芒扩散而出。轰然一声巨响，一道通体缠绕雷光的身影腾空而起，正是君万杰。他目光死死盯着君逍遥，眼中如同有2汪雷池在翻滚，雷霆闪烁不休。他没想到君逍遥竟然真的这么果决。他刚才还说在秘藏结束之前，君逍遥绝对不会对他出手，结果下一刻立马就被打脸。在他身旁，黑土也是显露出了身形，目光带着惊惧之色看着君逍遥。他之前只听闻过君逍遥之名，却从未见过，现在算是第一次，但印象绝对深刻了。毕竟他们的居所都是被君逍遥一击化为虚无。君逍遥，你这是什么意思？君万杰强压下心头怒火，冷语道：谁给你的胆子动本神子的人？君逍遥语气淡然，却不失霸气。君玲珑方心跳动不止，周围许多关注的女修士也是心潮澎湃，恨不得取代君玲珑的位置，只是稍微惩戒了一下，又没真把他们怎么样。神子的气量只有这么一点吗？君万杰语气冷到极点。你说的对，
我的气量的确很小，既然这样的话。君逍遥微微点头，目光转向黑土。黑土的心刹那间如坠冰窟，沉到了谷底。是你先挑事的吧？像你这种没脑子的追随者，杀了也罢。君逍遥话音落下，抬手探出，磅礴的金色法力如同火山一般喷薄而出，交织凝聚成为一只金色符文大手，一手抓去，仿佛是五指山落下一般，威压迫人。不，怎么可能？黑土害得亡魂皆冒。他是第一次面对君逍遥，自然不知道君逍遥威势竟然强悍到了这种程度，简直像是在面对一尊幼年大帝一般。够了，住手！君万劫同样抬手，雷电神芒交织，化为一只雷霆巨手，想要拦截君逍遥。本神子要杀人，你拦得住吗？君逍遥摇头一叹，他另一只手探出，有龙气爆发，化为金色龙爪，同君万劫招式碰撞，正是他从龙昊天的龙元中提炼出的神通劫龙手。而这边君逍遥继续镇压向黑土，黑土一咬牙，再度施展黑云族特有的手段，气化成雾。金色符文大手直接是拍散了黑雾，却无法杀死他。呵呵，什么零号序列，也不过如此，连我都杀不死，还怎么跟大人去争？黑土身形再度汇聚，脸色苍白，心有余悸，不过心底却是松了一口气。看来一时半会君逍遥还奈何不了他，是真没脑子吗？君逍遥微微侧头，宛如在看一个小丑。他再度抬手催动神象镇狱镜，漆黑的地狱熔炉直接从苍穹之上镇压而下，如同炼化神墨之炉，爆发无尽吸力。不，这是什么？黑土下的亡魂皆冒，急忙再度施展气化成雾，但所有的黑雾都是瞬间被地狱熔炉吸纳炼化，从中传出黑土凄厉的惨叫声。片刻之后，惨叫声倏然停止，这片天地陷入了死寂。看着那2招就被灭杀的黑土，整个南天城周围所有修士都是暗暗咽了一口唾沫。黑土身为黑云族的天骄，不但不弱，反而很强，其实力甚至堪比一些大教骄子、道统天骄，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成为君万劫的追随者。而现在，君逍遥翻手之间，不费吹灰之力便灭杀了一位天骄，这让那些第一次看到君逍遥出手的修士眼中都是涌现一抹震动。君家神子，0号序列，名不虚传。君逍遥一声怒吼，如平地惊雷一般炸响。那弑君万劫怒发冲冠，眼中迸射出3尺雷芒，显示出他的内心愤怒到了极点。自家追随者当着自己的面被击杀，这就是赤裸裸的打脸，而且还是那种丝毫不留余地的。轰！君万劫不再多说什么了，他彻底无法忍受了，会造成什么后果之后再说。现在的君万劫只想将君逍遥镇压。他一手拍击而出，恐怖的雷芒倾泻而出，化为万道雷光，波动强悍到令人心惊。这是一种强悍的雷系武学神通八荒惊雷掌，加持君万劫的雷劫战体，一掌拍出，任何神桥境的天骄都会非死即伤。神子小心！君仗剑忍不住出声提醒道。他虽然知道君逍遥很强，但君万劫也不弱。之前他和君玲珑2人都是没有挡住君万劫的一招。然而君仗剑话刚说出口，就是哽住了，瞳孔缓缓瞪大。君逍遥五指握拳，轻飘飘的一拳轰出，不带丝毫烟火气，但是却仿佛爆发出了龙吟之声。一头真龙虚影缠绕着他的拳锋，轰然爆出，正是祖龙朝的神通龙拳。同时在他体内7万巨象威力加持了7亿精神力，随着这一拳倾泻而出，双重威能叠加，那股波动仿佛欲要横推苍天10万里。轰隆隆，恐怖的法力涟漪扩散，像是一颗小型核弹炸开了，整个南天城都仿佛颤了3颤。在所有人的瞩目当中，一道身影从碰撞的核心如同断线风筝一般倒飞而出，鲜血溅洒苍天，赫然是君万劫。他身形倒飞，出拳的手臂都是以一种怪异的姿态扭曲着，显然骨头都是断了。他面色苍白，目光看向君逍遥，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很多事情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只是旁观的话，根本无法体会那种绝望。君万劫现在也总算体会到了当初叶星云和龙昊天的绝望，好像面对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少年大帝。君逍遥，你的实力！君万劫止住倒退的身形，瞳孔微颤。不仅是他，整个南天城的人都是愣住了。君仗剑满面呆然，他知道君逍遥不惧君万劫，但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碾压的态势。神子大人真有无敌之姿，君雪皇感叹道。公子，君玲珑美目溢满崇拜倾慕之色，这就是他的主人，此事当无敌。我不信，再来。君万劫再如何，毕竟也是从底层崛起的，心性还是比叶星云之流要坚毅的，他显然不可能就这么认输。君万劫体表雷芒缠绕，骨头碎裂的手臂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而后手臂竟是直接恢复了。不愧是雷劫战体，传闻这种体质以天劫淬体，肉身强悍到不可思议。看到君万劫恢复如初的手臂，许多修士眸光闪动道：雷劫战体在3000体质中排在前300，自有其不凡之处。肉身强悍又怎样，还不是被君家神子一拳打碎了？只能说跟荒古圣体肉身相比，雷劫战体就是渣渣。许多女修士撇了撇嘴，不屑道：他们此刻早就成为了君逍遥的脑残粉。试问颜值和实力比肩的年轻天骄，整个荒天仙域又有几位？此刻君万劫踏立天穹，周身雷电缠绕，他看向君逍遥的目光再无一丝一毫的轻视。我修至尊法，身具雷劫战体，
当替天行法，掌控万道雷劫，八雷尽绝，荒雷神。君万劫仰天长啸，亿万众雷光迸发而出，在虚空中交织，黑色劫云滚滚，仿佛有一尊雷霆神旗显化而出。这般景象撼动人心。替天行法可笑。君逍遥脸色平淡，天在本神子面前也得俯首称臣，何况是你？君逍遥黑发飘扬，一声冷语，霸气无边。他催动荒古圣体的金色灵海，雄浑的法力暴涌而出，隐隐凝聚成一头镇压万古时空的金色神像。神像阵欲尽，催动到了极致。同时，他左手演化兵伐绝，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万种神兵从虚空中凝聚而出，带着一种震破天地的杀伐之音。而他右手则以龙气显化出了一头栩栩如生的真龙之影，正是他从龙源中提炼出的祖龙朝神通，真龙困天术。两势齐出，真龙虚影暴冲苍穹，轰然撞向那黑色劫云中的雷电神旗，两相碰撞，天崩地裂。万种神兵则是冲击向君万劫。怎么会？君万劫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击中了。即便他全力防御，一时受到剧烈冲击，忍不住吐出一大口鲜血，骨断筋折。君逍遥祭出恶魔之意，虚空急速，瞬息间落到君万劫上空，加持神力，一脚落下，如同神王落脚。轰！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传出，他这一脚直接踏在了君万劫胸膛上，两人身形如同流星坠落，伴随着一声轰鸣震响，君万劫身形重重撞击在了地上，而君逍遥的脚依旧踏在君万劫胸膛，单手负在身后，衣袂飘飘，不染纤尘。这种反差太过巨大，让人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君家第五序列此刻被君逍遥踩在脚下，无法动弹。是君万劫弱吗？绝对不是。方才君万劫的威势，所有人都看在眼中。那么只剩下一个结果，就是君逍遥太强了。而且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君逍遥完全没有动用全部实力，他甚至连至尊骨和圣体意象都没有动用。君逍遥，放开你的脚！君万劫脸色长成猪肝，怒喝一声，无法保持冷静。轰！君逍遥闻言，却是再度一脚重重落下，让君万劫口中涌血，胸骨碎裂。老老实实当自己的第五序列不好吗？偏偏这么不长眼。君逍遥淡漠道：“我还没败，只要给我时间。”君万劫神色凝然，不敢吼道：“我对手下败将没兴趣，便是给你10万年的时间，你也只能徒劳看着我的背影，直至遥望不见。”君逍遥一语，简直杀人诛心。君万劫脸色涨红发青，再度吐出一口心头之血，直接是被活气的道心都要崩坏。在南天城，当着所有修士的面被这般踩在脚下，换作是谁都要崩溃，更别说是像君万劫这般心高气傲之人。加上君逍遥口中的话，简直是杀人诛心。君万劫感觉自己的道心在寸寸崩毁，他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才一步步攀爬到现在这个位置，结果一脚又被君逍遥踹了下去，这种感觉可想而知。君逍遥，君万劫浑身都在颤抖，心态快爆炸了。你身上的那门至尊法渡劫天功倒是对我有点作用。君逍遥说着，直接从君万劫身上搜出了烙印有渡劫天功法门的玉简。君逍遥并不缺至尊法，不过这渡劫天功同天劫有关，他今后还要渡过荒古圣体之劫，有渡劫天功参照，对他也会有点帮助。看着君逍遥拿走渡劫天功法门，君万劫胸膛气血翻滚，却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心里不服是吗？让我想想，如果直接杀了你的话，家族会不会惩罚我呢？君逍遥微微垂下眼眸，淡漠地看着君万劫，其冰冷的话语却是让君万劫原本带着不甘和怒意的脸色霎时凝固住。君逍遥竟然想杀他！而且君万劫仔细一想，以君逍遥如今在君家的地位，他杀了自己，结果会怎么样？答案是完全不会怎么样。君逍遥如今的身份地位，远不是他一个第五序列可以比的。君逍遥若是杀了他，君家最多也就表面上告诫一番，甚至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一想到这个结果，君万劫就感觉浑身发冷。君逍遥杀他不会有任何惩罚，但他的命却是要白白丢了。似乎是看到了君万劫眼中的一缕金黄，君逍遥唇角勾起一抹淡淡弧度。这世上又有几人不怕死呢？不过说实话，若非必要，君逍遥也不愿杀君万劫。倒不是他心慈手软，而是身为君家神子，又是0号序列，随便诛杀自家序列，影响未免不太好。至少君家其他支脉的族老，还有其他序列，对他可能会有意见。君逍遥不怕麻烦，却也懒得应付这些麻烦。但君逍遥又不会放任君万劫离去，埋下隐患。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向我臣服，种下奴役，或者死。君逍遥给了君万劫选择。君万劫面色霎时苍白起来，死死咬着牙关。他知道，他今天就算死在这里，也不会有人替他伸冤。但若向君逍遥臣服，他的道心就算彻底崩了，以后只会成为君逍遥的奴隶。我耐心有限，只给你3个呼吸的时间。君逍遥蹙起眉头。君万劫身体剧烈颤抖，艰难起身，然后跪下。他不想死，因为他心中还有一个执念未完成。哦，出人意料，看到君万劫跪在他身前，君逍遥微微诧异。他原以为以君万劫的性格会宁死不屈呢。君万劫愿臣服公子。艰难的话语从他口中吐出。君逍遥微微点头，其脑中神宫之内一缕灵魂奴印形成。
君万杰的神功处于开放状态，直接是被种下了奴印。有了这个，君逍遥便可掌握君万杰的生杀大权，不用担心会有任何隐患。当然，这种奴印要自愿才可以，不然的话是难以强行种下的。你的选择让本神子意外了。君逍遥直视着君万杰的眼眸，君万杰脸色露出一缕颓然，但终究还是一叹道：“回禀公子，我有一个亲妹妹，她在幼时被放在了下界，我发誓一定要带她回仙域，所以我不能死。”君万杰的话令君逍遥微挑眉梢，原来是这种套路，幼时和亲妹妹分离，然后努力变强，要找回妹妹。君逍遥可是知道，整个世界分为9天10地，9天指的是9天仙域，荒天仙域乃是9天仙域之一，而10地则是指下界10块浩瀚无垠的大陆。一般而言，9天10地之间的界壁很难被打破，要想传送一个人去下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还有修为境界的限制。也难怪君万杰一心想要修炼变强，然后攀登高位，原来是为了想下界去找他的妹妹。此事之后再说吧，如果本神子有机会下界的话，也未尝不可顺便将你妹妹带回来。君逍遥淡然道，既然君万杰已经是他的奴仆，对他没了威胁，那何妨不给个密枣呢？君万杰闻言，原本颓然的脸色立刻愣住，然后浮现出一缕激动，之前内心的不甘和怨恨在这一刻消融，没有什么比让他和亲妹妹团聚更加重要的了。多谢公子，之前是万杰有眼无珠，不自量力。君万杰对着君逍遥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如果方才他是迫于生死压力才勉强臣服的，那么现在则是真心诚意臣服于君逍遥。看着这般场景，君仗剑和君雪皇两人相视一眼，都是深深吸了一口气。10大序列中的刺头，性格最乖戾霸道的君万杰，竟然就这样被收服了。公子不论武力还是智谋手段，皆令人惊叹。君玲珑也是感叹道，他虽身怀7窍玲珑心，但在君逍遥面前却总感觉不够看。一场君家内部的冲突就这样被化解。第5序列君万杰彻底臣服君逍遥，加上君仗剑、君雪皇，君家10大序列已经有3位彻底投靠臣服了他。爷爷之前一直担心其他序列会找我麻烦，说不定要不了多久10大序列都会臣服于我呢。君逍遥暗想道。不过他也知道，君家真正厉害的是前几位序列，那些序列不是在闭关，就是在外历练，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一面。那其中有正统者，有得到了禁忌传承的天骄，远不是君仗剑、君万杰等人可比的。回去吧，等待元天至尊秘藏开启。君逍遥一摆袖，如谪仙乘风而去。他很期待接下来秘藏的签到。君万杰之事落幕后，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南天城。君逍遥随手镇压第5序列，让其臣服的事迹也是被广为传颂。虽说这算是君家的内斗，但是君逍遥的实力也能由此窥见一二。南天城西边区域一座精巧华丽的楼阁之内，一群年轻天骄正在聚会。这群年轻天骄来自各方道统势力，气息皆是不弱。不过其中却有一位青年坐于正中间，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这位青年身着金色长袍，英挺神武，容貌英俊，肌肤白皙如玉石。其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他的右臂，仿佛有神芒在闪烁。若是仔细观察，则可以看到仿佛有诸多神圣的符文在他的臂骨上烙印流转。这位青年正是荒古世家姬家的一位颇有声名的天之骄子姬玄。此刻宴席上，一位年轻天骄对着姬玄恭维笑道：“这次元天至尊秘藏，当是姬玄大哥夺得魁首。”“是啊，姬玄大哥可是有小圣人的称号，更是圣灵书院的圣子，身份地位可不是其他天骄能比的。”许多年轻天骄都在恭维讨好。姬玄的身份足够他们巴结抱大腿了，因为姬玄不仅仅只有荒古姬家天骄这一重身份，他还是圣灵书院的一位圣子。圣灵书院乃是荒天仙域一处底蕴极为深厚的书院，传承无数年，其书院中走出的骄子遍及荒天仙域各大势力，甚至许多荒古世家不朽神朝都会将自家的一些后辈弟子送入圣灵书院修炼。而在圣灵书院中，只有最为优秀的弟子才能得到圣子的身份。姬玄能够得到这个身份，足可见他的天赋实力远超同辈天骄。一些天骄的目光也是暗暗落在姬玄那只隐约发光的右臂之上。传闻姬玄的右臂融合了一节圣人王的手骨，在圣境当中，圣人王可是比圣人更加强大的存在。一尊圣人王足以傲视八方，威扬四海，而姬玄现在才在归一境就融合了一节圣人王的手骨，可想而知他的实力会强大到何种程度。即便以他现在的境界，还无法发挥圣人王手骨10之1/2的威力，但也足以让他笑傲同辈天骄了。也正是因为有这一节圣人王手骨，他才得到了小圣人的称号。不过说起身份地位，倒是让我想起了那位君家神子。一位天骄道。此话一出，热闹的宴席罕见的安静了下来，一股隐隐的压抑氛围浮现而出。这些天他们在南天城自然也是得知了君逍遥和君万杰的事情。对于这些天骄来说，别说君万杰了，就连君仗剑都是他们需要仰望的存在。而连君万杰都能随手镇压的君逍遥，对他们而言更是如同天上日月一般，可望而不可及。一些人目光隐隐看向姬玄，他们刚才还说姬玄身份很高，不过同君逍遥一比，貌似都不算什么了。姬玄的脸色倒是没有太大变化，他拿起一杯酒，缓缓啜饮着，眼神却是十分深邃。君家神子吗？姬玄喃喃自语。
说实话，在得知君逍遥出现在南天城时，姬玄真的想和君逍遥比一比，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背后的家族。对于荒天仙域的荒古世家而言，一直都有一个御三家的说法。所谓御三家，就是指声名最盛、底蕴最强、后辈天骄最为出众的三大荒古世家，而其中后辈天骄则是衡量御三家的重要指标之一。毕竟只有后辈繁盛，整个荒古家族才能传承下去。姬家也曾经是御三家之一，不过现在却是变成了君家、姜家以及叶家。君家不必多说，一直都是人才辈出，上一代光是一个君无悔就足以奠定君家御三家之一的地位。当代也有10大序列，还有君逍遥这个艺术妖孽。而姜家当代亦是有先天道胎的姜圣一、元灵道体的姜洛里，还有其他几位顶级王体天才。至于叶家，叶星云等王体就不用多说了，一个剑魔转世叶孤尘就足以绵延叶家万年气运。正因如此，姬玄心中有些不平，他们姬家难道没有天才了吗？不过姬玄也不是什么傻子，他知道君逍遥不是好对付的角色，但他拥有圣人王手骨，也是一位顶级天骄，不可能说直接就怕了君逍遥。一些人察觉到了姬玄的情绪不太对，也是勉强笑道：“哼，提君家神子做什么？姬玄大哥难道还比不过君家神子吗？就是姬玄大哥也是胜过君家序列的人。”一位年轻骄子奉承道：“他们倒也不是乱说，姬玄曾经的确同君仗剑交手过，那时他仗着境界稍高，占了一点便宜，才胜了君仗剑几招。现在姬玄的实力虽说更强了，但别人也不可能原地踏步。君逍遥，他若不主动招惹我，我也没必要先去招惹他。而且我之前在圣灵书院一卷残破的古籍中查到了一些关于元天至尊的隐秘以及那样东西。”姬玄心底喃喃，他可不是毫无准备而来的，因为他曾经偶然间在圣灵书院藏经楼内翻到了一卷古籍，里面不仅有一枚元天至尊令，还有一块古符。在古籍中隐隐约约记载了元天至尊的一些事迹和隐秘。在元天至尊秘藏内似乎藏有一件稀世之物，若是得到了，则能够塑造出一位无敌的年轻至尊。姬玄得到了这个机缘之后，内心振奋不已，一直在耐心等待元天至尊秘藏出世。而现在终于等到时机来临，只要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我姬玄将一飞冲天，站在荒天仙域年轻一代的巅峰。到时候我一人横扫御三家的所有年轻至尊，谁人可挡？想到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一幕，姬玄深呼吸一口气，眸中光华涌动。而就在同时，南天城门口，一位披着斗篷、戴着兜帽的身影从城门进入。他抬起头，露出一张清秀俊逸的脸庞，正是萧晨。经过连日的风餐露宿，萧晨也终于是赶到了南天城。一进入南天城，他就听到了关于君逍遥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萧晨脑海中如有雷霆在轰鸣，脸色泛白。君逍遥又比之前更强了。萧晨死死攥着拳头，咬着牙关。不知为何，在面对君逍遥时，他内心总有一种无力感，像是蚍蜉撼树一般。萧晨，稳住心神，你如今的实力不弱，若是能够在至尊秘藏内得到远古龙骨，超过那君逍遥都不是不可能。萧晨脑海中传来青龙上人的声音。萧晨深呼吸一口气道：“老祖说的是小子心乱了，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萧晨心性尚可，有种不屈不挠之意，这也是他能坚持到现在的原因。然而萧晨却不知道，在他身后远处，一位浑身笼罩在宽大纱袍中的女子正远远地跟在他身后，脸上蒙着一层白纱，只露出一双盈盈如秋水一般的眸子，正是偷跑出来的盘舞神朝长公主武明月。萧晨看来暂时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武明月喃喃自语，转而他又想起了这段时间一直在被人议论的君逍遥。那位传闻中的君家神子真是强大，连君家第5序列都能随手镇压。武明月心头感叹，她乃盘舞神朝长公主，身份地位极高。不过哪怕是她面对君家神子，都有一种要抬头仰望的感觉。君逍遥的高贵身份，甚至连她这位神朝长公主都是有些望尘莫及。传闻的君家神子容颜似谪仙凌晨，倒真想看看是个何等风华绝代的人物。武明月心中不由好奇，他并不是那种肤浅的颜狗，不然也不会看上萧晨。只是君逍遥被传得神乎其神，他心中的好奇心都是被勾起。在南天城君家所在的楼阁内，君逍遥盘坐着调息，等待元天至尊秘藏出世。不过多时，君战天等族老回来了，他们也是知道了君逍遥和君万劫的事情。逍遥，这件事你做对，有些时候的确需要施展雷霆手段，这样你0号序列的位置才能稳固。君战天不但没有丝毫责怪之意，反而很是支持。其他族老会不会有非议？君逍遥道：“非议？哪个敢？你可是18祖钦点的神子序列，加上无双天赋，别说只是让君万劫为奴，便是真的杀了他，也不会有人敢把你怎么样。”君战天道。君逍遥微微颔首，这倒是在他预料之内。关于元天至尊秘藏，我们几大不朽道统已经谈好了，数日过后，秘藏估计就要开启，到时我们几大势力将封天锁地，只要年轻一辈进入，至尊秘藏将是你们的舞台。君逍遥闻言，淡淡点头道：“爷爷放心，逍遥绝不堕君家威名。”哈哈，爷爷相信你。君战天乐呵呵笑道，他对自家孙子可是无比自信的。数日时间过后，蓝天城外千里地界，太荒森林之中猛然有震动声传出，有至尊威压扩散而出，同时有一缕缕诡异的黑雾开始在太荒森林的最深处蔓延开来。灰雾所过之处，各种妖兽、太古遗种
纯血生灵皆是双目泛红，开始嘶吼，如同狂化了一般。这与元天至尊秘藏不太对劲。虚空之中，几道身影时隐时现。开口的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南元道州是道极天宗的大本营，身为道极天宗的最强者，老道人自然是担任了一个统筹规划的身份。他此刻看向太荒森林深处蔓延出来的灰雾，花白的眉头微微一皱，怎么感觉这灰雾有些类似异域的黑暗物质？一位华服老者踌躇说道。他乃荒古姬家的一位长老，名叫姬邦印，也是这次机旋的护道人。听到他口中的话，其余几位大人物皆是心神一凛，有些许类似，但还远无法同真正的黑暗物质相比。几位大人物中就有君战天，他思索了一下后微微摇头。异域黑暗物质是一种极为诡异恐怖的存在，稍微沾染了一点，轻则让生灵陷入疯狂和异化，重则直接生死道消。而这灰雾虽然也有诡异，却还无法同真正的黑暗物质相比。哼，你们君家若是怕了，大可以当缩头乌龟。一位头生青色龙角、身穿天青长袍的老者冷冷嗤笑道。他是祖龙朝苍龙一脉的一位长老，这次前来为龙碧池护道。君战天闻言冷哼一声道：怎么，你这青皮泥鳅想步那头黑皮泥鳅的后尘吗？听得君战天的话，苍龙一脉的长老脸色发青，重重哼了一声，却是不再多话。君家18祖3剑灭杀幽龙至尊，算是狠狠震慑了祖龙朝，至少在祖龙朝没有准备好之前，他们是不可能和君家爆发大规模冲突了。这样一来，这次历练是否还要继续下去？另一边，一位模样清癯的瘦高老者问道。他乃荒古江家的长老，这次也带着江家的天骄前来，而且带的不是别人，正是江家神女江圣依。江圣依虽然是君逍遥名义上的小姨，但她才年仅24岁，也是年轻一辈的天骄。当然要继续，若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那以后地路开启，这些天骄也就不用参加了。姬邦印故作歧视道。但实他真正的目的却是想让他们姬家的机旋扬名。一番协商过后，几大不朽道统的领头人皆是确定了下来。而在南天城，君逍遥等人也是感应到了从太荒森林传来的动静。终于要开始了吗？君逍遥起身走出门外，他一袭白衣绝世，目光远眺。南天城另一处楼阁，小圣人姬玄也是起身，融合了圣人王手骨的右臂附在身后，一派胸有成竹的从容气度。毕竟他已经占得了先机，不仅拥有元天至尊令，还有古符，更知晓秘藏内的一些隐秘。姬玄比所有人都要领先一步，我姬家天骄的名声就由我在元天秘藏打响吧。姬玄露出自信的笑意，在南天城一座酒楼内吃饱喝足，准备妥当的萧晨也是出发了。至尊秘藏，远古龙骨，我萧晨势在必得。同一时间，在太荒森林的另一边，一头头青鳞飞龙在空中振翅，在为首的一头飞龙上，龙碧池傲然而立。他一身青色甲胄，包裹着修长柔韧的娇躯，面容美丽而不失英气。从发丝间探出的2根青色龙角，如同碧玉雕琢一般，隐约生光。秘藏总算要开启了，本龙女倒要看看那位君家神子是否有3头6臂。龙碧池鹰眉挑起，他并没有轻视君逍遥，但也不认为君逍遥是不可战胜的。毕竟这个大争之势，天骄并起，诸王争霸，谁有资格称自己是无敌？既然没有，那么君逍遥也不可能是无敌的。龙碧池自问，就算他无法镇压君逍遥，但至少也可全身而退。而这边除了祖龙朝的龙碧池外，还有顶尖太古王族、9头狮子族的年轻王者，有吞天雀一族的强大存在。南天城，君逍遥等人准备出发了。他们不踏虚空而出，立刻吸引了四周目光。没办法，以君逍遥现在的人气，只要身份暴露，被认出来了，走到哪里都会吸引所有目光。君逍遥也并不在意。而就在这时，一声如鹰出骨般柔嫩的女声传来：逍遥，许久不见了。听到这声音，君逍遥顿住脚步，转头看去，一行人乘着飞舟渡空而来，为首的一位雪衣年轻女子，青丝飞舞，衣袂飘飘，如仙子凌尘。她鲜颜晶莹，像是散发着光辉，眉如远山寒带，眸韵诗经，非常美丽，有种超然脱俗的励志。或许是因为她身怀先天道胎的缘故，天生与道相合，更是给人一种无比和谐自然的感觉。此女不是江圣依，还是何人？是江家的那位神女。许多人的目光也是转移，许多男性修士眼中都是涌现惊艳，微微看呆了。君逍遥刚想开口，江圣依便轻轻哼了一声，像是提醒着什么。圣依姐。君逍遥无奈改口道：这才对嘛。江圣依展颜一笑，贝齿晶莹。她虽说比江洛里成熟许多，但终究是个正值芳龄的女子，性格倒是没有太过成熟古板。君逍遥也没想到江家来的竟然是江圣依，而不是江洛里。看到君逍遥的表情，江圣依调笑道：怎么没看到洛里，失望了吗？没有。君逍遥如实道。他可不在乎那个小短腿，他正被强行关在家族里修炼，这次不能来见你，可把他气坏了呢。江圣依含笑道：那就让他好好修炼吧。对了，圣依姐，此去同行吗？君逍遥问道。江圣依毕竟是他母亲的远房表妹，如有可能，他也不介意照顾一下。真是人小鬼大，到底是谁该照顾谁啊？江圣依妩媚地白了君逍遥一眼，明明应该是他护着君逍遥好不好？那好吧，到时候就拜托圣依姐了。君逍遥也不在乎，反正他无需任何人的庇护。看着那随意和江圣依谈笑风生的君逍遥，全场男同胞都是露出艳羡的目光。
而那些女修士则是羡慕江圣一能够和君逍遥交谈。一时之间，在场众人竟是不知道该羡慕谁好了。而就在这时，整个南天城上空响起了道极天宗老道人的声音：“诸位，此次元天至尊秘藏开启，不朽道统封天锁地，老一辈修士不得入内。这次秘藏凶险万分，实力弱者识相退去，还可留得性命。”话音落下后，一道璀璨的光影腾空而起，悬浮在太荒森林的上空。那是一面硕大的镜子，镜面如一泓碧水般，是我们君家的古圣兵观天镜。君仗剑说道：“观天镜可映照天地景象。”君逍遥知晓，这是怕他们这些不朽道统的天骄直接陨落在了秘藏之内，到时候若有危险，有了观天镜，他们也可以及时出手援助。出发！君逍遥拂袖道：“是。”在他身后，君仗剑、君雪皇、君万劫、君玲珑四人点头应和，如同恭敬的侍从与侍女。一旁江圣一也是带着一些江家天骄跟随而上，他眸中同样有着讶异。看来我这位外甥大事出城啊！在君逍遥等人前往太荒森林的同时，整个南天城都是动了起来。虽然之前老道人告诫过元天秘藏十分危险，但依然无法阻止这些修士狂热的心。那可是至尊强者的秘藏，随便得到一样机缘都可助他们崛起。毕竟这些修士不是出生什么大势力的，各种资源机遇都要自己去找。姬家的姬玄等人也是带着一批天骄出发。南天城门口，戴着斗篷兜帽的萧晨抬头看着君逍遥等人飒然离去的背影，眼中浮现一抹仇恨与坚定之意。君逍遥，等着！萧晨也是冲向太荒森林，而在他身后，隐于暗处的武明月也是跟随而上。他也不放心萧晨一人在那么危险的元天秘藏内历练。同一时间，在太古皇族那边，龙碧池、九头狮子、吞天雀也是齐齐出动。整个太荒森林周边地域尽数沸腾。南天城离太荒森林不过千里之远，不过一刻钟，君逍遥等人便是来到了太荒森林外。君逍遥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森林蔓延着诡异的灰色雾霭，笼罩着不祥之意。而在森林的最深处，有至尊气息弥漫，有异象显示，毫无疑问，那里就是元天至尊秘藏的所在地。只有拥有元天至尊令的人，才能真正深入秘藏最深处。不过其余的人也能在外面捡到一点汤汤水水。因此，所有的修士都是在此刻齐齐冲向太荒森林。而同一刻，太荒森林内亦是有太古一种发出咆哮，有纯血生灵在怒吼。他们都是被灰雾浸染、发狂的存在，战力比平时更强。很快，各种战斗便是爆发。而这时，姬家姬玄也是来临，他目光遥遥看了君逍遥一眼。君逍遥似有所感，转过头去，也是看到了姬玄。他应该就是姬家的那位小圣人了吧？君逍遥不以为意道。然而在他身边的君仗剑则是微微咬了咬牙，脸色有些阴沉。哼，他曾经仗着境界胜过我几招，便到处宣传，说自己战胜了君家序列。君仗剑冷冷道，心里十分不爽。哦，原来还有这种事。君逍遥道，他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姬玄的右臂上。圣人王的手骨，该不该抢过来呢？君逍遥目光打量着姬玄，如同看着砧板上的肉。而姬玄的视线也是看了君逍遥一眼，眼底隐隐有着凝重。君逍遥通体笼罩鲜灰雾霭，让人看不真切，但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才越发让姬玄忌惮。之后，他视线转而落向一旁的君仗剑，嘴角便是露出一抹玩味。对上君逍遥如何，姬玄不敢保证，但碰上君仗剑、君雪皇等人，姬玄还是有信心的。我真想把姬玄按在地上摩擦。看到姬玄那嘴角隐隐的一抹玩味之意，君仗剑脸色笼罩阴云。这货不敢挑衅君逍遥，就转而挑衅他。稍安勿躁，等到了至尊秘藏再说吧。君逍遥眸光平淡道：若这姬玄老实一点，君逍遥说不定只会夺他的机缘，而不会对他怎么样。但若姬玄非要在他面前蹦跶，那君逍遥也只能教他做人了。接下来，君逍遥等人便是彻底深入太荒森林。名列前茅的，自然就是他们这些不朽道统的顶尖天骄，其次就是那些顶级道统、一流势力的天骄。道极天宗的首席弟子也是动身了，不过却是紧紧跟在君逍遥等人的后面。因为之前有道极天宗的长老告诫，要想不出事，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跟在君家神子身边。好，一头被灰雾污染的鬼面人熊仰头发出一声嘶吼，他直立起身子，足有3丈高，宛如一座黑色的小山包，煞气逼人。熊爪探出，直接将几位神桥境的大势力弟子拍成了肉饼。但转瞬之间，一道恢宏的金色法力掌印从前方拍击而来，轰然一声巨响，这头实力颇强的鬼面人熊也变成了肉饼。君逍遥脸色平淡地收回手道，继续前进。君仗剑等人倒还好，毕竟已经知道了君逍遥的强大，而跟在后面的道极天宗首席弟子却是暗暗咽了一口唾沫，眼中满是震动之色。不愧是君家神子啊，一般神桥境修士难以对付的鬼面人熊，他一掌就拍死了。这位首席感叹。当然，不只是君逍遥手段干脆利落，姬玄那边同样如此。他也是平平淡淡出手，右臂之上有神圣符文烙印，有神霞绽放，随意一推掌，一弹指，道霞光迸射而出，直接将前方的凶煞妖兽撕裂，不费吹灰之力。姬家小圣人也有无敌之姿，举手投足间便可镇杀强大凶兽。那可不，姬玄右臂可是融入了一截圣人王手骨，都不用加持武学神通，随意一掌都有惊天大威势。许多一流势力的天才在感叹，出生不朽道统的天骄待遇就是不一样，连圣人王手骨都能融合。当然，除了这些不朽道统天骄，
也有一些令人惊艳的黑马出现。咦，那位斗篷人是谁？实力惊人如此之强？一些修士也是注意到了一位身披斗篷、头戴兜帽的人影。他并没有显露真容，但随意一出拳，有青龙光纹暴涌，轻易击碎了前方凶兽，这让不少人诧异，没想到会有这样一匹黑马出现。啧啧，韭菜果然出现了，看来发育的不错，长势喜人，没有让我失望啊。这边君逍遥心有所感，眼角余光注意到了那斗篷人影，他立马知道了那就是萧晨。但君逍遥并没有什么举动，他知道萧晨想隐藏身份，不被他发现，然后扮猪吃虎，在秘境内夺得机缘，最后实力暴增，吊打他。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萧晨以为他在第2层，君逍遥在第1层，殊不知君逍遥已经在第5层了，全局都在君逍遥的掌控之中。萧晨啊，给你最后一点妄想的机会，到时候割韭菜的时候，可别说我一点情面都不给你。君逍遥唇角挑起一抹淡淡弧度。这边兜帽之下，萧晨脸色坚毅，带着一股淡淡的兴奋，他崛起的机会终于要来了。君逍遥，等我融合了远古龙骨，将青天化龙诀修炼到大成后，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你踩在脚下。大战在持续，攻入太荒森林的修士和太荒森林内的妖兽展开了血腥厮杀，除了君逍遥等少数几人可以一路横推外，其余各大势力天骄还有一些散修都是有大量伤亡。我们跟那些不朽道统的传人简直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一位散修嘴中苦涩，看着那已经深入森林深处的超然背影，叹息不已。君逍遥宛如一尊白衣神王，有无敌气魄，所有妖兽在他面前都撑不过2-3招。不过多时，君逍遥等人便是率先深入了太荒森林的最深处。放眼看去，森林深处一道巨大的漆黑裂缝横成，如同大地的伤口一般，诡异的灰色雾霭从中散发出来。君仗剑等人都是以法力护体，隔绝灰雾。不过这样一来，消耗十分剧烈，而且在灰雾之中，他们也隐隐感觉到了一股压制。但君逍遥不同，他完全没有以法力护体，因为他乃荒古圣体，至刚至阳，万邪不侵，连血液都是金灿灿的。圣体的气血体质对各种邪祟阴气都有极强的抵抗力。看来那座至尊秘藏就在这大地裂缝之下，不过好似有了某种诡异的变化。君逍遥喃喃道。就在他话音落下之际，再度有嘶吼声传来，一头浑身漆黑、头长独角、背生肉翼的恐怖黑猿跳跃而来，双脚一蹬，将一座几10丈高的山崖崩塌。是太古一种恶魔猿。四周一些深入此地的修士忍不住发出惊呼声。太古一种拥有一丝从太古流传下来的血脉，实力远比一般的妖兽更强。而这头恶魔猿煞气滔天，实力已经达到了归一境，加上同境界，太古一种比人类的实力更强。这头恶魔猿哪怕是不朽道统的归一境天骄，想应付起来都没那么简单。而最重要的是，君逍遥现在的境界也只在神桥境。吼！太古一种恶魔猿发出一声怒吼。被灰雾污染过后，他原木猩红，本就暴躁的脾性更是如同陷入了狂化一般，对着君逍遥冲撞而来，沿途撞塌了几座山岭。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紧紧汇聚。而在太荒森林上方的虚空之中，观天镜也是映照出了至尊秘藏外的景象。你们君家的神子怕是要有麻烦了。姬家长老姬邦印微微笑道。归一境的太古一种，哪怕是姬玄应付起来都没那么简单，更何况是境界更低一层的君逍遥。姬邦印虽然没有说出什么嘲讽贬低的话，但言语之间却不乏看戏之意。君战天老脸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笑了笑。君逍遥实力如何，他再清楚不过。至尊秘藏外看着奔袭而来的恶魔猿，君逍遥神秀绝艺的脸庞没有半分波动。他抬手之间，体内无尽金色灵海便是掀起波涛，雄浑的金色法力如同汪洋一般浩瀚澎湃。虚空之中，法力凝聚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神兵，正是君家的武学神通兵法诀。去！君逍遥一手推出，万种神兵化为金色洪流，暴冲向恶魔猿。恶魔猿见状，仰天嘶吼一声，周身黑色煞气暴涨，竟是在体表凝结成了一具黑甲。轰！惊天动地的碰撞声爆发，兵法诀轰然破开了恶魔猿体表的黑甲，却是没有给他的肉身造成太大的伤害。不愧是太古一种。君逍遥微微有一丝意外。恶魔猿见状，其额头的一根黑色独角绽放漆黑符文，画出一道寂灭般的光束，对着君逍遥洞穿而来。四面八方，一些冲到此地的修士皆是抬眼看去。刚到此地的姬玄、萧晨，还有隐于暗处的武明月，也是投去关注的目光。君逍遥面色平淡如水，他再度施展神象镇狱镜，一道漆黑的冥神虚影从他体表扩散而出，正是神象镇狱镜中的最强防御冥神守护。砰！漆黑光束落在冥神守护上，掀起阵阵波澜，却是无法破开防御。饶是凶暴的恶魔猿、血色原木都是微微一愣，显然没有料到面前这个境界比他还低的人类，竟然能够扛住他的绝学神通。君逍遥背后延展出恶魔之翼，加持急速，瞬息闪掠至恶魔猿身前。他手捏印诀，一道上达苍穹、下抵九幽的宏伟身影显化天地之间，一股镇压天地寰宇、日月乾坤的恐怖威势从君逍遥身上激荡而出。他立于帝王虚影之间，恍若主宰天上地下的神奇之子。人王印一出，镇压前。轰！如同一座太古神山压下，君逍遥一印轰击而出，直接是将恶魔猿拍翻在地，令其皮开肉绽，鲜血横流。恶魔猿发出怒吼，君逍遥却是再度一拳砸下，浩瀚的拳风仿佛形成空间风暴，动荡八荒。砰！
砰砰，3拳砸下，这头凶威赫赫的太古遗种彻底没了声息，全场止息，一片死寂。因为这一幕着实太过震撼人的眼球。君逍遥看上去仙灵俊逸，如一尊不染尘俗的仙，但是一出手却是如此暴力，3拳生生将一头太古遗种砸成了肉饼。姬玄目光前所未有的凝重，萧晨则是死死攥着拳头，眼中有着不甘，而且多了一丝淡淡的惊惧。君逍遥太强了。萧晨自以为这几年修炼已经彻底追上了君逍遥，但结果现在看来，君逍遥的实力依然让他有种绝望之感。而隐于暗处的武明月、秋水明眸中同样带着震动。盛名之下无虚事，此话不假。在太荒森林上方虚空，姬邦印想说什么，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君战天抚着胡须乐呵呵道：“我这孙儿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得低调。”姬邦印听到这话，更是脸色僵硬，感觉如鲠在喉，浑身不自在。不过好在姬玄的表现同样不差，不然的话，姬邦印真的都没脸待在此地了。这个大争之势，怕是君家神子一个人的舞台啊！江家长老感慨道：“他倒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毕竟君逍遥也是江柔的儿子，算是半个江家人。哼，结果未出，现在说这些未免太早了。”苍龙一脉的长老不咸不淡道。而这时，在至尊秘藏附近，祖龙朝的龙碧池，还有九头狮子族、吞天雀一脉，也是从太荒森林的另一个方向赶来。一时间，在这元天至尊秘境之外，诸强汇聚，气氛霎时紧绷起来。龙碧池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君逍遥，这并非刻意，而是君逍遥只要站在那里，就好像是天地的中央一般，所有人的视线都会不自觉被引去。你就是君逍遥？龙碧池目光落在君逍遥身上，淡淡问道：“你是？”君逍遥目光淡淡看去，他自然看出来了，面前这女人长有龙角，当是祖龙朝天骄。我乃祖龙朝苍龙一脉，龙碧池。龙碧池话语带着淡淡傲气。听到此话，君逍遥目光略有古怪，良久才说道：“真是一个口吐芬芳的好名字啊。”龙碧池疑惑地看了君逍遥一眼，不明白他此话何意。在另一个方向，有黄金神芒光耀天地之间，一头威武雄壮的黄金狮子踏空而来，令苍穹震荡。它最特殊之处，乃是拥有9颗头颅，气血滚滚，如潮澎湃。9颗头颅同时发出狮吼时，宛若雷霆震荡，气息强到极点。是9头狮子族的年轻至尊。许多人族修士面色泛白，惊呼道：“9头狮子族绝对是个强悍到极点的太古种族。”传闻在久远前，9头狮子一脉兴风作浪，无人可挡，最后乃是一位佛帝出手，才将9头狮子一脉度化，成为坐骑和护法神。在近古，9头狮子族虽数量稀少，但亦有一位无上至尊，号称90元圣，打响了这一脉的威名。若不是这一族数量太过稀少，绝对可以跻身太古皇族行列。这位年轻的至尊，莫非是那90元圣的后人？一位人族天骄眼露忌惮，9头狮子看向君逍遥，口吐人言道：“不错，人族的年轻至尊，你实力很强，有资格追随本王。”而天穹另一边，忽然有妖风掀起，一只黑色巨鸟遮天蔽日而来，其翼若垂天之云，一双眼瞳宛如2轮血月沉浮，所过之处带着血腥之气，令许多人类修士脸色煞白。吞天雀族又是一脉凶名赫赫的太古种族，人族连当追随者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只配成为血食。这头吞天雀开口，目光盯着君逍遥，瞳中绽放嗜血之芒。吞天雀族极为凶戾，喜食人族血肉，而君逍遥的荒古圣体简直是一味人体大药，如同唐僧肉一般。不过这头吞天雀也知道君逍遥有护道者，因此他倒没有妄想去吞噬君逍遥。看着这2个口出狂言的太古生灵，君逍遥微微侧头，眼露疑惑开口道：“你们这群太古种族都这么没脑子吗？”听到这话，不论是吞天雀、9头狮子还是龙碧池，神情都是愣住了。君逍遥一人竟然辱骂了整个太古族群，怎么本神子的话有误吗？君逍遥话语不带烟火气，十分平淡，但就是这种目空一切的态度，让9头狮子等生灵震怒了。人族这边，姬玄等人也是有些意外和错愕，哪怕是他也不敢同时招惹9头狮子、吞天雀等太古种族生灵，光是一个就足够让他焦头烂额。人族，哪怕你是荒古世家神子，今日也要让你付出代价。吞天雀怒了，双翅震动，掀起一阵黑色的风暴，整片天地好似都刮起了阴风，强烈的气流甚至将一些修为稍弱的修士直接扇飞。9头狮子一时愤怒了，9颗头颅齐齐发出咆哮，声如雷震，撼天动地。这君家神子究竟是真有底气，还是在找死？龙碧池虽然心头也有怒意，但他想起苍龙一脉老祖的告诫，倒是没有贸然出手。不过龙碧池自问，哪怕换作是他，想要同时应付吞天雀和9头狮子，也是极为困难的。这2头生灵，每一头都可以横扫人族8成以上的天骄，换作任何人面对此刻君逍遥的情况，他们都会胆寒。恐怖的黑色风暴席卷而来，君逍遥体表显现出明神守护虚影，他步踏虚空，负手而立，晶莹的发丝根根散发神辉，被风吹起，绝世无瑕，如同上苍亲手雕刻般的俊秀神颜，平淡的像是一壶净水。这般气度令许多女修士折服，在心中替君逍遥祈祷。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装吗？下方萧晨心里冷哼了一声，他是绝对不会承认
自己不但嫉妒君逍遥的身份地位，还嫉妒他的容貌。两头畜生，焉可翻天？君逍遥淡漠低语，他身形终于动了。神像阵欲尽全力催动，7万颗巨象威力在这一刻同时复苏。刹那间，金色的气血如同大浪一般轰然涌出，在天穹上翻滚，隐隐凝聚成一头撼天动地、碎灭星辰的金色神像虚影。他一拳轰出，那头金色神像虚影也是随之卷动象鼻。前方漆黑的风暴都是被君逍遥的拳风生生撕裂。吞天雀见状，再度震动翅翼，无数黑色的灵雨铺天盖地飞射而出，宛如下了一场灭世的黑雨。这是吞天雀一族的大神通黑灵剑雨，任何神桥进天骄，若是陷入其中，都要被洞穿，绝无生路。君逍遥脸色却是平平淡淡，他甚至都没有防护，而是以极为生猛的姿态直接冲了过去。找死！吞天雀冷声道。然而下一刻，吞天雀一双血月般的眸子愣住了，浑身黑羽竖起，炸毛了。密密麻麻的铿锵声响起，那是剑雨落在了君逍遥的身上。但就是这连王侯兵器都可洞穿震碎的剑雨，落在君逍遥身上，甚至都无法破开他的肌肤。只有如此，君逍遥冷笑，背后延展出恶魔之意，身形霎时掠至吞天雀身前。他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直接一拳生猛砸下，金色拳芒滔天，照亮了一片天宇。同时吞天雀发出惨叫声，一边翅膀都被打碎，鲜血横流。人族，你太猖狂了！九头狮子直接冲来，他方才也是被君逍遥的无双肉身震慑住了，此刻反应过来，冲杀而上。九头狮子9颗头颅齐齐发出怒吼之声，肉眼可见的空间音波扩散而出，前方虚空都好似扭曲了。这是九头狮子族的大神通狮子吼，一声震吼，苍穹都可震裂。周围山林的一些修士急忙以法力护住自己的七窍，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修士被震得口鼻溢血，差点昏厥。这般恐怖威力可想而知，位于中央的君逍遥将会受到何等压力。然而君逍遥依然云淡风轻，冥神守护施展而出，音波撞击在上面，掀起阵阵波澜，但却无法突破。君逍遥趁机抬手一抓，无尽法力暴涌，化为冥神之矛，直接投掷而出，洞穿了吞天雀的身躯。鲜血飙洒，淋雨四散。吞天雀发出一声高亢尖利的提血之声。君逍遥闪身而出，双手横推，扯住吞天雀兽躯，然后猛然一撕，哧啦！吞天雀整个身躯被一分为二，场面极为震撼人心。玲珑，回去之后坐守司机池。君逍遥直接是将分成2半的吞天雀尸体扔给了后方的君玲珑。全场修士愕然，他们听到了什么？拿凶名赫赫的吞天雀做食材，而且还起了一个侮辱性的名字守司机，你太猖狂了！九头狮子震怒不已，他和吞天雀虽没太大关系，但同为太古种族，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你想让本神子当你的追随者，真是可笑。不过你倒是勉勉强强能当本神子的坐骑。君逍遥一语，令九头狮子的9颗头颅都是发出怒吼。对于九头狮子一脉而言，他们最忌讳的就是听到坐骑2字，因为他们祖上曾被佛地度化，当作坐骑，这是刻在血脉里的耻辱。找死！无畏狮子印！九头狮子彻底暴走，直接施展出了种族大神通无畏狮子印。这是一种恐怖到极点的大神通，都快接近真龙大神通级别了。九头狮子浑身金芒澎湃，一方金色古印凝结而出，无尽符文洒落而下，虚空震荡，天地动摇。这一招太强了，让的龙碧池、姬玄等天骄之辈都是有种心头生寒的感觉。他们自问，若是自己面对这一招，绝对会付出大代价。君逍遥眸光淡然，即便是面对这种有着赫赫声威的大神通，他依然从容至极。君逍遥胸口有炽盛的光华在汇聚，仿佛一轮小太阳出现。旋即，一道威能恐怖的璀璨神芒迸发而出，如同天降劫法。神芒所过之处，虚空掀起涟漪，周围山岭爆碎。正是至尊谷的大神通上苍劫光。这一门神通最完整的乃是上苍之手，君逍遥已经参悟成功。只是眼下这种情况，还无需施展上苍之手，光是上苍劫光便足以应付。轰隆隆，璀璨的劫光落在无畏狮子印上，直接是将势轰撞开来，然后去势不减地划过九头狮子。九头狮子害得亡魂皆冒，浑身鬃毛竖起，他急忙闪避，却还是被劫光扫中，一下掉落4颗头颅。登时血如泉涌，好！九头狮子发出惨嚎之声，一下被削去4颗头颅，令他顿受重创。此刻他剩下的5颗头颅，眼中皆是露出金黄之色。这个人族太过可怕了！如果不是知道君逍遥是荒古世家神子，九头狮子真的会以为他是太古真龙化成了人形。这种恐怖的肉身之力，简直比他们这些太古种族生灵还要强大。哪怕你是荒古圣体，也不可能强大到这种程度。九头狮子发出怒吼，同时浑身腾起神芒，在他4颗头颅的断口处有神霞缭绕，好似要生长出新的头颅。九头狮子一脉的生命力太旺盛了。看到九头狮子的状态，许多人族修士惊叹。但即便如此，这种手段在君逍遥面前依然不够看。不要用你那有限的想象力揣摩本神子的能耐。君逍遥自是不可能给九头狮子恢复的机会，他再度出手，也没有施展任何神通手段，就是单纯的一拳拳砸下，每一拳都重若万钧，将九头狮子打得骨断筋折。这种生猛的肉搏令全场愕然。
不愧是荒古圣体，近战无敌的存在。虚空之中，将家长老感叹道：“现在甘愿当我的坐骑了吗？”君逍遥默然道：“哼，我乃90元圣后人，就算是死，也绝不受这种羞辱。”九头狮子剩下的5颗头颅齐齐发出不屈的怒吼。哦，是吗？君逍遥再度出手，几个呼吸后，九头狮子只剩下了4颗头颅。别想让我臣服！九头狮子继续大叫。半个钟后，九头狮子只剩下了3颗头颅，他开始慌了。君家神子，有种来日再战！九头狮子眼中闪过惶恐之色，色厉内荏道。又过了几个呼吸，他就剩2颗头颅了。对于九头狮子来说，他的头颅虽可重生，但若9颗头颅都被斩掉了，那就彻底无力回天，神仙也就不回来了。最后，九头狮子发出求饶的惨叫：“神子住手，别再斩我头颅了，就剩1个了，再斩就秃了。”九头狮子被打得嗷嗷叫，趴在地上求饶。他全身鲜血淋漓，就剩1颗头颅，一脸欲哭无泪的表情。好好的九头狮子，生生被君逍遥斩成了独头狮子。诸多修士看到这一幕，都是齐齐无语。方才还一脸宁死不屈的九头狮子，现在就像是一只胖橘猫一样，趴在地上摇尾巴求饶，反差未免太大。服了！君逍遥一脚踏在九头狮子剩下的1颗头颅上。服了，服了！神子别杀我！九头狮子瑟瑟发抖，哪还有一丝太古王族的威严？他知道君逍遥是真的敢杀他，以君家的背景，哪怕是90元圣，估计也难以报复回来。勉勉强强当我的坐骑吧。君逍遥淡道。九头狮子实力极强，现在之所以这样惨，是因为对手是他。换做其他任何天骄，想将九头狮子虐成这个样子，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九头狮子低头。诸多修士看到这一幕，心头如有惊涛骇浪翻涌，手撕吞天阙，降服九头狮子。这在常人看来是难以做到的事情，君逍遥却轻而易举做到了。龙碧池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脯起伏着。他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何老祖会那样告诫他。龙昊天死得不冤啊！龙碧池鹦鹉美目中带着极度的忌惮，同时他又想起了那个依然在闭关融合龙元的妖孽，不知融合了7颗龙元，加上地龙之血的龙傲天，是否能够胜过君家神子。另一边，姬玄、萧晨等人则更是将君逍遥的危险程度提高到了极点。而在这时，那道大地裂缝之中再度有异象传出，灰雾翻滚，光华涌动，至尊秘藏终于开启了。所有修士、太古生灵都是打起了精神。君逍遥目光看去，他的脑海之中并没有系统传来的签到提示，看来要真正深入元天秘藏深处才能签到。君逍遥心里暗想：走！姬玄等人眸光闪烁，法力涌动，包裹全身，直接冲了下去，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余那些修士也是紧随其后。至于龙碧池，看来君逍遥一眼，最终还是放弃了招惹君逍遥。原本此次前来是想对付君逍遥，扬一扬我祖龙朝的威名，不过现在看来，的确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以寻找远古龙骨为主要吧。龙碧池心里暗想道，他原本主要是来找君逍遥麻烦，其次才是找远古龙骨，但现在亲眼看到君逍遥的实力后，龙碧池很是自觉地把寻找远古龙骨放在了第一位。看到龙碧池老老实实进入了大地裂缝，君逍遥也是轻笑一声，倒是识相。我们走吧。君逍遥摆摆手，骑着九头狮子率先进入大地裂缝内。君仗剑、君血皇、君玲珑、君万劫将圣衣5人紧随其后。一进入裂缝中，浓浓的灰雾翻滚而来，远比外界更加浓郁。许多贸然闯入其中的修士都是很快被灰雾phủ地，丧失了心智，双目发红。这种浓郁灰雾连法力都无法彻底隔绝。轰！君逍遥随手挥去，将前方几位陷入癫狂的修士一掌拍死。很快，他开出了一条路，到达了裂缝之底。放眼看去，一座恢宏的地宫横呈在地下，一股至尊威压从深处弥漫而出。君逍遥释放出魂力，大致用神念查探了一下，整座地宫好似分为内外2层，外层应该大多数人都可进入，而内层则可能需要元天至尊令才行。看来想要签到，应该要深入那层才行。君逍遥想到。这时，姬玄已经是掠向了地宫，他嘴角噙着一丝笑意，眼中亦是有着一缕兴奋。他难道？君逍遥注意到了姬玄的神情，眼露思索之色。看姬玄这模样，似乎隐隐知晓一些至尊秘藏的隐秘。姬玄，就让你当我的寻宝鼠吧。君逍遥一笑。而另一边，他也注意到了萧晨也是冲向了地宫的另一个入口。君逍遥知道萧晨是怀有气运之人，他在这秘藏内想必会有不小的收获。想到这里，君逍遥侧头道：万劫，有件事吩咐你。是，公子请讲。君万劫拱手道。君逍遥传音而去，君万劫点头，闪身而去。整座元天秘藏尽在我掌控之中。君逍遥负手，胸有成竹。君逍遥等人开始深入地宫。身为至尊秘藏，加上到处弥漫着的诡异灰雾，哪怕傻子也知道这处至尊秘藏怕是产生了某种异变，弥漫着不祥。地宫之内弥漫着古老腐朽的气息，一眼望去，阴风惨惨，雾霭笼罩，断壁残垣。地上有着诸多横七竖八的漆黑尸体。最诡异的是，这些尸体体表竟然蔓延出了黑色的鳞片，如同异化了一般。就在诸多修士踏入地宫的刹那间，
这些诡异魔师忽然暴起，瞪着血红的双眼扑杀而上，他们的指甲如同坚刃一般，轻而易举地洞穿撕裂修士的身躯。神桥境修士根本挡不住这些魔师，很快便是大片的修士被屠杀。然而在君逍遥这边，他举手投足间，轻而易举地将这些魔师拍成了肉饼。至于其他人，他没有去管，也懒得管。君逍遥又不是这些修士的保姆，更不是正道人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种事情和君逍遥无关。在君逍遥后方，江圣一、君玲珑、君雪皇等人皆是没有动作，并非他们不想出力，而是真的没有机会。君逍遥随手便开出了一条大道，没有任何魔师能够让他停下脚步。而另一边，龙碧池、萧晨等人早已不在这条主路上，不知去哪儿了。君万劫也不在君逍遥身旁。姬玄眼角余光瞥了君逍遥一眼，看到君逍遥没有注意到他，他身形一闪，也是离开了主殿。在姬玄离开后，君逍遥唇角勾起一抹冷笑，他不准备现在收割姬玄，因为时候未到。随着时间推移，修士的数量在减少，大部分修士都是被魔师屠了个干净。雪皇、仗剑，你们暗中去寻找姬玄，不过先不要打草惊蛇。君逍遥道。听到此话，君仗剑和君雪皇两人皆是眼眸一震，神子要把注意打到姬玄身上。一想到这里，君仗剑和君雪皇不由得有些怜悯姬玄了。被君逍遥盯上的人可没什么好下场。江圣一则起唇，带着些许担忧道：“逍遥，你要对姬玄出手吗？他拥有圣人王手骨，若真的拼命的话。”江圣一在担忧，他倒不是怕君逍遥会败给姬玄，而是姬玄若拼了命反扑，怕是也会给君逍遥带来一些伤害。圣一姐这是在关心我。君逍遥淡笑道。江圣一咬了咬唇道：“我是你小姨，我不关心你，谁关心你啊？”哼，大可不必。仙域年轻一代，能让我君逍遥忌惮的人，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存在。君逍遥洒然一笑，这并非自傲，而是事实。天赋绝世，系统加深，若还忌惮这忌惮呢，君逍遥都可以拿一块豆腐拍死自己了。江圣一白了君逍遥一眼，嘴角却也是忍不住微微上扬。君逍遥自信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呢。走吧，这地宫之内倒也有些宝贝，也不能浪费了。君逍遥甩袖道。接下来，君逍遥骑着九头狮子和江圣一一起行动，君仗剑和君雪皇则去暗中追踪姬玄了。而在另一边，头戴兜帽、身披斗篷的萧晨正在复杂的地宫之中穿行。萧晨，再往左边走，然后直行。本座已经感应到了远古龙骨的气息，就在不远处。萧晨脑海中传来青龙上人微微带着一丝激动的声音，连青龙上人都是无法保持平静了。如果能够得到远古龙骨，再融合各种材料，他就可以重塑身躯，不但能够恢复到巅峰状态，甚至更进一步突破成为无上至尊，都不是不可能。连青龙上人这等准至尊强者都难耐激动之色，更别说萧晨这个愣头青了。他的眼中闪动着兴奋之色，不由加快了脚步。过了约莫半晌，萧晨在解决掉了一些魔师和其他少数几位修士之后，进入了一处类似溶洞般的存在。整个地下溶洞空间极为巨大，萧晨呼吸急促，放眼看去，但见在巨大的溶洞空间内，足足有着5具巨大的龙族骸骨，其中4具骸骨都是呈现出一种深沉的暗金色，骨骼表面烙印着诸多繁复而玄奥的符文。4具暗金色龙族骸骨，即便只是骨骼，却依然带着一股浩瀚威严，让萧晨都是忍不住有种跪下膜拜的冲动。这就是远古龙骨吗？萧晨激动到手指都在颤抖，光是感受到这股威严，他就知道远古龙骨强悍到极点，绝对能够让他彻底蜕变。然而在他脑海中，青龙上人忽然发出了吃惊的声音，那难道是传说中至尊祖龙骨？至尊祖龙骨？萧晨目光疑惑，旋即看向那最后一具骸骨。那具骸骨同其他4具暗金色龙骨不同，呈现出一种玉质光泽，宛如仙玉雕琢而成，浑然天成。骸骨上面烙印着密密麻麻符文，如同诸天星轨一般流转，尽显神秘与强大。那4具暗金色的远古龙骨虽然气息强大，但同这洪荒龙骨相比，却是如同臣子面对帝皇一般。至尊祖龙骨乃是拥有祖龙血脉的龙族至尊，所遗留下来的骨远比远古龙骨更加强大。青龙上人语气急促道。萧晨闻言深深吸了一口气，眼中也是难掩震撼。LT、BKGT， 祖龙血脉何其强大，整个祖龙朝都是以祖龙命名的，真正的祖龙古皇，那可是连一些人族大帝都可镇压的存在。当然，萧晨面前的这具至尊祖龙骨显然不可能是纯血的祖龙骸骨，纯血祖龙遗骸怕是在祖龙朝都找不出1-2具。不过哪怕只是含有一些祖龙血脉，都足以让这至尊祖龙骨变成无价之宝。发达了，我萧晨要发达了。萧晨呼吸急促，身体都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修炼青天化龙诀，若是融合了这至尊祖龙骨，将会变得多么强大，到时候不说镇压一个时代，至少也能横推荒天仙域年轻一代吧。萧晨，此地不宜久留，快先将这5具龙骨收起来。青龙上人提醒道。对，萧晨也是反应了过来，他现在只想赶快带走5具龙骨，然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炼化，最后打脸君逍遥，强势复仇。然而就在萧晨欲要动手收龙骨的时候，一道带着诧异的女声也是传来，那是远古龙骨，还有至尊祖龙骨。听到这声音，萧晨心里一个咯噔，猛地转过头去，一位身着青色甲胄的秀美女子出现，英姿飒爽，凤目逼人。
他的头上生着2根青色龙角，不是龙碧池，还是何人？是祖龙朝的那一位。萧晨的心微微一沉，虽然他知道龙碧池此次前来也有可能是为了龙骨而来，但他没想到龙碧池能这么快找到。龙碧池的玉手上握着一块青色的骨头，正是依靠这块骨头，他才能够隐约感应到龙骨的位置，然后直接找来。此刻当看到这5具龙骨，特别是那具至尊祖龙骨时，龙碧池的美目中也是不禁泛着火热之色。至尊祖龙骨哪怕在祖龙朝都没有几具，太好了，这次任务可以完成了。龙碧池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对付君逍遥的事情搁浅了，但好歹任务完成了。龙碧池收回目光，这才注意到了站在龙骨边上的萧晨。看到是人族，龙碧池蹙眉疑惑道：没想到还有人族比我先到，看在本龙女心情好的份上，你滚吧。龙碧池一挥手，没有将萧晨放在眼中。哼，这位姑娘未免太过霸道了，不将萧某放在眼中吗？萧晨眉头一拧，沉声道：将你放在眼中？龙碧池微微侧了侧头，唇角陡然挑起一抹讥讽之意。你以为你是君逍遥吗？本龙女忌惮君逍遥，难道还忌惮你这只蝼蚁？听到龙碧池的话，萧晨眼中陡然涌出怒意。君逍遥，君逍遥，又是君逍遥，我萧晨哪里不如他了？萧晨猛然一声暴喝，让龙碧池都是微微一惊，不知道面前这个人类怎么突然发狂了。什么龙女，都得给我趴着！萧晨竟是主动出手了，卑贱的人族小子，找死！龙碧池秀眉一掀，也是动手，两人身形顿时碰撞在一起，掀起法力波澜。咦，你的修为？龙碧池微微吃惊，他没想到面前这个人族小子竟然拥有神桥境中期的修为，这已经堪比天之骄子了。哪怕是他龙碧池，也不过是神桥境大圆满的修为而已。轰轰轰！两人招式对碰，一时之间竟是不分上下。这时，萧晨脑海中青龙上人声音响起：萧晨，事不宜迟，赶快想办法带走龙骨，到时候吸引其他人来就不妙了。青龙上人之所以不出手，是因为他不能出手，以他准至尊元神的修为，一出手就可能被至尊秘藏外的那些不朽道统长老感应到，因此只能靠萧晨自己。好，速战速决！萧晨心下决断，仰天长啸，浑身青光涌动，然后在龙碧池略微震动的目光当中，萧晨体表覆盖上的青色鳞片背生双翼，好似龙化了一般，化为了半龙形态。萧晨的气息也是直接暴涨到了归一境。这是我祖龙朝的青天化龙诀，你是从何得来的？龙碧池微微呆了，有些不敢相信。他万万没想到，一个人族小子竟然能够把青天化龙诀修炼到这种程度。哼，让你吃惊的还在后面。看到龙碧池震惊的神色，萧晨心中有一丝得意。他一拳轰出，100道青龙光纹扩散而出，全芒惊人。不过龙碧池显然也不是什么软柿子，他可是彻底炼化了2枚龙元，实力比起龙昊天都要强。龙碧池玉手浮出，如真龙摆尾，掀起一连串的法力符文。萧晨亦是全芒大开大合，波动惊人，两方竟是有些僵持不下。这件女人真碍事。看到自己难以彻底镇压龙碧池，萧晨眉宇阴沉如水。就在局面陷入僵局时，一道法力劈链陡然从不远处迸射而来，沿途地面都是开裂。感应到这股突如其来的招式，龙碧池心下一惊，急忙侧身闪避，却还是被擦中了身躯，吐出了一小口鲜血。谁？龙碧池美目喷薄怒火，一位白纱蒙面、眸若秋水的绝美女子显现出身形。明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萧晨露出意外的惊喜之色。武明月的出现是萧晨完全料想不到的。萧晨，你没事吧？武明月关切地看了萧晨一眼，然后美眸冷冷地看向龙碧池。你是谁？龙碧池眼露戒备之意，他能感觉得到这个白纱蒙面女子不论修为境界还是身份来历都很不一般。离开吧，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够染指的。武明月语气冷漠，无形中流露出神朝长公主的威仪。你敢插手祖龙朝的事情？龙碧池眼露冷漠之意。祖龙朝的确很厉害，但那又如何？武明月丝毫不惧。看到武明月为了自己对上祖龙朝，萧晨心中别提多感动了。他发誓以后一定要娶武明月，好好珍惜她。然而就在火药味弥漫浓厚之时，一道带着冷然语调的声音再度响起。哼，这龙骨既不是祖龙朝的，也不是你们2个的，而是属于神子的。LTB GT。 听到这声音，龙碧池、武明月、萧晨3人脸色皆是骤变。但见一位身着银色战铠的年轻男子现身，面庞端正，带着交错的疤痕，气质冷冽如冰，通体缠绕雷电符文，正是君家第5序列君万劫。君万劫，你怎么会出现在此？龙碧池美目震动，还多亏了这只小白鼠啊！君万劫眸露一缕冷然戏谑，看向萧晨。之前君逍遥向君万劫传音，就是吩咐他暗中跟随萧晨。君万劫一开始还疑惑，跟随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子有什么用？但是现在，当看到那4具洪荒龙骨，还有那具至尊祖龙骨后，君万劫是彻彻底底服了君逍遥。公子莫非能推演天机不成？不然怎么知道这小子会有这般机缘？君万劫心里感叹。不过眼下他最主要的还是夺取这5具龙骨。看到君万劫出现，萧晨脸色涨红，太阳穴青筋突突跳动，气得五脏如焚。他如何不知道自己又被君逍遥暗中算计了？想到这里，萧晨转过头对武明月道：
明月，拜托你帮我一起镇压此人。萧晨真的是气得肝疼。君逍遥仿佛梦魇一般笼罩在他的头顶上方。不过这一次的机缘对萧晨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关乎他日后的前途。4具远古龙骨也就算了，但至尊祖龙骨，萧晨是势在必得的。而以他本身的实力，想要从君万劫的眼皮子底下带走龙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萧晨哪怕万般不愿意，也只能无奈求助武明月。武明月闻言，微咬嘴唇。他哪怕面对祖龙朝龙碧池都丝毫不惧，但在面对君万劫时，却是微微有着迟疑。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君家威势太盛了。身为御三家之一，君家在荒天仙域，甚至比祖龙朝更有震慑力。武明月并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但若牵连到了他背后的盘武神朝，后果就有些难以想象了。明月看到武明月似有迟疑，萧晨神色微微愣住。难道连堂堂盘武神朝长公主都那么忌惮君家吗？君逍遥就那么可怕吗？看到萧晨那尖锐而隐忍的清秀脸庞，武明月于心不忍，玉手微微一握，下定了决心。好，萧晨，明月会帮助你的。听到武明月的答复，萧晨面露惊喜。果然，武明月还是很在乎他的。你是？君万劫看着脸肤白纱的武明月，微微蹙起剑眉。他自然能感受到武明月不是凡人，那种无形流露出的高贵气质，不是普通势力的女修士能有的。有了武明月帮助，萧晨心神一定，眼角余光看到龙碧池，再度开口道：“龙女，我们之前虽有冲突，但眼下是否应该先联手，将君家第5序列镇压了再说？至于这5具龙骨之后如何分配，到时候再说不迟。”萧晨倒也有点头脑算计，合纵连横的办法，他还是能想出来的。和你联手？龙碧池眉毛一挑，哼，没错，你们祖龙朝不也和君家有仇吗？难道愿意鹬蚌相争，让君家得利？萧晨循循善诱。龙碧池心念一想，便是微微点头道：“那好，姑且先把这君家第5序列解决了再说。”统一阵线后，萧晨、武明月、龙碧池3人皆是没有犹豫，对着君万劫出招。哼，怕你们不成？君万劫身为从底层爬起来的君家第5序列，心里自然也有傲气。除了君逍遥之外，他谁也不服。芭雷禁诀，天雷劫。君万劫气息迸发，法力浩瀚，若雷霆一般汹涌，一出手就是急招。但萧晨3人也非是一鱼之辈。青龙式，萧晨双手一探，百道青龙光纹迸发，融合为一个巨大的青龙头颅，张口撕咬而来。武明月玉掌浮出，法力迸发，化为千万条法力匹链扩散开来。龙碧池则翻手祭出了一条龙鳞长鞭，一鞭子甩出，虚空震裂。看着3人同时祭出招式，哪怕君万劫都是皱起了眉头。他实力很强不假，但面前这3人也都不简单。萧晨是拥有大气运的天骄主角，武明月乃是盘武神朝长公主，龙碧池更是祖龙朝苍龙一脉的龙女。这3人都称得上是绝代天骄，一般人应付一位都困难，更别说此刻3人齐出手了。轰隆隆，大战爆发，法力涟漪扩散，整个溶洞都是发出轰隆颤鸣之声。君万劫身形接连倒退，嘴角溢出一抹鲜血。他之前在南天城同君逍遥交手，伤势还未完全恢复，此刻同时对上3位天骄，难免也有压力。啊，你受伤了，看来君家序列也不是什么不可战胜的存在。萧晨见状，目光一亮，虽然暂时报复不了君逍遥，但是能报复他身边的人也算不错。放肆，我君家序列岂是你一个宵小能够非议的？君万劫一声震喝，双眸迸射雷芒，真正催动了他的雷劫战体。轰隆，在他周身无尽雷光缠绕，渡劫天宫的威能也是显现了出来。他催动了雷劫战体，都别留手了。龙碧池见状，一声娇喝，提聚体内龙元之力，一鞭子甩出，发出龙吟之声，一道苍龙虚影横冲而出。青龙四天手，萧晨也是祭出了自己的大神通。至于武明月，略有迟疑，因为他若施展盘武神朝的武学，难免被他的护道人察觉，到时候又会将他带回盘武神朝。不过他转念一想，这龙骨对萧晨来说十分重要，为了帮助萧晨夺取龙骨，武明月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玉手浮出，仿佛一瞬间就打出了千万掌，令虚空翻覆震荡，一股强绝的大威势迸发而出。那是盘武神朝的神通混元散手。看到武明月祭出的神通绝学，君万劫微微诧异。他曾同盘武神朝的妖孽天骄冠军侯交过手，那位冠军侯就曾经施展过这一式混元散手。萧晨等3人齐齐施展大神通，联合起来，哪怕是绝代天骄都难以挡住。换作是姬玄来此，同样会受到压制。伴随着一声巨大的对撞轰鸣之声，君万劫身体接连倒退几10步，他就伤未愈，再添新创，终于是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而这边萧晨3人亦是被齐齐震退，身上有被雷电灼烧的焦黑痕迹。好强，不愧是君家的第5序列。龙碧池心里暗自心惊，这君万劫虽说没有君逍遥那般横推一切敌的无敌威势，但也不可小觑。他们3人联手，竟然都无法在短时间内镇压君万劫。萧晨的脸色微微有些难看，君逍遥对付不了就算了，现在竟是连君万劫都对付不了。看到萧晨的表情，武明月微微咬唇，传音道：“萧晨，我有一件法宝，可以短时间内困住君万劫，你趁机夺取龙骨。”听到武明月的传音，萧晨眸光一亮，重重点头。今日有我君万劫在，你们休想拿走神子的龙骨。君万劫脸色冷然，目中迸射3尺雷芒，
而就在这时，武明月身形一动，祭出了一条金色绳子。那绳子如同灵蛇一般扭曲，而后以极快的速度直接缠绕在了君万劫身上，将其捆缚住。这是什么？君万劫想要挣脱，迸发雷霆法力，却发现自己的灵海都好似被这绳子压制住了，无法释放法力。武明月身为盘武神朝长公主，她的护身法宝又怎会简单呢？这条捆金绳足以在短时间内束缚住君万劫。萧晨，快去夺龙骨！武明月传音道。而萧晨脸色阴晴不定，然后目光发狠，流露出一缕狠辣之色。他震动背后青龙之翼，直接是闪掠到了被捆住的君万劫身前，化为青龙之爪的手臂，对着君万劫头颅狠狠抓下去。君家序列，死吧！萧晨眼中迸射凶冷之光。既然暂时报复不了君逍遥，那就先宰了他身边的人。看着那落下的青龙之爪，君万劫脸色绷紧。他没有恐惧，只是遗憾，此生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妹妹了。而就在君万劫即将殒命之际，一道金色法力巨掌猛然轰击而来，一巴掌就将欲要行凶的萧晨拍翻在地，咳血连连。同时传来的还有一道带着调侃意味的清冷之声。做事风格这般果决狠辣，倒是有主角的风格，不过可惜没有主角的命。听到这声音，萧晨瞳孔骤缩，如堕冰窟，浑身发寒。在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里，情况就发生了多次转变。一开始连武明月也没想到，萧晨竟然会选择出手灭杀君万劫。要知道，那可是君家的天骄序列，若是死了一位，整个荒天仙域都会发生大地震。而且，如果君万劫是在正常的切磋斗争中死的，君家或许还不会太过震怒。但现在，君万劫可是被捆金绳绑住了，若他真死了，不仅萧晨完了，连带着他武明月乃至背后的盘武神朝都会受到牵连。武明月没有想到萧晨会这么冲动，不在乎后果。他更没想到，那个总是含着温和笑意的清秀青年，竟然还有这般狠辣阴厉的一面。但是，还不待武明月回过神来，他便是看到了萧晨已经被拍翻在地，同时也听到了那道声音。难道是君家的那位来了？武明月眸子微颤，目光望去，一道浑身笼罩在仙灰之中的白衣绝世身影缓缓踏步而来，神姿俊秀，仙灵玉骨，宛若由上苍巧手雕琢而成的最为完美的存在。不是君逍遥，还是何人？是君逍遥。龙碧池容颜绷紧，心中警惕提升到了极点。武明月亦是深吸了一口气，没想到真的是君家神子驾临。公子！君万劫脸上露出一缕欣喜，他早在看到龙骨时就已经暗中传讯了君逍遥。君逍遥自然知道了地点，然后直接独自过来。没想到便看到了萧晨行凶的这一幕。君逍遥！被打翻在地的萧晨站起身来，一手抹去嘴角的鲜血，脸色狰狞的有些可怕，像是遇到了天命宿敌一般。那股仇恨愤怒之意，任何人都能够感觉得到。武明月见状，心神一震，再度想起了萧晨之前和他诉说的过往。萧晨，你的那位仇敌不会就是君家神子吧？武明月忍不住开口问道。哼，不是他还是谁？我萧晨发过誓，3年之约，一定要报仇。萧晨冷然喝道。他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孱弱而狼狈的少年了，他如今有底气面对君逍遥。当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炼化了至尊祖龙骨后才和君逍遥决战。不过现在貌似也没有机会了。听到萧晨的话，武明月脑海轰鸣，脸色瞬间就苍白了几分。他之前还想着，若是遇到萧晨的宿敌，他不介意直接帮助萧晨除掉。以他盘武神朝长公主的身份，在荒天仙域能让他忌惮的人和势力还没有几个，只要他随便动动嘴，一方大势力随手就可覆灭。可是现在萧晨的宿敌是出现了，武明月除得掉吗？这不是除不除得掉的问题，是压根就不可能的问题。别说他只是盘武神朝长公主，便是真正的盘武神朝之主无上至尊，都不敢亲自对君逍遥动手。君家那些埋在祖册里的老祖可不是吃干饭的，一位18祖就足以震慑大半个荒天仙域。怎么会？为什么偏偏是他？武明月心中蓦地生出一种浓浓的无力感。能让一个不朽神朝的长公主如此无力，可见君逍遥的身份，放眼整个荒天仙域都是最为尊贵的。君逍遥并不怎么在乎萧晨，而是将目光落在了那5具龙骨之上。4具远古龙骨，君逍遥只是淡淡扫过了一眼，他的目光落在至尊祖龙骨上。不错，拥有祖龙血脉的至尊之骨，哪怕在祖龙朝都找不出几具。君逍遥微微点头，露出满意之色。这萧晨倒还真是他的福星。君逍遥，你早就知道我进入元天至尊秘藏了。萧晨咬牙切齿，眼珠泛红。你说呢？君逍遥唇角勾起一抹笑。但你那时候并没有出手，就是为了让我找到机缘，然后在背后摘桃子。萧晨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看来你还不算太傻。君逍遥道。君逍遥。萧晨心头怒极，一声长啸，彻底催动自身全部实力。青龙镇魔。萧晨双手结印，横推而出，一道青龙虚影出现，首尾相连，盘绕一起，宛如一座青龙大山，对着君逍遥盖压而下。君逍遥目光淡淡，抬手简简单单一拳轰出，金色的拳印直接轰击在青龙大山之上，而后一击将其碎裂。萧晨见状，面色再度泛白，无法置信，这可是他青天化龙诀中的绝学神通，竟然一拳就被君逍遥轰碎了。萧晨，别再自欺欺人了，你明知道自己只能一辈子仰望本神子的背影。君逍遥一面说着，
再度抬手镇压向萧晨。不动青龙桩。萧晨看到君逍遥出手，浑身汗毛都是倒数，急忙施展出防御绝学。霎时，一个烙印青色龙纹的虚幻巨钟笼罩了他的身体。可笑！君逍遥加持7万巨象威力之力，7亿精神力汹涌澎湃落下。轰！烟尘四溅，从中传来吐血之声。萧晨！武明月见状，脸色倏然一变。随着烟尘散去，萧晨显露出身形。他所施展出的不动青龙钟根本无法阻挡君逍遥的一掌。此刻，萧晨整个人瘫倒在土坑裂缝之中，浑身青色鳞片都是崩碎，鲜血横流，骨头更是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好在青天化龙诀对肉身加持极大，萧晨这才没有被一巴掌拍死。不过，即便没死，却也差不多丢掉了半条命。龙碧池见状，脸色更是凝重到极点。君逍遥走到君万劫身前，随手神力一展，便将捆金绳扯开，倒是一件不错的宝贝。君逍遥拿着捆金绳，目光望去，武明月落到萧晨身边，将其扶起，脸上带着焦急心疼之色。君逍遥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幕。公子，那位女子施展的乃是盘武神朝的武学神通。君万劫一旁说道。哦，盘武神朝。君逍遥目光微亮，旋即更露玩味之意。他可没有忘记，在盘武神朝的盘武陵还有签到任务，而他想要快速觉醒第二种圣体意象，也需要去盘武陵走一遭。不过在对付萧晨和这女人之前，君逍遥还需解决掉一个小麻烦。他目光转而看向一旁脸色阴晴不定的龙碧池。龙碧池，你还傻愣着待在这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听到君逍遥的话，龙碧池脸色发青，气都冷。她好歹也是祖龙朝苍龙一脉的龙女，身份地位极高，何曾有人以这种态度对她说话？换作是其他人，龙碧池早就一鞭子甩了过去。但是现在看着那笼罩在仙光当中的绝世身影，龙碧池心中有着浓浓的忌惮，甚至还有一丝恐惧。没错，龙碧池自己都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会畏战先怯。看到龙碧池没有反应，君逍遥眉宇轻皱。他让龙碧池滚，并非是仁慈，而是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做，懒得对付他而已。不过龙碧池既然不走，那君逍遥也只能麻烦一点了。他手捏人王印诀，直接一击轰去。刹那间，法力波动澎湃，一印出，震荡乾坤，大地开裂。龙碧池脸色骤变，急忙出招抵挡。轰！噗嗤！龙碧池脸色一白，吐出一大口鲜血，整个身躯直接是被震飞，轰然砸在了一侧山壁，周围蔓延皲裂的缝隙。不识好歹！君逍遥脸色淡淡，龙碧池不停咳血，眼露惊惶之色。他竟然连君逍遥的一招都难以挡下。走！龙碧池娇躯颤抖发寒，再不敢有丝毫停留。他很确定自己若再拖延，绝对走不出元天秘藏。他身上虽然也有一些护身之物，外面还有护道长老，不过龙碧池心中依然没有安全感。只要是站在君逍遥的对立面，没人会有安全感。龙碧池没有丝毫犹豫，撒丫子就跑，只恨爹妈没有多生2条腿。堂堂祖龙朝龙女被吓成这个样子，若是传出去，不知要让多少人愕然。看到龙碧池离去，武明月和萧晨的心都是一沉。他们知道君逍遥不在乎龙碧池，是因为盯上他们了。君家神子，你要做什么？武明月挺身而出，挡在萧晨身前，语气带着些许紧张之色。她乃不朽神朝的长公主，即便脸覆白纱，隐藏了身份，但那种源自骨子里的高贵之意还是无法抹去的。但是现在在君逍遥面前，武明月根本生不起一丝高傲之心。这种感觉就好像世凡尘俗女看到了一位真仙一般。做什么？君逍遥微微侧头，饶有兴致地看着武明月，那种感觉似乎并非是在看一个女人，而更像是在看一个工具人。被君逍遥深邃的目光盯着，武明月只感觉浑身都好像被看了个通透一般。君家神子太可怕了！武明月心头微微发寒，把面纱揭开，本神子不喜有人在我面前遮遮掩掩。君逍遥语气冷漠，完全是一副命令的语调。你，武明月毕竟也是神朝长公主，该有的底线还是有的。君逍遥这一副语气态度，完全是在命令下人。怎么，要我亲自动手吗？那可就不是揭面纱那么简单了。君逍遥冷漠道。武明月咬唇，想起方才被一击震飞的龙碧池，他实力虽强，但也不可能比龙碧池强多少。想到这里，武明月忍着一丝屈辱，抬起玉手，主动揭下了脸上的面纱。霎时，一张美的惊心动魄的绝丽容颜出现在君逍遥眼前，眸如秋水，眉如墨画，肤如凝脂，齿如边贝，端地是一位风华绝丽的女子。君逍遥脸色不变，淡淡道：“原来是一个大美人，也难怪能把萧晨这小子迷得神魂颠倒。君家神子，你不要侮辱人，萧晨才不是因为我的容貌而对我好。”武明月冷语道：“他不允许别人亵渎他的感情。”哦，君逍遥淡然一笑，缓步走上前，虽没有释放任何气息，但是那种天生高高在上的气质，令得武明月都是有些喘不过气来。君逍遥直接走到了武明月面前，抬起手捏住了他如玉般的下颌。那萧晨不过是馋你的身子，还有利用你背后的势力对付我而已。君逍遥，住口！听到君逍遥这种话，萧晨一声厉喝，眸光却是有些心虚的在闪烁。他的确是真心喜欢武明月，但也不乏有一些别样心思在里面，而这些心思正好被君逍遥说中了。聒噪！君逍遥一巴掌拍击而去，再度将萧晨拍翻在地，连连咳血，全无反抗之力。君逍遥，你住手！
武明月容颜苍白，他被君逍遥捏住下颌，却无法摆脱。萧晨倒在血泊当中，看着君逍遥亵渎自己心目中的女神，目眦欲裂，五脏如焚。萧晨连武明月的一根手指都没有碰过，虽然他很想碰，但也知道武明月乃是神朝长公主，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因此忍住了。结果现在君逍遥却是捏着武明月下巴，一脸玩味之意，仿佛是在鉴赏着一件稀世名器，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接受。老祖，求你出手，杀了那君逍遥！萧晨在心中疯狂怒吼着。然而青龙上人并没有一丝回应，如同石沉大海，陷入了封闭一般。笑话，青龙上人怎么敢现身？若是被君家长老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哪怕他是准至尊元神，怕是也会被扔进炼魂塔里，生不如死。看到青龙上人没有回应，萧晨更是又急又怒。君逍遥看着萧晨，感慨道：萧晨，君某真心谢谢你，第一次给了我未婚妻和龙器，这一次又给了我一位美人，还有5具龙骨，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谢你啊。君逍遥是真心诚意的，他都有些舍不得杀萧晨了。君逍遥，你……萧晨气得脸色发绿，浑身颤抖，像是大冬天被扒光，扔进了万年寒泉中一般，冷到了骨子里。萧晨无能狂怒，咆哮苍天，气血涌上脑门，又一次被气昏了过去。萧晨，武明月摆脱了君逍遥，急忙查探萧晨情况，发现他尚有生机后，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不过脸色依旧凝重。君家神子，你究竟想要怎样？若是想要龙骨的话，直接给你便是。武明月玉脸绷紧，说道：若我猜的不错，你应该便是盘武神朝的长公主武明月吧？君逍遥负着手，平淡道：没错。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掩藏的，武明月直接承认了。在他看来，现在表明身份，还可能会让君逍遥顾忌一些。然而，君逍遥神情没有因此产生半点变化，好像在他看来，盘武神朝长公主的身份根本就不算什么。你也看到了这萧晨对我的怨恨，我杀他，你有意见吗？君逍遥语气陡然冷了下来。不行，你不能杀他！武明月脸色立刻变了。君逍遥无视武明月，抬手之间抓向萧晨。武明月通体爆发法力神能，想要抵挡，还敢护他？什么神朝长公主，给本神子跪下！君逍遥金色灵海掀起波澜，7亿金神力狂涌，如同太古神像碾压而下。扑哧一声，武明月直接被震得跪倒在地，唇角刻出斑斑血渍，染红了绫罗裙，无比气焰。堂堂不朽神朝的长公主，此刻竟是直接跪在了君逍遥身前，如同凡尘俗女跪倒在一位谪仙面前。这一幕并没有被外界看到，但可想而知，若传出去，会让一批人目瞪口呆。武明月可以说是荒天仙域年轻一辈中身份最为尊贵的那一批人了，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一句话可让一个顶级道统覆灭。而现在，就是这尊贵无比、高高在上的神朝长公主，却是嘴角可血，屈膝跪在君逍遥面前。这场景令人无法想象。君逍遥，武明月挣扎着迸发体内灵海之力，但却被君逍遥死死镇压着，无法起身。那金色太古神像虚影，仿佛可以镇压诸天万界，将乾坤苍穹都踩在脚下。而君逍遥负手立于神像虚影之中，宛如主宰天地的神明。一种屈辱和绝望之意在武明月心头蔓延。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也会有这么狼狈耻辱的时候。武明月，别拿你神朝长公主的身份来压人，换作是别人，或许还会忌惮，但对本神子而言吗？哼！君逍遥没多说什么，但一个呵字，将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表达地淋漓尽致。比身份背景，君逍遥还没虚过谁。父族荒古君家，母族荒古江家，两大荒古世家共尊的少主，就问一句，还有谁？武明月背齿紧咬红唇，他万万没想到君逍遥对盘武神朝丝毫不忌惮，更不在乎她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好像在君逍遥眼中，武明月同山野村姑没什么区别。想到这里，武明月心中一阵无力，他连和君逍遥谈判讲条件的资格都没有。武明月深呼吸一口气，尽力平复下心绪，以平和的语气道：君逍遥，直说吧，要怎么做你才能放过萧晨？哦，你真要保他？君逍遥眉梢轻轻一挑，虽看似讶异，心里却是冷笑。果不其然，武明月顺势进入了他所设下的圈套。说条件。武明月冷语道：说实话，本神子性格良善，待人宽厚，绝对不是什么魔鬼，要放过萧晨也并非不可能。君逍遥淡淡一笑。武明月闻言，表情微冷。性格良善，待人宽厚。看着那倒在血泊中凄凄惨惨戚戚的萧晨，武明月暗暗咬牙，恨不得咬君逍遥一口。直说条件，何必拐弯抹角？武明月寒声道。君逍遥目光微微扫视武明月娇躯，一身雪白的绫罗裙勾勒出纤细窈窕的曲线，和江洛里那种小短腿平板身材不同，武明月玉体鲜浓合度，肌骨均匀，搭配上雪白绝丽的容貌，的确无愧于神朝公主的身份。君逍遥这般目光令武明月雪白肌肤上起了一层小疙瘩，忍不住一双玉臂护在胸前，蹙眉道：君逍遥，你可别提过分的条件，我是不可能答应的。哼，你们这些公主皇女怎么一个个都这么自恋呢？缠你身子，本神子需要吗？君逍遥摇头道：那朱雀古国皇女拜玉儿是如此，这神朝长公主也是如此，就真在皇宫里被惯坏了呗。听到君逍遥的话，
武明月脸色微微不自然。的确，以君逍遥的容貌和地位，哪怕是不朽道统的天之娇女，都会很乐意和他联姻的。本神子只有一个条件，开放神宫，让我种下奴印。君逍遥语气淡漠，若非自愿，想要种下奴印几乎是不可能的。君逍遥的话令武明月娇躯一震，脸色泛白。种下奴印，这让武明月无法置信。君逍遥竟然想要奴役他？君逍遥，你这个条件未免太过分了。武明月脸色由白转青，显然有些气坏了。她好歹也是不朽神朝公主，怎么可能被他人奴役？若是传出去，将是一个大丑闻，整个盘武神朝的脸都会被丢光。你认为你还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君逍遥再度抬手，对着昏迷的萧晨一掌拍去。住手！武明月颤声道。君逍遥止住动作，看着武明月。武明月内心极度挣扎，而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胸脯峰峦起伏，说道：好吧，我同意了。君逍遥唇角溢出一抹冷意道：武明月，你若敢耍任何手段，本神子会立刻要了萧晨的命。他如何看不出来武明月这么轻易答应，定然有手段。以她公主的身份，脑中神宫定然也有守护之物。君逍遥的话直接揭穿了武明月的想法，他面色苍白如纸，眸光颤抖。这君逍遥简直魔鬼！在极度的挣扎过后，武明月彻底臣服了。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萧晨被君逍遥杀死。君逍遥，我可以开放神宫，但你必须要以道心起誓，一定要放过萧晨，饶他一命。武明月语气坚决道。君逍遥一笑，道：本神子以道心起誓，如有违背，道心崩坏，天地同诛。道心起誓是十分严厉的誓言，如果违背了，将会有极为严重的后果。不过对君逍遥而言，这种道心誓言算得了什么？他有系统辅助，注定一路崛起，主宰这个时代。到时候连上苍都将被他踩在脚下。什么天地同诛，简直可笑至极。不过武明月自然不知道君逍遥的能耐，见到他起誓也是开放了神宫。唉，真是一往情深啊，令本神子都感动了。君逍遥一面感叹，一面毫不犹豫在武明月的神宫内种下了奴印。至此，武明月成为君逍遥的奴隶。君逍遥，你长着一副谪仙般的容颜，却有着修罗恶鬼一般的心肠。武明月气得娇躯发颤，注意你现在的身份和态度。君逍遥目光冷淡，微微催动奴印。武明月容颜苍白，头疼欲裂，立马跪倒在地，娇躯颤抖，浓浓的屈辱感在他心底弥漫。君逍遥脸色淡淡，一挥手将那5具龙骨都是收入了囊中。看了看那昏迷的萧晨，又看了看满面屈辱之意的武明月，君逍遥嘴角流露一缕莫名笑意。新的局已经布下了，而这次布局的中心是武明月，算计的对象则是盘武神朝。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没有脑子，这武明月简直就是典型代表。为了一个注定要死的蝼蚁，甘愿被我奴役。不过这样也好，正合心意，之后可以针对盘武神朝谋划。君逍遥嘴角带笑，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对了，接下来就该收割另一颗韭菜了，姬玄。在收取了龙骨，解决了萧晨和武明月的事情后，君逍遥也是准备离开了。对盘武神朝的局已经布下了，日后自然有收割的机会。接下来，君逍遥关注的则是另一颗韭菜，也就是那姬玄。姬玄绝对知道元天至尊秘藏的某些隐秘。呵呵，武明月，好好照顾萧晨，带他离开吧，可别让他死了。君逍遥一脸玩味之意，说完后转身离去，一旁君万劫紧随其后。君逍遥的话让武明月玉手紧紧攥着，羞辱还不够，最后还要嘲讽一番。这君逍遥老阴阳人了。公子真的要放过那萧晨吗？他在您眼中虽然只是蚂蚁，不过也是一个小麻烦。君万劫说道。他现在对君逍遥可是十分忠诚的，此人我自有打算，时候到了自然会拍死他。君逍遥不以为意道。道心起誓对他而言全无作用，萧晨他想杀就杀。只是君逍遥隐隐感觉萧晨似乎还会给他带来一个大惊喜，那个惊喜想必比武明月和5具龙骨还要大，因此君逍遥才愿意放过萧晨一命。若萧晨真的没有价值了，哪怕有武明月阻拦，他也会一掌拍死萧晨。而这边君逍遥离去后，武明月便是给昏迷的萧晨服下了许多疗伤药。不久，萧晨悠悠转醒，脑子清醒后，萧晨身形猛然一震，脸上露出刻骨仇怨。他左右环顾道：那君逍遥人呢？萧晨，先静下心来，那君逍遥已经走了。武明月语气关切道：走了？他竟然没杀我？萧晨脸露诧异，而后他像是想到什么似的，目光回探，看到那空荡荡的溶洞时，萧晨气血涌上脑门，整张脸都是长成了猪肝色。龙骨没了，不但至尊祖龙骨没了，就连4具远古龙骨也没了。这君逍遥一点残羹冷炙都没给他留下。噗嗤！萧晨因为怒急攻心，刚被疗伤药压下去的伤势又再度爆发，吐出一大口鲜血来。萧晨，你别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武明月劝慰道。萧晨脸色青白交替，脑海嗡嗡作响，胸膛气血翻腾。君逍遥先是夺走了他的龙气，现在又夺走了他的5具龙骨。萧晨感觉自己就是一个送财童子。不过那君逍遥心思如此恶毒，为什么会放过我？萧晨想到了这一点，他猛然转向武明月，一脸着急道：明月，那君逍遥没有把你怎么样吧？他是怎么离去的？萧晨心头忐忑，生怕武明月和君逍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武明月和那拜玉儿一样，
那萧晨绝对会气到发狂，肝胆欲碎。武明月暗咬玉唇，他被种下奴印，成为君逍遥奴隶的事情，乃是丑闻，怎么可能透露出来？到时候损害的不仅是他的名声，还有盘武神朝的威名。那倒没有，我以盘武神朝背景做威胁，他才因此放过了你。武明月勉强一笑道，心头却是无比酸涩，因为他已经是君逍遥的女奴了。不过为了让萧晨活命，他心甘情愿。那就好，那君逍遥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现在不还是忌惮我家明月？萧晨长舒了一口气，心头的憋屈和怒火也是减弱了不少。至少有武明月在，君逍遥就不敢拿他怎么样。武明月听得更是心头惭愧。萧晨，之后明月可能不能继续待在你身边了。武明月露出一缕不舍之意。为何？萧晨一惊，急忙问道。我那护道人想必不久就会来找我，我必须回去完成选驸马之事。武明月黯然道。他正是因为此事才选择离家出走的。不过现在当他施展出盘武神朝武学时，那位护道人想必就感应到了他的存在。明月，你是我的女人，我不会让其他任何人染指你。盘武神朝选驸马之时，我会前去堂堂正正的迎娶你。萧晨脸色激动，热血涌上脑门，激昂道。武明月在他心中已经是痉挛般的存在，他不可能让给其他男人。再者，萧晨心里还有一个盘算，若他能成为盘武神朝的驸马爷，便可以获得和君逍遥相抗衡的背景势力。有了这一层势力，加上盘武神朝的培养，萧晨相信自己能够追上君逍遥。萧晨，武明月明眸流露出一缕感动之意。不过一想到被君逍遥种下了奴印，武明月心头便是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君逍遥到时候应该不会乱来吧？元天秘藏深处，遍布着几道古老的传送阵，在其中一道古老的传送阵前，一道身影悄然来到。他一身金色长袍，容颜英俊，有凤表龙姿，其右臂神芒隐隐，符文洒落，散发着一股神圣超然的强大气息。正是姬家的小圣人姬玄。终于走到这里了，接下来只有拥有元天至尊令的人才能通过这古阵传送到秘藏深处，取得最大的机缘。姬玄喃拿出一块元天至尊令，霎时古老残破的大阵开始有符文升腾闪动，虚空微微扭曲。下一刻，姬玄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原地，传送进了秘藏深处。在他被传送走后，两道身影从后方黑暗处浮现，正是君仗剑和君雪皇。君雪皇美眸一闪，说道：仗剑，我先传送进去，跟上那姬玄，你传信给神子，让他过来。好。君仗剑微微点头。君雪皇莲步轻移，落在阵法之上。他也是拿出了一块元天至尊令，虚空一阵波动，身形消失原地。君仗剑则是拿出了一块传讯玉简。另一边，江圣一和九头狮子在一处破败的宫殿内寻找机缘。主人他还没来吗？九头狮子摇着尾巴道。他算是彻底适应了君逍遥坐骑的身份。逍遥说他割韭菜去了，这割韭菜是什么意思啊？江圣一一脸疑惑。嘿嘿，江神女有所不知，这韭菜嘛，对于雄性生灵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壮。九头狮子干咳一声，露出猥琐的笑意。别看他平日威武雄壮，霸气侧漏，现在则暴露出了禽兽本性。壮什么？一道温润平淡的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九头狮子本能炸毛了，缩着脑袋干笑道：没什么，主人来了。不远处，两道身影出现，正是君逍遥和君万劫。逍遥，你说的割韭菜是拿来吃吗？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吗？江圣一微微侧头，单纯问道。那表情清纯到令人不忍告知真相。看着江圣一这般纯澈的表情，君逍遥也是略微无语。可这头狮子乱说话呢。君逍遥干咳一声道：这种奇怪的知识还是别让小姨知道吧。而就在这时，君逍遥忽有所感，拿出一枚传讯玉简，再度露出一抹淡笑。又有韭菜割了。元天秘藏深处弥漫着浓浓的灰雾，沉沉的死寂好似凝固了万古一般。而就在这般死寂当中，一道身影笼罩着金色光辉出现在此地，正是姬玄。元天至尊秘藏虽然出现了某种异变，但姬玄并没有忌惮。他对这座秘藏的了解可比其他人要深刻，更别说他还从圣灵书院的一座藏经阁内意外发现了一枚古符，同这至尊秘藏有关。此外，姬玄身为姬家天之骄子，自然也有护身逃命的宝贝。实在不行，直接用大挪移符力去也行，虽然或许会丢失机缘，但也能保命。在这重重手段之下，姬玄实在很难想象自己会出什么危险。因此，姬玄现在可谓是成竹在胸，对自己很有自信。那元天至尊实力强绝，曾大闹祖龙朝，手撕万皇灵山至尊，几乎无人敢招惹，但最后却是黯然陨落，退出了历史舞台。传闻在他陨落前夕曾去过一趟异域，似乎带回了某一件稀世之物。若是能够得到那件宝贝，则可能塑造出一位无敌的年轻至尊。姬玄一边走着，一边心底喃喃。这些消息都是在那古籍之中记载的，是真是假，姬玄虽无法论断，但凭借这枚古符，他觉得十有八九是真的。而这时，姬玄忽然停住了脚步，他的脸色带着一股莫名之意，然后转过头扫，是后方黑暗深处，那里一片死寂。姬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右手抬起，朝着那黑暗深处一按，霎时神芒爆发，符文洒落，璀璨的法力聚首仿佛可磨灭一切。这正是圣人王手骨的威力。轰！
黑暗被照亮，那里发生大震动，一道身影闪掠而出，寒气迸发，仿佛令虚空冻结。正是君雪皇。我说怎么感觉一直有人跟在身后，原来是你，君雪皇。姬玄面色从容冷淡。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君雪皇微蹙柳眉。不过即便被姬玄发现了，他也十分从容，没有任何慌乱。啊，早就发现了，只不过一直没表露，但我没想到你会一直跟到这里来。姬玄语气淡漠。所以呢，现在你要如何？君雪皇身姿玉立，娇躯婀娜挺秀，他一双冰蓝色的瞳孔十分的平静，没有波澜。换做其他人，若是跟踪姬玄被发现，则定然会惶恐。但君雪皇可是君家第7序列，他有这个底气和姬玄对峙。我要如何？本来我不想同你们君家有什么冲突，但你这举动太过分了。姬玄脸色忽然一沉，直接是探手而出，对君雪皇出手。他本来也不愿和君家起冲突，毕竟君逍遥的名声太盛了，说一点都不忌惮，那不可能。但现在君家都已经明摆着要跟在他后面摘桃子了，姬玄若再避让，那就真的是孬种了。而且论背景，他姬家也不弱君家多少，所以姬玄毫不犹豫，直接出手。君雪皇柳眉一挑，也是反击。不得不说，姬玄那融合了圣人王手骨的右臂，实在是太神圣超然了。那股气息甚至能够帮助姬玄隔绝灰雾的侵蚀。但君雪皇不同，他还需要分出一部分力量抵御灰雾的侵蚀。这股灰雾还隐隐有种压制之力，在种种条件之下，君雪皇的实力最少被削弱了3、4成。而姬玄依靠圣人王手骨，则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王道之拳，姬玄右臂五指握拳，一拳轰击而出，一股王道意志扩散而出，拳芒惊人。君雪皇玉手扶出，一面晶莹剔透的冰盾在其身前凝聚成型。轰！伴随着咔嚓破碎之声，冰盾直接被君雪皇身形受到冲击，倒退而去，玉唇边带出一抹血迹。君雪皇受创了。君雪皇，在此地，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有，告诉那君逍遥，让他别把注意打到我身上来，不然的话，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姬玄语气漠然。君雪皇目光凌厉道：你是在威胁我家神子？你可以这么认为。姬玄语气淡淡。他拥有古符元天至尊秘藏，乃是他的主场。君逍遥若敢打他的注意，少不了要得一个惨痛的教训。看到君雪皇冷然的神情，姬玄微微皱眉。他可不想被君雪皇拖延了步伐。想到这里，姬玄眼角余光环视，发现在黑暗的深处还有许多暗沉沉的斑驳棺椁。姬玄记得古籍中的记载，其中很可能藏有被灰雾浸染的大凶之物。想到这里，姬玄出手了，并非是对着君雪皇，而是对着那些棺椁。轰隆隆！姬玄一掌轰出，如天崩地裂，那些棺椁皆是破碎，滚滚黑气汹涌而出。而后，一头头浑身长满黑毛的腐朽魔尸从中出现。姬玄直接是拿出了他所得到的那枚古符，看上去古朴暗沉，上面刻有繁杂的符文。那些黑毛魔尸看到这古符，似有忌惮之意，不敢靠近，转而将目标锁定了君雪皇。姬玄，你！君雪皇愤怒，玉脸发白，没想到姬玄竟然会使出这般手段。哼，君雪皇，我可没有杀你啊，能不能撑下去，看你了。姬玄一笑，转身拂袖离去。看着姬玄隐没在黑暗中的背影，君雪皇面色略有难看。那些魔尸虽然经过时间的腐朽，实力远非生前可比，但也不是君雪皇一人能够应付的。好！魔尸发出嘶鸣鬼笑之声，对着君雪皇扑杀而来。君雪皇只能一面出手，且战且退。而另一边得到了军杖剑传讯的君逍遥，也是带着江圣一和君万劫前去会合了。至于九头狮子和君玲珑，因为他们并没有元天至尊令，所以无法进入秘藏深处，只能在外层寻找其他机缘。不过多时，君逍遥便是来到了一处古老的传送阵前，军杖剑已经在那里等待了。他看到君逍遥到来，目光一亮，上前抱拳道：神子，你来了。君雪皇人呢？君逍遥问道。他独自去跟踪姬玄了，让我在这里接应神子。君杖剑道。听得此话，君逍遥皱起眉宇，姬玄对元天秘藏一定有所图谋，不可能没有准备。君雪皇若大意，会吃亏的。君逍遥语气略沉，而后一摆衣袖，踏上传送阵。他一方面要确定君雪皇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想要看看自己能得到什么签到奖励。君逍遥、君杖剑、君万劫、江圣一4人各自拿出一枚元天至尊令，这种令牌只能单独传送使用，所以君逍遥不能带着君玲珑和九头狮子进来。很快，周围虚空扭曲，他们4人身影消失原地。当君逍遥再度睁开双眼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元天秘藏的最深处，周围悬浮着沉沉的雾霭，环境昏暗至极，有种瘆人的感觉，好似周围一切都被污染魔化了一般。这里就是元天秘藏的最深处吗？君逍遥白衣绝世，负手而立，他通体有仙辉笼罩，金色神芒闪烁。荒古圣体天生万邪不侵，所以这些灰雾丝毫影响不了君逍遥。江圣一周围则有无数天然道纹烙印虚空之中，替他抵挡灰雾侵蚀。先天道胎亦是一种极为稀有的强大体质，不若荒古圣体多少。而君万劫周身雷电缠绕，雷电之力对灰雾也有克制效果。唯独君杖剑虽身怀不灭剑体，却无法隔绝灰雾，只能动用法力隔绝，算是4人之中最寒碜的一个。唉，和神子等人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太平凡了，太难了。君杖剑心里暗叹。君逍遥立在原地，脑中响起了系统的机械声。叮，
已到元天至尊秘藏，宿主是否签到？听到系统提示音，君逍遥淡淡一笑，果然不出他所料，唯有到达秘藏深处，才能激发签到奖励。签到！君逍遥心里默念。叮！恭喜宿主获得5星奖励元皇道剑。系统声落下之际，一道道繁奥的法诀涌入君逍遥的识海，在他的神宫之中，仿佛有一道璀璨的神链在凝聚。同时，君逍遥眼前仿佛看到了虚幻的景象，一道巍峨耸立的金色身影矗立天地之间，在其眉心处，仿佛有道之规则在显化，而后化为一条璀璨的秩序神链。那道秩序神链再度化为一柄寸许长的金色短剑，虽然看起来短小，但是一剑迸发而出，天地倒转，乾坤崩灭，前方山河湖海，所有存在在刹那之间化为粉尘。那金色小剑迸发出来的威势，竟是不弱于之前18组施展君家的陆仙剑诀。5星奖励元皇道剑，这就是君逍遥这次签到的收获。元皇道剑是元天至尊成名的绝学，乃是5大神诀之一，和我君家的陆仙剑诀齐名。君逍遥心底喃喃，在18组传授他陆仙剑诀时，也曾顺带提过其他4大神诀，元皇道剑便是其中之一。这元皇道剑并非是真正的剑，乃是一条秩序神链，拥有化道之力，玄妙莫测，威力强绝。当年元天至尊能闯祖龙巢夺龙谷，踏上万皇灵山斩神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元皇道剑，而这元皇道剑也随着元天至尊彻底出名。不过后来元天至尊陨落后，这元皇道剑也是失传了，因此成为一大憾事。先于许多老人都在感慨，一门无敌的传承断绝了。殊不料这门已经断绝了的传承，却是被君逍遥签到得到了。5星奖励吗？君逍遥心语道。他倒没有失望什么的，毕竟5星奖励已经不低了，不可能每次都得到7星乃至8星奖励。而且元皇道剑的威力也没有让君逍遥失望，他可以让这门断绝的传承重见天日。逍遥，你怎么了？江圣一侧过琴手看着君逍遥，从方才开始，君逍遥就一直愣在原地，如同失神了一般。没什么。君逍遥回过神来，他的神宫内躺着一条秩序神链，日后只需要酝养，威力就会越来越强。咦？江圣一深深看了君逍遥一眼，他身怀先天道胎，对于各种大道法则、秩序规则非常敏感。方才一瞬间，他仿佛察觉到了君逍遥眉心处好似内蕴着一股极强的道韵。不过江圣一并没有点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这外甥还真是越来越神秘了，江圣一心想到。而这时，前方黑暗深处猛然传来阵阵法力波动，伴随着一股寒意。是血皇，他出事了。君逍遥目光一闪，踏空而去。江圣一等3人也是紧随而上。轰！一头魔狮拍击而来，将君血皇震得连连后退。他的嘴角有鲜血在流淌，一身气息也是十分不稳定。可恶，难道真的要这样离开？君血皇胸脯起伏，脸色凝重。他倒不怕陨落在此，毕竟身上有大挪移符，实在不行传送离开就行了。不过君血皇内心有着属于君家序列的骄傲，不到生死关头，他实在不想放弃。而此刻周围10几头魔狮同时包围扑杀而上，这种包围别说神桥境、归一境天骄，就算是和道境高手，估计也要折戟沉沙。没办法了，君血皇深叹一声，带着些许可惜之意。不过是为了君逍遥办事，他也无怨无悔。毕竟君逍遥曾在龙昊天面前护住了他。就在君血皇准备使用大挪移符时，一道金色符文大手猛然从远处横推而来，仿佛古神之手一般，又像是碾压天地的金色神墨，沿途所过之处废墟崩灭，大地开裂。轰隆隆，剧烈的碰撞爆发，一群魔狮被轰飞，身体崩解。LT BF GT 神子，君血皇冰蓝色美眸当中流露惊喜之意，转过身去，便是看到了一道如白衣仙人一般的出尘身影踏空而来，身边跟着君仗剑3人。君逍遥看了看君血皇，走到他身前温和道：“抱歉，来晚了。”神子，君血皇听到这声音，心头微微一颤。君逍遥对待敌人冷酷无情，如同修罗，但对自家人却是照顾有致，尽力庇护他们。多谢神子关心，血皇没事，一点小伤。君血皇笑了笑。君逍遥的一句抱歉和关心，比什么疗伤圣药都管用，听得君血皇心里暖暖的。什么情况？告诉我。君逍遥道。这时，那些未曾崩解的魔狮再度冲来上来，君逍遥随意一拍击，再度将其拍成肉饼。荒古圣体的金色法力神圣无比，对这种魔狮也极为克制，因此能轻松解决。是这样的，君血皇也是一五一十的将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完后，君逍遥笑了，只是那笑容没有温度。哼，威胁我？什么时候一颗韭菜也学会威胁人了？原本对姬玄、君逍遥岛也没有太大的敌意，虽然姬玄曾和君仗剑有些许过节，但都不是大事。君逍遥最多也就是夺一夺姬玄的机缘，抢一抢他的圣人王手骨也就算了，都不是什么大事。但现在姬玄不但威胁了他，更是让君血皇陷入了险境。君逍遥不是善人，也不会以庸俗的善恶观束缚自己。若这等出生背景、实力天赋还需要束手束脚，那还不如去小西天出家当和尚，天天和那群和尚一起喊大威天龙，世尊地藏。君逍遥的教条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走吧，我倒想看看
那姬玄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君逍遥笑道。听到他这一声笑，君雪皇等人都在心中为姬玄默哀。就在君逍遥等人前往秘藏最深处寻找姬玄时，元天秘藏外太荒森林上空，几大不朽势力的长老依旧盘坐于虚空。没想到啊，元天秘藏内的灰雾加上其特殊场域，竟然阻隔了观天境的探查。江家长老微微摇头道：“还是小看了这处至尊秘藏。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用观天境了。”君战天道：“这些进入秘藏的不朽道统传人，身上皆是拥有护身宝贝或者大挪移符，所以哪怕没有他们这些护道人时刻关注，想必也不会有性命之忧。”哼，君战天，你是在担心你们君家的神子吗？他若陨落秘藏中，那可是君家无法挽回的损失啊！祖龙朝苍龙一脉的长老皮笑肉不笑道：“哼，放心，哪怕你死了，我孙儿还会活得好好的。”君战天冷哼道：“他相信这种程度的秘藏还无法给君逍遥造成生命威胁，再不济他身上还有18祖赐予的守护神符，性命当是无虞。哼，只希望你们那位神子别被我族龙女教训得太惨吧。”苍龙一脉长老呵呵一笑，颇具讽刺意味。他对龙碧池可是很有信心的，毕竟是完全炼化了2枚龙元的龙女，实力远非龙昊天可比。然而就在苍龙一脉长老笑声落下时，元天秘藏之中一道身影狼狈闪现而出。那道身影浑身青色甲胄皲裂，蔓延裂缝，发丝凌乱，唇角可血，满身充满狼狈之意。不是龙碧池还是何人？此刻龙碧池眼中尚残留惊惧之色，娇躯发寒，微微颤抖。面对君逍遥，他是真的怕了。再慢几步，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能不能活着都不一定。咦，那是祖龙朝苍龙一脉的龙女，她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对啊，而且还如此狼狈，是遇到了什么大凶之物，或者是那位至尊的尸骨复苏了？此刻在元天秘藏外足足有数万人聚集，他们碍于年龄辈分不允许进入其中，因此只能看看热闹。看到龙碧池这般狼狈逃出，许多人都是诧异，以为龙碧池遇到了什么凶物。虚空之中，苍龙一脉的那位长老嘴角讽刺的笑意僵住，整个表情都不自然了。自家龙女怎么这么快就逃出来了？而且还如此狼狈，明显是被驱赶逃窜出来的。哈哈，青皮泥鳅，你笑啊，怎么不继续了？君战天哈哈一笑，别提多畅快了。苍龙一脉长老脸色发青，一语不发，一个闪身就落到了龙碧池身旁。碧池，这是怎么回事？那龙骨呢？长老急声问道。其他都不算什么，龙骨才是他们此行的目标。没了，4具远古龙骨，还有1具至尊祖龙骨，都没了。龙碧池死死咬着嘴唇，容颜苍白。什么？还有至尊祖龙骨？苍龙一脉长老闻言差点没背过气去。那可是至尊祖龙骨啊，整个祖龙朝都没有几具库存，就这么眼睁睁没了。是谁？到底是谁拿了？苍龙一脉长老寒声道，咬牙切齿，无法保持冷静。君逍遥，龙碧池说道，浑身微微一颤，似乎提起这个名字就会让他感觉本能的恐惧。当时虽然还有萧晨等人在，但龙碧池知道他们也不过是君逍遥的掌中玩物而已。什么？是他？苍龙一脉长老表情僵住。方才他还说希望君逍遥别被龙碧池教训得太惨，结果现在教训是很惨，不过惨的却是龙碧池。这打脸打得也太快了，都不带给人缓一缓的，竟然是被君家神子赶出来了，怪不得。是啊，那龙昊天就是死在了君家神子手中，这龙碧池倒是好运气逃了出来。周围许多修士也是听到了龙碧池的话，他们虽然惊诧，但也不觉得意外，好像君家神子已经是年轻一代无敌的象征了。怎么样，青皮泥鳅，就问你服不服？君战天的一道，自家的宝贝孙子实在是太给他长脸了。苍龙一脉长老鼻子都差点气歪，生生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要想从君家手中夺回龙骨，简直比登天还要难。抱歉，长老，让您失望了。龙碧池一脸死灰之意，全无之前来时的英姿飒爽，意气风发。他其实没好意思说自己都还没有和君逍遥交手，就被他一招拍翻，直接吓跑了出来。这若说出去，简直是给祖龙朝丢脸。LT BB GT 天际，姬家长老姬邦印摇头道：“看来苍龙一脉的龙女也不过如此。姬邦印，你最好祈祷，你们姬家的那位不要和我孙子起冲突，不然的话，啧。”君战天摇了摇头。君战天，你以为那龙女能和姬玄相比吗？他此次前来早已做好准备，若真起冲突，该担心的应该是你们君家神子。姬邦印笑了笑，非常从容且淡定，那种自信简直从骨子里流露了出来。哦，哪怕君战天都是狐疑的看了姬邦印一眼，莫非这次姬家的那位小圣人真能翻起什么浪花来？就在外界因为龙碧池之事而议论纷纷时，元天秘藏最深处，一袭华服，手持古符，从容淡然的姬玄终于是来到了最深处。他放眼望去，一座古朴恢宏、弥漫着古老气息的漆黑神塔耸立其中，如撑天之柱。最后的大机缘就在此地。姬玄眼露一缕欣喜，谋划了这么久，他终于可以得到那个大机缘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带着冷漠玩味的声音却是从后方响起：“姬玄，倒是多谢你这只寻宝鼠带路了。”听到这声音，姬玄脸上的欣喜之意陡然消失。不过他倒并没有过于慌乱，而是淡淡转过身来，一眼便看到了君逍遥等人。君逍遥负着手，神色从容且淡定，
只是深邃的眼眸中会聚着冷意。姬玄的举动已经彻底让他站在了君逍遥的对立面上。对待敌人，君逍遥可不会有什么好态度。不过略微让君逍遥意外的是，姬玄见到他来，好似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和忌惮，反而一副从容冷静、成竹在胸的感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姬玄和萧晨的差距。萧晨虽是有大气运之人，但出身有限，青龙古国虽是一流道统，但显然还无法和不朽道统相比。姬玄出身荒古世家，不论心性、眼界都比萧晨要强，这倒是让君逍遥多了些许兴趣，至少应该不会太过无聊。姬玄，见到本神子出现，你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君逍遥淡道：君逍遥，我本不欲与你敌对，但奈何你们太过分了，真把我姬玄当作寻宝鼠了吗？姬玄目光暗藏锋锐，不然呢？你的价值不就只有如此吗？君逍遥淡然回应。你……姬玄眼角微微抽搐，他身为姬家小圣人，何曾受过这种气？君仗剑等人倒是习惯了，别看君逍遥平日一副白衣超然、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但真要动起嘴皮子来，简直能把人气的当场去世。那萧晨就是一个悲惨的嘴炮受害者。哼，看来堂堂君家神子也要以多欺少啊！姬玄眸光微微闪烁，目光扫视，他这边只有1人，而君逍遥那边足足有5人，这种战斗根本就不用打了。姬玄，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无非是想让本神子和你单打独斗。虽说以多欺少这种事情我也不介意，但对付你真没那个必要。君逍遥说道，他一眼便看穿了姬玄的打算。世人皆传闻君家神子极为自负骄傲，看来果然是如此，不试试又怎么知道呢？姬玄眼眸流露锋利的光，他其实一直想和君逍遥打一场。身为顶级天骄，在没真正打过之前，谁会服谁？至少姬玄是不服的，所以他也想借这个机会和君逍遥斗上一斗。无知！君逍遥眸光冷淡，体内丹田的无尽金色灵海掀起万顷波澜，浩瀚的金色法力神能如同汪洋一般滔天涌动，那股气势撼人心神。君逍遥直接抬手探出，没有施展任何武学神通，光是一掌就好似一记大神通，可以将任何神桥尽天交杂成肉饼。感受着这股浩瀚威势，姬玄的脸色也不复淡然，变得极为凝重。君逍遥进时如谪仙凌尘，不食烟火，但动时却如神王驾临，武神降世，气息恐怖到令人战栗。姬玄也出手了，探出他融合了圣人王手骨的右臂。圣人王那可是超越了圣人的存在，在圣境阶层当中也算是顶层了。这样一截圣人王手骨，价值无量，威力强绝，在姬玄这个修炼阶层简直就是作弊般的存在，就好像是一件神器被新手村的玩家捡到，融合在了一起，所造就的将是一位实力绝顶的强大天骄。然而两人掌印全盲碰撞之下，法力涟漪迸发震荡，被震退的竟然是姬玄。姬玄脚步噔噔连退数十步，胸膛一阵气血翻腾，喉中涌上一抹腥甜之意，被他生咽了下去。他的眼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惊诧与错愕，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融合了圣人王手骨的右臂和君逍遥对碰，为什么受伤的会是他？姬玄目光错愕中还带着茫然之意，而对面君逍遥略微挑眉，带着一丝讶异道：的确不愧是圣人王手骨，接我一掌竟然只受了轻伤。君逍遥习惯了以力压人，他对任何敌人都是先一巴掌拍过去，8成的敌人都挡不住他的一巴掌，只有剩下的2成敌人才值得他动用其他手段。不过君逍遥也没想到，姬玄硬抗他一掌，竟然只是轻伤，也算是不负圣人王手骨的威名了。姬玄听到这话，更是有些怀疑自己，难道不应该是他把君逍遥震飞吗？现在自己受了轻伤，反倒还被君逍遥评价为不错，这算哪门子不错？但可惜圣人王手骨乃是外物，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君逍遥一面说着，一面手捏人王印，一印轰击而去。以姬玄的实力，不可能完全催动圣人王手骨的威力，而且这也并不是他的骨，终究是有些许不完美。至于君逍遥自己的至尊骨，那是系统签到得来的，同他的肉身完美融合在了一起，不会有这种瑕疵缺陷。君逍遥，少在那里指点江山，圣人王手骨的威力，你又怎会知晓？姬玄带着些许羞怒，如同受到了侮辱一般。他再度出拳，圣人王手骨迸发神芒，符文在臂骨之上流转，尽显强大威能。他拳芒惊世，划破虚空，带着一股王道气息，正是姬家的一门拳法大神通王道之拳。君逍遥则是捏人王印，一道浩瀚巍峨的帝王身影出现，仿佛天地都在他的威严下瑟瑟颤抖。一印轰出，神霞迸发，法力澎湃，两人拳印相击，神能滔滔。这一次君逍遥催动了神象阵御境之力，一颗颗巨象威力灌输神力，让这一印仿佛有崩天灭地之威。轰！震耳欲聋之声响彻八方，整个元天秘藏深处都是在轰鸣颤抖着。在这般至极的碰撞当中，一道身影再度倒飞而出，正是姬玄。这回他终于忍不住吐出了一口鲜血，脸色霎时泛白。他挡住了君逍遥的第一招，却是挡不住他的第二招。这怎么可能啊？姬玄左手紧紧抓着自己颤抖的右臂，指骨都像是要裂开了，整条手臂都在颤抖。不愧是神子！君仗剑、君雪皇等人眼中皆是露出崇敬之色。他们虽然知道君逍遥不会败，但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碾压的态势。毕竟小圣人姬玄还是很有2把刷子的。现在
你知道想要挑战本神子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了吗？君逍遥负手道。你……姬玄被堵得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想到君逍遥的荒古圣体会强悍到这种程度。想到这里，姬玄眼眸闪烁着，他不甘心就此落败。姬玄手腕悄然一翻，将一块色泽暗沉的金属握在手中，霎时一股生死轮回之意悄然弥漫开来。君逍遥，接我这一拳！姬玄再度出拳，但却同之前的拳意不同，这一拳仿佛带着一股生死寂灭的轮回之意，远比之前的王道之拳更强。哪怕君雪皇、君仗剑等人亦是从这一拳中感觉到了一股极度的危险。神子小心！他们忍不住提醒道。逍遥要当心。江圣一也是开口提醒。而君逍遥本人面不改色，看着姬玄袭来的拳风，眼底露出一缕诧异，因为他感觉到了，在姬玄那股拳意散发出来的时候，他胸口的至尊骨似乎是微微颤动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姬玄手中握着的东西同我的至尊骨有某种关联？君逍遥心头喃喃，他的至尊骨如今已经觉醒了上苍劫光以及完整版的上苍之手，但至尊骨的力量绝对不仅仅只是如此，他还有更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而现在，在感受到那股生死轮回的权益之后，他的至尊骨竟然起了反应。有意思！君逍遥眸光一闪，五指握拳，7万巨象威力完全爆发，金色法力澎湃，凝聚为镇压寰宇的太古神像。他再度催动祖龙朝的神通龙拳，体内龙气缠绕在手臂之上，仿佛化为了一头青龙之形，正是他从萧晨那里夺来的龙气。一龙一象，双重加持，让得此刻的君逍遥举手投足间仿佛有崩天裂地的浩瀚神威。君逍遥拳掌推出，龙象随行，波动令人心惊胆战，前方空气都好似被这股浩瀚威能推开，画出了一片真空领域。这一拳惊世灭生拳！姬玄见状，一声长啸，也是爆发了自己的最强力量，法力神能疯狂灌注进圣人王手骨当中，周围虚空烙印符文，一股圣境气息压迫而出。同时，他拳中所握持的金属，让得他这一记灭生拳更是带着一股生死轮回的寂灭之力。可以说，任何天骄面对这两人的招式都会心生绝望，完全无法反抗。砰！如同火星撞地球，两人拳锋交接，狂暴的法力波涛扩散，将周围大地夷平，道道粗大的裂缝蔓延。在这种至极碰撞当中，姬玄身形倒飞而出，口中鲜血喷洒，他腕骨都被击碎，整条手臂微微扭曲，肌肤和血管承受不住那股神力，直接是裂开了。而他手中所握的那一块暗沉沉的金属也是握持不住，顺势抛飞。君逍遥抬手一招，那金属就被他抓在了手中。君逍遥，还给我！姬玄身形砸他了几处，残破电雨，才停了下来。他口中咳血不止，神情惊骇中带着愤怒。姬玄绝对想不到，自己即便全力出手，亦不是君逍遥的一合之敌，甚至丢了那件重要的东西。君逍遥没有理会姬玄，而是把玩着手中这块金属。这回他胸膛内的至尊骨传来了一种鲜明的渴望之意。这金属难道是轮回道金？君逍遥跳眉道。他出身荒古世家，眼界自是不凡，各种奇珍异宝本身也见过不少。这轮回道金乃是仙金，可以从来锻造大地的正道兵器，非常稀有。就这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轮回道金，放在外界足以让一群圣人抢破头。不过可惜的是，这一小块指甲盖大小的轮回道金已经丧失了精华，只残留了些许轮回之意。姬玄正是借助了这股轮回之意，让他的灭生拳威力更强，但在君逍遥面前依然只能落败。姬玄，你竟然会有这种东西！君逍遥淡道：“还给我！”姬玄脸色难看。这时江圣一说道：“我倒是听说，那圣灵书院内有一尊自上古遗留下来的轮回圣灵，这一小块轮回道金，莫不是从其身上退下来的残渣？”原来是这样。君逍遥恍然，那姬玄还有一个身份，乃是圣灵书院的圣子，他能得到这一小块轮回道金，倒也并非没有可能。这样说来，日后倒是免不了去一趟圣灵书院了，这可能关乎我的至尊骨蜕变。君逍遥心想道。他看向姬玄，淡然道：“本神子还以为是什么，不过残渣而已，这也能当宝。”说罢，君逍遥一手直接将其捏成粉末。失去了精华的轮回道金很容易就能捏碎。姬玄脸色因为愤怒而充血，他何曾体会过这种耻辱？不过姬玄心头愤懑的同时，亦是有一种无力感在蔓延。之前他还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哪怕战胜不了君逍遥，至少也能斗一斗。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他和君逍遥依然有着天堑般的差距。什么小圣人，在君家神子面前屁都不是。不对，我还没败，整个秘藏依然在我的掌控之中。若我能够得到那件宝贝，日后超越君逍遥，并非不可能。姬玄想到了这一点，再度重整旗鼓，振奋了起来。他拿出了那一枚古符，而后将法力灌注其中。瞬息之后，以那漆黑神塔为中心，道道阵纹从地面蔓延而出，整个秘藏深处竟是被无数星轨般的阵纹覆盖着。与此同时，地面震荡，足足数百具魔尸破土而出。他们没有针对拥有古符的姬玄，而是径直冲向了君逍遥等人。一般天骄看到这个场面，估计魂都快吓没了，但君逍遥却是神色从容。这就是你的底气吗？君逍遥不以为意。哼，君逍遥，收下这份大礼吧，下次再见，说不定就是我碾压你。姬玄一语落下，身形一闪，直接进入了那漆黑巨塔当中。
可笑！君逍遥一声冷笑，抬手而起，汹涌的法力在澎湃，一股惊人的剑意从君逍遥体内扩散而出，一抹璀璨而耀眼的剑芒横空而出，仿佛显化出了仙神虚影，凌厉的剑芒似能撕裂空间。一剑扫去，前方离出一道深深沟壑，上百具魔师瞬息就被灭杀。他们身前或许很强大，但死后法力流失，还被灰雾侵蚀，实力下降许多。不过即便如此，这些魔师亦是能够给神桥境乃是归一境天骄造成生死威胁。但现在君逍遥信手间上百魔师湮灭，进入漆黑神塔的击玄剑到这一幕，背后冷汗直流。君逍遥和他对战的时候，甚至连陆仙剑诀都没有祭出。我要收割的韭菜又岂能逃出掌心？君逍遥背后延展出恶魔之意，速度暴涨，对着漆黑神塔暴掠而去。击玄见状，也是急忙施展姬家的身法大神通，踏虚步，身形如同闪掠虚空一般冲向塔顶。成王败寇，这是最后的博弈。漆黑神塔之内，浓浓的灰雾在翻滚着。到了这里，灰雾似乎化为了黑雾，无比浓郁。姬玄身形暴掠，以圣人王手骨护持自己，不受黑雾侵蚀。而后方，君逍遥亦是进入了神塔。至于其余江圣一等人，则在外对付那些剩下来的魔师。不过短短片刻，姬玄便已经冲到了塔顶。而在塔顶之上，有着一具漆黑的棺椁，被数百条金色锁链捆缚住。从那棺椁之内散发出一股至尊的气息威压。元天秘藏的那股威压源头，就是来自于这具漆黑的棺椁。终于找到了，和古籍之中记载的一样。姬玄深呼吸一口气，在兴奋的同时，亦是有着紧张。如果记载没错的话，那件宝贝应该就在这棺椁之内。不过让姬玄微微迟疑的是，那灰雾的源头也是来自于这口棺椁。哪怕傻子也明白，这口棺椁之内定然产生了某种异变。若是打开，祸福难料。这时，君逍遥的身形也是出现，他一袭白衣，超然出尘，和此地环境格格不入。当君逍遥的目光落在那散发着至尊之威的棺椁上时，眉梢一时一挑，带着讶异。那其中应该就有元天至尊的尸身，不过为何要用金色锁链捆缚住？君逍遥心里疑惑。那金色锁链更像是一种封禁，再同这不祥的灰雾联系在一起，君逍遥心里也大致有了猜想。他再度看向姬玄，神情冷然淡漠。你认为在本神子面前，你还有反抗之力吗？君逍遥道。君逍遥，我来到此地自然是有完全的准备。你真以为你能掌控一切？姬玄说罢，直接是用法力催动他手中的那枚古符。霎时，古符迸发光羽，符文涌现而出。那数百条缠绕着棺椁的金色锁链发出哗哗的颤动之声，整口棺椁都是开始轰鸣起来。君逍遥则立在原地，没有丝毫插手的意思，这让姬玄极度意外。他忍不住道：君逍遥，你难道不阻止我吗？君逍遥的这种举动令他迷惑。阻止？为何要阻止？你来到元天秘藏，应该是带着某种目的，或许是寻找某个天大的机缘。而那机缘，若本神子没猜错，应该就在那口棺椁之中吧？君逍遥从容说道。姬玄面色一凝，看着君逍遥，神色中藏着深深的忌惮。一个空有武力的天骄，并不值得忌惮，但若在有武力的同时，亦有城府智谋，那就非常恐怖了。毫无疑问，君逍遥就是这种人。姬玄的心思全被君逍遥给猜中了。哼，所以你是要眼睁睁看着我夺取机缘？姬玄冷哼道。本神子不喜亲力亲为，由你动手，我直接抢，他不香吗？君逍遥淡淡一笑。听到这话，姬玄脸色发青发紫。若不是他打不过君逍遥，估计早就一拳挥上去了。哼，我有古符护身，到时候凄惨的是你。姬玄心里冷冷想到。而在这时，那数百道金色锁链终于是彻底崩解开来。刹那间，棺椁盖子直接被轰开，一股恐怖的黑雾如狼烟滚滚涌出，同时爆发的还有一股极端的煞气和至尊威压。便是知道一些底细的姬玄，亦是心头一跳，无比忐忑。反倒是君逍遥依然从容，只是眉宇微微皱起。一道巍峨的身影从黑雾当中涌现，那道身影一身古老金袍，面庞方正，散发着滔天煞气，其一双空洞的眼目溢出血芒。他浑身上下都是长满了黑色的长毛，和外面的那些魔师无异。这是元天至尊。君逍遥喃喃，堂堂一位无上至尊强者，何至沦落于此？好！这头至尊魔师发出怪物似的咆哮怒吼，其声音仿佛化为音浪震开，漆黑神塔的整个塔顶都是被掀翻。姬玄双腿一颤，差点没瘫倒在地上。那股威压太强悍了，一般神桥境修士怕是会直接被这股威压震碎心脉。至尊就是至尊，哪怕死去了这么多年，只剩一具尸骨，依然令人胆寒畏惧。而君逍遥神情不变，和姬玄胆寒的模样相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一具死去了不知多久的至尊魔师而已。君逍遥说道。若是真正的至尊强者，哪怕君逍遥再逆天，也没有丝毫反抗之力。但这元天至尊的魔师死后法力尽失，没有任何神通手段，加上身躯被黑雾腐蚀，肉身力量也削弱到了极点。现在这具至尊魔师最多只有元天至尊生前1/1000的实力。不过即便只有1/1000，也绝不是神桥境乃至归一境天骄能够抗衡的。好！至尊魔师咆哮着，血红的双目先是锁定了烧尽的姬玄。姬玄急忙手握古符，至尊魔师血目之中似乎有着淡淡的波动。
而后他才将目光锁定了君逍遥。轰！至尊魔师出手，毫无理智可言，双手扑杀而出，空间都是发出震荡。君逍遥眉梢一挑，他倒要看看这只剩巅峰时期1/1000实力的至尊魔师究竟有多强。君逍遥催动神象镇域境，太古神象虚影从他上空显化而出，仿佛金色的太古山岳镇压乾坤，7亿精神力从体内迸发而出。而且不但如此，君逍遥这次终于是催动了荒古圣体本身的力量。刹那间，金色气血澎湃汹涌，荒古圣体气血对于妖邪之物亦有镇压削弱的作用。至尊魔师的力量被荒古圣体气血再度削弱30%以上。君逍遥催动龙气，皮肤下青光涌动，蔓延出龙鳞内甲。神象镇域境的防御之法催动，明神守护也是凝聚而出。君逍遥左手捏人王印，右手施展龙拳，两式强招齐出。可以说，在进攻、防御各方面，君逍遥都做到了极致。他很少这般全力出手，这种恐怖的波动也是让神塔之外的江圣一、君雪皇等人察觉到了。那是至尊的气息，是至尊级别的魔师。江圣一容颜骤然变色，那可是至尊魔师，根本就不是年轻一代天骄能够抗衡的存在，甚至是一些通天境、神火境的老一辈高手也不可能挡得住。神子、君雪皇、君仗剑脸色巨变，他们也完全没想到君逍遥竟然要和至尊魔师抗衡。在他们的想法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君逍遥是真的疯了吗？竟然妄想和至尊级别的魔师抗衡？姬玄惊诧至极，而后嘴角带着冷笑。面对君逍遥，他意志吃瘪，如今总算可以看到君逍遥的惨状了。轰！在姬玄、江圣一、君雪皇等人的注目之下，全力以赴的君逍遥同至尊魔师轰然碰撞在了一起。一时间，空间震荡，天崩地裂。荒古圣体的金色神芒同至尊魔师的滔天煞气齐齐扩散而出，这种碰撞如同行星相碰，波动恐怖到极点，整个秘藏深处仿佛都被气浪席卷了一遍。江圣一等人脑海嗡的一声响，脸色瞬间煞白起来。那可是至尊级别的魔师，哪怕现在魔师的实力不足全盛时期的1/1000，那也不是一个神桥境修士能够抗衡的。逍遥，江圣一先颜苍白失色，他无法想象，若君逍遥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他该如何面对江柔。说好了要在秘藏内照顾君逍遥的，结果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君仗剑、君雪皇等人一时心头一颤。另一边，姬玄一面冲向那棺椁，一面回头关注君逍遥这边。他不信君逍遥这次还能安然无恙。剧烈的爆炸声间隙，一片烟尘之中，两道身影同时倒退。君逍遥的身形出现，依然是那一身无尘无垢的白衣，依然是那一副沉静如水的俊颜，只是他眉头微锁，带着些许凝重之意，胸膛之内气血微微翻腾，双臂有些发麻。而在对面，至尊魔师亦是显露出身形，他身体同样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毕竟生前乃是至尊强者，即便肉身被腐蚀削弱了无数倍，也不可能随随便便被破坏。当看到君逍遥完好无损出现时，江圣一呼吸都像是要停止住了，而后极度的欣喜从他晶莹眼瞳中流露。太好了！江圣一莲步轻移，闪掠而去。神子大人没事。君仗剑、君雪皇、君万劫三人亦是露出惊喜之色，同时眼中有着浓浓的狂热崇拜之意。他们家神子以神桥境修为和至尊级别的魔师抗衡，别说陨落了，甚至就连轻伤都没有。这件事若传出去，整个仙域都会轰动，都会疯狂。放眼仙域古今万年，有谁能在神桥境抗衡至尊级强者？哪怕只是一具尸体，根本就没有。这尼玛就离谱！饶是心性沉稳内敛的姬玄，此刻一时呆滞，忍不住爆出了一句从来都没有说过的粗口。这太离谱了！君逍遥还是人吗？以神桥境抗衡至尊魔师，竟然还没受伤，传出去谁信？鬼都不会信。这一刻，姬玄彻底怀疑君逍遥是不是某一位古之大帝的转世身，不然的话，怎么解释他会这么强？怪物！这君逍遥就尼玛一个彻彻底底的怪物！姬玄都快疯了，无法保持冷静了，各种爆粗口，心底在骂娘。有这种妖孽在这个时代，还怎么让其他天骄争？谁有争得过君逍遥？哪怕是他们姬家那位天资绝代，成为人仙教当代圣女的绝代娇女，估计也不够看。不管了，先去寻宝，那巨至尊魔师能够缠住君逍遥。姬玄心里暗道，完全失去了和君逍遥争锋的念头。他现在只想找到那棺椁中的大机缘，然后直接离去。得到了那个机缘，说不定他还和君逍遥有一战之力。君逍遥自然也是注意到了姬玄的举动，他侧头说道：“仗剑、雪皇、万劫，你们去对付那姬玄，别让他得到宝贝离开。那神子您呢？”君雪皇问道。他们还想帮助君逍遥对付至尊魔师，这里有我足也。君逍遥道：“我来帮你。”江圣一坚定地站在了君逍遥身旁。君逍遥微冷说道：“那可是至尊魔师，太过危险了。你可是我外甥，不帮你帮谁啊？到时候眼睁睁看你受伤，江柔姐也会骂我的。”江圣一抿唇一笑，笑颜动人。他是不可能让君逍遥独自面对至尊魔师的。君逍遥微微点头，没说什么。现在也不是感动的时候，此情他自然记上。好，那至尊魔师再度冲来，带起滔天煞气，光是气息就足以让神桥境天骄脑海神功爆裂。这魔师倒也难缠。
君逍遥皱眉道。听到这话，江圣一都是有些无语。这是人话吗？对其他天骄来说，几乎不可敌的至尊魔师，在君逍遥口中也只是难缠而已。君逍遥一手抬起，龙气爆发，仿佛凝结出了一头栩栩如生的真龙，正是祖龙朝神通，真龙困天术。他另一手则施展兵伐诀，虚空之中万千金色神兵化为刀枪剑戟等兵器，形成金势洪流。君逍遥两式强招齐出，再度同至尊魔师碰撞在了一起。至尊魔师没有任何法力神通，只是单纯以腐朽的肉身在和君逍遥抗衡，这也让君逍遥越发体会到至尊强者的无上伟力。要知道，这元天至尊魔师仅有生前1/1000的实力，由此可以推论真正的无上至尊究竟有多么厉害。不过君逍遥相信，以他的天赋，成为无上至尊不过时间问题而已。轰！巨大的波澜再度扩散，君逍遥和至尊魔师再度同时倒退。君逍遥双臂都是有些麻痹，胸膛气血翻滚，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体会。君逍遥非但没有气馁，反而觉得新奇。不过可惜的是，这至尊魔师只能令他气血翻腾，还无法真正令他吐血受创。君逍遥从出生到现在没有真正受过伤。江圣一见状也是从旁出手辅助君逍遥。而神塔之上，击玄在棺椁之中发现了一个古朴的木头盒子，那盒子看上去极其普通，但整个棺椁之内只有这一个盒子，就是此物。击玄目光火热，而就在这时，一道雷芒猛然洞穿而来，击玄身体一侧，脸色一凝。公子要的东西你也敢动？君万劫三人闪掠而来。该死，你们不去帮那君逍遥，是想让他死在这尊魔师手中吗？击玄脸色沉然，我们相信公子的实力，你是不可能将此物带走的。君万劫语气冷然。而这时，之前一些未清除干净的魔师也是顺着神塔上来了。击玄持有古符，他们便将目标转移在君万劫三人身上。仗剑、血皇，你们对付那些魔师，我来对付这击玄。君万劫道。可以。君仗剑两人点头。接下来便是各方大战。君仗剑和君血皇对付那些魔师，君万劫则对上了击玄，不让他取得木头盒子离去。但最主要的战场还是君逍遥对至尊魔师。若君逍遥失败，那君万劫等人自然要援助，击玄则可以直接带走木头盒子。不过在击玄眼中，君逍遥能抗衡至尊魔师已经是奇迹了。若说君逍遥能打败至尊魔师，那击玄是死都不会相信的。君万劫，别做无用功了，我只要拖到君逍遥被至尊魔师打败，就可以趁机带头木头盒子。击玄说道，显得很有把握。这是阳谋，所以他也不怕说出来。公子的能为，岂是你能揣摩的？君万劫冷声道，对君逍遥抱有极度的自信。哼，如果君逍遥强到连至尊魔师都能打败，那我击玄就倒地撒尿。击玄冷笑，言语中带着讥讽。你会后悔的。君万劫眸光深邃道。至尊秘藏深处，恐怖的法力波动在弥漫。君逍遥浑身金色气血腾腾，宛如一尊战神临世，各种手段施展开来，威能澎湃。而至尊魔师浑身魔意涌动，煞气滔天。这种恐怖魔师换作任何一位神桥境乃至归一境天骄，都会瞬间被拍成血沫。也只有君逍遥这种不能按常理揣摩的妖孽，才能与之抗衡。加上一旁还有江圣一在，他的先天道胎也是不可忽视的战力。举手投足之间，仿佛与道相合，素手扶出间，法力澎湃，震荡虚空。而君逍遥在出手时，亦是感觉到了自身荒古圣体在先天道胎的气息之下，竟然隐隐变得更强了。这再度让君逍遥想起了那位拥有先天圣体道胎的古之大帝。莫非这两种体质叠加起来，真的能产生质的变化？君逍遥眸光闪动着，他没想着将自己的体质变为先天圣体道胎，因为不太现实，除非是能够通过签到奖励得到，但那也太虚无缥缈了，签到奖励也是无法指定的。君逍遥想的是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说不定能够让他对付眼前的至尊魔师。想到这里，君逍遥直接给江圣一传音道：圣一姐，我需要你帮忙。什么忙？江圣一回道：将你的先天道胎之力打入我体内，与我的圣体交融。君逍遥道：这江圣一也是微微一呆，他没想到君逍遥会想出这种办法。虽说先天圣体道胎的确是一种极强的体质，但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塑造出来啊。逍遥，你难道是想塑造出那种体质出来？不过这可不是通过传功就能办到的，需要这样那样。江圣一说着说着说不出话来了。雪白晶莹的仙颜符上一层浅浅的嫣红。君逍遥微微一愣，而后无语。女人的脑回路都这么清奇吗？圣一姐，你想到哪去了？我不过是想试试通过先天道胎之力增幅圣体的力量，看能不能镇压至尊魔师。君逍遥无奈回道：哦，原来是这样。江圣一咬唇，有着一丝羞涩与尴尬，暗骂自己怎么想歪了。这时至尊魔师转移目标，对着江圣一轰杀而来。以江圣一的肉身之力，绝对挡不住至尊魔师的一击。君逍遥见状，脚步一踏，横荡在江圣一身前。轰！两相碰撞，君逍遥身形直接被震退，却是撞到了一处柔软所在。圣一姐！君逍遥侧头，江圣一用怀抱接住了他。逍遥，凝神！江圣一心下一绝，直接是催动体内先天道胎之力。霎时，一股大道气息弥漫出。
江胜一机体晶莹璀璨，仿佛是最为上乘的仙玉，在他周围虚空有无数符文烙印，有道纹在流淌。这种景象极为惊人，江胜一仿佛是天地大道的宠儿一般，各种道纹、仙辉、符在他周身显化，天地大道都好似在为他铺路。这就是先天道胎的力量吗？君逍遥自语，怪不得先天道胎是不弱于荒古圣体的强大体质，这种近乎道一般的体质实在是太恐怖了，简直是天地的宠儿。江胜一将先天道胎的大道之力灌注进君逍遥体内，霎时先天道胎和荒古圣体仿佛起了共鸣一般，两者之间的力量有种交融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奇特。江胜一面色微微潮红，紧咬着玉唇，没有发出声音，而君逍遥则感觉到自己的荒古圣体威能更加强悍，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对面至尊魔师像是也感觉到了某种本能的危险一般，血色双目闪烁着，这般动静也是被姬玄等人注意到了。先天道胎之力，那君逍遥要做什么？姬玄心底微微一沉，隐隐有不妙的预感。君逍遥此刻仙芒笼罩，金色神辉与大道之光在他周围闪烁。虽说这种状态还远无法与真正的先天圣体道胎相比，但比起单纯的荒古圣体已经强了不知多少。是时候结束一切了。君逍遥语气淡漠，这一刻他仿佛是高高在上的仙，做下裁决，哪怕面对至尊魔师亦是有着自信。君逍遥彻底催动荒古圣体之力，在他周围虚空开始有一道道身影浮现而出，每一道身影都神圣而超然，带着一股圣境气息，仿佛是一尊尊圣主浮现于虚空之中。细细数来，足足有万道虚影，这是圣体异象。江胜一也是回过神来，压下心中异样，看到眼前这一幕，他瞳孔震动。荒古圣体的强大可不仅仅局限于肉身无双，其圣体异象亦是一大杀招。君逍遥一路战到现在，还从未动用过圣体异象，并非是他不动用，而是没人有资格让他动用。眼下面对着至尊魔师，君逍遥终于是祭出了圣体异象，万圣朝拜，而且这异象还加持了先天道胎的大道之力，威能如何，可想而知。元天至尊，尘归尘，土归土，死后还是安心长眠吧。君逍遥步踏虚空，负手而立，面色漠然如神奇。万道圣人虚影在这一刻齐齐对着君逍遥躬身朝拜，仿佛是在朝拜天地间唯一的神。这景象撼人心神。轰隆隆，一股恐怖的大威势盖压而下，金色神芒普照四方，那些普通魔师直接是在这股威能之下爆碎成粉末。饶是至尊魔师亦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实力再度下跌40%以上，浑身黑气在神芒的普照之下都是开始迟迟冒白烟。荒古圣体对各种邪异力量本来就有克制作用，经过异象放大，效果更是突出。不但至尊魔师受到压制，整个至尊秘藏深处所有灰雾都在圣体异象之下开始消融瓦解。而在同一时间，外界太荒森林那悬浮于虚空之中的观天镜原本被一片灰雾笼罩，无法看清其中景象，但是那灰雾竟是开始散去，而后至尊秘藏内的景象也是透过观天镜烙印在了天穹之上。你们看，那观天镜开始运作了。那莫非是元天至尊的尸体？怎么魔化了？天哪，掐我一把，我没看错吧？君家神子在和至尊魔师对战。卧槽，这怎么可能？这尼玛就离谱！当观天镜展示出元天秘藏深处的景象时，整个太荒森林都是沸腾了，一片哗然。数万修士一个个张口结舌，眼睛瞪圆，像是看到了最不可能出现的奇迹。所有人僵立在原地，嘴巴大大张开，无法置信。甚至就连盘坐于天穹虚空的几位不朽道统长老都是老眼一瞪，差点一个不稳从空中掉下来。道极天宗的老道人老脸有些呆滞，微微张了张嘴说道：那真的是君家神子？连老道人这种修道多年心性沉淀的圣人都是一脸错愕，可见这一幕带给世人的震撼有多强。没错，是神子。江家的那位长老语气亦是带着一丝颤动。君逍遥身为江柔之子，也算是半个江家人，看到君逍遥能够和至尊级别的魔师抗衡，江家长老也是十分欣喜。或许是该想办法加深神子与我江家的联系了，比如和洛里联姻就不错。江家长老已经开始在心中盘算该如何彻底拉拢君逍遥，将其和江家绑在一起。毕竟这重在神桥境就能够和至尊魔师抗衡的妖孽，放眼古今无数年都难以见到几位。姬家的那位姬邦印长老也是如同泥塑一般，浑身僵硬，半句话说不出来。这种震撼太巨大了。还有祖龙朝的那位长老和龙碧池也是彻底石化了。特别是龙碧池看到君逍遥施展圣体异象镇压至尊魔师时，一股浓浓的恐惧和无力感淹没了他的心神。之前龙碧池对君逍遥虽怀有忌惮恐惧，却依旧不认为他不可战胜，至少还在闭关的龙傲天等人是绝对有资格抗衡乃至击败君逍遥的。但是现在看到这一幕，龙碧池脑海眩晕，站都站不稳。他现在觉得哪怕龙傲天出关想要打败君逍遥也是难如登天，别说是其他人了，就算君战天脸色也是陷入了短暂的凝固，然后便是浓浓的狂喜之色。原本他想着君逍遥来参加至尊秘藏，就是在世人面前露个脸，扬一扬名声。可现在君逍遥的表现太亮眼了，堪称奇迹，连君战天都是被震撼到了。想必要不了几日，这个消息将传遍整个荒天仙域，君逍遥也会成为年轻一代无敌的代名词。
君家声势自然也会水涨船高。至于其余的数万修士，看着那观天境中被万圣朝拜、举手投足间镇压魔师的君逍遥，亦是心神狂震，眼中满是惊悚和震撼。那元天至尊魔师虽然威能可能不足生前1/1000，但也绝不是年轻一辈能抗衡的呀。一位修士深吸一口气道：“没错，便是通天境和神火境强者，想要对付这魔师都千难万难。”一位神火境的大势力长老微微摇头道：“君家神子，恐怖如斯。”在场所有修士都是头皮发麻，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至于那些女修士，看到一袭白衣、超然若仙的君逍遥，举手投足间的俊秀仙姿，令他们差点发大水。无数女修士面色潮红，幻想自己是那江圣一，能够和君逍遥亲密接触。而此刻，在至尊秘藏内的君逍遥，自然不知道外界已经因他而轰动。君逍遥的全部心力都放在对付至尊魔师身上。不得不说，圣体异象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君逍遥的预料。他原本以为能够削弱至尊魔师的几成实力就不错了，却没想到还能够产生净化魔师体内黑雾邪气的效果。眼下，至尊魔师的实力已经被压制到了极点。君逍遥脚步一踏，一掌轰击而出，夹带着荒古圣体气血之力，轰击在了至尊魔师的胸膛之上。荒古圣体气血对邪祟有极强的克制能力，加上有异象镇压，至尊魔师体内的黑雾再度被驱散，痴痴冒白烟。至尊魔师身上的黑毛开始掉落，那双血红色的眼目也是渐渐归于黑暗，两点如风中残烛般的魂火在其眼眶内点亮。君逍遥知晓，那是元天至尊最后的一缕残念。后辈，是你令本尊解脱吗？一缕缕断续的神念从魂火中散发，传向君逍遥。没错，君逍遥也是传递神念，是荒古圣体，不对，是打破枷锁的荒古圣体。那神念之中也是传来惊异的波动。显然，君逍遥打破了枷锁的圣体，同样令元天至尊意外了。前辈，你因何沦落至此？君逍遥神念说道。异域、变天、黑暗的源头。那神念断断续续传来。异域、黑暗源头。君逍遥微微蹙起眉头。本尊仿佛看见一袭白衣，背对苍生，镇压黑暗尽头，孤身一人，独断万古。元天至尊残魂继续说着一些令君逍遥无法理解的话。不过，君逍遥也推测出了元天至尊之所以陨落，而且死后尸身还如此异化，怕是同那所谓的黑暗源头以及黑暗物质脱不了干系。但这些也不是君逍遥现在能够接触的。这时，元天至尊残魂再度传音道：“你没心，有本尊之传承，元皇道剑。”君逍遥微微诧异，不愧是至尊强者，即便仅剩一缕残魂，依然有这般强悍的感知。既有传承，那便是元，那东西在木盒之内，剩下的可能在下界大陆。元天至尊残魂断断续续传来，好似风中残烛，支撑不了多久了。君逍遥一一将其记在心里。他的家族亦在下界，那枚古符为信物，拜托照顾一下他的家族。元天至尊神念道。君逍遥目光深邃，他算是有些明白了，为何姬玄手持古符，那些魔师还有元天至尊魔师都不攻击他。原来那古符竟是元天至尊和他道侣的信物，而他那位道侣在下界也遗留有家族。最后，拜托让本尊尘归尘，土归土。元天至尊神念道。而后他竟是对着君逍遥躬身一拜。这一幕令至尊秘藏内外所有人惊愕，因为君逍遥和元天至尊是神念交流，所以外人并没听到他们的对话，但却能看到至尊尸身向君逍遥一拜。这是怎么回事？堂堂至尊竟然也向君家神子下拜了。秘藏外所有人倒吸一口气，只感觉头皮发麻。君家神子太深不可测了。秘藏内，君逍遥微微点头，神念传音道：“前辈放心，晚辈自当尽力，安心去吧。”君逍遥一挥手，金色法力澎湃，元天至尊尸身没有任何抵挡，直接是化为了一抔尘土，随之散去，一代至尊就此消散。而在同时，另一边的姬玄看到这一幕，心拔凉拔凉的沉到了谷底，浑身都在颤抖。从看到君逍遥以圣体异象镇压至尊魔师时，姬玄就察觉到了不妙，而现在看到魔师被君逍遥彻底湮灭，他脸色煞白如纸，像是寒冬腊月被丢到了寒潭里一般，浑身发颤。他一直想抢完木头盒子后，直接以大挪移符遁走，但君万劫却偏偏死死缠住了他，让他无法腾出手。姬玄，你不是说公子如果能够打败至尊魔师，你就倒立撒尿吗？来吧，我看着呢。君万劫冷笑嘲讽道。姬玄闻言，脸都是绿了，难堪至极，感觉脸颊火辣辣的疼痛。该死，我必须要得到那木头盒子。姬玄暗自咬牙，面色凝然。君逍遥所展现的手段已经快让他道心崩溃了，连至尊魔师都能够解决，试问谁能够做到？虽然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但结果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能得到木头盒子里的东西，姬玄说不定日后还有希望和君逍遥斗一斗，但如果得不到，那姬玄一辈子都只能活在君逍遥的阴影之下。想到这里，姬玄面色一狠，直接是施展出了姬家的一门禁术。霎时，他浑身鲜血爆绽开来，气血燃烧，境界节节攀升，最后竟是达到了归一境大圆满。给我滚开！姬玄气势陡然暴涨，融合了圣人王手骨的右臂，对着君万劫一拳轰去。饶是君万劫一时猝不及防，
都是直接被震退。而军仗剑和军血皇这时也才反应过来，想要赶来却已不及。姬玄趁机一手直接将那木头盒子抓在手中。哈，这至尊秘藏内最大的机缘是我的了，君逍遥，下次再见就等着刮目相看吧。姬玄一声冷笑，就准备祭出大挪移符遁走。而这时君逍遥的脸色却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在你最满怀希望的时候带给你彻骨的绝望，这种滋味想必很美妙吧。君逍遥勾起一抹冷笑，他直接是催动了眉心神宫内的元皇道剑，一道璀璨的神芒从他眉心遁出，有道之规则弥漫。神芒之中，一道璀璨的秩序神链飞出，化为一柄寸许长的金色短剑，对着姬玄直冲而去。正是元皇道剑。元皇道剑那可是与陆仙剑诀齐名的5大神诀之一。虽说现在君逍遥施展出来不可能有元天至尊那样恐怖的威力，却也不可小觑。短剑掠出，道则弥漫，周围虚空都好似被割裂，发出尖啸之声。这太突然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姬玄也没有料到。而元皇道剑的速度又太快了，姬玄连祭出护身之物的时间都没有。噗嗤！不过短短瞬息间，姬玄便是感觉到了一种撕裂的痛楚。他赫然看到自己的右手臂抛飞而出。不！姬玄发出怒吼，目眦欲裂。君逍遥背后延展出恶魔之意，身形一掠，抬手一探，便将那圣人王手臂连带着木头盒子和古符一起夺到手中。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短短瞬息间，谁都没有料到君逍遥还藏着这么一手。外界这一幕也是被观天镜映照而出，展露在所有人眼中。难道是5大神诀之一的元皇道剑？怎么可能？这不是元天至尊的绝学吗？传闻已经失传了许久，说不定是君家神子在秘藏内得到的机缘呢。卧槽，那姬家小圣人竟然被断去了圣人王手臂！许多修士失声惊呼。之前因为灰雾蒙蔽的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君逍遥和姬玄之前的战斗，但是现在君逍遥只凭元皇道剑一招就将姬玄最大的倚仗圣人王手臂斩去，简直猛的一批！该死，你们君家神子想做什么？天际虚空，姬邦印脸色霎时变了。他之前还说姬玄有所准备，在这秘藏内稳得不行，还一脸从容得意地跟君战天说他该担心的是君逍遥，结果现在自家天骄手臂都被斩掉了，这让姬邦印怒极攻心，无法保持冷静。哼，放心，老夫的孙儿倒也不是什么魔鬼，不会害那姬玄性命的。君战天哼道。而就在他话音落下之际，从观天境内看到君逍遥却是再度催动元皇道剑，对着姬玄头颅掠去，很明显是想要姬玄的命啊！这君战天抬头，无语望苍天，当作没看到。姬玄急忙祭出大挪移符，周围虚空一阵荡漾，他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秘藏之内看着原地消失的姬玄，君逍遥无所谓的摇了摇头。其实姬玄死不死对他来说已经没关系了，毕竟姬玄道心已经彻底崩坏了，日后无法对他造成丝毫威胁。而且最重要的东西他已经得到了，圣人王手骨、木头盒子、古符，特别是那木头盒子让君逍遥非常感兴趣。被姬玄心心念念的大机缘究竟是什么呢？君逍遥打量着木头盒子，不过他倒是没有直接打开，因为君逍遥知道此刻秘藏内的景象怕是已经被观天镜完全展露了出来。财不露白的道理君逍遥自然清楚，虽说他的身份让一般人根本不敢把注意打到他头上，但难免也会有其他的不朽势力注意到。这机缘若是太吸引人，也会引来许多牛鬼蛇神。君逍遥直接是将这些东西全部收了空间法器当中。江圣一没有任何非议，可以说能够镇压至尊魔师几乎都是君逍遥的功劳，他不过是从旁协助而已，所以机缘也理所当然是属于君逍遥的。至于君血皇等3位序列，更是不可能有什么想法。各位出去吧，这次秘藏之行圆满落幕。君逍遥淡淡一笑，心情也是不错。4具远古龙骨，1具至尊祖龙骨，木头盒子，圣人王手骨，还是顺带收服了一头坐骑，何止圆满，简直是太圆满了。君逍遥等人离开了秘藏深处，然后和君玲珑与9头狮子会合，其余各大势力的天骄和修士也是一一撤出。然而就在君逍遥等人刚一踏出至尊秘藏时，2道磅礴的气息几乎同时升起，一道来自姬家姬邦印，一道来自祖龙朝苍龙一脉长老。看来还有点小麻烦啊。君逍遥负着手，唇边勾起若有若无的笑，从容自若道。至尊秘藏入口处，君逍遥等人现身。君逍遥一袭白衣，仙灵俊秀，即便甫经历大战，亦是浑身纤尘不染，仿佛是踏青游玩了一圈回来。这种淡然洒脱的风姿，更是令周围许多女修士发出尖叫声，眸中异彩连连。君逍遥简直是他们心目中的不二男神。然而还不待这些脑残粉兴奋起来，2道磅礴的圣境气息便是无法压抑的爆发开来，正是来自姬邦印和苍龙一脉长老。2股磅礴气息直接是让的喧闹的太荒森林瞬间陷入了沉寂，许多势力的大人物都是眸光凝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没那么容易善了。君逍遥行事的确无所顾忌，打得祖龙朝龙女狼狈逃出，斩去姬家小圣人的圣人王手臂。可以说干出这事的若不是君逍遥，而是其他势力的天骄，怕是出来的瞬间就会被祖龙朝和姬家的长老给灭掉。君逍遥，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姬邦印面色沉冷，
难看至极。在他身边，则是被大挪移符传送出来的姬玄。只是此刻的姬玄面色惨白，双目失神，左手捂着自己的断臂缺口，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样。明眼人都能看出，姬玄这是道心彻底崩坏了。对于一位天骄而言，战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连道心都崩坏了，那就彻底没救了，会成为废人一个。而姬玄这位姬家小圣人，刚来元天秘藏时，何其意气风发，从容自信，结果现在却是变成了这般行尸走肉的模样。也难怪姬邦印会如此震怒，过分。君某如何过分了？不过是正常的切磋交手而已。面对姬邦印的圣境威压，君逍遥面不改色，十分从容。他连至尊级的魔师威压都不怕，怎么可能会怕一位圣人的威压？你这老东西，想对我孙儿怎样？君战天也是身形一闪，掠到了君逍遥身前。而这时，苍龙一脉长老也是带着龙碧池前来。龙碧池娇躯瑟缩在长老身后，看向君逍遥的目光依旧带着惊惧之意。他的道心虽不至于和姬玄一样崩坏，但也好不了多少。至少君逍遥已经彻底在他心头留下了阴影。君逍遥，你对我族龙女做的事情先暂且不论，但那龙骨本就是元天至尊从我祖龙巢夺走的，现在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苍龙一脉长老沉声道。以祖龙巢的霸道，若是其他势力得到了龙骨，苍龙长老怕是直接就武力抢夺了。但得到龙骨的偏偏是君家神子，这让苍龙长老都是感觉十分棘手。哼，一向强势霸道的祖龙巢竟然也会讲道理了。但这龙骨乃是君某凭本事得来的，为何要归还？君逍遥笑了，带着一缕冷讽。苍龙长老脸颊都是微微抽搐，而后道：好，那4具远古龙骨就算了，但那至尊祖龙骨必须还回来。听到此言，君逍遥更是冷笑道：祖龙巢，别给脸不要脸，幽龙至尊的痛这么快就忘了吗？小辈，你放肆！君逍遥当众揭祖龙巢的伤疤，让苍龙长老脸色难看，忍不住呵斥一声。然而就在苍龙长老呵斥的同时，极远处虚空忽然有一道高亢尖锐的琴音响起，那琴音化为杀刃，割裂虚空，直接对着苍龙长老暴掠而来。凌厉的威势令圣人都感觉头皮发麻。噗嗤，琴音杀刃闪掠而过，直接是将苍龙长老半边身子都切开，鲜艳晶莹的龙血迸溅而出。一招重创一位圣人，四野发出哗然震惊之声。苍龙长老更是身形暴退，眼中流露前所未有的惊骇。是哪位大人出手？苍龙长老颤声道。然而没有回应。倒是君战天眼露一缕异色道：逍遥，看来是你的护道人出手了。护道人？君逍遥微微挑眉，他这位护道人倒也神秘，竟然不现身。不过以琴音为攻击手段，倒是有些新奇。你的这位护道人来头可不小啊，日后你就知道了。君战天神秘嘻嘻道。君逍遥目光一敛，君家派给他的护道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周围所有修士听到这对话，目中都是藏着骇然。君家竟然给君逍遥分配了如此强大的护道人。要知道，一般不朽势力最多也就是给族中天骄分配圣人级别的护道人，看来君家神子在君家的地位真是非凡啊！许多人感叹道。苍龙长老强忍着伤势，紧闭嘴巴，再不敢多言。他怕多说一句，下一刻就会身处幽冥。姬邦印则更是色变，极度忌惮，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一场麻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压了下来。看来二位都无话可说了，那么君某便走了。君逍遥淡淡一笑，临走时还不忘嘲讽一句：杀人诛心。苍龙长老和姬邦印脸色发紫，却是生生憋着，没有说一句话。君家众人还有江家等人一起离去，直到他们离去后，苍龙长老和姬邦印才发出怒吼，声威撼动3000里。两大不朽势力还从未吃过这样的亏。哎，不愧是御三家之一的君家，将两大不朽道统压得没脾气。一些修士感慨道。元天秘藏就在这般结局中落幕。虽然一开始很多人都猜测君家神子在这次秘藏中应该是表现最为亮眼的存在，但也没有想到能够抢眼到这种程度，几乎将其余所有天骄的光芒全部掩盖。祖龙巢龙女、姬家小圣人、太古王族9头狮子、吞天雀等等，没一个是君逍遥的对手。甚至于最后，君逍遥连至尊魔师都镇压了，这简直惊爆了所有人的眼球。传出去，半个荒天仙域都会震动。已经有人传言，君逍遥将是这个时代站在仙域最巅峰的几人之一。可以说，君逍遥通过这一次元天秘藏之行，彻底在荒天仙域扬名。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南天城内，一男一女两道身影出现，正是武明月和萧晨。什么站在最巅峰的几人？那君逍遥心思如此恶毒，腹黑冷酷，他配吗？萧晨一路而来，听闻种种关于君逍遥的传闻，令他的脸色阴沉，忍不住咒骂。一旁武明月则是一语不发，似有心事。他也逐渐察觉到了，萧晨似乎并非他想象中的那么完美。萧晨对君万劫的狠辣出手，仿佛让他看到了一个陌生人。还有现在，萧晨的脸上写满了憎恶之意，但其实心里满是嫉妒。当然，武明月也不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就疏远萧晨，毕竟萧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性格坚毅，不屈不挠，对他也很不错。萧晨注意到了武明月似有心事，还以为他是在担忧回朝之事，不由开口问道：明月，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武明月闻言，微摇琴手道：想必我那位护道人已经找来了。
就在他话音落下之际，远处虚空一位弓袍老妪踏空而来，落到了武明月身前。圣人，萧晨心神一凝，那股威压绝对是圣人无疑。弓袍老妪看到武明月，微微行了一礼，道：“公主殿下，可让老身好找啊。”桂嬷嬷，你果然还是找来了。武明月轻叹一声，并不意外。公主殿下，闹也闹得差不多了，也该回去了。桂嬷嬷说道：“哼，回去之后呢，让我嫁给那自大傲慢、妾室成群的冠军侯吗？”武明月冷笑一声道：“那倒也不一定，只有最优秀的男子才配得上公主您。神朝这次会为您设下大宴，广邀荒天仙域诸势力的年轻俊杰，从中决定最后的驸马人选。还有，老身听闻这次君家神子也来了，公主是否和他有所交集？如果是他的话，说不定也是一个好选择。”桂嬷嬷笑眯眯提议道。听到这话，武明月脸色微微不自然，何止是有所交集，她都已经成为君逍遥的女奴了。只是这事只有她和君逍遥两人知道。而萧晨听到这话，则是直接炸毛了。桂嬷嬷提谁不好，偏偏提君逍遥，简直是撞到萧晨的枪口上了。哼，君逍遥配得上明月的一根手指头吗？萧晨冷言道。哪来的野小子，敢这般对老身说话？桂嬷嬷眉头一皱，一股圣人威压释放而去。萧晨可不是君逍遥，如何承受得起圣人威压？当下便是一口鲜血吐出，倒飞而出。武明月变色，低声喝道：“桂嬷嬷，快住手！”公主，这小子是谁？桂嬷嬷问道。他是青龙古国大皇子。武明月道。哦，原来是一个小国皇子啊。桂嬷嬷脸色平淡到有些蔑视。他身为盘武神朝圣人，的确有资格这般俯视。这老妖婆，萧晨起身，抹去嘴角鲜血，面色冷厉，心里寒声道：“萧晨，抱歉，你无碍吧？”武明月道。桂嬷嬷见状，语气淡淡道：“公主殿下，请明白您的身份，这等小国皇子还不配与您在一起。您的夫婿最少也得是像君家神子那般背景雄厚、实力超凡的天骄至尊。”够了，桂嬷嬷别说了，明月和你回去。武明月令其住口，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萧晨那阴沉的有些可怕的脸色。公主，请吧。桂嬷嬷也懒得和萧晨这种小角色计较，淡然道。武明月跟随而去。萧晨死死捏着拳头，冷喝一声道：“休要看不起人，待得明月选驸马之日，我萧晨定然亲自踏上神朝皇宫。”呵，不自量力的蝼蚁。桂嬷嬷没有在意，直接是带着武明月离去。武明月回头看了一眼，微微启唇，看着萧晨坚毅的脸色，残酷的真相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他若是现在说自己已经成为君逍遥的女奴了，萧晨怕是会气得原地爆炸吧。哎，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看日后有没有机会让那君逍遥给我解除奴役。武明月心里叹息道。萧晨目送武明月一步步远去，拳头攥得死死的，鲜血一滴滴从指缝滴落而下。老祖，现在失去了龙骨，我们该怎么办？萧晨心头问道。没有了龙骨，他的青天化龙诀就无法再进一步，实力也无法提升。到时候拿什么去抢亲？拿头抢吗？哎，那君家神子着实可怕。青龙上人感叹道。他还从未见过实力和城府如此可怕的年轻人。相比之下，萧晨虽然优秀，却远远不够看。老祖，我一定要变强，迎娶明月，成为盘武神朝驸马，不然的话根本对付不了君逍遥。萧晨暗暗咬牙道。他倒也不傻，给自己设想了一条可能成功的道路。这样一来，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青龙上人叹息道。老祖请讲，只要有一丝希望，小子都不会放弃。萧晨目光一亮，急切道：“你可知道本尊这青天化龙诀从何而来？”青龙上人忽而问道。请老祖明言。萧晨道：“本尊这门功法乃是意外进入一处古朝秘境，从中得来的，而那古朝之内很可能封印着一位祖龙朝的古代怪胎。”青龙上人道：“祖龙朝古代怪胎？”萧晨露出惊异之色。的确有一些天骄在各自的时代出于种种原因自封在仙元神院当中，等到日后某个时代拥有正道机会时再重新入世。这种天骄被称为古代怪胎，每一位都恐怖至极，在他们所在的时代能横推当世。那种自封了几个纪元的还好，和当代天骄差距不算太大，但若是自封了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纪元以上的古代怪胎，那就恐怖了，简直不能以常理度之。那一处古巢极为隐蔽，怕是连祖龙朝都不知道。青龙上人道：“那老祖，您说的机遇是？”萧晨道：“那古巢中自封的古代怪胎，来历身份应当极为惊人，你在其中应该有可能发现苍龙一脉的至尊之血。有了那至尊之血，你的青天化龙诀依然有大成的可能。”青龙上人解释道：“那好，我之后便去那古巢走一走。”萧晨握紧了拳头，无比兴奋。当然，你要当心，若是惊醒了那位古代怪胎，怕是整个仙域都会因此震动。仙域年轻一代，可能无人能打败那位古代怪胎。青龙上人语气微微凝肃，古代怪胎出世，那可不是小事，很可能会压得当代天骄喘不过气来，无人能与其争锋。而此刻萧晨却没有听到告诫，他现在只想得到苍龙一脉的至尊之血，让自己变强，然后去盘武神朝抢亲。至于惊醒古代怪胎所造成的后果，关他什么事？南天城内，元天秘藏之事落幕后，汇聚在城内的各方势力高手也是准备离去了。君逍遥要返回君家，江圣一也是要启程回江家了。军仗剑等人感受到这股气氛，很是识趣的退到了远处。
江圣一一袭雪衣绝世，身材修长袅娜，若一株雪莲独立于世，不染尘俗。绝美的鲜颜，雪白晶莹，仿佛晕着光。因为她先天道胎体质的缘故，整个人都显得超尘脱俗，给人一种仿佛欲要升华的感觉，好似站在江圣一身旁就能悟到一般。圣一姐，你这体质可真是让人羡慕，站在你身边，我都感觉自己快要悟到飞升了。君逍遥随意一笑道。若其他人站在江圣一面前，定然会产生一种自惭形秽之感，而君逍遥则完全不同。他超然的气质不但不逊色江圣一，甚至更胜一筹。那我以后天天待在你身边，岂不是可以让你天天悟到了？江圣一打趣，微微一笑，而后忽然察觉到了其中的奇异，脸色不由一红，又联想起之前在密藏内和君逍遥圣体水乳交融的感觉，只感觉玉颊微微发烫。君逍遥却好似没有察觉，淡笑道：密藏之内多亏了圣一姐，不然光凭我一人绝对无法镇压魔师。哪里，我不过只是辅助而已。江圣一微摇琴手，然后像是转移话题似的说道：洛里那妮子可是想你得紧呢，天天喊着要出来找你。江萝莉，3年起步，最高死刑啊！君逍遥叹道。江圣一一脸疑惑，君逍遥偶尔总会说出一两句让他无法理解的话。闲聊一番，君逍遥和江圣一道别。在江圣一回到江家人群中时，江家长老上前道：圣一，我们江家一定要和神子加深关系，你看可不可以让洛里和神子？江家长老比划着，显然是想撮合两人。江家肯定也会同意此事。江圣一表情微微凝住，过了半晌才勉强露出一个笑容道：可以啊，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我当个红娘。哈哈，那就好。江家长老笑道。这边君逍遥也是回到了君家队伍当中，他现在对于什么联姻什么道侣完全没有兴趣，毕竟他的目标可是镇压这个时代，踏立9天10地之巅。爷爷回去吧，君逍遥说道。他已经有些等不及，要看看木头盒子里究竟是什么机缘了。好。君战天微微点头。君家一群人也是启程返回黄州，3000道州之一宣州。此州乃是荒古姬家的驻地，姬家身为荒古世家，纵使没有位列于3家中，但底蕴实力也不可小觑。只要是荒古世家，又能弱到哪里去？姬邦印带着一脸颓废萎靡，宛如行尸走肉般的姬玄回到了姬家，顿时姬家掀起了巨浪。姬玄那一脉的族老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直接踏破君家的山门。其余几脉虽然也有怒意，不过倒也能保持冷静，但直到最后姬家也没什么动静，因为姬家不可能因为一个已经被废了的姬玄就和君家开战。2大荒古世家开战，那可就是不朽战了，整个仙域都会动荡。最主要的是，姬玄的确是堂堂正正被君逍遥打败的，而不是被陷害而落败的。年轻一代争锋杀伐，你死我活，再正常不过。姬家也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对付君家，因此此事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姬邦印受不了这个气，他心下一决，来到了姬家深处一处仙意盎然的山谷之外，整座山谷仿佛都被仙光笼罩，四季如春。姬邦印开口道：青衣小姐可在？很难想象一位圣人竟然会以如此平和的语调和一位后辈说话，可想而知这位后辈的身份地位何其超然。不多时，一道如鹰出谷、珠落玉盘般动人的嗓音传来：青衣在的，族老有何事？未见其人，只闻其声，但光是此声就足以让人回味无穷。请青衣小姐一定要为姬家证明，为姬玄找回场子。姬邦印沉声道。他所拜托的这位正是姬家当代最为出众的天之娇女姬青衣，同时也是不朽大教人仙教的圣女。姬家娇女、人仙教圣女双重身份加身，使得姬青衣的身份地位无比超然。姬邦印接下来便是将元天秘藏的事情和姬青衣说了。良久，姬青衣那如清泉流瀑般的声音才传来：青衣知晓了，不过之后青衣要回人仙教瞻仰残仙一刻，此事会放在心上的。好好以青衣小姐的事为重。姬邦印点头，然后离开。君家神子嘛，貌似是个有趣的人物，不知能给青衣带来几分惊喜。过了数日时间，君逍遥等人也是回到了黄州君家，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9头狮子族的大佬级角色九灵元圣登上了君家的山门，君逍遥直接是骑着9头狮子出现，他倒想看看这位9头狮子族的大佬是否会和那幽龙至尊一样傻缺。外面一些围观的修士看到君逍遥骑着9头狮子出现，更是满脸愕然之色，当着九灵元圣的面骑他的后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啊！就在外界以为九灵元圣会大闹君家时，那九灵元圣却是以一脸郑重其事的表情对9头狮子说道：狗圣能被君家神子看中是你的运气，跟在他身边你是绝对不会吃亏的。一句话令全场所有人石化，这还是那个霸道无边的九灵元圣吗？许多修士一脸呆然，怎么一对上君家九灵元圣就怂得跟狗一样？爷爷，你9头狮子也是呆住了，浑身僵硬，都炸毛了，尾巴也是绷紧了。他原以为九灵元圣是来救他的，结果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而且还把他羞耻的本名给暴露了。原来你真名叫狗圣啊！君逍遥一脸玩味之意，哈哈，神子说笑了，我们9头狮子一脉生育存活困难，岂见名好生养。九灵元圣乐呵呵道。9头狮子欲哭无泪，此刻简直想刨土，把自己变成鸵鸟埋进地里。太羞耻了，这是哪门子的自闭挑战啊！
这个插曲倒是让许多人对君家的震慑力更加有了一个鲜明的认知，连实力强悍的90元圣一时不敢在君家山门前撒野，甚至主动让后辈追随君家神子。此事落幕后，君逍遥也是安安心心回到了天地宫。是时候一探这木头盒子的玄机了。君逍遥目中带着期待，姬玄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大机缘，最后却被君逍遥摘了桃子。如果盒子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都对不起姬玄的一番苦心。君逍遥打开盒子，放眼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卷古朴的暗金色卷书，像是金箔制作成的。这是？君逍遥微微疑惑。他打开这暗金色卷书，霎时无数古字浮现在君逍遥眼前，每一个古字都绽放出无尽神芒，好似一颗颗天上的星辰在运转。若是一般人，光是看一眼，眼睛都会瞎掉。但君逍遥不同，他乃荒古圣体，眸中绽放金芒，一扫而去。这一看之下，就让君逍遥露出吃惊之色。能让君逍遥这般心性淡然自若的人露出这种神情，可想而知他是诧异到了何种程度。这莫非是九大天书？君逍遥微微愕然，也是不太敢相信。在仙域，恐怕没有修士会不知道九大天书。九大天书并非人为撰写，也不是任何一脉的传承。从九天仙域存在初始，就已经有九大天书存在了。有人说九大天书乃是由仙撰写的，也有人说九大天书乃是天道规则的显化。总而言之，各种说法都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九大天书绝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创造出来的，哪怕大帝都难以创造。而九大天书最为珍贵之处，就在于每一本书都代表了一个极致。比如九大天书之一的空书，就是空间之道的极致；时书就是时光之道的极致。其余不同的书都代表了不同的极致之道。更有传闻，若有人能够集齐九大天书，则可以将其合一，走出一条成仙之路。正是因为九大天书的种种传闻，才让无数人都在疯狂地寻找他们的下落。但古往今来无数纪元，别说集齐九大天书了，就连出现一两本都是奢侈。君逍遥也是万万没想到，这木头盒子内竟然藏着一卷天书。看其内容，当是九大天书之一的体书，肉身的极致。君逍遥自语，语气中也是难掩波澜。恐怕没有人会看到天书而不激动。而且更加巧合的是，此书乃是九大天书之一的体书，刚好和君逍遥的荒古圣体契合。先是神象镇狱境，然后又是体书，这是要让我证得肉身大帝吗？君逍遥心语道。不过让君逍遥微微皱眉的是，这一卷体书似乎并不完整，好像只有上卷。对了，之前元天至尊残魂说过，那东西在木盒之内，剩下的可能在下界大陆。这意思是体书的下卷在实地之中吗？君逍遥呢喃，这个可能性很大。看来日后是一定要下界一趟了，体书对我而言太重要了。君逍遥道，他的荒古圣体加上神象镇狱境，再加上九大天书之一的体书，全部炼成后，肉身将会何其强悍，怕是太古时期肉身正道的大帝都远远比不过他吧。木头盒子之内除了体书之外，还有一块残缺的青铜残片。同体书相比，这块青铜残片就显得很不起眼了，看上去也不像是某种仙金，十分的古朴。君逍遥拿在手中，却是意外的发现，他无法捏碎这块青铜残片。君逍遥现在的肉身力量何其强悍，不说捏碎仙金，但至少普通的王侯兵器可以随意击破。而这枚看似不起眼的青铜残片却是十分坚固，有点古怪，还是之后给爷爷他们看一下吧。君逍遥将青铜残片收起，接着他又拿出了圣人王手骨和五具龙骨。君逍遥已经将圣人王手骨剥离了出来，整根手骨洁白如玉石，烙印着复杂的道纹，哪怕只是放在那里，都有圣境威压流露。姬玄之所以能在天骄当中脱颖而出，这根圣人王手骨占据了很大因素。一根手骨就能够造就出一位强大的天骄，但君逍遥却没有将手骨融入自己手臂内的打算。别人的骨头融合进自己体内，想想就瘆得慌。而且君逍遥的荒古圣体已经是最强体质之一，完全成长后比圣人王手骨不知强大多少倍，完全没有必要舍本逐末。虽说不会融入自己手臂内，但倒是可以以此锻造出一件法器出来。君逍遥自语道，圣人王手骨他打算打造出成一件兵器。至于那5具龙骨，其中4具远古龙骨，君逍遥准备赏赐给君仗剑等人，毕竟他们在元天秘藏内也出了很大的力，该给的好处还是要给的。至于至尊祖龙骨，君逍遥自然是自己炼化了。随后君逍遥直接是祭出地狱熔炉，将至尊祖龙骨吸入其中，霎时滚滚的精气澎湃汹涌。至尊祖龙骨所蕴含的力量何其强大，若被萧晨得到，可直接让他产生大蜕变。但是现在全都便宜了君逍遥，他体内发出噼啪的爆斗声响，那是一颗又一颗巨象威力在觉醒。8万、9万，到最后君逍遥体内10万巨象威力彻底全部觉醒。君逍遥全身腾起金色神华，在他身后一头无比凝实宛若实质般的金色神像出现，象鼻一卷，仰天长啸，颇有镇压八荒吼落星辰之势。神像镇狱境在这一刻进入了第1阶段的小成。君逍遥举手投足间就是10亿精神力爆发，简直可以一拳碎灭星辰，轰塌太古山岳。不愧是至尊祖龙骨，这股能量太庞大了。君逍遥感叹道。神像镇狱境蜕变后，下一步就是将巨象威力转变为龙象威力。龙象威力比巨象威力更强10倍，也就是说，
若君逍遥将巨象威力全部转化为龙象威力，那么他的肉身神力将暴涨10倍，也就是100亿斤神力，想想都可怕。此外，至尊祖龙骨所带来的好处还不仅如此，因为祖龙骨内藏有祖龙血髓，这股能量同君逍遥体内龙气结合，使得他的龙鳞内甲再度产生蜕变。君逍遥略微催动，一具贴合他身体的修长青金色龙甲便是凝结而出。这具龙甲比之前的龙鳞内甲防御力更强10倍不止。龙甲加身的君逍遥少了几分谪仙般的仙气，多了几分战神般的冷傲霸气。他此刻简直比龙昊天等人更像祖龙朝的真龙天子。这龙甲就叫青天祖龙甲吧。君逍遥淡笑道，本来这青天祖龙甲应该是萧晨能够凝聚出的手段，但龙气和至尊祖龙骨都被君逍遥抢来了，所以反倒是成全了君逍遥。神象阵愈进小成，青天祖龙甲也凝聚出来了，至尊祖龙骨剩余下来的力量都被君逍遥用来突破境界。他的境界也是水到渠成的突破到了归一境，而且也是连破3境，达到了归一境后期。瓶颈这种东西不存在的。一番修炼突破后，君逍遥的实力比起之前也是有了大幅上涨。接下来是该好好参悟这体书了。君逍遥呢喃道，在他这次所获得的机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体书上卷了。当然，身为9大天书之一，体书显然也不是那么好修炼的。哪怕君逍遥天资妖孽，修炼体书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原来如此，竟然还有这种手段。过了1个月时间，君逍遥参悟体书，初有心得。体书内有一种淬体法门，乃是将人体内的206块骨头皆淬炼成大罗仙骨，从而蜕变出大罗不朽仙身。这种仙身极为恐怖，可以让君逍遥肉身不朽不灭，几乎先天立于不败之地。哪怕是小西天赫赫有名的丈六金身，跟大罗不朽仙身相比，都弱爆了。当然，想要将骨头淬炼成大罗仙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至少需要仙元或者同级别的能量物质淬炼。哪怕是君逍遥，现在也不过是用绝品神元修炼而已。仙元太过罕见，放眼君家也没有多少库存，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日后也要留意一下仙元之类的资源。君逍遥喃喃。随后，他让君玲珑去问君战天，能不能拿一些仙元来修炼。不过多时，君玲珑就带着上百块仙元回来了，每一块都有拳头大小，放眼外界都是稀世奇珍。这100多块仙元已经是君家很大一部分库存了，现在全都给了君逍遥。有了这些仙元，君逍遥也是沉下心来，开始淬炼大罗仙骨，修炼大罗不朽仙身。他再度开始了闭关。而在君逍遥闭关时，整个仙域也并不平静，开始有各种消息在流传。比如祖龙朝有消息传出，七族中老者算出卦象，仿佛看到了一角未来，说出了一句预言：双龙出世，祖龙当心。这预言一出，整个荒天仙域都是微微震动。这代表着祖龙朝要彻底崛起了吗？许多人揣摩，那双龙出世中的一条龙，应该就是代表龙傲天。毕竟龙傲天可是祖龙朝当代最为杰出的竞技初代，而另一条龙又是指谁？也有人认为祖龙朝是在将矛头指向君家。毕竟在元天秘藏时，祖龙朝吃了一个大亏，丢了一个大脸。如今祖龙朝自是想将场子找回来，更有许多祖龙朝之人在叫嚣，君家神子怎么都不露面了。一些人认为君逍遥可能是在避锋芒，但更多的人却认为君逍遥是在韬光养晦，等他再度出世时，想必又将震动整个仙域。除了祖龙朝外，另一脉赫赫有名的太古皇族万皇灵山也是有年轻的天骄开始入世行走。这一脉太古皇族丝毫不弱祖龙朝，而且同祖龙朝的关系还非常不错，有点类似于君家和江家的关系。而且不知是从哪听来的传闻，祖龙朝和万皇灵山似乎想要血脉联合，一起塑造出一位拥有祖龙和真皇血脉的无敌年轻至尊。当然，这只是小道消息，相信的人并不多。毕竟祖龙和真皇都是最为顶级的血脉，无比霸道，想要融合在一起，难如登天。此外，盘武神朝亦是有消息传出，盘武神朝长公主武明月将在不久后招驸马，到时候整个神朝将会设下盛大的宴会，广邀荒天仙域各方势力年轻俊杰前来赴宴，而驸马的人选将在宴会之上择出。这可是大消息，在整个仙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毕竟若能够成为不朽神朝长公主的驸马，那简直是一步登天，可以减少不知多少年的奋斗。当然，也有很多人心知肚明，有资格参与选驸马的年轻俊杰，不是有妖孽天赋，就是有雄厚背景。那种草根平民逆袭迎娶公主的事迹，只能出现在说书先生的故事里。许多大势力的天骄也是跃跃欲试，在做准备，日后会前往神朝赴宴。而就在仙域波澜起伏时，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古国亦是有暗流涌动。这4大古国虽然并非不朽道统，但亦是各自独占一州的霸主。此刻，在火州朱雀古国皇宫一处殿宇内，一位身着红色羽衣的美丽女子正盘坐着修炼。她身材窈窕，即便坐着亦是展露出美好的曲线。红色长发，肤白如雪，眉心一点朱砂，使得她的容颜更加艳若桃李，娇媚可人。此女正是拜月儿。在拜月儿周身，朱雀神火与青龙之气交缠流动，她的气息也是远比之前更加强大，达到了归一境前期。要知道，在这个年龄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大多都是不朽道统的天骄。拜月儿原本也不可能拥有这种修炼速度，是君逍遥随意的施舍成全了他。一番修炼后，拜月儿缓缓睁开双眼，
璀璨的非金色眼眸如同红宝石一般剔透，此刻流露出怅然和思念之意。已经有许久都没有见到神子大人了。拜玉儿喃喃着，语气带着几分低落。难以想象，被整个朱雀古国视为女神般存在的拜玉儿，此刻却是在苦苦思念着另一个触不可及的存在。最近一段时间，他也是打听到了许多关于君逍遥的事情。手撕吞天阙，信手降服9头狮子，至尊秘藏内横扫四方，甚至最后连至尊魔师都被镇压了。这种消息令拜玉儿听的都是激动不已，情潮泛滥，仿佛君逍遥的神俊英姿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拜玉儿甚至整日都在以画笔描绘君逍遥的身姿。虽然神子大人可能并不在意我，但我也只有神子大人了。拜玉儿拿出一幅画着君逍遥的画卷，玉手轻抚着，低吟自语。他从里到外都已经打上了君逍遥的烙印。就在拜玉儿心中正在思念君逍遥时，门外传来了侍女的声音：“皇女殿下，有急事向您汇报，进来吧。”拜玉儿收敛了心思，收起画卷，正色道。一位侍女走了进来，躬身说道：“回皇女殿下，有将军传来讯息，说青龙古国已经和白虎古国、玄武古国开战了。”什么？怎会如此？拜玉儿闻言，美眸微微露出诧异。这个消息实在出乎他的预料。青龙古国是很强没错，也的确是4大古国之首，但白虎古国和玄武古国也极为不弱，并不比青龙古国差多少。也就朱雀古国之前因为朱雀国主重伤的原因，国力连年下降。不过除了朱雀古国外，其余3大古国应该差不多都是处于一条水平线上。正是因此，拜玉儿才诧异，青龙古国怎么会有这个魄力，敢对其余2国出手？现在的局面怎样？拜玉儿询问道。回皇女陛下，听闻乃是青龙古国主动挑起战争的，他们的军队很强，而且貌似有许多不知来路的神秘高手加入。竟有这种事？拜玉儿陷入了沉思。如今朱雀国主依然在闭关，他得到麒麟不死药，恢复了伤势后，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闭关，想要借此突破到圣人之境。不过圣人之境又岂是那么好突破？虽然朱雀国主积淀了许久，加上有不死药相助，想要突破到圣人境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直到现在，朱雀国主都没有出关，整个朱雀古国的国势都压在了拜玉儿肩膀上。毕竟是他救了朱雀国主，所以现在在整个古国内，除了朱雀国主外，就属拜玉儿的影响力最大。此事先静观其变吧，我们朱雀古国不宜插手。拜玉儿摆摆手道。以朱雀古国现在的国力，他们也没有能力插手。是。侍女应声退下。拜玉儿微微蹙起秀眉，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有那些帮助青龙古国的神秘高手又是从何而来？拜玉儿在思索着。如果她现在还是萧晨的未婚妻，那么自然不必担忧这种事。但现在拜玉儿不但和萧晨断绝了一切关系，更是反目成仇了。在这种情况下，拜玉儿就不得不担心青龙古国会对朱雀古国发难了。希望是我想多了吧？拜玉儿玉指揉了揉太阳穴，但不知为何，她心底隐隐有着不安之感。时间缓缓流逝，在君家天地宫内，君逍遥依然在闭关。他尝试以体术中的方法，以仙元淬炼体内骨骼，足足过了半个月，他才将体内的第一块骨头淬炼成了大罗仙骨。君逍遥自认为有些慢，但若换成其他人，怕是几年都不一定能淬炼出一块大罗仙骨。在第一块大罗仙骨出现的刹那，君逍遥就感觉到了那块骨头泛着金色，似是烙印着玄妙符文。而且这块大罗仙骨在手臂之处，君逍遥一拳轰出，感觉威能比之前强悍了数倍。不错，虽然进度有些慢，但总算有成果了。君逍遥自语道：“一块大罗仙骨就有这般鲜明的效果，那么再多几块呢？到最后，若全身206块骨都蜕变成为了大罗仙骨，那该有多厉害！”君逍遥越发期待大罗不朽仙身了。就在君逍遥持续闭关时，4象古国那边却是再度传出惊人消息：青龙古国以极为强势的姿态攻破了白虎古国与玄武古国的国门，即便2大古国联手反抗，都是难以抵挡青龙古国的大军。这倒是在方圆几10个州内掀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这毕竟不是不朽势力的大战，所以影响力也有限，并没有令整个仙域震动。当拜玉儿得知这个消息时，也是眸光颤动，心底的那种不安更加浓郁了。荆州白虎古国皇宫之内，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此刻面色微微泛着苍白，垂手而立，显然都是方经历过大战，受了不轻的伤势。他们都是圣人境修为，但此刻身上都带着伤，瞳孔里残留着震撼。在他们前方，青龙国主淡然而立，他的修为也是圣人境，不比2位国主高到哪里去。但是在他背后，却是有着4尊笼罩在漆黑长袍中的身影。之前的大战，正是因为有这4人存在，加上青龙国主，才让他们受到重创，导致2国军队溃败。青龙国主，你这是从哪里请来的帮手？白虎国主隐隐带着一丝不甘之意。若不是这4道身影，光凭他一人都可抗衡青龙国主。呵呵，打听这么多干嘛？你们只要知道，我也是为公子办事。青龙国主淡淡一笑道。什么？听闻此言，2位国主皆是露出诧异之色。堂堂一国之主，竟然也是为他人办事，而且听其称呼，还是一位年轻的公子。2位国主相识一眼，皆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疑。不必猜疑，这4位也是那位公子的人。青龙国主淡淡道。这下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眼中更是流露骇然，这4位圣人强者竟然都是那位公子的人。那位公子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背景又得有多么恐怖？现在只需要你们答应2个条件：第一，交出你们各自1/4的罗盘；第二，
举国臣服于公子。这2个条件，答应可活，不答应死。青龙国主语气冷漠，直白说道。2位国主闻言，更是面带一丝屈辱。那罗盘乃是传承之物，虽不知用途，却是一国象征。4大古国各自有1/4的罗盘，而举国臣服那位公子，同样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就在2位国主欲要争辩时，那4道漆黑身影猛然踏前一步，那股压迫的气息令2位国主的话哽在了喉咙里，说不出来。良久，2位国主才颓然点头，答应了条件。青龙国主见状，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之后一番处理过后，2国也是齐齐归顺。而青龙国主却是来到了皇宫后面一处奢侈的大殿之内，殿内有许多姿态妖娆的舞姬在翩翩起舞，在正上方有一座大床，纱帘垂下，隐约可以看到一道身影倚靠在几道倩影身上。青龙国主手掌摊开，上面放着2块古朴斑驳的青龙罗盘部件。公子，您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青龙国主语气带着几分恭敬之意，从那纱帐内探出了一只孔武有力的手臂，五指探出一抓，便是将2块青龙罗盘部件抓到了手中。很好，青龙国主，你没让本侯爷失望。哼，那是当然，为公子办事，岂能不尽心尽力？青龙国主笑笑道。不错，这样一来，加上你献给本侯爷的一角罗盘，如今已有了3块，接下来就剩下朱雀古国的最后1块了。纱帐之中传来声音道：朱雀古国嘛。青龙古国脸色微微一变，怎么有问题？那声音微微一沉，情绪好似有些喜怒无常。青龙国主额头微微冒汗，急忙回道：公子误会了，若说在之前，那朱雀古国同我青龙古国的确有些关系，但是现在嘛，不但没有关系，反而还有仇。萧晨被拜玉儿退婚，以无比狼狈的姿态被赶出君家，甚至连龙器都被夺走了。青龙国主自然不可能对朱雀古国和拜玉儿有什么好感，甚至已经算是结了仇。哦，那是什么原因？那道声音问道。青龙国主回道：那朱雀古国皇女可能和君家神子有些许关系。君家神子？那道声音也是带上了一丝淡淡的迟疑和疑惑。如今在荒天仙域见过君逍遥的人可能不多，但听过君逍遥名字的人绝对不少。君家神子应该不会在意那种小国吧？那声音淡淡说道。只是提醒公子一下。青龙国主说道。之前君临龙收服了朱雀古国后，朱雀古国倒是没有对外声张，因为毕竟这不是什么太光彩的事情，所以现在除了朱雀国主拜玉儿以及亲眼见证的一众大臣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是不知道朱雀古国已经是君逍遥麾下的势力了。哼，提醒什么？先别说那朱雀古国和君逍遥有没有关系，就算有，难道本侯爷就会怕了吗？那声音用带着些许不爽的语调说道。那是，公子可是大人物，将来注定站在仙域巅峰，俯瞰众生。青龙国主拍马屁道。知道就好，接下来直接集合3国军队进攻朱雀古国，令其臣服，拿来青龙罗盘残片。遵命。青龙国主拱手道。对了，听闻那朱雀皇女拜玉儿乃是难得的绝色美人，到时候别伤了她，将她带来成为本侯爷的妾室。是。青龙国主点头，同时心头侥幸，好在拜玉儿和萧晨断绝了关系，不然的话，这岂不是亲自给自家儿子戴绿帽子？放心，事成之后好处少不了你，到时候4大古国合并为4项古国，你就是唯一的国主。那声音轻笑道。多谢公子。青龙国主目露一丝喜色，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随后青龙国主告退。那道声音则是自语喃喃道：带的集齐4块部件组成完整的青铜罗盘，说不定就能找到那座青铜仙殿的蛛丝马迹了。若能成功，本侯爷将得到大机缘，到时候定然有十足把握迎娶武明月，随后再进入盘武陵取得机缘，然后逐渐掌控盘武神朝的权力，最后我杨盘定然可以踏立9天10地之上，站于众生之巅。那声音带着磅礴的野心，笑声回荡在整座宫殿内。没过几日，青龙国主便是整合了3国联军，对着朱雀古国行军，而且他们没有丝毫隐蔽，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向着火州进发。消息很快便传回了朱雀古国，霎时整个国家都是人心惶惶。之前听闻青龙古国吞并了白虎古国与玄武古国，已经让朱雀古国的诸多大臣心里有不安了。这回确定了消息，更是让整个朱雀古国鸡飞狗跳起来。以朱雀古国现在的国力而言，别说3国联军，就算只有青龙古国一个势力，也足以对朱雀古国造成生死大劫。3国联军几乎是给朱雀古国判下了死刑。朱雀古国皇宫之内，一群大臣找上了拜月儿。皇女殿下，请你快去传讯君家神子，看他能不能帮忙。是啊，如今国主闭关未出，只有君家才能救我们朱雀古国。诸多知情的大臣都是强烈要求拜玉儿去求君逍遥。好吧，诸位大臣莫急，我去试试。拜玉儿道。他心里自然也急迫，拿出传讯玉简就向君临龙传讯，因为他并没有直接联系君逍遥的方式。而在君家这边，君临龙也是收到了讯息，不过现在君逍遥依然在闭关当中，君临龙是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情而去打扰他的。得到消息的拜玉儿心微微一沉，君逍遥闭关，无法通知他，而君临龙的地位远不及君逍遥，根本不可能调动君家的力量帮助朱雀古国，只有君逍遥亲自出面才有能力帮朱雀古国。但问题是他正在闭关，无人能够打扰他。拜玉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诸位大臣。怎么会这样？难道是天要亡我朱雀古国？一些大臣面色苍白。
那倒不至于，青龙古国应该也只是想让我们臣服而已，到时候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拜玉儿道。接下来，朱雀古国也是进入了备战状态，外界诸势力并不看好朱雀古国，甚至认为这是一场以卵击石的战斗。结果完全没有悬念，不过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当然，有这种猜测，也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朱雀古国已经是军逍遥私有的势力了。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不过短短数日时间，三国联军已经是驶入了火州的范围内，目标直指朱雀古国皇都。沿途所过之处，所有城池毫无抵抗之力，直接被摧毁。朱雀古国的大部分兵力也都是集中在了皇都。不论最后结果如何，朱雀古国终究不可能坐以待毙。就在四大古国的最后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君家天地宫内有强绝的气息在弥漫，有浩光在升腾，有仙灰雾霭弥漫出，令人感觉天地宫内好似盘坐着一位无上的真仙。天地宫外，君玲珑、君雪皇、君仗剑、君万劫四人皆是在场，他们目中同样流露吃惊与欣喜之色。神子终于要出关了。君逍遥一般而言很少闭关，但只要他一闭关出来之后，整个人定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君玲珑等人恭谨地站在天地宫外，不多过时，君逍遥推门而出，他衣冠胜雪，气质出尘，容颜依旧俊秀绝代，会令所有女子心惊动摇。而与之前不同的是，君逍遥的气质更加升华了。之前的君逍遥就带给人一种谪仙人般的感觉，现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我怎么感觉神子仿佛有种仙人欲要乘风去的感觉？君雪皇喃喃道。他们自然不知道，这是因为君逍遥修炼了大罗不朽仙身的缘故。君逍遥也并未将体书的事情告诉君玲珑等人，这种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而且君逍遥提升的不仅仅是气质，那种隐隐约约流露出来的威势，令君万劫都是有种极度危险感。他身为第五序列，实力比君仗剑、君雪皇、君玲珑更强，但即便是他面对此刻的君逍遥，都是有一种胆寒的感觉。公子比之前更加深不可测了，如今的我可能都挡不住公子一招。君万劫心想到，已经闭关快1年了，竟然才只淬炼出了6块大罗仙骨。君逍遥摇摇头，心底暗叹，他也没有想到上百块绝世稀有的仙元，竟然才只淬炼出了6块大罗仙骨，这种消耗也未免太过恐怖了。若是让一般人修炼大罗不朽仙身，估计光找资源都不知道要找多少年。君逍遥暗道，此刻若是观察他的右臂，便会发现他的右臂隐隐有神霞缭绕，有仙意笼罩。君逍遥所淬炼的6块大罗仙骨都集中在右臂上，这样一来可以将力量集中起来，提早发挥出大罗仙骨的部分效果。恭喜神子出关！君玲珑四人齐齐对着君逍遥躬身拱手。君逍遥微微摆了摆手，然后他拿出了4具远古龙骨。公子，这君仗剑等人目露疑惑，这4具远古龙骨，你们一人1具。君逍遥淡淡道。公子，这太贵重了。君雪皇说道，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远古龙骨放眼外界，那都是罕见的至宝。君逍遥一个人独占，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毕竟君逍遥出力最大，都是自家人，让你们拿着就拿着，不用推脱了。君逍遥淡笑道。是，多谢神子。君仗剑等人略一迟疑，还是点了点头，他们神情中都是带着一缕感激，这龙骨对他们也有很大的作用。君逍遥这一手可谓是更加坚定了他们追随的信念。对了，公子，玲珑有一事相告。君玲珑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站出一步说道。说。君逍遥道。随后君玲珑便简单的将朱雀古国的事情告诉了君逍遥。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君逍遥淡淡点头。而就在这时，他脑海再度传来系统的机械声。叮，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朱雀古国皇宫签到。系统又要白给了吗？君逍遥目光一敛，神情很是平静。他本来也打算亲自前往朱雀古国一趟，系统倒真是贴心。那公子，我们该怎么做？君玲珑问道。他之所以上心，并不是因为拜玉儿，而是因为朱雀古国乃是君逍遥的私有势力，对朱雀古国不利，岂不是危害到了君逍遥的利益？传我命令，调集君家风、灵、火、山4位，各1万人。君逍遥语气淡然，将一枚金灿灿的令牌交给了君玲珑。那是神子令，也是君逍遥神子身份的象征。竟然要调集风灵火山4位！君仗剑等人瞳孔中藏着丝丝震撼。风灵火山4位乃是君家一股极强的力量，分别是风影卫、御灵卫、火旗卫、山神卫。这风灵火山4位并非是君家唯一的军队力量，但却是其中颇有盛名的队伍。他们帮助君家镇压四方反抗势力，守护君家各大道州领地，所过之处如钢铁洪流，无人可挡。这4支队伍军士中最弱的都有涅槃境的修为，通天境以及神火境的强者都有许多。而且这4位君家一般的天骄是绝对调动不了的，哪怕是10大序列想要调动也得经过一些手续，而且调动的数量还不能太多，也只有君逍遥才有资格随意调动风灵火山4位，不限数量，不限条件，只要拿出神子令就能够调动。神子，我们也去吧，就当作是一场历练。君仗剑开口道。君逍遥微微沉吟，点了点头道，可以，那你们也准备一番。是。君仗剑等人拱手去做准备了。君逍遥负手而立，喃喃自语道，4项古国
可是我准备要收揽的势力，敢摘我桃子的人，到底会是谁呢？君逍遥可不认为，光凭一个青龙古国就能够征服其他古国。君临龙告诉他消息的时候也说了，貌似有一股神秘势力在帮助青龙古国，这其中就值得玩味了。君逍遥也很好奇，青龙古国背后站着的人会是谁？而那人的目的，难道只是单纯的想要一统4项古国吗？看来这4大古国应该也没那么简单，背后可能有某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到时候问一问那拜月就知道了。君逍遥自语，然后他直接是去找君战天了。朱雀古国的事对他而言不算什么大事，就算一不小心被灭了，君逍遥也只会觉得稍稍有些可惜。至于拜玉儿，君逍遥压根就没放在心上过，不过是他手中一颗棋子罢了。君逍遥现在想弄懂的是那木头盒子里青铜残片的事情，因此他才去找君战天。然而在君战天看到那块青铜残片后，他的脸色变得无比的凝重。逍遥，这残片从何而来？君战天问道。元天秘藏内应该是元天至尊从异域带来的。君逍遥道。对君战天，他倒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原来是这样，这青铜残片牵扯太深了。君战天凝肃道。君逍遥还是第一次看到君战天脸色如此凝重。爷爷，这青铜残片究竟有何来历？君逍遥不由更加好奇。逍遥，你可曾听闻过仙域的7大不可思议？君战天沉声道。7大不可思议？君逍遥眸光一闪，对这7大不可思议，君逍遥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仙域，恐怕没有几人没听说过。所谓7大不可思议，就是指流传在仙域的7个诡异传说。比如星空鬼船的传说，就是指在星空尽头有一艘鬼船，所有看到那艘船的人，不论是谁，哪怕是圣人，都会被迷惑，然后登上船，前往黄泉彼岸的尽头。比如断手剑者的传闻，有一个无头的身影，手持一柄生锈滴血的剑，浑浑噩噩行走在仙域各个角落，所有遇到那断手剑者的修士都会遭遇不祥，下到普通修士，上到至尊，无一例外。种种此类传说，最后便形成了7大不可思议。可以说，每一个不可思议都代表了仙域的一个诡秘，堪称禁忌。一般而言，没有修士愿意沾染到这些，因为这些不可思议太不祥、太诡异了，动不动就能让修士生死道消。爷爷的意思是，这块青铜残片同7大不可思议中的一种有关。君逍遥眸光闪动道：“没错，7大不可思议中有一个青铜仙殿的传说，这青铜残片有可能来自青铜仙殿。”君战天语气沉凝道：“青铜仙殿？”君逍遥微感诧异。青铜仙殿也是7大不可思议中的一个，那是一座极为诡异且不祥的仙殿。虽然被称为仙殿，但在很多人看来，简直如同坟墓无疑。进入其中的强者10之8九都陨落了。而之所以这座青铜仙殿如此吸引人，是因为传闻其中有和仙有关的东西。任何和仙有关的东西都足以令所有修士趋之若鹜。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年轻至尊、一方雄主、圣人强者进入青铜仙殿，想要探查仙的奥秘，得到仙的机缘，但无一例外，绝大多数都陨落了。即便是少数逃出来的修士，也是3缄其口，对仙殿内的情况闭口不言，如同在忌惮着什么。也正是因此，青铜仙殿才会被列为7大不可思议之一。君战天语气严肃，对君逍遥道：“逍遥，你天资绝代，即便不去冒险，日后也可以乘胜做祖，正帝都不是不可能，千万不能因为好奇心而让自己陷入危险。君逍遥现在可是君家的宝，最为核心的存在，千万不能出任何意外。若君逍遥因为一块青铜残片就要去寻找青铜仙殿踪迹的话，那君战天是不会答应的。啊，爷爷不用这么紧张，孙儿也就随口一问而已，没想到这残片还有这种来历。”君逍遥笑道。而就在他话音落下之际，脑海之中竟是再度传来了系统的机械声。叮，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青铜仙殿签到。听到这声音，君逍遥有些无语，系统这是要给他挖坑吗？青铜仙殿那种地方是谁都能去的吗？不过说实话，君逍遥的好奇心的确被激发了。他稍微整理了一下，现在一共有3个签到地点：盘武陵、朱雀古国皇宫以及青铜仙殿。朱雀古国皇宫是最简单的，很快就可以签到。盘武陵要稍微费一番功夫，不过也不算难。而青铜仙殿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也无人知晓下一次青铜仙殿会出现在哪里。所以君逍遥现在倒是不急，他有充足的时间提升自己。多谢爷爷解惑，孙儿还有事就先告退了。君逍遥说道。逍遥，记住一定别独自去探查7大不可思议，再不济也要跟爷爷说一声。君战天叮嘱道。知道。君逍遥点头。随后君逍遥走出君家山门。在天际有着4个密集的方阵，那是风林火山4位，每一位1万人，共4万人，已经整装待发。风影卫身着青色战甲，手持弯刀；玉灵卫身着金色战甲，手持长戈；火旗卫身着赤色战甲，坐下骑烈焰神驹，手持长矛；山神卫身着漆黑重甲，手持巨盾和战斧。4方神卫皆是气宇轩昂，战意腾腾。君逍遥一眼看去，十分满意。公子，风林火山4位，共4万人，皆已整装待发。君临龙献上神子令道。君逍遥收起神子令，淡淡点头道：“很好，此次前往朱雀古国，便拜托诸位了。”风林火山4位闻言，皆是齐齐对着君逍遥抱拳，半跪而下。风影卫愿为君家，为神子赴汤蹈火；玉灵卫愿为君家，为神子赴汤蹈火；火旗卫愿为君家，为神子
赴汤蹈火！山神位，愿为君家，为神子赴汤蹈火！四方神位，齐齐高喝，气吞万里如虎，喝声震动九霄，崩碎天上层云。很好，有你们在，何事不可成？君逍遥也是感觉热血开始沸腾，豪情一笑。哪个男人没有一统千军万马、争霸天下的豪情壮志？接下来，君逍遥站上了一架黄金战车，九头狮子则拉着黄金战车腾空而起。君仗剑、君雪皇、君万劫、君玲珑四人各自率领风林火山四位之一，紧随其后。一行人马浩浩荡荡驶过苍穹，沿途的各大势力还有修士皆是目露震战惊疑之色，抬头仰望苍冥。那是君家的风林火山四位，他们是要去哪里？不知道啊，君家已经许久没有动用过军队了，这是要镇压哪一处叛乱吗？不对，那为首拉车的难道是顶尖太古王族九头狮子？那黄金战车上站着的是君家神子。许多修士看到那道副手立的超然仙影时，都是倒吸一口凉气，感觉头皮发麻。究竟是什么事情能让君家神子率领军队出马？许多修士目光互望，都是明白对方眼中的意思。君家神子的那些敌人估计要倒大霉了。就在君逍遥率领风林火山四位赶往火州之际，以青龙古国为首的三国联军也已经是深入了朱雀古国腹地，沿途所有城池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直接被三国军队摧毁。拜玉儿也明白，以现如今朱雀古国的实力是不可能手下整个古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兵力在黄州之外做最后决战。过了约莫10余日时间，三大古国联军终于是挺进了朱雀古国黄都。而此刻，在朱雀古国黄都外 ，LTB、GT 旌旗猎猎，迎风招展，朱雀古国10万余军士守在黄都外，如同一座钢铁城墙。拜玉儿一改往日气质，赤色软甲加身，勾勒出紧致的曲线，火红长发扎起，妩媚之中显露出几分英姿飒爽。在他周围是一些朱雀古国的将领，他们一个个都是目光凝肃，隐约带着不安。在这种几乎窒息般的氛围当中，大地忽然颤动，轰轰轰！远处黑压压一片，恐怖的人潮出现。一眼望去，黑色的洪流席卷了大地。当看到那浩浩荡荡、绵延无际的军队时，所有朱雀古国将领脸色都是难看到了极点。那些朱雀古国的大臣更是一个个星沉到了谷底。朱雀古国要完了，一位老大臣目光带着悲哀之意。而拜玉儿玉手紧握长剑，妩媚绝伦的脸颊也是流露出丝丝绝望。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拜玉儿眸光眺望远方，仿佛想要看到一道身影出现，但那里什么都没有。浩浩荡荡的钢铁洪流如黑潮涌来，一眼望去，整个地平线都好似被人影淹没了。朱雀古国的将领不用细看也猜测得到，青龙、白虎、玄武三国的联军数量绝对是朱雀古国的10倍以上，最少也有100万大军。光是军队数量就彻底碾压了只有10万军队的朱雀古国。在高层强者方面，朱雀古国依然是死死的被碾压，朱雀国主至今还在闭关，而三国联军的3位国主都是圣人，更别说还有一股帮助青龙古国的神秘势力。那股势力若是出手，朱雀古国更是危如累卵，随时都会崩塌。哪怕拜玉儿再有心反抗，当看到那无尽大军时，眼中也不由露出丝丝绝望。轰隆隆，远处地平线大约20万左右的军队浩浩荡荡碾压而来，是玄武古国的军队。朱雀古国这边，一位身着火红战甲的中年男子说道，他是朱雀古国大将军，一位虚神强者，在神火境之后的境界便是虚神。不过在这般战场上，一尊虚神强者也是难以扭转乾坤，毕竟虚神境别说和圣人相比，就算和准圣相比，都有一大段距离。玄武古国他们想干什么？拜玉儿眸光一闪，玄武古国大军前一位将领开口道，朱雀古国，我乃玄武古国大将军，给你们一个建议，缴械投降，还可避免徒劳杀戮。玄武古国，你们为什么要臣服青龙古国？拜玉儿忍不住说道，这也是他最大的疑惑。堂堂古国，即便战败，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就完全臣服。玄武古国将领冷哼一声道，我们臣服的乃是公子，他的身份来历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拜玉儿，你是公子钦点的人，束手就擒，成为公子侍妾，并且交出罗盘碎片，你们朱雀古国可保安然？玄武古国将领道。什么？拜玉儿闻言，在震惊的同时，一时带着愤怒。他震惊的是，那位公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够随手镇压三国；而愤怒的是，则是那位公子竟然要收他为侍妾。这令拜玉儿媚脸含煞，容颜冰冷。一旁朱雀古国大将军亦是冷喝一声道，放肆！我朱雀古国皇女岂会随意成为他人侍妾？所有朱雀古国之人都是义愤填膺，这简直就是羞辱朱雀古国。哼，能成为公子的侍妾是你的福气，若是反抗，免不了血流成河。玄武古国将领冷声道，我是君家神子的人，你们难道就不怕得罪神子，日后被君家覆灭？拜玉儿冷斥道。听到此话，那将领脸色也是忍不住一变，毕竟君家和君家神子的名声都太大了，君家想要覆灭玄武古国，不过翻手之间而已，哪怕4项古国加在一起都不够君家一手横推。不过一想到背后那位公子的强大，这位将领就冷静了下来。他冷笑一声道，朱雀皇女，别扯虎皮了，君家神子怎么会在意你
这样一个小人物，他若在意，早就应该来援了。而且，就算你和君家神子有关系，那位公子也依然不惧。玄武古国将领的话，微微刺痛了拜玉儿的心。的确，他对君逍遥而言，不过是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罢了。即便陨落了，君逍遥估计也不会在意。但是，神子不在意我，不代表我不在意神子。我答应一生一世，为奴为婢，伺候神子左右，又岂能成为他人侍妾？拜玉儿眼眸流露坚决之色，想让我成为那位公子的侍妾，不可能。要战便战吧。拜玉儿手中长剑指天，锋芒毕露。唉，可惜玄武大军听令，杀！玄武古国将军一声令下，玄武古国20万大军齐动。诸将领听令，护我古国，杀！拜玉儿亦是一声娇喝。轰隆隆，两国大军如同洪流碰撞，霎时绞杀在了一起，残肢断臂抛飞，鲜血飞溅，呼喊声、惨叫声、杀伐声交织成惨烈的血腥画卷。20万玄武大军仿佛无法抵挡的钢铁猛兽，10万朱雀古国军士拼命抵挡，阵线却是节节败退。朱雀古国这些年来已经沦为了4大古国之末，军队的装备、战力也不及其余3大古国，更别说在数量上还呈碾压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朱雀古国怎么可能赢得了？众将领听令，活捉朱雀皇女拜玉儿！玄武古国将领大手一挥，高喊道：“拜玉儿可是那位公子钦点的人，他们不可能放过，保护皇女！”朱雀古国大将军大喝道。一群将领冲上去，同玄武古国将领厮杀在一起。一位位朱雀古国的将领倒下，他们在数量方面还是不及玄武古国。诸位，拜玉儿看得心如刀绞，这些将领都是因他而死。哼，真是麻烦，连一个女人都抓不到吗？这时，一声冷哼在虚空炸响，一股盛劲威压扩散而出。朱雀古国这边所有将领和军士皆是身躯一震，有种窒息的感觉。天穹之上，一位身着黑色黄袍的身影出现，正是玄武国主。完了！当玄武国主现身时，所有朱雀古国之人皆是面露死灰之色，连圣人都出现了，这仗还怎么打？拜玉儿心头一时弥漫着绝望之意。面对圣人，他甚至连反抗和自尽都做不到。公子要的人岂能逃跑？过来吧！玄武国主探手一抓，一只法力大手凝结，抓向拜玉儿。就在这危机关头，朱雀古国黄都深处，一声长啸猛然传来，恐怖的烈焰腾空而起，仿佛化为了一头朱雀。一道身着红色黄袍的身影破关而出，踏着漫天火焰而来。LT、BF、GT， 谁敢犯我朱雀古国？破关出者正是朱雀国主，是国主陛下，他突破到圣人境了。看到朱雀国主出现，全场朱雀古国将士都是发出喜极而泣的喊声。拜玉儿亦是流露极度惊喜之色，如同绝路逢生一般。朱雀国主一掌便将那法力大手击溃。看到这一幕，朱雀古国之人更坚定了朱雀国主乃是圣人强者，他们朱雀古国总算有救了。然而还不待拜玉儿和众将士欣喜，地平线处剩下的大军再度如同黑潮一般汹涌而来，同时又有2股圣人气息爆发，正是青龙国主和白虎国主。这一刻，哪怕是朱雀国主脸色都是变了，他即便突破到了圣人，此刻面对3位圣人也是无力回天。拜玉儿心中刚升起的希望之火再度被浇灭，他眼中流露悲戚之色。从绝望到希望，然后再到绝望，有什么比这个更残酷呢？难道真是天要亡我朱雀古国？拜玉儿玉唇咬出鲜血。远处剩余的大军汇合而来，黑压压一片，看得人头皮发麻。同时2道身影踏空而来，皆是散发着圣人气息，正是青龙国主与白虎国主，加上玄武国主，整整3大圣人踏立虚空之上，同朱雀国主对峙。朱雀国主脸色急剧变幻，他刚突破到圣人之境，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却不料看到了眼前3国攻城的一幕。更让他吃惊的是，原本不可能联合的3大古国，现在竟是联手进攻朱雀古国。父皇，下方拜玉儿传音，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简短解释了一下。竟然是这样，朱雀国主瞳孔也是微微震动。很显然，那位公子来头非常大，不然的话，不可能将3大古国压得服服帖帖的。而且现在最主要的是，他们朱雀古国挡不了100万大军，他也对付不了3位国主，更别说在战场背后，可能还有那位公子的神秘势力在监察一切，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朱雀国主突破到了圣人，亦是无力回天。朱雀国主，没想到你不但伤势恢复了，竟然还突破到了圣人境。青龙国主语气带着诧异，因为封锁了消息的缘故，所以青龙国主等人也是现在才知晓。没想到堂堂青龙国主也会有给人当狗的时候。朱雀国主脸色阴沉，没好气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那位公子面前，你们不过螳臂当车而已。”青龙国主冷笑道：“那你可知道，我们朱雀古国其实早已臣服在一人手中了？”朱雀国主冷淡道：“哦，是谁？”青龙国主微微皱眉：“君家神子。”朱雀国主道。一语出，3大古国联军都是微微安静了下来，仿佛君家神子4个字有一股奇特的震慑力。青龙国主亦是瞳孔一缩，冷语道：“又想扯虎皮拉大旗吗？君家神子岂会在乎区区一个朱雀古国？随你，但不信的话，有你们后悔的时候。”朱雀国主语气冷漠：“即便是真的，我们背后也有公子，
少拿君家绳子压人！青龙国主脸色一沉，萧晨之前就是被君逍遥废掉的，所以青龙国主对君逍遥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观感。不用多说了，直接大军横推朱雀古国黄豆，活捉拜玉儿。青龙国主一声麾下，百万大军再度出手，如同冲破一切的洪流，碾压向朱雀古国军队。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联手，对朱雀国主镇压而去。青龙国主则是探手抓向拜玉儿。皇女小心！朱雀古国大将军将拜玉儿轰退，然后自己直接是被法力巨掌轰杀成血沫。大将军，拜玉儿心在滴血。皇女快走，这里我们挡着。诸多将领挡在青龙国主身前，蝼蚁般的存在。青龙国主随手一扶，一个个人影爆开，圣人之威，无人可挡。而在天际，朱雀国主亦是被压制的连连退步，嘴角咳血。他毕竟才突破圣人境，境界还不稳定，又被2大圣人围攻。不过多时，朱雀国主就被震退，口中吐出鲜血。下方朱雀古国10万军队亦是被杀得七零八落，百万大军的冲击何其恐怖！朱雀古国10万军队，不过短短1刻钟就只剩下了3、4万人，军队被碾压。高端战力朱雀国主受到重创，那些将领尽数被青龙国主一掌拍死。朱雀古国真的要完了吗？拜玉儿此刻满心绝望之意，束手就擒吧！青龙国主脸色淡漠，就要一手探下。拜玉儿闭上美眸，有泪水从眼角滑落。而就在这时，天地好似忽然寂静了一瞬，所有的声音都仿佛失去。在这般寂静之中，传来了一道无比高冷的淡漠之音：“本神子的人，你也敢动？青龙国主是活得不耐烦了吗？”一声冷然低语，如同从幽冥之中响起。整个战场一瞬间陷入死寂，好似凝固。全场百万大军的耳畔都好似回荡着这一句话：“是谁？竟然敢以这种语气和一位圣人说话？”拜玉儿听到这声音，娇躯倏然颤抖，而后猛然睁开美眸，望向远处。远处天际传来恐怖的震荡之声，云层溃散，4支杀气如虹的恐怖军队出现，旌旗猎猎，锋刃森森，战车轰响，神驹嘶鸣，杀伐之气上冲九霄，下灌九幽。这4支军队所散发出的恐怖杀气，甚至令得下方百万大军都是心头发寒，如堕冰窟。在这4支军队前方，一头威武雄壮，若黄金浇筑般的9头狮子仰天怒吼，恐怖的狮子吼音波震荡4极8荒，令所有人胆寒。而在9头狮子所拉着的黄金战车上，一道笼罩在朦胧仙光中的身影负手而立，面色淡漠，宛若神奇之子。冷漠而霸道的语气从他口中传出：“朱雀古国是本神子的，谁若敢再出手，斩无赦！”一句斩无赦，令天地色变，弥漫前所未有的杀气。君家封印未听命，君家玉灵未听命，君家火旗未听命，君家山神未听命。风灵火山4位齐齐震喝，从苍穹之上落下，轰隆一声响，整片大地都好像颤了3颤。明明是只有4万人的军队，却让得3大古国百万联军面色苍白，胆寒无比。那是君家的风灵火山4位！天哪，是君家的军队！君家来了！当看青旌旗上的军字时，3大古国的军士皆是面色惨白，神情惊慌。毕竟君家的威势太盛了，风灵火山也是君家的头牌军队，震慑力爆表。是君家！青龙国主等人面色也是一惊，君逍遥的话更是令青龙国主脸色难看。而朱雀古国这边，所有人都是震撼、呆然、不信，最后则是露出惊呼与狂喜之色。是君家，君家神子来救我们了！一位朱雀古国老大臣喜极而泣，拜玉儿娇躯颤抖，玉手捂着红唇，激动到泪水不停从眼眶滑落。那道日思夜想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依旧是一身白衣胜雪，依旧是那般超然出尘。此刻的君逍遥仿佛就是救世主，是拜玉儿心中唯一的神。苍穹之上，9头狮子拉着黄金战车，而君逍遥一袭白衣，踏立其上，负手而立，衣袂飘飘，宛如主宰天地的神明。这一刻，拜玉儿以及朱雀古国之人看向君逍遥的目光都是带着无比的激动和狂热，仿佛看着无上救世主。除却君身3重雪，天下谁人配白衣？君逍遥就是他们的神！怎么会？君家怎么可能前来？青龙国主、白虎国主、玄武国主3人脸色都是微微泛着苍白。他们虽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但面对君家这个庞然大物，依然会有心悸之感。别说是圣人，哪怕是无上至尊，面对君家也会极度忌惮。而现在，他们虽然没有看到君家的圣人到来，但光凭一个君逍遥就已经有足够的震慑力了。君逍遥不是圣人，但威慑力却比圣人还强，因为和君逍遥作对，就基本等于和君家作对。荒古君家，几人敢惹？神子大人！拜玉儿等人眸光凝望着君逍遥，心中充溢着喜悦。神子终于来了。天际，朱雀国主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原本对于朱雀古国臣服于君逍遥，朱雀国主心里还是有点小疙瘩，但是现在芥蒂完全消失，朱雀古国最后还是要轮到君逍遥来拯救。君逍遥微微垂眸，看向下方被杀的仅剩数万人的朱雀古国军队，他微微摆手，风灵火山4位立刻的令，仿佛化为了4道击穿一切的洪流，对着3国百万联军冲杀而去。难以想象，仅有4万人的军队竟然冲撞百万大军，然而结果却是令人啧舌。
百万大军丝毫无法阻挡4支军队的冲杀。在风林火山4卫之前，这些联军队伍不堪一击，仅仅只是数次来回冲撞，三国联军这边就已经陨落了10余万人，这简直恐怖，令人胆寒。君家风林火山4卫太强了，魔鬼，他们是魔鬼，快跑啊！四方军士胆寒，百万大军溃不成军。而那些朱雀古国幸存的军士则是发出宣泄的怒吼，也开始反击。天穹之上，青龙国主等人脸色呆然，饶是他们也没有想到君家的军队竟然这么强，仅仅4万人瞬间便杀得他们百万大军崩溃。君家神子，你到底想怎么样？青龙国主语气沉然道。怎么样？很简单。君逍遥淡淡一笑，然后眉峰挑起，眼中涌动冷厉之意道，要么退，要么诛你9族。一句话落下，如平地起惊雷，满场百万人皆是惊愕。这种话不应该是如青龙国主这般的皇帝说的吗？不过现在从君逍遥口中说出，却没人感觉有丝毫违和感。君家神子地位又岂是区区一国皇帝可比的？君逍遥，青龙国主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一身圣人气息都是抑制不住爆发。本神子就站在这里，让你出手，你敢吗？君逍遥衣袖一拂，步踏苍穹，站在青龙国主对面。只是皈依境修为，但面对圣人境的青龙国主却是没有丝毫畏惧，甚至于那种气质给人感觉君逍遥才是皇，而青龙国主是臣。这就是君家神子之威吗？下方所有朱雀古国之人看到这一幕，皆是激动到颤抖，拜玉而非金色美眸中更是充斥着浓浓的崇拜与狂热之意。君逍遥，你别太过分了，我们背后站着公子，是他让我们这么做的。青龙国主语气沉然道，他不敢自己对上君家的，只能扯虎皮，把他背后的那位公子搬出来。哦，君逍遥目光一敛，他早就有所揣摩，青龙古国背后可能站着其他人，现在看来果然如此，而且能够将青龙国主等人训得服服帖帖，那位公子的身份和来历应该也非常惊人。不过君逍遥又怎会忌惮？身份来历再大，打得过他吗？管你背后站着的是何人，本神子的怒火谁都承受不起。君逍遥眸中冷芒乍现，然后抬手而起，并指为剑。浩瀚的剑气在喷薄，雄浑的剑意在汹涌，一抹璀璨耀世的剑芒伴随着无数仙神虚影从君逍遥手中横扫而下。剑芒惊世，正是陆仙剑诀第一式仙云。轰隆隆，一道万丈剑芒轰然从天穹落下，砸入百万大军之中。瞬息间鲜血迸溅，无数惨叫声响起，数万军士被一剑灭杀。原本就被风林火山4卫杀得人心惶惶的三国联军瞬间崩溃，四散而逃。青龙国主见状，心头怒火焚身，差点忍不住就要出手，但一想到对君逍遥出手的后果，他还是生生压制了下来。先退！青龙国主眼中闪过挣扎之色，但还是下了命令。若是再拖延下去，百万大军不知还能剩下多少，而他又不敢对君逍遥怎样，只能暂且撤退，请那位公子定夺。若那位公子亲自出手，青龙国主自然就不用承担君家的怒火。听到青龙国主喊撤退，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也是齐齐撤退。百万大军在短短时间内只剩下60余万，也是如同丧家之犬一般急急而奔。不过片刻时间而已，原本声势浩荡的三国联军就跑得不见人影了。君逍遥看着青龙国主等人撤退，倒是没有继续逼压，因为青龙国主等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位公子。他整合4大古国究竟有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想要将其收为自己的势力吗？正是因为想要弄明白心中疑惑，君逍遥才选择了放长线钓大鱼。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朱雀古国将领和军士，脸上都是露出劫后余生的喜悦。他们看向君逍遥，目中含着浓浓的感激。没有君逍遥，他们朱雀古国不是灭国就是臣服。天际，朱雀国主深深对着君逍遥鞠了一躬道：多谢神子相助，若无神子，今日朱雀古国危矣。君逍遥微微摆手道：朱雀古国是我的势力，我自然不会看着他灭亡。神子大人。拜玉儿也是对着君逍遥深深鞠躬。先别高兴得太早，他们背后的那位公子想必不会善罢甘休。君逍遥道。听到此话，朱雀国主的脸色也是十分凝重。能够让3大古国臣服，并且还拥有那种恐怖的势力，那位公子的身份来历显然不会低。不过一想到有君逍遥在，朱雀国主的心就是安定了下来。那位公子身份再大，比得过君逍遥吗？背后势力再强，比得过荒古君家吗？所以朱雀国主一点不担心。好了，先回皇宫吧，我倒也有些事要询问你们。君逍遥说道。他一方面要去朱雀古国皇宫签到，另一方面也想询问一些事情。是，神子请。朱雀国主亲自在前方带路，君逍遥踏上黄金战车，跟随在后面。才刚当热身呢，就结束了。军帐剑扭了扭手腕道：他们几位序列方才也是下场战斗了，没那么容易结束，恐怕要不了几日他们就会再来。君玲珑道。他身怀7窍玲珑心，心思聪颖，知道3大古国背后的那位公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哼，来了又怎样？难道能在公子面前掀起什么浪花吗？君万劫冷笑一声，在荒古君家面前，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趴着。接下来君逍遥也是进入了黄兜内。
所有朱雀古国子民皆是对君逍遥下跪磕头，无数欢呼赞颂君逍遥的声音传遍八方。君逍遥神色倒是非常平淡，这些人将他当作救世主，当作好心的圣人，其实他不过是为了护住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不过这种白得的好名声，不要白不要，毕竟现在已经有很多天骄都在说君逍遥是魔鬼了。君逍遥也要稍微塑造一下自己的形象，他可不是什么魔鬼，充其量就是比较喜欢割韭菜罢了。在踏入朱雀古国皇宫后，君逍遥脑海中也是传来了系统提示音：丁，已到达朱雀古国皇宫，是否签到？签到。君逍遥默念：丁，恭喜宿主获得4星奖励，古圣兵、古琴、凤鸣岐山。在系统话音落下之后，君逍遥立刻感应到了，在自己的空间法器内出现了一把赤色鎏金的古琴。整把古琴造型修长，表面有凤凰山水纹路，暗金镶边，显得低调奢华有内涵。7根琴弦，根根呈赤金之色，看上去十分华丽绚烂，非常耀眼。竟然是一把琴！君逍遥默然，系统是要让他修身养性吗？不过这把古琴的等级乃是稀有的古圣兵，倒也不是什么普通货色。一般的圣人差不多也就是用古圣兵而已。而且这凤鸣岐山用途显然不只是用来移琴而已。之前君逍遥的那位神秘护道人，就是将琴音化作杀刃，连圣人都可随手重创。所以这把凤鸣岐山琴，哪怕当作武器，威力也不可小觑，不算吃亏。君逍遥暗道，他就是随手签了一个道，系统就白给他一件古圣兵。看来日后没事可以弹弹琴。好在我前世听过一些名曲，倒是没有忘记。君逍遥心想，神子怎么了？朱雀国主看到君逍遥站在原地不动，不由问道：没什么，走吧。君逍遥道。之后朱雀国主将君逍遥接引到了一处奢华楼宇之内，君逍遥让君仗剑等人自行休息去了。整个楼宇内只剩下君逍遥、朱雀国主、拜玉儿3人。君逍遥道：我有一事要询问你们。神子请讲。朱雀国主恭谨道：你们这4大古国可有什么历史隐秘？君逍遥道。朱雀国主闻言思忖片刻后说道：实不相瞒，其实根据史料记载，我们4大古国的前身乃是一个接近不朽势力的古皇朝，名叫4象古国。4象古国的创始人乃是一位名叫4象至尊的无上至尊强者，而我们4大古国的开创者青龙上人、白虎上人、朱雀上人以及玄武上人，乃是那位4象尊者的4位弟子。朱雀国主的一番解释倒是让君逍遥微微挑眉，他没想到4大古国竟然还有这种历史渊源。这么说来，青龙国主的目的应该是一统4大古国，令其重新成为4象古国，然后自己当国主。君逍遥猜测道。不过他背后的那位公子目的又是什么？难道仅仅只是为了掌控4象古国？君逍遥心生疑惑。一旁拜玉儿闻言微咬嘴唇道：神子大人，玉儿有一个猜测。哦，说来听听。君逍遥道。玉儿觉得他们背后的那位公子应该是想要集齐4大古国的青铜罗盘部件。拜玉儿道。青铜罗盘部件？君逍遥目光莫名。朱雀国主则是解释了一番，原来那位开创了4象古国的4象至尊，曾偶然得到过一块青铜罗盘，那青铜罗盘牵扯到了一个大隐秘。后来这个消息不知怎么的泄露了出去，许多强者都想争夺4象至尊手中的罗盘，4象至尊遭到围攻，身受重创，他便暗中将青铜罗盘分为了4份，交给了自己的4位弟子，也就是青龙上人等人。后来4位弟子各自开创出了一国，便是现在的4大古国。那1/4的青铜罗盘部件也就成为了4大古国代代传承的古物。把那部件给我看看。君逍遥淡淡道。朱雀国主恭顺点头。换做其他人，若敢打青铜罗盘部件的注意，朱雀国主早一巴掌呼过去了。但是君逍遥开口，他则毫不犹豫拿出。君逍遥一看到那部件，眼底便是微微露出一缕金色，因为他发现那青铜罗盘部件竟然同之前木盒子里的青铜残片材质相同，而那青铜残片则和7大不可思议之一的青铜仙殿有关。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怪不得4象至尊会被围攻，这青铜罗盘的确牵扯到了一个大隐秘，乃是青铜仙殿。君逍遥心里暗暗道，这绝对是一个大隐秘。他现在算是知道那位公子的目的是什么了，他一定也是知道了青铜罗盘和青铜仙殿有关。这罗盘有意思。君逍遥把玩着说道。朱雀国主察言观色，立马开口道：既然神子喜欢，那便送给神子了。君逍遥满意点头，这朱雀国主倒也很识相。其余3块部件想必已经在那位公子手中了，这下哪怕他不来找麻烦，本神子也要找他的麻烦了。君逍遥露出惯常的笑容，但熟悉这笑容的君仗剑等人知道，这个笑容代表君逍遥又要开始割韭菜了。离朱雀古国黄都数千里地界之外有一座城池，城池已经被3大古国联军所占领。此刻在城池中央一座奢侈的寝宫之内，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几具武技的尸体，青龙、白虎、玄武3国的国主则是垂手而立。正上方床榻纱帐内一道声音带着冷然的怒火：竟然失败了！你们100万联军连一个小小的朱雀古国都攻不下来，罗盘部件没有给本侯爷带来，连那拜玉儿也没有带来，你们都是吃屎的废物吗？那声音无比暴怒，带着森寒之意。青龙国主等人都是微微低头，默不作声。他们早已经习惯了那位公子性格的喜怒无常、狂躁暴怒。堂堂圣人被这般呵斥，
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两人脸色都是青白交替，暗暗咬着牙。但是，一看到周围站着的4道漆黑身影，他们心中的愤怒则都化为了无力。君家神子，君逍遥，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吗？那声音带着冷厉之意。君逍遥的身份地位还有实力，的确少有人及，但不代表没有人能和他争锋。君家虽然无比鼎盛，极尽辉煌，但也不可能在仙域一手遮天。这位公子就不信这个邪？传令下去，整顿大军，3日之后，本侯爷御驾亲征，看那君家神子给不给本侯爷这个面子。那道声音冷然喝道：“是，遵命。”青龙国主等人拱手，然后退出了大殿。只要集齐最后一块部件，就可以得到完整的青铜罗盘，到时候对探查青铜仙殿极有帮助。谁也不能妨碍本侯爷，哪怕是君家神子。夜深，朱雀古国皇宫一处奢华楼宇内，悠悠的琴音隐约从阁中飘出，令人闻之心旷神怡，好似升华一般。阁内，君逍遥盘坐于床榻之上，凤鸣岐山琴置于腿上，洁白修长的手指撩动七弦，琴音悠然。此曲正是君逍遥前世曾听过的10大古琴名曲之一《高山流水》，听之令人浮躁的心绪都好似被抚平。君逍遥压根就没有把那所谓的公子放在心上，显得很是悠然闲适。在君逍遥抚琴时，他也隐约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神魂波动。是我那位神秘的护道人吗？君逍遥喃喃，他的那位护道人貌似也是以琴音为攻击手段。此刻听到君逍遥抚琴，也难免流露一丝波动。一曲琴毕，那位神秘护道人也是始终没有现身。然而房门却是被敲响了。进。君逍遥淡道。身着一袭红色纱裙的拜玉儿端着茶水走进。神子请用茶。拜玉儿语气乖顺道。他好不容易才从君玲珑那里讨来替君逍遥端茶倒水的机会。拜玉儿奉上茶，一面偷偷瞄着君逍遥。此刻抚琴的君逍遥又别有一番气质，更显得绝世出尘。任何女子光是看一眼，怕是都会沦陷其中，无法自拔。君逍遥收起凤鸣岐山，接过茶水，浅抿了一口。他看了一眼拜玉儿，忽然发现她现在身上穿着的红色纱裙貌似有些透，雪白如玉的肌肤若隐若现，隐隐透着一股妩媚诱惑。君逍遥视若无睹，继续喝茶。拜玉儿微微咬了咬唇道：“神子，我朱雀古国有一特色，乃是朱雀灵泉，在其中沐浴泡澡，不止放松心神，更有促进全身血脉畅通的效果。神子大人要不要试一试？”可以。君逍遥点头。这不就是温泉吗？拜玉儿露出欣喜，领着君逍遥前往了朱雀灵泉。在皇宫深处有一口泉眼，汩汩冒着温热灵气，灵雾氤氲，好似仙境。神子，让玉儿来伺候您吧。拜玉儿主动说道。君逍遥没有拒绝，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的。在朱雀古国，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享受到皇女的伺候。拜玉儿替君逍遥褪去外袍，瞬间，君逍遥洁白匀称，如仙玉雕琢的上半身显露在拜玉儿眼前。拜玉儿狠狠咽了一口唾沫，夹紧了双腿。君逍遥进入朱雀灵泉，长舒了一口气，这温泉果然不错。而拜玉儿状态很奇怪，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玉手则是微微颤抖着在替君逍遥捏肩。君逍遥注意到了，心里暗想道：这是发情了。神子大人，拜玉儿嗓音都是微微一颤，绯金色美眸水汪汪的，他实在是太馋君逍遥的身子了。君逍遥闭着眼，语气淡淡道：记住你的身份，别逾越了规矩。君逍遥的话如一盆冷水浇下，瞬间令拜玉儿清醒。的确，她不过只是君逍遥的女奴而已，身份地位完全不匹配。君逍遥是他得不到的男人。抱歉，神子大人，是玉儿失礼了。拜玉儿咬唇，心中苦涩无比。君逍遥则没什么怜惜之意，他并没有那么博爱，也不是看见女人就顺水推舟的种马，对女人走肾完全没问题，但也要走心。拜玉儿只是他的女奴和棋子而已，怎么可能有资格沾他的身子？想破君逍遥的童子之身，别说门没有，连窗户都没有。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君逍遥语气冷淡，闭目休憩道。拜玉儿脸色黯然离去，不过眼中对君逍遥的崇拜和迷恋却依旧没有减少。君逍遥忽略了一点，越是得不到的东西，才越发令人垂涎。短短3日时间过去，这段时间内，整个朱雀古国依然没有放松警惕。不过有君逍遥以及风林火山4位压阵，整个古国明显人心安定了许多。君逍遥这几日倒是悠闲，不是抚琴，就是去泡温泉。此刻在朱雀灵泉内，君玲珑在一旁泡茶，伺候着他。君逍遥语气淡淡道：那家伙若再不来，我倒是要去找他了。哥哥，那人恐怕也是姬丹公子了吧？不过他应该不会轻易放弃。君玲珑一笑道。果不其然，就在这时，外面的君雪皇出声禀告道：回禀神子，3大古国联军再度朝皇都进发而来。终于来了吗？让我好等啊。君逍遥起身，君玲珑贴心替他换上衣物。一袭白衣，雪白无垢的君逍遥脸上带着一缕玩味的笑意。就让本神子看看，那所谓的公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吧。朱雀古国皇都外，浩浩荡荡的3大古国联军再度袭来，只是许多军士的脸上依旧残留着些许惊悸之意。毕竟上一次已经被君家的风林火山4位给吓怕了。不过虽然心头残留有惊惧之意，但联军并没有太过慌乱，因为他们也是听上面的将领说了，这次将有大人物压阵，有神秘势力帮助，哪怕是君家神子出面，
一时无法阻止朱雀古国覆灭。而朱雀古国这边早已做好了准备，数万朱雀古国军士护卫在黄都之外。朱雀国主拜玉儿等人也是已经现身。神子大人还没来吗？拜玉儿对一旁侍从问道。回禀皇女，消息已经传过去了，估计马上就来。侍从道。好。拜玉儿微微点头，看不到君逍遥，他的心总不会安定。而另一边，三大古国联军已经逼近了黄都。天穹之上，三道人影显露而出，正是青龙、白虎、玄武三位国主。然而，让朱雀国主等人注意到的是，在他们三人后方虚空，竟是悬浮着一张华丽无比、以黄金雕琢而成的床榻。没错，就是一张无比宽大的床。床的四角雕刻有龙首，四面也都有纱帐遮掩，但隐隐约约却能够看到其中有不少曼妙的倩影。这一幕看得朱雀国主都是有些错愕，莫非青龙国主口中的那位神秘公子就在那床榻之上？可这也太奇葩了吧！谁会将一张床祭炼成御空法器啊？朱雀国主想到这里，脸色却是猛然一顿。不会是那位吧？朱雀国主的心微微一沉。如果真的是他所猜测的那样，那情况可就不妙了。哪怕有君家神子撑腰，估计也会极为麻烦。呵呵，朱雀国主又见面了。青龙国主轻笑一声，这次他却显得非常有底气。看来你们还是贼心不死，上次亏还没有吃够吗？朱雀国主同样很硬气，他背后有君家神子撑腰，倒也不必太忌惮那位神秘公子。而这时，从那黄金龙床之中却是传来了一道冷傲无比的声音：朱雀国主，本侯爷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臣服于我，交出那样东西。还有，那声音话音一顿，而后说道：让皇女拜玉儿成为本侯爷的妾室。冷傲嚣狂的语调响彻天地之间。朱雀古国这边的人脸上皆是涌上愤怒的通红。朱雀国主脸色一时无比冰冷，但听到那位神秘公子自称本侯爷，他的心也是彻底沉了下去。十有八九就是那位不会有错。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更加冰冷霸道的声音却是从天穹响起：让本神子的人成为妾室，你算什么东西？黄兜深处有金色神芒爆发，那是一头威武雄壮的九头狮子，拉着一架黄金战车腾空而来。一道封神绝世的身影踏立战车之上，如同白衣神王，威势撼动寰宇苍穹。而在其身后，军帐见四人率领风林火山四位，仿佛四道毁灭一切的洪流碾压而来。君家神子来了，那是顶级太古王族生灵，九头狮子竟然用来拉车，还有风林火山四位也来了。三大古国联军霎时骚动了起来，毕竟他们心头还留有阴影。不仅仅是风林火山四位，还有君逍遥、陆仙剑诀，一剑灭杀数万军士，简直魔鬼。君逍遥立于黄兜天穹上空，他和风林火山四位的到来，令朱雀古国众人的心安定了下来。拜玉儿更是眸光闪动，露出喜悦之情，因为君逍遥说的是本神子的人，那就代表他是属于君逍遥的，哪怕是女奴，也是君逍遥的女奴。神子！朱雀国主对着君逍遥微微拱手，君逍遥摆了摆手，看向那张黄金龙床，他倒是有了一些猜测，若是没错的话，8、9不离10。君家神子果然如传闻那般自大傲慢，目中无人。黄金龙床中传出冷声道：君逍遥方才的呵斥令他极为不爽，但碍于君家神子的威势，他倒也没有直接暴怒。看来三大古国的幕后黑手就是你了。君逍遥负手而立，语气淡淡：黑手？呵呵，本侯爷不过是想收服一些附属势力而已。那声音道。君逍遥眸光一闪，此话明显就是借口，他的目的乃是四大古国传承的青铜罗盘，收服势力不过掩人耳目之举而已。而且他自称本侯爷，君逍遥已经差不多猜出来他是谁了。本神子不惜有人在我面前藏头露尾，现身吧。君逍遥脸色淡淡，手捏拳印，一拳轰出。他此刻的境界乃是归一境后期，比之前神桥境大圆满厉害太多太多了。同样的招式迸发出的威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条栩栩如生的金龙缠绕着他的拳锋轰出，正是龙拳。众人只闻一声龙吟，一条金色长龙横空而过，对着黄金龙床轰击而去。君逍遥还并没有加持神象阵御境的力量，但这一拳足以碎灭千丈山岳。哼！那黄金龙床内发出冷哼之声，一只手掌探出，法力喷薄，仿佛瞬间化为了千万掌，拍打虚空，令空间都是微微震荡翻覆。混元散手，看来果然是他没错。君万劫目光一闪，之前他就差不多已经确定了那人的身份，现在神通施展而出，则更是将其身份表露无遗。轰隆隆，虚空之中，两人招式碰撞，掀起万顷波澜。下方无数人看得啧舌，这是归一境天骄的战斗波动吗？怎么感觉跟圣人一样恐怖？狂猛的气浪席卷四方，君逍遥身形不动不摇，而那黄金龙床却是被震退，连带着纱帐尽数撕裂飘飞，终于显露出了其中的人影。许多衣着暴露的美姬直接被这股震荡波给震死，横七竖八倒在床榻上。而床榻正中央，一位头戴玉冠，身着赤金王袍，容貌平平无奇，毫无特点的青年，脸上带着冷然之意，凝视着君逍遥。果然是你，盘武神朝冠军侯。君逍遥淡漠道。其实君逍遥差不多也猜得七七八八了，那施展出的混元散手，还有自称本侯爷，加上这黄金龙床，除了盘武神朝冠军侯，
君逍遥找不出第二人。说起这冠军侯杨盘，经历倒也是个传奇。传闻他曾经是一个王府的养马小厮，地位卑贱低下，受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然而有一日，却意外捡到了一柄神剑，从此一路崛起。那柄神剑不是别的剑，正是盘武神朝的开创者盘武大帝曾经锻造的盘皇三剑之一——盘皇生灵剑。杨盘凭借盘皇生灵剑一步步崛起，收揽各种机缘，最后一跃成为盘武神朝冠军侯。甚至许多盘武神朝之人认为，杨盘很有可能乃是盘武大帝的转世身。当然，这个消息就有些虚无缥缈了，还没有被证实。但不论如何，杨盘在盘武神朝的尊贵地位毋庸置疑。甚至有消息说，这次神朝长公主武明月选驸马，早已经内定驸马人选就是杨盘。由此可见，盘武神朝对杨盘何其看重。而现在，当冠军侯展露出身份之后，除了君逍遥等少数猜测到了的人外，其余所有人都是眸露震撼。真的是他，冠军侯杨盘！朱雀国主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极不平静。这绝对是荒天仙域，一个绝顶的天骄妖孽，实力强的可怕。而且最主要的是，因为这杨盘崛起于微末，出身底层，所以他的性格也是非常极端，嚣狂桀骜，喜怒无常，就好像是一个小市民一下中了1亿大奖，心里绝对会膨胀。冠军侯就属于这种心理膨胀的存在。拜玉儿脸色微微泛白，有些后怕。他难以想象，若君逍遥没来，他会是何种后果。跟着这冠军侯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他的妾室早已不止3000，这就是底层暴发户的心态。以前做梦都得不到的美女，现在看见一个收一个。不仅朱雀古国这边吃惊，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一时露出意外，再联想起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倒也说得通了。怪不得，原来是盘武神朝冠军侯。两位国主心里都是暗叹。说实话，冠军侯不是良主，他们甚至宁愿让君逍遥当主人，都不愿跟着冠军侯。现在3大古国幕后黑手曝光，局势瞬间明朗。很显然，这是君家神子和神朝冠军侯的较量。君逍遥深深看了冠军侯一眼，眼底闪过一抹异色。原来如此，他的气息，君逍遥心底喃喃，明白了一些东西。君家神子，我们这第一次见面，可是不太愉快啊。杨盘语气冷漠，他的眼神中隐隐有着一缕嫉妒。没错，就是嫉妒。他嫉妒的不是别的，正是君逍遥的容貌。杨盘容貌平平无奇，别说跟君逍遥比了，就连萧晨都比他英俊帅气许多。杨盘性格狭隘，自私自利，从底层小厮成为冠军侯后，他的性格还是一如之前，没有变化。君逍遥扫了一眼那黄金龙床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轻声冷笑道：“弄这么大的一张床，原来是在搞多人运动。你这什么意思？”杨盘微微眯起眼睛：“我说一个养马小厮，竟然也有胆子，敢从本神子手中摘桃子。”君逍遥语气冰冷，带着讽刺意味。君逍遥早在收拜玉儿为奴时，就已经打算之后收服4项古国，没想到却被冠军侯横插一手。然而听到这话，整个战场都是一片死寂。养马小厮是杨盘心中永远的耻辱，不能被提起的过去。在杨盘成为冠军侯后，他直接是把那个曾经待过的王府满门灭口了，全府上下数百人一个不留。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在杨盘面前提起他的过去。而现在君逍遥竟然就那么淡然地说杨盘是养马小厮，这简直是戳到了杨盘心头的痛处。君逍遥，你是找死！杨盘眼神阴翳，脸色铁青，再也无法忍受，直接出手。他一指点出，法力澎湃，凝结为一根赤红色的法力巨指，碾压向君逍遥。正是盘武神朝的神通浩阳神指。呵，是谁在找死？不自量力的东西！君逍遥脸色漠然，催动神象镇狱境，10万巨象威力爆发，肉身瞬间加持10亿精神力，那股威能何其澎湃，简直可以一拳轰破苍宇。君逍遥探手一抓，明神之矛凝结而出，被他投掷出去，仿佛洞穿了虚空。明神之矛同浩阳巨指相碰，如同大星碰撞，法力涟漪震荡天穹。而在这般碰撞当中，那浩阳神指直接是被明神之矛洞穿，而后趋势不减地冲向杨盘。你的实力！杨盘面色一变，之前君逍遥境界达到归一境后期，已经足以让他吃惊，而现在君逍遥招式的威能更是超出了他的预料。天罡神印！杨盘急忙再度出招，双手捏印，横推而出，轰向明神之矛。但那10亿斤恐怖距离，直接是让杨盘脸色大变。噗嗤！杨盘身形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被轰飞，那明神之矛直接落在了黄金龙床之上，将其击碎。场面一度陷入死寂。这怎么会？那可是冠军侯杨盘啊！许多人错愕，身形石化。堂堂不朽神朝的冠军侯，怎会如此不堪一击？不是冠军侯弱，而是君家神子太强了。一位朱雀古国将领目光带着狂热道：“所有朱雀古国之人对君逍遥的崇拜再度上升了一个阶层，连冠军侯都可随手击败，君家神子实在是年轻一代无敌的存在。”然而也有人露出疑惑：“咦，那冠军侯？”君万杰目光凝聚，露出疑惑。他曾经同冠军侯交过手，连他都是感觉到了一股极大的压力。虽说现在君逍遥的实力强到不可思议，但冠军侯再如何不堪，也不至于这么轻易落败吧。再说了，冠军侯还有最强的底牌，盘皇生灵剑都没有用出来。就在所有人议论纷纷之际，君逍遥却是语气淡淡，一语点破道：“杨盘，该说你自大呢，还是说你愚蠢呢？不过一具分身而已，竟然有勇气对本神子出手。”君逍遥话音落下，
全场众人再度面色凝固。那位冠军侯杨盘竟然只是一尊分身。之前杨盘出手，虽说被君逍遥压着打，但是那股强大的气息却是依旧令人心颤。可以说，一般的不朽势力天骄都绝对打不过杨盘。可是现在，君逍遥竟然说眼前的杨盘只是一具分身，那就有些恐怖了。连分身都有这般实力，那杨盘本尊该有多么强大？君逍遥脸色很是平淡，他早在看到杨盘的第一眼就明白了，他只是一具分身。但君逍遥并不在乎这个，因为本尊也好，分身也好，在他眼中都一样，可以随便镇压，没太大区别。充其量不过是镇压本尊可能要多用几招而已。远处，杨盘一手抹去嘴角的鲜血，脸色阴沉到极点。他冷冷道：“收服4项古国，还无需让本尊出手，只是没想到会碰上你。”杨盘心底怒火翻涌，他的确只是一尊分身，杨盘本尊还在盘武神朝。不过在杨盘看来，即便只是一尊分身，去收服4项古国也是绰绰有余，不用他本人出马。但谁能料到，朱雀古国背后竟然站着君逍遥，这个大变数阻碍了的杨盘的计划。杨盘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语气冷漠道：“君逍遥，你既然知道本侯爷只是分身，那也应该知道本尊究竟会有多么强大。你现在若收手，还有挽留的余地。”杨盘心知他这分身是不可能打败君逍遥的，因此只能拿本尊压人。管你是本尊还是分身，对本神子而言有区别吗？皆是一掌镇压而已。君逍遥负着手，神色淡淡。你……杨盘眉头一掀，眼中涌动冷厉之意。不愧是神子大人，拜玉儿等人眼露崇拜，在荒天仙域，有几人敢这般蔑视神朝冠军侯？好，君逍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杨盘一语落下，在他周身4道漆黑的身影显化而出，带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磅礴威压。是那4位圣人，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目中流露忌惮之色。若不是那4位圣人，他们2国不可能这样轻易落败臣服。君逍遥扫过一眼，微微摇头道：“4具堪比圣人境的傀儡，杨盘，你的运气倒是不错。”什么？那是傀儡？白虎、玄武2位国主诧异。傀儡又怎样？镇压你们足够了。杨盘冷笑，他倒也没有想杀了君逍遥。他若是以自己的实力杀了君逍遥，那哪怕是君家也是抓不到什么把柄。毕竟年轻一代争锋，生死再正常不过。但若杨盘用圣人傀儡杀了君逍遥，那君家绝对会滔天震怒，哪怕他背后的盘武神朝也护不了他。杨盘虽然狂妄无度，但也不是没脑子。他只要以圣人傀儡镇压住君逍遥等人，然后直接强攻朱雀古国皇都，取得罗盘部件即可。君逍遥，只要以圣人傀儡镇压你，朱雀古国还不是本侯爷的囊中之物？不论是那件东西，还是这拜玉儿，都是本侯爷的。杨盘看了一眼拜玉儿，眼中闪过一缕火热邪意之色。拜玉儿的确很美，妩媚娇艳，令杨盘心都是有些痒痒。他有收集美女的习惯，而这拜玉儿是他必得的珍品。痴心妄想，你比得上神子大人的一根手指吗？拜玉儿冷斥，眼中流露厌恶之意。杨盘虽然实力地位不弱，但论容貌、品性、气质，和君逍遥压根没有可比性。一个是天上的仙，一个是市井小民，这2者能比吗？贱人，等你臣服于本侯爷时，看你还会不会这么说。杨盘斥道。4具圣人傀儡同时爆发气息，准备出手了。这时君逍遥目光却是扫向那几位国主。你们还要跟着那杨盘吗？君逍遥的话令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脸色都是一变，然后眼色变幻。说实话，杨盘性格喜怒无常，更是骂他们是吃屎的废物。与其跟着冠军侯受气，倒不如选择臣服君逍遥。君逍遥的身份地位比起冠军侯只高不低，在这种考量之下，几乎没有什么犹豫。2位国主便是身形一闪，改换阵营道：“我等愿意臣服于君家神子。”你们！杨盘眼中冷焰燃烧。青龙国主脸色绷紧，他没有选择站到君逍遥那边去，因为他儿子萧晨本来就和君逍遥有仇怨，加上这次战争，他青龙古国算是主导者，朱雀古国不会那么容易放过青龙古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青龙国主想要成为4项古国之主，只有杨盘才能成全他的野心。因此，青龙国主决心死死抱着杨盘的大腿。看到那无动于衷的青龙国主，君逍遥也并不在意，他将来还要整萧晨，收他父亲当麾下，显然不是明智的举动。哼！你们2个是想被灭国吗？杨盘寒声道。2位国主脸色都是不太自然。君逍遥淡淡道：“有我在，谁敢灭他们的国？”君逍遥，别得意，我这里加上青龙国主，还有5位圣人，照样可以镇压你们。杨盘一声令下，青龙国主率领4具圣人傀儡，对君逍遥这边镇压而来。LT、BK、GT、朱雀、白虎、玄武3位国主也是气息涌动，准备迎敌。不过这时君逍遥却是摆摆手，轻笑道：“暂且不必，看戏就好。”看戏？3位国主愣在原地。而这时，远空忽然有琴音响起，化为千丈杀刃横空而来。那恐怖的琴音杀刃，甚至连空间都切碎了，所过之处拉出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护道人！杨盘神色骤然一变，他这次乃是分身前来，因此没有护道人随身。但他没想到，君逍遥背后竟然还有一位护道人隐于其后，而且看那出招的威力，绝不是一般圣人所能比的。该死！青龙国主瞳孔中凝聚着前所未有的骇然。那琴音杀刃令他这位圣人都是心头冰凉，浑身弥漫寒意。
天龙黄拳！青龙国主一声低吼，圣人境实力完全爆发，一头青龙虚影伴随着他的拳风轰出，震战天穹。然而结果却是，噗！杀刃横过，人头落地。青龙国主卒！堂堂4大古国之首，青龙古国的国主被一招封喉，人头滚落，鲜血溅洒长空，非常气焰。所有人都是呆住了，没想到一位圣人这般轻易就被秒杀。青龙国主人头坠落在地，表情凝聚着惊恐、疑惑、不解，仿佛在困惑自己堂堂圣人怎么可能被一招秒杀。然而还不仅如此，那秦音杀刃去势不减，继续对着4具圣人傀儡掠去。轰隆！剧烈的轰鸣声响起，2具圣人傀儡直接是被摧毁，拦腰截断。剩下的2具傀儡亦是受到了重创，虽未彻底解体，却已经支离破碎。整个战场静得落针可闻。冠军侯瞳孔狠狠震战，露出一缕不可置信。君逍遥的护道人竟然那么强！原本杨盘以为君逍遥即便有护道人，估计也只是圣人境界的，在高境界的强者，一般而言是不可能愿意当随身保姆的。君逍遥的那位护道人实力显然不止圣人境界，难道是一位圣人王？杨盘脸色很是难看。自从成为冠军侯以来，他还从未吃过这样的大亏。现在他这边高端战力差不多全部失去，残余的2尊破损傀儡也几乎没有了什么战斗力。而君逍遥那边不提实力恐怖的护道人，光是圣人就有3位，加上白虎古国和玄武古国的军队反水，冠军侯大势已去。看到这般局面，杨盘深呼吸道：“君逍遥，你难道真的要和本侯爷作对？不如现在我们各退一步如何？”杨盘也不傻，都到这一步了，若是再硬刚下去，吃亏的是他。哼，之前不还挺强势吗？现在就各退一步了。君逍遥冷讽道：“君逍遥，本侯爷是在给你面子，与我为敌没有好处。”杨盘神色阴晴不定道：“本神子要你的面子吗？再说我的敌人那么多，还差你一个养马小厮。”君逍遥表情漠然，他不再多言，抬手一探，狂猛的金色气血腾空而起，化为一头栩栩如生的金色神像，仿佛可镇压寰宇。面对着冠军侯的分身，君逍遥都无需动用什么大神通，直接一巴掌拍过去就可解决战斗。君逍遥，你这是在自掘坟墓！杨盘一声怒吼，也是迸发自己的大神通，但他区区一介分身，连盘黄生灵剑都不在身边，如何是君逍遥的一合之敌？噗嗤！君逍遥一掌按下，直接将杨盘分身拍成血沫，粉身碎骨。当看到这一幕时，所有人都是感觉头皮发麻。冠军侯分身就这样被一掌拍死了。君家神子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许多将领都是吃惊，他们境界都比君逍遥要高几级，但此刻看到君逍遥的生猛姿态，心中都有一种心悸感。就在君逍遥拍碎杨盘分身的同一时间，远在盘武神朝一处金碧辉煌、紫气腾腾、气象万千的恢宏殿宇内，一声怒吼从中传出：“君逍遥，我杨盘和你势不两立！”听到这声音，殿宇外的那些侍女随从一个个面色苍白，泛着惊惶。杨盘若是发怒，简直比修罗恶鬼还要恐怖。我好像听到了君家神子的名字，侯爷和他产生了什么仇怨？一些下人心惊胆战，暗想道。这时，殿宇内传来了杨盘冷冰冰的声音：“来人，传本侯爷命令，散出消息，我冠军侯杨盘将于神朝皇宫紫禁城之巅约战君家君逍遥，时间就定在5名月选驸马之日吧。本侯爷要当着仙域所有势力的面，狠狠将君逍遥踩在脚下。”听到这话，整座殿宇周围所有仆从皆是石化，瞪大了眼睛，倒吸一口气。盘武神朝冠军侯约战荒古君家神子，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若是传出去，会掀起大波澜。加上时间又选在5名月择驸马的日子，到时候盘武神朝将会多么火爆，又将会有多少势力被吸引前来，无法想象。一场天骄争霸的盛世要拉开序幕了，希望侯爷能笑到最后吧。一位老仆人叹声道。而彼时，在朱雀古国这边，君逍遥并不知道杨盘已经气得要向他约战了。不过就算知道，君逍遥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波澜，敢在他面前叫嚣，一掌镇压就行了。四周无数人此刻瞳孔中还残留着震惊之意，君逍遥却是脸色淡淡，随便拍死一个杨盘分身，对他而言真的不算什么大事情。君逍遥目光一探，在杨盘分身残留的血沫之中，一个戒指在闪烁。君逍遥抬手一抓，便将其抓在手中。戒指上有灵魂封印，君逍遥随意催动神宫内的真灵，那如同微缩版君逍遥的真灵，便是释放出一股雄浑的神魂之力。君逍遥虽然肉身恐怖绝伦，但神魂修炼也没有拉下，他可是一直在修炼混沌神魔观想法的。君逍遥的神魂之力轻而易举地冲破了戒指的封印，其中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君逍遥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青铜罗盘部件。果不其然，3块青铜罗盘部件皆在其中。杨盘啊杨盘，你谋划了这么久，最后还不是被我摘了桃子，简直就是萧成2号啊！君逍遥淡淡一笑，杨盘苦心积虑的谋划，最后却是成全了君逍遥。LT BB GT， 他知道杨盘此刻定然已经气得要原地爆炸了。君逍遥将3块罗盘部件收入了自己的空间法器当中，这样一来，4块罗盘部件他都集齐了。不过眼下显然不是研究的时候。君逍遥扫了一眼下方，青龙古国军队那边，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是煞白无比，那些将领眼中更是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缕仇恨。
毕竟他们的国主也算是间接死在了军逍遥手中。传本神子命令，青龙古国士兵以上的将领全都杀了。军逍遥冷淡道：“是。”不待朱雀国主答应，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急忙抢着应和。他们既然投诚了，现在自然也要拿出一点态度来。很快，他们就将青龙古国诸多将领灭杀干净，那些士兵则全都投降了。接下来，军逍遥发布命令，将4大古国统一整合成为4项古国，而朱雀国主则是4项古国的国主，而他的接班人就是拜玉儿。这场4大古国的风波也是就此平息。然而波澜才刚刚掀起，4大古国的这场风波虽然不至于闹得整个仙域人尽皆知，但是附近几十个州却都是闹得沸沸扬扬。一开始，没有一个人看好朱雀古国，认为结果已定，朱雀古国不是臣服就是亡国。但最后消息传出，却是震撼了世人。君家神子率领风林火山4位来源，霸道强势，而青龙古国背后的人也是浮出了水面，竟是盘武神朝的冠军侯。接下来的消息则是震撼的所有人头皮发麻。君家神子强势灭杀了冠军侯分身，甚至青龙国主都被其护道人随手斩杀。这场君家神子与神朝冠军侯的博弈，最后以军逍遥大获全胜而告终。不过也有很多人知道，那位性情乖戾骄矜的冠军侯绝对忍受不了自己吃了这么一个大亏。果不其然，没过几日，从盘武神朝内传出了消息，冠军侯杨盘要与紫禁城之巅约战军逍遥，而且选的日子正好是神朝长公主武明月则驸马的日子。这个消息如同巨石落入汪洋，掀起了滔天波澜。许多人明白，杨盘这是别有用心，因为武明月则驸马之日，定然有无数势力前来盘武神朝观礼。在这种情况下，两人约战的热度和影响力将会达到顶点。若杨盘真的能够打败军逍遥，那这个消息绝对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整个荒天仙域。到时候，君家神子的无敌神话将瞬间被打破，冠军侯则可以踩着军逍遥的名声上位。不得不说，杨盘的这种选择还是有点小心机的。那冠军侯就对自己那么自信吗？许多人都在讨论，可不能小看冠军侯啊，他可是被盘皇生灵剑认主了。更有传闻，他乃盘武大帝的转世身，那应该是谣传吧。不过冠军侯的确也不弱，在年轻一代算是顶层人物了。不知那君家神子会不会接下战书呢？拭目以待吧。就在仙域其他人都在期待军逍遥回应时，军逍遥却没有传出任何消息，这让许多人都是感觉到意外。一向颇为高调张扬的君家神子，难道怂了？殊不知，此刻的军逍遥正在朱雀古国皇宫殿宇之内研究青铜罗盘。他已经将4块罗盘部件合在了一起，拼成了一块完整的罗盘。完整的罗盘显得颇为古朴玄奥，带着时间的沧桑气息。只是军逍遥暂时还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莫非是使用的时间还没有到？军逍遥猜测，如今整个仙域已经许久没有青铜仙殿现世的消息，可能是时机还没有到来。等到青铜仙殿再有消息传出时，这块罗盘应该能起到大作用。想到这里，军逍遥便是将青铜罗盘收入了空间法器当中。这一趟行程倒也收获不小。军逍遥自语，最重要的自然是得到了青铜罗盘，其次他也在皇宫签到了古圣兵、凤鸣岐山，此外还整合了4项古国。如今4项古国的实力远非之前分散的4大古国可比，虽然还比不上不朽道统，却已经算是非常顶尖的势力了。紫禁城之巅与我约战吗？军逍遥喃喃自语。近段时间冠军侯约战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军逍遥自然早就得知了。他没有回应，是因为一直在研究青铜罗盘。不过现在军逍遥也不准备回应，反正他早就计划好了，在武明月则驸马之日会亲身前去。至于冠军侯，到时候顺便镇压一下就算了。杨盘，前面可是地狱啊！军逍遥一笑，他可是知道杨盘身怀盘皇生灵剑，同样是有气运之人，在他眼中那就是绿油油的韭菜。就在军逍遥盘算着之后该怎么收割杨盘时，远在3000道州之一的黑墨州，这里算是一片人迹罕至的道州，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山野岭，戈壁大漠。在3000道州算是修士比较少、比较荒凉的道州。而此刻，在黑墨州一处散发着荒莽气息的山岭之外，一位身着青色衣衫、长相清秀俊逸的青年正跪在地上，双目血红，仰天嘶吼着。正是萧晨。在元天秘藏之后，萧晨就在青龙上人的指引下来到了黑墨州，准备寻找埋藏着那位祖龙朝古代怪胎的古巢。但是就在刚刚，他才从一个路过的修士口中意外探听到了青龙古国的消息，他的父亲青龙国主被军逍遥的护道人灭杀，整个青龙古国都是覆灭，合并进了4项古国当中。现在的萧晨甚至连青龙古国大皇子的身份都没有了，彻彻底底成为了一个没有背景的平民。杀父之仇，灭国之恨，军逍遥，我萧晨一定要将你扒皮抽筋，挫骨扬灰，不达此事，誓不为人。萧晨仰天怒吼咆哮，极端的仇恨怒火在他心中涌动。一旁青龙上人的魂体显现，老脸也是难看至极。他还说萧晨是国运之子呢，结果现在连国都没有了。更加重要的是，那东西没了。哎，那青铜罗盘想必已经落入君家神子囊中了，此子真是布局太深了。青龙上人深深一叹，他们又怎知道军逍遥在碰到拜月儿的那时起，就已经着手准备收服4大古国了。至于青铜罗盘，则是意外之喜。老祖，我要变强，我一定要杀那军逍遥，一定要杀了他。
萧晨目光血红，血管都要炸了，整个人如同疯了魔一般。萧晨，定下神来，你的道心已经快要入魔了。青龙上人皱起白眉，一声冷喝道：入魔？哈，入魔又怎样？我要杀了君逍遥，不论付出何种代价。萧晨清秀的脸庞都是扭曲了起来，狰狞如厉鬼。你忘了，你还有最后2张底牌，古朝内的至尊之血，还有武明月和盘武神朝。青龙上人说道。此话如一盆凉水浇到萧晨头顶，令他瞬间冷静了下来。没错，我还没说，我还有明月，我要娶她，她一定会帮我的。萧晨深呼吸一口气，想起那位容颜绝代的佳人，萧晨的心情逐渐平复了下来。即便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国家，至少还有一位红颜会陪伴他，帮助他。只是萧晨并不知道，武明月对他隐瞒了他是君逍遥女奴的消息。若萧晨最后知道了，难以想象他会变得何其癫狂。老祖，抱歉，是小子失态了，我现在要赶快去找那古朝，得到至尊之血，使得自己的实力蜕变。萧晨的性格也的确称得上坚毅，此刻冷静了下来。只有实力变强，他才有可能迎娶武明月。萧晨，你的计划若要实施成功，则必须要娶武明月。而你知道你现在最大的阻挠是谁吗？青龙上人问道。难道是？萧晨眉头一掀。没错，并不是君逍遥，而是冠军侯杨盘。青龙上人道。果然是杨盘，有消息说那驸马其实已经内定了，就是那冠军侯杨盘。不过我怎么可能会将明月让给那种荒淫无度的人渣？萧晨脸色冷厉道。他最恨的人自是君逍遥，但对杨盘也是极为不爽。谁叫杨盘想抢他的女人？冠军侯又如何？武明月喜欢的是他，又不是杨盘那个人渣。因此萧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武明月择驸马之日，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杨盘踩在脚下。只有打败了杨盘，他才有可能得到盘武神朝的看重。好了，那座古朝应该就在这荒莽群山之中，进去吧。青龙上人道。萧晨点点头，身形一闪，进入群山之间。没过几天，萧晨便是在青龙上人的指引下，发现了一个狭窄的山间缝隙。他沿着缝隙入内，其中竟是别有洞天，宛如一个地下小世界一般。各种神元堆叠在其中，释放着灵气霞光，把萧晨都是看呆了。而更让萧晨倒吸一口气的是，他竟然真的在其中发现了拥有祖龙血脉的至尊之血。那至尊之血竟然汇聚成了一个小血潭。就在萧晨准备收纳机缘之时，一道高高在上，如同女皇一般的女声忽然传出：凡人，本宫的东西你也敢动？是谁？萧晨吃惊。不好，很可能是那位被仙元封印的古代怪胎。青龙上人传音道。咦，还有一道强者元神附体。那位自称本宫的女子发出声音，略微讶异。萧晨咬咬牙，没有理会那个声音，继续以至尊之血修炼。凡人，和本宫做一个交易如何？那女生说道。交易？你一个太古皇族的古代怪胎，和我有什么交易可做的？萧晨冷声道。本宫不知沉眠了多久，仙元阵法早已丧失了能量，你去替本宫找来99个童男以及99个童女之血，助本宫运转仙元阵法，本宫便可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那声音说道。如此丧心病狂之事，萧某就是死也不会做的。萧晨义正言辞道。哦，任何愿望都可以，只要本宫一言，连祖龙朝都会听本宫的意见。那女生继续说道。任何愿望？萧晨眼眸暗暗一变，若是让这位祖龙朝的古代怪胎替他杀了君逍遥，萧晨猛然摇头，将这个想法压下。不用了，我萧晨的仇自己会报。萧晨继续专心吸收至尊之血。哥哥，是吗？在本宫看来，人性这东西脏得很啊。那女生喃喃一句，随后陷入了沉寂。萧晨也是松了一口气，看来那位祖龙朝的古代怪胎应该有某种限制，暂时无法解封而出。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修炼。君逍遥，等着吧，下一次出现在你面前，你可千万别惊讶。萧晨眸中点燃起复仇的火焰。四象古国这边在彻底稳定下来了之后，君逍遥也是准备回君家了，毕竟他也要开始准备下一个局了。针对盘武神朝的局，盘武陵君逍遥是一定要去的，不仅仅是因为签到的原因，更因为他有可能在其中找到下一个圣体异象觉醒的机缘。只是盘武陵乃是盘武神朝的私家宝地，不可能随便让外人进入，更别说是君逍遥这种身份的大人物。没有哪个势力会傻到拿自家的机缘供养别家的天骄。君逍遥离开朱雀古国时，拜玉儿极为不舍，四象古国就交给你和朱雀国主了，别让我失望。君逍遥道。是，玉儿一定好好管理朱雀古国。拜玉儿神情坚定。之后君逍遥便是带着众人返回了君家，而盘武神朝冠军侯约战之事依然在发酵，君逍遥却始终没有任何表态。这回开始有一些人故意散播风言风语，说君家神子是怕了冠军侯不敢应战。故意散播这种传言的有冠军侯的人，也有太古皇族之人，他们的目的无疑就是抹黑君逍遥。当然也有很多君逍遥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君逍遥只是不屑应战而已。这些支持者绝大多数都是女子，毕竟不论在什么地方，脑残粉这种东西总是不缺的。不过事实也的确如这些支持者想的一样，君逍遥不过是懒得应战而已，到时候顺便一掌拍死杨盘就好了，何必搞得这么麻烦。又过去了几个月时间，君逍遥已经12岁了，他身材更加新长，容颜更加俊秀。唯一令君逍遥苦恼的是没有仙元修炼大罗不朽仙身。后来君家又给了君逍遥10几块仙元，
不过对军逍遥而言却是远远不够。看着这10几块仙元，军逍遥没想到自己也会有欠缺资源的一天。这大罗不朽仙身消耗的资源真恐怖，比荒古圣体消耗的资源还多。军逍遥无奈摇头，还是先暂停修炼，想办法弄来一些资源。是否能从盘武神朝敲诈出一些资源？武明月身为神朝长公主，资源应该不少。军逍遥呢喃道。若是武明月听到此话，怕是又要说军逍遥有修罗心肠了。也罢，是时候去盘武神朝一趟了，有些局也要提前布好。我倒也想看到萧晨和那杨盘起冲突，狗咬狗，一嘴毛。军逍遥一笑，他知道，因为武明月的关系，萧晨和杨盘是一定会起冲突的。到时候先看2颗韭菜互相掐架，岂不有趣？想好了后续计划后，军逍遥直接是独自一人，乘着9头狮子拉着的辇车离开了军家，前往盘武神朝。他并没有带上军仗剑等人，甚至连军灵龙都没有带上，因为这次军逍遥要单独行事，并不方便带着他们。就在军逍遥离开军家后，整个仙域也是逐渐起了波澜，因为盘武神朝传出了消息，半月之后，在盘武神朝皇都的紫禁城内将举办盛大的宴会。盘武神朝将广邀荒天仙域诸势力到来，届时盘武神朝也将从诸多势力的年轻俊杰当中选择出武明月的驸马。这个消息一出，更是四方云动，无数势力皆是动身，各种楼船、辇车、飞行古兽不时掠过天空，对着盘武神朝的方向驶去。身为一个底蕴强大的不朽神朝，若是能够和其长公主联姻，成为驸马，那几乎可以说算是结盟了。那些顶级道统想和盘武神朝结盟更上一层楼，而不朽势力则是想将盘武神朝变成自己的盟友。毕竟孤掌难鸣，哪怕是强大的不朽势力，若没有友好势力，也有被其他不朽道统围攻的风险。因此种种，许多势力都是异动了，准备让门下弟子去碰一碰运气。更别说那神朝长公主容颜风华绝代，也是一位绝色佳人，人气本就很高，在荒天仙域美名远扬。2种原因叠加，使得这次盘武神朝宴会声势非常浩大。但就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冠军侯府那边，冠军侯杨盘又发话了。他说，若军家神子不敢应战的话，那么日后他将亲自登上军家山门挑战。这个重磅消息一出，更是掀起了大波澜。许多人都觉得这冠军侯未免也太猖狂了，还敢去军家山门前堵别人。上一个去军家山门挑战的龙昊天，坟头草都5丈高了。许多崇拜军逍遥的女修士都是愤怒了。冠军侯这个丑逼，就是嫉妒我家逍遥的盛世美颜。没错，他实力强又怎样？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吗？而且我家逍遥实力也是同辈无敌，那冠军侯算得了什么？荒古江家族地之内，可恶可恶，太可恶了，气死人了！一道娇小玲珑的倩影，跺着玉足，气得小脑袋后面2条双马尾都是翘起来了，一张娇俏灵秀的小脸，亦是带着凶萌的小表情。洛丽，你不好好修炼，就要一直被关在族地里哦。不远处，一袭雪衣，仙姿袅娜的江圣依走来，看着一脸奶凶的江洛丽，有些头疼。哼，洛丽忍不下这口气，那个什么冠军侯竟然散播那样的消息，想要抹黑逍遥哥哥。江洛丽鼓着嘴，一脸愤愤。小人多作怪而已，那冠军侯心性是出了名的恶劣，倒也不用在意。逍遥他也并不在乎啊。江圣依道，冠军侯约战军逍遥的事情在仙域传得沸沸扬扬。江洛丽虽在族地闭关，却也能够通过侍女得到消息。不行，我要出关去盘武神朝。江洛丽说道。你去做什么？难道去征驸马吗？江圣依开玩笑道。我要去镇压那冠军侯，狠狠踩他的脸出气，看他还敢不敢挑衅逍遥哥哥。江洛丽义正言辞道。哦，只是如此吗？江圣依微微一笑，似乎看透了江洛丽。江洛丽闻言，俏脸也是微微一红，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2根玉指互相绞着。当然，虽然知道逍遥哥哥是不可能去争什么驸马的，但是万一……江洛丽语气支支吾吾。很显然，江洛丽是怕军逍遥会去赴宴，然后争夺驸马之位，和武明月联姻。毕竟武明月也是非常有名的绝代佳人，几乎没有男子能看到武明月而不动心。这才是你最主要的目的吧？江圣依笑道。这还没有联姻呢，江洛丽就变成护犊时的小母鸡了。江洛丽被说得非常不好意思，晶莹的耳垂都是红透了。好了，那我便带你前去吧。江圣依无奈一笑，揉了揉江洛丽的小脑袋。哦耶，圣依姐最好了。江洛丽笑得妙目弯成了月牙状。江圣依也是微微一笑，只是眼底深处略有一抹不可察觉的黯然。这妮子还真是非常喜欢逍遥啊。而另一边，荒古叶家族地，在一座巍然耸立的山巅之上，一位面庞清秀、剑眉星目的蓝山少年正盘坐着。在他头顶上方的天穹，竟是宛如一片夜幕，一挂璀璨星河于夜幕之中流淌，美轮美奂之中又带着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这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叶星云。早在军逍遥10岁宴时，叶星云就被军逍遥狠狠蹂躏，大失颜面。但叶星云却因祸得福，觉醒了某种记忆。而在之后，叶星云的性格也好似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变得越来越沉稳内敛，不再像之前一般心高气傲、锋芒毕露。盘武神朝冠军侯约战，以军逍遥的性格绝不可能缺席。叶星云眼睛微微一眯，在思索着。虽说他性格发生了些许改变，但恨意没有改变。军逍遥他要报复回来，江洛丽他也要抢到手中。也罢，这次便前往盘武神朝一趟，刚好也可以摸清那军逍遥的真正实力。叶星云心下一定，让福伯备车。赤州
一片浩瀚无垠的古老灵山。整片灵山占地范围极广，烟云缭绕，神霞遍布，有丹崖怪石峭壁奇峰，有彩凤飞舞，黄鸟盘旋，一眼望去望不到山脉尽头。这一处地界正是太古皇族之一万皇灵山的族地。万皇灵山乃是和祖龙朝并列的顶尖太古皇族，底蕴深厚，实力强盛。而此刻，在一处山脉内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黄玄一、凤青灵，你们两人前往盘武神朝一趟吧，记住，莫要失了我万皇灵山的威名。”是，谨遵大长老命令。山脉之内，一男一女两道身影被赤焰神芒包裹着，腾空而起。天空之上，两头金光灿灿的黄鸟拉着两架辇车，这两道身影直接是闪身进入其中。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到那位传闻中的君家神子。辇车内，凤青灵道：“哼，我也想见识一下，那让祖龙朝颜面一失再失的君逍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黄玄一道：“不过我们可非是那龙昊天与龙碧池啊。”凤青灵传出轻笑声：“若君逍遥小看我们，怕是会吃不小的苦头。”黄玄一语气也很是轻松，带着从容自得之意。就在整个仙域都风起云动的时候，位于暴风眼中央的君逍遥则是快要到达了盘武神朝的皇都。他中途通过了几处传送阵，到达了盘武道州，而盘武神朝的皇都就在盘武道州的中央区域。时间还剩下小半个月，足够君逍遥接下来的布置了。这时，辇车外传来九头狮子的声音：“主人，前面就是盘武神朝皇都了。”君逍遥闻言，撩开车帘一看，前方一座恢宏到极致的磅礴巨城耸立于大地之上。整个巨城宽广无边，城墙就如同长城一般，左右延伸到无限远。皇都之内，亭台楼阁，喧闹街市，人潮汹涌，天际更是悬浮着诸多浮空岛屿，上面错落着宫殿，宛如神宫仙阙一般。这盘武神朝不愧是不朽神朝，倒也有一番气象。君逍遥打量着，不朽道统超然在上，乃是仙域的巨无霸，每一个都不简单。也正是因此，君家和祖龙朝虽然有深仇大恨，却始终都没有掀起不朽战，因为双方都知道，想要彻底铲除一方不朽势力，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当然，严格说起来，是祖龙朝更加忌惮君家。而盘武神朝身为当年盘武大帝创下的道统，虽不复最鼎盛的时期，但也没有跌落多少。君逍遥身形从天空落下，九头狮子则是挣脱了缰绳，跟着君逍遥。狗剩，你这样是否太显眼了？君逍遥侧目道。九头狮子浑身如黄金浇铸一般，放着金光，简直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金灿灿的太夺目了。君逍遥可不想让自己变成动物园里的猴子，被人围观，而且他要办的一些事情也不方便太过张扬。主人，能别叫人家本名吗？九头狮子小声嗫嚅着，悻悻然道。而后他身形骤然缩小，最后在君逍遥的注目中变成了一只柴犬。没错，在君逍遥眼中，这就跟柴犬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这是9个头的柴犬，看上去有一些古怪和滑稽。这算是行走的表情包吗？也罢。君逍遥轻叹一口气，至少9头柴犬没有那么张扬了。君逍遥负手如闲庭信步一般，通过城门进入皇都。城门口守卫的神朝军士看到君逍遥，都是目露惊疑之色，不敢阻拦，因为君逍遥气质实在是太超然了，周身神芒隐隐，仙辉笼罩，浑身上下弥漫着一股仙韵和道义，这自然归咎于他所炼化的大罗仙骨。君逍遥的容貌一时被仙辉笼罩，令人看不真切。君逍遥就这般没有任何拦阻，直接进入了皇都内。等到君逍遥走后，方有一位年轻的护卫疑惑问道：“护卫长，为何不拦着那人检查身份呢？上头规定所有修士入城都要检查的呀。你这个愣头青，那种人物是能随便拦阻检查的吗？说不定就是某个不朽道统的骄子，身份都不比长公主低。”护卫长瞪了一眼道：“哦，这样啊。”那位年轻护卫也是连连点头，心里一阵后怕。君逍遥进入皇都后，也是吸引了不少目光。虽说他容貌被似有非有的雾霭遮掩，但那种气质无法被掩盖。不少妙龄少女和一些大势力的女修士，眼角余光都不住瞟向君逍遥。在整个荒天仙域，知道君逍遥名头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见过他的人却很少。加上也有许多不朽道统的弟子，身负王体、神体等等，身上都有雾霭气运笼罩，不可能每一个身上有仙光笼罩的人都是君逍遥吧？因此倒也无人看透。而这时，一位身着朴素青色布裙的少女，神色间有着迟疑，但最后还是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走上前来。公子是第一次来神朝皇都吧？秦轩能为公子带路，以及了解各种情况。名叫秦轩的少女神情中带着忐忑，她也接引过不少大势力的弟子，可如君逍遥这般神秘超然的存在还是第一次。其余女修士都只敢远远观望，没胆量靠近。哦，君逍遥目光落在秦轩身上，眉梢轻轻一挑。秦轩也不过15、16岁而已，修为竟然有神桥境大圆满。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说什么。可以，那你带路吧。君逍遥随手拿出一块绝品神元，周围一群路人都是看呆了。卧槽，这是绝品神元，那位公子也太土豪了吧，绝对是某个不朽势力的传人。哎，真羡慕那位姑娘。四周响起了不少惊呼声，许多女修士咬唇跺脚，暗骂自己错过了机会。秦轩也是小嘴微张，显得有些受宠若惊。君逍遥神色倒很平淡，因为绝品神元已经是他身上最普通的货币了。公子，我来给您说一下最近的消息吧，要不了几日，神朝长公主则驸马的宴会就会举办。
还有那冠军侯将会在紫禁城之巅约战君家神子。听闻那君家神子是个神仙般的人物，有同辈无敌之姿。秦轩在说到君逍遥时，美眸里溢满了憧憬之色。毕竟君逍遥已经是仙域亿万少女心中的梦了。而一旁跟着的九头狮子，眼神中透露着古怪的意味。若这姑娘知道她身边这位就是她崇拜和憧憬的君家神子，怕是会兴奋到昏厥吧。不过接下来在提到冠军侯时，她的情绪明显不对，产生了波动，好似有一种仇恨的意味在里面。君逍遥看在眼中，随口问道：如果君家神子真的应约，你希望谁能赢呢？秦轩闻言，眼中浮现刻骨恨意，毫不犹豫道：秦轩希望君家神子能胜，甚至杀了那冠军侯。君逍遥目中闪过异色，说道：以你的年纪就有神桥大圆满的修为，出身应该也不简单吧？怎么沦落到为人引路？秦轩五指握了握拳，嗓音略沉道：我本是擎天侯府之人，我的父亲是神朝擎天后，而我的母亲是神朝颇有名气的一位美人，后来被冠军侯看中，想要纳入他的后宫，我的父亲不肯，然后就被他杀了，母亲也殉情了，整个侯府都没落了下来，我只能流落在外。秦轩低语道，眼中的恨意却是浓得无法化解。原来是这样。君逍遥微微点头，他倒也没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世上值得同情的人太多了。君逍遥也不是那种见到悲惨之人就怜悯的圣母。抱歉，说了这么多私事，一定让公子不喜了吧？秦轩恢复情绪，勉强笑道：你难道不想报仇吗？君逍遥问道。报仇？冠军侯在盘武神朝就是土皇帝般的存在，谁能报复得了他？秦轩语气苦涩道，非常的无力。皇城之上，紫禁之巅，到时候你或许可以期待一下。君逍遥轻语一声，负着双手悠然走在前面。看着君逍遥的背影，秦轩一时有些愣住了。他不太明白君逍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秦轩的介绍下，君逍遥对皇城也算是有了一个认知。对了，这皇城之中有没有能获得原石的地方？君逍遥问道。原石？秦轩看了君逍遥一眼，那意思显然是说，一个连绝品神元都能随便拿出来的人，还会缺原石吗？我说的是仙元。君逍遥道。仙元？秦轩微微一惊，对于他这种层级的人而言，绝品神元已经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了。至于仙元，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对了，我记起来了，在数日之后，仙琼楼仙武秦宗的天之娇女天晴女将举办斗琴会，若有人能够在琴道方面胜过天晴女，将能得到300块仙元的奖励。秦轩忽然说道。君逍遥闻言微有诧异，仙武秦宗他是知道的，一个赫赫有名的顶级道统，以琴入道。曾经仙武秦宗之主曾以琴音降服4位圣人王强者，一时令仙武秦宗名声大噪。而天晴女也算是一位美名远扬的绝代丽人，也是仙武秦宗的顶级娇女。仙武秦宗虽是顶级道统，但拿得出300块仙元吗？君逍遥抱有疑惑。公子有所不知，那些仙元是天晴女的追随者们凑齐的，比如万宝商会的少主、盘武神朝的3皇子等等。等下，你说盘武神朝3皇子是天晴女的追随者？君逍遥目光微微闪烁。没错呀，只是那天晴女乃是冰山美人，性格高傲，即便是3皇子也是苦苦追求她而不得。秦轩说道。这倒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很多人都知道。君逍遥心中思忖，一个计划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我的情谊平平无奇，不过应付那斗琴会应该还算简单。如果一切都能按照我设想的来，那么盘武陵稳了。君逍遥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成竹在胸。算计一个不朽势力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对君逍遥而言却并非困难到不可完成。那武明月是第一颗棋子，那这盘武神朝3皇子就当做第2颗棋子。君逍遥心头低语。随着时间推移，整个神朝皇都也是越来越热闹，每日都可以看到诸多顶级道统的年轻俊杰前来。而在武明月选驸马以及冠军侯约战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小范围的轰动，那就是仙武秦宗的天之娇女天晴女将在仙琼楼举办斗琴会。这天晴女同样是荒天仙域一位美名远扬的丽人，只是她却是一位冰山美人，对于任何年轻俊杰的追求都没有丝毫兴趣，只有情道才能引起天晴女的兴致。可是情道非常偏门，在整个荒天仙域又有几位年轻俊杰精通情道呢？也正是因此，至今没有一位男子能够入天晴女的眼。甚至因此有人编出了一个段子，如果有男子能够征服天晴女，那么那个男子一定是情道之神。当然，即便天晴女性格如此，追求她的人依然如过江之鲫。这次斗琴会的300枚仙元就是天晴女的那些舔狗们赞助的。仙琼楼算是神朝皇都内最为奢侈华贵的楼阁之一，光是踏进仙琼楼的进门费都要10颗下品神元，可以说这里是最为奢侈的场所，只有顶级道统弟子、神朝的王公贵族、不朽势力天骄才有能力进入。而今天在仙琼楼顶层有花雨洒落，有霞光笼罩，诸多年轻俊杰皆是汇聚一堂。可以说除了之后的长公主择婿宴会外，这斗琴会算是最为隆重的了。在错落四周的天骄当中，有许多惊人的气息，皆是各方势力的顶级俊杰。一处贵宾席位上端坐着一位身着赤金色华贵长袍的青年，他面目英俊，气质从容，带着上位者的气息，正是盘武神朝的3皇子。此刻他的目光正带着痴迷眷恋之意看着高台，高台之上烟云渺渺，一位身着大红色碎花裙袍、容貌冷艳雍容的女子正端坐其上。她肌肤极白，容貌极美，指若削葱根，口若含珠丹。
一把素琴置于身前，轻抚琴弦，远远看去，宛如画卷中的绝丽景色。此女正是仙舞琴中的天之娇女天琴女，一位以琴入道、冰清玉洁的女子。此刻，她那如羊脂玉一般雪白纤细的素手正轻撩琴弦，琴音潺潺如流水，竟然吸引了灵鸟飞来。环绕仙琼楼，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三皇子听得如痴如醉，赞不绝口。天琴女的吸引力并不只有她的容貌，还是那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气质。听仙子一曲，洗尽人间尘埃。另一边，一位容貌俊秀、带着一种贵公子气质的青年也是感叹，他乃是万宝商会的少主。万宝商会乃是荒天仙域一位颇为有名的商会，实力雄厚，和许多不朽道统都有交易。而这次斗琴会的300块仙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万宝商会少主出的。当然，他们出此仙元虽然肉痛，但也是为了博家人一笑。只是让天琴女笑很难，要让她另眼相看，更是难如登天。而就在这时，天际远处有着一只金灿灿的黄鸟，拉着一辆辇车驶向仙琼楼。当看到那黄鸟时，仙琼楼顶层许多天骄都是讶异，那是万皇灵山的黄鸟，莫非万皇灵山有传人出世了？就在众人惊疑至极，黄鸟停住虚空，一位周身笼罩赤色神霞的窈窕倩影从辇车中走出，她背后有一对凤翼，绝美容颜缭绕神霞，令人看不真切。正是凤青灵。她和黄玄义赶来神朝黄都后，便是听闻了斗琴会的事，刚好凤青灵也善琴曲，心中起了争强斗胜之心，便独自前来赴会。天琴女看了一眼凤青灵，没说什么。比实力，她或许比不过这位太古皇族传人，但比情谊，她自问不输任何不朽道统的天骄。随着时间推移，各路俊杰都是来齐，斗琴会也将要开始。而也就在这时，一道白衣超然的身影踏入了仙琼楼。公子，我们真的要进来吗？跟在君逍遥身旁的秦轩，目光扫视着奢侈华贵的仙琼楼，脸上带着惴惴不安之意。这种高档场所，他还从未进入过。不进来，怎么参加斗琴会？君逍遥笑笑，他随手拿出一枚绝品神元，甩给了一旁仙琼楼的小厮。那小厮都看呆了，根本不敢阻拦君逍遥进入。秦轩微微点了点头，他也将君逍遥当成了欣赏仰慕天琴女的追求者。至于斗琴，秦轩压根就没有想过。很快，君逍遥就和秦轩登上了仙琼楼顶层。当君逍遥一出现的时候，全场的目光都是不由会聚了过去。那种气韵太特殊了，让人想不注意到都难。咦，那是何人？竟然有如此惊人气象？我怎么感觉像是一位仙人下了凡尘？许多大势力的俊杰眼中都是露出异色。三皇子与那万宝商会少主亦是流露讶异之色，特别是三皇子在惊讶的同时，眼底还隐隐流露出戒备之意。在他看来，男性前来参加斗琴会大多都是为了瞻仰天琴女的仙姿，而三皇子早就将天琴女当成了痉挛般的存在。面前这位仙光笼罩的神秘公子，让三皇子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威胁感，因为在这位白衣公子面前，连他这位皇子都是隐约产生了一种自卑之意，好似一个卑微凡人面对一位仙。这种感觉令三皇子心中极为不爽，而更让他不爽的是，天琴女的目光竟然也被这位白衣公子吸引了。好惊人的气韵！饶是以天琴女冷若冰霜的性格，此刻内心也是讶异。他在这位白衣公子面前，都是隐约有种自惭形秽之意。君逍遥并不在意全场目光，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倒是一旁的秦轩，连带着被这么多人注视，有几分心慌忐忑。咦，他？另一边，凤青灵也是注意到了君逍遥，他眸中赤霞凝聚，想要看穿君逍遥脸上的仙灰雾霭。君逍遥眉梢微挑，脑海神宫内的真灵释放魂力。霎时，凤青灵眉头一皱，感觉脑海刺痛。此人有些门道。凤青灵蹙眉，放弃了窥探。毕竟他这次过来，主要还是想会一会这位号称琴艺第一的天琴女。君逍遥收回了目光，喃喃道：“万皇灵山之人，看来这一脉也开始行动了。之前都是祖龙朝在搞事情，现在万皇灵山的传人也出现了，而这两脉恰巧关系不错，而且还都针对君家，所以对这凤青灵，君逍遥自然没有什么好感。诸位，时间差不多了，那么斗琴会现在就开始吧。”高台一旁，一位仙舞琴宗的老妪说道，他也是天琴女的护道人。哈，既然如此，那么在下便先献丑了，还请天琴女不吝赐教。一位青年走出来，带着笑意拿出了自己的古琴。请。天琴女只吐出一个字，嗓音清清冷冷。青年抚琴而奏，琴音如流水。而天琴女冷艳的眉眼始终淡然无波。听完青年一曲后，天琴女方才用纤细如玉的手指撩拨琴弦。霎时，琴音仿佛天籁响起，周围有圣洁的霞光在缭绕，有烟云腾起，虚空之中隐有神华闪烁，衬托地天琴女更是仿佛琴中仙子一般。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是听得沉醉了进去，三皇子和万宝商会少主等人心中的倾慕之意更是浓重。天琴女一曲落下，余音绕梁，不绝于耳。此乃仙曲啊，精彩精彩！听完天琴女的琴音，我感觉自己好似都要升华了一般。许多俊杰都在感叹，真是很好听啊。秦轩也是听得入了迷，连他这种不懂琴道的人都是有些如痴如醉。还行吧，君逍遥淡淡道，他不专修琴道，也没怎么练过琴，但以君逍遥的妖孽天资，加上前世知道的一些古琴名曲，两相融合下，君逍遥的琴艺在不知不觉间就已经达到了巅峰。
而天晴女的琴音在他听来真的只能算还不错，属于可以欣赏的范畴。那位挑战天晴女的青年对着天晴女拱手道：“不愧是仙域年轻一辈，琴道第一的天晴女，在下甘拜下风，承让了。”天晴女玉容淡淡，没有因为胜利而有什么欣喜。接下来陆陆续续有几位天骄上前挑战，皆是落败。看到这一幕，三皇子和万宝商会少主等人嘴角都是带着笑意。无人能够在琴艺上战胜天晴女，也就无人能够引起天晴女的兴趣。而此时，一道带着淡淡焦金味道的女声传来：“就让青灵来会一会，你这位仙域年轻一辈，琴道第一人吧。”凤青灵起身，一身火红的长裙勾勒出高挑袅娜的身姿，容颜虽笼罩在神霞当中，但隐约的惊鸿一瞥却是令人惊艳。她拿出了一把火红的古琴，琴弦如同缭绕着火焰一般，是一件强大至极的王侯兵器。琴道第一人不敢当，既然凤小姐要挑战，那便请吧。天晴女语气淡淡，但也暗含一缕针锋相对。两人相对，竟是同时开始抚琴。听我一曲，凤求凰。凤青灵玉手抚琴弦，竟是有无数赤色符文烙印虚空之中。然后有黄鸣凤唳之声响起，一凤一凰，两只栩栩如生的神琴缭绕着凤青灵。这般异象令许多人吃惊。天晴女一时开始弹奏她的成名曲《霓裳羽衣曲》。霎时，众人仿佛看到仙宫降世，仙娥起舞，天花乱坠，地涌金莲，每一个人都好似沉醉其中，不知今夕是何年。两首琴曲交织碰撞，最终嘣的一声，凤青灵的一根琴弦断了。她面色隐隐泛着青色，眉目变幻，终于还是停止了抚琴。不愧是仙域年轻一辈琴道第一人，若连我都胜不了你，那应当也无人能胜得了你了。凤青灵微微摇头，她来自万皇灵山，有着骨子里的骄矜高贵，但现在她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败了。当然，这只是琴道上败了，若真正比实力，天晴女是绝对不如她的。而且凤青灵也很自傲，她认为自己战胜不了天晴女，整个荒天仙域年轻一辈也无人能在琴道上战胜天晴女。看到连万皇灵山的凤青灵在琴道上都是比不过天晴女，三皇子等人心中的爱慕之意更浓。呵呵，天晴女竟得仙武琴宗宗主之传，论琴道，恐怕真的没人能胜过你了。万宝商会少主凤成道：“那倒也不是，我师父说过，论琴道，有一人是他远远不及的。”天晴女忽然说道：“哦，不知是何人？”三皇子问道。在场之人也都很好奇。论实力，那位仙武琴宗的宗主可能在荒天仙域排不上顶尖，但若论琴道，那位宗主堪当第一。天晴女微微摇头道：“我师父并未多言，只说那位好像同君家有些许关系。”听到此言，四周许多人都是非常诧异。荒古君家，三皇子也是眸光一闪。若说最近黄都提到最多的一个名字，莫非君逍遥了？君家，凤青灵眼中微微流露一缕冷意，他对君家可没有什么好感，而君逍遥却也是感觉有些意外。不会那么巧合吧？君逍遥想起了自己那位从未现身的神秘护道人，那位护道人的琴道已经强到可以随意秒杀圣人。君逍遥猜测天晴女口中那位连仙武琴宗宗主都赞叹不已的琴道绝代人物，8成就是他的护道人。而这时为天晴女护道的那位老妪开口道：“还有谁想挑战小姐吗？”整个仙琼楼顶层一片安静，连万皇灵山的凤青灵都败了，还有谁敢出手？公子，看来这斗琴会要结束了。秦轩在一旁说道。然而君逍遥却是站起身来：“公子。”秦轩一脸疑惑：“在下冒昧，想挑战天晴女，不知可否？”君逍遥淡淡道。周围所有目光齐齐落向君逍遥。天晴女美眸中一时闪过一缕讶异，她也一直在暗暗关注君逍遥，毕竟她的气质太超尘拔俗了。当然可以，没想到公子也会琴艺。天晴女主动开口道：“算是吧，大概弹了几个月。”君逍遥说道：“从他签到得到凤鸣岐山开始，到现在的确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然而这话一出，整个仙琼楼都是寂静了下来，许多人更是一脸错愕之色。这人是在消遣天晴女吗？才学琴几个月就想挑战荒天仙域琴道第一人的天晴女，所有人都觉得这位神神秘秘的公子怕是来搞笑的。哪怕心性若冰霜的天晴女也是不由愣神。若换做一个人，天晴女恐怕根本不屑与其比试。但君逍遥气质太特殊了，如同谪仙人，令人无法拒绝，想要一探究竟。可以，那么公子请吧。天晴女眸光深邃道。君逍遥盘坐于高台之上，凤青灵眼中流露一缕冷讽，连他都比不过天晴女，一个学琴才几个月的人怎么可能比得过？但在下一刻，凤青灵的眸子却是猛然凝固了，瞳孔骤然一缩，呼吸都好似停止，因为君逍遥拿出了一把古琴，赤色鎏金，精致华美，带着一股玄奥而强悍的威能波动，正是古琴凤鸣岐山。我没看错吧？那是古圣兵，真的是古圣兵。那位公子究竟是何来历？随手竟然能够拿出一件古圣兵。如果说方才众人对君逍遥还颇有几分不以为然，那么现在则是彻底的震撼。毕竟不是谁都能够拿得出古圣兵的，那位公子绝对是某个不朽道统的传人。有人心头暗想道。三皇子也是一脸惊疑。整个仙琼楼内都是有诸多议论声响起。凤青灵看向凤鸣岐山，美眸中有着前所未有的火热。那把琴太契合他了，若是早得到那把琴，说不定他就不会输给天晴女。凤青灵眼中涌动着贪婪。
身为太古皇族，霸道是融进了他们骨血里的性格。而这边天晴女心头也是震动，她越发肯定面前这位如仙人般的公子来头非常大。接下来，天晴女定了定心神，开始抚琴，依然是拿手的底牌《霓裳羽衣曲》。君逍遥先长手指拨动琴弦，10大名曲之一《广陵散》，一曲出，天显祥瑞，大道之花绽放，虚空中片片光雨洒落。这世道的具象显化，令在场所有人都仿佛经历了一次升华。而君逍遥全身笼罩在仙辉当中，气息实在是太神圣了，仙气盎然。这一刻，所有人都失神。君逍遥一曲已经将道融入了琴音当中，这是一种领悟与演化，甚至已经超越了琴曲本身。凤青灵深吸一口气，赤色的眸子里也是溢满了震撼之色。他方才还说，他若战胜不了天晴女，整个仙域也无人能够胜过天晴女。但是现在听到这琴曲，凤青灵都是失神了。这首琴曲，天晴女的霓裳羽衣曲，都是远远比不了。天晴女停止了抚琴，美眸怔怔，她已经无法再继续弹下去了，因为她弹的不过是形，而君逍遥弹的是神。如果琴道有神，那么也应该是君逍遥的模样。说了，天晴女喃从未有过的滋味从心头浮现。一曲落幕，君逍遥倒是感觉神清气爽。他扫了一眼四周，所有人依旧陷在余音之中。足足过了半晌，这些天骄才回过神来，瞳孔中遍布震颤。天晴女甘拜下风。天晴女竟是起身，对着君逍遥盈盈一拜：“小姐，那位仙武琴宗的老妪也是吃惊不小。他们家小姐向来冷若冰霜，性情高洁，别说对其他男子下拜，便是正眼看的都少。”三皇子看到这一幕，脸色都是绿了。还有万宝商会少主同样神情难看，不过他也算见识的人多，有经验，知道君逍遥这种人是绝对不能随便招惹的，一不小心就会带来弥天大祸。既然公子胜利，那么这300枚仙元当属公子的。天晴女很大方，没有任何迟疑，直接是将300枚仙元交给了君逍遥。LT、BGT， 看到这一幕的三皇子等人更像是吃了苍蝇一般，脸色发紫，有一种拿自己的钱去养情敌的感觉。天晴女目中泛着异彩，看向君逍遥，略微迟疑，还是开口说道：“天晴女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能和公子彻夜弹琴交流。眼前这位神秘公子气质出众，精彩绝艳，随手能拿出古圣兵，显然背景也是不俗，加上琴道还如此超凡绝代，令他都甘拜下风。哪怕天晴女是冰山美人，此刻都是忍不住要融化了，水哗哗的流。”而听到此话的三皇子等人更是胸闷气堵，脸色青白交替。彻夜弹琴，还是彻夜弹琴？三皇子感觉自己绿得慌。君逍遥唇角勾起一抹淡笑，事情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般发展，计划或许能够顺利实施。就在君逍遥准备开口时，一道女声打断了他们：“你的那把古琴，我很感兴趣。”听到这声音，君逍遥目露一缕冷淡，转而看向凤青灵。凤青灵的目光带着火热之色看着凤鸣岐山琴，这把琴的属性和他十分契合，简直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般。更别说还是一把稀有的古圣兵，琴类的古圣兵实在是太过罕见了，这可不仅仅只是用来陶冶情操的，当做对敌的武器，威能都十分强悍。所以凤青灵心动了，忍不住开口：“哦，所以呢？”君逍遥语入玩味之意：“1000枚绝品神元换你的古琴。”凤青灵随口道。周围一些年轻天骄深吸了一口气，不愧是太古皇族传人，随随便便就拿出1000枚绝品神元。但很多人看了看君逍遥手中的凤鸣岐山，同古圣兵古琴相比，1000绝品神元就绝对不算多了，甚至还有些寒碜。毕竟古圣兵的价值可不是绝品神元能够衡量的，最少也需要仙元来衡量。不过即便凤青灵是万皇灵山的贵女，她也不可能拿出多少仙元。仙元哪怕在君家都是非常稀有紧缺的东西，1000枚绝品神元换我的古琴，脑子不好使便找人去治治。君逍遥冷漠道，他还没有主动找万皇灵山的麻烦，万皇灵山的人竟然敢把注意打在他的古琴上面。你可知道我是谁？凤青灵柳眉一宣，我不在乎你是谁，也根本不感兴趣，想死的话你可以继续在我面前跳。君逍遥语气淡淡。听到这话，许多年轻俊杰都是瞪直了眼睛。凤青灵可是万皇灵山的贵女，身份实力皆不是一般人能招惹的，哪怕是不朽势力的传人，面对凤青灵也不可能是这种态度。找死！敬酒不吃吃罚酒！凤青灵美眸喷薄赤炎，她是真的怒了。身为万皇灵山贵女，她走到哪里都是四方瞻仰，没人愿意得罪她。在她看来，她能够看上这古琴，君逍遥应该很乐意给她才对。凤青灵直接出手了，玉手拂出，一连串的赤色符文腾空而起，仿佛凝结为了一道凤凰翅翼。那难道是真皇大神通？四周许多俊杰站起身来，眼露震撼之色。万皇灵山的真皇大神通和祖龙朝的真龙大神通并列，都是仙域顶尖的武学神通。不对，有真皇大神通的神韵在里面，却不是真正的真皇大神通，应该只是延伸出来的散手。一些稍有眼界的天骄目光闪烁，说道：“不过，即便只是散手，从凤青灵的手中施展而出，威力亦是强悍绝伦。更别说他本身的修为亦是达到了归一境大圆满。这种年龄能够有这般修为，凤青灵无愧于万皇灵山贵女的身份。公子小心，秦轩和天晴女两人都是师生道。”
看到天晴女这般关注君逍遥，三皇子的脸色也是越发沉然。招惹了万皇灵山的贵女，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三皇子心里冷冷道。而就在他心中升起这个想法时，下一刻君逍遥却是出手了，没有动用任何招式，就那么简简单单的一掌轰出。噗嗤！君逍遥一掌同凤青灵的招式碰撞在一起，伴随着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咔嚓声，凤青灵脸色骤然变得煞白起来。咔嚓！他那只浮出的玉臂直接被一股恐怖的巨力给打折，骨骼破碎。他整个人意识被震退，最后轰然撞在了一个石柱上。好在整座仙穹楼都烙印满了防御法阵，不然的话，光这一次对碰就足以打他半座仙穹楼。怎么可能？凤青灵红唇苍白如纸，她周身的神焰霞光都是被拍散了，露出了真容。雪白绝美的容颜上带着一股金黄之意。别看她是女子，身形袅娜，骨骼纤细，但拥有一丝凤凰血统的她，肉身强度远比一些专注炼体的人族修士更强。正是因此，她才惊骇对面这个人族肉身怎么能恐怖到这种程度？难道和她一样都是太古皇族？君逍遥见状，再度简简单单一掌轰出，对上这凤青灵，他都无需施展出任何招式，只手便可镇压。看到君逍遥再度抬掌拍击而来，凤青灵咬牙，身为太古皇族的骄傲让他无法接受这样的屈辱。凤青灵手臂有赤霞绽放，气血缭绕，他的手臂骨骼开始迅速愈合。好强大的肉身！传闻这凤青灵在万皇灵山内接受过黄血池的洗礼，肉身惊人。如此看来，果然没错。凤青灵的状态再度让一群人惊叹，不愧是不朽道统的传人，各种手段底牌远不是一般天骄可比的。有何用？君逍遥面色漠然而无表情。飞黄爪！凤青灵化掌为爪，一头赤霞缠绕的黄爪浮现而出，撕裂空气，发出丝丝破风之声。这一爪下去，一位普通归一境天骄瞬间就会被撕碎。君逍遥手捏拳印，直接是将飞黄爪轰爆。凤青灵再度被震飞，咳出一口鲜血。君逍遥眸露冷色，他的右臂有神光隐隐，有仙霞缠绕。他催动了一块大罗仙骨的力量，瞬息间，凤青灵浑身起了小疙瘩，一股极度的危险感从他心头升起。君逍遥毫不留情，拳风惊世。凤青灵单手一招，急忙祭出一件护身法宝，乃是一块如黄奕合拢般的赤金色盾牌。轰！伴随着一声震响，如同神铁在交击，那块品阶不低的盾牌竟然是直接被轰得四分五裂。凤青灵吓得魂飞天外，背后凤翼震荡，直接是腾空而起，闪身进了辇车之中，飞一般的逃窜了。LT B GT， 甚至连一句狠话都来不及留下。死寂！整个仙穹楼顶层，所有天骄俊杰都如同石化了一般，浑身僵硬。万皇灵山赫赫有名的贵女凤青灵，竟是被三招打跑了。这个消息若传出去，会掀起不小的震动。天晴女看向君逍遥的目光更是异彩连连。秦轩小嘴也是张圆，显然也没想到君逍遥能强到这种程度。那位万宝商会的少主脸色从一开始的猜疑、忌惮变成现在的凝重。他身为商会少主，性格圆滑，也很精明，知道如这般人物是绝对不能招惹一分一毫的。而三皇子就不同了，他生来高高在上，在盘武神朝就是呼风唤雨般的存在。而现在君逍遥的出现，无疑是让他心中危机感骤升。再看天晴女对君逍遥的态度，三皇子更是不爽到了骨子里。公子，之前天晴女的小要求，你还没有回复呢。天晴女悠悠道，她所指的自然是和君逍遥彻夜谈情，不是弹琴的事情。那话语之中竟是带着一丝撒娇的味道。看着天晴女那般神态，在场许多男性俊杰都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不过他们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君逍遥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君逍遥看着天晴女异动的模样，唇角勾起一抹淡淡弧度。事实证明，这世上没有所谓的冰山美人。他之所以对你态度冷淡，并非是因为性格原因，只是单纯看不上你而已。三皇子就是一个如此悲催的存在。他身份地位不低，但在人格、能力等个方面都不入天晴女的法眼。相比之下，君逍遥在天晴女眼中简直是如同仙一般的存在了。神秘的身份，恐怖的实力暂且不提，光是一手出神入化的情谊就足以令天晴女心折。但可惜君逍遥对天晴女并不感兴趣。不过为了设计三皇子，君逍遥也只能答应。天晴女这般相邀，在下就却之不恭了。君逍遥温声道。听到君逍遥同意，天晴女喜不自胜，原本一直冷若冰霜的表情浮现出了动人的微笑，这让三皇子简直嫉妒到简直要得红眼病了。他千金难买佳人一笑，君逍遥随口的一声答应，却是让天晴女巧笑嫣然。公子请。天晴女似有几分迫不及待，想要和君逍遥谈情论道。君逍遥微微点头，带着秦轩和天晴女离去，留下一群舔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在风中凌乱。哎，三皇子，我们斗了这么久，结果却是给别人做了嫁衣。万宝商会少主走了过来，苦笑一声，微微摇头道：你难道就这么甘心让那个家伙染指天晴女吗？三皇子眸子里浮现出些许阴翳之色。我只告诫你一句，最好别招惹那位。万宝商会少主道。哦，你知道他的身份？三皇子目光一闪，不知道，只是一种直觉。万宝商会少主说道。他见过的人太多太多了，什么人可以惹，什么人不能惹，他都产生直觉了。不能惹，即便他是不朽道统传人又怎样？我也是盘武神朝的皇子。三皇子冷哼一声，甩袖离去。
唉，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万宝商会少主暗暗摇头，他隐隐觉得这位三皇子怕是要倒大霉了。仙琼楼斗琴会就此落下帷幕，但是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年轻一辈在琴道上胜过天琴女。万皇灵山的贵女凤青灵被一位神秘公子碾压，更是令许多人吃惊。黄都中许多酒楼茶肆内的修士都是在谈论着这个消息。临近长公主则驸马，什么强大的天骄俊杰都冒出来了。是啊，那万皇灵山的凤青灵在年轻一辈中也可称尊一方，就这样被轻易击败了。真不知道之后还会冒出什么怪胎来。我倒是期待那君家神子到来了，只可惜好像一直没有听到他来的消息。继续等着吧，我相信那君家神子一定不会让冠军侯嚣张的。黄都东部区域，一座僻静而环境优雅的山庄，其中不时有渺渺琴音传出，令人闻之欲醉。月上三竿，一袭白衣的君逍遥踏出山庄，身后跟着依依不舍的天琴女。公子，已经这么晚了，不在山庄内歇息吗？天琴女话语带着一丝眷恋之意，她和君逍遥在山庄内谈情论道，舒适而惬意，这种感觉她还从未体会过。不了，在下还有事，先告辞了。君逍遥道：是吗？那还真是遗憾呢，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能和公子见面。天琴女玉容黯然。君逍遥转身离去，却被天琴女叫住。交流了这么久，还不知公子姓名？天琴女问道，眸子里泛着光。成仙容易逍遥难，告辞了。君逍遥离去。成仙容易逍遥难。天琴女呢喃着，然后娇躯如遭雷击一般，美丽的瞳孔都是瞪大了。原来竟是那位。天琴女深深吸了一口气，惊喜、意外、心悦，种种情绪在内心翻滚。她竟然和这样一位超然的存在独自交流了这么长时间。而另一边，君逍遥步踏虚空而行，都已经待了这么久了，那位难道还能按捺得住吗？君逍遥眸光变幻，他自然不是闲得无聊才去和天琴女谈情论道的。除了要得到300块仙元外，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设套对付三皇子。就在君逍遥心里暗自思忖时，他忽然发觉周围的一些人声喧嚣都好似消失了，甚至连黄豆四周楼阁的灯火都彻底熄灭，周围陷入了绝对的黑暗，连虫鸣鸟叫的声音都没有。哦，来了吗？君逍遥眉梢一挑，很明显他是陷入了一个隔绝阵法当中。就在这时，一道影子忽然从君逍遥身后浮现，血红色的剑锋对着君逍遥背后刺来。何道静！君逍遥立刻就判断出了那人的气息。死！一道沙哑的声音从影子口中传出，血色剑锋带着一股致命的锋芒。血杀剑术，你是幽冥天的刺客。君逍遥身形侧转，一掌对着剑锋轰去，同时说道：幽冥天乃是荒天仙域一个凶名赫赫的杀手组织，只要付出足够多的代价，任何人他们都可以刺杀，甚至是不朽道统的人，他们也敢出手刺杀。愚昧！看到君逍遥以手掌抵挡自己的剑锋，那位刺客发出冷笑声。他的境界本来就比君逍遥高一级，而且还以王侯兵器施展出顶级刺杀剑术。在这种情况下，君逍遥竟然还以手掌还击，在他眼中简直愚蠢透顶。然而下一刻，那位幽冥天的刺客就笑不出来了。铿锵一声如同金铁交击般的声音响起，君逍遥徒手击碎了王侯兵器。不但如此，他右臂之上仙霞涌动，辉光腾腾，6块大罗仙骨同时加持力量，一拳轰出，虚空战力荡漾出道道波纹。怎么可能？那刺客瞳孔凝聚着惊骇。噗！君逍遥一拳直接是将那位刺客砸成了血沫，血雨飘零，洒落而下。君逍遥神色却依旧冰凝，他环顾一圈后淡淡道：出来吧，何必藏着掖着呢？哼，倒是小看你这只猎物了。你是哪个不朽道统的传人？四周漆黑的夜幕中，4道身影显化而出，除了3位黑衣人外，竟然还有一位血衣人。幽冥天的血衣刺客，修为境界乃是涅槃境。涅槃境到达这个阶层，全身都产生了蜕变，不仅肉身经过了火种洗礼，脑内神功的真灵亦是经过洗礼，化为了元神。如果说合道境是寻找各种灵种、仙种与自身的道相合，那么涅槃境就是寻找火种，洗礼肉身，蜕变元神，实现生命层次的进化。因此，涅槃境的修士实力会产生质的变化，绝对不是归一境或者合道境的修士能轻易抗衡的。幽冥天派来刺杀君逍遥的刺客，不仅是清一色的合道境，更是有一位涅槃境的血衣刺客。可以说，这根本就不是任何年轻一辈天骄能够抗衡的。我承认，你的实力绝对超出了一般不朽势力的天骄，不过在这般围杀下，你还有挣扎的余地吗？那位血衣刺客声音如夜宵一般沙哑。你们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君逍遥淡淡道。什么？血衣刺客目光锋利，反派死于话多。君逍遥话音落下，背后延展出恶魔之意，他身形一动，直接一拳砸向最靠近他的一位合道境刺客。手臂内大罗仙骨在放光，仙光缭绕，一拳轰出，澎湃的拳风好似可以撕裂空间。那位合道境刺客感觉到了极度的危险，本能刺出一剑。铿锵一声震响，没有任何的悬念，那位刺客直接是被君逍遥轰爆。该死！杀！血衣刺客面色阴厉，同其余2位刺客齐上，对着君逍遥刺杀而去。血色的剑芒横空而出，带着一股令人战栗的气息。君逍遥回身，抬手一抓，
法力澎湃，化为冥神之矛，对着一位刺客投掷而去。冥神之矛洞穿虚空，凌厉到极点，还加持了10亿斤神力的恐怖力量。这一矛简直可以洞穿天地。那位刺客面色惊骇，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就被洞穿。一般的河道境高手，肉身力量都远远达不到10亿斤，甚至连1亿斤都没有。死亡诅咒！仅存的一位黑衣刺客见状，浑身汗毛倒竖。即便他们经过训练，心理素质过硬，但面对这种情况，依旧忍不住胆寒。面前这个笼罩在仙光中的年轻至尊，简直就是一个不能以常理揣摩的小怪物。因此，这位黑衣刺客直接施展出了幽冥天的一门诅咒秘术，想要阴一把君逍遥。而同时，血衣刺客亦是出手了，2道血色剑芒交叠，横竖交错，形成十字，仿佛可以割裂虚空。正是幽冥天一门强悍至极的剑术神通——十字血杀术。君逍遥神色依旧沉然，那诅咒秘术之利落在他身上没有掀起一点浪花。别忘了，君逍遥的荒古圣体万邪不侵，对各种邪祟、阴暗力量都有免疫作用，而这诅咒之力也属于黑暗力量，自是无法对君逍遥起作用。君逍遥一掌轰出，横推向那黑衣刺客，生猛将其身体打裂，血溅长空。找死！仅剩的一位血衣刺客见状，溢出一抹冷笑。他的十字血杀术已经落至君逍遥身前，而这时，君逍遥体表忽然凝结出了一具修长的青金色战甲，闪耀着冰冷而坚固的金属光泽，正是青天祖龙甲。铿锵！血衣刺客的招式落在战甲之上，擦出火花，却是无法给君逍遥来带一丝一毫的伤害。怎会这样？然而还不待血衣刺客心惊，君逍遥眉心忽然有一道秩序神链冲出，化为金色短剑冲出，正是元皇道剑。这一招实在太过突然，加上距离如此之近，哪怕是血衣刺客都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去躲避。噗嗤！血衣刺客的整个身体都是被元皇道剑震碎，一抹流光从其脑海神宫内遁出，正是这位刺客的元神。走得了吗？君逍遥淡淡一笑，抬手一抓，这血衣刺客可是他布局的关键所在。金色的法力巨手直接是将那刺客元神困住。是谁买通你们来杀我的？君逍遥问道。那刺客元神带着惊惧之意，却是闭口不言，不会透露买家的身份和行踪，这是任何杀手组织的潜规则。君逍遥却并不在意，淡淡道：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只不过需要留下一个证据而已。说罢，君逍遥直接是催动自己的灵魂力，倏忽间，一口巨大的黑色磨盘浮现于虚空之中，上面血迹斑斑，好似沾染着神魔之血一般。那是什么？那刺客元神感觉到了一种发自灵魂的恐惧和战栗之感。你不亲口说，那便让你尝尝被混沌神魔碾压灵魂的滋味。君逍遥道。这口混沌神魔正是他通过混沌神魔观想法所演化而出的手段。君逍遥因为是穿越过来的灵魂，能够免疫混沌神魔所带来的痛苦，但其他人可没有这能力。灵魂的痛苦比肉身更强千百万倍。啊啊啊啊啊！灵魂被碾压的痛楚令那刺客元神发出嘶鸣震荡。君逍遥也控制好了力道，不会直接碾碎其元神。这种灵魂被混沌神魔碾磨的痛楚，简直比凌迟还要痛苦千万倍。终于到最后，那刺客元神也是承受不住了，说：是谁买通你们幽冥天的刺客来暗杀我的？君逍遥语气淡漠，他拿出了光影石，这种石头能够留下声音和影像。是盘武神朝三皇子。那刺客元神有气无力，虚弱到了极点。可以。君逍遥一笑，收起光影石，然后直接用混沌神魔碾碎了刺客元神。把玩着手中的光影石，君逍遥淡淡一笑道：三皇子啊三皇子，你恐怕根本不知道你所要刺杀的对象究竟是谁吧？买通幽冥天的刺客，刺杀荒古君家神子，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别说三皇子会万劫不复，就连整个盘武神朝都会受到巨大牵连。荒古君家一怒，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所有不朽势力的道统也都最忌讳自家天骄被那些杀手组织盯上，因此买通杀手组织出手算是一个禁忌。那三皇子也根本不知道他所要刺杀的对象身份地位究竟何等恐怖。若是知道君逍遥身份，哪怕给那三皇子100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做出这种事。就在君逍遥灭杀了幽冥天的刺客后，那位三皇子亦是在神朝皇宫的一处隐秘偏殿内等待着幽冥天传回的消息。哼，跟本皇子争夺女人，未免想得太天真了。三皇子脸上带着冷笑之意，他虽然也知道那位神秘公子的不凡，但就是咽不下这一口气。而且他本身也是不朽神朝的皇子，身份地位也不低，根本不用忌惮不朽势力的传人。再说幽冥天的刺客不论最后成败如何，都不会透露出买家，所以退一步讲，哪怕失败了，三皇子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泄露出去。当然三皇子自然不知道君逍遥拥有混沌神魔这种手段，失败是不可能会失败的，别说派出的刺客都比那人修为高1级，甚至还有高2级的涅槃强者。三皇子嘴角噙着一缕笑，信心十足。而这时一道沙哑的传音传来：刺杀失败了，短时间内我们幽冥天不会再出手。什么？听到这传音，三皇子脸色猛然一变，道：抵出了什么变数？还是说有护道人出手了？三皇子道：他唯一能够想到的情况就是有护道人出手。不，
在出手之前，他们应该都会探查确认一遍。那声音说道：“那你的意思是，区区一个归一境，就将你们幽冥天的河道境以及涅槃境刺客给反杀了？”三皇子无法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已经打草惊蛇了。短时间内我们不会再出手，报酬也不会归还。那声音说完这句话便消失了，留下脸色阴沉的三皇子。怎会这样？那人究竟是什么来历？真的有这么厉害？三皇子根本不愿相信，他付出了一大笔代价，最后却是换来这样一个结果。他都怀疑是不是幽冥天在敷衍糊弄他了。不过像幽冥天这种杀手组织，虽然冷血残酷，但却最讲信誉。若没有信誉，根本不会有人去找他们。三皇子面色变幻不定，他心里有了一种不安之感，就好像是闯了弥天大祸一般。难道那人是？一定不可能，怎么可能会那么巧合？隐约间，三皇子脑中升起了一个名字，但瞬间就被他驱除。那个名字太过可怕，若真是他，三皇子难以想象自己将会有何种后果。不对，一定是本皇子想多了。再说，那幽冥天刺客即便死了，也不可能透露出我的身份。三皇子像是自我安慰一般说道。黄都一处古朴幽寂的庭院内，君逍遥盘坐着，正在炼化得到的仙元。300枚仙元足够君逍遥再度淬炼一批大罗仙骨了。那三皇子倒也真是可怜，赔了仙元，失了女人，还反被我设计了一次。君逍遥啧啧摇头，三皇子好惨一男的。不过想了想，萧晨、姬玄、冠军侯等和他敌对的这些人，好像也很惨啊。对了，那萧晨应该也快来神朝黄都了吧？上演抢亲的戏码，我还想看到他和冠军侯的争锋呢。君逍遥暗想道，他也隐约猜到了萧晨气数未尽，这次他的出现可能会有极大的改变。但君逍遥并不在乎，不论萧晨如何改变，都难以追上他的影子。倒是君逍遥反而希望萧晨变得厉害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可就没那么有趣了。如今2枚棋子都已经布置好了，盘武神朝想不对，我开放盘武灵都不行，接下来便将这些仙元炼化掉，静待宴会开启吧。君逍遥喃喃道，又一次沉入了修炼当中。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离5明月则驸马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各方势力如同百川归海一般汇聚到了神朝黄都。天际有一行飞行古兽拉着辇车，轰鸣碾压天穹，辇车之上插有君家的旗帜，这般响动吸引了四方无数人的注意力。是荒古君家来了，君家果然来了。那位神子在其中吗？君家神子降服了9头狮子当作坐骑，不过怎么没有看到？不会真的没来吧？许多人看到君家的车队都是露出意外之色。所有人都知道君家神子以9头狮子拉车，但现在并没有看到9头狮子的踪迹。辇车之内，君仗剑等几位序列坐在一处讨论。神子应该已经来黄都了吧？君仗剑道，应该是来了，不过公子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没有必要去打扰他。君玲珑道，他绘制蓝星，知道君逍遥独自提前出发，定然是有某种布置，不方便带着他们。没错，神子的心思我们岂能明白？君雪皇道，哼，只是那冠军头的言辞着实令人不爽，是谁给他的勇气，敢挑衅公子？君万劫眸子里有雷光交织，语气显得很是不屑。他承认冠军侯的确不弱，但说想碾压君逍遥，那就是天方夜谭了。一个跳梁小丑而已，到时候神子随手就能镇压。君雪皇道，他们对君逍遥都有着极度的自信。皇都城门口，站住！你包裹着这么严严实实干什么？揭下兜帽，让我们检查。城门护卫对着一个黑袍人影说道。面对君逍遥等超然天骄，他们不敢阻拦检查，但这些平民修士自然躲不过检查。那黑袍人影缓缓揭下兜帽，露出一张清秀俊逸的脸颊，正是萧晨。此刻萧晨脸上带着一股坚毅与决然之色，哪怕是城门护卫都是被萧晨的这股气势给震慑住了。好了，进去吧。那护卫咽了一口唾沫，不敢多言。萧晨隐约露出的气息，简直同不朽势力的天骄差不了多少了。成败在此一举。萧晨握着拳，他的瞳孔都好似变成了苍天一般的青色，皮肤之下也是隐隐有青龙光纹在流动。经过了至尊之血的洗礼，萧晨的实力突飞猛进，直接是突破到了归一境大圆满。不但如此，他的青天化龙诀也是借助至尊之血彻底圆满，而大成的青天化龙诀乃是至尊法。此外，他还从至尊之血中领悟提炼出了苍龙一脉的诸多武学神通。可以说，现在的萧晨远比之前强大100倍不止，实力的提升也给萧晨带来了极大的自信。这一次，我将迎娶明月，成为盘武神朝驸马，不论是冠军侯还是君逍遥，都将被我踩在脚下。最终的赢家只能是我萧晨。时间终于来到了半月后，也就是宴会开启之日。这一日，整个黄都都好似沸腾起来了，各大势力的人马都是齐齐赶往黄都中央的紫禁城。许多没有资格参加宴会的人也是跟随而去，哪怕在外面看个热闹也好。许多人也都十分好奇，武明月这颗神朝的明珠最后会被哪位俊杰得到手中。盘武神朝皇宫紫禁城，恢宏的紫禁城仿佛上古天庭一般，带着一股威严之气。金阙云宫，琉璃瓦顶，神霞缭绕，瑞彩千条，远远望去仿佛凌霄宝殿一般。这紫禁城传闻乃是盘武大帝在创立神朝之时命令无数工匠打造而成的，也是盘武神朝的一大象征。至于那盘武陵，则是在紫禁城的后方深处，那里也是盘武神朝的绝对禁地，若无允许任何人靠近，直接杀无赦。此刻紫禁城内大摆宴席，无数珍馐美味
被皇宫侍女送上。许多顶级势力、不朽道统的人齐聚一堂。在紫禁城的一处殿内，一身大红裙袍的武明月坐于梳妆台前，旁边有几位宫女正在为她挽起发髻。身着红色裙袍的武明月多分了几分妩媚动人。她双瞳碱水，眉如墨画，如凝脂般的肌肤上浅施粉黛，口含朱丹，娇艳无双。只是眉间凝聚着一抹化不去的忧郁之色。一旁一位从小跟到大的贴身宫女见状，道：“公主殿下，今天是您选驸马的日子，应该开心一些啊。”武明月闻言微微摇头道：“喜儿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又怎能让我开心？”武明月在想萧晨是否会来。其实他并不希望萧晨来，因为即便萧晨来了，也不能改变什么。他的父皇盘武神主也不可能让他和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小人物联姻，除非萧晨天赋妖孽道和君逍遥一样，那才有可能被看中。但可能吗？整个荒天仙域，天赋能和君逍遥比肩者又有几人？萧晨的确很努力，但努力如果有用的话，还要天才干什么？公主殿下也不必太过失落，那些年轻俊杰中，说不定就有能配上公主的呢。喜儿安慰道：“哼，是谁？难道是那冠军侯吗？”武明月冷笑着，他知道盘武神主其实一直想让她嫁给冠军侯，不为别的，就因为冠军侯得到了盘皇生灵剑认主，有一丝可能是盘武大帝的转世神。当然，即便不是，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盘武神主最想要的是让冠军侯替他找到盘皇三剑，盘皇生灵剑只不过是盘皇三剑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盘皇岁月剑和盘皇虚空剑。传闻盘皇三剑合并，便可重新化为盘武大帝的正道帝兵盘皇剑。帝兵也被称为古帝兵、大帝兵器、极道帝兵，乃是古之大帝的正道之器，拥有莫大威能。帝兵一动，可震裂九霄寰宇，可覆灭八方星域，可横击宇宙苍穹，可喋血亿万生灵。说一句不形象的比喻，帝兵的震慑力就相当于核武器。一般而言，祖上出过无上大帝的不朽道统都有帝兵底蕴，盘武神朝本来也有，但是后来盘皇剑一分为三，盘武神朝又经历了许多动荡，最后导致盘皇三剑失落。直到杨盘得到了盘皇生灵剑，才重新让盘武神朝重新升起希望。正是因此，盘武神主才会如此看重杨盘，直接封他冠军侯，导致杨盘心性更加膨胀，在整个盘武神朝无法无天，如同土皇帝一般。喜儿听到冠军侯三个字，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厌恶。冠军侯的名声实在是太烂了，公主殿下也不必伤神，说不定有人能够镇压冠军侯呢。喜儿说着，脸上陡然露出一缕向往之色。你是指？武明月道。没错，当然是君家神子了。传闻他生得如仙人一般，性格又好，实力又强，背景无双，简直是喜儿心中最完美的人物了。喜儿无比憧憬，眼睛里都是冒着小星星。性格好，仙人般的存在。武明月欲言绷紧，又是一个被带偏了的无知少女。君逍遥哪是什么仙人，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对他没有丝毫怜香惜玉，还使用卑鄙的胁迫手段让他成为奴隶。到现在，武明月都死守着这个秘密，别再提他了。武明月脸色微冷。哦，看到武明月神情不对，喜儿识趣的闭上了嘴巴。他以为武明月是因为冠军侯的事情而心里不快，希望他不要来吧。武明月在心里祈祷，不然到时候他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君逍遥。在同一时间，黄都内一座环境安静、景色怡然的庭院内，仙雾渺渺，霞光缭绕，有神圣的气息在弥漫。院中，君逍遥盘坐在地，他周围那些花草都仿佛受到了滋养，鲜艳茂盛，而君逍遥整个人气息更是超然。他的右臂好似烙印着仙纹一般，仿佛仙人的手臂。在远处，秦轩一脸吃惊地看着君逍遥修炼，心头震撼，那种气象太过惊人了。一旁化为了9头柴犬的9头狮子则慵懒地躺在地上吃着灵兽肉。公子的气息也太恐怖了吧！秦轩惊叹道：“主人他就是一个妖孽，这种景象见怪不怪了。”9头狮子懒懒回道。而这时，君逍遥身躯微微一震，也是结束了修炼。在他面前摆着一堆失去了灵性的仙元，还行，淬炼了14块大罗仙骨，加上之前6块，刚好20块。君逍遥低语道。他的右臂包括腕骨、掌骨、指骨在内，共有20块骨头淬炼成了大罗仙骨，威力比之前肯定提升太多了，还是无底洞啊！如果能找到一颗肥得流油的韭菜就好了。君逍遥自语。不过他想了想，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至于叶星云，君逍遥压根就没有在意过这个小角色，也并不知道他后来产生了那样的变化。宴会差不多也要开始了，君逍遥起身走到秦轩和9头狮子这边。走吧。君逍遥道。公子要去哪儿？秦轩问道。皇宫，紫禁城赴约。君逍遥眸光深邃道：“赴约？”秦轩疑惑。这时，9头狮子一个驴打滚，直接起身腾向半空，金芒涌动，撼动天穹，周围方圆10里，所有修士都是错愕。在神芒当中，一头威武雄壮的9头狮子出现，仰天长啸。君逍遥不踏虚空，直接是盘坐在了9头狮子身上。怎么不一起去吗？本神子说过，你或许可以期待一下。君逍遥垂眸看向秦轩，而地上的秦轩早已是如同泥塑一般处在原地，好似失了魂一般。公子是君家神子。秦轩玉手捂住粉唇，忍不住失声，血液涌上脑门，俏脸涨得通红。他脑海眩晕，差点因为过度的惊喜、激动、兴奋而昏厥过去。
君逍遥在秦轩眼中简直就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而现在当秦轩知道了君逍遥的真正身份时，他整个人都是怔在原地。这太梦幻，太不现实了，怎么傻站着？君逍遥道：“秦轩见过神子大人。”秦轩说话都是开始不利索，结结巴巴的对着君逍遥行了一礼。好了，上来吧。君逍遥摆手道，这种谦恭尊敬的态度，他倒也见怪不怪了。秦轩心情忐忑而激动，整张俏脸都是红的，掠到了九头狮子背上。九头狮子体型可大可小，在100个人都没有问题。秦轩站在后面，看向君逍遥，眼神敬畏而又崇拜。放心吧，杨盘会付出代价的。君逍遥淡淡道，他倒也不是想为秦轩报仇，只是单纯想割一波杨盘的韭菜而已。不过在秦轩眼中，这就是在帮他报仇了。多谢神子大人。秦轩话语都是带着颤音，其他人或许对付不了冠军侯，但秦轩相信君逍遥一定能够做到。四周那些被九头狮子吸引了注意的修士，当看到那站在九头狮子上的超然身影时，眼眸陡然瞪大，深吸了一口气。那位难道是君家神子？没错，绝对是，有能力降服九头狮子为坐骑，而且气息还那般强大，除了君家神子没有第二人。之前还有人说君家神子是怕了那冠军侯，谁能想到神子早就来了，恐怕神子根本就没有把那冠军侯放在眼中吧。四面八方响起无数喧嚣哗然之声，诸多好奇、炽热、崇拜、惊讶的目光齐刷刷落在君逍遥身上。君逍遥微微摇了摇头，有时候名气太大也是一种烦恼。九头狮子载着君逍遥和秦轩腾空而去，君逍遥目眺远方，看向皇宫紫禁城的方向。冠军侯跳了这么久，也该一巴掌把他拍醒，认清现实了。君逍遥负手道：“皇宫紫禁城，四方势力齐聚，气氛无比喧嚣鼎盛，不时有势力到来，然后落座。”这时天际忽然有2声黄鸣响起，2头金光璀璨的黄鸟拉着2架辇车横渡虚空而来，那是万皇灵山。许多修士抬头望去，身为和祖龙朝比肩的顶级太古皇族，万皇灵山的威名和震慑力丝毫不亚于前者。2道赤色流光从辇车中闪身而出，正是黄玄一和凤青灵。人皆是背身羽翼，凤青灵肤色雪白，赤眸晶莹，神情冷冷的，不是很好看。显然他还在耿耿于怀之前仙琼楼的遭遇，那种狼狈的经历对他这位贵女而言如同梦魇。而一旁的黄玄一一身赤色长袍，肩头有羽翼装饰，整个人看上去非常俊朗，眉心有一点赤色印记，非常玄奥。竟然是黄玄一和凤青灵，这2位可都是万皇灵山颇有名气的天骄。不过我倒是听说，之前凤青灵好像在仙琼楼被一位神秘天骄给教训了。嘘，小声点，别被听到，小心灾祸临身。一位修士急忙告诫，招惹了万皇灵山，可没什么好果子吃。凤青灵听到那隐隐约约的议论声，脸色更加不好看了。青灵，以你的实力，应当不会那么轻易落败才对。黄玄一道，那家伙肉身力量简直比我们太古皇族还恐怖。凤青灵语气带着怨意，你说会不会是那位拥有荒古圣体的君家神子？黄玄一猜测道。除了人族圣体等少数体质外，黄玄一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体质能够比太古皇族还恐怖。君家神子，凤青灵娇躯猛地一颤，他之前没有想到，是因为有消息说君逍遥并没有前来盘武神朝，而且不可能每一个肉身强大的人都是君逍遥吧。不过凤青灵现在仔细想来，觉得并非没有这个可能。哼，看来8九不离十了。黄玄一道，如果真是他，那君家神子简直比传闻中的还要恐怖。凤青灵非常忌惮，刚出万皇灵山时，他们还说君逍遥小看他们会吃亏的，结果现在凤青灵反倒是吃了一个大亏。放心吧，到时候就让我会会那君逍遥。黄玄一语气淡淡道，他的眸子里隐隐有赤金色火焰燃起。身为万皇灵山的顶级天骄，他何曾惧怕过任何人？玄一，你一定要帮我报复回来。凤青灵咬牙切齿道，到现在他的玉臂还隐隐作痛。2人谈论着，落入了贵宾席。另一处天际，一架马车踏空而来，看到马车上的旗帜，许多人讶异，是荒古叶家来了。马车之中2道身影闪现而出，正是叶星云和他的老仆福伯。福伯老眼看向叶星云，带着一丝欣慰。自从上次叶星云惨败在君逍遥手中后，回到叶家的叶星云就好似变了一个人一般，整天都在闭关埋头修炼，而且性格也比之前沉稳了太多，洗去了那种少年的桀骜和冲动。君逍遥，你会不会出现呢？叶星云喃喃自语。叶星云等人落座后不久，另一边再度有飞行古兽拉着战车而来，那是北帝王家。一些大势力的人瞪大了眼睛。北帝王家位于荒天仙域极北之地，是北地赫赫有名的荒古世家，占据了30余个道州，堪称北地一大霸主。北帝王家来了，莫非是那位王家少帝要来争驸马吗？一些修士目光投去，北帝王家最有名的莫过于他们族中天骄王家少帝王腾，一个被其父称为有大帝之姿的男人。王腾入世的次数很少，大多时间都在闭关，但每次入世都会有一群天骄挑战，结果最后无人是王腾的一合之敌，因此王腾的名头也是开始响彻荒天仙域。啧，这次若真是王家少帝来了，那就有意思了。是啊，神子少帝冠军侯，
哪一位不是惊才绝艳？许多人都很期待君家神子、王家少帝、神朝冠军侯等人的碰撞。数道流光从飞行古兽上落下，众人目光齐齐望去，为首的乃是一位身姿挺拔、眉目带着桀骜之意的少年。看到这人，四周修士都是略微失望，并非王家少帝，而是王腾的弟弟王刚。一位天骄微微摇头，颇有几分失望。他们还想瞻仰一下少帝的风采呢。哼，我的哥哥怎么可能会来此和一群人争抢一个驸马？王刚目光环视，冷冷一笑。他对王腾也极为尊敬，在他的想法中，那武明月若是主动倒贴，说不定王腾还能接受。让王腾主动前来抢驸马的位置，简直是有师少帝的身份。整个北地王家都以王腾为荣。这时，远空再度有辇车轰鸣，君家终于到了。在场许多势力的修士都是不由站起来眺望，想要看看君逍遥有没有出现。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并没有看到九头狮子的身影，那可是君逍遥的御用坐骑。君战天带着君仗剑等几人出现，在看到的确没有君逍遥的身影出现后，各种声音都是传了出来。当然，大部分人还是相信君逍遥即便无法打败冠军侯，但也绝对不会惧怕。也有少部分人认为君逍遥是心虚了，不敢前来。真是一群目光短浅的家伙，公子的实力岂是一般人能够测夺的？君玲珑淡道，连他们这些最亲近之人都是不知道君逍遥的真正实力，那些外人又岂会知晓？不用理会，我相信逍遥会来。君战天笑着，带着自信。而没过多久，江家也来了。江圣一和江洛里这一大一小两位美人现身，仿佛令天地都是增添了辉彩。无数人的目光被这两道倩影夺去。都说神朝长公主乃是绝色，可江家双美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位年轻的天骄赞叹道：“这两位美人，如果能够得到其中一位的垂青，我死而无憾。”有男修士痴痴道：“你在想屁吃？你以为你是君家神子吗？”一群人翻白眼。叶家那边，叶星云瞳孔微微一颤，那道让他日思夜想的玲珑倩影出现了。他的性格虽然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但感情还是没变的。就在叶星云想要上前打招呼时，江洛里却是直接蹦到了君家那边。逍遥哥哥呢？逍遥哥哥呢？他在哪里？江洛里探头探脑，在君家人群中扫来扫去，但左看右看都没有看到那道让他日夜想念的身影。逍遥他还没来。君战天道：“你这妮子这么急的吗？”江圣一走来，雪衣无尘，鲜颜如梦似幻般美丽，令人沉沦。哼！江洛里鼓起了嘴，皱起了小穷鼻，他有些小不开心了，因为没有见到想见的人。而好巧不巧，叶星云偏偏这个时候凑了上来。洛里，许久不见了。叶星云露出了一个从容得体的笑容。你谁啊？江洛里心里有点小郁闷，烦躁道：“我是叶星云啊。”叶星云脸颊又是一僵。哦，人家记起来了。江洛里点了点小脑袋。然而还不待叶星云心里暗自窃喜，便是听到：“你就是那个被逍遥哥哥揍到昏厥的那个谁吧？”叶星云即便性格再沉稳，此刻也是差点吐出一口老血。江洛里开口逍遥哥哥，闭口逍遥哥哥，简直如同魔咒一般，令叶星云心里抓狂，恨不得直接抹杀掉君逍遥。他勉强露出一丝僵硬的笑，然后转身离开。江洛里也不在意，他心里只有君逍遥。你这妮子放心吧，我觉得他应该会来的。江胜一轻笑着安慰道。他虽没有表现出来，但心里其实也有点想见君逍遥，不是很想见。随着时间推移，各大不朽势力也是差不多来齐了。然而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位头戴兜帽的身影正坐在后方最角落的席位上，正是萧晨。他目光冷冷盯着君家一群人。都说爱屋及乌，恨也是一样。日后我萧晨若能彻底崛起，必要将君家连根拔起，斩草除根。萧晨心里暗暗发誓。而就在此刻，周围响起了诸多喧哗惊呼之声。远空一道浑身笼罩在神芒中的身影踏空而来，是冠军侯。许多修士喊道：“无怪他们这般关注，因为冠军侯本就是暴风眼般的存在，他是最有可能当选武明月驸马的人，加上和君逍遥的约战，这一切都将冠军侯推向了风口浪尖。此刻的冠军侯和在朱雀古国的冠军后不同，那位冠军后不过只是分身，而这位乃是本尊。真正的冠军侯身着漆黑狰狞的天芒角神铠，手持锋芒冷厉的伤芒神枪，在他体内还隐隐有一股生生不绝的浩然剑意在弥漫，当是那盘黄生灵剑。这就是神朝冠军侯吗？气息果然强大。是啊，百闻不如一见。虽说这冠军侯名声不怎么好，但实力是真的强。看到真正的冠军侯现身，许多不朽势力的天骄脸色都是有些凝重。冠军侯的气息太强大了，加上一身好运捡来的神装，哪怕是不朽势力的顶级天骄都要忌惮。角落里看到冠军侯的萧晨，脸色瞬间覆盖上了一层寒霜。此人就是妄想得到明月的那个人渣吗？倒的确不能小觑。萧晨心中弥漫冷意。天际杨盘目光落在君家那边，哼，果然没有出现，看来我还是高看了君逍遥啊。杨盘脸上带着一抹冷笑。君逍遥半路摘了他的桃子，夺了他的机缘，还灭了他的分身和圣人傀儡，杨盘简直连杀了君逍遥的心都有了。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挫败君逍遥的名声，也算是一种报复。然而他话音刚落，一道带着愤怒的焦脆声音便是响起：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逍遥哥哥？你这只丑陋的漆黑大甲虫！开嗓之人正是江洛里，他的话令满场愕然，而后不少目光看向冠军侯。冠军侯一身漆黑的天蟒角神铠，头上更是有2根漆黑的弯角，远远看去，倒的确有点像黑色大甲虫。许多修士噗的一声，双手捂嘴，使劲憋着笑，脸色都是通红。杨盘神色一沉，表情变得冷厉起来。但当他目光落在江洛里身上时，阴沉的神色稍微缓了缓，眼底也是隐隐露出了一抹惊艳之色。杨盘本身就有开后宫收集美人的嗜好，江洛里生的晶莹可爱，娇小动人，换作是谁，第一眼看去都会惊艳，甚至会隐隐生出一种想要欺负的感觉。感觉到了杨盘那阴晦的视线，江洛里雪白肌肤上起了小疙瘩，有种恶心的感觉。你这只大甲虫，看什么看啊？江洛里流露一抹厌恶之色。杨盘也不介意，而是带着一缕笑道：江家的掌上明珠果然容颜非凡。他心中的欲望开始升腾，若非今天是来争夺驸马之位的，杨盘简直都想收服江洛里了。似乎是察觉到了杨盘的意图，江洛里俏目圆瞪，银白小脸气得发红。恶心的大甲虫，受死！江洛里不管不顾，直接出手了。他小手扶出，周围天地间的灵气仿佛都是汇聚在了一起，化为一个浩瀚的灵气掌印，镇压向杨盘。不愧是元灵道体啊，举手投足间引动天地大势。许多人都赞叹。杨盘见状，脸色非常轻松随意，他抬手而起，伤芒神枪刺出，恐怖的枪芒划破苍穹，对着那灵气掌印刺去。一出手便暴露了杨盘的修为，同样是归一境大圆满。而之所以如此多的天骄卡在这个境界，并非是因为他们无法突破，而是下一个河道境界需要找寻和自身契合的灵种、仙种等等。不同等级的灵种、仙种对于之后的修炼速度和实力都至关重要。一些稀有的仙种，如世界树幼苗、鸿蒙紫气种等等，能够给天骄带来恐怖的加持，因此没有一位天骄会随随便便突破到河道境。轰隆！枪芒同灵气掌印互相碰撞，而后直接是将其洞穿。江洛里的元灵道体战斗力并不弱，但最擅长的却是在修炼方面。而杨盘一身神装，修为境界也是位于顶尖，所以江洛里想要对付杨盘，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杨盘眸光一闪，继续出手，手中伤芒神枪画出一道道可怖的漆黑枪芒。强招天魔乱舞，虚空好似沸腾，枪芒暴乱天地，对着江洛里轰去。杨盘心底生出一丝恶趣味的邪念，江洛里这么可爱，打一拳应该能哭很久吧。江洛里水润俏目也是露出凝重之色。他说要代替君逍遥教训杨盘，不过现在看来，杨盘的实力倒也的确不是盖的。过分了！江圣一黛眉微蹙，就在他欲要出手时，忽然有一道无比浩瀚巨大的金色掌印从天而落，对着杨盘轰然砸下。是谁？杨盘面色骤变，瞳孔急剧收缩，一股恐怖的压力倾泻而下，连他释放出的枪芒都是被碾碎。杨盘猝不及防，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只能以天蟒角神铠防御，同时横枪依挡。轰！蕴含着浩瀚伟力的掌印，直接是将杨盘整个人砸进了地下，周围地面蔓延粗大的裂缝，整个喧闹的紫禁城都好像在此刻被冰冻了一般。无数人的脸庞都是凝固，方才还无比张扬，带着一股无敌威势的冠军侯，此刻就被砸进了地里。这种反差太过巨大，令很多人半晌都是没回过神来。而这时，一道带着平静从容的淡漠声音才缓缓传来：“这就是所谓的冠军侯。”不过儿，听到这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倏然投向苍穹。一头如黄金浇铸的九头狮子载着2道身影出现，那位于前方沐浴在仙辉当中的白衣身影超然绝代，那淡漠且玩味的声音正是从他口中传出：“是君家神子。”他终于来了！四下沸腾，满场哗然。从杨盘放出约战消息的时候起，所有人就在期待君逍遥该如何回应，但君逍遥始终不曾回应，这倒是让一些敌对势力抓住了把柄，使劲黑君逍遥。而现在君逍遥出现了，一如既往的强势。那方才还嚣张桀骜、跳得不行的冠军侯，此刻却是灰头土脸，从地面裂缝中拖出。他倒也并没有受太大的伤，只是脸面着实有些过不去。君逍遥，你竟然偷袭！杨盘脸色冷得可怕，羞恼无比。若非是猝不及防，他不会这般狼狈。你拍一只苍蝇，难道还要先问苍蝇同不同意吗？君逍遥淡淡看了一眼杨盘，语气极尽蔑视。这并非自傲，而是天然流露出来的无敌之势。杨盘闻言，脸都绿了。身为盘武神朝土皇帝的他，从未受过这般羞辱。而另一边，江洛里小脸先是一呆，然后欢呼一声，跑得比兔子还快，直接是闪身到了君逍遥身边，如同八爪鱼一般挂在了他的身上，像是一个萌物挂件。逍遥哥哥，洛里就知道你会来的。江洛里笑的星眸弯成了月牙儿。下来。君逍遥无奈，不嘛，人家已经有2年04个月16天3个时辰2刻钟没有见到逍遥哥哥了。江洛里撅着嘴道，有点小委屈。君逍遥闻言更是微微汗颜，怎么感觉江洛里有病娇的潜质？你不下来，我怎么为你出气？君逍遥叹了一声道，哦，逍遥哥哥一定要碾压那只大甲虫。江洛里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手脚，看着那疯狂倒贴的江洛里，四周许多年轻天骄心中都是极度的发狂。人与人之间还真是不能比啊，一比气死人。叶星云脸色冷到极点，若非他性格转变了，此刻怕是又忍不住要挑战君逍遥。
万皇灵山那边，凤青灵瞳孔微微一缩，道：“原来真的是他。”这下凤青灵彻底确定了，碾压他的神秘天骄就是君逍遥，的确很强，不能小觑。黄玄义神色也是罕见的凝重起来。北地王家那位桀骜的少年王刚打量了君逍遥一眼，微微摇头道：“的确还行，不过无法和大哥相比。在他眼中，君家神子不如他王家少帝。”而在角落处，萧晨一看到君逍遥出现，一股勃然的杀意忍不住迸发，但却被他深深忍了下来。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只有等到他真正成为了盘武神朝的驸马，他才有资格对上君逍遥。整个紫禁城都是因为君逍遥的到来而喧哗鼎沸。君逍遥看着那脸色铁青的杨盘，语气淡道：“不应战，是因为觉得没必要，拍死你不比拍死一只苍蝇麻烦多少。君逍遥，少在那夸夸其谈，以为打灭了我的一尊分身就真无敌了吗？”杨盘冷声道。他认为君逍遥之所以自信，是因为曾轻松灭杀了他的分身。哼，君逍遥轻笑一声，没说什么。他的能耐，杨盘又岂会了解？杨盘眼中涌动冷意，以他暴躁的性格，差点就忍不住直接展开大战了。但一想到自己还要争夺驸马之位，杨盘就暂且按下了这口气。等到争夺到驸马之位后，他再会挑战君逍遥，和其在紫禁之巅一决雌雄。君逍遥显然也是知道杨盘的想法，他倒是不在乎早打晚打，反正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看到战火暂息的两人，四周修士依然在感叹君逍遥的出场太强势了，直接把冠军侯的无敌气魄给打灭了。不过他们也很好奇，君逍遥会不会参与驸马的争夺呢？君逍遥走到了君家那边，神子、君仗剑等人皆是拱手，眼中也是带着欣喜。他们最近也是被那些流言闹得烦不胜烦，而君逍遥一现身，所有抹黑的谣言不攻自破。逍遥，就知道你不会避战的。江圣依走来，微笑道：“圣依姐。”君逍遥微微点头。一旁江洛里看着两人，大眼转动。他倒也没多想什么。神子大人又见面了，上次彻夜弹琴依旧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这时，一位绝丽佳人再度走来，正是天晴女。她语气带着一丝怀念，眼底隐约流露憧憬。得知了君逍遥的真正身份后，她都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但天晴女并不知道，君逍遥不过是利用了她一次而已。什么？彻夜弹琴？江洛里闻言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好似石化了。明明是我先的。江洛里瘪着小嘴，浓浓的醋意在弥漫。江姑娘误会了，是弹琴不是弹琴。天晴女解释道。江洛里依旧有些芥蒂，那可是彻夜啊，谁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你这丫头乱想什么？君逍遥敲了一下江洛里的小脑袋，看着那深陷美人修罗场的君逍遥，别说是外人了，就连君仗剑也是一脸艳羡道：“我要是有神子大人1/10的魅力就好了。你在想桃子吃？”君雪皇打击道。而这时，一道恢宏的声音从皇宫深处传来，一道金色拱桥从远空延伸而来，一群人缓缓走来，为首的乃是一位身着黄袍的中年男子，面目威仪，有掌权天下的大威势。这位男子正是盘武神朝的皇帝盘武神主，而在他身后还跟着一群皇子皇女，武明月和三皇子都在其中。那三皇子立刻注意到了君逍遥，心里陡然发寒，沉到了谷底。完了，果然是他，君家神子。之前三皇子心中隐隐有一丝预料，不料现在竟然成真，买通幽冥天刺客，刺杀君家神子。这若曝光，三皇子简直不敢想象将会产生何种后果。没关系，镇定，那幽冥天的刺客死也不会暴露我的身份。三皇子心中想到。而偏偏这时，君逍遥目光刚好落在三皇子身上，三皇子浑身一僵。君逍遥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意，微微点头。三皇子见状，脸上也是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心中却是长舒了一口气。看来那君逍遥并不知道是我在背后指使。三皇子暗道。再退一步讲，即便君逍遥会猜测是他，但是没有证据也不能成立，大不了三皇子死不认账，装傻充愣就行了。可惜三皇子不知道，君逍遥的那个笑是恶魔的微笑。武明月也是看到了君逍遥，他的脸色瞬间就不自然了。果然还是来了。武明月叹息，罕见的有些紧张起来，毕竟他的命脉可还掌握在君逍遥的手中。那位就是神朝长公主吗？还是第一次见？果然是绝色。是啊，总算有些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天骄抢着争这个驸马身份了，不仅可以一飞冲天，更是能够得到如此佳人。许多修士看向武明月，眼中都是涌现惊艳。一身大红裙袍的武明月，妩媚而娇艳，绝丽无双。明月，坐于角落处的萧晨心潮澎湃，神情隐隐带着激动思念。武明月是他的女人，今天他不会把武明月让给任何人。感谢诸位前来参加此次宴会，今日也是小女明月择驸马的日子，只有脱颖而出的天骄才能成为我盘武神朝的驸马。盘武神主开口，声音传遍四方。接下来宴席开始，诸位年轻俊杰也可以争锋切磋。盘武神主话音落下，整个宴席正式开始。那就先由我来献丑了。在下对明月公主可是倾慕许久了。一位背上背着长剑的英俊青年跳上了早就备好的高台，开口笑道：“是天南剑派的真传弟子，一位实力颇强的天骄。”一些修士说道 ：“LT、BF、GT， 天南剑派也是一方顶级的剑道势力。”然而武明月连看都没有看那天骄一眼。呵，一声冷笑传来，是杨盘发出的。
他直接是一枪轰出，恐怖的枪芒让虚空掀起涟漪。那位天南剑派真传弟子见状，神色猛地一变，背后长剑出鞘，出招抵抗。然而一招之下，那位真传弟子就是吐血倒飞，肩头出现了一个血窟窿。更加严重的是，那真传弟子全身骨骼都被震碎了。天南剑派的几位长老上前查探，脸色难看到极点。但碍于杨盘的身份，还有盘武神主在场，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哼，这驸马之位，本侯爷要了，哪个不长眼的想要争夺，大可上来一战。杨盘立于高台之上，身着天芒角神铠，手持伤芒神枪，一时气势无二。轰！就在杨盘话音落下之际，后方一处宴席猛然传出一道磅礴的气息，同时传出的还有一道带着决然之意的冷喝声：只有我萧晨才能当明月的驸马，至于你杨盘，有多远滚多远！恐怖的气息如同火山一般爆发。萧晨起身摘下兜帽，露出一张带着决绝意志的面庞。他修炼许久，不就是为了今日吗？而想要对付君逍遥，他就必须要成为盘武神朝的驸马。那人是谁？怎么感觉没有见过？应该不是什么大势力的天骄吧？我去，那好像是青龙古国的大皇子萧晨。青龙古国大皇子，青龙古国不都是覆灭了吗？对啊，而且这个萧晨的实力好像也不是特别突出吧？四面八方传来许多惊异的目光。君逍遥目光淡淡看去，他并没有丝毫意外。萧晨不出现，他才会觉得意外。在君逍遥视线望去的同时，萧晨也是看了一眼君逍遥，那眼神中的刻骨仇恨浓到四海之水都无法冲刷。不过萧晨也并没有失去理智，他现在要做的不是对付君逍遥，而是对付杨盘。哪里来的无名之辈也敢挑战本侯爷？杨盘眉头一掀，他堂堂神朝冠军侯，什么时候连阿猫阿狗都敢挑衅了？萧晨！武明月看到萧晨，娇躯都是微微一颤。他心中虽不希望萧晨前来，但此刻真正看到萧晨出现，心里却依然有着些许感动。明月，你认识那人？盘武神主看到武明月异样的神情，问道。一个朋友。武明月踌躇道。他知道盘武神主一定不想让萧晨成为驸马。场内，萧晨一步腾空，直接落在高台之上，和杨盘相对而立。杨盘，你这个荒淫无度、丧尽天良的人渣，有什么资格成为明月的驸马？萧晨语气冷冽如霜。哼，本侯爷不配，你配？杨盘冷笑道。今日我萧晨便当着无数势力的面，亲自击败你。萧晨一语落下，仰天一声轻笑，归一境大圆满的实力爆发而出，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的青龙光纹在他周身缭绕着。此刻的萧晨宛如青龙战神一般。祖龙朝的功法。杨盘神色微微一凝，此刻萧晨的境界已经不弱于他了。君逍遥看着，眸光深邃道：果然，萧晨背后还有秘密，看来到时候要调查一番了。哪怕你是龙，今日本侯爷也要屠龙。杨盘出手了，伤芒神枪震荡虚空，雄浑的法力迸发而出，好似一脚天穹倾泻而下。青龙爪！萧晨单手一探，青光汇聚，化为一只足有几十丈长的青色龙爪，抓向冠军侯。两人招式碰撞，波澜四起。盘武神主见状，单手一挥，虚空化为牢笼，将两人的战斗波动限制在其中。这萧晨怎么变得这么强了？竟然能够和冠军侯争锋？是啊，我原以为他几招就会败呢。许多惊疑声响起。君逍遥非常淡然，看着萧晨和杨盘的战斗，坐山观虎斗。他仿佛看到了两颗韭菜在互掐。该死，这小子！杨盘眼中怒火涌动。之前被君逍遥一巴掌拍进地下，已经让他丢了脸面，而如今随随便便蹦出的一条杂鱼，竟然都如此难缠。寂灭枪诀！杨盘催动急招，法力灌注进伤芒神枪当中，一缕缕带着寂灭气息的乌黑枪芒迸发而出，所过之处连虚空都好似要湮灭。不动青龙撞！萧晨祭出防御绝学，一口青龙盘绕的巨钟护住他的身形，而后他再度一拳轰出，上千道青龙光纹同时迸发而出，威势浩瀚。看着这两人之间的战斗，许多修士都是一脸震撼。冠军侯强，他们并不诧异，可萧晨未免强的有些过分了吧？萧晨，武明月眼中流露一丝感动之色，他知道萧晨都是为了他才走到这里的。场中的波动十分惊人，两人大战到白热化，到最后萧晨身上都是有着点点血渍，而杨盘嘴角一时带出了一抹血迹。这小子杨盘有些不耐烦了，直接是催动体内的盘皇生灵剑，一股惊人的剑意直冲云霄。一道古朴而沧桑的剑影在杨盘身后时隐时现，他并未完全祭出盘皇生灵剑，但仅仅只是一道剑影就足以令四方震撼。盘皇剑，盘武神主眼底闪过金芒，他扶持杨盘不就是为了让他日后再去寻得其余两柄剑吗？说白了也是一种利用。而为了让杨盘安心被他利用，盘武神主也只能将武明月嫁给他。这其实差不多已经是内定了，因为盘武神主知道拥有盘皇生灵剑的杨盘天生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人可以打败拥有盘皇生灵剑的杨盘，哪怕是不朽道统的顶级天骄也不可能。这萧晨的表现虽然出乎盘武神主的预料，但结果不会改变。果不其然，当杨盘祭出盘皇生灵剑的力量后，萧晨脑中传来青龙上人的声音：萧晨，不妙，你现在的实力无法挡住盘皇生灵剑，暂退一步吧。青龙上人有心无力，也无法帮助萧晨，他若出手等于干预战场，盘武神主定然不会做事。同样是外挂，
青龙上人明显没有盘黄生灵剑那么方便，随便一出头就会被强者察觉。我怎么能退？我若退了，明月就会被他夺走。萧晨目眦欲裂，爆发最后的意志。苍龙在天，萧晨浑身腾起万道青龙光纹，凝聚成一头硕大的光之青龙，对着杨盘冲击而去。杨盘也是催动盘黄生灵剑的力量，其剑芒汇聚于剑尖一点，而后化下，一点剑光仿佛可摧毁世间万物。轰隆隆，光之青龙直接是被剑光一分为二，萧晨也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倒飞而出。萧晨，武明月娇颜失色，哈哈，蝼蚁而已，也敢翻天？明月，你是本侯爷的，谁也夺不了。杨盘猖狂一笑，你。武明月娇颜铁青，看着那杨盘，他忽然觉得，哪怕是君逍遥当驸马，都比杨盘要好。我在想什么呢？那君逍遥也是一个可恶的家伙。武明月反应过来，觉得这个想法很荒谬，他是不可能喜欢上君逍遥的，绝对不会。皲裂的土坑之中，萧晨身形站起，身体都在抖动，下巴淌满了鲜血，他双目血红，无法相信自己又败了。之前一而再，再而三败给君逍遥，现在连冠军侯都打不过了。饶是萧晨性格坚毅，此刻也是有种道心要崩的感觉。说句实话，萧晨实力的确不弱，若杨盘没有盘黄生灵剑的话，孰胜孰败还未可知。不过可惜，拥有盘黄生灵剑的杨盘，先天就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盘武神主的自信。驸马之位终究还是属于杨盘的。此刻周围许多修士都是有些唏嘘，他们自然也看出来了，萧晨同武明月怕是有些关系，就像是说书先生口中平民小子逆袭娶公主的戏路。不过现实终究是现实，不可能像是传奇小说里的故事一样完美，萧晨终究还是无法逆袭成功。哈哈，本侯爷就问一句，还有谁？杨盘气势昂然，各大势力的天骄神情中都是带着忌惮。荒古叶家的叶星云，北地王家的王刚，还有万皇灵山的黄玄一等人，都是前来观礼的，并非是来争夺驸马之位的，所以他们倒也没有出手。看到四野无人出声，杨盘莫名生出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无敌真寂寞啊！他转过头，看着面色泛着苍白的武明月，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道：明月，你终究还是本侯爷的。武明月脸色很难看，玉手紧握，他对杨盘反感到了极点，性格恶劣，相貌平平。哪怕武明月也很讨厌君逍遥，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君逍遥容貌的确很养眼，至少天天看着不会有任何厌烦，反而是一种至高无上享受。但若让他天天面对杨盘，那就恶心的要吐了。就在杨盘春风得意，以为大局已定时，一道带着懒散之意的声音淡淡传来，才被本神子拍进地里，现在又开始跳了吗？杨盘眉梢一挑，目光看去，但见君逍遥一只手附在身后，淡淡站住，神色中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淡漠。没错，就像是神奇俯瞰凡人一般。君逍遥站出来了！哗！此一幕令四方哗然。君家神子终于要出手了吗？他难道也要争夺驸马之位？有意思，君家神子出手，不知道能不能镇压冠军侯？估计有点困难，毕竟冠军侯身怀盘黄生灵剑，没那么容易对付。而各方势力的天之娇女以及诸多女修士，则是有一种心碎的感觉。逍遥哥哥，江洛里小手捂嘴，不敢相信。难道君逍遥真的想娶盘武神朝长公主？江圣一虽没说什么，但清澈的瞳孔也是微微一怔，有些意外。君逍遥淡淡一笑，他自然是不可能去争什么驸马之位。这天下间的女子，无论是谁，只要他想要就能得到，何须去争夺？再者，又有哪个女子值得君逍遥去争夺？至少现在他没有遇到。而且这武明月本来就是他的女奴，是君逍遥的私有物。杨盘想娶武明月，经过他这个主人同意了吗？君逍遥也好，既然你主动站出来了，那我们堂堂正正打一场。什么君家神子的无敌神话，在本侯爷面前什么都不是。杨盘语气嚣张而桀骜，他认为之前自己之所以那般狼狈，是因为君逍遥偷袭。若堂堂正正打一场，他不会败。君逍遥闻言却是淡淡摇了摇头，怎么不敢了吗？杨盘眉峰挑起，君逍遥一声轻笑，脚掌一踏地面，八方震动，他身形腾上高天，最后落于紫禁城之巅，居高临下俯瞰众生。杨盘，凭你一人便想挑战本神子吗？君逍遥淡漠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杨盘面色一沉，看着那立于紫禁之巅白衣展动，容颜绝世无双的君逍遥，他心里莫名感觉不爽，太特么骚气了。杨盘，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那些妄图与我为敌的人都是垃圾。一句话落下，满场死寂。这话可就不是只针对杨盘一人了。萧晨脸色沉到了极点，叶星云眼中闪过一抹冷厉之色，黄玄一和凤青灵两人脸色也都是不好看，还有北地王家的王刚也是有些不爽，感觉君逍遥着实有些太猖狂了。君逍遥，杨盘怒气爆发，君逍遥明显是在蔑视他，不愿与他单打独斗。君逍遥看了看萧晨道，萧晨，本神子知道你很想杀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他转而又看向叶星云，叶星云，上次10岁宴被本神子镇压，你心里想必很不爽，这次给你机会。还有万皇灵山想出手，本神子接着。总之一句话，今日皇城之上，紫禁之巅，本神子一人占你们所有。
君逍遥声音清冷，负手而立，白衣展动，发丝飘飘，立于紫禁城之巅的他，宛如神奇。轰！这一句话如同巨石滚落汪洋，激起滔天巨浪。整座紫禁城无数势力的人马都是目瞪口呆。虽然他们知道君逍遥很强，有无敌之姿，但这次可不是单独对战一人，而是挑战全部。其他人不说，光是一个杨盘都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还有萧晨，他虽然败了，但实力有目共睹。叶家身负星辰王体的叶星云，实力也毋庸多言。万皇灵山的黄玄一和凤青灵更是年轻一代的顶尖人物。可以说，这些人单独一个拿出去，都可横扫一方称雄。但现在，君逍遥竟然要以一己之力挑战他们全部，这简直惊爆了所有人眼球。君逍遥，你太狂了！杨盘忍受不了，直接出手，手中长枪洞穿而出，对着君逍遥刺去。他和君逍遥约战紫禁之巅，怎么可能忍受得了这般羞辱？君逍遥神色淡漠，右手探出20块大罗仙骨，释放神芒，仙霞缭绕，神芒腾腾，好似古神之手，一掌可轰爆一颗星球。轰隆隆，掌印落下，气象万千，像是一角天穹坍塌了，坠落而下。砰！杨盘直接被镇压而下，再度轰然一声砸进了地下。一时万众死寂，紫禁城内静得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是瞪直了眼睛，一时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之前杨盘被砸进地里，还可以说是被打了个猝不及防，那么现在呢？君逍遥可是堂堂正正，直接一掌把杨盘按在地上摩擦，这又算什么？嘶！吸气之声传遍八方，所有人看向君逍遥的目光都是带着骇然之意。我怎么感觉君家神子方才那一招带有仙的韵味？是啊，这也太恐怖了吧！君家神子不过归一境修为，就给人感觉如同仙神一般。君逍遥不出手则已，一出手惊为天人。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程度？萧晨脸色都是呆滞了，他以为他如今的实力已经逐渐追上君逍遥了，但现在看来差距依然是天堑。他被冠军侯打败，而现在冠军侯却被君逍遥一掌拍进了地里，这种反差更加衬托出他和君逍遥的差距无法弥补。这家伙叶星云神情也是凝重了许多，即便他觉醒了一些记忆，修为开始暴增，但此刻看到君逍遥出手，亦是有种毛骨悚然之感。其余天骄亦是有这种想法。看台上武明月看到这一幕，内心不知是什么感觉，庆幸也有，吃惊也有。至少君逍遥若能打败杨盘，他就不用再嫁给杨盘了。不过岂不是要嫁给君逍遥？武明月咬唇，心里有些胡思乱想，若君逍遥真要做驸马娶她，那该怎么办？不过转念一想，以君逍遥那般清冷孤傲的性格，估计也不太看得上自己。武明月想到这里，脸色微微黯然。他在君逍遥眼中也不过是一颗威胁利用的棋子而已。战局中，杨盘从地上起身，脸色前所未有的冷厉。他知道，如果不动用盘皇生灵剑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对付君逍遥。而这时，黄玄一和凤青灵两人却是闪身而出，直接对着君逍遥出手。他们来此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一探君逍遥的底细。君逍遥之前在仙穹楼的仇，今日当报。凤青灵抬手，雄浑的法力化为匹链迸射而出。黄玄一也是出手了，周围浮现凤凰符文，仿佛一颗颗赤色大星，轰击向君逍遥。君逍遥不以为意，他一手操控兵法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密密麻麻的神兵浮现于周身，仿佛化为了一道金色洪流，对着两人席卷而去。轰隆，像是一颗又一颗大星炸开了。以如今君逍遥的实力，施展任何手段，威力都是极为惊人。凤青灵受到冲击，哇的一声吐出大口鲜血，娇躯朝后倒飞而出。他连君逍遥的一招都承受不了。黄玄一倒还好，只是被震退，只不过他的双臂都是微微颤抖，瞳孔中流露一抹金色。君逍遥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料。就在这时，叶星云目光一闪，也出手了。他一手横推而出，一颗星辰出现，轰隆碾压虚空，波动惊人。君逍遥眉梢轻挑，叶星云给他的感觉好像总有哪里不对，并非单纯只是实力的提升，而是一种微妙的变化。君逍遥也是注意到了，叶星云的眼眸无比深邃，带着一股冷意和试探，远不是之前那副少年桀骜的模样。难道君逍遥心里有了某种猜测？他也没有闲着，一手捏人王印，顶天地里的浩瀚帝皇身影显化而出，一印震天地。叶星云的招式直接是被破解掉，他身形也是轰然被震退，胸膛气血翻滚不休。君逍遥的实力怎么上涨得这么快？叶星云眸光沉冷，他原以为自己觉醒记忆后，修炼速度已经算是逆天了，但不曾想君逍遥的修炼速度比他还快，莫非连我的前身都比不上君逍遥？叶星云蓦然想到，他摇了摇头，觉得不可能。在他记忆中，那道身披日月星辰的身影绝对是天地间的至强者，君逍遥怎么可能比得上？君家神子嘛，就让我王刚来会一会。蓦地，北地王家的王刚也是出手了，他手捏拳印而出，金芒乍放，整条手臂好似都渲染成为金色，烙印诸多符文，是王家的绝学金刚符徒手，传闻乃是王家从小西天得来的。一些人眼露异色，这是一门极为强大的神通，一击轰出，可震碎山河，无物不破。北地王家，君逍遥喃喃，
北地王家最有名的，莫过于那位有大帝之资的王家少帝。在君逍遥眼中，那简直就是一颗肥得流油的韭菜。那位王家少帝的气运，简直比杨盘还要恐怖。眼前这位王刚是那王腾的弟弟，实力也极为不弱，但可惜碰上了君逍遥。君逍遥甚至都没有祭出神通武学，只是单纯一拳轰出，凭借荒古圣体本身的肉身强度，就足以碾压。咔嚓，两人拳锋交错，王刚神色骤变，他只感觉一股无法抵挡的恐怖反震之力从拳锋处传来，他的金刚符徒手直接被击破，整条手臂骨骼都好似破碎一般，整个人倒飞而出。看到王刚被一击轰退，许多人再度震惊，莫非在场真的没有天骄，是君逍遥的一合之敌？君逍遥，杀父之仇，灭国之恨，我要你千百倍的还回来！萧晨也是忍不住，终于出手了。他直接为了扮龙人形态，将青天化龙诀催动到了极致，背后龙翼延展，体表包覆鳞片，手掌化为了狰狞而尖锐的龙爪。他速度极快，化作一道青色残影，对着君逍遥撕裂而去。萧晨，你也蹦跶得够久了吧？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君逍遥神色漠然，他催动龙气，一手击出，滔天法力化为龙爪，正是祖龙巢绝学截龙手。轰！君逍遥这一击加持了10亿斤巨力，澎湃而浩瀚的神力令虚空都是在震荡，破风之声尖锐而刺耳。噗嗤！这一击直接把萧晨半边身子都快打碎了，血溅长空。君逍遥眼神漠然，一步踏出，将萧晨背后龙翼都是撕裂。啊！萧晨发出一声惨叫，吐出鲜血，身形化为一条抛物线，重重砸落在地。之前被冠军侯击败，现在又遭君逍遥重创，萧晨终于是彻底败下阵来。整个紫禁城都是陷入了寂静，看着那重重砸倒在地的萧晨，许多人心头都是发凉。萧晨的实力有目共睹，而现在竟是这般轻易就落败。他之前和杨盘可还是缠斗了许久，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君逍遥的实力也绝不是杨盘可比的。该死！杨盘神色厉然，长枪洞穿而出，再度出手。还有黄玄一也继续出手。凤青灵则是受到了重创，无法再出手。他眼神深处也是带着惊惧之意，好似有了阴影，不敢再对上君逍遥。叶星云和王刚两人也是出手了。眼下杨盘、黄玄一、叶星云、王刚整整4位天骄在同一时间包围向君逍遥，这令人无比惊愕。要知道，年轻的天骄哪一个不是心高气傲？可是现在面对宛如大山一般无可撼动的君逍遥，他们只能选择同时出手。此刻君逍遥立于紫禁之巅，9天之上，好似俯瞰人间的神明，而杨盘等4人则如同挑战神明的凡人。这一幕如同4位勇士共同打一个大 boss 一般，君逍遥就是那个最终 boss。来吧，尽管上，本神子赐予你们挣扎的机会。君逍遥眼神淡漠，杨盘迸发全身法力，灌注进伤芒神枪中，千百道枪影同时洞穿而出。黄玄一指点向自己的眉心处，滔天的赤色火焰如同洪流一般席卷而出，是万皇灵山的凤凰天火，传闻此火可焚尽万物，许多人看得胆寒无比。叶星云则是双手轮转，仿佛有无数颗大星在他双手盘转环绕，化为一面轮盘。这是他从记忆之中觉醒的武学神通星陨轮盘。轮盘一出，横过苍穹，如同无数颗星辰滚滚碾压而过。王刚也是出手，拳芒照亮了天宇，一道道波动如涟漪震荡而出，那是王家的一门绝学波动王拳。4大天骄强招齐出，可以说换做其他任何人站在君逍遥的位置上都要胆寒，会产生绝望和无力。而君逍遥神色平淡到了极点，或许是因为无敌惯了，君逍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忌惮和惧怕。他催动神象镇域镜，通体金芒腾空而起，化为一头镇压寰宇的金色神象。这头凝结出来的神象无比凝实，栩栩如生，挤压满了天地。那股威势，光是看一眼都令人害破了胆。好强的气息，君家神子这门功法究竟从何而来？一群修士心头翻起骇浪，吃惊不已。无数人在瞩目，君逍遥独占4大天骄，将是何种结果？一力破万法，这世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力量无法破开的。君逍遥右手按下，20块大罗仙骨的力量再度加持而上，加上神象镇域镜本身10亿斤的神力，这力量简直了！轰隆，天穹震荡，诸天翻覆，好似整片空间都要被君逍遥一手捏爆。砰！虚空产生了风暴，仿佛无法承受君逍遥迸发出的滔天神力。轰！剧烈的爆响声传遍整个神朝黄豆。这一刻，黄豆所有人都是抬头望天，看到了他们一生难忘的一幕。碰撞的中央，像是有100颗核弹炸开了，远远望去，就像是天穹睁开了一只眼睛。这种碰撞，饶是盘武神主等强者都是神情惊异。盘武神主直接出手，限制了那股恐怖的波动。不过即便如此，他所释放出的空间囚笼依然在震荡。难以想象，那只是一个归一境天骄所释放的招式。在这种极致碰撞当中，4道吐血之声响起，杨盘、黄玄一、叶星云、王刚4人口中鲜血如不要钱一般狂吐，他们骨骼碎裂，身上都是伤，气息萎靡了一大截。怎么可能？黄玄一神情惊骇，叶星云一时脑海空白，有些回不过神来。王刚眼露骇然之色，
这种威势，哪怕是他的哥哥王家少帝王腾都是略有不如。当然，最为惊骇的还是杨盘，他嚣张桀骜，目中无人，之前更是放出消息说要与君逍遥决战紫禁之巅。结果现在别说他一人了，就算是4人齐上，都是被君逍遥碾压。这种反差太过巨大，若是消息传出去，他杨盘会成为天下间所有人的笑柄。不，我怎么可能会败？不可能！杨盘神色凝然，他性格的本质就是一个自私嚣张的小市民，只是因为一时气运才能登上如今冠军侯的位置。此刻受挫，自然是有些恼羞成怒。他直接是疯狂催动体内盘黄生灵剑的力量，一股生之气息弥漫，使得他身上的伤势迅速恢复，达到巅峰。那是盘黄生灵剑的力量吗？许多人惊疑。盘武神主则是喃喃道：只要有盘黄生灵剑在，杨盘的生机就难以泯灭，所以他天生便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盘武神主对杨盘的自信所在。而此刻，叶星云、黄玄一、王刚3人都是直接退出战场。他们知道，现在的君逍遥不是他们能敌的。君逍遥，休要得意，便让你尝尝盘黄生灵剑的力量。在杨盘的催动之下，一柄弥漫着古朴气息的古剑从他体内缓缓浮现而出。这并非只是一道剑影，而是真实的盘黄生灵剑。剑身之上描绘着山川河流、亿万生灵，还有远古先民祭拜的场景。古剑一出，就有一种浩瀚的威严在弥漫，仿佛是盘武大帝露出一丝威严。虽说盘黄生灵剑只是地兵盘黄剑的1/3，但那股力量也非是一般的古圣兵可比的，几乎都快接近准地兵了。当然，以杨盘的实力，显然也无法完全催动盘黄生灵剑的力量。说是催动，其实叫借用更加恰当一点。哼，不过是依靠一柄剑而已，竟然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君逍遥呵的一笑，真正的强大是来源于自身实力，而非外物。所以君逍遥一直都很注重自身实力的提升，肉身的修炼很少依靠各种外物。准地兵，君家难道拿不出来吗？当然拿得出来，只要君逍遥想要，别说准地兵，就连真正的极道地兵，君家都会借给他。但有用吗？失去了兵器，立刻就会被打回原状。所以此刻看到杨盘借助盘黄生灵剑之力，君逍遥显得很是不屑。就让我来打醒你吧。君逍遥喃喃，胸口一阵放光，至尊骨发动。杨盘借助盘黄生灵剑的力量，其剑尖一点，释放出璀璨剑芒，一剑仿佛可以划破天地。而君逍遥催动至尊骨的力量，一道炽烈绚烂的神霞从他胸口迸发而出，仿佛是上天降下的神劫洗礼。两势急招相碰，风雷震荡，天地激颤，一道浩瀚的法力涟漪席卷四方。若非盘武神主以空间束缚住这股波动，周围的那些年轻天骄绝对非死即伤。而在这般恐怖的碰撞当中，但见杨盘如同折了翼的鸟儿一般，从高天坠落而下，鲜血染红了胸前战甲。即便有天蟒角神铠的防护，亦是无法让他抵御那股冲击波动。而杨盘的目光亦是死死盯着碰撞中央，他想知道君逍遥的状态。然而当光华散去，涟漪平息，一袭白衣超然物外的君逍遥依旧淡淡立在原地。这杨盘的脸色刹那僵住，宛如看到了世上最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连盘黄生灵剑都祭出来了，竟然无法给君逍遥带来一点伤害。这一刻，杨盘开始怀疑自己祭出的盘黄生灵剑是不是假的。不错，若是你能完全释放盘黄生灵剑的力量，说不定真的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小危险。但可惜君逍遥微微摇头，之前在元天秘藏，连至尊魔师都无法给他带来什么大伤势。眼下杨盘即便祭出盘黄生灵剑，又有什么用呢？这不可能。杨盘有些失神，他最大的倚仗不就是盘黄生灵剑吗？可是现在杨盘的道心开始不稳了，在大战中还失什么？君逍遥背后延展出恶魔之意，身形一动，好似闪掠虚空一般，对着杨盘一手碾压而来。杨盘回过神来，也是急忙抵挡。轰轰轰！几式连招，阵地冠军侯连连吐血，即便有天蟒角神铠的防护，亦是无用。君逍遥一招路仙剑诀再出，浩瀚而璀璨的剑芒横空对着杨盘斩出。杨盘吓得亡魂皆冒，急忙以盘黄生灵剑抵挡。噗嗤，鲜血狂飙，杨盘身上的天蟒角神铠直接是被剑芒切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剑伤从胸口一直延伸到腹部。若非有盘黄生灵剑为其恢复，杨盘怕是直接就亡命了。轰！君逍遥从高天落下，一脚踩在杨盘的脸上。跳了这么久，现在清醒了吗？君逍遥淡淡问道。你……杨盘挣扎着，但却无论如何也翻不了身。君逍遥自身的神力差点就要把他的头踩爆了。羞耻、愤恨、暴怒、无力，种种情绪在杨盘心头翻滚。他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军侯，在盘武神朝如同土皇帝一般，而现在却是在大庭广众下，在无数势力眼中被君逍遥踩脸，这种耻辱终身难忘。公子，人群中秦轩眼眶泛红，激动到娇躯都在颤抖。那个令他无比痛恨却又感觉无力的仇人，此刻被君逍遥踩在脚下，如同一条死狗。哦耶，逍遥哥哥是最棒的，踩死那只大甲虫。江洛里一时捏着粉拳欢呼起来。之前君逍遥说要帮他出气，现在是真的解气。君家神子差不多了。终于高台之上，盘武神主发话了。
杨盘再如何也是神朝冠军侯，这般被踩着，着实有些丢盘武神朝的脸。一旁的武明月也不得不承认，看到杨盘吃瘪，他心里的确有些欣喜，但转而他又忐忑起来。君逍遥打败了杨盘，那岂不是说他有成为驸马的资格？哼，既然神主都发话了，那么君某给个面子又何？君逍遥一笑，他一脚踢出，加持沉魂巨力，一连串的咔哧声响起，那是杨盘的骨骼在破碎，他被一脚踹飞，重重砸在了一座偏殿上。这一幕让盘武神主眼角都是微微抽搐。君逍遥也知道，想在盘武神主的注视下杀杨盘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说了，杨盘也算是一颗韭菜，日后未必没有收割的价值。盘皇剑，君逍遥承认有点动心了，恐怕没有人会对帝兵不动心。那么今日这场比斗，盘武神主有些犹豫，不知该如何开口。本来按照剧本，应该是杨盘横扫四方，然后风风光光的成为驸马，迎娶武明月。但现在看着那躺在一片废墟中，浑身是血，无比狼狈的杨盘，盘武神主也是说不出让他当驸马的话来。也罢，安抚杨盘也未必非要用这种方法。盘武神主心中一想，若是能够拉拢到君逍遥这个妖孽，岂不比10个杨盘更有价值？想到这里，盘武神主开口道：“君家神子果然如传闻那般，有龙姿凤表，无敌气魄，看来最适合的驸马人选已经毋庸置疑了。”盘武神主一句话，顿时令四方哗然，这是要招君逍遥为驸马了。君战天倒是没有说什么，这是君逍遥自己的事情，他若愿意，君家也不会反对。江洛丽小脸立刻就变了，无比紧张，小手搅在一起。虽然江洛丽有时候表现得憨憨的，但有时候也非常聪明。比如现在，他就并没有上前去询问君逍遥的选择。当然，江洛丽自己自是不希望君逍遥当驸马了。虽说如君逍遥这般优秀的男子有3妻4妾也很正常，但江洛丽心里始终会有疙瘩。一旁江圣一竟是也有一丝忐忑的情绪，他同样不希望君逍遥答应成为驸马。我这是为了落脸。江圣一心里喃喃道，可究竟是因为什么，只有江圣一自己心里明白。除了他们之外，其余诸多崇拜君逍遥的女修士、脑残粉也是不希望君逍遥当驸马，他们可都是女友粉，幻想自己能够成为君逍遥的道侣。若君逍遥答应成为驸马，这些女友粉岂不是梦想破灭了？此刻天地间所有人都在等待君逍遥的回答，浑身是血的萧晨瞳孔都因为愤怒而颤抖。他无法想象，若君逍遥成为了驸马，他将会何等狂怒。盘武神主见到君逍遥没有立刻答应，微微皱了皱眉，再度扔出一个重磅炸弹。若是能够成为我盘武神朝的驸马，则可以获得一次进入盘武陵的机会。此言一出，四方哗然。盘武陵是盘武神朝最为古老且神秘的地方，传闻其中有和盘武大帝有关的存在。盘武陵也是盘武神朝最为核心的密地，一般而言，连那些王公贵族、皇子皇女都难以进入一次。而现在盘武神主竟然说，只要成为驸马就能够进入盘武陵一次，这绝对是下血本了。饶是君逍遥也是闪过一抹诧异，这盘武神主倒真舍得，到时候君逍遥随便从盘武陵里带出一样东西，很可能就是无价之物。当然，君逍遥来盘武神朝的目的就是为了盘武陵，一方面为了签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想要觉醒圣体的下一个意象。所以不论如何，盘武陵君逍遥势在必得。但是盘武神主想要借此将君逍遥和盘武神朝绑在一起，那就有些异想天开了。君逍遥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说道：“那么可否让君某进入盘武陵呢？”君逍遥，你是答应了吗？盘武神主淡淡一笑：“先让君某进入盘武陵。”君逍遥平淡道，哪怕是面对神朝之主，他脸色亦是没有波澜。盘武神主眸光深邃道：“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直接在今日完婚吧。君家神子同我神朝长公主也算是绝配了。”盘武神主想要直接让君逍遥和武明月生米煮成熟饭，这样就算是稳了。武明月闻言，脸色都是白了。而这时，一道厉喝之声响起：“不行，明月，你千万不能答应！”开口之人正是萧晨，他目中泛着血丝。若武明月最后真的和自己的血海仇人在一起了，那萧晨真的是要暴走了。被绿就算了，而且还是和仇人在一起，简直就是双倍快乐，不是双倍痛苦。萧晨，武明月咬唇，眸光复杂。他心里明白，萧晨想和他在一起，只是美好的幻想而已。君逍遥目光一闪，脸上陡然露出一缕玩味之意，向武明月传音。然而听到君逍遥传言的武明月，娇颜突然涌上一抹冰冷羞怒，因为君逍遥要让他彻底断了萧晨的妄想。如若不按照他的话说，君逍遥就会直接将他的女奴身份曝光。君逍遥，你也太混蛋了吧！武明月冷冷传音道：“啊，我这是为了萧晨好啊，毕竟整天这样吊着他也不好，是不是？不如让他断了念想，彻底放手，海阔天空。”君逍遥传音，嘴角带着一缕笑意，说得冠冕堂皇。当然，君逍遥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看看萧晨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机缘。武明月美眸流露挣扎之色，他不说，女奴的身份就会曝光。3、2，君逍遥脸色平淡，开始倒数。武明月深吸一口气，胸脯峰峦起伏。萧晨，抱歉，你我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就这样结束吧，忘了我。武明月说出这话时，玉手都在微微颤抖。萧晨闻言简直懵了，脸色呆滞。明月，你说什么？萧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武明月，
可是和他情投意合的女人啊。虽说并没有任何亲密接触，但在情感上，萧晨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人。结果现在，武明月竟然说出这样绝情冷漠的话语，说忘就忘，那怎么可能？萧晨无法置信，眼中蔓延血丝，疯狂摇着头，咬牙道：“是因为盘武神朝的压力吗？明月，这一定不是你的真心话。”武明月暗咬唇瓣，心里非常难受。继续，君逍遥淡漠传音。武明月面露隐忍之色，还是开口道：“萧晨，你我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都结束了。”萧晨如同泥塑一般僵在原地。此刻的武明月竟是让他仿佛看到了当初的拜玉儿，都是那样的冷漠绝情，翻脸不认人。而后他看了看君逍遥，怒火陡然冲上脑门。我明白了，是因为君逍遥，你还是觉得他比较好是不是？萧晨怒喝一声，太阳穴都快要爆炸了。一定是因为武明月看到了君逍遥的优秀表现后对其动心了，这才会拒绝他。这就是萧晨现在心中的想法。原来不论他怎么努力都比不上君逍遥。武明月，你这个贱人，枉我对你一片真心，你就是这么对我的？你和我那负心的未婚妻拜玉儿有什么不同？萧晨彻底癫狂了，浑身上下每一根血管好似都在抽动。他的未婚妻没了，他的父亲被杀了，青龙古国覆灭了，现在连他最后的希望武明月也是抛弃了他，成为驸马的梦想也破灭了，报仇更是遥不可及。他和君逍遥的实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疯了！萧晨彻底疯了！放肆！台上看到萧晨出口骂武明月贱人，盘武神主脸色一沉，一手扶出，扑哧一声，萧晨直接被击飞，口吐鲜血，狠狠砸在地上。若非青龙上人暗中以神魂之力护住萧晨五脏六腑，他可能直接就陨落了。然而萧晨恍若未觉，依然在疯狂笑着。哈，所有人都背叛我，所有人都离我而去。哈哈！萧晨浑身衣衫褴褛，灰头土脸，身上都是血，在大笑，癫狂无比。不是这样的，我是被逼的。武明月在默默流泪，非常心痛。君逍遥则是冷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圣母，也从不以正道的光自居。他有时候或许会有那么一点善意，比如帮助秦轩狠虐杨盘，但若是成为君逍遥的敌人，那就要有被他玩死的准备。萧晨，青龙上人也是彻底无言了。萧晨真的太惨了，即便有他的帮助也是如此。不，我萧晨还没输，我还有最后一个希望。萧晨猛然回过神来，神色中带着一缕疯狂之意。古朝里的那位古代怪胎说过，只要我找来99个童男以及99个童女之血，助他破风，他就可以帮我实现一个愿望。萧晨想到这一点，脸色扭曲，前所未有的疯狂。之前他认为这种事情丧尽天良，但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只要能够杀了君逍遥，让萧晨入魔化作厉鬼都可以。萧晨跌跌撞撞离开了紫禁城，神情如同地狱恶鬼。武明月看着萧晨离去，却是无法挽留。他眸光冷冰冰地看着君逍遥，暗中传音冷斥道：“君逍遥，你就是吃人的魔鬼？哦，是吗？那你怎么知道你所喜欢的萧晨不是魔鬼呢？”君逍遥露出一缕玩味的笑意。不可能，他心性如此坚毅，即便再遇到挫折也会振奋起来，不会做出任何有违天理的事情。武明月笃定道，这也是他喜欢萧晨的原因。萧晨的品格令他欣赏。哼，人心这东西是会变的吗？君逍遥笑了笑，看着萧晨跌跌撞撞离去的背影，君逍遥眸光深邃。他知道萧晨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想到这里，君逍遥暗中传音君仗剑，仗剑暗中跟着那萧晨，记住不要打草惊蛇，也不要被他发现，只要追踪记录就好了。君仗剑听到传音，微微点头，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君逍遥唇角勾起一抹笑意，想必要不了多久，萧晨背后的秘密也可以揭开了。不过眼下最重要的不是萧晨，而是盘武林的机缘。这老狐狸，君逍遥眼眸微微眯起，看着盘武神主。这盘武神主明显是要逼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盘武神朝驸马的身份。之后，君逍遥若是做出任何对盘武神朝不利的事情，这驸马身份都是枷锁，天下人都会骂君逍遥忘恩负义。盘武神主倒也老奸巨猾，想要牺牲一个武明月，将我和盘武神朝捆绑，但哪有那么简单？君逍遥唇角勾起冷笑，他生性自由，不受任何拘束，岂会和盘武神朝捆绑在一起？再说了，武明月现在的身份是他的女奴，君逍遥怎么可能和自己的女奴联姻？他若真想要武明月的身子，动动奴印就可以了，何必这么麻烦，还来争驸马身份？盘武神主，你未免也太过急切了吧？君逍遥微微一笑道：“哼，择日不如撞日，本皇也很希望女儿能够有一个好归宿。”盘武神主笑笑道：“好归宿？”君逍遥微微侧头，恐怕武明月现在心里头已经恨死他了吧？那从废墟中走出的杨盘听到盘武神主的话，脸色也是难看到极点。他也不傻，知道盘武神主已经不可能让他成为驸马了。哼，到最后还不是要本侯爷帮忙去寻找盘皇三剑？杨盘脸色阴沉，心里暗骂。他也没有躁动，同之前相比显得有些冷静。没办法呀，被打怕了。有盘皇生灵剑护身的他，虽不至于有性命危险，但一直都被君逍遥压着打。在没有获得新的机缘前，杨盘是不敢再乱跳了。好了，既然如此，宴席继续，只不过是成清宴了。盘武神主大手一挥，武明月脸色泛白，
要他嫁给君逍遥。虽说同杨盘相比，君逍遥的确要好太多太多了，但同样是一个火坑。更别说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君逍遥的女奴。到时候洞房花烛夜，君逍遥若想玩点什么特殊的主奴游戏，武明月不敢再想下去了。听到盘武神主的话，全场也是响起喧哗。诸多势力的天之娇女都是一脸羡慕嫉妒恨地看着武明月，江洛里则是有些失神，脑后2条马尾便颓丧地垂了下来。应该不会吧？将圣衣玉手微微一握，在他眼中，君逍遥应当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以他的身份地位和相貌，想要什么天之娇女不可得，也没必要中意一个神朝长公主啊。江圣衣越想越不是滋味，而后他忽然回过神来，发觉自己好像是在嫉妒那武明月。会吗？身怀先天道胎的他，道心圆融沉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也会产生这样的情绪波动啊？而就在四面响起喧哗之际，一道淡淡的叹息忽然响起。盘武神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好吗？非要君某撕破脸皮和你说话？听到这声音，满场喧哗都是沉寂了下来，一道道不可置信的目光齐齐落在君逍遥身上。江洛里等人脸色也是重新焕发出了神采，紧盯着君逍遥。盘武神主脸色微微一凝，道：君逍遥，你此话何意？何意？君逍遥一笑，道：你觉得武明月配得上君某吗？一句话令紫禁城所有人齐齐噤声，吃惊、震撼、呆然。在盘武神朝紫禁城当着盘武神主的面质问长公主武明月配不配，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当面打脸了。武明月唇瓣都快咬出鲜血，脸色苍白如纸，没有丝毫血色。君逍遥此话何尝不是对他的一种羞辱？君逍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盘武神主气势迸发，准至尊的气息扩散而出。盘武神主乃是一位准至尊强者，不过他显然不是盘武神朝的最强者。对于一个不朽道统而言，甚至连无上至尊都不是最强者。但可惜这股气势对君逍遥而言没有丝毫作用。原本君逍遥是想糊弄过去就算了，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也不用撕破脸皮。但盘武神主却偏偏要逼君逍遥当这个驸马，这就让君逍遥有些不爽了。既然盘武神主要设计他，那么他也只能反过来设计盘武神主了。正好君逍遥还有一招后手没有动用，这枚棋子君逍遥原本以为不会在今日动用，现在看来还真的要用了。这个驸马君某没有兴趣，但盘武林我也要进。君逍遥语气冷漠而霸道，此话激起惊天波澜，全场无数人震撼到头皮发麻。一个归一境天骄对一位准至尊强者这般放话，简直刷新了他们的眼界。而且这可是不朽神朝的驸马呀，多少天骄羡慕不来的身份，君逍遥却是一脸嫌弃。这一刻，许多男性天骄都是有些为伍，月抱不平了。而那些女修士则是一个个发出崇拜而狂热的尖叫，这才是他们心中倾慕和憧憬的君家神子，高冷殿下的感觉，而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喜欢上谁的烂情人渣男。嘻嘻，就知道逍遥哥哥不是那样随便的人。江洛里重新恢复的元气，银白俏脸露出娇憨的傻笑。江圣一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不过转念一想也是，君逍遥连江洛里都不怎么在意，更别说一个武明月了。君逍遥，你今天是来砸场子的吗？盘武神主眼神流露冰冷愤怒。若换做其他任何天骄，哪怕是不朽道统的天骄，盘武神主都会毫不犹豫一巴掌将其拍死。但换作是君逍遥，盘武神主却是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手。忌惮，太忌惮了！拍死一个君逍遥，等于一下得罪了君家和江家2大荒古世家，哪怕是盘武神朝都承受不起那种后果。君家和江家是御三家中的2家，实力和底蕴在一众荒古世家中也算是领头羊般的存在，一般的不朽道统都不敢随意招惹，更何况盘武神朝近年来略有颓势，连战略性武器地兵盘黄剑都是暂时没有找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真的招惹了2大世家，盘武神朝将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掀起不朽战。因此种种，盘武神主生生将怒意压制了下去，只是那眼神非常的冷。君逍遥负手而立，神色从容，嘴角噙着冷笑。他就喜欢盘武神主看不惯他又干不掉他的样子。这小子，盘武神主眼角微微抽搐，看到君逍遥嘴角噙着的笑意，他真想一巴掌拍过去，但理智还是让盘武神主收敛的杀意。看到那无动于衷的盘武神主，四周各方势力的长老前辈都是暗暗吸了一口气，看来君家的震慑力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君逍遥都这般羞辱挑衅了，盘武神主愣是怂得像个乌龟一样，连出手镇压都不敢。够了，君逍遥，既然你看不上神朝驸马的位置，那就走吧，我盘武神朝也不是非要你不可。盘武神主一挥衣袖，语气冷漠，这已经是他的最后一点颜面了。君逍遥仍站在原地，侧了侧头道：盘武神主，你没听明白吗？驸马身份，本神子不屑。盘武灵，本神子也要进。放肆！盘武神主气息都是忍不住暴乱了，他已经不追究责任，让君逍遥离开了。君逍遥竟然还这般得寸进尺。这时君战天上前冷冷道：盘武神主，注意你的言辞，我君家神子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呵斥的。盘武神主脸色冰凝。而这时武明月忍不住道：君逍遥，够了，明月承认明月配不上你，但请不要无理取闹。无理取闹？君某向来以理服人，何曾无理取闹了？
君逍遥眉梢微挑，故作讶异道。看到君逍遥这样子，武明月愤愤地磨着银牙，无耻！君逍遥实在是太无耻了。君逍遥若真的讲理，猪都能上树了。好，本皇倒要看看你能讲得出什么道理了。如果没有，那今日此事不可能这么算了。盘武神主冷声道。他已经退步了，若再继续示弱，那盘武神朝还有什么威信可言？道理还不简单吗？君逍遥手中出现了一块光影石，他目光转向三皇子，嘴角带着一抹淡笑。看到这个笑容，三皇子的心如同被巨石捆绑一般坠落了谷底。他心头生出了一种浓浓的不祥之意。不可能，绝对不会，他是在吓唬我。三皇子背上冒出一片冷汗，双腿开始微微打颤。君逍遥将法力灌注进光影石当中，那幽冥天血衣刺客的元神之影出现，伴随着的还有他说出的话：是盘武神朝三皇子买通我们幽冥天刺客，刺杀你的。光影石里的声音传遍了整个紫禁城，一时间四方死寂，无数人瞪大了眼睛，无法置信地看着那光影石中的景象。那盘武神朝三皇子竟然买通幽冥天的刺客，刺杀君家神子。一位顶级道统长老深吸一口气，心头极度震撼。这是不要命了吗？不朽道统最忌讳的就是传人被那些杀手刺客刺杀。完了，这三皇子要完了。四周在短暂的死寂后爆发出了惊天的喧嚣之声，所有人都感觉不可思议，没想到君逍遥会拿出这种证据。这怎么会？武明月玉容也是僵住了，感觉浑身发寒。刺杀君逍遥，这是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这种事情？盘武神主神情也是一脸错愕，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底气。扑通，三皇子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裤裆都是如湿了，散发出一股异味。不是，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三皇子汗如雨下，面色惨白的像是死人，身子如筛糠一般颤抖着。做了难道不敢承认吗？我可是有证人的。君逍遥轻笑道。人群中一位绝丽女子走出，正是天晴女。她美眸冷淡地看了三皇子一眼道：天晴女可以作证，之前在仙琼楼，三皇子就对神子大人怀有浓重敌意。之后神子大人也的确来到了天晴女的居所，谈情论道，想必是在神子离开后他才遭到刺杀的吧。天晴女的话无疑更加坐实了事情的真实性。天晴女，三皇子闻言一口血差点涌上来。他苦苦追求天晴女许久，更是送出了许多宝贝，连仙缘都是舍得送出。结果现在天晴女竟然这样坑他，不带一点犹豫。天晴女玉容冷淡，带着一股生厌道：神子大人是何等绝世人物，岂是你想刺杀就能刺杀的？说完，天晴女转手看向君逍遥，立马换了一张乖巧微笑的神情，好像希望能够得到君逍遥的夸赞和认可。君逍遥微微一笑，对天晴女淡淡点头。天晴女也是笑了，非常知足。看到这一幕，三皇子脸色涨紫，终于是吐出了一口老血。他心目中的女神成为了君逍遥的母舔狗，而现在更大的危机才刚刚到来。LT BDGT 证据落实后，君逍遥神色冷淡道：盘武神主，你们神朝三皇子刺杀本神子，这笔账该如何算？君逍遥的话令盘武神主脸色沉到极点，他转头看向三皇子，恨不得一掌拍死这个逆子。今天整个盘武神朝的脸都被丢尽了。武明月一时惶恐，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君战天等几位族老上前，老脸带着一股怒火和冷意：盘武神主，是否该给我君家一个交代？盘武神主一时竟是被逼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就在这时，远空忽然有一道琴音杀刃破空而来，目标赫然是三皇子。是谁？盘武神主反应过来，然而已经晚了。噗嗤，杀刃横过，血溅长空，三皇子人手分离，头颅高高抛起。他的脸上犹带着震惊、疑惑、恐惧、后怕种种神色。该死，谁敢杀我儿？盘武神主暴怒，气息迸发，一道清冷如霜的声音从虚空深处传来：敢对少主不利者，杀无赦！整个紫禁城所有势力的修士都是还没反应过来，他们还沉浸在方才的震惊当中。然而这一刻，便是看到了三皇子人手分离的这一幕，所有人错愕，脑海一片空白，一时没有回过身来。在盘武神朝黄都紫禁城，当着盘武神主的面杀了盘武神朝三皇子，这该是有何种勇气才能做出这种事情？哪怕是君家，也得先问责之后再做裁决吧。可这转眼间，三皇子就身首异处，这未免也太快了，令人半晌回不了神。盘武神主脸色发青，一声长啸，抬手探去，准至尊气息爆发，轰向远处虚空。他暴怒愤懑，没想到真的有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杀他的儿子。远处虚空有琴音声铮铮响起，同盘武神主的招式碰撞，令空间破碎。终于，一道灰衣绝世的身影显化而出，那是一位灰衣女子，盘坐于虚空深处，一把交尾琴置于膝前，灰袍宽大，衣袂飘飘，却难掩傲人的身材。三千青丝长而凌乱，遮掩了大半容颜，偶有微风拂过，露出一小半仙颜，也是银白如雪，梦幻似的美丽。她的美不弱于江圣依，甚至还有一种岁月沉淀的神秘沧桑感。那位是？紫禁城内大半修士都是呆住了，他们没有想到出手击杀三皇子的竟然是一位女子，而且是一位强大到极致的女子。许多男性修士看到灰衣女子的一角仙颜，都是愣住了，惊叹于她的美丽与神秘。不对，你们看那灰衣女子的眼睛，怎么有一种重开天地、演化混沌的感觉？一位大势力长老吃惊道。这时，
众人才发现那灰衣女子双瞳虽被青丝遮掩了些许，却仍旧可以隐约看到其中仿佛有日毁星辰、重演混沌的恐怖景象，而且那瞳人好似重叠在了一起，呈现双环模样。莫非是传闻中的重瞳？许多人狂吸一口气，神色中难掩震撼。重瞳乃是一种极度稀有的至强瞳眸，在3000体质中亦是排在前30位，恐怖到极点。看到这样一位神秘而超然的灰衣重瞳女子出现，全场都是噤声。你是？盘武神主看到灰衣重瞳女子，瞳孔骤然一缩，连他这位准至尊都是感觉到了一种隐隐的压力。君逍遥则是略微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护道人竟然是一位女子，而且还是一位强大到极点的女子。盘武神主可是一国皇主，修为绝顶，敢和他对峙的人绝对不多，更何况是一位女子。但是现在那盘坐于虚空深处，神秘莫测、风华绝代的灰衣女子，气势丝毫不弱盘武神主。敢以阴谋陷害少主者，皆杀无赦。灰衣重瞳女子语气淡漠。君逍遥听到此话，眼中闪过莫名意味。灰衣重瞳女子对他的称呼并非公子、神子等等，而是少主，这就耐人寻味了。你难道是那位？忽然盘武神主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脸上露出极度的意外和忌惮之意。在场一些大势力的老人也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过神来。老夫记起来了，这位灰衣重瞳女子是一位老人，目露金色。他没有想到这位竟然再度显示了，而且还成为了君逍遥的护道人。九姑娘还是出手了。君战天喃并不意外，她是当年追随白衣神王君无悔的神王8部众之一，重瞳情女阿九。一位不朽道统的长老忍不住失声惊呼道。此言一出，四方掀起惊涛波澜。如果说君家这一代的领军人物是君逍遥的话，那么上一代就是君无悔。他的强大已经无需用言语去赘述。总而言之，连他的8位追随者随便拿出一个来，都是横扫四方无敌的存在。而这灰衣重瞳女子阿九，正是当年君无悔的8位追随者之一。竟是这样，君逍遥恍然，怪不得之前君战天说他的这位护道人来历很不凡，没想到竟是自己父亲曾经的部下。而这时天晴女亦是脸露惊容道，是他，那位好像就是我的师傅曾说过的让他望尘莫及的存在。天晴女的师傅乃是仙武秦宗之主，情意冠绝整个仙域，能让他都望尘莫及的存在，可想而知何其超然绝世。这下灰衣重瞳女阿九的身份彻底曝光，四下哗然。盘武神主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那位女子且不说自身何其强大，她的身份才是最让人忌惮的。白衣神王的追随者。虽说10年前发生了那场变故，没有人知道白衣神王君无悔现在是生是死，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小觑。我杀他，你有意见？阿九嗓音清冷而漠然，盘坐高天之上，如同一尊古老的女仙。盘武神主从未有过这么憋屈的时候，他想出手，但是后果无法估计。看着盘武神主变幻的脸色，周围许多人都是暗暗啧舌。能将一位不朽神朝之主逼到这个程度，君逍遥身后的力量太恐怖了。此事的确是本皇那逆子做错了，这也算是他应得的惩罚吧。盘武神主闭目良久，而后才开口道，一语令四方安静。 LTB GT 堂堂不朽神朝之主终究还是服软了。父皇武明月同眸颤抖，没想到他们不朽神朝竟然也会有这般低头的一天。君逍遥脸色倒是没有太大变化，开口道，既然如此，那君某是否可以进入盘武陵了？君逍遥，你不要太过分了。盘武神主脸色已经黑到了极点。君逍遥不仅当众羞辱武明月，说他配不上自己，更是连三皇子都是被杀了。而现在君逍遥竟然还想进入盘武陵，换作是谁都无法咽下这口气。君逍遥脸色倒是平平淡淡，说道，三皇子陨落是他应得的惩罚，但君某的损失总该补偿吧。损失？盘武神主简直想一巴掌拍死君逍遥。君逍遥损失什么了？没缺胳膊没少腿，纯属来讹人的。然而就在局面僵持不下之际，一道古老而沧桑的嗓音缓缓从皇宫深处响起，算了吧，给君家神子进入盘武陵的机会。听到这声音，盘武神主脸色一变。发出这声音的不是别人，正是盘武神朝的老皇主，一位无上至尊强者。为什么会这样？盘武神主百思不得其解。老皇主为何开口说给君逍遥一个机会？不过盘武神主也是不敢顶撞老皇主，只能认了。哼，既然老皇主不计较，给你一个机会，那就如此吧。盘武神主脸色漠然道。什么？真的是那位老皇主发话了？四周许多惊疑声响起。那位老皇主可是一位绝顶强者，已经退隐了多年，不曾想今日风波竟然也惊动了他。更让人错愕的是，老皇主为何会同意让君逍遥进入盘武陵？外界许多人都是有些无法理解。而此刻在皇宫深处一处古老的地下密室内，3道人影相对坐，其中一位乃是头戴皇冠的老者，带着至尊气息，正是盘武神朝的老皇主。而在他对面盘坐着2道身影，其中一位干瘦的灰袍老者正是君家18族，而另一位也是一身灰袍，只是外表看上去像是一个10岁孩童，眼神却是非常沧桑，老气横秋。没想到啊，连君家16族也出事了。老皇主苦笑一声，在地下买久了，也该出来活动活动身子骨了。像是孩童般模样的16族，
扭了扭脖子，皮笑肉不笑道：“老皇主眼角微微抽搐，这位君家16祖看上去像个孩子，但其实辈分古老的吓人。传闻君家16祖在10岁时吞服了一枚长生道果，从此以后就一直保持着10岁孩童外貌。不过，若因为他的外貌就低估他的实力，那就有些愚蠢了。16祖的实力比起18祖只强不弱。哼，两位的来到真是令我盘武神朝蓬荜生辉啊！”老皇主干笑着，心里却颇为无可奈何。不错，老皇主果然大度，能让我君家后人进入盘武陵。来，敬一杯。18祖扯出一个笑，举起桌上酒杯。客气客气。老皇主也是举杯，但是心里苦啊。君家这2位老祖可是笑面虎，若他不同意让君逍遥进入盘武陵，那接下来他要吃的可就不是敬酒，而是罚酒了。老皇主实力虽强，但也经不住君家2位老祖的逼迫，只能退步服软。这密室内发生的一幕，外界并不知道，他们还在疑惑盘武神朝的老皇主心胸何时这么开阔了？莫非是老祖来了？君逍遥目光暗敛，猜测道：“能够让盘武神朝的老皇主服软，应该也只有君家老祖级人物了吧？只是单单一位18祖，能够让老皇主如此忌惮吗？”君逍遥微微摇了摇头，他倒也没有多想，反正自己的目的能达到就够了。随后，盘武神主冷着脸，十分不情不愿地为君逍遥开放了盘武陵。盘武陵位于紫禁城深处地下，入口处矗立着一座古碑。君逍遥来到此地，看着古碑，隐约间他仿佛有所感应。看来在这盘武陵内，我当有不小的收获。君逍遥淡笑，周围许多势力的人追随了过来。他们虽然不能进入盘武陵，但哪怕只是在外看看也是好的。他们也想知道君逍遥这么想进入盘武陵究竟是为了什么。进去吧，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若是出来了就不能再进去。盘武神主冷冰冰道。哦，里面还会有危险吗？君逍遥问道。有我盘武神朝直系血脉之人，自然是没有危险，但若是外人嘛，盘武神主没有多说什么，但话语之中显然不乏威胁之意。哼，君某连至尊模式都抗衡过，难道还怕区区一个盘武陵？君逍遥笑了，一甩衣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闪身靠近古碑。他的身形顿时被一阵光芒笼罩，消失不见。听到君逍遥的话，盘武神主脸色更冷了，周围所有围观者也是暗暗啧舌。的确，各种危险的秘境对君逍遥来说好像都可以逢凶化吉，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在外界众人等待之际，君逍遥却是已经来到了盘武陵。放眼望去，整个盘武陵更像是一座地下宫殿，到处都弥漫着古老沧桑的气息，好像是一座尘封的宫殿群一般。君逍遥神情悠然而从容。然而就在他踏出去没多久，地面忽然亮起了阵法纹路，道道阵纹蔓延开来。倏然，君逍遥感觉周围重力好似变强了许多，像是有一座太古山月压在他的肩头。这算什么考验吗？君逍遥挑眉，还没待他多想，几根青铜剑矢便是带着锋锐的气息破空而来。君逍遥随手一探，击碎那些剑矢。轰轰轰，地面再有节奏的震荡。旋即，一排排青铜傀儡从盘武陵深处轰鸣走来，这其中有手持青铜长戈的傀儡，也有手持长弓弩箭的傀儡。这是兵马俑？君逍遥挑眉，不以为然。不过转念一想，盘武陵传闻乃是皇室陵寝，有类似于兵马俑一般的护卫，倒也可以理解。此地的阵法加上这兵马俑一般的天骄，说不定真的要被逼退。君逍遥轻笑一声，他总算明白方才盘武神主口中的威胁是什么了。一般的天骄的确难以寸进，根本无法深入盘武陵，但对君逍遥而言，这种考验未免有些无聊。轰隆隆，君逍遥催动荒古圣体和神像阵御境之力，金色气血升腾而起，化为栩栩如生的金色神像。神像猛然冲出，象鼻一卷，一群青铜傀儡被击飞。这些傀儡每一个都堪比归一境天骄，加上刀枪不入，没有痛觉，更像是杀戮机器。可惜在君逍遥面前都不顶用。君逍遥再度并指为剑，一剑斩出，陆仙剑诀施展而出，浩荡的剑芒直接撕裂了前方青铜傀儡战阵。君逍遥背后恶魔之翼延展而出，化作一道流光，轻而易举突破了防线。若是盘武神主看到这一幕，定然也会错愕。盘武陵内针对年轻至尊的考验，对君逍遥而言几乎没有丝毫作用。而君逍遥在深入盘武陵后，他的脑海中再度传来了系统的机械提示音：叮，恭喜宿主到达签到地盘武陵，是否签到？签到。君逍遥道：叮，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盘黄岁月剑。随着系统话音落下，君逍遥面前虚空陡然被划开，随即一柄带着古朴之意的古剑便是出现在君逍遥面前。这柄古剑同君逍遥之前在杨盘身上看到的那柄古剑差不多，只不过那盘黄生灵剑弥漫着苍生气息，剑身上也是雕刻着亿万苍生，而这柄盘黄岁月剑通体流淌着古朴悠远的岁月之意。在这柄剑身上所雕刻的乃是日月轮转、四季更迭、周天星转、岁月流逝，光是看一眼就给人一种沧桑的气息。有趣，没想到竟然能得到盘黄3剑之一。饶是以君逍遥沉着冷静的性格，此刻也是难得露出欣喜之意。签到奖励虽然是随机的，但有些时候好像也同签到的有些许关系，这其中没什么规律可言。
不过不论怎样，能够得到7星奖励，而且还是盘黄岁月剑，这对君逍遥而言绝对是意外之喜了。难道我从飞球进化成欧皇了？君逍遥喃喃，他上次在朱雀古国皇宫签到，也不过得到4星奖励而已。微微摇了摇头，君逍遥抬手握着盘黄岁月剑，霎时他感觉到了一股岁月之力在流淌，他的整只手臂都好像要在时间中衰老一般。而这时，他手臂内的20块大罗仙骨放光，抵御了这股岁月之力的侵蚀。有意思，若是其他人得到这盘黄岁月剑，一时半会还难以动用。君逍遥道，岁月之力非常玄妙，而且恐怖。一般人若是靠近这盘黄岁月剑，怕是立刻就会衰老化，除非是一些强者能够以自身实力硬撑。君逍遥心念微微一动，手持盘黄岁月剑，随意一剑朝后方那些青铜傀儡斩去。霎时，一道半虚幻的剑芒扫过，那些青铜傀儡纷纷开始腐朽老化，然后直接是化为了一地的铜锈粉末。的确很强。君逍遥微微点头，以他现在的境界，也发挥不了盘黄岁月剑的多少力量，但这随意一剑，威能却是强大到极点。忽然，君逍遥胸口内的至尊骨再度颤动了起来，好似产生了某种共鸣。至尊骨又产生异动了，上次是因为那轮回道经。君逍遥喃喃，这样想来，至尊骨的下一个神通，貌似同岁月轮回之力有关。看来之后有空得去一趟圣灵书院，查看一下那轮回圣灵能否令我的至尊骨产生蜕变。君逍遥自语，他将盘黄岁月剑收入空间法器当中。若那盘武神主知道他辛辛苦苦找寻的盘黄岁月剑，我随手签到就得到了，怕是会气得吐血吧。君逍遥不由一笑。眼下盘黄生灵剑在杨盘手中，盘黄岁月剑在君逍遥手中，最后只剩下盘黄虚空剑了。不急，我之所以留杨盘一命，不就是为了拿他当苦力去寻找盘黄虚空剑吗？到时候我只要抢他的就好了。君逍遥算无一策，早就想到了后手。杨盘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帮他寻找最后的盘黄虚空剑，那盘武神主显然也是抱着这个想法。不过君逍遥倒不介意，他要得到的东西谁都抢不走，光是这盘黄岁月剑就不算白来一趟。君逍遥继续前进，即便最后君逍遥没有找到圣体意象蜕变的机缘，他也没什么可惜的了。一柄剑回本了。在摆脱了那些青铜傀儡后，君逍遥也是继续深入盘武陵。古老的殿宇蒙着厚厚的灰尘，其中大多数殿宇都是空荡荡的，显然里面的机缘早就被盘武神朝搜刮走了。至于那偶尔遗落的一些圣丹、宝药、圣药、王侯兵器等等，君逍遥完全不在意。这时，一座特殊的宫殿忽然出现在了君逍遥视野中。那座宫殿位于盘武陵深处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周围荒草成堆，外面甚至有一些锁链圈住了那一个区域，好似不想让人接近一般。咦，那是君逍遥眸光暗敛。这盘武陵内大多数地方都能看到有人探查过的痕迹，唯独那一处殿宇貌似没有人迹，而且周围似乎有血色的雾气在缭绕。让君逍遥感到好奇的不仅是那殿宇的异状，更是因为他的荒古圣体隐约间竟是有了一丝反应。君逍遥心下一定，直接是踏步而去。他推开了殿宇的门，里面一片漆黑，一股古阴风吹拂而出，一般人绝对吓得汗毛倒竖，君逍遥却淡然自若。他的荒古圣体克制一切妖鬼邪祟、阴暗力量，所以根本不虚。就在这时，黑暗深处响起了哗啦啦的锁链声，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什么被锁链囚禁住的东西开始移动。就在君逍遥凝神之际，一道血色拳风猛然从黑暗深处暴轰而来，同时发出的还有野兽一般的嘶吼之声。什么鬼？君逍遥右臂横推而出，20块大罗仙骨放光，无比神圣的气息缭绕而出，同那血色拳风碰撞在了一起。轰！一声震荡，整座宫殿都在颤抖。而在大罗仙骨光芒的映照之下，他也是看清楚了面前那道身影，赫然是一个长发垂到地上，宛若野人一般的身影，一双猩红的眸子充斥着混乱狂躁之意。但让君逍遥在意的不是这野人的形象，而是他的体质，竟然也是荒古圣体。砰！一击碰撞之后，君逍遥和那野人身影同时倒退。君逍遥的手臂都是发麻，还好有大罗仙骨和神象阵御境的加持，不然结果难料。君逍遥眼神很是凝重，在这盘武陵深处被封禁的殿宇之内，怎么会出现一具荒古圣体？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荒古圣体，这荒古圣体感觉像是经过了某种改造异变之后的堕落圣体。没错，就是堕落圣体。因为圣体的气血都是璀璨而神圣的金色，而这堕落圣体的气血却是一种不祥的暗红色。这具堕落圣体绝对不会是盘武大帝，到底是何种存在？君逍遥心底充斥着疑惑不解。是谁将荒古圣体变成了堕落圣体？直觉告诉君逍遥，应该不是盘武神主等人的手笔。若真是盘武神主等人所为，他也没必要将其封禁在这盘武陵内。这具堕落圣体更像是从久远之前就一直被封禁在此，盘武神主等人也是不管不顾，估计他们也管不了。因为眼前这具堕落圣体几乎丧失了理性和神识，就像是一头疯狂的野兽。好，就在那具堕落圣体想再度冲杀而来时，他的身躯被限制住了，有锁链缠绕在他的脖颈以及手腕、脚腕处，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镇压符文。君逍遥稍微靠后一些，就不会被堕落圣体攻击到。
怪不得我感觉这具圣体的力量不是特别强，原来是被封禁住了。君逍遥喃喃，同为荒古圣体，他也隐约察觉到了，面前这具堕落圣体差不多打破了4重枷锁，这在禁古环境而言已经是极为不易了。毕竟不是谁都像君逍遥这样天生打破了10重枷锁，而且这具堕落圣体的修为，君逍遥也大概察觉得到，在圣人境左右。君逍遥眸光变幻，有封禁锁链在，这具堕落圣体还无法威胁到他。只是若就这样离去，君逍遥的确有些不甘。他相信，在这座殿宇深处，一定有关于荒古圣体的某种秘密。君逍遥看向堕落圣体，脑中忽然灵光一闪，若是能够将这具堕落圣体暂时镇压住，然后带走，君逍遥思索着，好不容易进来一次盘武陵，能带走的东西，君逍遥都一定要带走，莫必要跟盘武神朝客气。想到这里，君逍遥也是想到了一种办法，以自身的荒古圣体气血，暂时压制住堕落圣体的混乱魔性。这个办法不一定100%能够成功，但可以一试。君逍遥先是催动万圣朝拜意象，周围虚空浮现万道圣人虚影，齐齐对君逍遥朝拜，一股浩瀚的伟力盖压四方，饶是那具堕落圣体亦是被压制了许多。然后君逍遥开始催动自身荒古圣体的气血，金灿灿的气血升腾而起，带着一股神圣祥瑞净化一切邪祟的气息。君逍遥抬手一探，无尽金色气血在他掌中化为一方金灿灿的气血烙印。君逍遥直接是一掌将这气血烙印轰击在了堕落圣体的脑门上，堕落圣体发出嘶吼咆哮之声，痴痴的白烟从他头顶涌出。君逍遥持续输送金色气血，终于暂时将其混乱的神识给封禁住了。换做其他人，想要降服这堕落圣体几乎没有可能，但同为荒古圣体的君逍遥却是有这个能力，他甚至能够带走这具堕落圣体。君逍遥没有浪费时间，直接是进入古典深处探查。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些陈旧的卷轴都快腐朽老化了，弥漫着时间气息。君逍遥大致扫了一眼，露出些许吃惊之色。原来是这样。君逍遥深吸了一口气，这具堕落圣体乃是盘武神朝前几代的一些强者想要重现盘武大帝的辉煌，他们想要硬生生再度造出一位盘武大帝，因此他们花费了无数时间才找来这么一具稀有的荒古圣体。他们想将这具荒古圣体培养成打破10重枷锁的大成圣体，最后令其成长起来，成为新一代的盘武大帝，守护神朝。然而想要打破10重枷锁何其困难，跟逆天没什么区别。在打破了2重枷锁后，这具荒古圣体难以寸进，然后盘武神朝的那些强者则开始尝试一些歪路子，想以其他特殊的方法打破圣体枷锁。最后实验的结果则是令荒古圣体陷入了狂乱，而且在最后似乎还引来了某种诡异的不祥。这种不祥导致实验终止，许多人因此丧命。荒古圣体也是化为了堕落圣体，被封禁于此。之所以没有将其销毁，怕是因为盘武神朝依然不死心，想留待日后说不定能找出某种方法。然而盘武神朝一代代开始衰微，连盘黄三剑都没有找到，哪里还有心思去处理这具堕落圣体，因此才一直将其封禁留存到现在。竟然还有这种事情，想强行培养出一具大成圣体，塑造出新的盘武大帝。君逍遥微微摇头，他觉得那些盘武神朝的强者脑子一定秀逗了。只不过这具堕落圣体最后引来的不祥是什么，卷轴上也没有记载，而且那种不祥似乎是专门针对荒古圣体的。此事日后再说，其中有些资料对我很重要。君逍遥开始将各种资料收集，这其中不仅有关于这具堕落圣体的资料，也残留着一些盘武大帝留下来的关于圣体的体悟。这些体悟对君逍遥才是最重要的，很有可能启发他觉醒下一种圣体意象。虽说以君逍遥自身的天赋，无需太长时间也能觉醒下一种意象，但有了盘武大帝的感悟，进度会加快许多，不用消耗太长时间。收集完资料后，君逍遥也是回过身，来到了堕落圣体身边。这具荒古圣体倒也可怜，被盘武神朝之人生生变成了堕落圣体。君逍遥拿出盘黄岁月剑，斩向封禁锁链。这些封禁锁链极为坚固，蕴藏封禁之力，但在盘黄岁月剑的岁月之力加持下，依旧是被斩断了。君逍遥直接是将这具堕落圣体收进了空间法器当中。本来活物是不能收入法器当中的，但这堕落圣体已经近似于行尸走肉般的傀儡，所以倒也可以放入。君逍遥之所以带走这具堕落圣体，是因为心中蓦地浮现出了一个想法：既然同为荒古圣体，那么君逍遥若是将自身真灵分化一部分纳入堕落圣体体内，那么是否就能够操控这具堕落圣体？一想到有这种可能，君逍遥眼中便是燃起火光。再怎么说，这可是一具圣人级别的荒古圣体，若是能够复苏，被他操控，将会发挥出何其恐怖的威力。一想到有这种可能，君逍遥心神都是微微激荡。收起荒古圣体遗骸后，一切也算功德圆满。君逍遥这次进入盘武陵内，签到得到了盘黄岁月剑，得到了圣人境的堕落圣体，还得到了盘武大帝的圣体感悟。总而言之，盆满钵满，不虚此行。随后君逍遥离开了古殿，朝着盘武陵外掠去。盘武陵内的其他机缘，君逍遥压根看不上眼，此地也没有仙缘之类的资源，因此君逍遥毫无留恋，直接离去。外界许多人还在议论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特别是君逍遥的表现令人惊艳到极点。盘武神主等人则一直都是黑着一张脸。这次盘武神朝
丢人丢大发了。之后怕是会被仙域各方势力嘲笑许久。而就在这时，进入盘武陵的古碑处，一道光芒垂落，从中走出一袭白衣无尘的绝代身影，正是君逍遥。咦，是君家神子？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许多人看到君逍遥现身，都是一脸错愕。他们原以为君逍遥最少也会在里面待个几天几夜呢，莫非君家神子没有通过考验，被逼出来了？一些人想到。盘武神主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道：君逍遥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盘武陵内的机缘也不算少啊。他这话就是在赤裸裸的嘲讽了。哼，收获还算好吧，足够了。君逍遥不以为意，他现在心情倒是不错，毕竟收获良多。看到君逍遥的笑，盘武神主本能心底一个咯噔，察觉到些许不妙，然后他直接是在众人异样的神色当中闪身进入了盘武陵。随后众人只听得到盘武神主的一声怒吼：我的乖乖，君家神子到底从盘武陵内带走了什么东西？对啊，听盘武神主的怒吼，感觉他的心在滴血。君逍遥淡淡一笑，荒古圣体的价值毋庸多言，哪怕是堕落圣体也是价值无量，更别说日后或许还有机会复原。君逍遥这下带走了堕落圣体，盘武神主绝对要气得吐血。古碑出口，盘武神主身形出现，脸色沉凝到极点。君战天则是一步踏出道：盘武神主，这机缘谁得到就归谁，你可不能反悔。盘武神主喘气如牛，最后深吸一口气，背过身去道：走吧，别再让本皇看到你。盘武神主是真的怕君逍遥这尊大佛了。哎，君某还想在神朝逗留几日，欣赏风景。盘武神主不用急着下逐客令。君逍遥从容一笑。盘武神主背影微微一颤，而后冷声一挥手道：宴会结束，各自散了吧。说罢，他身形一个模糊，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眼不见为净。盘武神主躲还不行吗？看着那直接离去的盘武神主，周围许多势力的修士也是啧啧感叹，能把不朽神朝之主气成这样子，也算君逍遥有本事了。盘武神朝的宴会就在这般令人料想不到的结局中结束。谁也想不到，神朝长公主责驸马的宴会，到最后竟然会变成君逍遥一个人的舞台。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这次恐怕是冠军侯大出风头的机会。之前君逍遥未曾应战时，也有许多人借此抹黑君逍遥。结果现在，君逍遥抬手间镇压杨盘等四大天骄，简直不要太过轻松。各种谣言不攻自破。宴会结束后，各大势力也是开始返回。可想而知，这个消息要不了几日就会传遍整个荒天仙域。玄烨，我们难道就这样离去吗？凤青灵脸色很是不好看。他们出事时野心勃勃，想打败君逍遥，一战成名。万皇灵山的老祖也是很期待他们的表现，让他们不要堕了万皇灵山的威名。结果现在，凤青灵一开始就被君逍遥狠虐，黄玄一和其余三人联手也是打不过君逍遥，两人可谓丢脸丢到了家。许多人看向他们的目光也是隐约带着戏谑之色。现在那些人都说，我们万皇灵山和祖龙朝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凤青灵没好气道：那有什么办法？这君家神子的确强大到令人恐惧，看来只有皇子和凤女两人出事才能对付君逍遥了。黄玄义也是颇为无奈，皇子和凤女需要他们两人出事？凤青灵倒吸了一口气，美目露出吃惊。皇子和凤女乃是万皇灵山当代天资最为超凡的两位绝顶天骄，他们一人身怀真皇血脉，一人身怀祖凤血脉，血脉之力强大到极点，修为亦是恐怖绝伦。更有人将万皇灵山的皇子凤女与祖龙朝的龙傲天比肩，那是当然，甚至于他们两人出事和君逍遥对上，胜负也可能是五五开。黄玄义估摸道。凤青灵颓丧地摇了摇头，这次出事他受到了太大的打击。而另一边，叶星云眼眸也是非常沉冷，他没想到四人联手竟然还不是君逍遥的对手，看来必须要找到遗留的那一处星宫秘藏了，那是专属于我的宝库，只要能够得到，我的实力将一飞冲天，到时候君逍遥也只能被我甩在身后。叶星云暗想道。北地王家那边，王刚的脸色也不太好，除了他哥哥王腾之外，王刚自问不输任何人，现在却是被打得这般凄惨。哼，君家神子又如何，还是比不过我的哥哥王家少帝。王刚冷哼一声，他自己比不过君逍遥，只能拿他哥哥来比了。最后则是最丢脸的杨盘，毕竟是他亲口约战君逍遥的，而且还大言不惭说君逍遥不敢应战他，而现在现实像是一个个巴掌狠狠打在他的脸上。杨盘甚至都能感觉得到周围有无数道嘲讽讥笑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该死啊！杨盘紧捏拳头，骨节都是发青，必须得再多找其他的机缘提升自己，而且最主要的是赶快找到其余的两件，只有盘皇三剑合一，我才能够杀了这群逍遥。杨盘眸光血红，如同择日而噬的蛇，嫉妒、暴怒、愤恨，种种负面情绪在他心头翻滚。君逍遥不死，他胸中一口恶气难平。盘武神朝宴会结束后，其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也是传遍了荒天仙域，一时间君逍遥再度成为了无数人口中议论惊叹的对象。上一次引起这般轰动还是在元天秘藏抗衡至尊魔师时，不过这次则更加轰动，因为君逍遥打脸的可是一个不朽神朝。当然也有一些男子为武明月感觉可惜，好好的一个红颜佳人被这样闹一番，选驸马的事情也泡汤了。原本可以当驸马的君逍遥却是看不上武明月，这让很多男性修士愤愤，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能大到这种程度？他们可望不可及的女神君逍遥却不屑一顾，懒得要。宴会结束后，各方势力离去，江洛里等人也是依依不舍离去。经过这次事件后，江洛里对君逍遥更加喜欢和崇拜了。至少君逍遥不是那种对女人来者不拒的渣男。君逍遥也很无奈，他只是不想和自己的女奴联姻而已。怎么一下就变成了其他女人眼中的三好男人了？这些女人脑补的也太厉害了吧！事后，君逍遥倒是没有直接离去，而是在黄都逗留了几天。他之所以逗留，自然是因为还有一件事要办。夜深，黄公子进城，万籁俱寂。一道白衣身影悄然来到了一处偏殿前，正是君逍遥。门口一个小丫鬟正迷迷糊糊在打盹，正是武明月的贴身侍女喜儿。喜儿俏目朦胧惺忪，忽然看到月下一道白衣超绝的身影缓步而来，一时迷糊了。是仙人下凡了吗？喜儿咕哝道。他以为自己在做梦。武明月在里面吧？君逍遥淡淡道。是君家神子。喜儿猛然回过神来，瞪大俏目，神色中带着欣喜激动的意味。他如同小鸡啄米一般点头道：公主殿下在的。好。君逍遥直接是推门而入。喜儿双手合十，一脸欲醉的模样。喜儿竟然和君家神子说上话了，天啊！从近处看来，神子更加完美无缺，如月下谪仙人。喜儿兀自陶醉在君逍遥的魅力中，无法自拔。殿宇之内，一处梳妆台前，武明月绝美的面容带着憔悴之意，看着面前铜镜，独自伤神。近日发生的事情，对于她一个女子而言，何其残酷！被迫和萧晨断绝关系，当众被君逍遥嫌弃，她堂堂神朝长公主，现在成为了一个笑话。换做任何女子都无法承受，甚至连寻死的心都会有。不过武明月倒也算坚强，她内心还有一个支撑，就是萧晨。她相信以萧晨的毅力和决心，一定能够重新崛起。而这时，一道白衣身影不知不觉出现在了他身后，铜镜里映照出一张鲜辉朦胧、俊逸绝尘的脸容。君逍遥！武明月乍然回过神来，脸露惊色，没想到君逍遥会来找他。你该称呼我什么？君逍遥道。武明月嗓音微微一滞，而后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主人。很好，看来你还没有忘记自己女奴的身份。君逍遥淡笑。武明月纤手紧握，微微低下琴手，内心有着一种屈辱。你不是说明月配不上你吗？那还来这里做什么？武明月语气微冷道。你这是赌气？君逍遥微挑眉梢，怎么感觉武明月的语气像是一个被丈夫抛弃了的怨妇？才没有。武明月瞥过脸去，他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绪？君逍遥没成为驸马，他才算松了一口气。只是当众那样被君逍遥贬低，武明月心中憋着气。哼，倒是让你受委屈了，没有顾及到你的心情，抱歉。君逍遥温和一笑。武明月微微抬起眼睑，眼神略有意外。君逍遥竟然会对他说抱歉，而且那温和的笑意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那么耀眼？武明月思绪有些混乱，一时都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难道君逍遥是来安慰他的？就在武明月心中这样想时，君逍遥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开口道：这次来找你是想问问你身上有多少仙缘，都交出来吧，别让我强上。武明月感情是他自作多情了，君逍遥根本就不是来安慰他的，而是来打劫仙缘的。亏得君逍遥露出那样一张人畜无害的俊秀笑意，原来还是恶魔的微笑。君逍遥，你……武明月晶莹玉颜涨红，心中愤愤，简直想咬君逍遥一口。这人太可恶了，怎么不给？君逍遥脸色立马沉了下来，方才还一脸笑意，现在则是如同暴风雨一般沉然。我身上只有50多块。武明月暗暗咬着银牙道：交出来。君逍遥淡漠道。武明月愤愤将50多块仙元交出来了，美眸瞪着君逍遥。果然，他就不能对君逍遥抱有什么幻想。恶魔，榆木脑袋，钢铁直男。得到仙元后，君逍遥暗暗摇头，看来不朽神朝公主也没他想象中那么有才嘛。看着武明月面无表情的预言，君逍遥微微一想，道：你是否还对那萧晨抱有幻想？武明月没有吭声，只是贝齿轻咬着玉唇。君逍遥呵的一声笑道：看来你还没有认清萧晨的真面目，他从一开始就是想利用你，得到驸马身份，从而得到盘武神朝的支持，与我作对罢了。你不要把每一个人都想得和你一样。武明月寒声道。在这方面，他坚信萧晨的人格。那我们打个赌如何？君逍遥道。什么赌？武明月问道。就赌萧晨这个人，若他的品格真是如你说的那般，那便算我输，我可以解开你的奴印。君逍遥道。此话当真？听到君逍遥会解除自己的奴印，武明月露出一丝欣喜。他日日夜夜都想让君逍遥解除奴印。当然，如果是我说对了，那我要你心甘情愿臣服本神子。君逍遥拂袖，淡淡道。武明月闻言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点头答应了下来。在他看来，这等于是君逍遥白给他解除奴印的机会。那好，赌约就此定下。君逍遥微微点头，转身离去。武明月雪白玉颜露出希冀之色，很快他就将自由了，不再受到君逍遥的约束。而这边君逍遥唇角挑起一抹笑意，暗暗摇头。这傻白甜公主现实可是很残酷的。君逍遥早在之前就注意到了，萧晨离去时那眼中透露出的癫狂与狠绝。一个疯子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也算是君逍遥给武明月下的一个套。
这位神朝长公主彻底被君逍遥玩弄于掌心之中。从皇宫出来后，君逍遥也是回到了幽寂庭院。他准备炼化了这些仙元后，然后通过传讯玉简问下君仗剑关于萧晨的踪迹。他总觉得萧晨背后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不过君逍遥也只是纯属好奇，如今萧晨对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威胁了。等了解完这个秘密后，君逍遥差不多就可以一掌拍死这只蝼蚁了。就在君逍遥返回庭院之时，忽然有潺潺的琴音响起。君逍遥目光上移，但见在一处楼阁之顶，一袭灰衣风华绝代的女子正盘坐其上抚琴。一轮弯月映衬的女子宛若画中仙，灰衣虽不华丽，却无法掩盖她的绝代。正是阿九。君逍遥默默站在原地聆听，没有打扰。那琴曲这种没有女子的柔弱，反而带着一股豪迈之意。他仿佛从琴曲中看到了一道白衣绝世矗立天地的身影。闲庭信步间，盖压太古皇族横击生命禁区。在那道身影身后，还有8道绝世身影，皆镇压一方，威仪天下。此中景象，想必便是指他的父亲白衣神王君无悔以及麾下的神王八部众。一曲落毕，君逍遥似乎依旧在闭目回味，良久才睁开双眸。君某一直以为自己的琴艺算不上天下无双，但也算首屈一指，直到听了前辈的琴音，才觉井底之蛙。前辈的琴曲已然能将故事融入其中。君逍遥淡淡一笑。阿九看了看君逍遥，有微风拂过，吹起他面前些许青丝，露出小半晶莹绝世的容颜。少主莫要如此，直接称呼阿九即可。虽然论辈分论实力，阿九不知比君逍遥高多少，但他言语间却非常谦恭，以护道人的身份自居。只因君逍遥是他主上的唯一子嗣。啊，九。君逍遥倒是有些不习惯，毕竟阿九身份太高了。他虽不是君家人，但因为是君无悔的追随者，所以在君家地位很高。别说当护道人了，一般出现什么事情，君家都不会去打扰阿九，一切凭他自己随心所欲。而这次阿九却是主动提出要成为君逍遥的护道人，连那些君家的族老都是非常吃惊意外。因为之前君家第一序列那位有着赫赫声威的重统者曾想请阿九出山成为他的师尊。没错，那位第一序列甚至都不敢想让阿九成为护道人，只要能成为师尊，重统者就知足了。因为阿九拥有重统，当重统者的师尊再合适不过。但是阿九拒绝了，对成为重统者的师尊完全没有兴趣。而现在他却主动要成为君逍遥的追随者，这其中态度差距可就大了。听到君逍遥叫自己阿九，阿九唇角边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一笑倾尽天下绝色。饶是君逍遥这种对美色免疫的钢铁直男，也是微微愣了愣神，同时脑中涌上了一个有些古怪的想法：他的父亲不会是根据颜值挑选部下的吧？微微摇了摇头，君逍遥知道这个想法很荒谬，太像了。阿九忽然说道：那双有星辰流转混沌开合的重瞳，此刻却是带着些许追忆。君逍遥同他的父亲太像了，一样白衣绝世，一样超凡绝代。阿九，我的父亲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君逍遥问道。他对此太好奇了，10年前又发生了什么让他的父亲离去？阿九微摇琴手道：你的亲人既然没告诉你，那阿九也无可奉告。不过少主莫急，相信要不了多久，你一定会追上主上的步伐，不弱于主上。阿九说道。君逍遥微微点头，这位能够和盘武神主针锋相对的奇女子，在他面前却是亲和而谦恭。君逍遥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君无悔的儿子，但君逍遥也并不在意，日后他自然会让阿九全心全意追随他这个人，而非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之后几天，君逍遥便是一直在炼化仙元，50多块仙元再度让君逍遥淬炼了3块大罗仙骨。而整个荒天仙域关于君逍遥的各种消息早已是传得飞起，而且还有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传了出来：君家派出军队，还有一群族老乃至至尊强者前往剿灭幽冥天。身为荒天仙域赫赫有名的杀手组织，幽冥天神出鬼没，根本没有固定的据点，他们像是隐藏在黑暗中的死神，一般人根本抓不到踪迹。曾经也有不朽势力因为后辈被幽冥天刺杀，也想报复，最后不但没有彻底根除幽冥天，反而遭到了幽冥天的血腥报复，后辈弟子死伤无数。但这次行动的可不仅仅是君家，荒古江家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处理了。毕竟君逍遥也算半个江家人，君家请到了江家一位擅长推演天机的强者，推算出了幽冥天的各个据点，然后君家强势出手，将整个幽冥天连根拔起，甚至幽冥天顶尖的几位杀手至尊都是被君家18族等人斩杀。一时间整个荒天仙域震动。幽冥天虽然不是不朽势力，但也算是不朽势力之下的最强势力之一，而就是这么一个恐怖势力，却是在短时间内被君家连根拔起，所有幽冥天成员被屠戮一空。这种强势姿态再度让所有人知道了君家的强大，知道了君家神子不能随便招惹。同辈相争，君家不在乎，但若使用各种诡计陷害君逍遥，那么迎接的将是君家的恐怖报复。君逍遥也是在几日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他啧啧感叹，这就是出生在顶级家族的好处，不用怕任何势力的威胁，也不用怕任何老古董对自己不利。君逍遥只要安安心心修炼，继续无敌，横推万族天骄就好了。而就在这时，通讯玉简忽然有了反应。君逍遥拿出之后，传来了君仗剑的声音：“婶子，你一定不敢相信，那萧晨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接下来，一幕幕血腥而残忍的景象传到了君逍遥这边。景象之中，一个又一个村子被屠杀一空，满身是血的萧晨脸上带着魔鬼般的狞笑，在他身边躺着诸多尸体，男女老幼都有。军帐剑因为不能打草惊蛇，所以只在远处记录传递给了君逍遥。看来这萧晨疯狂的程度还要超出我的预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君逍遥思忖道，这简直就如同一个献祭仪式，是要召唤出大邪神吗？不管怎样，这般场景该让武明月看到，看看他心目中正义善良、坚韧不拔的萧晨究竟是何种面目。君逍遥微微笑了笑，让武明月看到这种景象，估计他会有些无法接受。毕竟萧晨在武明月心目中也是一个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阳光青年，可那个阳光青年现在却行着恶鬼之事，这等于是打碎了武明月心中的美好幻想。但君逍遥不在乎武明月的感受，他就是要打碎武明月心中的幻想，不然还怎么掌控他？等到武明月心底空无一物的时候，君逍遥的身影自然就会深深刻印在他心中。我这么做会不会太坏了？君逍遥摸了摸下巴，玩战术的心都脏，这话还真没错，因为他已经在武明月神宫内种下奴印了，所以君逍遥心念一动，就可通知武明月前来。不过多时，武明月便是来到了君逍遥所在的庭院。他换上了惯常穿的那件绫罗裙，身姿高挑窈窕，双峰饱满，玉腰纤细，娇臀挺翘，容颜更是不用多说，双瞳碱水，眉目如画，肤如凝脂。此刻武明月柳眉间凝结着的丝丝愁绪，更是令其多了几分我见犹怜的动人。恐怕没有一个男子看到武明月不会心动，当然君逍遥除外。他目露一缕玩味，淡淡道：“知道叫你来做什么吗？”“什么？”武明月不解。“自己看。”君逍遥扔出玉简，种种景象画面显化而出，展露在武明月面前。这是什么？武明月话音刚落，便是看到了景象之中满面是血、狰狞如鬼的萧晨。他的呼吸仿佛瞬间停止，他的大脑霎时空白，整个郊区都是如同寸寸凝固了一般，僵直在原地。美丽的眼眸带着一种惶恐的情绪缓缓睁大，脸色更是瞬息苍白如纸。那是一张如此熟悉而又陌生的脸，以至于武明月半晌都是没有回过神来。君逍遥就那么淡淡看着，心境毫无波澜。这是什么？君逍遥，你为什么拿这种东西欺骗我？武明月脸色煞白，像是刷了一层漆。他甚至连主人都忘了叫，称呼君逍遥名字，显示出他的内心是何等的混乱和惊慌。那个人怎么可能是萧晨？君逍遥也不介意，淡淡一笑道：“本神子还不至于为了一个赌约就欺骗你。不，你一定是在骗我。这个人怎么可能是萧晨？他从不会滥杀无辜，除非真的是有罪之人。”武明月无法置信地嘶吼道，玉白的脖颈上都是露出一些青筋。有罪之人？那些无辜的村民都有罪吗？那些孩童都有罪吗？君逍遥冷笑道。武明月依然不信。君逍遥早就料到这一点了，起身道：“既然不信，那么就去看看吧。”君逍遥之前就让军帐剑传给他地点，好在萧晨也没有离得太远，他简直就是一路杀过去的。九头狮子跳跃而来，君逍遥一手托着武明月的娇躯，一起踏到了九头狮子背后。他后腿一蹬，横跨天穹，速度快到极点。九头狮子祖上曾是坐骑，赶路的速度自然是不慢。此刻，在盘武道州边缘区域一个小山村内，一场屠杀快临近结尾。满身是血的萧晨走到一群仅存的老弱妇孺身前，他的手中握着一些玉瓶，每个玉瓶之内都装满了童男童女的精血。萧晨离开神朝皇都后，一路而来，遇到一些没什么高手守护的山村，直接是开始屠戮。所以他已经搜集到了不少精血，还差100多的精血，搜集满精血，我就可以解放那位古代怪胎，让他杀了君逍遥。以古代怪胎的实力，一定可以杀了君逍遥。我要亲眼看到他死在我的面前，我还要将他大卸8块，抽筋扒皮。萧晨浑身衣衫染血，头发凌乱，脸色狰狞，凶神恶煞，哪还有之前清秀俊逸的模样？说是从地狱爬出的恶鬼都有人信。萧晨，你……青龙上人都是无言，不知该说什么好。如果说萧晨招惹的敌人不是君逍遥，那么在他的辅助之下还有希望。可惜萧晨偏偏就招惹到了一个自己无法应付的敌人。或许那位古代怪胎就是萧晨最后的希望了吧。青龙上人暗叹，他是不可能为了萧晨去暗杀君逍遥的。幽冥天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他一个准至尊残魂都不够君家一顿收拾的。而且现在连青龙古国都亡了，萧晨这个国运之子也没啥作用了。青龙上人是看在情面上才留在萧晨身上的，他准备之后就投靠那位祖龙朝的古代怪胎。青龙上人修炼青天化龙诀，按理说也能跟祖龙朝苍龙一脉沾上关系。而在远处，军帐剑在暗中观察着，他也隐约察觉到了萧晨身上貌似有一股极强的灵魂波动，因此他并没有靠得太近，而是在远处观察。而就在这时，远空忽然有金光闪耀，威武雄壮的九头狮子踏空而来，上面站着2道身影，正是君逍遥和武明月。君逍遥一眼就看到了那座被血洗过的村子。萧晨站在一群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身前，欲要行凶。LTB GT， 而一旁武明月浑身一震，瞳孔都在颤抖。萧晨，竟然真的是你！武明月玉手捂住红唇，不敢相信。听到这声音，萧晨猛然回过神来，便是看到了君逍遥和武明月站在九头狮子身上。该死，君逍遥怎么会找到这里？萧晨脸色凝然，
难道他最后的希望也要丧失？萧晨，你回答我，这一切都不是你干的！武明月近乎嘶吼一般喊道。萧晨染血的面庞很是冷然，眼中尽是冷漠。武明月，你这个贱人，竟然和君逍遥一起来了，是想看君逍遥怎么羞辱我的吗？看到武明月前来，萧晨心中更恨了，因为武明月和君逍遥站在一起，宛若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而他萧晨呢，是泥地里的臭虫，是肮脏的刽子手，这种对比，谁受得了？听到萧晨的话，武明月更是花容失色，心中美好的幻想破碎一地。君逍遥没有骗他，这就是萧晨的本来面目，一个自私自利、虚假伪善的小人。到了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武明月亲眼所见，他终于明白自己之前有多么傻，多么天真，竟然会被萧晨这种小人欺骗了真心。好在自己没有和萧晨有什么亲密接触，不然的话，武明月绝对会后悔一辈子。看着武明月那带着斑斑泪痕、一脸悔恨决然的神情，君逍遥啧啧暗叹，他总算是认清现实了。但君逍遥也知道，萧晨虽然是想利用武明月，但也一定是真心喜欢他，可惜最后却被君逍遥破坏了。武明月已经对萧晨彻底死心，不但如此，甚至还带着些许厌恶和愤怒，因为萧晨屠杀了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老弱妇孺，一个稍微有点良知的修士都不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萧晨在武明月眼中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欺骗真心的小人，而是一个泯灭良知、毫无人性的刽子手。萧晨，你不仅是一个小人，更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魔鬼，亏我之前还在原天秘藏内那样帮你，简直是瞎了眼睛。武明月很是后悔，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傻，会去帮萧晨。他也反应了过来，那时萧晨对君万劫狠辣出手，其实就已经暴露出了本性，可笑自己竟然还安慰萧晨只是对敌人不留情而已。现在看来，萧晨对任何人都是这般狠辣绝情。武明月越想越气，又看到萧晨身边那些弱小无助的村民，他终于是忍不住出手了。澎湃的法力从他体内迸发，一记强绝的掌印对着萧晨轰击而去。萧晨见状，心头更加刺痛，不由露出癫狂的冷笑道：“你这贱人，果然露出本性了，想要除掉我，对不对？”萧晨也是出手，青光涌动，化作苍龙一拳。本可能成为道侣的两人，此刻却是刀剑相向。君逍遥看着这一幕，神色淡淡，这可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君逍遥内心没有半点波动，甚至还想笑。那边武明月已经和萧晨打起来了，虽然萧晨在君逍遥面前弱得不堪一击，但那是相对的，萧晨的实力在天骄当中也算是顶尖。武明月身为神朝长公主，实力也不差，但和萧晨这种气运之子相比，依然稍弱一筹。混元散手，武明月玉手拂出，刹那间仿佛打出了千百道掌印。萧晨脸色厉然，这婊子是真的要取他的性命！你这贱人，你不仁休怪我不义！萧晨双眸嗜血，如遇疯魔，他也是施展出了强绝之招，龙断七式，7道拳印接连迸发而出，一拳比一拳更强。他归一境大圆满的雄魂法力也是彻底爆开，浑身都龙化，成为了半龙人。轰轰轰！仅仅3拳过去，武明月的招式就被破开。第4拳过去，武明月祭出一剑盾牌抵挡，依然被震得吐血。第5拳过去，武明月更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染红了雪白衣襟。第6拳轰出，武明月手臂骨骼都是微微破碎。第7拳即将轰向武明月的擒手，萧晨招式毫无保留，完全是下了死手。武明月看着那面色凝然、一拳杀来的萧晨，他算是彻底明白了，萧晨是真的打算杀他，没有丝毫保留。武明月缓缓闭上眼睛，冰冷、绝望、后悔种种情绪在心头翻滚。而就在这时，一个手掌却是搭在了武明月的香肩上，同时响起的还有淡漠清冷的嗓音：“萧晨，在本神的眼皮子底下行凶，你是当我不存在吗？”接下来，武明月只听到了轰的一声，当他再度睁开双眼时，便看到了那吐血倒飞而出的萧晨，微微转过琴手，一张俊秀的如梦似幻的谪仙容颜出现在他眼前。没事吧？君逍遥淡淡问道。武明月一时看得愣了神，竟是忘了回答。君逍遥唇边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前面6拳，武明月受创吐血，君逍遥一动不动，仿佛没看到。直到致命的第7拳打出，君逍遥才决定出手，因为这样才能让武明月记得更深刻。到底是谁救了他的命？没有理会失神的武明月，君逍遥看向萧晨，冷冷道：“蹦跶了这么久，也该结束了。”君逍遥简简单单一个掌印轰击而去。萧晨脸色骇然。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萧晨，本尊帮你最后一次。”一道半虚幻的青袍老者元神体从萧晨身后浮现而出，正是青龙上人。你就是萧晨背后的老爷爷吗？君逍遥面色平淡无波，他知道青龙上人不敢对他怎么样。果不其然，青龙上人老眼忌惮地看了君逍遥一眼，旋即迸发强大魂力，撕裂了虚空，裹挟着萧晨的身体逃窜而去。在那空间裂缝中，还传来萧晨沙哑的嘶吼之声：“君逍遥，我萧晨一定会取你的性命，一定会！”话音传出后，空间裂缝随之弥合。君逍遥站在原地，也没有追击，任其离去。他这次前来，并没有让阿九随行，阿九也只会管君逍遥的生死，不会管其他闲事。萧晨被青龙上人带走了，君逍遥一点都不在乎，拍死萧晨，什么时候都可以。他更想知道萧晨究竟有什么底气，说能取他性命。神子，不追击吗？直到这时，军杖剑才闪身而出。不必了，
我相信下次萧晨会主动找上我，何必费力去找他呢？君逍遥淡笑摇头，萧晨若想杀他，则自然会主动找他。他看了看武明月，武明月依然是一脸失神的模样。LT BK GT， 他的心里空落落的，之前的幻想也全部破碎，整个人像是变成了一片空白。君逍遥走上前去，看着武明月，武明月也看向君逍遥。或许是因为方才君逍遥出手相救的缘故，他现在对君逍遥也没有那么排斥了。这个赌约是明月输了，武明月低下了琴手，露出自嘲的苦涩笑意。萧晨彻底让他的幻想破碎，而现在他依然还是君逍遥的女奴，而且还要彻底臣服。君逍遥抬手打了一个响指，武明月浑身倏然一震，他脑中神宫内的奴印在这个响指之下烟消云散。武明月豁然抬起琴手，由带苍白的玉颊显露出极度的不可思议。这为什么？赌约明明是我输了。武明月内心疑惑不解，明明赌约是他输了，君逍遥却替他解除了奴印。本神子从来就不喜欢收奴隶，只希望有人能真心追随。你既然一直抗拒，那么现在本神子便还你自由，恭喜了。君逍遥淡淡道，转身就要离去。武明月愣在原地，完全无法相信，这还是那个如恶魔一般的君逍遥吗？而且此刻君逍遥的脸色是那么平淡，难道自己对君逍遥而言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吗？既然不重要，为什么方才要出手救他呢？各种各样的思绪在武明月心头翻滚，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误会君逍遥了？他其实是一个有善意正直的好人，只是被冷漠的外表所掩盖了而已。不然的话，君逍遥为什么救他？又为什么在赌约输了的情况下还解除奴印，还他自由？此刻看着君逍遥那缓缓离去的背影，还有脸上的一缕淡漠，武明月忽然有些心疼。原来他一直都误会了君逍遥。君逍遥也曾善意的提醒过他，萧晨是在利用他，武明月却没有听，反而认为是君逍遥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想到这里，武明月再也忍不住，脱口而出道：“主人！”君逍遥脚步一顿，而一旁的君仗剑脸色愕然，惊得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堂堂一国长公主，方名远扬荒天仙域的武明月，竟然会主动喊主人，这简直刷新了君仗剑的三观。而且这可不是胁迫，而是武明月主动喊出口的。本神子不是已经还你自由了吗？君逍遥皱了皱眉，武明月咬唇，脸色微微一红，有些许不好意思，但还是开口道：“之前都是明月误会了主人，明月愿意真心臣服于主人。”说完，武明月对着君逍遥躬身一拜：“卧槽！”饶是君仗剑都是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你没必要如此，我也不缺你一个女奴。”君逍遥微微摇头：“主人，明月是真心臣服，并非因为赌约。”武明月表情露出些许忐忑之意，他的内心空虚，唯有君逍遥留下了烙印。此刻君逍遥若放弃他，武明月岂不是又会回到空虚状态？他不愿如此。哎，也罢，既然你愿意跟随，那就这样吧，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找你。君逍遥叹道：“是，明月会一辈子忠心于主人，况且主人也已经算是……”武明月语气踌躇：“算是什么？”君逍遥反问：“没什么。”武明月微摇琴手，他没说君逍遥已经算是盘武神朝的驸马了。那好，回去吧。君逍遥踏上九头狮子，武明月紧随其后。彻底想通了之后，武明月越看君逍遥，越觉得他宛若谪仙人一般，俊秀绝伦，甩开了萧晨不知多少条街。我真是傻呀，那时候为什么会为了一个萧晨而厌恶如此俊秀如仙的主人？武明月暗骂自己蠢笨。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背对着他的君逍遥嘴边却露出一缕弧度。欲擒故纵之计，古人诚不欺我。君逍遥暗道，这一手自然也是他耍的一个小手段。若以赌约束缚，武明月定然不会真心臣服，还不如退一步，直接抹去武明月奴印，令他感激。虽说君逍遥也无法保证武明月会100%继续臣服他，但哪怕不臣服，君逍遥也不在乎。不过一颗棋子而已，扔了就扔了。后方君仗剑眼露钦佩，他对君逍遥的敬仰之意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能把一个不朽神朝的长公主训得如此服服帖帖，怕是也只有君逍遥了。这件事也是暂时告一段落。君逍遥凭借种种手段彻底让武明月和萧晨反目，并且让武明月归心，但君逍遥没有松懈，他隐隐觉得风暴才刚刚掀起而已，是该回君家好好消化一下收获了。君逍遥自语，他决定这次回君家闭关一段时间。君逍遥有预感，接下来才是大幕拉开的时候，各色天骄将轮番登场，大争之势即将来临。君逍遥虽天资绝世，更是系统辅助，但稳一点总没有错。接下来君逍遥等人回到了黄州，然后和一众君家人启程返回君家。武明月则是留在了盘武神朝，毕竟他臣服于君逍遥的事情，只有他、君逍遥还有君仗剑三人知道。那萧晨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君逍遥以他为要挟，给武明月种下了奴印。如果萧晨知道的话，恐怕也能想得出来，这一切都是君逍遥的离间之计。在回程途中，君逍遥也在梳理接下来的计划。第一个自然是消化战果，第二个则是有空前往圣灵书院一趟，看能否令自身的至尊骨蜕变。第三则是下界还可能有体书下卷的线索，9大天书可不能忘记。此外还有7大不可思议之一的青铜仙殿，那里还有一次签到的机会。
只是这青铜仙殿太看机缘，时候不到不现实。哪怕君逍遥有青铜罗盘，也是抓不到丝毫蛛丝马迹。经过了几处传送大阵，在短短数日后，君逍遥等人便是回到了君家。君逍遥一回到君家，就开始了闭关。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翻阅盘武大帝留下的圣体感悟。君逍遥并非是照搬盘武大帝的感悟，而是参考。不是君逍遥自傲，他觉得盘武大帝的天资怕是都比不上他。之所以看这些感悟，不过是君逍遥想加快自身圣体意象觉醒的速度罢了。在君逍遥闭关的这段时间里，整个荒天仙域依然在流传着君逍遥的事迹。如果说10岁宴君逍遥是初露峥嵘，那么元天秘藏镇压至尊魔师就是让君逍遥名声大噪。而盘武神朝宴会，君逍遥一人随手镇压4大天骄，则是彻底奠定了君逍遥在仙域年轻一辈中的地位。甚至有人说君逍遥乃是荒天仙域年轻一辈第一人。这话有人认同，但更多的人则是不以为然。君逍遥的强大毋庸置疑，但仙域浩瀚无尽，卧虎藏龙无数。别说当代，还有王家少帝、叶家的剑魔转世等顶尖天骄未曾出世，便是太古皇族中也还沉睡了诸多古代怪胎。生命禁区内还有禁区的年轻至尊，此外还有至尊转世、准帝转世等等。君逍遥实力的确冠绝同辈，但说能盖压仙域无数天骄，那许多人就不敢苟同了。就在整个仙域似有波澜暗涌之际，君家却是掀起了一片波澜。君家的第一序列，那位正统者从一处上古禁地归来了。若说在君逍遥名声大噪之前，君家最有名的天骄是谁？莫过于第一序列正统者君临苍。君家10大序列乃是从成千上万的君家骄子之中选拔出来的，每一个都各有所能，或身负特殊体质，或得到禁忌传承，实力足以横扫四方。而10大序列之间，随着排名的提高，实力也是成倍叠加。比如第5序列君万劫就能轻易击败第10序列君仗剑，而排名前几的序列亦是能够轻易击败君万劫。由此可以推论出排名第一的正统者君临苍究竟强到了何种程度。他若对上君万劫，估计也要不了几招，就如同君逍遥当初碾压一般。正统者的归来令整个君家再度掀起了喧哗。毕竟君临苍之前一直在一处恐怖的上古禁地历练，那种禁地便是一般的通天境乃至神火境强者都不敢轻易涉足，君临苍却是在其中待了许久。若不是君临苍的命牌没有碎裂，君家人真会以为他陨落在了其中。君家山门前，无数君家族人出现，脸上都是隐隐带着激动之色。毕竟这可是君家第一序列啊，地位非凡，许多人连见一面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在君临苍10岁时，也曾举办过声势浩大的宴会，广邀四方来宾。可以说，如果没有君逍遥的话，君临苍将会是君家竭力培养的顶梁柱。当然，现在也依然是。天穹之上，一头形似麒麟的紫色异兽踏空而来，足下紫气腾腾，一道年轻而修长的身影淡淡立于其上。那是一位风神俊逸、神采英拔的青年。他周围烟云缭绕，气象万千，有龙姿凤表。此刻他在麒麟异兽身上，如同神王下界，巡游八方。他的双眼蒙着一层黑色布条，上面似描绘着暗金色的风镜符文。光是隐隐泄露出来的一缕气息，就令人心颤。真的是临苍大人，他果然归来了。那是一头麒麟吗？气息太恐怖了。不是，应该是拥有麒麟血脉的麒麟兽，不过也很强大了，一般天骄难以降服。君临苍以这种姿态降临，令许多君家人震战，心神激荡。太好了，我们君家不仅有神子大人，还有临苍大人，仙域年轻一辈，何人是我君家对手？有君家的年轻天骄忍不住大吼。然而一些君家族老眼中却是隐隐流露一抹忧虑之意，因为他们可是知道君临苍曾经想让阿九成为他的师尊，但阿九拒绝了。如今阿九却成为了君逍遥的护道人，以君临苍身居高位的强势，他会甘心吗？会不会心生芥蒂？君家其实并不排斥门下弟子斗争，但前提是不能过火。临苍大人。这时君家深处2道流光遁来，其中显露出一男一女2道身影。一位男子身着朴素道袍，手中托着一件八卦阵盘，他正是君家第6序列君道灵。他降生之时，体内天生运有一件古圣兵八卦阵盘，也就是他手中所托之物。君道灵擅长的乃是阵法，而另一位女子则一身红色宫裙，容貌俏丽野艳，带着一股魅惑之意。她名叫君西域，乃是君家第8序列。君西域天生媚骨，擅长神魂幻术，传闻他只要看一眼就足以让一位归一境天骄毫无反抗之力，成为他的群下之臣。而此刻君道灵、君西域这2个地位非凡的天骄却是直接上前对着君临苍拱手。若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君临苍的追随者，然而事实也差不多是如此。君临苍以强大的实力令他们折服，甘愿追随，就好像君仗剑、君雪皇、君万劫甘愿追随君逍遥一般。不必多礼。君临苍微微摆手，他眼睛上虽蒙着黑布封印住了他的重瞳，但却仍旧能够以强大的神念探查四方。临苍大人，这段时间可是发生了许多事情。君道灵说道。回去再说吧。君临苍摆摆手，他这一脉的族老也前来接应他了。整个平静的君家因为君临苍的到来而再度热闹起来。而另一边，君临龙、君仗剑等4人聚集在了一起。你们说
君临苍会不会因为阿九前辈的事情和公子起冲突？君临龙略有担心。君临苍可不是什么小角色，君逍遥至今面对的那些敌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真正比得上君临苍。换做君临苍来，同样能够轻松镇压他们。应该不至于，君临苍再如何，也始终是自家人，和外人不同。君雪皇倒是不这么认为，虽说不会闹得太过分，但争斗应该还是会有。不过我可是坚定站在神子这一边。君仗剑信誓旦旦道。眼下整个君家10大序列好似分为了3方阵营，一个归属于0号序列君逍遥，一个归心于第1序列君临苍，剩下的第2序列、第3序列等人则是态度不明，两不干涉。而在君临苍所在的神岛之上，他这一脉的族老以及君道灵、君西域等人都是齐聚一堂。因为君临苍一直专心在上古境的历练，所以最近的那些消息他都不知道。在听闻了君逍遥的种种事迹后，君临苍暗暗感叹，君家又出了一个不弱于他的妖孽。然而当他听到在神朝皇都阿九替君逍遥出头时，在场之人明显能够感觉得到君临苍的气息微微乱了乱。那一瞬间散发出的气机令君道灵等序列都内心产生一种战栗之感。不过君临苍一瞬就恢复了平静。是吗？阿九成为了我那堂弟的护道人？君临苍喃喃自语。因为他的双眸被黑布蒙盖，所以在场众人看不见他的眼神。君临苍这一脉和君逍遥这一脉血脉关系较近，所以他也称呼君逍遥为堂弟。君道灵和君西域相望眼都是闭上了嘴巴，他们也隐约知道君临苍对阿九似乎并不只是想让他当师尊那么简单。阿九成为我那堂弟的护道人，一方面是因为堂弟的天资，另一方面也应该是因为他的身份吧。君临苍看事情很透彻，一下就明白了，只是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疙瘩。他身为第1序列，曾恭恭敬敬地请求阿九成为他师尊，阿九拒绝了，但现在却甘愿成为君逍遥的护道人，这区别对待可就太大了。君临苍承认他是有那么一点嫉妒了，毕竟他无法忘记，在他年幼之时曾被一缕琴音吸引，走到一处荒僻庭院，看到了那道在月下抚琴的绝美倩影，一眼便难以忘怀。哪怕后来君临苍重通经世，一跃成为身份高高在上的第1序列，他也始终忘不了那道倩影。而今他从上古境的历练归来，以为终于有资格能让阿九看他一眼，成为他的师尊，怎想阿九却早已成为了君逍遥的护道人，换作是谁都会难以接受。不过君临苍倒也不愧为君家第1序列，性格深沉，如古井无波，他并没有任何愤怒、暴怒的情绪，很是平静。君道灵则是开始向君临苍吐苦水。临苍大人，你是不知道，家族未免也太偏袒神子了。上次我想去领10块仙元，结果族中老人说需要让给神子修炼。君道灵想到这里就有些郁郁，他想拿几块仙元去试验一个新的阵法，结果被告知仙元需要全部给君逍遥，这让君道灵无语。他好歹也是10大序列之一，难道就是这种待遇？的确，家族太偏袒神子了，甚至于原本属于临苍大人的一些资源也都全给了神子。一旁君西域也是开口道，为君临苍打抱不平。他对君临苍的崇拜就相当于君临龙和君雪皇对君逍遥的崇拜，简直认为君临苍就是仙域第1年轻强者，哪怕君逍遥都比不上。这倒的确有些妥。君临苍淡然道，所以临苍大人，你好不容易回来了，一定要压一压神子的威风，别让家族太偏袒他了。君道灵说道。君临苍淡淡道，你们的意思是让我去打压那位堂弟？君道灵和君西域皆是默默不言，但显然有那个意思。愚蠢！君临苍脸色微微一冷道。君道灵和君西域两人都是愣了愣，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来。家族培养你们这些序列，就是让你们勾心斗角的吗？君临苍冷声斥责道。可是临苍大人，君道灵和君西域皆想反驳些什么，他们觉得君家太偏袒君逍遥了，对君临苍不公。争斗可以，但你们应该争的是去杀太古皇族，是去同其他荒古世家的天骄争锋，而不是窝里斗。君临苍起身，脸色淡漠，我对你们很失望。君临苍背过身去，负手而立，请临苍大人恕罪。两人急忙躬身一拜。这一脉的其他族老见状，也是不由啧啧感叹，君临苍不愧是能担当第1序列的领头人物。试想一下，堂堂荒古君家怎么可能会让一个心思不正、性格乖戾的天骄当领头羊呢？知错就好，下不为例。君临苍语气稍微缓和，两人这才起身。只不过君西域非但没有委屈之意，反而看向君临苍的眼神更添崇拜。这才是君家真正的领头人物，胸襟如海宽广。相比之下，君逍遥性格虽然也霸气超绝，但未免有些自私自利了，一切都只为自己着想，甚至连仙缘都不给他们留一点。想到这里，君西域就有些为君临苍抱不平。为什么0号序列不是君临苍，而是君逍遥？我那位堂弟还在闭关吗？君临苍问道。没错。君道灵回道。可惜倒是想见一见是个何等人物了。君临苍微微摇头。听到此话，不论是君道灵、君西域，还是这一脉的其他族老，皆是眼露金色。看来君临苍并非放弃了和君逍遥争斗，阿九始终是横在他心头的一根刺。君逍遥，我会堂堂正正的赢过你，让阿九明白谁才是值得追随之人。君临苍负手而立，心里喃喃道，他不会使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而是要光明正大的赢过君逍遥，这样他才能够向阿九证明自己。君临苍回到君家的消息
也是从君家传开了。那些和君家敌对的势力，一个个都是愁容满面。光是一个君逍遥就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了，如今又多了一个第一序列重统者。很多人都认为君家年轻一代是不是要横推仙域当代了？而其中最发愁的莫过于祖龙朝了。身为君家的头号老对手，祖龙朝接二连三失利，龙子龙昊天被杀，龙碧池被君逍遥吓得道心差点崩了，连龙骨都是被君逍遥夺走，可以说是凄凄惨惨戚戚。偏偏他们祖龙朝最优秀的天骄龙傲天依然在闭关，这就让的祖龙朝年轻一代根本拿不出几个能打的。双龙出世，祖龙当心，那个预言到底是不是真的？甚至就连祖龙朝内部都有一些长老开始怀疑。就在祖龙朝快愁白了头时，3000道州之一的黑墨州，一位浑身染血、状若癫狂的青年正疯狂地朝着一个地方赶去。总算集齐了，君逍遥，你死定了，这回谁都救不了你。这青年自然是萧晨。青龙上人救他脱困后，萧晨便是一路收集童男童女之血，很快便搜集齐全了。现在萧晨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杀了君逍遥。唉，青龙上人在感叹，好好的一个精神小伙，被整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令人感慨。君家神子太可怕了，也只有祖龙朝的古代怪胎才能镇住他了。青龙上人想到。没过几天，萧晨便是再度回到了那座古巢。他踏入古巢的一刹那，那位古代怪胎就感应到了。哼，果然不出本宫所料，凡人，你来了。清冷之中带着一缕讽笑的女声响起，仿佛一切都在他的算计和掌控之中。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但是我要你先答应我的条件。萧晨嗓音沙哑，目光血红，如欲择人而噬。说。女生淡淡吐出一个字，我要你帮我杀了君家当代神子君逍遥。萧晨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君家神子君逍遥？那女生显然带着疑惑之意。她乃是沉眠的古代怪胎，对当代的事情一无所知，自然不可能知道当代的这些天骄。接下来，萧晨简单几句将大概的情况说了一遍。原来如此，君家当代竟然出了一位荒古圣体。那女生喃喃，君家他还是知道的，毕竟是祖龙朝的老对手了，传承仙域无数年。在他沉眠的那个纪元，君家就已经矗立在仙域万万年了，一直辉煌，从未没落。怎么，能答应吗？能的话，我就助你运转阵法解封。萧晨嗓音阴哑道，无碍，荒古圣体而已，在荒古极尽辉煌，甚至一度成为排名前3的顶级体质，但到现在早已没落。那女生说着，带着一缕不屑一顾的味道。这并非骄矜自傲，而是事实如此。那君逍遥很可能打破了一道枷锁。萧晨皱眉，他怕这位古代怪胎轻敌，到时候又栽在君逍遥手中，那萧晨简直会气得吐血而亡。凡人，本宫的能耐岂是你能揣摩的？那女生带着一缕不耐烦的冷意。她身份地位何其尊崇，在她那个时代称尊几乎无敌，怎么可能会在意一个没落了的圣体？希望你别反悔。萧晨说道，本宫可不像你们人族出尔反尔。女生淡漠道。萧晨闻言，这才拿出他收集的精血，开始依照那古代怪胎的指示倒入阵法当中。随着精血的灌注，整个古巢开始颤动了起来，而后连带着整片山脉都是开始轰鸣震动。到最后，这股震动竟然传遍了整个黑墨州，整个黑墨州都在震动，惊动了许多修士以及各路强者。怎么回事？为何会发生这种大震动？是有神宝出世了吗？还是某一位沉眠的至尊觉醒了？许多修士心惊，感觉要变天了。而此刻，古巢内的萧晨一时面色骤变，这种解封的威势动静太大了，简直像是一位至尊出世。萧晨隐隐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毕竟他也算人族，而那古代怪胎乃是太古皇族。如今其余古代怪胎尚未出世，这位祖龙朝的古代怪胎可谓一骑绝尘，很有可能横压整个仙域年轻一代，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但一想到君逍遥，萧晨心中仅存的一些歉疚也是彻底被抹去。要怪就怪那君逍遥，若不是他，我萧晨何至于沦落至此？萧晨眼神凶冷，没有丝毫悔意。而这时，整座古巢四周都开始裂开。萧晨，此地快塌了！青龙上人提醒道。萧晨身形一闪，直接是退出了古巢。然而离开古巢后，萧晨的脸色都是呆滞了。整座山脉都是几乎裂开了，一座金碧辉煌、弥漫着神辉龙气的龙宫直接是缓缓拔地而起。这就是古代怪胎的沉眠地吗？萧晨傻眼了，以他的眼界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何种手笔。金色的龙宫璀璨而辉煌，弥漫着龙气，仿佛是天宫一般，撼人心神。在龙宫出现的同时，一股无比恐怖的龙族威压从龙宫内扩散而出。萧晨几乎立刻就被压弯了膝盖，重重跪倒在地。萧晨瞪大了眼眸，震惊至极。他虽不是龙族，但却修炼了青天化龙诀，更融合了至尊之血，所以也算半个龙族。但此刻，即便是融合了龙族至尊之血的他，亦是被这股龙族威压盖压在地。这代表了什么？那位古代怪胎的血脉来历惊人，尊贵程度甚至超过了龙族至尊。哪怕是青龙上人，元神都是受到了影响，如同水波一般荡漾。而且不仅如此，当那古龙威扩散而出的时候，整个黑墨州所有体内蕴有龙族之血的妖兽、太古异种等等，皆是对着龙宫的方向跪伏低头，瑟瑟发抖。这到底是怎么了？一些修士错愕至极，他们亲眼看到一头无比凶悍的太古异种独角黑魔蛟，
对着一个方向低下头颅，在瑟瑟颤抖，仿佛跪拜君王。要变天了！一位老者喃喃，目光失神。这种异象多久没有出现过了？而此刻，在龙宫前，萧晨跪在地上，他想站也站不起来，那古龙威太恐怖了。该死，这古代怪胎真有这么厉害？萧晨脸色难看。这时，龙宫之中，一条金光大道延伸开来，有朦胧的光雨洒落，有真龙祥瑞虚影浮现，从中一道风姿绝代的身影缓步踏空而出。这就是这个纪元的天地气息吗？他嗓音如泉清冷，带着一抹与生俱来的高贵。萧晨抬起头看去，呼吸都像是要停止住了。那是一位女子，身着宫装仙裙，裸露的玉足胜雪点于虚空，不染尘埃。她的身材极为高挑，一双雪白修长的美腿掩映于朦胧裙摆之内，楚楚纤腰不盈一握，被一根玉带束着，其上雪峰饱满，傲然挺立。最后则是那绝世玉容，很是模糊，像是被某种莫名的气机笼罩，令人看不真切。但从身材亦可看出，绝对是也是一位倾世美人。只是这位美人唯一的特殊之处，便是飘舞的青丝间探出了2根玉白色的龙角，龙角上还隐有金色符文流转，显得颇为神秘。她就是祖龙朝的古代怪胎。萧晨深深吸了一口气，内心无比震撼。不愧是从无数纪元前就自封的古代怪胎，这股气势的确不是当代天骄能够拥有的。而这时，在金色龙宫四周，还有4座半龙人雕像从地底深处拔地而出，一股圣境的气息弥漫而出，那是圣境气息。青龙上人元神也是浮现而出，神色诧异。那4座半龙人雕像直接是皲裂，4道恐怖的气息暴涌苍天，赫然是4位苏醒了的龙族强者。而且这4位龙族强者皆是圣主境界，圣主乃是圣境的最后一个境界，再往上就是准至尊。苍龙将参见龙极公主，赤龙将参见龙极公主，黑龙将参见龙极公主，白龙将参见龙极公主。4大圣主齐齐在龙宫前，对着那名叫龙极公主的古代怪胎半跪而下。起来吧，本宫既然出世，定当重振祖龙朝，横推一切敌。龙极公主虽然是一位倾世美人，但言语中的霸气却好似一尊万古女皇一般。萧晨看的目光都在颤抖。她也算是一位拥有气运的天之骄子，实力不弱，但在这位龙极公主面前，她感觉自己卑微到了骨子里。那种来源于血脉深处的威压，令萧晨一直跪在地上，根本起不了身。太恐怖了，她的血脉究竟强到了何种程度，连我的至尊之血都比不过。萧晨心里暗想，感觉一阵憋屈。他的表现太不堪了，简直像是奴仆一般。哼，便是此人，要同公主殿下讲条件吗？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苍龙将看向萧晨，眸光冰冷。他抬手之间，圣主之威爆发，就要一巴掌拍死萧晨。萧晨死咬牙关，害得面色发白。慢着！龙极公主摆摆手，苍龙将这才止住动作。本宫可不像人族那般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凡人，既然你助本宫解封，本宫自然会完成你的愿望。龙极公主嗓音淡淡，她看着萧晨的目光宛如看着地上的蚂蚁。若非因为萧晨助她解封，她怕是都懒得和萧晨这种小角色说一句话。萧晨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背后早已是被冷汗浸湿。他眼中流露出一缕畅快的报复之意。他成功了。以龙极公主这恐怖的威势看来，他想灭杀君逍遥，或许并非天方夜谭。而这时，青龙上人残魂也是浮现而出，对着龙极公主拱手道：“在下青龙上人，愿意追随公主殿下。”老祖你！萧晨吃惊，而后脸露颓然之色。他知道青龙上人对他极度失望，要彻底放弃他了。身为曾经的准至尊，此刻的青龙上人态度却是放得很卑微。以龙极公主的身份地位，将来定然是祖龙朝的一把手，说不定能够帮助他重塑肉身，恢复巅峰。准至尊残魂，龙极公主嗓音依然平静，没有丝毫波澜。然而下一刻，她便是开口道：“刚好本宫的龙纹黑金圣剑欠缺滋养，便让你来做贡献吧。”龙极公主话音落下，青龙上人的脸色在刹那间巨变，老眼骤然一缩。苍龙将早已是一掌轰出，神能澎湃。青龙上人脸色扭曲，一声怒吼，意识反抗。他虽曾经是准至尊强者，但现在只是一缕残缺的元神，又如何挡得住圣主强者的攻杀？轰然一声巨响，青龙上人差点被拍得魂飞魄散。龙极公主玉手抬起，拿出了头上青丝间插着的一根发簪。细细看去，那并非是一根发簪，而是一柄黑金色的长剑，正是龙极公主的贴身兵器——龙纹黑金圣剑。咻！龙纹黑金圣剑放大，洞穿虚空而去，直接是将青龙上人的残魂能量吸收。看到这一幕的萧晨，心拔凉拔凉的。一位准至尊老祖，青龙上人就这样荒谬的陨落了，成为了龙极公主兵器的养料。他方才还觉得这龙极公主言而有信，应当不难相处，说不定日后萧晨还可以抱一抱大腿什么的。现在萧晨看得浑身发寒，只想事情结束之后赶快离开这个女魔头。本宫既然出世，便要镇压仙域当代所有人，什么神体圣体都只能是本宫脚下铺路的骸骨。龙极公主嗓音漠然，如同万古独尊的女皇。4大龙将皆是目露崇拜之色。这就是苍龙古皇的嫡系后人，血脉无双，拥有霸绝天下之姿。而就在龙极公主出世没多久，祖龙朝很快就感应到了那股血脉气息。有苍龙一脉的至尊强者直接是撕裂空间而去，神色中带着极度的欣喜。感觉到了，
是苍龙古皇嫡系后人的气息，我苍龙一脉的古代怪胎出世了！那位苍龙一脉的至尊强者难耐心头激动之意。太古皇族的古皇，那可是比肩人族大帝的存在。苍龙古皇的嫡系后人，就代表拥有苍龙古皇的血脉。这可不是像龙碧池那种稀薄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血脉，而是真正的嫡系血脉。这也就等于龙吉公主乃是古皇后人，堪比人族的大帝子嗣。就问可怕不可怕？整个祖龙朝都是轰动了，诸多强者也是紧随而去。而龙吉公主亦是驾驭龙宫，带着4大龙将以及萧晨前往了祖龙朝。两方会合之后，祖龙朝的强者皆是无比振奋，仰天龙啸。他们祖龙朝被压制这么久，总算出了一位足可盖压当代的天之娇女。而那个双龙出世，祖龙当心的预言也是被证实了。所谓的双龙，指的就是龙傲天和龙吉公主。当龙吉公主出世的消息被祖龙朝宣传出去时，几乎震动了大半个荒天仙域。各大不朽势力的长老天骄皆是震撼无比。祖龙朝古代怪胎破风，而且传闻乃是古皇后裔，血脉恐怖无边。原以为那双龙出世，祖龙当心的预言只是笑话，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是啊，祖龙朝尾巴怕是要翘上天了，连古代怪胎都现身了。大争之势啊，彻底拉开序幕了。各种竞技天骄将会轮番登上舞台，不知道君家该如何应对。之前君家神子可是把祖龙朝年轻一代教训得很惨啊，很多人都是将感兴趣的目光投向君家。若说祖龙朝古代怪胎出世对谁影响最大，恐怕就是君家了。君家的年轻一代很可能被龙吉公主压制得死死的。你们说，君家神子能不能打得过那龙吉公主？这不好说，君家神子的确有无敌之姿，但古代怪胎深不可测，手段太多了。不过君家神子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传出了，怕是在闭关。倒是听说君家第一序列那位竞技的重统者回来了，不知道能不能抗住古代怪胎的压力。整个仙域都在讨论着这件事情。然而没过多久，一个震撼世人的消息再度从祖龙朝传出。那位破风而出的古代怪胎龙吉公主放出话来，让君家神子乖乖到她面前束手伏诛。一时整个仙域哗然。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君逍遥自出世起镇压四方，未尝一败，以无敌之姿展露在世人面前。更有人认为君逍遥将是仙域年轻一代站在最顶尖的那几人之一。结果现在龙吉公主竟然放话，让君逍遥乖乖束手就擒，到她面前受死。这种口气狂到令人无法相信，竟然让君家神子上门乖乖受死。那位龙吉公主未免也太狂傲了吧？古代怪胎不就是如此吗？看不起当代天骄，他们也的确有这个资格说出这种话。不知道君家神子该如何应对，他会迎战吗？不好说，拭目以待吧。仙域各方势力都在激烈的讨论，他们也知道龙吉公主出世，首先就是要为自己造势，而造势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自然是将那名声最盛的几位天骄踩在脚下。而且君家又是祖龙朝的敌对势力，很多人也猜到龙吉公主会把矛头指向君逍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萧晨提出的条件，要他杀了君逍遥。龙吉公主没见过君逍遥，但也并不妨碍他说出这种话。毕竟龙吉公主在他那个时代也是位列巅峰、称霸无敌的存在。整个仙域都是风起云涌，许多目光投向了君家。而此刻位于暴风眼中央的君逍遥却是浑然不知，依然在闭关。他在参悟圣体意象，也在炼化仙元，继续淬炼大罗仙骨。君家再度给了君逍遥一批仙元，可以说能给的君家都给了。整个天地宫内不时有浩光涌动，波动令人心惊。君逍遥每次闭关而出都会是新的面貌，实力不同往昔。许多君家人也都在期待，当君逍遥再度出关时又会强到何种程度。而在君逍遥闭关的这段时间内，祖龙朝也是毫无保留的打击君家，说君家是缩头乌龟，不敢应战，说君家当代无一人可敌龙吉公主。这让君家年轻人心头都是憋了一口气，恨不得直接让君逍遥出关，狠狠打一下那位龙吉公主的脸。龙吉公主也是再度放出消息，若君逍遥不敢前往祖龙朝和他对战，那么他便在洪州浑天山脉等着君逍遥的到来。这消息一出，再度令四方沸腾。这下若君家和君逍遥继续龟缩不理，那可就令君家颜面大失了。太可恶了，神子不过是在闭关而已，祖龙朝还真以为我们君家怕了他。君家一处院落内，君丈见手拍桌子，一脸愤愤。那能怎么办？你去和那龙吉公主打一场吗？君雪皇淡淡说道。君丈见脸色讪讪，表情不太自然。他的实力自己最清楚不过，龙吉公主那种恐怖的古代怪胎可不是他能够应付的。没必要在意，等公子再度出关，将继续横扫一切敌。君玲珑反倒是不在意，他对君逍遥是最有信心的，毕竟曾经窥见过一角未来。那位背对众生的君天帝只能是君逍遥，而龙吉公主不过只是古皇后人而已，还没资格同君逍遥这种日后注定正道成帝的人相比。就在君家许多天骄因此而愤懑时，一道身影踏在麒麟异兽身上，准备离开君家。是临苍大人，他这是要去哪儿？许多君家人看到皆是目露惊疑。临苍，君临苍这一脉的几位族老也是现身，还有君道林和君西域都出现了。我君家的颜面不容有失，既然逍遥堂弟在闭关，那便让我前去会一会那位龙族公主。君临苍语气淡淡，他外貌丰神俊朗，眼睛上蒙着黑布，肌肤晶莹如玉石，隐隐生光。此刻淡然说出的话
令人心头震撼。君临苍要去一会龙吉公主，整个君家都是轰动了。临苍大人，你没必要。君西域欲言又止。他想说，龙吉公主针对的是君逍遥，君临苍没有必要去趟这浑水。若继续让祖龙朝嚣张，丢脸的是君家，而不是某一个人。君临苍负手而立，神色从容平淡。即便他面对的将是恐怖的古代怪胎，他也依然无惧。四面八方，许多君家人都是投去崇拜的目光。他们君家不只有君逍遥一人。阿九，我会让你看到谁才是值得你追随之人。君临苍喃喃。他之所以出手，一方面也的确是为了君家颜面，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向阿九表态，他不比任何人差。君临苍不会以卑鄙手段和君逍遥争斗，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向阿九展示自己的能为。君临苍出马了。这个消息一出，如同10级地震，令四方惊哗。君家第一序列那位身怀灭世重瞳的年轻天骄将前往洪州混天山脉一会龙吉公主。许多大势力的长老天骄闻言纷纷动身。近段时间，君家虽是君逍遥一枝独秀，冠绝天下，但身为第一序列的君临苍也是早就成名了的老牌天骄，他的实力无需赘述。一时间，四方云动，诸多势力开始汇聚向洪州的混天山脉。这一战一定会震动四方，结果也会影响深远。毕竟这也算是君家和祖龙朝的博弈。若是连君家排名第一的序列都输给了龙吉公主，那么众人估计君逍遥也恐怕好不到哪里去。不过几日，君临苍便是来到了洪州混天山脉，追随而来的还有君道陵、君西域以及他这一脉的族老。毕竟洪州乃是祖龙朝的地盘，他们不可能让君临苍独自前往。此刻混天山脉周围早已是密密麻麻汇聚了一大批人，其中有各路太古王族，有荒古世家，有无上大族，能来的几乎都来了。而在混天山脉上空，一座金色的龙宫弥漫着浩瀚龙威，仿佛上古天宫一般悬浮于虚空之中。不过片刻，远空一头麒麟异兽踏空而来，周围弥漫紫色烟云，一道风神俊朗、英挺如松的身影负手立于其上，黑发飘飘，黑布蒙着双眼，却有一种特别的气机在流转。来了，来了，他来了！四方响起惊呼，第一序列和古代怪胎的大战将要开启。这也是一场君家和祖龙朝的博弈大战。君临苍眼上虽然蒙着布，却依旧看向了那座金碧辉煌的龙宫，一股隐隐的威压扩散而出，令他眉头微微一凝。混天山脉四方，许多人都在紧紧关注，这将是一场大战。祖龙朝也有一些强者到来，还有龙碧池也来了。他立于虚空，一身青色甲胄，神情平淡。他之前虽差点被君逍遥弄得道心崩溃，但好在不像姬玄那般彻底崩溃，尚有挽回余地。如今也是慢慢恢复了过来。可惜那君逍遥没来。龙碧池磨着一口银牙，他真的想要看到君逍遥被龙吉公主碾压的模样，只有这样，他心头的阴影才会减少一些。龙碧池想着，又转而看向了另一边的一位青年。那家伙怎么跟龙吉公主混到一起去了？龙碧池所指的人自然是萧晨。此刻萧晨也是脸色阴沉，他没想到以君逍遥那种自傲的性格竟然没来，反而是让第一序列来了。君逍遥，你是真的怕了吗？萧晨心里暗道。这时龙宫内传来了一道清冷而淡漠的声音，你不是君逍遥，来此何用？声音正是龙吉公主传出的。哼，堂堂古皇后人都不敢现身一见吗？还是说怕了？君临苍神色从容。古代怪胎虽然恐怖，但他亦是禁忌的重统者第一序列。轰！一道金光大道从龙宫深处蔓延而出，一道高挑而修长的青氏倩影缓步而来。龙吉公主一头青丝随风飘舞，宫装仙裙不染尘埃，窈窕而修长的玉体如同羊脂白玉一般莹润，泛着光泽。她的身材完美至极，该饱满的地方饱满，该纤细的地方纤细。一双令人惊艳的修长美腿微微迈开，摇曳生姿，赤足胜雪，晶莹而洁白，有种想让人捧在手心把玩的冲动。在场许多男性修士呼吸都好似要停止了，眼睛瞪得老大。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龙吉公主，一眼看去令人惊艳。她虽是个倾世绝美女子，但却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冷艳霸气，如同女王。君家当代第一序列，倒也勉强有资格挑战本宫。龙吉公主轻启红唇，她绝世玉容被朦胧雾霭笼罩，令人看不真切。古皇后人名不虚传。君临苍说道，也不得不慎重对待。接下来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两人直接是出手了。他们两人的境界赫然都在涅槃境。龙吉公主被封时就是涅槃境，所以境界倒也没比当代天骄高太多。君临苍一手探出，紫气浮出，化为一头紫麒麟，对着龙吉公主厮杀而去。那种神通，四周许多老修士眼眸睁大，那种神通极为恐怖，令他们联想到了某一知名神通。龙吉公主神色平淡，她玉手浮出，法力澎湃，天穹仿佛开裂，一只巨大的苍龙之爪探下，像是可以抓碎太古山岳。那是祖龙朝祖传的一门强大神通逆龙手。轰隆隆，招式碰撞如天崩地裂一般，混天山脉都开始坍塌。好强，这两人都是惊世之姿，强强碰撞，令人期待。别说那些年轻修士了，就连老一辈的强者都是惊叹不已。这两人的战斗波动太恐怖了，简直如同两尊圣人在碰撞。君临苍探手而出，紫气时而化为麒麟掌，时而化为紫色轮盘，威能强到极致。那莫非是麒麟大神通？有人失声道。
麒麟大神通可是和真龙大神通、真皇大神通等并列的顶级武学神通，一般而言是绝对不会外传的。那君临苍莫非得到了麒麟古洞的传承？一些人露出古怪之色。麒麟古洞和祖龙巢、万皇灵山一样，都是赫赫有名的顶级太古皇族。按理说，他们一族的麒麟大神通是不可能外传的，唯一的可能便是君临苍意外得到了麒麟大神通的传承。一些人的目光也是看向了他的坐骑，那头麒麟异兽，一时心中恍然。麒麟大神通，不过也并非是完整的。龙吉公主轻语喃喃，而后她再度出手，如同苍龙探爪，一股恐怖的龙威迸发而出。那是真龙大神通。四下响起无数吸气之声。刚才看到君临苍祭出麒麟大神通，现在龙吉公主又是祭出了真龙大神通，而且显然这是完整版的，并非是之前龙昊天所施展的那种蜕变出来的刺激神通。轰隆，此地仿佛重归混沌了，有麒麟长跃，有真龙摆尾，打斗波动令人心惊。君临苍再度施展出君家神通，人王印、山海印、兵伐诀、太虚术，种种神通从他手中打出，都有惊世之威。太强了，这就是君家第一序列的实力吗？许多人心头震撼，他们也重新开始审视君家年轻一代。除了君逍遥外，亦是有这般猛人。当然，龙吉公主实力也不是盖的，她的真龙大神通变换，仿佛神龙倒海，将前方一片虚空都好似要打裂。别说是涅槃境高手，便是更上一层的通天境强者，被这招式打到，肉身都会四分五裂。更为重要的是，龙吉公主神色平淡，好似完全没有动真格，这让许多人眼中露出惊骇。龙吉公主随便出手就有这般威能，那认真起来将会何其恐怖。这场大战整整持续了3天3夜，整座浑天山脉都是被打得四分五裂。然而让人疑惑的是，龙吉公主并未尽全力，君临苍也并未祭出重瞳。有人认为君临苍的重瞳怕是处于蜕变的重要阶段，暂时无法动用。到最后轰然一声震响，君临苍身形连退上100步，胸膛气血翻腾，有鲜血从手臂处流下。他的肉身虽然不弱，但同拥有苍龙古皇之血的龙吉公主来说还是有差距，毕竟龙族的肉身本来就恐怖，何况是古皇后人。龙吉公主机体洁白而晶莹，但若因此小看她的肉身之力，那就十分愚蠢了。毕竟不是谁的肉身都和君逍遥一样变态，可以盖压龙族。看到这一幕，众人也都知道，君临苍虽然不至于说彻底落败，但也是处于下风。不过他还没有动用重瞳，当然龙吉公主也没有展露全部实力。这场战斗至此暂时落下帷幕。君临苍没有动用重瞳，龙吉公主即便镇压了他，也会被人诟病，说是成人之危，所以龙吉公主也懒得全力出手。君临苍也没有想到龙吉公主的实力会强悍如此，她的重瞳的确处于蜕变关头，不宜动用。但不管怎样，落入下风是不争的事实。君临苍脸色阴霾，这和他想象的结果不同，他一语不发，直接离去了。临苍大人，君西域蹙起眉头，他没想到在他心目中无敌的君临苍竟然也有折戟沉沙的时候。不对，临苍大人还未祭出重瞳，不然胜负未知，况且即便是神子来了，也不一定对付得了龙吉公主。君西域思索道，他不认为是君临苍弱，而是龙吉公主太强。看到战斗结束，四方所有势力的人都是一阵唏嘘，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不分胜负的结果。不过从这一场战斗中也可以看出，龙吉公主即便未尽全力，亦是可以轻松对付年轻一代顶级天骄。当然这其中也有君临苍未曾动用重瞳的缘故，不然结果还真不好说。但不论如何，龙吉公主的强势毋庸置疑，放眼荒天仙域，估计也没有几个年轻天骄有资格和她交手。这场战斗对君家倒也有好处，没人再说君家是缩头乌龟了。君临苍的表现十分亮眼，没有动用重瞳底牌就能够和龙吉公主周旋那么久，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令人折服。虽说没有人诟病君家了，但对君逍遥的非议却是多了起来。毕竟龙吉公主针对的乃是君逍遥，他不现身，反而是君临苍出现了，这未免让人起疑，难道真的是君逍遥怂了？也有人说君逍遥是在闭关，或者是不屑一顾，毕竟有冠军侯这个前车之鉴在。之前冠军侯约战，君逍遥就未曾理会，那时也有人黑君逍遥，说他是怕了。结果呢，那些污蔑的人却是狠狠被打脸，所以这次黑君逍遥的人反而不多。在这场令人瞩目的大战结束后，众人反而更是期待君逍遥和龙吉公主一战。君家天地宫内，君逍遥一直在闭关，两耳不闻窗外事。君战天也吩咐不能让任何人打扰君逍遥。在这段时间内，君逍遥的境界也是轻而易举地突破到了归一境大圆满，如喝水一般简单。甚至于他想突破到河道境乃至涅槃境都不是什么太过困难的事情。但君逍遥没有这么做，因为到河道境需要找到契合自身的灵种、仙种等等，这对今后的道路很重要，所以君逍遥并未轻易突破。他也在用仙元修炼大罗仙骨。君家知道君逍遥需要仙元后，又分给了他数百颗仙元。君逍遥闭关到现在，消耗了所有仙元，大罗仙骨的数量也是达到了40块。现在他的双臂都淬炼有大罗仙骨，随手一挥就有无尽威能。此外，君逍遥的神象镇狱境也没有拉下，经过仙元还有诸多修炼物资的帮助，他体内10万巨象威力中已经有1万转化为了龙象威力，而每一颗龙象威力是10万斤巨力，是巨象威力的10倍。也就是说，这1万龙象威力
足足让君逍遥增长了9亿斤巨力。现在君逍遥的神像镇狱境能够爆发19亿斤的神力，这简直恐怖！才蜕变出1万龙象威力而已，君逍遥的力量就几乎翻了1倍。19亿斤巨力，估计之前若那姬玄以圣人王手骨和我对轰，都要被轰爆吧。君逍遥淡笑，他当然也没有忘记圣人王手骨，他拜托族内擅长锻造的老人，将圣人王手骨锻造成了一件法器手套。至于最后成品怎么样，君逍遥并不用担心。那些老人对君逍遥拜托的事情非常伤心，相信不会令他失望。君逍遥闭关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觉醒圣体意象。在经过了这么久的闭关后，君逍遥也是顺利的领悟出了第2种圣体意象。他相信这个意象一定会给他的对手带来惊喜。最后就是那具堕落圣体了。君逍遥闭关前特意让君战天等人检查了一遍堕落圣体，发现没有其他诡异之处后，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君逍遥也尝试着将自身的真灵分出一部分力量进驻堕落圣体的神宫内，一开始还颇为不顺利，经常失败。到后来，君逍遥则能够短时间的开始让堕落圣体进行简单动作。不过，或许是堕落圣体本身沾染了不祥的缘故，君逍遥无法长时间以真灵操控堕落圣体，而且堕落圣体真正的力量，君逍遥也无法完全发挥出来。但这都没关系，这堕落圣体对君逍遥而言依然价值无量，日后说不定会起到大作用。也差不多该出关了。君逍遥起身，若非必要，他是真的不想闭关。君逍遥走出天地宫，神情微微一愣，因为他发现天地宫外围了一大圈人，都是君家的年轻小辈。LT、BJ、GT、君玲珑、君仗剑等人也在前方。神子大人终于出关了。当看到君逍遥出现后，君仗剑等人激动难耐，周围那些君家子弟也是一个个握紧拳头，露出欣喜振奋之意。怎么了？君逍遥微挑眉梢，他不过闭关了一段时间而已，怎么这些人好像8辈子没见过他似的，一个个激动到不能自己。神子大人，那祖龙朝的古代怪胎太嚣张了，甚至就连临沧大人出手都是落入下风。诸多君家子弟七嘴八舌地说着，最后还是君仗剑将近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详细告诉了君逍遥。原来如此，在我闭关的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君逍遥暗道，第一序列回归，祖龙朝古代怪胎出事，两人还打了一场。不过君逍遥脸色一如既往的平淡，他淡淡道，不过是一条母泥鳅而已，你们一个个情绪那么激烈干嘛？听到君逍遥的话，所有人都呆住了。君逍遥称呼祖龙朝那位龙吉公主母泥鳅，在场所有君家弟子都是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虽然是站在敌对立场，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龙吉公主的确实力超绝，而且风华绝代。可以说，论实力，论容貌，整个荒天仙域少有人能和龙吉公主媲美。但就是这样一位自沉眠中苏醒，容貌与实力比肩的公主，在君逍遥口中则变成了母泥鳅，这让的这些君家弟子都是有些啧舌。不过旋即，他们看向君逍遥的目光更添崇拜之色，这才是他们君家神子该有的气度，连古代怪胎都不放在眼中。我们自是相信神子的，古代怪胎又如何，依然不会是神子的对手。君仗剑等追随者都是语气笃定道，他们对君逍遥近乎已经是盲目的自信了，所以说不用在意那条母泥鳅。君逍遥淡然道，他现在也是想明白了前因后果。萧晨帮龙吉公主解封，而龙吉公主则答应帮他杀了自己，这龙吉公主想必就是萧晨对付他的最后手段了。自己对付不了我，就准备借刀杀人嘛？可惜你借的这把刀还威胁不到我。君逍遥唇角溢出一抹冷笑，古代怪胎又如何，在他面前依然要折戟沉沙。神子，你要应战吗？君雪皇问道。应战？君逍遥眉梢一挑，他要我去，我就要去，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君逍遥无所谓道。那神子的意思？君雪皇道。亮着。君逍遥道，他还要考虑灵种仙种，为之后突破河道境做准备，还要考虑至尊骨蜕变的事情，还要考虑下界体书下卷的事情，还要青铜仙殿也要时刻关注。哪有闲工夫去应付什么龙吉公主？拿这个时间多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他不香吗？君逍遥的态度也是令诸多君家弟子苦笑。神子果然气魄非凡，连古代怪胎都丝毫不在乎。一位君家少女目露憧憬爱慕。随后君逍遥便是去找君战天。祖龙朝的事你都知道了？君战天问道。小事而已，比不上我突破境界的大事。君逍遥道。哼，的确，古代怪胎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君家又不是没有，不过你现在的确应该专心在修炼上。君战天呵呵笑道，他就喜欢自家孙子这种霸气无畏的态度。接下来君逍遥询问了一些关于灵种仙种的事情，这对君逍遥而言才是大事。君战天神色也是凝肃了一些，道，灵种就别提了，那种劣等或是浪费你的天赋，至于仙种，族里还有库藏，不过不一定契合你。君逍遥暗暗点头，的确，仙种这东西稀有度还是第二，最主要的是契合。比如君家也有一些稀有的仙种，如鸿蒙紫气种、生命之种等等，但这些仙种不一定契合君逍遥。逍遥，你有没有考虑过以一介本源为种子？君战天眸光一闪道。一介本源？君逍遥诧异。君战天解释道，江家那个老酒鬼擅长卜卦之术，他算出了实地在不久的将来恐会发生变故。实地变故？
君逍遥真的有些意外了。那个江家老酒鬼推演之术非常有名，上次就是凭借他算出了幽冥天的驻地，君家才能一举将幽冥天连根拔起。而这次他又给君家传来消息，实地恐怕会产生大变故。没错，那老酒鬼虽然经常耍酒疯，但推演的事情8、9不离10。他说实地将产生变故，世界本源将现，逆天始子将诞生。君战天道，世界本源，逆天始子。君逍遥疑惑，仙域分9天，下界分10地，每一地皆是一个世界，世界产生变故，便会诞生气运所中的骄子，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出英雄。而逆天始子正是下界10地可能孕育出的10位气运天骄，他们的潜力堪称无穷。君战天耐心解释，君逍遥这才明白，说白了就是以一界气运培养一个天骄，乱世出英雄。不知为何，君逍遥想象这逆天始子的模样，最后竟然在脑海浮现出了10颗长势喜人的韭菜。君战天继续道，当然了，这逆天始子在你面前估计也不算什么，你可以将其灭除，也可以将其招揽，毕竟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成长潜力。当然，你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获得世界本源，将其化为仙种，令自身突破。爷爷说的是，看来孙儿也要提前做好下界准备了。君逍遥微微点头，这可是一个大消息。江家虽然只告诉了君家，但其他不朽势力中也并非没有擅长卜卦的大能，可想而知，要不了多久，等到实地真正动乱时，整个仙域都会掀起波澜。到那时，各大不朽传人将下界争夺气运和本源，那种场面将会何其震撼人心。君逍遥算是提前知晓，也能提前做好准备。对了，如果你下界的话，能否帮族里办一件事情？君战天忽然询问道。自然可以。君逍遥道。家族如此倾力培养他，君逍遥也自当投桃报李。久远之前，太古万族中有10大古族祸乱仙域，我们君家将其10大古族强者尽数斩杀，愚者驱赶进了下界。之后，我族让5大追随势力也前往下界，当作监管者，镇压看管10大古族。可是最近，那5大追随者势力和我君家断了联系，有族老怀疑下界10大古族可能出现了什么变故。君战天道。听完之后，君逍遥微微点头，实地都将要混乱，那10大古族出现变故，好像也合情合理。爷爷请放心，家族如此栽培我，我也定当帮家族分忧。10大古族之乱，我自会一手抚平。君逍遥话语从容而自信。下界10地的天地规则可同仙域不同，没有什么圣主、至尊之类的强者，倒是更加方便君逍遥施展手段。以他的天赋实力和身份，若是降临下界，那将会被当成神一般的存在。10地将乱之事，现在只有少数不朽势力知道，但可想而知，随着时间推移，各方势力都会探查到蛛丝马迹。君逍遥倒也不急，离10地之乱彻底爆发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可以做好充足的准备。相比之下，另一件事才让君逍遥更加上心。爷爷，我想问一下关于圣灵书院轮回圣灵的事情。君逍遥说道。接着他也将至尊谷的异状告诉了君战天，这并不算什么秘密。这样的话，看来你的确有必要前往圣灵书院一趟。刚好圣灵书院的天道楼将要开启，据传那轮回圣灵的遗退就在天道楼顶层。君战天道。天道楼。君逍遥挑眉，这时他的脑海中再度响起了系统的机械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天道楼签到。君逍遥面色平静。君战天也是解释了一番，那天道楼乃是圣灵书院的一处试炼地，共有50层，那轮回圣灵遗退就在第50层，但自古以来，哪怕是最为妖孽的天骄，最多都只能登上49层，因为大眼之术40有9，缺的那个1就是最后一层。当然，在禁古时代，登上49层的天骄都是寥寥无几，能登到40层以上就已经是妖孽之资了。因为天道楼的考验非常困难，所以倒是成为了荒天仙域颇为有名的一处试炼地。而且圣灵书院也很大方，每年都会开放一次天道楼，让4方天骄前来挑战，哪怕不是圣灵书院的学子也可以去挑战。这次天道楼开放就在近日。那好，我之后便前往天道楼一趟。君逍遥道。既能得到签到的机会，又有可能令至尊骨蜕变，何乐而不为呢？对了，这个交给你。君战天拿出了一件紫金色的手套，说是手套，但其实延伸到了前臂骨，更像是一件臂甲，整体呈紫金色，泛着点点光芒，还有着一道神痕纹路，看上去颇为玄奥。这就是成品吗？看着这紫金色手套，君逍遥眼中露出一抹惊艳，这的确超出他的估计了。君战天呵呵一笑道，那些老人知道是要给你锻造，一个个都很上心，还搜刮来了许多稀有材料，甚至掺杂进了少许神痕紫金。神痕紫金？君逍遥诧异，完全没有想到神痕紫金和龙纹黑金、轮回道金等一样，都是可以用来铸造地兵的材料。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块都能引起哄抢。这手套掺进去的神痕紫金虽然不多，但却令整个圣人王手骨产生了质的蜕变。君逍遥接过手套，越看越满意。那手套上一道道神痕纹路，想必就是掺进了神痕紫金的缘故。只不过这紫色的手套莫名让君逍遥想起前世某个戴着手套长得像个紫薯的大反派。这么一想，倒是蛮符合自己身份的。毕竟君逍遥在其他天骄眼中也相当于一个大 boss， 就叫他灭霸圣王手套吧。君逍遥暗想道。
以自己本身的荒古圣体，加上神象阵御境之力，再加上大罗仙骨之力，最后还加上灭霸圣王手套，这一拳下去，威力将会何等恐怖！君逍遥感觉自己快要变成一拳超人了。这一拳打在那龙吉公主身上，想必会让她哭很久吧。君逍遥蓦地升起一个想法，随后君逍遥离去。而在仙域，关于君家神子出关的消息也是传出去了。但让人错愕的是，君逍遥压根就没有理会龙吉公主，这种感觉就好像是龙吉公主是个跳梁小丑一般，这让整个祖龙朝脸面都是不好看。虽然他们也竭力抹黑，说君逍遥是惧怕龙吉公主，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人相信。就在这件事陷入僵持之际时，另一件事却是再度引起了各方势力的重视。圣灵书院的天道楼即将开启，身为荒天仙域最有名的试炼地之一，天道楼自然是受到了四方关注。更别说天道楼内还会产生种种机缘奖励，或是丹书宝卷，或是强大神通，或是稀有材料，或是前人感悟。总而言之，只要进入天道楼，就一定会有所收获。而圣灵书院一年也会开放一次天道楼，就在近短时间。这件事再度令仙域四方轰动，诸多势力齐齐赶赴圣灵书院。传闻有人曾在天道楼内体悟到了至尊留下的感悟。对啊，还有人得到了前贤遗物，最后一飞冲天。天道楼是我们崛起的机会。许多势力的天骄都是十分激动，马不停蹄赶往天道楼。而这时，君家又传出消息，君家神子等人将前往天道楼。这消息一出，更是引起了四方震动。众人震撼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君逍遥真的完全无视了龙吉公主，他甚至都懒得做出任何回应；而第二个则是众人都很好奇，君逍遥能够踏上天道楼多少层？自禁古时代开始，别说50层了，就连49层都已经许久没有人踏上过。而君逍遥身为当代最为璀璨耀眼的天之骄子之一，他是否有资格登上49层？但是就在君逍遥要去天道楼的消息传出没多久时，圣灵书院那边却是表态了，不欢迎君逍遥的到来，这让四方错愕。天道楼一年一度开放，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吗？为何会抗拒君家神子？不过很快，许多人都想明白了。之前在元天秘藏被君逍遥废掉的姬家小圣人姬玄，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圣灵书院圣子。堂圣子直接被君逍遥废掉了，换做任何势力都会有些不爽。不过就在这个消息传出没多久后，君家又有消息传出，几位祖次里的老祖闲来无趣，想要去圣灵书院找那院长讨杯茶水喝。很开，圣灵书院就改口了，热烈欢迎君家神子的到来，并且澄清之前放话的并非是圣灵书院官方，而是几位和姬玄关系不错的圣子圣女，言辞不当，这才传了出去。天道楼还没开启，圣灵书院就闹了一个大乌龙，令许多势力的人都是暗暗发笑。同一时间，也有人得知了消息，姬家那位神女，同时也是人仙教圣女的姬青衣，将出发前往天道楼。姬家神女，那绝对是一位神秘无比的天之娇女，她不显山不露水，也从不爱出风头，非常低调。别说外界了，就连姬家都有一大半人从来没有见过姬青衣，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但这无碍于姬青衣的盛名，因为她不仅是姬家神女，更是人仙教圣女。人仙教乃是荒天仙域一方恐怖无边的无上大教，底蕴深厚，传承悠远。传闻人仙教乃是残仙建立的不朽道统，其中有种种逆天传承。姬青衣身为人仙教圣女，曾瞻仰过残仙一刻，曾修习过诸多人仙教的大神通。虽然她很少出手，但没有人会质疑她的实力。如今在君逍遥前脚说要去天道楼后，姬青衣后脚便也要去天道楼，这不得不让人起疑。难道是姬家神女要和君家神子算姬玄的那笔账吗？很多人都在猜测，姬青衣前往天道楼，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天道楼的机缘，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替他们家族的姬玄找回场子。就在整个仙域因为天道楼而风起云涌时，洪州浑天山脉相比于之前的人气鼎盛，现在的浑天山脉明显人丁稀落，少了许多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君家神子压根懒得赴战，根本不会前来，一场好戏演不起来，自然也就没有了看客。可恶，那人族小子竟然如此蔑视公主殿下！龙宫内四大龙将都是愤懑不已，眼中喷薄浓郁的杀光。若不是君逍遥身份特殊，背景强势，他们怕是早就将其擒拿而来。萧晨的脸色也很是难看，他原以为会很快看到君逍遥陨落，谁曾想君逍遥竟然来这么一出，反而是端坐于黄金宝座上的龙吉公主，被辉光笼罩的绝代容颜十分平静。越是心虚者，越是喜欢弄出这种噱头，他此举正是证明了内心对本宫的恐惧。龙吉公主嗓音清冷淡漠，那接下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萧晨道：放心，本宫答应你的事情不会食言。如今本宫实力远没有恢复到巅峰，还在与天地气息磨合。龙吉公主道：什么？听到此话，萧晨深深吸了一口气。龙吉公主竟然还没有恢复到巅峰？哼，蝼蚁之辈岂会知道公主殿下的能耐？她破风而出，身上古老气息与天地气息不容，需要时间磨合方才能够恢复。苍龙江看着萧晨冷笑一声道：萧晨是真的被震撼到了。若龙吉公主真正恢复到了巅峰，那实力将会有多可怕？现在想来，虽然君临苍没有动用重瞳，但龙吉公主更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待磨合结束，本宫会亲自出手，了断那荒古圣体之命。龙吉公主淡淡道。萧晨眼露喜色，
君逍遥，你终究逃不过败亡的命运。萧晨露出狠绝笑意。君家天地宫内，君逍遥正泡在灵泉里，一旁君玲珑在帮他捏肩。君逍遥可不是修炼狂人，闭关出后，他也需要时间来放松一下。这朱雀灵泉乃是他让拜玉儿从朱雀古国转移来的，没事泡泡也挺舒服。这时，外面响起了君雪皇的声音：“神子，君临苍来了。”“哦，我那位堂哥终于来找我了吗？”君逍遥道。那君临苍不仅是他堂哥，而且还身怀重瞳。君逍遥差点以为又要上演那种同族相残挖骨的剧情，不过现在看来，那便宜堂哥为人好像还算正直，之前还代替他去迎战龙吉公主，哪怕看在这一点上，他也要一见。君逍遥起身，君玲珑替其换上白衣。天地宫一处殿宇内，君临苍淡然而立。不多时，君逍遥到来，看着面前这位眼睛上蒙着黑布的俊朗青年，君逍遥微微挑眉。他算是确定了君临苍的重瞳的确处于蜕变时期，虽然被黑布所封印，但那隐约泄露出的一缕气息也是十分惊人。临苍堂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吧？君逍遥淡笑，让君玲珑奉茶。不必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件事而已。君临苍道。愿闻其详。君逍遥道。那龙吉公主的实力远还没有达到巅峰，我那时即便动用重瞳，怕也无法真正对其造成生命威胁，所以前来提醒你，不要小看古代怪胎。君临苍道。多谢堂哥告诫。君逍遥微微点头，只是神色依然不以为意。君临苍只知道龙吉公主有多强大，却不知道她有多么强大。君临苍语气一顿，道：“天道楼，我也会去。”君逍遥眸光暗敛，这话语之中好似有争锋比较之意。啊，那就希望堂哥能有所收获了。君逍遥道。对了，阿九他还好吧？君临苍语气略有一丝不平稳，他已经有许久没有见过阿九了，好像在阿九拒绝成为他师尊后，阿九就再也没有在他面前现过身。君逍遥目光有些古怪，这语气不对劲啊。他还好，堂哥你。君逍遥欲言又止。逍遥堂弟，有时候我真羡慕你。告辞了。君临苍深吐出一口气，没有迟疑，转身即走。他害怕他继续待着会心境不稳，太过嫉妒君逍遥。待得君临苍走后，君玲珑方才上前将一些君临苍和阿九的事情告诉了君逍遥。原来如此，他竟然缠阿九的身子。君逍遥有些无语。阿九可是他父亲那一辈的人，虽说风华绝代，容颜无双，但年龄想必也不小了。女大三报金砖，女大3000报3000块金砖。公子，对于我们修士来说，年龄可不是问题哦。君玲珑眼睫毛颤动，悠悠道。他也比君逍遥大了10几岁，但只要君逍遥愿意，他也绝对不会拒绝。君逍遥微微点头，心底则是自语道：可惜啊，堂哥，只能对你说抱歉了。因为是我的，始终都是我的，不是我的，也会变成是我的。君逍遥唇角勾起一抹淡笑，他的护道人只能护着他。半个月时间过后，荒天仙域各地势力开始有动作了，齐齐赶往圣灵书院，因为再过几日就是天道楼开启之日。这日，君逍遥踏上九头狮子，身后跟着君玲珑、君仗剑等人，而另一边，君临苍亦是脚踏麒麟异兽，身后带着君道灵、君西域几人，他们将出发前往圣灵书院。君家山门外，两拨人马矗立天穹，九头狮子金芒战战，释放光华；麒麟异兽脚踏紫气，神意强大。逍遥堂弟，这次天道楼，我们再比比。君临苍说道，他目光扫向远处虚空，似乎想要看到那道灰衣绝代的倩影。堂哥既然有此兴致，那堂弟我也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君逍遥亦是一笑，两人话语间看似平和，却又争锋味道十足。看着这一幕，那些君家族老们心底也是舒了一口气。他们自然明白，因为阿九的问题，君临苍显然心里会有疙瘩。他们最怕的就是看到君逍遥和君临苍不和，甚至反目成仇。若0号序列和第1序列互相敌对，那对君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日后族运。不过好在，他们两人都有一番气度，没有让君家众族老失望。眼下这种争锋较量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次希望我们君家诸天骄能够霸榜天道楼。一位族老豪迈一笑道：若他们一族天骄能够霸榜天道楼，那将是何其痛快的一件事情。身为御三家之一的君家，他们有这个底气。就在君逍遥等人出发前往圣灵书院时，其他势力亦有动作了。有人看到一座黄金山脉之内有一头恐怖的金色神禽腾空而起，双翅一震，如垂天之云，掀起巨大的风暴。难道是迦楼圣山的金翅小鹏王出关了？许多修士震撼。金翅大鹏鸟又叫迦楼罗，而迦楼圣山也是一方顶级太古王族，而且这一脉和九头狮子族一样，族群数量都十分稀少，因此达不到太古皇族的标准。但这并不代表迦楼圣山弱，从中走出的每一位天骄都有横击四方的大气魄，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金翅小鹏王。他名金烈，乃是迦楼圣山当代最有名的天之骄子，其实力丝毫不逊色太古皇族的顶级天骄，甚至有过之。至少黄玄一、凤青灵那种等级的天骄，在面对金烈时会十分忌惮，没有把握抗衡。终于出关了，这次我金烈将在天道楼盖压四方称雄。那头金翅大鹏鸟双翅一震，如金色闪电一般破空而去。荒天仙域西部道州一处古朴自然的古寺庙门口，法海，你心静不下来，太乱，去红尘走一遭吧。
你的丈六金身还差一步圆满，因果在天道楼中。一位长眉垂地、身披袈裟的老僧对着一位浓眉大眼、容貌英俊的青年和尚说道。名叫法海的青年和尚道：“师傅请放心，徒儿定不堕小西天之名，此去红尘，广诵西天佛音。唉，争强斗胜，非是善途，你好自为之。”老僧微微一叹，若是让人看见这一幕，则定然要吃惊。小西天乃是荒天仙域底蕴悠久的强大道统，经久不灭，在整个仙域更是有无数信徒汇聚信仰之力。没人知道小西天的底蕴有多深，但传闻小西天同古时的那位佛帝有所关联。小西天在当代极为低调，几乎不出世，外界只知道小西天最出众的天骄乃是佛子佛女，而面前这位法海正是小西天的佛子。师傅，徒儿到此。法海双手合十，微微躬身，但转过身去后，法海的脸上却露出了一缕桀骜的笑意。终于可以入世了，该度化谁呢？让小僧想想，还欠缺一头坐骑，那便度化一头9头狮子或者金翅大鹏鸟，还有那些女施主沉沦苦海良久，需要小僧将其解救出来。法海笑了，他天赋超绝，修炼各种佛门神通都信手拈来，甚至于小西天的至尊法大威天龙真经，他都修炼到了极为高深的地步。但法海本身性格根本不像一个僧人，反而像是一个六根不净的凡俗之人。如今好不容易可以入世，法海自然不可能就这样随随便便走一遭，他这位小西天的佛子也该一展威名了。圣灵书院位于天灵道州，身为一方传承悠久的书院，其门下弟子遍布仙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有这层恐怖的关系网在，一般的势力根本不敢招惹圣灵书院，哪怕是不朽势力，对圣灵书院也是礼遇有加。当然，其中不包括君家，圣灵书院也不愿招惹像君家这样的顶级不朽势力，所以之前圣灵书院才会改口欢迎君逍遥前来。但圣灵书院服软，不代表其门下弟子也服软。姬玄身为圣灵书院圣子，那就是门面一般的存在，而他却被君逍遥打得道心崩溃，彻底成为了废人。这岂不就是告诉世人，圣灵书院教出来的学子就这能耐？所以君逍遥也等于是间接砸了圣灵书院的招牌。圣灵书院的男弟子绝大多数都对君逍遥怀有敌意，但女弟子们则有许多人在观望，因为他们听说了君家神子有天人之姿，俊秀绝代，堪称仙域第一神仙颜值。如果真的符合他们心中期望的话，稍微原谅一下也不是不可以。此刻，在一处湖畔凉亭内，两男一女正聚集在此。其中一位男子身着黑白道袍，双眸仿佛一黑一白，流转道韵，十分奇异。他是圣灵书院的圣子之一，背景来历也很强大。这君逍遥废了姬玄兄，竟然还恬不知耻的想来天道楼获取机缘，真是无耻至极。而另一位衣着华贵、流露黄道气息的青年，则是摇头道：“谁叫他是君家神子呢？他不霸道，谁霸道？真不知君家神子是个何等超凡的人物，连实力那么强大的姬玄道兄都是被他打得道心崩溃。”剩下的一位女子身着碎花高腰襦裙，青丝如瀑，直垂娇臀，肌肤雪白莹润，容貌秀雅，清丽绝伦。她语气带着一丝好奇，姬玄在他们几位圣子圣女当中也算是实力很强的了，竟然会被人打得道心崩溃，这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花希晴，你可是我圣灵书院圣女，到时候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那位衣着华贵的青年挑了挑眉道。身着黑白道袍的青年则是冷然一笑道：“想踏进我圣灵书院的门也没那么简单，只要是天之骄子都会选择参与考验，踏99阶天梯，鸣动鼓钟18响，最后跃龙门方可进入。若堂堂君家神子若折在这3关上面，那可就丢脸丢大了。这3关的确困难，哪怕当年我刚进入圣灵书院，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勉强过关。”华贵男子摇了摇头道：“那我们就坐等那位神子到来吧。”花希晴轻语道：“天灵道州圣灵城，这座宽广无边的城池乃是圣灵书院的所在地，整座城池都是以圣灵书院命名。远远看去，整个圣灵城占地广阔无边，城墙高耸巍峨，从侧面也显露出了圣灵书院的悠久底蕴。而此刻，天上有古兽腾飞，有异兽拉车，有浮空飞舟横渡虚空，地上也是密集的人流，如同百川汇海一般，齐齐汇聚向圣灵城。一年一度天道楼开启，乃是年轻天骄的盛会，即便很多人都没有资格进入天道楼，也无法妨碍他们前来瞻仰那些年轻一辈的顶级天骄。不知这次又有多少年轻俊杰圣子圣女会前来。一位青年仰望天空道：“听说君家神子要来，我立刻马不停蹄从苍元州赶来，就为了看君家神子一面。”圣灵城门口，一位容貌姣好的少女仰天期盼道：“姐妹，你也是来看我家神子的吗？”另一位容貌美丽的女子搭讪道：“什么你家神子？他不是你家的。”有其他少女鼓着嘴怒视道。一群女子加入了争吵，倒是引起了小范围的轰动。啧，君家神子的人气也太恐怖了吧！一些男性修士见状，无不露出羡慕嫉妒之色。而此刻，在一处楼阁上，一位面庞清秀、剑眉星目的蓝衫少年看到这一幕，脸色有些阴沉。他对面坐着一位老仆，正是福伯，而这少年自然就是叶星云。他这次也前来天道楼了。星云少爷，老爷说了，这次你可千万别和神子起冲突，叶家丢不起这个脸。福伯道：“正所谓事不过3，10岁宴，叶星云第一次丢脸；盘武神朝宴会，第2次丢脸。若这次天道楼叶星云还挑衅君逍遥，然后被打脸，那荒古叶家的脸往哪里搁？”
虽然叶家不止他一个天骄，但一而再，再而三被打脸，叶家脸面也过不去。放心吧，这次我只是单纯来天道楼获取机缘的。叶星云脸色恢复，眸光深邃。他觉得这次天道楼他将获得大机缘，或许会觉醒很多记忆，包括他记忆中那一座恢宏的星宫。若是能够想起那座星宫在哪里，他就可以去寻找，然后得到其中的机缘。到时候他实力突飞猛进，足可甩开君逍遥几条街。老爷说了，只要等到叶孤尘出世，我叶家将名震荒天仙域，年轻一代无人可敌。福伯道：那位剑魔转世吗？他倒是一直在闭关，从未出现过。叶星云道：他心中有着不甘，若是能够得到机缘，他不会弱于那剑魔转世。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某一刻，圣灵城外虚空有金芒从在远处闪耀，伴随着隐隐的狮吼之声，还有紫气在弥漫，仿佛有麒麟在嘶鸣。来了来了！整个圣灵城所有生灵，不论是人族还是太古种族，在这一刻都是齐齐仰望苍穹。荒天仙域的风云人物终于要来了！轰隆隆，一头9头狮子不踏苍穹奔掠而来，上面站着一行人，为首的一道超然身影，白衣绝世，不染烟火，容颜笼罩仙辉，却也隐约可窥见一角。但便是那一角，就足以令许多从大老远赶来此地的女修们原地高潮，尖叫声不绝于耳。咦，那身边难道是君家的第一序列君临苍？一些人也是注意到了，君临苍踏着麒麟异兽，负手而立，双眼蒙布，风神俊朗。君家那位重统者也很帅啊，可惜是站在神子身边。一些少女目露些许异彩，但还是微微摇头。若无君逍遥，君临苍自然是最夺人眼球的那个。可惜在太阳面前，哪怕是月亮也会彻底暗淡无光。堂弟，你这人气有点恐怖。哪怕君临苍也是有些无语了。他身为君家第一序列，走到哪里不是万众瞩目，结果现在风头全被君逍遥给抢了，这是他们的基本操作，不用介意。君逍遥淡淡笑道，他已经习惯这群可爱的脑残粉了。然而这时却有一群年轻男女走来，个个气息都十分不弱，是圣灵书院的弟子，周围人群避开。君家神子这才刚到圣灵城，这些书院弟子就忍不住了吗？一位修士道，君逍遥费了机旋，已经人尽皆知，这些书院弟子敌视君逍遥也算情有可原。只不过现在那群书院弟子中，女弟子们一个个都有些犹豫，他们看向天穹君逍遥的身影，眼中止不住地泛着异彩。再坏又怎样？帅就够了，甚至于越帅越坏他们越爱。我决定了，不反对君家神子了。一位书院女弟子顿住脚，咬了咬唇喊道，我也是，君家神子废了姬玄师兄，一定是有原因的。另一位少女信誓旦旦道，没错，我也这样认为，一定是姬玄师兄挑衅了神子，神子才会勉为其难地废掉他，不会是姬玄师兄自己做了什么坏事，然后神子才惩罚他的吧？这些书院女弟子越说越觉得像是这么一回事。若姬玄在此听到此话，8成会气得当场去世。我决定了，姐妹们，我黑转粉了。一位书院女弟子一拍玉手道，此举引来所有女弟子的附和响应。这也行？一旁那些男弟子看得目瞪狗呆。说好的一致对外呢？说好的针对邪恶的君家神子呢？这判敌也太快了吧！天际，君逍遥神色淡淡，圣灵书院他从来都不在乎，若非关乎到至尊谷蜕变，便是圣灵书院想请他来，他都不一定会来。这圣灵书院最好别惹我不耐烦，不然的话，让你们一个个都不姬玄的后尘。君逍遥神色淡漠，下方那些女弟子虽然放弃了抵制，但那些男弟子依旧对君逍遥抱有敌视。君逍遥，你害了姬玄师兄，也有脸来我书院？就是有种别进天道楼。面对那一群书院男弟子的叫嚣，君逍遥没说什么。9头狮子直接是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狮吼声，正是他这一脉的神通狮子吼。吼！一声落下，金色的音波扩散，那些书院男弟子尽数被震翻在地，一个个头疼欲裂，七窍都是流出来鲜血，更有一些不堪者下身如尸，散发骚臭味道，竟然被吓尿了。这便是圣灵书院弟子的实力，早点回家吃奶去吧。君逍遥冷讽一笑，9头狮子载着他们前往了落脚点，徒留一群狼狈不堪的书院弟子。所有人噤声，眼眸瞪大，四下死寂。按理说，君逍遥想安然进入天道楼，应该想办法和圣灵书院和解才对。怎么感觉现在君逍遥对圣灵书院反而更加不屑一顾？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君逍遥并没有把圣灵书院放在眼中。别说是这些普通弟子，便是那些和姬玄同等级的圣子圣女，若敢在君逍遥面前挑衅，他也会让他们体会到和姬玄一样的痛苦。看着君逍遥等人离去的背影，城内4方修士都是狠狠咽了一口唾沫。不愧是君家神子，霸气超绝，压根不在乎圣灵书院。是啊，哪怕书院的那几位圣子圣女来了，估计也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一些人看向那些瘫倒在地七窍流血的书院弟子，都是摇了摇头。这群书院弟子太不堪了，连人家坐骑的一声吼叫都承受不了。虽然那坐骑是顶尖太古王族9头狮子，至于那些书院女弟子，压根就没理会那些狼狈的男同胞们，一脸星星眼地注视着君逍遥离去。君逍遥等人来到一处金碧辉煌的客栈休憩，然而不过多时，君玲珑就上前禀告道：子，万宝商会少主想要求见您。万宝商会少主？君逍遥想了想，之前在盘武神朝斗秦会上，他好像见过此人，
和那位三皇子一样，都是天晴女的追求者。只不过这种小人物，君逍遥也记不太清了。让他进来吧。君逍遥道。君玲珑点了点头。片刻后，一位容貌俊秀的贵公子上前，很是恭敬地对着君逍遥拱手。在下万宝商会钱多，见过神子。本神子记得你，好像在斗琴会上见过。你是天晴女的追求者。君逍遥道。没想到神子还能记得我，真令人荣幸。只不过我已经不再是天晴女的追求者了。钱多微微苦笑了一下，在见识过君逍遥这样优秀的人后，天晴女怎么可能还看得上他？你来有何事？君逍遥抿了一口茶水道。在下听掌柜说，神子来我万宝商会麾下客栈休憩，我就直接赶来了。钱多说道。这客栈原来是你万宝商会的产业。君逍遥恍然。神子，是这样的，我万宝商会在天道楼开启前，将会举办一场斗舞会，将会让一些优质的奴隶进行死斗，然后压住。我看神子好像需要仙缘，这倒是一个赚取仙缘的好机会。钱多说道。原来如此。君逍遥点头，他也明白万宝商会是想趁着天道楼开启的热度赚一波钱。不过钱多也说对了，他的确需要仙缘。现在君逍遥身上只剩下50枚仙缘，以备不时之需。而且我听闻神子有收奴隶的喜好，到时候说不定能有让神子看上眼的。钱多谄媚笑道。本神子有这种特殊嗜好吗？君逍遥侧头看向君玲珑。君玲珑妩媚的白了君逍遥一眼。有没有这嗜好，你心里没点逼数吗？什么时候？君逍遥干咳了一声，脸不红心不跳道。明晚，而且到时候还会有其他仙域的奴隶出现。钱多说道。其他仙域的？君逍遥目光微亮。9天仙域分为9天，荒天仙域只是9天之一。从其他仙域来的奴隶，君逍遥倒是有些兴趣了。我会去。君逍遥道。那到时候就恭候神子大驾了。钱多露出喜色。他父亲万宝商会会长告诫他道，尽量和君家神子攀上关系，哪怕只是混个眼熟也好，日后好处无穷。钱多满意的离开了。在他离开后，君玲珑淡淡一笑道，那万宝商会少主是想攀上公子的关系呢？无所谓，只要对我有好处就行。君逍遥并不在意。而在同一时间，一群满脸糊着血狼狈不堪的书院弟子跪倒在3人面前哭诉，正是书院的2位圣子和1位圣女。圣子大人，你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那君家神子太过嚣张了，根本没有将我们圣灵书院放在眼里。一位书院弟子一把鼻涕一把泪，这次他们这些书院弟子的脸算是丢光了。愚蠢，君逍遥再如何也不是你们可以招惹的。身着黑白道袍的青年冷声道，我以为那君家神子会忌惮我们圣灵书院，所以那书院弟子咕哝着，声音越说越小。好了，你们也是自找罪受，便是我们对待君逍遥都要慎之又慎。华贵青年摇头道。至于那位圣女花希晴，则是眨了眨美眸，对君逍遥越发好奇起来。此事之后再说吧，明晚我们要参加万宝商会的斗舞会，至于君逍遥，等天道楼开启之日再和他会会。黑白道袍青年说道。之前万宝商会也派来一位执事，邀请他们参加斗舞会。很快1日时间过去，在圣灵城东部区域有一座华丽的宫殿，君逍遥在钱多的带领下来到此地，身边只跟着君玲珑一人。神子，请去贵宾包间。钱多亲自带着君逍遥进入了贵宾包间，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斗舞会高台。不知道今晚有没有能让我看上眼的奴隶？君逍遥喃喃。他想了想，至今为止好像还真没有一位真正的追随者。君玲珑严格来说算是他的丫鬟，君仗剑、君雪皇、君万劫3人都是君家序列，严格来说也不能完全算是他的追随者。武明月则更像是棋子般的存在。至于拜玉儿，那就是单纯的女奴了。我父亲都有神王8部众，其中还有阿九这般优秀的存在，我也该考虑一下，真正找一批忠心的追随者了。君逍遥想到。而这时会场内突然响起了喧哗之声，盘武神朝长公主到了，圣灵书院的2位圣子和1位圣女也来了。卧槽，那是迦楼圣山的金翅小鹏王，叶家的星辰王体叶星云也来了。我的乖乖，都是大人物。会场内许多修士都是吃惊，这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天骄，现在却是接二连三现身。在下阴阳教阴阳圣子，同时也是圣灵书院圣子，今日能够见到长公主，真是幸运。那位身着黑白道袍的青年说道。身为2大势力共尊的圣子，阴阳圣子语气中带着一缕淡淡的自信。然而面前这位秋水为神玉为骨，容颜美丽如梦似幻的大美人，却是连看也未看他一眼，表情冷冰冰，直接错身而过。阴阳圣子脸色一僵，有些尴尬。一旁花希晴则是掩嘴轻笑道，人家好歹也是不朽神朝长公主，身份高高在上，不搭理你也正常。也对，倒是我梦忘了。阴阳圣子不以为意的笑笑，不朽势力的公主吗？眼光高点，性格冷傲点也很正常。而这边武明月在询问了钱多之后，径直走进了一处贵宾包间。当看到那位淡淡坐在扶椅上，白衣修长，俊秀如仙的身影时，他再也忍不住趴到了君逍遥腿边，像是一只被抛弃了许久的猫一般，抬起一张令人心动的容颜道，主人，明月来见您了。难以想象一位不朽神朝的长公主此刻竟会像猫一般趴在君逍遥腿边，那般模样就像是被抛弃的宠物。若是包厢外的阴阳圣子看到这一幕，绝对会怀疑人生。君逍遥脸色淡淡道，你怎么来了？武明月嗓音弱弱道，之前听闻主人要来天道楼，明月便马不停蹄赶来了，
只为见到主人一面。经过君逍遥3番2次的设计后，武明月算是彻底调教成型，对他归心，忠贞不二。公子，他怎么会？一旁，君玲珑也是十分意外，美眸微微睁大。君逍遥和武明月的关系，除了他们自己知道外，只有君仗剑知道。说来话长，不过明月是可以信任的人。君逍遥一笑道。听到此话，武明月露出一抹动人笑意，能被君逍遥信任，令他十分开心。但君玲珑却高兴不起来，眸子里隐隐有种敌视的味道。他察觉到了一点危险，门外那阴阳圣子好像对你有意思啊。君逍遥随意道。虽然隔着包间，但外面的情况君逍遥也能了解。那位阴阳圣子背靠阴阳教，更是圣灵书院的圣子。之前圣灵书院传出消息，说不欢迎君逍遥到来，其中也定然有阴阳圣子等人在推波助澜。武明月闻言，心里一甜，暗想到：主人这是在吃醋吗？不过他也是立刻表态道：主人多虑了，那什么阴阳圣子，明月连看都未曾看一眼。君逍遥点头。武明月可是他的掌中玩物，对他还有作用，岂能随便让他人染指？对了，主人，明月还给你带来了100多仙元，我只能搜集到这么多了。武明月很是乖顺地拿出空间法器，里面装着仙元。即便以他长公主的身份，想要搜集到这么多仙元，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君逍遥淡淡一笑，他还没有利用武明月呢，武明月自己就当起工具人来了。很好，多谢了。君逍遥收起仙元，顺手摸了摸武明月青丝柔顺的脑袋。武明月微微眯起美眸，心里甜滋滋的。一旁君玲珑越看越感觉胸闷，他站在了君逍遥身后，伸出玉手，柔柔道：公子，玲珑给您捏肩。武明月则搭在君逍遥腿边道：主人，明月给你捶腿。可哪怕君逍遥也是愣了一瞬，然后装作不在意，怎么感觉像是修罗场的展开？而另一边，斗舞会也是准备开始了。各路天骄都是稳坐看台，而一些身份尊贵的天骄则是坐在贵宾包厢里。比如那金翅小鹏王金烈，他身材高大，英挺神武，一头金灿灿的长发直披而下，眸子内是金色的树瞳，如同兽类一般，带着一股野性，非常冷酷。他的背后亦是有一对黄金翅翼，每一片羽毛都如同金色神剑一般锋利。这次我要收一些强大的追随者，还有那君逍遥。金烈眸子眯起，泛着冷光。君逍遥降服9头狮子为坐骑，让金烈十分不爽。原因很简单，外人一提到顶级太古王族，都会第一时间想到9头狮子和金翅大鹏，这2个种族向来齐名，提到一个，难免就会提到另一个。而现在君逍遥以9头狮子为坐骑，金翅大鹏则和9头狮子齐名，这岂不等于金翅大鹏也就是个坐骑货色？到时候外人提到金翅大鹏，就会说这和那9头狮子一脉一样，都是坐骑。哼，那9头狮子真是将我太古王族的脸面都丢尽了。金烈眉色沉然，他下定决心，之后在天道楼一定要和君逍遥会会，太古王族的脸面不能丢。各位，欢迎来参加我万宝商会举办的斗舞会，希望各位都能有所收获，赚得盆满钵满。一位主持的老者走上高台道，他也没有废话，很快进入了正题。2个奴隶被驱赶了上来，一个浑身长满鬃毛，体型硕大，肌肉焚起，持着一根森白色骨棒，竟然是一个蛮族。一些修士目露讶异，蛮族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族群，分支很多。高等蛮族甚至能够修炼特殊的蛮文，借助天地自然的力量。这个蛮族虽然不是高等蛮族，实力却也极为强大。而另一个奴隶身材非常干瘪，骨瘦如柴，是风影族。一位老人认出来了。好了，各位可以下注了。主持老者说道。君逍遥随意打量了一眼，看上去蛮族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要比那风影族强。而且这个蛮族皮糙肉厚，防御也强，风影族即便占据速度优势，想要对蛮族造成致命伤害也是非常困难。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压了蛮族。10枚仙元压风影族。君逍遥淡淡道。君玲珑和武明月都是微微一惊，一出就是10枚仙元，绝对是大手笔了，一不小心就可能血本无归。当然他们并没有任何反对，君逍遥的话就是命令。然而结果很快出来了，那位风影族最后竟然激活了血脉力量，一道凌厉的锋刃直接洞穿了蛮族的胸膛。主人真是太厉害了，慧眼如炬。武明月崇拜道。小意思而已，以君逍遥如今的天赋，不说洞察万物，探查这些人的天赋还是能够做到的。最后那风影族被一位大势力的天骄给买走了。一般而言，实力强的奴隶都会有人要，或者当作奴仆，或者当作死士。不过像风影族这种奴隶，君逍遥还看不上眼，别说当追随者了，便是买来看家护院都显得多余。接下来陆陆续续又上了不少奴隶，太古万族，包括人族、妖族奴隶等等，全都有。而君逍遥毫无意外，全都押中了。最后150枚仙元变成了400枚。当然这其中也有万宝商会放纵的缘故，不然的话局局都押中，万宝商会也不想这样大出血。看来万宝商会挺识趣的，并没有阻止我继续压下去。君逍遥道。接下来那位主持的老者脸色则是郑重了起来，开口道：诸位，接下来就是这次斗舞会最后的一场对决了。随着老者话音落下，2个蒙着布的铁笼被推了上来，铁笼周围甚至还刻有封禁符文，但即便如此，亦是有一股股强大的波动从铁笼内散发而出。君逍遥目光忽然一凝，看向其中一座铁笼。这2座铁笼散发出来的气息都很强大，但君逍遥却直接忽略了其中一座，
而是看向另一座。好强大的血脉之力！君逍遥有些诧异，他的眼光很高，一般的天才他是绝对看不上眼的。实力强大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成长潜力大。比如一个14岁达到归一境的天骄和一个数百岁达到神火境的强者，君逍遥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潜力比实力更重要。而现在，在君逍遥的感知中，那其中一座铁笼内的生灵蕴藏着雄浑的血脉之力，就好像是一颗太阳在燃烧。相比之下，另一个铁笼内的气息虽然无比强大，而且带着阴冷煞气，但却没有太多特殊之处。这时，那主持的老者也是开口道：“诸位，接下来就是重磅戏了。左边这头生灵，你们一定想不到它是从何而来。”老者说着，直接让人将蒙着的布掀开，一头浑身漆黑、背生双翼、面若罗刹恶鬼般的生灵出现在其中。他发出尖啸之声，音波仿佛可以震碎人的神功真灵。那时，许多修士都是站起来，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这头狰狞的生灵。年轻一辈的修士脸色有些迷惑，不怎么了解，反而是一些老人，当仔细观察着生灵之后，猛然抽了一口凉气。这，莫非是异域天魔一脉的生灵？一位白发垂髫的老者吃惊道。此言一出，许多修士眼神都是齐齐一震，竟然是来自异域。一些年轻的天骄也是目露惊奇之色，他们虽然听过异域之名，但却从未接近过那地方，更不可能知道异域中的生灵长什么样。君逍遥也是眼露奇异之色，他记得元天至尊好像就是前往了异域，最后带回来了体书上卷，但也因此沾染了异域黑暗物质，最后遗憾陨落。呵，道友果然慧眼如炬，没错，这正是异域天魔一脉的生灵。主持老者呵呵笑道：“怎么可能会有异域生灵出现？莫非异域又要侵略仙域了？”一些老者心里不能平静，因为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曾造成仙域生灵涂炭，别说一般人了，就连不朽势力都扛不住，覆灭了许多。那种等级的浩劫，足以席卷整个9天仙域，整片仙域将没有一块净土。道友严重了，异域已经许久没有大动作了，最多也就是小打小闹，偶有生灵进入仙域，最后不是被斩杀，就是被活捉。主持老者笑笑道。一些老人闻言，这才微微松了口气。这下，众人开始细细打量这天魔族生灵。啧，没想到真的能抓到活着的天魔一族，这可是异域的强族啊！一个修士啧感叹道。异域和仙域一样，也有无数种族，其中也有诸多强族，乃至不朽地族，如古兰一族、彼岸一族、祖安一族等等。天魔一族虽然还称不上不朽地族，但也是异域强大的王族，底蕴深厚。如今能看到活着的天魔族，对在场修士而言，倒是十分稀奇的一件事情。这可是异域强大的天魔族啊！那个对上他的奴隶要倒霉了。是啊，那个笼子里的气息也很强，可惜遇到了异域天魔族。另一个笼子还没有揭开，但是在场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天魔族赢定了。毕竟是异域强族，天生就给人一种强大的印象。看到这一幕，主持老者抚须道：“诸位也别这么急着下定论，另一个奴隶的实力也非常不弱。”说着，铁笼上的布被拉开，众人定睛看去，发现铁笼内盘坐着一个年轻男子。年轻男子黑色长发垂地，赤着上半身，身上烙印着金色纹路，最后汇聚在胸口处，显示出一个太阳图腾。同样显眼的还有其身上诸多狰狞的伤痕，一道又一道，让人怀疑这男子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此刻，男子闭着眼，未曾在意外界喧嚣，好似在参禅一般。就这，当看到这年轻男子时，许多修士错愕，他们还以为出现的会是什么了不得的角色，结果就只是一个修为看上去还不错的年轻人。同异域天魔族相比，这男子未免令人有些失望。诸位可别小看他啊，他应当是玄天仙域之人，很有可能是一方顶级势力的传人。主持老者说道。玄天仙域，这下一些修士目光开始闪烁。9大仙域中间隔着无尽宇宙星海、次元空间，想要横渡一方仙域，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这年轻男子修为显然也没有特别高，应该是被其他强者带过来的。最后就只剩下自己一人了。主持老者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这个年轻男子对自己的身份来历闭口不谈。万宝商会显然也不可能了解玄天仙域的势力，所以也不太清楚此人来历，只是因为他来自其他仙域，这才当做一个噱头而已。眼下对战的双方都已经是明了，但只要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天魔族应该是压倒性的胜利。至于那位年轻男子，虽说是来自玄天仙域，但无人知道他的身份背景，也不知道他传承自哪一方势力，因此几乎没有人压他赢。本圣子压60枚仙元，异域天魔族胜，阴阳圣子压住了。这种白捡钱的事情，傻子才不压。我也压50枚仙元，异域天魔族胜。阴阳圣子身边的华贵男子也是下注了，他乃大夏皇朝皇子夏兰，也是圣灵书院的一位圣子，我就压10枚仙元吧。穷花西晴遗憾道。另外，金翅小鹏王、叶星云等人也都是压住天魔族，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白给。LT BC GT。而这时，从一个华丽包厢内传出武明月的声音：“我们压那位年轻男子赢400枚仙元。”此话一出，整个会场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齐刷刷看向那座包厢。我没听没错吧？400枚仙元，这是哪家土豪？哪怕是不朽势力传人，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这么多仙元吧？而且这压的完全不对啊！是想连裤衩都亏掉吗？听声音，好像是那位神朝长公主。整个会场掀起哗然之声，许多人错愕。之前商会少主钱多亲自提前将君逍遥引入贵宾包厢，
所以倒是没人知道那是君逍遥的包厢。而且后来武明月进去了，众人都以为那是神朝长公主的包厢。哎，那位公主殿下还真是一个富婆啊，可惜太高冷。阴阳圣子笑笑道，他认为武明月不过是在浪费仙缘而已。就在众人喧哗之际，那在铁笼内闭目盘坐着的年轻男子猛然睁开了双眼，看向君逍遥所在的包厢。那双纯金色遍布符文的眼眸如同鹰眼一般，无比锐利，仿佛穿透了虚空，同君逍遥对视。年轻男子突如其来睁眼，令所有人都感觉眼前一花，好似两道神芒一闪而过。更有一些人注视到了年轻男子的眼睛，被刺激的流下了眼泪。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像是被一头太古凶兽盯着？好凌厉的目光，看得我头皮发麻。许多修士都是露出异色，脑中莫名闪过一个想法，自己是不是押错赌注了？但转念一想，他们便是摇了摇头。异域天魔族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而此时在包厢内，君逍遥端坐在扶椅上，看向前方。整个包厢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却不能看到里面。但那年轻男子好似可以看到君逍遥一般，神色非常凌厉。君逍遥则眸光淡淡，他承认这男子的血脉之力的确令他意外，但在他眼中也只是比较不错而已。若说能和君逍遥抗衡，那就有些异想天开了。别说是玄天仙域的天骄，哪怕放眼整个9天仙域年轻一辈，能让君逍遥提起精神对待的都没有几个。那位年轻男子收回目光，眼神中也是带着思索和讶异。不过他算是记住了君逍遥，因为整个会场只有君逍遥赌了他赢。公子真的没有问题吗？君玲珑思索再三，还是试探问道。他本不应该问，但还是怕君逍遥浪费了这400枚仙元，拭目以待便可。君逍遥神秘一笑，此人应该不会令他失望吧。好了，接下来直接开始。主持老者话音落下，退出了高台。整个高台周围都是升起了阵法，一道光照如同倒扣的巨碗一般，笼罩了整座高台。做好一切措施后，铁笼才被打开。那一头天魔看到铁笼被打开，立刻长啸一声，肉眼可见的实质性音波扩散而出，震荡的光照如涟漪一般颤抖，好强的气息已经堪比涅槃境了。一些年轻天骄毛骨悚然道，若是一位人族涅槃境高手对上这头天魔，估计也只有陨落的份。那年轻男子脸色平静，金灿灿的眸子之中满是淡漠，他的气息也是真正展露出来了，处于合道境。才合道境？一些天骄错愕，有些傻眼。他们之前感应到男子气息不弱，还以为是涅槃境，这下结果彻底无悬念了。只是我很好奇，那年轻男子怎么一点都不慌？是认命了吗？一位修士摇摇头，非常疑惑。在相同境界下，人族涅槃境高手都难以打败天魔，更别说年轻男子还比天魔低了一个境界。这不是送菜是什么？好，因为周围被护罩屏蔽，所以这头天魔只能将唯一的目标锁定在年轻男子身上。他嘶吼一声，暴涌出滔天阴冷煞气，然后抬起锋锐如刀的直爪，对着年轻男子杀去。就在众人以为天魔可以秒杀这位年轻男子时，年轻男子终于动了。他直接起身，眸光锋锐，左手朝虚空一抓，胸膛的太阳图腾立刻放出炽热的光华，而后法力涌动，竟是凝聚出了一把黄金长弓。然后他右手拉开弓弦，周围法力滚滚汇聚，化为了9根金灿灿的箭矢。同一时间，年轻男子金色双眸有符文流转，迸射3尺神芒。这头天魔的一个个弱点、致命部位都是在瞬间洞悉。年轻男子松开弓弦，隐约间从他身后仿佛浮现出了一尊模糊的身影，非常神圣且古老。咻咻咻咻咻，9箭齐发，化作9道绚烂金红，洞穿向那头天魔。那头天魔体表也是生长着极为坚硬的黑色鳞片，但那炽烈的箭矢却是没有丝毫阻碍，直接洞穿了防御鳞片。噗噗噗，暗红色的鲜血在飞溅，那头天魔疯狂嘶吼一声，刚迈出几步，便是彻底栽倒在了地上。死寂，整个会场安静到了极点。别说是那些年轻天骄，就算是一些老一辈高手，都是看得瞠目结舌。秒杀的确是秒杀，只不过是换了对象。饶是那位主持的老者，也是完全没想到，有些失神，呆立在原地。包厢内，武明月和君玲珑这2位美人也是花容微凝，有些不可思议。君逍遥则是全场最为平静淡定的人，脸色未有分毫变化。原来是工兵，怪不得。君逍遥轻笑一声，那句话什么说来着？自古工兵多挂逼。何况君逍遥也早就看出来了，此人不仅拥有古老血脉，更是融合了一枚仙种，因此才能在合道境拥有这般强大的实力。而且仙种可不是谁都能够享有的，从这也可以看出此人的背景不会那么简单。整个会场在短暂的寂静之后，便是爆发出了冲天的哗然之声。许多人脸色难看，因为他们亏得连裤衩都不剩了。一些修士看向包厢，都在感叹，不愧是神朝长公主，这眼力无所不及啊。阴阳圣子和夏兰2人也是神色难看，他们赌的仙元可不少。倒是花希晴后怕似的拍了拍胸脯道，还好人家穷，不然岂不亏大了。就在很多人心痛的同时，也有一些大势力的人物目光灼灼地盯着年轻男子，这可是堪比一个年轻至尊的存在。若是收来培养，将来岂不是可以横扫四方？再不济，收来当追随者也绝对足够了。在场许多天骄实力还远不如这年轻男子，此人我要了。阴阳圣子直接站起来说道，若能得到这样一位强大的追随者，绝对足够了。看到阴阳圣子开口，
许多势力的人都是浇灭了心思。不谈他圣灵书院的身份，便是他背后的阴阳教，也是一方大教。虽然不是不朽大教，但也是不朽势力之下的顶尖势力了。此人我也有意。叶星云开口道，他的话让阴阳圣子脸色微微一变。荒古叶家更不好招惹。然而面对这些人的争相哄抢，年轻男子的脸色一直都很淡漠，眼底隐隐带着一缕冷冽不屑之色，好似这些大势力传人在他眼中都如土鸡瓦狗一般。这时金翅小鹏王从贵宾包厢走出，大手一挥道，此人我要定了，谁敢抢？一声吼令四方平静，便是叶星云都是皱了皱眉头。然而年轻男子看到金烈却是眉头一掀，目光锋利，杀气无法抑制的暴涌而出。看到年轻男子突如其来的杀意，许多修士疑惑，金烈更是眉头一皱，冷声道，奴隶，你这是什么意思？在表达不满吗？年轻男子嗓音带着冷艳之意道，太古皇族，我见一个杀一个，找死！金烈闻言，眸子立刻迸发冷芒，背后双翅的剑羽都在颤动，迸发金属声响。周围一群人远离，皆是心惊胆战。迦楼圣山的金翅小鹏王声名太盛了，的确令人忌惮。听闻那金翅小鹏王将自身双翅羽毛祭炼成为了108000剑羽，若齐齐施展出来，将所向披靡。一位人族天骄目光十分忌惮道。然而年轻男子却丝毫不惧有针锋相对的态势。停下！主持的老者拿出一件法器催动，年轻男子身上霎时有雷光闪动，他闷哼一声，倒退了几步。抱歉，惊扰了小鹏王。主持老者拱了拱手，我出200枚仙元，此人我要了，他若桀骜，我便彻底驯服他。金翅小鹏王寒声道。一些人族天骄微微摇了摇头，这男子落到金翅小鹏王手中，怕是要受苦了。年轻男子脸色带着冷厉决然，他已经决定，哪怕死也不可能臣服于金翅小鹏王。而这时一道温润平淡的嗓音传出，300枚仙元，本身子要了。一句话吸引了整个会场所有人的注意力。谁？金翅小鹏王眸子看去非常凌厉，而在场其他人先是微微一愣，然后听到了话中的自称。难道是那位？一位年轻天骄深吸一口气，瞳孔都在震撼。从那贵宾包厢内走出3道身影，正是君逍遥、君玲珑和武明月，神朝长公主，还有君家神子。四方震撼，许多人都在失声惊呼。武明月出现，他们不意外；君逍遥出现，才最让人意外。难怪，原来之前吓住的并非是长公主，而是君家神子。一些人也是反应了过来，他们还以为是武明月神机妙算，目光如炬呢，结果全都是君家神子在背后吓住。只是什么时候武明月和君家神子走得这么近了？这怎么会？明月公主怎么可能和君逍遥共用一个包间？阴阳圣子脸色震惊，不敢相信。武明月对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现在却是和君逍遥从一个包间内走出，真令人不解。之前传闻君逍遥不屑驸马身份，甚至当面贬低武明月，怎么现在又混在一起了？夏兰也是疑惑不解，而花希晴则没有说话，目光落在君逍遥俊秀如仙的容颜上，一时有些失神了。君逍遥，原来是你！金烈眼中冷意更浓，他本就不爽君逍遥，此刻君逍遥阻挠他，更是令金烈心中怒气暴涨。价高者得，你可以继续报价，不过先说好了，本神子可是赢了不少仙元。君逍遥语气带着玩味，有钱的才是大爷。你，金烈呼吸急促，喘着粗气，若非此地禁止打斗，他真的会忍不住出手。而且200枚仙元也已经是金烈的极限了。看到金烈说不出话，君逍遥淡淡扫视四方道，此人本神子要了，谁想争大可以开口。整个会场诸多势力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默然不语。君逍遥一句话令满场寂声。哼，神子既然需要，那此人当卖给神子，而且200枚仙元就够了。万宝商会少主钱多走过来笑道。听到此话，金烈差点一口血没吐出来，这不是和他出的价格一样吗？万宝商会，本神子记住了。君逍遥微微点头道。钱多眼中露出惊喜之色，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记住，能成为神子的奴隶是你的幸运，他可是荒天仙域身份最为尊贵、实力最强的天骄，没有之一。钱多转儿对年轻男子说道，顺便拍了一个马屁。年轻男子深深看了君逍遥一眼，哪怕以他神秘的身份和来历，在看到君逍遥时，亦是心底微惊，有一种看不透之感。这让他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他乃是玄天仙域最顶尖的天骄之一，足可和各路年轻至尊甚至古代怪胎争锋。但现在他却看不透一个年纪比他还小许多的人。对了，把他身上控制的法器去掉。君逍遥摆摆手道。可是神子，如果他不听话，钱多迟疑道。无碍。君逍遥摇头。钱多立刻吩咐下人将年轻男子身上控制的法器取下。男子看向君逍遥的目光也是缓和了许多。君逍遥之所以这样吩咐，是因为完全没有必要用控制法器，年轻男子威胁不到他，如果不服从，镇压了便是。走吧。君逍遥一拂衣袖，转身离去。离去前，他淡淡扫了金烈、叶星云等人一眼，那眼神平静淡漠至极，宛如扫过一堆垃圾。直到君逍遥等人离去后，金烈才仰天怒吼一声：君逍遥，到时候天道楼，我定要和你比个高低。离开斗武会后，君逍遥等人便是径直回到了客栈。武明月心底不舍，也是跟着回来了。这倒是让君玲珑眼中更有敌意。在他看来，这位神朝长公主
是想抢他侍女的位置。君逍遥倒不在意，他眼下更好奇这年轻男子的身份来历。一处大厅内，君逍遥端坐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何来历？说清楚。”君逍遥没有那么多拐弯抹角，直截了当道。年轻男子也算识相，知道君逍遥虽然境界比他低一级，但那种超然若仙的气息绝不是他所能抗衡的。加上君逍遥之前是唯一一个压他胜的人，又替他解除了金翅小鹏王的威胁，这种种恩情，年轻男子也不会视若无睹，所以他也是如实相告了。多谢公子相助，在下名一羽，乃是玄天仙域古之地族一族之人。名叫一羽的年轻男子说道。古之地族？君逍遥喃喃。所谓古之地族，便是从古老时期传承下来的大地道统。这种道统十分古老，而且非常注重血脉传承，族人数量都不会太多。君家严格说来，并不算是古之地族，因为君家祖上最强者，并非是帝，而是仙。虽说君逍遥自身的背景十分超然，但他也并不会小看古之地族，而且一羽显然是那一族最为核心的传人。你为何会流落到荒天仙域来？君逍遥询问道。一羽闻言，眼中浮现出极度仇恨之色，都是因为玄天仙域的太古皇族太阳神山。一羽寒声道。随后他也是简单的将他的一些经历和事情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君逍遥。玄天仙域有一脉顶级太古皇族，名太阳神山，他们都是金乌一族，而一族祖上曾有一位天资妖孽的至尊强者，在他所在的时代，太阳神山祸乱玄天仙域，有10位金乌至尊凌驾天穹，给整个玄天仙域的人族带来了干旱和死亡。然后那位一族至尊发誓正道，最后成功正帝，并用他的正道帝兵后羿弓9箭连出，秒杀了9位金乌至尊。至此，人族浩劫结束，但一族和太阳神山从此结下了血海深仇。而在禁古时期，一族逐渐衰微，甚至连帝兵后羿弓都是下落不明。太阳神山则趁机展开报复，接下来就是浩荡的不朽战，整个玄天仙域都是被搅乱了。但最后，衰微的一族还是无法抵抗太阳神山，彻底落败了。族中强者死伤大半，仅有少数逃出。一羽拥有十分精纯的一神血脉，是一族最为顶尖的天骄，他被当作种子护送了出来，结果被太阳神山知道，派强者截杀，最后兜兜转转，仅剩下一羽一人，重伤流落到了荒天仙域，然后被人抓起来当作奴隶。这就是一羽的故事。一羽说完后，金色的瞳孔中都是蔓延血丝，心头的怒火无法抑制。君逍遥微微一叹，虽然只是简短的描述，但他仿佛是看到了一卷一族与太阳神山战斗的史诗。而且君逍遥也明白了，为何一羽会那般仇视金翅小鹏王，恨无及物而已。你的事我算是明白了，你不仅拥有一神血脉，眼睛和仙种也不一般吧？君逍遥道。一羽颔首道，我这双眼睛乃是破望金眸，配合我的攻术，能更好的发现敌人弱点。我的仙种是族内传承的太阳真种。真是挂逼啊！君逍遥心里也不由吐槽了一句，自古工兵多挂逼，这话还真没错。萧晨和杨盘等人开挂都没有一羽这么厉害。不过君逍遥想了想，自己好像没有资格称呼别人挂逼吧，毕竟真正的大挂逼不就是自己吗？想到这里，君逍遥微微释然，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可愿追随本神子？君逍遥这样说不是一时兴起，一羽的天资和实力的确有资格成为他的追随者，与仙种合道，拥有破望金眸，更有一神血脉，光凭这血脉，一羽日后的成就就不会低，最少也应该能成为至尊强者。至于能否正道，这就要看他的机缘了。而且还有一点，这一羽也是拥有气运之人，家族覆灭，背负血海深仇，独自一人逃出，然后逆袭报复，这妥妥的主角命。同萧晨、杨盘等人不同，一羽可是掌控在君逍遥手中的。一羽闻言迟疑一瞬，君逍遥也不恼，一羽毕竟是古之地族传人，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若是一下就答应下来，君逍遥反而要怀疑他是不是别有用心了。一羽挣扎片刻，又看了看那笼罩在仙辉中如同谪仙人一般的君逍遥，还不知公子姓名？一羽问道。荒古君家君逍遥。君逍遥随意道。然而听到此话的一羽蓦地凝住了眸子，心头掀起骇浪。君家？难道是真的是那个君家？一羽心脏都在颤抖。君家的强势可不仅仅只是在荒天仙域，如果君逍遥的话是真的，那么一羽哪怕追随他也并不丢人，甚至是一种荣幸。族中老人曾说过，如果有哪个势力真的有可能将太古皇族连根拔起，那么唯有君家。一羽心神激颤，他的运气果然不差。一羽愿意追随君公子。一羽拱手下拜，单膝跪地。古之地族传人，心甘情愿跪在君逍遥面前追随于他。此事若传出去，想必又会震惊一大帮人，因为一些天骄甚至连一羽的身份都比不过。君逍遥也是有些意外，不知道一羽为何会下定决心，但他也能看出一羽的确是真心诚意追随于他的。那好，既然成为我的追随者，我只有一个要求，忠心，明白吗？君逍遥道。公子放心，一羽若有叛心，必遭天谴，道心崩坏。一羽郑重起誓。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另外，君逍遥语气微微一顿，说道，日后如果我有空，不介意去一趟玄天仙域。龙肉我尝过了，金乌肉还不知是什么滋味。君逍遥语气十分淡然，好像在说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一羽却是激动到颤抖。公子之恩，一羽绝不忘怀。
好了，你去休息吧，这些资源给你。君逍遥给了易宇一枚空间戒指，其中虽然没有仙元、不死药那种等级的珍贵资源，但圣药、绝品神元等等还是应有尽有的。既然易宇成为了追随者，那也不能亏待了。而且这些资源对君逍遥也不过牛角1毛而已。谢公子，易宇拱手。从他成为奴隶起就没有了任何资源，别说绝品神元了，连最普通的原石都没有一块。有了这些资源，易宇就能够迅速强大起来，恢复巅峰状态。易宇退下后，君逍遥也是拿出仙元开始修炼。这次去斗武会也算收获颇丰，不仅得到了一位地族传人当追随者，还得到了600余枚仙元。天道楼要开启了吧？真是有点期待了。君逍遥心想。随着时间流逝，天道楼开启的日子也是终于来临。整个圣灵城都好似沸腾了一般，无数人影齐齐冲向圣灵书院。一头金色神禽振翅而起，羽毛若箭雨一般，那是金翅小鹏王。一挂星河从天际垂落，叶星云踏步而来，眼神中势在必得的自信。他要获得机缘，觉醒记忆。一处人流涌动的街道前，一位容貌英俊的青年和尚，身后跟着一批人，其中有貌美女子，也有实力强大的天骄，但他们皆被法海给度化，成为了信众。阿弥陀佛，小僧的机缘在天道楼。法海淡淡一笑。而此刻，在圣灵城天际，一朵12品白莲花忽然从远处飘来，上面盘坐着一道青衣朦胧的倩影，笼罩在璀璨的仙道光辉之中。如鹰出谷般的动人嗓音缓缓传出：“君家神子，能否给青衣带来惊喜呢？”圣灵书院位于圣灵城正中央，远远望去，非常恢宏且磅礴，其中楼阁连绵，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有飞瀑流泉，有灵山矗立，瑰丽恢宏，不可方物。一眼看去，简直都不像是一座书院，而是一处世外净土。不愧是仙域传承最久远的书院之一，看上去的确不凡。许多第一次来到书院的天骄都是止不住赞叹。这倒是，我听说创办这座书院的，乃是久远之前的一位圣灵。另一位天骄道：“所谓圣灵，乃是另类正道的存在，如龙纹黑金、神痕紫金等等，经过漫长岁月，天地灵气浸染，可以一步步蜕变为圣灵，甚至拥有血肉之躯。比如传闻天道楼50层就有一尊轮回圣灵的遗骸，那轮回圣灵的本体正是轮回道经。此外，还有各种天地神石也可能蜕变为圣灵。大成黄道圣灵是足以同大地、古皇比肩的无上存在。”听到那些前来的天骄对圣灵书院赞叹，这些圣灵书院弟子心里极度舒爽。不过可惜，在君家面前还是怂了。是啊，听说还有一群书院弟子想给君家神子来一个下马威，结果最后却出尽洋相。也有一些天骄在笑着谈论这些糗事，书院的弟子脸色立刻就不自然了。然而这时，3道气质超然的身影却是出现在了书院门口。快看，是圣灵书院的2位圣子和1位圣女。那位就是阴阳教的阴阳圣子了，还有大夏皇朝的夏兰皇子，百花道宫的花西晴圣星号阳教。大夏皇朝、百花道宫虽然都不是不朽势力，但却是不朽势力之下的顶尖势力。难道这3人也想给君家神子一个下马威？一些天骄交头接耳道。阴阳圣子负手而立，脸色沉凝道：“我倒要看看那君逍遥能否通过那3关。通过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无非是表现如何的问题。”花西晴挽了挽鬓角青丝，说道：“花西晴，你可别忘了，姬玄兄是被那君逍遥废掉的，你可不能叛敌啊。”夏兰挑了挑眉道：“自从斗武会回来之后，花西晴便老是魂不守舍的，时常发呆。当然不会啦，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花西晴抿了抿唇，微笑道。这时，远处有破风之声震荡，金光璀璨，一头金翅大鹏横空而来，正是金翅小鹏王。他落地，金光一闪，化为了人形，英挺神武，金发披散，眸子锐利如刀。周围一群天骄被震慑住，急忙避开。金翅小鹏王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后，叶星云也到来了。他虽不像金翅小鹏王那般张扬，但毕竟是荒古世家天骄，也引来了4方关注。之后有诵佛号之声响起，一位光头英俊和尚带着一群信众到来。那位莫非来自小西天？是小西天的佛子法海。一些颇有眼界的天骄看到，忍不住惊呼：小西天绝对是一个神秘低调的强大道统，传承悠久，从未断绝。而且他们太低调了，低调到仙域都快忘了他们的存在。但这种状况才是最为恐怖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小西天底蕴究竟有多深。连小西天的佛子也出关了，大争之势真的要拉开序幕了。许多修士都是感慨。法海看了一眼那金翅小鹏王，微微思忖了一下，倒是没有妄动。他本来是想度化一头坐骑，但发现金翅小鹏王好像有点难搞。虽然他也不惧，但是毕竟要为天道楼做准备。金翅小鹏王也是看到了法海，冷哼了一声，没说什么。对小西天他也是非常反感，毕竟祖上有金翅大鹏，曾被小西天活佛度化，成为护法神。听闻若想踏入圣灵书院，需要过3关，就让我来一试。金翅小鹏王一步踏出，挥手道。而这时，书院深处一道长长的阶梯从虚空蔓延而下，共99阶，每一个台阶上皆烙印有无尽符文。出现了，第1关闯天梯。天梯共99层，一般而言，能踏过一半就算优秀，若能踏上80阶以上，就算顶尖了。至于踏到90层以上，就是绝对的年轻至尊。而99层极限记录，只在上古有人杰打破过。金烈毫不犹豫，直接闯关。
他一连踏出几十步，不带停歇，令四方天骄震动。到70阶左右的时候，才感觉到压力，肩上如担山岳。最后，金烈停在了89层，天梯淡入虚空。金冷哼了一声，显然不是很满意。然后便是第二关，明洞谷中18响。那一座谷中如同一座小山包一般，古朴而厚重，带着岁月的沧桑感。而且这谷中有一个特殊的能力，能够消解法力和力量波动，因此想要令它明洞十分困难。18响已经是最高纪录，金烈也出手了，一拳轰出，夹带滔天法力。那是金翅大鹏一族的顶尖法门金旋神功。咚咚咚，一道道悠远厚重的钟鸣之声扩散整座圣灵城，无数人影汇聚于书院周围，在瞻仰观望。最后谷中鸣动了15响，已经极为厉害了。阴阳圣子等人的脸色都是微微一变，哪怕是他们估计也要稍弱一丝。而最后一关则是跃龙门，那是一片璀璨而晶莹的湖泊，一道龙门出现于湖泊的对面。而在湖泊之内，一头上长着金角的蛟龙在湖中盘桓，那是拥有一些龙族血脉的金角蛟龙。许多想要跃跃欲试闯关的天骄皆是头皮一麻，年轻天骄想要通过这片湖难如登天，怪不得叫跃龙门，真不是一般人能过的。一位天骄心中忌惮，立刻浇灭了闯关的心思。金烈深呼吸一口气，背后黄金双翅一震，施展大鹏急速，如一道金色闪电。顿时湖面上诸多金角蛟龙腾空而起，龙角释放法力阻拦金烈。轰隆隆，一番搏杀后，金烈仗着自身速度，在受了一些轻伤后，直接是通过了龙门。太强了，在场诸多修士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迦楼圣山年轻一代第一天骄的实力吗？金烈嘴角难得的露出一缕笑，他的表现十分亮眼。而接下来叶星云、法海等人也是闯关，皆是令四方传来阵阵哗然，表现十分优异。不知君家神子来了会如何？会打破纪录吗？在场所有修士心中都是突然好奇起来。天赋无双、冠绝仙域的君家神子若闯关，表现将会如何？是否会堪比那些上古人杰？就在许多人心中猜测之际，远空有金芒腾腾，有紫霞涌动，一批人到来，正是君逍遥等人。武明月、易宇等人也随他而来。君临苍则带着君道林、君西域两人。君家到来，气氛立马就不同了。那股气场就不是一般势力天骄能比的。不愧是御三家之一的君家，有君家神子和重统者，其余序列也是十分强悍。一些势力的长老感叹，感受着这股气势，阴阳圣子等人脸色也是变化，怎么都聚集在门口。君逍遥一身白衣，雪白无垢，站在九头狮子头顶，仿佛一尊超然的仙。圣灵书院有闯3关之说，可以考验一个天骄的实力和潜能。君玲珑解释道：原来如此，是谁设下这种局？这么无聊。君逍遥不以为然道：堂弟难道没有兴致挑战一番吗？君临苍说道。他也注意到了君逍遥身旁的一语，那股气息令他都是感觉意外。君逍遥等人落到圣灵书院门口，金烈一眼看到君逍遥坐下的九头狮子，当即眉头一竖，冷声道：九头狮子，你好歹也是和吴族齐名的顶级太古王族，竟然甘愿当他人坐骑，不觉得丢脸吗？九头狮子一愣，9颗头颅齐齐斜睨了金烈一眼。他早已彻底臣服君逍遥，连九灵元圣都让他跟着君逍遥。而且在跟了君逍遥后，九头狮子才明白了抱大佬的大腿究竟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想让我离开主人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君家个个都是人才，实力又那么强，我超喜欢在这里。一句话令全场陷入死寂。堂堂九头狮子竟然变成了这般模样，着实令人无语。九头狮子，你……金烈气的七窍生烟。阿弥陀佛，你与小僧有缘，不如跟着贫僧如何？法海送了一声佛号，走出说道。你又是哪路货色？九头狮子不屑道。法海微微一笑道：贫僧小西天佛子，法海。什么？小西天？九头狮子浑身一凛，毛发都是倒竖起来，神情带着极度戒备。听到小西天这个名字，他就发颤。毕竟祖上曾被佛门大帝镇压，化为坐骑和护法神。九头狮子对小西天也是十分厌恶。法海，君逍遥目光一转，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感觉像是前世某个有暴力倾向的光头和尚。君施主，这九头狮子与贫僧有缘，不知施主可否割爱？法海依然在微笑。君逍遥没说什么，一掌探出，澎湃的法力迸发，压向法海。法海脸上的笑意骤然一变，他一手探出，捏莲花法印，同君逍遥手掌抗击。砰！一声巨响之后，法海身形倒飞而出，重重砸在了地上，掀起尘土。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是呆滞住了。那可是小西天的佛子啊，竟然一手就被震飞了。虽然其中也有法海措手不及的成分在里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君逍遥自身实力强大。你……法海从一片碎土尘埃中起身，脸色不复之前的从容平静。现在你还和九头狮子有缘吗？君逍遥淡淡问道。法海不作声了，眼中带着忌惮之色。君逍遥冷笑一声，不再理会。对真正的佛门，他怀有一丝敬意，但如法海这种所谓的佛子，一看就是6根不净的假和尚，他自然也没有必要客气什么。就在君逍遥准备进入书院时，阴阳圣子却是开口道：堂堂君家神子，难道都不闯一闯3关吗？没有挑战性，为何要闯？君逍遥不以为意。此话让许多圣灵书院弟子都是面露愤愤之色。
圣灵书院三关可是知名的考验，便是上古人杰也曾在此留下足迹与记录，怎么在君逍遥口中就变成没有挑战性了？君家神子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傲啊！夏兰阴阳怪气道。而这时一声冷喝传出：“敢对公子这般说话，放肆！”一语冷喝一声，出手了。他探手朝虚空一抓，法力汇聚，化为黄金弓和箭矢，两箭对着阴阳圣子和夏兰射去。燃烧着太阳真火的箭矢洞穿虚空，威能强大到极点。阴阳圣子和夏兰两人同时露出惊骇之意，急忙反抗。阴阳圣子双手扶出，仿佛化为一面黑白太极盾，而夏兰则是迸发黄道气息，一口王道之剑浮现虚空，横斩而去。然而都没有用，生猛的箭矢直接洞穿了太极盾，崩碎了王道之剑，而后于事不减，轰击而去。轰轰，两声惊天巨响传出，伴随着两声惨叫之声。阴阳圣子和夏兰两人身上都是出现了一个可怖的血洞，血洞并没有在心脏部位，并非是一语射歪了，而是他故意如此，教训一下这两人可以，但若真的杀了，也会给君逍遥惹上一些麻烦。一语这点分寸还是能把握的。看着那口吐鲜血、浑身狼狈的阴阳圣子和夏兰，全场寂声，而后一道道震撼的目光看向一语。在场大多数修士都没有参加斗武会，所以并不知道这个新出现在君逍遥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好强大的实力，竟然一招将两位书院圣子重创，莫非是哪一脉不朽势力的传人，和君家神子是好友？一些人猜疑道。一语冷冷环顾四周道：“我不过是神子大人的追随者，之后谁若再敢挑衅神子，休怪我剑下无情。”什么？一语此话如同18级地震，令所有修士张口结舌，眼珠子快要瞪出来。如此强大的一位年轻至尊，竟然只是君逍遥的追随者。这一刻，许多大势力弟子彻底怀疑人生了。他们别说和君逍遥比，就连君逍遥的追随者都比他们强大太多太多了。该死，是何人在我圣灵书院闹事？远处有厉喝声响起，一位白须飘飘的老者出现，他周围有恐怖的圣境波动在震荡，令虚空都要扭曲。是圣灵书院大长老，一位圣主强者。一位修士吃惊，平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书院大长老，竟然也是被惊动了。看到那神情狼狈、满身是血的阴阳圣子和夏兰，大长老眼角抽抽，心头怒火上冲，目光刚扫去，就看到了君逍遥平淡冷漠的脸庞。他们挑衅本神子，手下的追随者稍微教训了他们一下，怎么有意见吗？君逍遥负手于身后，神色冷淡地看着这位书院大长老。原来是神子。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书院大长老不但没有愤怒，反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着君逍遥微微拱手。他之前早就被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等人叮嘱，千万别去招惹君家神子，就当他是一个瘟神，有多远躲多远就行了。但眼下看着两位受创的圣子，大长老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站出来。看到堂堂圣主强者都对君逍遥和颜悦色，四周各方势力修士皆是啧啧感叹。大长老、阴阳圣子等人面色发白，他们方才还庆幸会有大长老为他们主持公道，结果大长老更是怂了一批。也罢，就当娱乐了。君逍遥步踏虚空，开始登上99层天梯。如金翅小鹏王等人在闯这三关时都是非常谨慎，他们一不小心也有可能翻车。而君逍遥神色从容悠闲，如同在踏青。全场无数修士目光都是汇聚而去，眼睛眨也不眨，一点画面都不想遗漏。他们之前就很好奇，天资无双的君逍遥是否能打破上古人杰的记录，这下终于可以解开心中疑惑。花希晴清澈灵眸也是眨也不眨，紧紧追随那道白衣身影。同两位圣子相比，她这位圣女倒是明哲保身，没有受到波及。君逍遥白衣绝世，衣袂飘飘，宛如仙人临九天。她步履不停，一步步踏上阶梯，从始至终速度都没减慢过。哪怕踏上了70层之后，压力倍增，如同大山压下，君逍遥的速度也一如之前。这种压力对身怀荒古圣体、修炼神象镇狱境的君逍遥来说，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毫无疑问，君逍遥直接突破了90层，果然踏上90层了。许多修士呼道，但是并不意外。君逍遥的实力毋庸置疑，踏上90层应该是正常操作。不过这90层之后可就难了。天梯90层之后，每一层都是之前压力的10倍以上。君家神子，你能闯过吗？大长老心里暗道。说实话，他的确有点想看到君逍遥吃瘪。毕竟这位神子声威太盛了，让圣灵书院丢了不小的脸面。然而事实注定要让这位大长老失望了。君逍遥浑身腾起神芒，如同白衣神王灵官，每踏出一步，虚空震荡，如同擂动战鼓一般。轰轰轰轰轰！君逍遥一口气连踏9步，这最难的9层阶梯竟是被他一口气直接踏过。震撼、呆然、无法置信，所有圣灵书院弟子、执事乃至大长老神色齐齐呆滞。身为书院之人，这99层天梯难度如何，他们最清楚不过。但是现在却被君逍遥轻而易举通关，达到顶峰。天空中有光雨洒落，有祥瑞异兽显化，有古之人杰虚影闪烁，仿佛在对君逍遥朝拜。99层天梯，君逍遥一举踏过。金翅小鹏王神色凝固住了，叶星云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小西天佛子脸色变得僵硬。他们没有打破的记录
被君逍遥轻而易举打破，而且看样子简直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下一关，君逍遥没有丝毫停歇，直接踏向第二关。第二关则是明洞那一口厚重的骨钟。之前金翅小鹏王也只是明洞了15响而已，我觉得君家神子很有可能达到18响的记录。一位天骄大叫了起来，带着激动之色。他们这是在见证神迹啊！一些修士目光闪烁，他们也是猜测君逍遥或许有可能再破纪录，达到18响。君逍遥直接催动神象镇狱镜，一拳轰出，9万巨象威力加1万龙象威力，足足19亿斤的滔天神力从君逍遥拳锋之间迸发而出，同时有龙象虚影伴随着这一拳轰然爆出。龙与象皆是力之极致，代表着一种无上大伟力。君逍遥便是这无上伟力的化身。咚！君逍遥拳锋落于骨钟之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众人呼吸都是屏住，在等待接下来的声响。然而没有，一声响过后，那骨钟如同沉寂了一般，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怎么回事？许多人错愕，有些傻眼了。怎么只有一声响？这和他们的估计完全不符，简直是天差地别。不可能啊！君家神子再如何，也不可能只让骨钟响一声啊！之前猜测君逍遥能打破纪录的那位天骄忍不住说道。阴阳圣子和夏兰等人虽然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脸上露出讥讽之色，反而是金翅小鹏王、叶星云等人觉得有些不对。君逍遥脸色淡淡，收回了拳锋。第三关，君逍遥直接踏向第三关场地，没有任何解释，留给众人一个背影。就在众人极度疑惑时，咔哧，一道隐约的破碎声响起，一道裂纹浮现在骨钟之上，这像是引起了连锁反应一般，连续不断的咔嚓声响起，整口骨钟直接是在众人震撼欲绝的目光当中轰然崩碎为无数碎片。此刻这片天地都好似死寂。阴阳圣子和夏兰嘴角讥讽的笑意僵住，显得十分滑稽。哪怕是圣主境界的大长老也是头皮一阵发麻。骨钟碎了。众人这时再看向君逍遥的背影，宛如瞻仰神明。君家神子简直是神人之姿，天生大地。一位天骄忍不住激动嘶吼起来。君玲珑、武明月、君仗剑、一羽等人也是露出前所未有的狂热崇拜之色，甚至于那花西晴更是灵眸闪烁异彩。他从前见过的那些天骄，简直连君逍遥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至于阴阳圣子和夏兰，不说也罢，他们连君逍遥追随者的一招都承受不了。整个圣灵书院都是沸腾了，诸多修士齐齐跟随在君逍遥身后，想看他最后一关跃龙门。而这时大长老忽然一拍脑门，低呼道：不好，要危险了。他指的并非君逍遥，而是那些湖里养着的金角蛟龙，那可是他豢养的啊。然而当大长老回过神来的身后，远处跃龙门之地早已是再度爆发出惊呼之声。君逍遥一拳砸下，金色神像轰然落向湖泊，直接是将湖泊内的所有金角蛟龙全都震死了，一条不留，一个不活。卧槽！大长老扯着公鸭般的嗓子仰天嘶吼，爆出粗口，老眼都是红了，心在滴血。那可都是他精心照料培养的宝贝宠物啊，都他妈的被君逍遥给弄死了。大长老欲哭无泪，肠子都悔青了。而这时不知是哪一位修士随口说道：要不是那阴阳圣子挑衅君家神子，让他闯3关，我们还不一定能见证如此奇迹呢。就是君家神子之前懒得闯关，但偏偏这2位圣子挑衅，还真是不自量力。大长老听到这话，那叫一个气啊！他转过头，眸光死死瞪着2人。阴阳圣子和夏兰2人皆是面色煞白，支支吾吾道：我们也是为了姬玄兄和圣灵书院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大长老衣袖拂出，2人胸膛一震，口吐鲜血，再度被击飞。若不是2人背靠阴阳蛟和大夏皇朝，加上还有圣子身份，大长老拍死他们的心都有了。大长老身形一闪，直接掠到了湖边。放眼望去，整片湖泊都被鲜血染红，一头头金角蛟龙翻白肚，浮在湖面上，死得不能再死。小强，小强，你死得好惨啊！大长老看到一头金角蛟龙，忍不住悲呼道：那可是他最喜欢的一条金角蛟龙，甚至还给他起了名字。君逍遥微微一愣，倒是没想到这湖里的金角蛟龙竟然是大长老养的。如果早知道的话，好像也不会有啥影响。大长老节哀顺变。君逍遥微微一叹道。大长老深吸一口气，本想发怒，但却生生压制了下来。至少君逍遥态度还不错。然而下一刻，君逍遥便道：这些蛟龙都含有龙族血脉，倒是不错的食材。说罢，君逍遥手一抓，法力澎湃，将一条条金角蛟龙都是收进了空间法器里。大长老彻底目瞪斗呆。魔鬼！在他眼中，这位君家神子就是彻彻底底的魔鬼。现在他总算知道为什么院长等人告诫他要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君逍遥。君家神子是个狠人，许多修士咽了一口唾沫。而且从今日开始，圣灵书院3关等同于无，除了第1关天梯仍在，第2关和第3关都算是名存实亡了。不愧是君家神子，姬玄对上他，道心崩溃也在情理之中。花西晴失神道。看着那神辉笼罩，如谪仙人般超凡绝代的身影，花西晴忍不住启唇道：恕西晴冒昧，之后能否有资格和神子论道？听到他的话，许多书院弟子都是懵了。他们书院的圣女这是要叛敌了？花西晴，
阴阳圣子和夏兰脸色怔怔，不愿相信，这么快就背叛同志了？神子有绝代之资，非是我等可以抗衡。神子之所以废了姬玄师兄，想必也有他的道理在其中。花希晴解释道：没错，就是如此。我觉得是我们书院误会神子了。一位漂亮的书院大师姐说道：的确是这样，一群书院女弟子生源，而那些男弟子们一个个瑟瑟发抖，气都冷。这个看脸的世界充斥着对他们的恶意。君逍遥也是无语，如果割韭菜也算理由的话，那么他的确是讲道理的。之后若有时间，我倒是无所谓。君逍遥淡淡道：多谢神子了。花希晴露出惊喜之色，他原以为以君逍遥的眼界，说不定会拒绝他，没想到竟然答应了。神子果然是个温柔的人啊。花希晴暗想道。而就在这时，圣灵书院深处忽有道音朦胧扩散而出，令人听之如同要悟道一般。天降祥瑞，异象显化，仙光在苍穹闪耀，是天道楼将开启了。许多年轻修士都是目露振奋。终于开启了吗？君逍遥呢喃。打破三关记录对他而言根本就不算什么。君逍遥也不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多牛逼的事情，这对他而言太简单了。天道楼才是君逍遥真正的目标。所有大势力的天骄年轻修士都是齐齐前往天道楼。天道楼位于圣灵书院深处，远远望去直冲云霄，带着古朴之意，仿佛自远古传承下来。天道楼周围有玄奥符文烙印虚空，有各种瑞兽虚影显化，有仙光朦胧流淌。许多修士光是看一眼都感觉自身好像升华了一般。君逍遥来到此地，亦是感觉到了一股玄奥的道韵，但同时天道楼内也隐隐释放出了一股威压。大长老开口道：各位，这次天道楼由老夫主持，天道楼会自主散发威压，修为不足、机缘不够者无法进入其中。听到此话，许多年轻修士脸色都是白了，感情天资不够，连参加考验的资格都没有。我先上了。金翅小鹏王直接振翅而出，以他的性格，不论做什么都是冲在前面，而这次他也要证明自己，他不弱君逍遥。金翅小鹏王刚一靠近天道楼方圆10里，他便无法在空中飞行了。那股威压也不可小觑。金翅小鹏王开始静心感悟，忽然在他身后好似有一头金色大鹏腾空而起，带着一股道韵。还有这种效果？许多修士惊奇道：太好了，没想到这也是一种机缘，对我之后的修炼道路有所明悟。金翅小鹏王露出喜色。这下许多天骄都是按捺不住了，直接上前。法海走了过去，他的背后则是浮现出了一尊古佛虚影，只是那尊古佛隐隐好似笼罩着一层血光，颇有几分不祥的意。咦，那位小西天佛子大长老目露讶异。此外，叶星云、武明月还有君临苍等人都是行动了，他们各自都有惊人异象，特别是君临苍背后好似矗立着一尊重瞳至尊，眸光开合间重开混沌，而叶星云则令人惊异，他背后仿佛浮现出一道身披日月星辰的恐怖身影，那异象气息竟是不比君临苍弱。那叶家的星辰王体怎么气息那么强大？有些修士也是注意到了，十分惊异。这叶星云有古怪。君逍遥眸光深邃，看到叶星云显露出的异象，君逍遥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和萧晨、杨盘等人一样的大气运者，莫非是强者转世，至尊重生？君逍遥猜测道。若是利用得好，说不定又可以收割叶星云一波。周围众多修士也是在关注君逍遥，以君逍遥妖孽的天资，究竟会浮现出何等奇异的景象？然而就在君逍遥要踏步而出时，远处有一朵青莲飘掠而来，盘坐着一道青衣朦胧，好似女仙一般气质超然出尘的倩影。那是姬家神女。有惊呼声响起，很多人又看向了君逍遥，因为姬玄的关系，君逍遥和姬家也算是有了过节。眼下姬家神女现身，将会和君家神子摩擦出何等火花？许多人都在期待。天际12品莲台盘桓虚空，盘坐于上的青衣倩影笼罩仙光道韵，带着一种超尘脱俗的气息。她的容貌被仙华笼罩，而且好似还戴着面纱，隐约之间只能看到她一双清澈如水晶般的瞳眸。光是这双水晶瞳眸，一眼看去就令人难以忘怀，仿佛周围天地万物都在这双瞳眸之中变得暗淡无光起来。在场许多男性修士都是看得痴了，看得呆了，看得傻了，他们仿佛在瞻仰一位绝代女仙。这便是姬家神女吗？果然如传闻中那般，是一位不染烟火、脱俗于尘世的仙子，一位大教传人，尸神喃喃。以她的实力地位，都是瞬间被姬青衣所俘获。她的美与气质，尘世难寻。君逍遥也是稍微投去目光，不得不说，姬青衣的确很特别。若论容颜绝色的美人，君逍遥见过不少，江圣依、江洛丽、武明月、阿九几女都各有风华，但这姬青衣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如青莲出战，不染尘埃，一世独立。恐怕绝大部分见到姬青衣的男修士都会忍不住立刻化身舔狗，哧溜一声舔上去。但君逍遥不同，如果说姬青衣是超然物外的女仙，那么君逍遥就是主宰尘寰、超脱规则的仙王。论气质，君逍遥不输任何人，因此君逍遥根本没有在乎姬青衣，他淡淡收回了目光。姬青衣到来后，没有理会周围无数炽热和憧憬的目光，清澈瞳眸直直看向君逍遥。他也是第一次见君逍遥，一眼看去，姬青衣心神都是微微一震。
她之所以这般超然，除了本身气质性格缘故，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是人仙教圣女。人仙教传闻乃是仙建立的道统，她修炼其中功法，瞻仰残仙一刻，自然而言就带上了仙的道运。但是此刻，姬青衣看向君逍遥，那种气质，那种感觉，竟是连她都忍不住产生一丝自惭形秽之感。这令姬青衣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世上真有如此超尘脱俗之人吗？姬青衣微微失神，不过很快她便是定下了心神，开口道：“青衣早闻逍遥道兄之名，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看到姬青衣话锋转向君逍遥，众人心中都是一凛。来了，姬家神女果然要和君家神子杠上了吗？不过这语气怎么不像是挑事的语气？君逍遥平淡道：“姬家神女之名，君某也有耳闻，果然不俗。”此话带着一股敷衍了事的随意感，许多男性天骄都是一脸愕然。君逍遥这语气未免也太敷衍了吧？那可是神女啊，一般人能搭上一句话都会欣喜半天。姬青衣也是一怔，没有想到会有人以这般态度对他说话。要知道，以往姬青衣碰见的任何人，哪怕是年轻至尊、不朽传人，都无一例外对他谦和有礼，带着爱慕憧憬之意。而君逍遥呢，一副完全不在意的口吻，甚至有些应付了事的感觉。这种待遇，姬青衣还是第一次碰到。君逍遥抬了抬眼睑道：“如果是因为姬玄之事想要找本神子麻烦，那君某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心思。姬青衣来此，除了天道楼，不就是为了姬玄之事吗？”君逍遥直接摊牌，他若为此事纠缠，君逍遥也不介意镇压了他。我去，简直了，君家神子钢铁直男啊！一群男修士傻眼，有这么对待人家神女的吗？至于许多女子，则更加崇拜。神子大人果然不是那种注重外貌的肤浅之辈，看吧，连姬家神女都不放在眼中。一位女修憧憬道，哪怕超然如姬青衣，一时也是默然无言。良久，才起唇道：“逍遥道兄误会了，姬玄道心崩溃，是他意志不坚，怎能怪逍遥道兄呢？”姬青衣原本前来，的确是有一丝问责的意思，毕竟这是他族中长老拜托的。但是在真正看到君逍遥后，他心生凝重，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招惹的对象。因此，姬青衣改口，并没有问责。算你识相。君逍遥淡漠道：“姬青衣，他被人这般对待，还是头一回。逍遥道兄，青衣就先行一步了。”姬青衣直接掠向那天道楼，在靠近后，姬青衣背后蓦地清华涌动，好似浮现出一尊虚幻的女仙。这种意象波动惊人，除了君临苍、叶星云、金翅小鹏王、法海等少数几人外，绝大部分天骄的意象都是受到了影响，开始震荡不休，好似要崩溃一般。好恐怖！姬家神女莫非真的是一尊女仙？一群人倒抽凉气，随后他们便将目光凝在了君逍遥身上。姬青衣也是投来目光，隐约带着一丝鄙视争锋的味道。虽说他没打算和君逍遥动武，但在这方面的鄙视，他还是有自信的。若无超凡天赋，他如何能成为人仙教圣女？君逍遥神色淡淡，系统并没有传来签到提示音。很显然，君逍遥估计得等他进入天道楼，甚至要踏上顶层，才有可能签到。但这都无所谓，君逍遥有这个自信。他迈步若神王出关，白衣展动，靠近天道楼。周围天地好似失声，所有人屏住呼吸，期待君逍遥的表现。天道楼的威压对君逍遥而言，简直跟没有一样，完全无法阻碍他分毫。君逍遥在体悟那种道运，一股朦胧仙辉在他身上流淌。而后，天地四方，所有人都是看到了此生难忘的景象。君逍遥身后，仙气朦胧，大道光辉绽放，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一尊朦胧绝世的白衣身影浮现而出，那道白衣身影盘坐九霄，背对众生，天地苍生，太古万族，宇宙亿亿万生灵，皆是跪伏在那道白衣背影身下。那道背对众生的白衣身影，仿佛镇压了古今无数纪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唯独白衣背影盘坐巅峰，独断万古。在这恐怖意象浮现的刹那间 ，LT BAGT 金翅小鹏王扑哧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他身后金翅大鹏虚影直接是在这股威压之下彻底崩碎。与他相同的还有叶星云，他背后那尊身影一时震荡起来，而后直接破碎。小西天佛子法海身后那尊古佛竟是直接被压得跪在了地上，佛身都好似皲裂，这怎么可能？法海也是吐出一口鲜血，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甚至于君临苍，他身后那尊众同至尊虚影一时忍不住单膝跪了下来。最后则是姬青衣，他背后那尊女仙般的身影躬身跪伏在地，好似在颤抖，带着大恐惧。此刻天地既生，君逍遥所显化出的那尊背对苍生的白衣身影，仅仅只是一角朦胧背影，就盖压了全场所有天骄。四方跪伏，天地独尊，死寂，极端的死寂。明明此地足有数十万修士汇聚，但愣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所有人都是呆滞，抬头仰望着那尊镇压万古的背影。那位是仙吗？一位修士瑟瑟颤抖，感觉到一股来自灵魂的震撼。不对，我怎么感觉比仙还要恐怖？连仙在那位面前都要跪服。另一位大势力长老打了一个寒战，恐怖，太恐怖了！怎会？饶是以姬青衣平淡如水的性格，此刻亦是忍不住一丝错愕。他身后女仙异象浮现出来时，四方天骄都受到了影响。但是现在君逍遥那道异象一出，全场天骄异象崩碎的崩碎，跪服的跪服，连他身后那尊女仙般的人物都是趴伏在地，瑟瑟颤抖。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
书院大长老老脸愕然到极点，遍体生寒。他现在忽然觉得院长等人的决定实在太英明了。君逍遥此人太过妖孽，太过恐怖，圣灵书院若和他作对，日后怕是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想到这里，大长老心中的怨气也是平了。至于那阴阳圣子和夏兰，他们身后异象早就崩碎了，甚至他们两人也是被那股威压压趴在地上，毫无形象。他们算是彻底怕了，再也不敢招惹君逍遥一分一毫。果然，公子日后定是古今无双的那位。君玲珑眸光浮现激动之色，他的七窍玲珑心曾预言了一角未来，白衣身影，背对苍生，亿万生灵，送君天地名号。而今这浮现出的景象令他更加确定，我的选择没错。君玲珑很欣喜，眸中露出狂热的崇拜，这就是他追随的公子，一位日后将镇压九天十地、诸天寰宇的存在。周围几十万修士震撼的震撼，崇拜的崇拜。别说其他人，就连君逍遥自己都是稍微愣了愣，因为那道白衣身影只有一个背影，所以无人知道他究竟长什么模样。不会真的是日后的我吧？君逍遥讶异，但他并不在意，他的命运只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不会被任何框架束缚。即便那道背对苍生的身影真的是他，君逍遥也会打破自身极限，超脱巅峰之上。进入天道楼，君逍遥环视一圈，看到周围天骄都没有动弹，一个个顶着巨大威压。君逍遥径直迈入了天道楼内，随后那道恐怖的白衣背影才缓缓散去，所有天骄都是松了一口气。怎么会这样？法海无法平静，浑身都在颤抖。他自问，在小西天闭关许久，下山一趟，不说横扫仙域，至少也能位列巅峰吧。结果呢？一出门就遭遇滑铁卢，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可恶！法海眼中隐约有血光潋滟，嫉妒、愤怒、不甘、怨憎，种种情绪在他心中翻滚酝酿。若有小西天之人在此，定然会失色惊呼：此乃佛身魔心！不行，我就不信这个邪！金翅小鹏王一时喘着粗气，他性格争强好胜，自问不输于人，但现在却被君逍遥打击的有点道心不稳了。君逍遥，你究竟是何许人物？莫非是大地转世魂，真仙轮回身？姬青一深深一叹，超然若他都是受到了些许小打击，不过很快姬青一便恢复了情绪，毕竟是人仙教圣女，还不至于一下就道心不稳。之后这些天骄也是逐一进入天道楼。你们说君家神子能不能打破记录？应该有可能，君家神子是最有希望踏上49层的。那君家神子有没有可能踏上传说中的第50层？那可能吗？连上古人杰都踏不上50层。对啊，大眼之术40有9，传闻50层根本就不可能让人踏上去。许多修士都在兴奋地议论，因为他们认为今日可能将见证一场真正的奇迹。天道楼内，君逍遥进了第1层，放眼看去，整个第1层乃是一处特殊空间。果然如此，每一个人进入天道楼都会自动分配到一个独立空间进行考验。君逍遥思忖道。这时他的前方忽然有10尊傀儡出现，每一尊傀儡都有和道境大圆满的修为。要知道，这还只是第1层而已。呵呵，看来没有越级挑战能力的天骄，连第1层都难以通过。君逍遥轻笑，对于一些年轻至尊、绝代天骄而言，越级战斗是基本操作。君逍遥早在被幽冥天刺杀时就灭杀过涅槃境高手，至于现在能越级接而战，君逍遥自己都是不太清楚。他随手一拂，法力澎湃，那10尊和道境傀儡一个个被轰碎。君逍遥迈步踏上第2层，很快第2层也通过了，接着是第3层。对其他天骄而言非常困难的考验，对君逍遥而言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外界所有修士都是面庞呆滞，每一位修士进入天道楼后，外面都会显化出姓名，标示其位于多少层。而看着那几乎是如火箭一般冲上去的君逍遥3字，所有修士呼吸都快停止了。LT BF GT 太快了，虽然男人在有些时候不能太快，但是现在显然是越快越好。而君逍遥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余天骄，姬青一、君临苍、金翅小鹏王、法海等人的速度皆不慢，但和君逍遥一比，还是相形见绌。10层、20层、30层，君逍遥一路横推，每到达1层空间，他甚至连看都不看其中有什么考验，直接一掌横推出去，一力破万法，然后继续进入更上一层。每一层楼的机缘，君逍遥也都看不上眼，他在乎的是最顶层轮回圣灵的机缘。直到35层之后，君逍遥的步伐才稍微放慢了一些，因为到了这里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考验了，周围开始有阵法限制，压制君逍遥的法力、肉身力量等等。他感觉自身全方位被压制了一层。对面有朦胧的光华显化，一道古老身影浮现而出。是在天道楼内留下印记的上古人杰。君逍遥打量着道，自古以来有无数天骄闯过天道楼，君逍遥也没有想到天道楼竟然能将其中部分人杰的身影烙印下来，化为考验手段。对面那位上古人杰面容模糊，手中持着一根赤红色的凝血战矛，一矛洞穿而来，虚空都仿佛要破碎，带起层层血色劲风。君逍遥抬手一抓，无尽法力澎湃，凝聚为明神之矛，加持神像镇狱境的恐怖神力，一矛投掷而出，针尖对麦芒。轰！明神之矛很快便洞穿了那位上古人杰的虚影。君逍遥继续踏上1层，那股阵法压制又变强了一级，
他各方面实力再度压制了一层，而这一层亦是显化出了一位上古人杰虚影。他手捏宝瓶印，如同一轮大日，对着君逍遥杀来。君逍遥施展出神象镇狱境的法门，画出地狱熔炉抗衡，最后将这位上古人杰虚影震入熔炼当中，生生被炼化消解。就这样，君逍遥一层层踏到了40层以上。外界万众早就失声，君逍遥一骑绝尘，其余天骄完全望尘莫及。我怎么感觉天道楼对君家神子而言，好像就是游览观光的地点？一些修士傻眼道。天道楼对君逍遥而言，简直如履平地。而当君逍遥踏到第45层时，那层压制他的阵法规则消失了，君逍遥完全恢复了实力。但君逍遥反而没有放松，对面金光涌动，有龙吟传出，一道模糊的金色身影出现，头生龙角，整个人气息强到极点，一缕龙威震慑万古。这时君逍遥脸色终于是稍稍凝重了一些。外界看到君逍遥停留在45层，一些修士忍不住疑惑道：第45层到底是什么考验，竟然能拖延住君家神子的步伐？就在众人疑惑之际，大长老深深吸了口气，开口道：第45层到第49层，这4层里所出现的可能是少年大帝古皇柚子。什么？听到此话，四面八方无数修士皆是狂吸一口气。少年大帝古皇柚子，这令人悚然，光是听到名字就足以让无数天骄为之胆寒。也就是说，君逍遥现在正在和少年阶段的大帝古皇的柚子在战斗，太变态了，这是当代天骄能胜过的吗？一位古族宿老也是忍不住感叹道。自禁古纪元后，天地规则变化，别说踏足仙道领域了，便是正道成帝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而让当代这些天骄去对付那些少年大帝古皇柚子，的确是有些欺负人了。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当代没有人能踏足49层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另一位修士摇头道，想胜过幼年大帝古皇柚子是一件困难到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别说打败，就连抗衡都不可能。谁知道呢？君家神子也是一个不能以常理测度的妖孽啊，别忘了之前他所显化出的那尊白衣背影。有一些修士提醒道。众人心神齐齐一颤，的确，那背对苍生的身影比什么大帝古皇都要强大。今日他们说不定真的有可能见证一个奇迹。天道楼45层内，大战在爆发，光华澎湃，法力四溢。君逍遥执掌探出，金色法力巨手打裂虚空。而另一边，那位头生龙角的虚影一拳轰出，拳芒惊世，缠绕着一头金色真龙。这难道是真龙柚子的烙印？君逍遥诧异，他的肉身之力可谓举世无双，同境界无敌。也正是因此，一般君逍遥对敌都很少用花里胡哨的招式，直接一巴掌拍过去。能接下他一巴掌的天骄十中无一。而现在，那道头生龙角的身影竟然能够和他在肉身上来回抗衡。除了真龙柚子，君逍遥想不到其他可能。龙族的肉身本来就是一大强势，何况是真龙的柚子。真龙柚子又如何？我之肉身举世无双，哪怕真龙也得折服。君逍遥双臂推动，释放仙道光辉，40块大罗仙骨的力量齐齐释放而出。霎时，君逍遥的力量威能暴涨了不知多少倍。他手捏人王印轰击而出，虚空都是产生裂痕。天道楼内的空间不比外界先于稳定，因此此刻君逍遥打破了力之极致，直接是让空间都破碎了。那真龙柚子虚影亦是浑身金芒滔天，一记太古龙拳轰击而来，也是代表了一种肉身力量的极致。轰！恐怖的劲力撕裂虚空，周围蔓延漆黑裂缝。在如此恐怖的对碰之下，真龙柚子虚影直接是被君逍遥一印轰碎。君逍遥成功踏入46层，外界看着君逍遥踏上46层，四下死寂，所有人脸色都是憋红了，然后爆出惊呼之声。君家神子竟然成功了！奇迹啊！他是打败了少年大帝，还是古皇柚子？许多修士交头接耳，这一幕在以往天道楼开启时从未出现过。别说踏上46层，就连踏上40层的都极为少见。咦，姬家神女也踏过40层了？一些人也是注意到了，君家众统者也踏过了，叶家的星辰王体也是，少许天骄踏过了40层。若在以往，这绝对能引起四方瞩目，但是现在有君逍遥珠玉在前，这些踏过40层的天骄实在无法引起什么关注。第46层，君逍遥的对手乃是一位手托青莲的修长身影，这道身影的实力比之前的真龙柚子还要强，而且他的法力惊世，一举一动间都是令虚空破碎。这莫非是一尊少年大帝？君逍遥猜测，先是真龙柚子，现在又是少年大帝，怪不得禁古时代难有人能登上49层，这种挑战太过困难。这次哪怕是君逍遥，亦是费了一番功夫。五大神诀中，元皇道剑、陆仙剑诀接连施展而出，各种武道神通、无敌术法从君逍遥手中施展而出。最终，君逍遥还是将那尊虚影打灭了。第47层乃是一位背身双翼、赤炎滔天的身影，君逍遥揣摩，那应该是年幼的真皇。之后，君逍遥还是一掌将这头真皇给劈裂。第48层，君逍遥的对手则是一尊手托宝塔的伟岸身影，气息澎湃，镇压诸天。这一战，君逍遥也是不得不施展出一些底牌，如圣体异象、万圣朝拜以及至尊谷内的上苍劫光，最终才将那道恐怖的人影打灭。49层了，君逍遥眸光深邃，神色沉着，踏步而去。天道楼共有50层，不过传闻
第50层无人可以踏足，传闻那是轮回圣灵的长眠之地。自古以来，49层就是天道楼的最高层，而在禁古时代，君逍遥是唯一一个踏足天道楼49层的天骄。不说最后能不能闯过，光是能踏上来就已经是奇迹了，将会被载入史册。49层了，外界都疯狂了，无数修士震撼绝伦，感觉见证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幕。书院大长老亦是心肝一颤，哪怕他是圣主强者，此刻都是陷入了深深的震撼当中。这时，从圣灵书院深处忽然有一道传音落入了大长老耳中，传音之人乃是圣灵书院院长。听完传音后，大长老老脸错愕道：“什么？真的要如此吗？”大长老心绪复杂，没想到书院竟然做出了这个决定，还是君家神子天赋实力太过妖孽，不然的话，院长他们也不会做出这个决定。大长老深深一叹，一个传承无数年的悠久书院，竟然要向一个不过10几岁的少年低头，着实令人唏嘘。就在外界众人陷入疯狂之际，君逍遥已经到了49层的空间内，他也很好奇，这49层的守关者究竟会是何等超凡的人物。就在这时，对面洒落点点光雨，一道朦胧而窈窕的身影出现，那是一个少女，肌骨雪白，笼罩在雾霭当中，看不真切。她的脸上戴着一个鬼脸面具，面具下的目光深邃而冷漠，泛着幽幽的光。她的手指上还戴着一枚青铜戒指，时而幻化成钟，时而幻化成鼎，时而幻化成剑。君逍遥察觉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契机，他竟然是产生了一丝危险之感。这对君逍遥而言显得十分不可思议。他一路而来，横推当世天骄，没有一个天骄能伤他分毫，更别说让他产生危险感了。但面前那位戴着鬼脸面具的少女，却是令他罕见地产生了一种危险感。这种感觉对他而言太新奇了，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而这时，鬼面少女却是发出悠悠的嗓音：“彼岸花开7色天，花落成仙1000年。哥哥，你在哪里？”说完后，少女面具之下深邃的眸光忽然转向了君逍遥。“哥哥，是你？什么意思啊？”君逍遥皱眉，弄不清楚状况。他什么时候有妹妹了？不对，你不是。那鬼面少女忽然开始疯狂摇头，面具下的目光仿佛变成了血色，成片的血色彼岸花从他脚下蔓延开来，化为了一个生机绝灭的领域。不妙！君逍遥神色一动，意识出手了，他直接施展出了圣体意象，万圣朝拜。万道圣人虚影自虚空浮现，对着他朝拜。一股恐怖的威压扩散而出，同少女的彼岸花领域碰撞。一方是圣体意象，一方是鬼面少女的诡异领域，整片空间在刹那间直接破碎皲裂，周围陷入了绝对的黑暗，唯有君逍遥与那鬼面少女相对而立。他对君逍遥出手了，手中青铜戒指化为一柄青铜长剑，对着君逍遥掠来。一剑斩出，剑芒滔滔，如一挂星河垂落，威力恐怖到极点。可以说，当代绝大部分天骄都难以承受住这鬼脸少女的随意一剑。君逍遥也是没有留手，他知道这鬼面少女很诡异，不能以常理测夺。他施展出兵伐绝，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无尽神兵化为洪流，同鬼面少女的剑锋碰撞。他一剑割开了神兵洪流，剑势不减，对着君逍遥当头斩去。有趣，许久没有碰到像样的对手了。君逍遥没有忌惮，只是感觉有一丝久违的兴奋，能遇到让他产生危险感的对手，太难得了。君逍遥拿出灭霸圣王手套，紫金色手套泛着神华，一股圣境气息弥漫而出。这手套乃是圣人王手骨，融合少许神痕紫金锻造而成，威力自然无需多言。君逍遥右手戴上手套，直接迎向鬼面少女的青铜长剑，铿锵一声响，剧烈火花碰撞，金属颤音震荡四方。那鬼面少女直接是被震退，手中青铜长剑都快要脱手而出。不错，君逍遥看到这一幕，微微点头。他的荒古圣体叠加神像镇狱镜，再加上灭霸圣王手套，这一拳下去，天都要砸个窟窿。若是再加持大罗仙骨，那威力简直了。这鬼面少女接了他一拳，仅仅只是被震退，也足以证明他的实力惊人。不过这在君逍遥面前依然不够看，如果能找到一门合适的拳法就好了。君逍遥微微摇头道：“若是能有一门至高拳法，配合灭霸圣王手套，加上自己的肉身之力，那酸爽，不敢相信。”鬼面少女再度出手了，她另一只玉手浮出，画出无数彼岸之花，给人一种不祥之感。这手段，君逍遥眼神凝聚。他之前依稀听过异域有不朽地族名彼岸一族，传闻其本体就是诡异的彼岸之花。不过仅凭这一点，就断定这鬼面少女同异域有关，那未免有些武断了。算了，还是专注于眼下吧。君逍遥暗道，他现在最主要的是闯过这一关。即便这鬼面少女之前喊自己哥哥，君逍遥也一样要灭了他。他是一个没得感情的闯关机器。君逍遥胸膛炽烈的光华迸发，正是至尊古神通上苍劫光。恐怖的劫光将周围黑暗照亮，这道光仿佛是上苍降下的劫难。鬼面少女亦是再度催动极招，一个黑洞洞的漩涡出现，仿佛可以吞噬一切。那上苍劫光竟然被吸纳进了其中。君逍遥见状，胸口至尊骨再度迸发滔天神能，炽烈的劫光汇聚，化为了一只烙印无尽符文的遮天巨手。那只劫光巨手仿佛是上苍降下的裁决，扼杀万物生灵，正是至尊骨第一门大神通的完全形态，上苍之手。轰隆隆，上苍之手碾压而下，波动滔天，本就破碎的空间更是湮灭为了无尽空间尘埃。
哪怕是诡异的鬼面少女，在上苍之手的强势碾压下，意识即将崩溃。在她身影即将消失的刹那间，君逍遥仿佛看到了面具之下有泪光在闪烁。会再见面吗，哥哥？鬼面少女话音落下后，直接是被上苍之手捏碎成斑驳光点。君逍遥目露思索之色，留在天道楼内的上古人杰印记应该相隔至今许久了。按理说，那位鬼面少女应该也是旧时的人物，怎么可能会是她妹妹？是认错了吧？君逍遥想到。不过转念一想，像自己这么帅的人，应该也很难找到第二个了吧？那鬼面少女的哥哥究竟得要长得多帅，才能错认成君逍遥？君逍遥摇头，暂时没有想到头绪。其实他也不喜欢被牵扯进这些莫名的因果当中。接下来就是最后的第50层了。君逍遥眼露奇光，能否令自己的至尊骨蜕变？能否签到成功？就在这最后一层，一道光芒包裹着君逍遥的身体，前往了最后一层。而此刻，在天道楼外，气氛已经不能用死寂来形容，是彻底的无声。天地间的喧哗仿佛被抽离了，只剩下绝对的寂静。每一个人都是呆呆地看着天道楼，代表着君逍遥的字眼直接是通过了49层。卧了个大槽，君家神子通过49层了。一位修士惊骇至极，口吐芬芳道：奇迹，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奇迹。49层打破了禁古记录，传闻唯有一些顶尖的上古人杰才能通过49层。整个圣灵书院都是沸腾了，万众哗然。虽然很多人心里已经有所预料，君逍遥的成绩定然惊艳，但这般表现还是令很多人心神狠狠一颤。那些天道楼内的天骄暂时还不知道君逍遥的情况，若是知道，定然也会害得头皮发麻，浑身战栗。唉，院长的决定果然没错。大长老彻底无言了。天道楼外，群情激愤。天道楼内，其余天骄在埋头闯关，而此刻的君逍遥则是出现在了一片广袤的荒漠之中。这就是最后一层吗？面对眼前景象，他丝毫不觉得意外。隐隐间，君逍遥感觉到了一种奇特的力量。他微微低头，看见脚下沙砾之中有着一株枯萎的小树芽。轮回，君逍遥喃喃低语。传闻轮回圣灵的遗骸就在第50层，可是眼下他环顾四周，仅有一片风沙茫茫。而就在这时，一道人影忽然从远处浮现而出，一身白衣，笼罩仙辉。果然啊！看到那道身影，君逍遥叹笑了一声。他怎么说也是一个穿越者，对于一些套路还是熟悉的。对面那道身影赫然和君逍遥一模一样，外貌、气息、修为、境界完全一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印证自身与自我之战。君逍遥不觉得意外，甚至觉得有些无聊。最强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这可是用烂了的梗啊！就在君逍遥心中这样想的时候，第二道身影再度浮现而出。君逍遥微微一愣，难道和他猜测的不一样？然而那道身影依然和君逍遥一模一样，像是复制粘贴出来的。再然后，第3道和君逍遥一样的身影出现，接着是第4道、第5道，最后足足有6道身影出现，围绕着君逍遥，每一个都和他一样超凡脱俗，气势强绝。哪怕是君逍遥，一时也是有些懵了。这不按套路出牌，说好的1对1自我之战呢？怎么变成6个打他1个了？这轮回圣灵是根本不想让人通过50层吗？君逍遥嘴角微微一抽，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古往今来没有人能通过天道楼50层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和一个自己战斗，而是和6个自己战斗。这谁受得了啊？换做任何古之人杰，哪怕是古之大帝，都不可能同时对付6个自己，更何况种种手段、神通乃至体质都一模一样。轰！那6个君逍遥的复制体没有给他准备的时间，直接出手了。澎湃的神能爆发而出，他们也拥有荒古圣体，甚至神像镇狱境。6头金色神像同时爆发而出，简直可以震碎诸天。哪怕强如君逍遥，都是有一种窒息感。他也是出手了，将自身法力催动到极致，金色气血腾腾而起，化为一头金色神像，象鼻一甩，虚空都是震裂。此地顿时发生了大碰撞，天穹震荡，大地颠簸。不过，或许是因为50层是轮回圣灵的长眠地，所以空间倒是比较稳固，没有立刻崩碎。这一战非常惊人，打得苍穹都要崩碎。外界人如果能够看到，定然会震撼万分。这根本不像是归一境天骄的战斗，更像是7尊神王在搏杀。君逍遥体表直接祭出了青金色的青天祖龙甲，因为没有防御，他根本不可能同时挡住6个自己的攻击。但同时，那6个复制体也是祭出了青天祖龙甲。君逍遥眸光微微一沉，这可能是他入世以来所经历的最为严峻的战斗。一般人对付一个自己都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战胜，更别说是6个自己了。君逍遥各种手段都施展而出，元皇道剑、戮仙剑诀、地狱熔炉、上苍之手、圣体异象，但那6个复制体亦是施展出了同样的招式。君逍遥以自身强悍的实力硬扛着，换做其他任何天骄，不论是姬青衣、金翅小鹏王、叶星云，甚至君临苍，都不可能坚持下来。没人能战胜6个同样的自己，但君逍遥神色冷漠而超然，如同打破一切枷锁的无上仙王。他都不想将自己的成就局限在那道背对众生的白衣身影上，更别说是这区6个假冒的复制体了。我知道，当无敌，盖压古今众生灵。区6个复制体，岂能阻我无敌路？君逍遥神色高冷，如仙折尘，如神王临关，执掌翻覆间，天崩地裂。
而在这般压力试炼之下，君逍遥赫然发现自身体内再度有一颗巨象威力蜕变成了龙象威力，这是在压力之下的极限突破。很快，君逍遥再度将2万巨象威力蜕变成了龙象威力，他的肉身力量再度爆18亿斤，全部力量加起来则足足达到了37亿斤。这一拳下去，天外星辰都要崩碎。更让君逍遥感到意外惊喜的是，那些复制体并没有增长肉身力量，也就是说，这些复制体只能复制君逍遥踏入50层时的状态，而不能跟着他一起变强。就在君逍遥开始有一丝把握能够对付这些复制体时，他的脑中传来了系统的机械声：叮，已到达签到地天道楼，是否签到？君逍遥目光一亮，这绝对是他翻盘的大机会。签到！叮，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6道轮回拳。随着系统话音落下，一股股蕴含着至高玄奥篇章的信息涌入了他的脑海当中。至高拳法6道轮回拳，竟然是7星奖励，而且还是拳法。君逍遥露出振奋之意，7星奖励已经是极为稀有的奖励了，超出了君逍遥的预料。而更让他惊喜的是，这还是一门至高无上的拳法。君逍遥之前就在可惜自己肉身无双，还拥有灭霸圣王手套，但却没有一门合适的拳法。眼下瞌睡来了就送枕头，不仅签到了一门拳法，而且还是一门近乎无敌的拳法。在君逍遥脑海中浮现一道模糊的身影，挥动拳锋，6道模糊的漩涡浮现，仿佛世间万物都要陷入这可怕的拳芒当中，诸天都要被其打裂。这6个君逍遥的复制体再度冲杀了上来，君逍遥双眸绽放前所未有的神芒。6道轮回拳乃是一门极为玄奥的法门，简直要超越至尊法，达到一个全新境界。即便以君逍遥现在的实力，想要完全将6道轮回拳的真意施展出来都是不可能的事，但这并不妨碍他施展而出，更不妨碍这一拳的威力。更加重要的是，因为6道轮回拳是系统签到得来的，所以那6个复制体是不可能施展出这门拳法的。天道楼的规则再强大，也左右不了系统。君逍遥拿出灭霸圣王手套戴上，而后直接一拳挥出，加持圣体之力、神象镇狱境之力以及大罗仙骨之力，3层威能叠加，使得这一拳仿佛可以轰碎诸天星辰。但还不仅如此，君逍遥也是演化出了6道轮回拳，6个可怕的轮回漩涡浮现，伴随着他的拳芒挥出，这一拳下去，好似要让生灵寂灭，万物陷入轮回当中，可怕到令人战栗。轰隆隆，一拳下去，空间终于是崩碎了。即便50层的空间比较稳固，但还是无法同外界相比。君逍遥这一拳威力太强了，直接将空间砸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大窟窿。而面对他拳锋的那个复制体，直接是轰然一声被砸爆，没有任何悬念。君逍遥回身再度祭出拳锋，砸向另一个复制体。6个恐怖的轮回漩涡将复制体卷入其中，好似让其经历了6道轮回，身躯都是开始崩碎。这拳芒太强了，简直无敌，任何生灵被卷入其中都要搅碎成粉末。加上君逍遥又蜕变出了2万龙象威力，所以比神力，这些复制体也是远远比不上他。此消彼长下，君逍遥的实力自然是远远超过了这些复制体。接下来的战斗就很简单了。君逍遥一拳一个小朋友，以极为生猛的姿态将这些复制体一个个砸爆，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直到打灭了最后一个复制体，整片天地都好似安静了下来。君逍遥踏立9霄之上，白衣展动，风姿绝世，他成功了，闯过了从未有人闯过了天道楼50层，哪怕是上古人杰、不朽天骄都无法闯过的50层，他君逍遥闯过去了。任他劫难千重，我自当世无双。君逍遥负手踏立，此刻的他仿佛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王。而就在君逍遥通关50层时，整个天道楼也是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异象。星河摇动，大地站立，古今无数人杰虚影浮现于天道楼周围，齐齐躬身朝拜。这一幕景象震撼了周围几十万修士的心神。你们看，君家神子的名字！一位修士惊呼，无法置信。君逍遥的名字已经登顶50层之上，代表了他成功闯过了50层。这一刻，再多的笔墨都无法去形容众人心中的震撼绝伦。如果说君逍遥通过49层是创造了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现在君逍遥所创造的就是神迹。因为从古至今，通过49层者虽然稀少，但还是有一些的。而50层从未有人通关，大眼之数40有9，许多人都认为那50层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但现在君逍遥一手开辟了先河，50层又如何？他君逍遥能通过，太恐怖了！若君家神子继续这么成长下去，将来正道成帝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何止正道成帝，我感觉君家神子都有踏足仙道领域的资格了。奇才，妖孽！放眼仙域古今10万年，唯君家神子一人耳。一位顶级势力的民宿大佬深深感慨：将来地路开启，有谁会是君家神子对手？我想不出来。可以说，此刻君逍遥一人的光辉掩盖了所有，任他神女天骄无数，在君逍遥的光辉照耀下，都只能黯淡无光。天道楼内，金翅小鹏王在闯关，他的实力也很强，闯过了44层。然而某一刻，天道楼忽然一颤，他产生了某种心悸感。怎么回事？金翅小鹏王不解。而另一边，叶星云也有所收获。天道楼内的一些机缘烙印，使得他的记忆越发清晰起来。原来那座星宫名叫无极星宫，而且在下界实地之中，怪不得我在仙域找不到线索。叶星云有所明悟，收获很大。然而
他也是察觉到了天道楼的异状。天道楼这是怎么了？叶星云露出狐疑。43层空间内，法海正在和虚影搏杀，他通体泛着金光，而且体魄暴涨了数倍，如同一尊金色佛陀。这正是小西天的不传肉身法门丈六金身。通过天道楼机缘，法海已经将丈六金身圆满。不但如此，他眼底好似有一片血海浮现，带着不祥之意。这是他佛身魔心的体现。天道楼有变了，法海喃喃道。天道楼46层，姬青衣轻衣展动，洁白袅娜的娇躯笼罩在仙道光辉当中。他面容模糊，戴着面纱，令人看不真切，但清澈瞳眸中却是闪烁坚定之色。他的目标是49层。而这时，天道楼忽然震动，有异变产生，有祥瑞之音在颂唱。怎会？莫非是那君逍遥踏足了49层？姬青衣水晶瞳眸闪过一丝讶异。在他的设想当中，49层就已经是极限了。至于50层，姬青衣连想都没想过。君逍遥能踏足49层，并没有让姬青衣感觉太过意外。光是之前君逍遥显化出的那尊背对苍生的身影，就足以证明他的天资实力。青衣也不能落于人后。姬青衣语气坚毅，她虽是女子，且性格超然物外，若一尊女仙，但依然有好胜之心。毕竟大争之事，只有争得过别人，才有正道的可能。姬青衣亦有正道之心，她玉手拂出，显化人仙教神通法门仙灵印，对着虚影盖压而去。就在天道楼内，所有的天骄都在为踏足49层而努力时，君逍遥则是已经通关了。他放眼看去，远处荒漠之中忽然浮现出了一尊古老的身影。那道身影身披一件麻布袍子，笼罩着干瘦的身躯。君逍遥目光一闪，踏掠而去。然而越是靠近那道枯寂的身影，君逍遥越是感觉到了一股压力，同时有一股奇特的轮回之力在弥漫。君逍遥每踏一步，轮回之力都会浓郁几分。君逍遥也是察觉到了自身的生命精气在迅速流逝。现在君逍遥总算明白，为何这处空间会是以荒漠的形式显现。因为在轮回之下，万物都将陷入枯萎崩坏。若是换作其他人在此，估计刚靠近几步，全身气血就会衰败，陷入虚弱，变得白发苍苍。但君逍遥不同，他乃荒古圣体，最不缺的就是气血。可以这么说，连幼年真龙的气血都不一定比得过君逍遥。一步2步3步，越是靠近，那股轮回之力就越是浓郁，最后更是成倍叠加起来。这就是圣灵的力量吗？即便只剩下一具遗骸，亦是无法令人靠近。君逍遥喃喃，他知道这具圣灵的本体乃是轮回道经，只是死后还有如此恐怖的轮回之力在弥漫，是君逍遥没有想到的。到最后，君逍遥离那具遗骸仅有几十丈的距离。此地的轮回之力浓郁到了极点，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天骄，姬青衣、君临苍估计都承受不住，会迅速老化。不对，不应该是这样。50层的考验并没有结束。君逍遥忽然明悟了过来，50层还有最后一个考验，便是对抗这股轮回之力。但轮回之力又岂是那么容易应对的？君逍遥思索着，忽然他注意到了地面上有一株枯萎的小树芽。之前刚入这一层时，他也见到过。轮回新生寂灭，生生不息。君逍遥失神般喃喃，他蓦地原地盘坐，开始参悟。君逍遥的天赋毋庸置疑，即便没有系统的加持，也足以称得上是当世无双。各种君家的神通绝学，君逍遥一眼就能明悟。而如今他受到启发，也开始参悟，轮回并非只是单纯的死寂，向死而生，生生不息才是轮回的真谛。君逍遥陷入悟道，他胸口的至尊骨开始释放璀璨的光华，周围浓郁的轮回之力好似百川汇海一般汇聚向至尊骨，隐约间仿佛有一种恐怖的大神通正在其中酝酿。而这时，在那身披麻布袍子的干瘦遗骸之上，一点萤火般的微光忽然浮出，带着一股淡淡的灵魂波动。是他那一脉的后人吗？果真天资妖孽，恐怖至极。从这一点萤火般的魂光中传来波动。时间流逝，天道楼内陆陆续续有天骄因为闯关失败而被传送出来。毕竟不是谁都能像君逍遥那般一路通关，势如破竹。阴阳圣子、夏兰、花西晴等人止步在了38、9层。按理说，这个成绩已经是很不错了。毕竟以往天道楼开启，踏上40层的天骄都是寥寥无几。但是这次大长老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就不谈君逍遥那个艺术了，其他一些君家序列，还有金翅小鹏王、叶星云、小西天佛子等人表现都极为亮眼。君家众人哪怕是最弱的君临龙，都和阴阳圣子等人处在同一水平。其他序列更是清一色的踏上了40层。相比之下，书院这些圣子圣女表现着实有些尴尬。当阴阳圣子等人意气风发的走出来，看到那位于顶峰的君逍遥时，他们的表情也是同时懵逼。随后，阴阳圣子和夏兰的道心再度受到了致命打击，一蹶不振。花西晴、灵眸则更是流露前所未有的崇拜之意。君家神子果然是神仙般的人物，竟然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一想到之前君逍遥答应和他论道，花西晴就兴奋的合不拢腿。而当金翅小鹏王、叶星云、法海等人出来时，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的成绩洋洋得意，便是看到了那残酷的事实。这怎么可能？金翅小鹏王心情无法平静，彻底怀疑人生。他还以为他能和君逍遥一争，结果现在
人家早就已经打破了万古纪录。这个结果令他无法接受。金翅小鹏王闯过了45层，已经算是妖孽了，但和君逍遥一比，屁都不是。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叶星云和法海，他们两人脸色也是僵住了，黑得像是锅底，一种无力感蔓延在他们心间。而在天道楼内最引人的瞩目的，自然是君临苍和姬青衣。他们两人，一人是正统者，君家第一序列；一人是姬家神女，人仙娇圣女。若无君逍遥珠玉在前，那今日最为亮眼的当是他们两人。让众人倒吸一口气的是，君临苍和姬青衣都是突破了48层，达到了第49层。君家第一序列果然超凡绝代。是啊，真羡慕君家，人杰辈出。姬家神女天资也令人惊艳，就不知他们能否突破到50层。我看悬，毕竟不是谁都能和君家神子相比，神子就是一个妖孽艺术。在众人议论之时，结果也是出来了，他们两人的确止步49层。不过这个成绩已经是极为惊人了，代表他们都有冠绝同代之资。可惜君临苍负手踏出天道楼，眼上依然蒙着布。不过众人隐约可以感觉得到，君临苍的气息更加强大了。在天道楼内，君临苍也获得了机缘，他的重瞳有了很大的蜕变。而另一边，姬青衣亦是连步轻移而出，他微摇琴手，呢喃道：“那鬼面少女的确强大而诡异，想要胜她太难了。”转而姬青衣又想到了之前天道楼的异状，莫非君逍遥真的闯过了49层？姬青衣下意识的抬眸望去，这一看之下，她的玉容罕见的露出错愕神情，整个人好似失了魂一般。50层，姬青衣忍不住用玉手掩住了红唇。姬青衣性格恬静而平淡，超然物外，常年在人仙交闭关修炼，更是令她带上了一种仙意，心绪如古井无波。但是此刻，姬青衣好似被打落成了凡人，露出惊讶错愕之色。君逍遥并非是突破了49层，而是50层，打破了前人未曾打破的记录，开创了古人未曾开创的先河。虽然其中只相差一层，但意义完全不同。无人能突破的50层，君逍遥却突破了。姬青衣失神良久，他也曾见过无数天骄俊杰，却没有一人能令他有惊讶之感。而现在，君逍遥做到了，他甚至做到了姬青衣都做不到的事情。这对一向顺风顺水、超然在上的姬青衣来说是一种打击。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尊高高在上、受万灵崇拜的女仙，忽然发现有一尊仙王出现在了自己面前。在这尊仙王面前，她变得无比渺小，心中甚至升起一种淡淡的无力感。这种感觉很不好受。唉，逍遥堂弟的确超凡。君临苍眼上虽蒙着布，但一切都被他看在眼中。这位声名赫赫的君家第一序列，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堂弟的能为大大超出他的预料了。他本想在天道楼和君逍遥比一比，让阿九知道他的实力，结果现在依然被君逍遥比下去了。至于他身后的君道林和君西域两位序列，也是一脸震撼失神。他们之前对于君逍遥占据家族修炼资源一直都有意见，而现在看着那光芒万丈的君逍遥，他们什么埋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优秀的人占据更多的家族资源，有错吗？没错啊，要怪就怪他们的天赋远远不如君逍遥，日后不能成为君家的顶梁柱。这一刻，君西域也是彻底收回了之前对君逍遥的意见，他甚至开始觉得君逍遥似乎比君临苍更加耀眼。君家神子既然闯关成功了，为何还没有出来？说不定是在传承某种大机缘呢。一些天骄露出艳羡之色，唯独大长老深深一叹，他明白君逍遥很有可能见到了轮回圣灵遗骸。就在外界无数人为君逍遥而震撼时，50层空间内盘坐在地的君逍遥终于是有了反应。他胸口处的至尊骨开始释放出黑白两色光华，那正是轮回之力的具象体现。某一刻，君逍遥睁开双眸，眼底深处好似浮现一黑一白两抹神芒。至尊骨第二门大神通轮回孽光。君逍遥蓦地站起身，胸口迸发惊人的轮回气息，黑白两色光华浮现而出，扩散四方。刹那间，周围荒漠开始产生变化，地上那一株枯萎的小树芽以惊人的速度发出嫩绿的芽，然后迅猛生长起来，化为参天大树。君逍遥周围方圆百里地界，荒漠尽数化为了绿洲，一念之间，沧海桑田。这就是至尊古神通轮回孽光的恐怖。然而还不仅如此，轮回之力不仅是生之力，更是死之力。随着君逍遥持续催动轮回孽光，其中黑光扫过，那些参天大树开始枯萎，树叶凋零，最后化为一截枯木，摊劈为粉尘。倒是和盘黄岁月剑有些类似，不过依然有本质的不同。君逍遥思忖道：盘黄岁月剑乃是岁月之力，而这轮回孽光乃是轮回之力，不过效果倒的确有类似之处。轮回孽光只是初步的雏形，之后定然还有更加高深的变化。君逍遥想到，就好像上苍劫光，其完整的招式乃是上苍之手，这轮回孽光也只是一个雏形，之后应当可以蜕变出完整的大神通。不过光是这一世雏形就已经恐怖到极点，足可成为杀手锏。而且至尊骨的轮回之力还可以和6道轮回拳配合，令其发挥更大的威能。随后君逍遥再度将目光投向那轮回圣灵遗骸。说实话，君逍遥一开始以为轮回圣灵遗骸应该像是某种金属人的状态，但完全不是。轮回圣灵遗骸如同普通的人类一样，
只是干瘦枯萎，像是脱水了一般。而这时，一道微弱至极的灵魂波动蓦地传来：“小友，你是君家人吧？”君逍遥目露奇光，他看到了轮回圣灵遗骸上方那一点微弱如萤火的光点，还剩一点残魂吗？君逍遥心想，他微微点头道：“没错，在夏君家，君逍遥。果然，在我们那个时代，君家可是出了一尊顶天立地、盖压仙域群雄的恐怖人物，甚至一些大成圣灵都不敢露面，生怕被那位给击杀，祭炼成帝兵。”哦，还有这种事？君逍遥诧异了。大成圣灵那可是足以同大帝、古皇比肩的存在，那位大帝自封弃天，乃是摒弃上苍的存在。轮回圣灵残魂道：“是祖上弃天大帝，君弃天。”君逍遥反应了过来，这位可是猛的一批的人物。传闻他天资极为妖孽，甚至引动天降地印，若他接下，则可以毫无阻碍一路正道成帝。结果那位猛人直接说了一句：“天道加冕，不过累赘，我身正道，万劫成仙。”天赐给他的地印，他不接受。最后凭借自身实力正道，绵延了君家10万年气运。君家能威震仙域，矗立到现在，可不是单靠一个两个人，而是每一代都有像君弃天这样的妖孽。比如上一代就是君逍遥的父亲白衣神王君无悔，而这一代自然就是君逍遥了。我有一种感觉，那位好似并未寂灭。轮回圣灵残魂忽然道：“什么？”君逍遥意外，那位猛人还活着？不过转念一想，以君家的底蕴，倒未必没有残存的大帝。毕竟君家排名第18的老祖都已经是至尊强者了，那些排名前10乃至前几位的会达到何种境界？有帝存在，似乎也不稀奇。前辈，你说这些究竟想表达什么？君逍遥开门见山道。轮回圣灵残魂道：“我知道，以你的天赋，日后定然是君家核心的存在。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日后你能照拂一下圣灵书院。”哦，君逍遥挑眉，没想到轮回圣灵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大争之势开启，诸界动乱，那一缕黑雾将从异域飘来，哪怕不朽，亦要覆灭，更别说是一座书院了。轮回圣灵残魂悠悠道。这下君逍遥彻底明白了，轮回圣灵残魂怕是预知了一些什么。他不想让圣灵书院在时代的浪潮中覆灭，因此求助君逍遥。以君逍遥的身份和君家的底蕴，想要照拂一下圣灵书院，并非难事。但君逍遥可不是什么圣母心的烂好人，白给的事他可不会做。似乎是知道君逍遥的想，星号回圣灵残魂道：“放心，我自然不会白白提出条件，这件东西是我最后的馈赠。”在轮回圣灵遗骸的胸口处，一团朦胧的光华浮现而出。这时君逍遥露出异色，当那团朦胧的光华浮现出来时，一股浓郁到极点的轮回之力也是扩散而出。不过此刻的君逍遥已经领悟了轮回真谛，加上至尊骨的加持，这些轮回之力已经无法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君逍遥定睛一看，发现那朦胧光华当中乃是一枚种子模样的东西，那枚种子呈黑白两色，散发出浓郁的轮回之力。此地的轮回之力跟这枚种子相比，根本没有可比性。这是饶是君逍遥见惯了各种奇珍异宝，当看到这枚种子时，也是露出讶异。他知道这绝对是罕见的宝贝。轮回圣灵残魂道：“此乃我以一身轮回之力道经精华所凝结出的轮回仙种，我看你处于归一大圆满境界，下一步便是河道。这枚轮回仙种对你想必会有作用。”轮回仙种，君逍遥目光一亮，仙种绝对是罕见的宝贝。对于一般修士而言，仙种是遥不可及的存在，甚至连一般的灵种都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普通修士只能用最劣等的河道种子河道，那些河道种子几乎不会对修士有任何加成作用。如何？这份礼小友可还满意？轮回圣灵残魂道：“还行。”君逍遥微微点头。若是一般天骄能得到仙种，绝对是欢天喜地，兴奋至极。但对君逍遥来说，也只能算不错。若非这枚仙种蕴有轮回之力，君逍遥恐怕更不会感兴趣。这般态度倒是让轮回圣灵残魂都是一阵无语。他将一身精华凝聚出来的轮回仙种送给君逍遥，君逍遥都没什么反应。随后君逍遥得到了轮回仙种。前辈放心，在下自会照拂圣灵书院。君逍遥道：“有君家传人承诺，我就放心了。接下来你离开吧，我的残魂也无法坚持太久了。”轮回圣灵残魂道。君逍遥点头，他打量了一眼轮回圣灵遗骸。嘿嘿，小友，你看老朽的遗骸做什么？轮回圣灵残魂干咳一声道：“这小子不会再打他遗骸的主意吧？”前辈说笑了，在下不过是想瞻仰一下前辈的风貌而已。君逍遥脸不红，心不跳道：“刚才他的确是在打轮回圣灵遗骸的主意，毕竟轮回圣灵的本体可是能铸造地兵的轮回道经，这么一大块轮回道经，恐怕没有人会不动心。”但打量了一眼后，君逍遥还是放弃了。正如轮回圣灵残魂所说，他这一身精华都凝聚成了轮回仙种，遗骸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前辈告辞了。君逍遥拱了拱手，转身离去。轮回圣灵看着君逍遥离去的背影，忽然有些后悔了，他是不是不该把书院托付给这个家伙？不过从古至今，唯一通过的考验的也只有君逍遥一人，轮回圣灵也没得选择。另一边，君逍遥嘴角则是带着淡淡的笑。这一趟天道楼之行收获颇丰，龙象威力蜕变了，
签到了6道轮回拳，至尊古神通也酝酿出了，而且还得到了轮回仙种。这一枚仙种该如何使用呢？君逍遥在思索。他此刻若炼化了这枚仙种，立刻就能突破到河道境，甚至可能直接突破到河道境大圆满。而且轮回仙种也的确契合他的至尊古神通。但君逍遥始终觉得有些不妥，他觉得轮回仙种还无法释放他的全部天资。君战天也说，之后让他下界寻找世界本源为重，仙种的选择就是关乎未来的路了。不同的选择代表不同的路，这对君逍遥来说非常重要。算了，我若突破河道境，那定然要选择一条最为极致的路，不然岂不是白瞎了这一身天赋？君逍遥轻笑，他不着急炼化，准备以这枚轮回仙种参悟轮回孽光的完整版神通，那威力显然会比轮回孽光更强。此地试了后，君逍遥也是离开了。而在外界，所有修士都没有离去，他们都想亲眼看到君逍遥走出来，也很想知道君逍遥获得了何种机缘。就在万众屏息之际，天道楼顶有光辉在闪烁，君逍遥的身影如月下谪仙人一般凌空而出，一袭白衣，雪白无垢，身材修长，肌肤流淌仙辉。他如神奇之子，月下真仙，仙姿神骨，俊秀绝世。在那张足以令亿万少女疯狂的神仙俊颜上，没有一丝表情，很是平淡，好似对君逍遥来说，突破天道楼50层并不算是什么大事。全场所有人都是屏住了呼吸，君逍遥那不染尘埃的身姿令所有人都是错愕。天道楼闯关何其困难，别说是普通修士，就算是顶级天骄都会弄得无比狼狈，受创者更是比比皆是。但君逍遥呢？别说受伤了，白衣上连一点尘埃都没有，这让人产生了错觉，好像君逍遥只是逛了一圈回来了一样。君家神子怎么感觉没有受一点伤？他不是冲破50层了吗？按理说应该是一场苦战才对。许多人匪夷所思。姬青一看着天际白衣绝世的身影，以他的身份地位，竟都是产生了一丝自愧弗如之感。君逍遥太超然，太深不可测了，而且气质比他还仙。诸位都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君逍遥讶异，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创造了什么奇迹，不过就是闯个楼而已，又算得了什么？君家神子，你通过50层，可曾看到那位了？大长老语气含着一缕激动道：“那位可是他们圣灵书院的源头。”君逍遥点了点头，大长老的心狠狠一颤，全场也是响起此起彼伏的吸气之声。他们没想到君逍遥竟然真的见到传说中的轮回圣灵了。在场大部分女子都是眸露异彩，紧紧盯着君逍遥，如同一群母狼盯着羊羔一般。而大部分修士也是露出前所未有的崇拜和敬仰之色，感受着那股狂热的气氛。金翅小鹏王等天骄的脸色很难看，他们不甘心，也不明白君逍遥怎么可能安然无恙通过50层。金翅小鹏王实在无法压抑心中的嫉妒和不甘，忍不住喝道：“君逍遥，你究竟使了什么特殊手段，才闯过50层的？”金翅小鹏王的话令四野一静。其实所有人都很想知道君逍遥是如何通过50层考验的。本神子想通过便可通过，何须向你这只黄金脆皮鸡解释？君逍遥不屑，也懒得向解释什么。然而这话令一群人愕然，傻眼了，竟然称呼金翅小鹏王为黄金脆皮鸡，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君逍遥，你……金翅小鹏王气得五脏如焚，背后一对翅翼剑雨震荡。他身为迦楼圣山金翅大鹏一脉传人，何曾受过这等羞辱？即便君逍遥刚打破了天道楼纪录，那又如何？谁也不知道君逍遥究竟是以实力通关的，还是以某种特殊手段通关的。看本神子不爽的，一起上吧，本神子没那么多时间一个个解决。君逍遥踏立虚空，负手而立，他的实力比之前暴涨了一大截，也需要几个沙包工具人来检测一下了。听到君逍遥这般口气，倒是没有几人说君逍遥口出狂言，毕竟君逍遥才打破万古纪录，现在风头正盛。而且他们也很好奇，君逍遥究竟在50层得到了什么机缘，实力又强到何种程度了。金翅小鹏王战意腾腾，眸中金光迸射，他的性格本就争强好胜，自是不甘弱于人。阿弥陀佛，君施主，贫僧愿与你一会。法海也忍不住了，要出手，不然的话，他怀疑自己的心境会产生裂痕。至于叶星云，则是脸色变幻，最后还是没有出手。现在不急对付他，等到我下界寻找到无极星宫的宝藏，到时候修为暴增，一路称王，打败君逍遥也并非没有可能。叶星云心里喃喃着，明明是怂，却偏偏要找个理由和借口安慰自己。君逍遥目光一扫，阴阳圣子、夏兰等人根本连和他对视的勇气都没有。最后他目光落在了姬青一身上。姬家神女不想出手一战吗？姬青一微微一愣，没想到君逍遥会把话锋指向他，但他随即轻语道：“逍遥道兄说笑了，青衣并无争锋之心。”看到堂堂人仙教圣女都避战了，许多修士都是目露惊色。君逍遥在荒天仙域年轻一代已经初具无敌威势，君逍遥自己则是暗暗摇头，错过了一个收女奴，哦不是切磋交流的机会。那就只有你们俩了，一起上吧。君逍遥淡淡道。猖狂！金翅小鹏王实在忍不住了，仰天长啸一声，背后108000剑雨齐齐迸发而出，化为滔天洪流。这仿佛是108000柄金色飞剑击破长空，斩碎了苍穹。每一道剑雨都震荡出锋锐剑气，令人胆寒。108000剑雨气出，那种威势可想而知，令许多修士都是面色泛白，瑟瑟颤抖。而同一时间，法海也出手了。
他脚掌踏地，大地被强大的反震之力给震碎，他身形则腾上高天，浓郁的金光绽放而出，他的体魄随之变大，仿佛化为了一尊金色的佛陀。是小西天的不传炼体法门丈六金身。一些素老低呼道，这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炼体法门，堪比至尊法，修炼到大成不朽不灭，哪怕元神寂灭了，肉身亦是长存于世。没想到啊，这一代小西天佛子竟然能够将丈六金身修炼到这种程度。一位老者惊叹。其他不论，光凭这丈六金身，法海就足以在顶级天骄中站稳脚跟。金翅小鹏王、小西天佛子这两人随便一人都足以站在天骄巅峰，但是现在却是齐齐出手，联手对付君逍遥。君逍遥神色淡然，抬掌而出，简简单单一掌拍下。这是简单的一掌，却又是不简单的一掌，因为这一掌蕴含了37亿斤巨力。这是什么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些修士的想象。轰隆隆，空气发出刺耳的气爆之声，君逍遥手掌前方所有空气尽数被压缩，虚空如同湖面一般震荡不休，这是力之极致的体现。砰！一掌，仅仅只是一掌而已，108000剑雨全数崩碎。恐怖的气压和掌风直接是将金翅小鹏王整个人狠狠拍在了地上，深深砸进了地里。还有法海，虽然催动了丈六金身，肉身力量成倍暴增，但依旧被君逍遥一掌拍飞，口中鲜血狂吐不止。最后砸他的不远处几栋楼阁才勉强停下来。在场修士冷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恐怖，简直无法形容。君逍遥压根就没有施展什么手段，只是简简单单一掌就让小鹏王和法海都承受不住了。君家神子的肉身之力又暴涨了，他究竟修炼了什么法门？这就是荒古圣体的恐怖之处吗？君家神子到底打破了几重枷锁？许多天骄修士都是失声惊呼，无法置信。姬青衣目光前所未有的凝重。其他不论，光论肉身力量，10个他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君逍遥。嗨嗨，君逍遥你，金翅小鹏王在咳血，从深坑中拖出，眸光狰狞如野兽，这简直丢脸丢到姥姥家了。更加气愤的是，九头狮子这时却是冷嘲热讽，嗤笑道：“还嘲笑我跟随主人，我好歹也是主人的坐骑，而你呢，连主人一巴掌都承受不了，真是垃圾啊！”九头狮子这嘲讽让金翅小鹏王差点气出内伤。另一边，法海的丈六金身也好似要皲裂一般，身上都是裂开的口子，淌着血，看上去非常瘆人。他的神色也冷厉到极点。贫僧不信。法海继续出手了。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巴马空。法海口诵真经，催动了小西天至尊法大威天龙真经。霎时佛光普照，一尊尊佛陀出现，伴着一头头天龙护法神，衬托的法海如同佛中圣子一般。而金翅小鹏王也是爆发全部实力，他祭出了金翅大鹏一脉强悍的血脉神通。虚空有神鹏虚影显化，撕开了一头头真龙。LT BK GT 正是金翅大鹏族血脉神通天鹏搏龙图，这可谓是两人的极招了。此刻同时释放，哪怕是君临苍、姬青衣等年轻至尊，亦是眉头紧皱。换作是他们，想要接下这两人的极招，也有些困难。然而君逍遥神色未变，他出拳了，一股轮回之力迸发，影响了天地，好似可以打裂诸天。6个恐怖的轮回漩涡随着君逍遥的拳风一起镇压而下，正是6道轮回拳。一拳出，天地惊，众生惧，乾坤覆。这一拳如欲让万物走向归虚，虚空震裂，周围草木都是枯寂，片刻凋零。这是什么绝学？金翅小鹏王罕见地露出了惊恐之色。法海一时面色巨变，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战力。轰！一拳下去，地面裂开数十里，周围一切化为粉尘。法海和金翅小鹏王两人直接是被砸进了地底深处，生死不知。无穷的惊骇和胆寒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这拳法如同要将人拉入轮回一般，肉身连带灵魂都要粉碎个干净。许多人惊惧，灵魂都在颤抖。他们觉得，如果是自己面对君逍遥的这一招，估计拳风还没有打过来，光是气息就足以令他们崩溃。这拳法带着一股轮回真意，莫非是君家神子通过50层的奖励？一些眼尖的老一辈人物猜测道。但不论如何，众人都知晓，君逍遥经此一战后，怕是要坐稳仙域年轻一辈第一人的位置了。除非有其他妖孽出现，能够撼动君逍遥的地位，将他击败。但这有可能吗？一些人想到了祖龙朝龙傲天、北帝王家的少帝，还有荒古叶家的剑魔转世等等。不过那些顶级妖孽都在闭关进行升华，暂未入世。虽说还有许多妖孽天骄未曾入世，但君家神子已初具无敌之姿，其他天骄想要撼动他的地位，难啊！对啊，别说其他了，就连古代怪胎龙吉公主，君家神子不都是没有放在眼里吗？君逍遥这次的表现，不论是打破天道楼50层极境，还是只手碾压金翅小鹏王与法海，都令众人惊叹不已。过了些许时间后，金翅小鹏王和法海才艰难坑中爬出来。对，没错，就是一点点的爬出来。他们两人满身是血，狼狈无比。同一开始的嚣张桀骜不同，此刻的金翅小鹏王看向君逍遥的目光，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惧之意。那种权意太可怕了，仿佛要将人拉入无尽的轮回当中。金翅小鹏王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拳法，他的无敌道心都好像要被打崩溃。法海亦是如此，他带着满满自信，从小西天而来，想要称雄，让天下颂佛名。
结果现在他彻底胆寒了，佛性在颤抖，一步步被拉入魔性的深渊。君逍遥就是他的心魔。看着那狼狈爬出的两人，君逍遥面色不变。他也并没有完全催动六道轮回拳的力量，现阶段君逍遥也在摸索当中。不过这威力的确令他满意，加上自己有轮回仙种，用来参悟六道轮回拳和轮回孽光，都是再方便不过。逍遥道兄的实力果真惊人，青衣自愧弗如。姬青衣轻语道。君逍遥道：神女何必自谦呢？他知道姬青衣身为姬家神女，人仙叫圣女，若说没有一点底牌手段，他是不信的。只不过姬青衣现在没有把握对付他而已。而这时大长老却是上前对着君逍遥道：小有实力，令人钦佩。君逍遥看了这位大长老一眼，露出一色。这位大长老之前貌似想拍死他的心都有了，怎么现在态度转变这么大？大长老呵呵笑道：君小有实力如此之强，又闯过了天道楼50层，更是见到了圣灵，和我圣灵书院也算是有缘。大长老有话直言。君逍遥道：那个不知君小友有没有兴趣成为我圣灵书院圣子？大长老话音一落，全场都是傻眼了。圣灵书院之前不是还很讨厌君逍遥吗？如果没有君家几位老祖放话要去书院喝茶，圣灵书院估计根本不会待见君逍遥。怎么现在竟然想让君逍遥成为书院圣子了？大长老这阴阳圣子和夏兰两人也是傻眼了。这都行？你们两个废物闭嘴！大长老怒目喝道。阴阳圣子两人悻然低头，唯独花希晴露出了笑靥，觉得书院这个决定实在是太英明了。姬玄既然被小友打败，那么小友自然有资格成为新的圣子，不知小友心里是什么想法？大长老搓着手，老脸笑得像是一朵菊花，看得君逍遥都是瘆得慌。之前书院院长传音大长老说的就是这个事，大长老之前还颇为不以为然，甚至想要反对，但现在看到君逍遥的表现，真香。君逍遥略微思忖，说实话，他是懒得当什么书院圣子，和阴阳圣子这种垃圾并列，简直有失他的身份。不过他既然答应了轮回圣灵，要照拂圣灵书院，有个合理的身份，倒也不错。大长老看到君逍遥在思索，还以为他在介意之前阴阳圣子等人的挑衅。想到这里，大长老直接冷冰冰的开口道：阴阳圣子夏兰，你们两人从现在开始就不再是我书院圣子了。什么？大长老你怎么能这样？两人面色再度苍白，为了拉拢君逍遥就罢免了他们，还有没有天理了？怎么有意见向院长提去？大长老丝毫不在乎，这可是院长下的命令，圣灵书院也不用忌惮阴阳教和大夏皇朝。那好，书院有此诚意，君某也就却之不恭了。君逍遥微微点头，他是看在轮回圣灵的面子上才勉强答应的。哈哈，多谢小友了。大长老一笑，尽释前嫌。这君家神子越看越顺眼。事情彻底敲定下来后，在场修士才猛地发现君逍遥背后已经有了3方恐怖势力，荒古君家、荒古江家，以及一个连不朽势力也要忌惮3分的圣灵书院。君家神子崛起，无人能挡了。许多老一辈修士感叹，天道楼之事至此暂落帷幕。关于君逍遥的消息，要不了几日就可轰传荒天仙域。虽说君逍遥是最耀眼的存在，但君家其余人一时表现不弱，整个天道楼40层以上几乎被君家序列霸榜了。这不由令人感叹，荒古君家后辈强盛，怕是要继续辉煌下去。金翅小鹏王狼狈离开，一句狠话都没放。很多人认为金翅小鹏王道心出现了裂痕，日后怕是会出大问题。法海也离开了，他眼底的魔意更甚。君逍遥已经化为了他的心魔。还有叶星云，他倒是有些庆幸，这次忍住没有出手了。稳健，一定要稳健，不得到无极星宫的宝藏，我绝对不能和君逍遥对上。叶星云心里想到，他已经开始在着手计划下界了。君逍遥余光看了叶星云一眼，然后收了回来。叶星云已经在他的割韭菜名单上了。天道楼之事至此落下帷幕。君逍遥倒是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圣灵书院待了一小段时间。圣灵书院也很大方，给了君逍遥足足500颗仙元。之前阴阳圣子3人加起来也就得到了圣灵书院上百枚仙元而已。他们的仙元都是背后势力给的，并非是书院赠予。圣灵书院也算是下了血本。君逍遥也很满意，加上之前在斗武会上得到的仙元，他现在身上的仙元已经有了1000多颗，足够满足接下来大罗仙骨的淬炼了。在此期间，花希晴也曾主动前来，红着脸想和君逍遥论道。这位百花道宫的传人算是彻底沦陷了。君逍遥也没拒绝，随意和他聊了聊人生和理想。花希晴也是一脸满足的离开了。就在君逍遥待在圣灵书院的这段时间里，天道楼的事情也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传遍了整个荒天仙域，所有闻者无不为之哗然。打破天道楼50层万古纪录，闲庭信步只手碾压金翅小鹏王和小西天佛子，成为圣灵书院圣子。其中每一件事传出去，都足以掀起轩然大波，而这些事情皆是君逍遥一人创造的，这就恐怖了。所有的光芒都落在了君逍遥一人头上，和他相比，不论是君临苍或是姬青衣，都只能黯淡无光，更别提其他天骄了。哈哈，逍遥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君家、君战天和江柔等亲人都是喜悦不已，他们为君逍遥而骄傲自豪。君家其余族老也很开心，这次天道楼君家霸榜，足以令君家声威更上一层楼。而与之相反，那些敌对势力一个个都是脸色难看。洪州龙宫之内，萧晨的拳头狠狠砸在了地上，
脸色凝然不已。每次得到君逍遥的消息，都会再度令他陷入绝望当中。现在别说是他了，就连龙吉公主是否能够打败君逍遥，萧晨心里都没有底。不过感受着龙吉公主那日益强大起来的气息，萧晨终究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当龙吉公主彻底适应天地气息后，就是君逍遥的死期。萧晨寒声道。另一边，盘武神朝冠军侯府，在听到了有关武明月和君逍遥的一些消息后，杨盘面色羞恼大怒，愤怒之下直接杀了10几个下人，整个冠军侯府的仆人都是在瑟瑟颤抖。君逍遥，你真该死！杨盘恼怒，虽说他并没有顺利成为驸马，但潜意识里已经将武明月当成了自己的女人。结果武明月竟然和君逍遥走得那么近，这让杨盘无法接受。他气喘吁吁，眼珠赤红，像是一头暴怒的狮子。冷静，等我找到剩下的盘黄岁月剑和盘黄虚空剑，就有足够的力量杀了那君逍遥。下界或许是我的一个机会。杨盘眼色变幻。之前盘武神主曾召他入宫，说了一件大事，下界实地恐将产生巨变，一界变化都足以引动无尽风云，更别说10界大变了。到时候逆天机缘现世，那就是你死我活，血流亿万里的恐怖大战。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以我杨盘的气运，何愁在下界没有机缘？杨盘冷笑道。待他翻身之日，便是君逍遥殒命之时。荒古叶家一处屹立千仞的孤峰之上，一道削瘦的黑衣身影盘坐孤峰，在他身旁唯有一头神雕相伴。此地乃是叶家的禁地，若无允许，哪怕是一些族老都不能踏入一步。那道黑衣身影乃是一位面容清俊的黑衣少年，他闭着眼，在他面前地面有一柄剑斜插在地上，上面沾染着斑斑血迹，似乎蕴藏着滔天的杀气和剑意。此刻孤峰之外，一位叶家族老微微拱了拱手，开口道：叶前辈，老朽有事叨扰。这位叶家族老乃是一位大圣境的强者，白发苍苍，难以想象他竟然会向那个黑衣少年拱手，而且称呼其为前辈，这简直不合常理。孤峰之上，黑衣少年缓缓睁开双眼，刹那间，这位叶家族老感受到了一股可怖的剑意，如同欲要将他整个人切碎一般。这是何其恐怖而深邃的眼神！少年眼中仿佛蕴含着万古沧桑，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该有的深邃内敛。何事？少年缓缓开口。接下来，叶家族老将实地将乱的事情告诉了少年，此外还将君逍遥在天道楼的那些消息也告诉了少年。少年微微沉默，气氛令人窒息。那位叶家族老胆战心惊地看了一眼那柄染满斑斑血迹的剑，心头发凉。就是那柄剑沾染了地血吗？叶家族老心里叹道。那黑衣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叶家声名在外，被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位剑魔转世叶孤尘。实地将乱，与我无关。至于那君逍遥，叶孤尘面色平淡，他并没有因为君逍遥所创造的种种奇迹而对其有丝毫忌惮，这是属于剑魔的骄傲，他无惧古今任何存在。现在并非我入世之时，你可曾听过一句话？叶孤尘闭上了双眼。什么话？叶家族老问道。王不见王。叶孤尘一语令孤峰周围腾起万道剑气，那柄沾染了地血的是地剑，亦是迸发出滔天的剑气，似乎可割裂宇宙十方。叶家族老心头狂震。王不见王，若见必然血。君家神子是王，而他叶家的剑魔转世是另一尊王。那位叶家族老拱手退去，不敢再打扰。短波浪线叶孤尘抬手缓缓抚摸是地剑的剑身。老伙计，无数岁月过去，世人可还记得那星空下一人一剑斩杀大地的魔影？就在荒天仙域各方势力因为君逍遥之事而震动时，君逍遥却是准备启程返回君家了。圣灵书院大长老等人亲自护送君逍遥离去。武明月虽不舍，但也要返回盘武神朝了，这倒是让君玲珑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回家消化此次收获，继续领悟轮回之意，然后淬炼大罗仙骨。君逍遥心中已经有了打算，他隐约预感下界动乱将起，到时候需要有更强大的实力才能应对一切挑战。体书下卷，世界本源，逆天石子，这么多的机缘和韭菜在等着我去收割呢。君逍遥回到君家后，便是直接去天地宫闭关了。这一趟天道楼之行，他的收获很大，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一语也是跟随君逍遥回到了君家，他的天赋令君家众人赞叹，心中更是钦佩君逍遥竟然能够招揽到这么强大的追随者。君逍遥也嘱托了要给一语堪比核心族人的待遇，这更让一语感动不已，也更加坚定了追随君逍遥的信念。君逍遥闭关开始消化那1000多颗仙元，然后还要以轮回仙种参悟6道轮回拳以及轮回孽光，整个荒天仙域陷入了短暂的平静。但在这短暂的平静当中，却又有暗流涌动。不知何时，仙域开始流传起来，下界实地出现了大变动，实地可能将乱，到时候机缘现世，气运显化，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是实地的变革，更加可能影响到仙域。在以往，也不乏有下界的大气运者被仙域势力招揽、栽培，成为一代强者。受限于天地规则，下界实地的天骄显然不可能比得上仙域天骄。但是无绝对，这次实地变动，很多人觉得下界可能将有逆天人物诞生，甚至会对仙域天骄产生大威胁。这并非空穴来风，从下界飞升上仙域的逆天人物也并非没有，只是这次可能会更多一些。而且这次变革也是机缘，仙域许多势力的天骄都按捺不住了。对于他们来说，仙域机缘有限，
而且全都被那些顶尖天骄霸占，他们只能喝点汤汤水水而已。但他们若是下界，则立马变成了头号人物，除非是下界的那些逆天骄子，不然普通的天骄是远远比不上他们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势力才想将自家天骄送下界，去争夺下界的大机缘。不过下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天地规则不同，下界天生排斥仙域生灵，所以越是强大的仙域生灵越是难以界。即便是那些修为不是特别高的仙域之人，想要下界也是千难万难，除非有生灵愿意彻底褪去仙域气息，堕落成为下界生灵，那样才可以直接进入下界。久远前，君家驱赶10大古族就是利用了这个方法，让他们完全褪去仙域的气息，彻底堕落成为下界生灵。不过这种方法对天生高高在上的仙域生灵而言，简直比死还难受。没有人会选择以这种方法下界，他们会付出巨大代价，用各种手段强行下界。转眼间1年时间过去，这1年时间，仙域发生了大变动，各大势力之人纷纷开始下界。当然，绝大部分势力只是让自家传人下界，最多带几位护道人。下界也是因此开始混乱起来。下界10地之一，天玄大陆，整片大陆广袤无尽，凡人穷尽一生也难以走出大陆的一角。大陆上有传承万载的皇朝，有隐世的强大家族，也有高高在上的圣地宗派。天玄大陆粗略可分为东玄域、西玄域、南玄域、北玄域。东玄域，大炎国、林氏宗族。身为大炎国4大家族之一，林氏宗族在整个大炎国都颇有影响力。不过哪怕是大炎国，在整个东玄域也不过只是三流势力而已。此刻，在林氏宗族一座后山上，一位面目清秀、带着坚毅之色的青袍少年正不停对着木桩子出拳，整个木桩子上面都染满了红色的血迹，显得分外刺目。咚！少年一拳重重地砸在了木桩子上面，他清秀的脸庞甚至都带着一份凝然之色。该死，为什么我无法开辟灵海？开辟不了灵海，我就成为不了修士，就要一辈子成为别人的笑柄。少年名叫林峰，乃是林氏宗族家主之子。身为林氏宗族少主，却是一个连灵海都开辟不了的废物。林峰受到的嘲笑和白眼可想而知。林峰哥哥，别难过。这时，一位紫衣少女出现，生得明眸皓齿，美丽动人。她看着林峰染血的手掌，露出疼惜之色。紫嫣，你何必再管我这个废人呢？林峰自嘲一笑。紫嫣并非林氏宗族之人，而是寄居在他家的。紫嫣神秘一笑道：“林峰哥哥别灰心，这片天地将要大变了，任何人都有风云化龙的机会。”听到紫嫣的话，林峰微微摇头道：“紫嫣，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你口中的仙域究竟是什么模样？”紫嫣笑道：“那是一个很精彩的世界，比整个东玄域乃至天玄大陆都广袤无数倍。紫嫣身后的势力就是来自于那里，是吗？”林峰神情一震，紫嫣背后的势力十分神秘且强大，而那般强悍的势力，竟然也不过只是仙域主脉传下来的一个小小支脉。他难以想象那个主脉究竟有何其强大。紫嫣继续说道：“要不了多久，应该就会有主脉的师兄师姐下界了。到时候，紫嫣一定尽力请求他们帮助你。多谢你了。”林峰眼中露出一缕感动之色。而这时，一位家仆忽然跑过来说道：“少爷，纳兰家族的人来了。”什么？此话让得林峰面色一变。纳兰家族，东玄域隐世家族之一，拥有恐怖的道神强者坐镇。神桥、皈依、合道、涅槃、通天、神火。在点燃神火，成为神火强者后，便算是迈入了通圣9阶。9阶分别是虚神、真神、天神、道神、准圣、圣人、圣人王、大圣、圣主。每一层也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小圆满、大圆满。道神掌握最少一条道之法则，对于下界天玄大陆而言，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强者了。而纳兰家族就是一个拥有道神强者的隐世家族，是东玄域一霸。但最为主要的是，林峰和当代纳兰家族的小姐纳兰若曦有婚约在身。当年他的父亲在意外之下救过重伤的纳兰家族老爷子，因此才有了这一纸婚约。而现在纳兰家族来林氏宗族做什么？林峰心里猜得8、9不离10。退婚。除了这个，林峰想不到其他理由。别说林氏宗族了，便是整个大炎国，在纳兰家族眼中亦是如同蝼蚁一般，随手可灭。纳兰家族。紫嫣闻言却是微微皱了皱柳眉。他背后的势力倒是不逊色于纳兰家族，但他曾听过一则传言，纳兰家族祖上的一位女子曾是仙域某一位至高强者的道侣。那位至高强者貌似叫什么元天至尊。紫嫣并不知晓那元天至尊究竟有多恐怖，但能和至尊沾上边的，显然是他无法想象的超级强者。那纳兰若曦最好不要过分，不然的话，到时候仙域的师兄师姐下界，紫嫣会让纳兰家族付出代价。紫嫣俏脸冰冷道：“他所在的那一脉，在荒天仙域无比鼎盛，乃是一方超然圣地。纵使比不上不朽势力，但也是不朽之下的顶级势力。要对付下界这么一个小小的隐世家族，简直再轻松不过。”此刻，在林氏宗族的待客大堂里，一位身着水袖长裙的少女正丹若处子一般坐着。那位少女五官精致，面容绝美，雪白肌肤更是吹弹可破，嫩得能掐出水来。她的身材也很好，曲线起伏有致，如云的乌黑秀发挽成一个发髻，看上去恬静优雅。她正是纳兰家族当代娇女纳兰若曦。说起纳兰若曦，那可是东玄域赫赫有名的天之娇女，更是无数男子心目中的女神级人物。
他年仅16岁便突破到了真灵五重天之境，这在仙域来说自然不算什么，甚至算得上是很差。但下界天地规则不同，在天玄大陆，能够在16岁达到真灵五重天，已经是极为妖孽的天才了。哼，纳兰侄女怎么有空来我林氏宗族了？主座之上，一位面庞方正的中年男子露出笑意道：“他正是林氏宗族族长，也是林峰的父亲林震天。林伯父，许久不见了。”纳兰若曦举止很是礼貌得体，即便她的身份高高在上，乃是尹氏家族的娇女，但此刻态度十分谦和，没有任何骄矜之意，这也让林震天看得很是满意。谁曾想，当初意外救下的那位重伤老人，竟然是纳兰家族的老爷子，而此举也为他儿子带来了一个好媳妇。林震天乐呵呵地笑着，他儿子虽然是个废柴，但若能娶纳兰若曦为妻，依然会是高高在上的人物，甚至于整个林氏宗族都将飞上枝头变凤凰，一跃成为整个东玄域都不敢招惹的大家族。至于退婚，林震天压根没想到这一点，在他看来，纳兰家族是不可能忘恩负义的。就在林震天心中做着美梦的时候，门外林峰和紫嫣两人来到。林峰一眼看到纳兰若曦，眼中也是忍不住流露一缕惊艳之色。纳兰若曦很美，举止优雅恬淡，换做任何男子都会一见钟情，哪怕是林峰也不例外。不过一想到自己的废柴身份，林峰的心就隐隐下坠。他可不像林震天一样做着美梦，癞蛤蟆还是有属于癞蛤蟆的觉悟，他想吃到这天鹅肉。难！看到林峰到来，林震天急忙招手道：“臭小子，还不过来和纳兰姑娘打招呼？”林峰面色沉着，看向纳兰若曦，纳兰若曦美眸也望向林峰。林峰长相清秀，面色坚毅，虽然是个远近闻名的废柴，但纳兰若曦并没有任何轻蔑和厌恶。林公子，纳兰若曦微微点头示意。纳兰若曦，你来做什么？林峰问道。臭小子，怎么说话的？林震天瞪了林峰一眼。纳兰若曦轻吐出一口气，美眸带着一缕歉疚道：“抱歉，今日若曦是来退婚的。若曦一心修炼，实在是没有成亲的念头。”一句话令满堂死寂，所有林氏宗族的族人脸色都是瞬间难看了起来。林震天更是无法置信，他的美梦破碎了。果然，纳兰若曦，你……林峰眉头一掀，拳头死死握着，指甲深深刺入掌心，带来钻心的疼痛。一旁的紫嫣表情也十分冰冷。若曦并非是嫌弃林公子的修为，只是真的不合适。至于赔偿，我纳兰家族会扶持林氏宗族，各种资源应有尽有。纳兰若曦语气平静，并无趾高气昂，满含歉意与愧疚。反倒是林峰忍不住喝骂道：“纳兰若曦，你这贱人，让我林氏宗族颜面置于何地？放肆！”纳兰若曦身后，一位老妪冷喝一声，一股虚神境的气息爆发而出。这股气息令林震天都是心头一颤。他的修为也不过神火境而已，还没踏上通圣9阶，而纳兰家族仅仅只是一位仆人，就比他修为要高。以小姐的高贵身份，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随便派个人来，一句话就可以打发你们。但他却依旧选择亲自登门道歉，态度诚恳，还愿意赔给你们这么多资源，结果却换来你们这么喝骂，果真是穷乡僻壤出刁民。那位老妪忍不住喝道，他实在是为纳兰若曦打抱不平。柳婆婆，别说了，这件事的确是若曦不对，林公子骂一句也应当。纳兰若曦阻止道：“哼，什么态度诚恳，不过是不屑一顾而已。放心，我林峰也高攀不起你这只白天鹅。”林峰冷笑道：“赔偿资源都会送上，若曦真的抱歉了。”纳兰若曦依旧诚恳：“资源就拿去吧，我林氏宗族不差这一些。”林震天脸色也是沉了下来，他举足变凤凰的美梦算是彻底破碎了。纳兰若曦心中一叹，他也是没有办法了。你这贱人，给我滚！我林峰3年，1年，只要1年，我一定会亲自登上纳兰家族，打败你！林峰蓦然喝道，他实在是无法忍受这种羞辱。虽然纳兰若曦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羞辱他的话。抱歉了。纳兰若曦最后微微欠了欠身，就要离去。而这时，紫嫣却是挡在了纳兰若曦身前。你……纳兰若曦不明所以，小看林峰哥哥，不论是你，还是你背后的纳兰家族，都会付出代价的。紫嫣语气冰冷。纳兰若曦看了紫嫣一眼，直接离去。啊，该死啊！林峰恨欲狂，直接是跑出了大堂。他心中虽不愿承认，但的确也曾幻想过和纳兰若曦联姻，毕竟谁不愿和这等天之娇女联姻呢？林峰嘴上不愿承认，身体却很诚实。现在纳兰若曦拒绝，无疑是将他的最后一丝幻想狠狠撕碎，所以林峰才会这么羞恼暴怒。林峰不知跑了多久，最后跑到了一处湖泊边，他忍不住直接跳了进去，想冷静一下，直接沉入了湖底。而这时他却在湖底发现了一团五彩斑斓，如同水银一般的物质。这是什么？林峰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一点，霎时整团五彩斑斓的物质直接是钻入了林峰体内。瞬间林峰便感觉到了宇宙万物、世界万灵，一切的一切在自己眼前闪过，日月星辰斗转星移，万物变迁，宇宙规则，像是过了1秒，又像是过了1生。当林峰猛然惊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湖岸边了。世界本源。林峰不知为何忽然吐出了这4个字，而且还不仅仅如此。当林峰回过神来后，他赫然发现自己体内丹田不知何时出现了一片浩瀚而广阔的灵海。这是灵海！林峰身躯狠狠一震，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这不是他一直想要开辟却无法开辟出来的灵海吗？就在林峰心神震荡之际，
他发现自己的修为开始节节攀升。灵海一重天，灵海二重天，灵海三重天，神功一重天，神功二重天，神功三重天，到最后足足到达了真灵境，才堪堪停止下来。不过短短几十个呼吸时间，林峰修为暴涨了18个阶层。我现在是真灵境高手了。林峰感觉像是在做梦一般不真实。要知道，被称为东玄玉天之娇女的奈兰若曦，现在也不过真灵5重天的修为而已，而她现在已经是真灵境了。但是带来林峰的惊喜还不只是这些，他脑海随意一想，那些复杂难解的功法神通立刻就融会贯通了。林峰立马起身施展了一招通背拳，啪啪啪，10声巨响爆开，通背拳10响，大圆满。林峰不敢相信，这么复杂的武学，他竟然想一下就会了，恐怖，太恐怖了。林峰无法想象自己的天资究竟有多么妖孽，看来都是这世界本源的力量。不过他隐隐在告诉我，我所获得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世界本源，真正的世界本源在等待我去发掘。林峰若有所悟道。想到这里，他眼中难耐激动之色，这可是天玄大陆的世界本源啊！若他全部得到了，将来成长起来，岂不是可以成为整个天玄大陆的主宰？若我能够得到全部的世界本源，别说是天玄大陆，哪怕是高高在上的仙域，都无法阻挡我的步伐。林峰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这种感觉就像是杨盘得到了盘皇生灵剑一般，一下就飘了。还有纳兰若曦，1年后我林峰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林峰冷笑着，他就是受天地所中的大气运者，注定要成为一界主宰。如林峰这般的存在，在下界实地并非只是个例。在下界另一地，一处名叫玄天宗的宗门内，一处高山凉亭之内，2位老者面露愁色，正在对谈。实地将变，隔绝天地，我们同仙域也断了联系，那10大罪族也要蠢蠢欲动了。是啊，当初主上君家让我们玄天宗等5大附属势力下界镇压10大罪族，没想到现在会发生这般变故。我倒是听说那古魔一族与古妖一族似乎背离主上君家旨意，甚至暗中在与罪族生灵接触，此事只能得到主上君家的强者下界才能解决了。2位老者对谈间满含忧虑。当初君家派出的5大附属势力分别是玄天宗、大印皇朝、古神一族、古魔一族、古妖一族，如今竟然有2族开始背离初衷，的确是一件大事。对了，听闻我们宗内出了一个恶性事件，有弟子勾结罪族被发现了。那种小事自然有人解决，我们需要专注的是10大罪族。同一时间，在玄天宗广场上，一位青年被绑在铜柱上，身上满是鞭痕，鲜血淋漓。他目眦欲裂，看向对面的一对青年男女。刘倩倩，你竟然背叛我！青年名叫莫凡，而那位刘倩倩是他的青梅竹马。莫凡没有想到刘倩倩竟然会联合那位大师兄阴谋陷害他，甚至于他的一身修为也是被废了，彻底成为了一个废人。莫凡，你妄图同罪族勾结，已经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大师兄能饶你一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刘倩倩骄喝道。那位大师兄则是冷冷笑着，哼，勾结罪族。莫凡笑了，笑容冷冽如冰。他心中不仅对大师兄恨，对刘倩倩恨，甚至对整个玄天宗都抱有恨意。勾结罪族又如何？如果他能活着出去，他一定要亲手解放罪族，覆灭玄天宗。就在这时，天降雷霆，轰然一声落在了莫凡身上，他浑身都是变得焦黑，散发出一股焦臭味道。与此同时，莫凡脑海中蓦地出现了一个星辰小人，种种神秘而恢宏的景象在他眼中浮现。一片古老的星宫矗立，他跪在地上，仰视着一道身披日月星辰的恢宏身影。众星之子，归来，辅佐至尊。莫凡听到此话后，彻底失去意识，昏迷了过去。看着那浑身焦黑、半死不活的莫凡，刘倩倩厌恶地捂着鼻子道：“来人，把这莫凡扔出宗门。”另一片古老的大陆有一座古王朝，名叫秦王朝。此刻，整个王朝都是火光连天，整个秦王朝的强者都是被斩杀一空。皇宫殿内，一个身着锦袍的青年躺在地上，胸口出现一个大洞，染满了鲜血。而另一位青年高高在上，浑身弥漫着灵气，他手中握着一块洁白的骨头，泛着深邃光芒。先天灵骨刚好搭配我的灵王体，这下界的机缘倒真是不少。那位青年轻笑一声道：“你到底是谁？”倒在地上的青年面色狰狞如恶鬼，他名秦昊，本是秦王朝皇子，身具先天灵骨，资质强大而恐怖。结果仙域有强大的存在降世，一夕之间将整个秦王朝覆灭。他的父皇、母后众多将领皆是被斩杀一空。哼，告诉你也无妨，我乃荒天仙域荒古江家江虚灵，不杀你是想看你这只蝼蚁能翻出什么风浪来。江虚灵冷笑道，一脚踹开了秦昊。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世间万物的法则。出生仙域荒古世家的江虚灵自然最清楚不过，这能怪谁呢？若就是原罪，要怪就怪秦昊长了一块先天灵骨，被他盯上了吧。我那位洛丽表妹应该也快下界了吧，还有君家神子，到时候说不定可以抱一下他的大腿，或许能得到更多机缘。江虚灵笑了，他虽是江家的灵王体，天资不凡，也是一位顶级天骄，但他对君逍遥依然崇拜至极，加上君逍遥乃是江柔之子，也算是半个江家人，更和江洛丽有些关系，这更让江虚灵坚定要和君逍遥打好关系。下次见面是不是该叫君家神子妹夫了？江虚灵暗想道。
而待将虚灵离去后，秦昊躺在血泊之中，目眦欲裂。若就是原罪，将虚灵、荒古江家还有整个仙域，你们凭什么高高在上，掌控生死？秦昊在这一刻升起了对荒古江家乃至整个仙域的仇恨。而就在这时，在他的胸口处被鲜血浸透的项链蓦地闪烁起了阵阵光华，漆黑的火焰暴涌而出，一头身姿优雅的黑色明雀虚影浮现，隐约有女声从秦昊耳畔响起：释放599幽明雀一族，将给予你对抗荒古世家的力量。随着时间推移，下界实地皆是出现巨大变动。传闻某大陆有一位天骄横空出世，疑似混沌体震撼了整片大陆。要知道，哪怕在仙域，混沌体都是万年难得一见的恐怖体质，位列3000体质的前10几名。然而在下界这种贫瘠之地，竟然会出现混沌体，这让一批仙域天骄都是愕然无比，心头震撼。还有另一块大陆，传闻有吞神魔宫传人现世，可吞噬世间万灵。此外，还有被埋在下界实地的仙域怪胎现身，埋葬了诸多纪元，为的就是等待这一世实地大乱，窃取一界气运、世界本源。这种种消息令仙域天骄都是骇然，哪怕是仙域下界的天骄也不得不谨慎行动，生怕阴沟里翻船。又是1年时间过去，荒天仙域君家离君逍遥上次闭关已经过去了2年有余，君逍遥也已经14岁了。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看上去已经像是一个16、17岁的俊美少年，而且身材极为修长，白衣胜雪，气质超然出尘，飘渺若仙。在这段时间里，君逍遥将1000块仙元尽数炼化干净，全身大罗仙骨的数量也是达到了70块。不过君逍遥能明显感觉得到，越往后面修炼，大罗仙骨淬炼所需要的仙元数量就越多，而且下品仙元已经开始逐渐无法满足修炼了。这大罗不朽仙身还真是一个无底洞。君逍遥睁开双眸，漆黑的眼眸深邃如夜星，他心中开始有了一种急迫感，需要尽快去割韭菜了。也罢，修炼到了瓶颈期，需要下界一趟。君逍遥心里喃喃，他所说的瓶颈是仙种的瓶颈，而非是境界的瓶颈。只要找到合适自己的路，君逍遥可以毫无阻碍的一路修炼上去。别说成圣了，就连成至尊都是简简单单的事情。接下来，君逍遥出关寻找君临龙等人，问了一下最近的情况。实地大乱，各种逆天骄子出现，甚至有仙域天骄在下界阴沟里翻船，被土著击败。听到这些消息，君逍遥有些讶异，看来那逆天石子应当已经逐渐显示了，其中有男也有女。君逍遥仿佛看到了10颗绿油油的韭菜在向他招手。事不宜迟，君逍遥也不是拖拖拉拉之人，他直接向家族报备要前往下界了。君战天等人也是帮他做了一些准备。这一次，君逍遥只带了9头狮子和一鱼2人，其余的序列各自都有他们的机缘，君逍遥也没打算强行让他们跟着自己，毕竟君仗剑等人还顶着序列名头，不算是他的追随者。不过多时，君战天便带着3道人影到来。那3位人影，一位乃是身着青袍的老者，一位是身着漆黑战甲如同魔神一般的中年男子，剩下的一位则是宫装美妇人，肤白如脂，身材丰腴。君逍遥一眼扫去，这3人中哪怕最弱的宫装美妇都有准圣修为，剩下的中年男子和老者则都是圣人修为。下界的天地规则最多也就只会出现圣人而已，无法诞生更强者，哪怕派出更强的人物下界，修为也会被压制。虽说他们修为很高，但此刻面对君逍遥都很是恭敬地拱了拱手。属下见过君家神子。爷爷，他们是？君逍遥疑惑道。哈哈，他们3人都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强者，后被我君家招揽过来培养，他们对下界最熟悉不过了。君战天道。君逍遥闻言恍然，比起那些护道人和族老，这些从下界飞升上来的强者显然更加了解下界，也更能帮助君逍遥。从这就可以看见君战天的细心之处，全程都在为君逍遥保驾护航。那就劳烦几位了。君逍遥微微拱手道。神子客气了。3位强者皆是躬身回礼。一番准备后，君家直接强行以大手段打通了位面壁障。当然其中的消耗很大，不过为了君逍遥，君家付出再多也舍得。而就在同时，叶家也有一群天骄要下界了，其中就有叶星云。我有预感，在下界我不仅能够得到大机缘，更能够得到强力的帮手，建立属于我自己的势力。叶星云眸中燃起火焰，这是他超越君逍遥的最佳机会。另一边，小西天佛子法海也是要下界了。阿弥陀佛，贫僧的机缘在下界，到时候可将一界之地的人都化为信徒，凝聚众生信仰之力。贫僧就不信这样都无法击败君逍遥。法海说着，眼底有魔光在闪动。盘武神朝冠军侯府，杨盘也是要下界了。凭本侯爷的气运，在下界谁能阻我？杨盘又开始膨胀起来。雨过了，天晴了，他又觉得他行了。一处古老的上古妖山当中，有一道柔媚入骨的声音响起：颜如梦，这次你下界去将天妖王族的太子接引上来。当初君家镇压10大古族，将天妖王族也驱赶下界，没想到如今天妖王族竟然会出现一位血脉返祖、有妖神血脉的天骄，他对我妖神宫而言很重要。是。颜如梦谨遵小妖后之命。一位玉体婀娜、容颜完美无瑕的绝美女子现身，她一身粉裙，青丝如瀑，肌肤雪白，玉腿修长。颜如梦，妖神宫神女，在荒天仙域亦是一位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希望别碰上君家神子，不然的话，想要将天妖太子接引上来难啊！
颜如梦玉指揉了揉太阳穴，有些烦恼。就在荒天仙域风起云动的时候，下界天玄大陆东玄域一座古老灵山之前，一场万众瞩目的挑战吸引了四方目光。而之所以这一战如此吸引人，是因为对战的双方都颇具传奇色彩。一位乃是东玄域隐士家族纳兰家族的天之娇女，而另一位则是出生自一个三流小国的小家族少主。原本这应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但是今日却吸引了足足10余万人观战。这其中有其他隐士家族，有超级王朝，有超然圣地，许多大势力的传人都是现身，在等待大战开启。原因很简单，那位小家族的少主林峰，如今已经是名声响彻东玄域的顶级天骄。从废柴到天才，林峰仅仅只用了1年。哪怕傻子都知道，林峰定然得到了某种惊世机缘。不过，却没有势力敢打林峰的注意。为什么？因为林峰背后有自仙域传承下来的势力在为他撑腰，这一脉更有强者下界而来，威震八方，所以没有一个势力敢招惹林峰。此刻，在万众瞩目之下，一位青袍少年踏立虚空，清秀坚毅的面庞带着一股冷意。纳兰若曦，滚出来！林峰的冷喝声回荡在整座上古灵山。灵山之内，那些纳兰家族的族人一个个脸色都是带着憋屈和愤怒。他们纳兰家族对林峰和林氏宗族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但这林峰却像条疯狗一般死咬着他们不放。现在更是当着诸多势力的面，让纳兰家族下不来台。小贝，你别太过分了。一位面色阴沉的老妪出现，正是1年前跟随纳兰若曦前去退婚的柳婆婆。看到老妪，林峰冷笑一声道：风水轮流转，现在你们纳兰家族终于也体会到当初我林家所受的耻辱了。小贝，你……柳婆婆老脸一沉，忍不住迸发虚神境的气息。而就在这时，一道冷然娇喝声响起：住手！远处有紫气弥漫，一群人影踏空而来，其中就有一位明眸皓齿的紫衣少女，正是紫嫣。她开口娇喝，冷冷盯着柳婆婆。在她身边还有许多强大的气息，其中有一位身着紫色裙袍的女子，十分引人注目。女子一头紫色长发如同绸缎，容颜美丽，肌肤比上等的杨之玉还要白。她一双灵眸也呈紫色，如紫水晶一般晶莹剔透。而紫发女子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河道境，明显是从仙域下界的天骄。让柳婆婆忌惮的并非是这紫发女子，而是她身后的一群人中有强大的气息在蛰伏，那绝不是她一个虚神境修士能够招惹的。下界的隐士家族不过如此，让那个女人出来，不然今日我便平了你们纳兰家族。紫发女子神情淡漠道。听到此话，柳婆婆脸色很是难看，周围许多势力也都是心惊胆战。他们可是知道，这女子背后势力大的惊人，乃是荒天仙域的紫府圣地。紫府圣地虽不是不朽势力，却是不朽之下的顶尖势力，有至尊强者坐镇。在东玄域也有紫府圣地遗留在下界的分支，那紫嫣就是紫府圣地下界分支的一位圣女，而那位紫发女子名叫苏子琼，是仙域紫府圣地的圣女，地位超然。听到苏子琼的话，柳婆婆脸色非常难看。她其实是不想让纳兰若曦出来应战的，毕竟这1年时间里，林峰成长得太快了。她更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融合了一枚古老的仙种，修为也达到了河道境，实力极为恐怖，简直比一些仙域的天骄还要强悍。有时候柳婆婆都想不明白，这林峰是祖坟冒青烟还是怎么的，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厉害。和林峰相比，纳兰若曦现在也不过才刚突破真灵9重天，达到神桥境而已。这个速度对下界天骄来说已经算是很快了，但和林峰这种开挂的存在相比，完全没有可比性。纳兰若曦应战必输无疑。柳婆婆已经是将纳兰若曦视为孙女般的存在，自然不愿她受到羞辱和伤害。林峰见状，嘴角掀起一抹冷笑道：怎么1年前羞辱我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现在不舍得让纳兰若曦受辱了？小贝，不如各退一步。柳婆婆深吸一口气道。林峰面色一冷，眼角余光示意了一眼紫嫣，紫嫣则向苏子琼传音。苏子琼微微点头，她身后一位护道人出手了，爆发出了天神境的气息。轰然一声响，柳婆婆直接被震飞，口吐鲜血。林峰看得暗爽不已，那些曾经羞辱她的人，她终将会百倍奉还。已经够了，柳婆婆，你没事吧？一道带着颤音的嗓音传出来了。灵山之内，一位身着水袖长裙的少女出现，她精致绝美的面容带着愤怒、隐忍，掠到柳婆婆身边。小姐，老身没事，你别出来。柳婆婆嗓音虚弱，关切道。柳婆婆，纳兰若曦背齿，死死咬着粉唇，她愤怒的目光转向林峰。林公子，若曦自问，除了退婚之外，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以及林氏宗族的事情，你们为何要苦苦相逼？纳兰若曦实在不解，自己的歉意和善意为何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哼，你退婚就是最大的罪孽。林峰双臂抱在胸前，冷哼一声道。在他看来，他就是天地的主角，纳兰若曦凭什么退婚？他有什么资格看不起自己？在林峰意识里，自己哪怕是个废物，纳兰若曦也应该要跪舔自己，这样才能满足他所谓的自尊心。紫嫣一时上前道：纳兰若曦，我早就说过，你和纳兰家族一定会为当初退婚之举而后悔的。纳兰若曦咬着玉唇，美眸坚定道：若曦绝不后悔。林峰，要战便战。哼，那就打到你服。林峰出手了，和道境修为爆发而出，他一掌直接轰出，恐怖的法力化为掌印，
带着恐怖的气息镇压而去。八荒掌一掌出，如同欲要盖压八荒一般。纳兰若曦玉脸当即变了。他虽然知道林峰在这1年之内变得很强，但也没想到能强到这种程度。万众瞩目之下，纳兰若曦咬牙出手。她身为纳兰世家娇女，也不能避障而逃，这是属于她的底线。然而仅仅只是一招，纳兰若曦便被轰退，唇角咳出了鲜血。萧姐，柳婆婆变色，这林峰出手当真是不留一丝情面。亏得当初纳兰若曦亲自登门道歉，换来的却是这样残酷的对待。哼，纳兰若曦，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吗？怎么变得这么弱了？林峰还不忘嘲讽一句，杀人诛心。纳兰若曦面色不变，催动急招。她祭出一柄长剑，一剑点出，形成锋锐的气旋。别挣扎了，都是无用功。林峰再度出手了，简简单单一拳轰出。纳兰若曦的招式直接破解掉，她整个人也是受到冲击，再度吐出了一口鲜血，倒飞而出。看着这2招击败纳兰若曦的林峰，周围无数本土天骄脸色都十分凝重，饶是少数下界的仙域天骄也是露出惊诧之色。林峰的实力令他们都是感觉到了丝丝危险。看着那挣扎起身的纳兰若曦，林峰心头暗爽，面上则冷然道：纳兰若曦，别说林某不近人情，接下来给你2个选择。第一，成为我的女奴，退婚之事一笔勾销。第二，杀了你，灭了纳兰家族。林峰的话令四野响起不少惊呼之声，这话简直无情。如果纳兰若曦真的低头成为林峰的女奴，那她的道心将会彻底崩碎，一辈子都只能臣服在林峰身下。而若不低头，纳兰若曦连命都会没有，纳兰家族也会受到牵连。这2个选择，无论哪一个都令人无法接受。纳兰若曦闻言，脸色都是彻底苍白了，毫无血色。第一个选择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但不臣服，整个家族都会因此覆灭。这让纳兰若曦玉体颤抖，粉唇咬出了鲜血。就在众多势力都在猜测纳兰若曦会不会低头臣服时，一道冷喝之声猛然从灵山深处传来：够了，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伴随着这一声冷喝，一股恐怖的气息如同风暴一般席卷而出。一位身着明黄长袍的中年男子踏步而出，他正是纳兰家族族长纳兰若曦的父亲纳兰战，同时也是一位道神境强者。他原本不想出手干预的，毕竟有子府圣地在施压，但是现在林峰的做法着实太过分了，纳兰战都是气得肝疼。呵，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吗？林峰嗤笑一声，对纳兰战没有丝毫尊敬之意。纳兰战没有在乎林峰，而是看向子府圣地那一群人。林峰还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子府圣地的态度。诸位，这林峰和你们子府圣地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吧？纳兰战道。苏子琼眸光淡淡，开口道：原本是没有关系，但紫妍师妹跟我说了，林峰资质不凡，气运加深，日后他会加入仙域的子府圣地。此话一出，令四方众人都是倒吸了一口气，特别是那些东玄域的土著天骄，一个个看向林峰，都是带着无与伦比的艳羡之意。被仙域大势力看中，可谓是一步登天，风云化龙。不知有多少下界的土著天骄挤破头都想进入仙域。此话更是令纳兰若曦美眸流露绝望之意。这样一来，林峰算是彻底成为了子府圣地的人。堂堂仙域大势力灭一个纳兰家族，还不跟玩一样？纳兰战脸色一沉，开口道：我们纳兰家族虽不是仙域势力，但祖上也曾有人和仙域的至尊人物结成道侣，你们应当知晓至尊是何种存在吧？被逼绝路，纳兰战无奈只能搬出这个传闻。说实话，就连纳兰战自己都是不太相信，这个传闻太久远了，乃是祖上传下来的，是真是假都不知道。之所以会流传出去，只是纳兰家族单纯想要扬一扬威名而已。苏子琼闻言失声一笑，仿佛是听到了什么最为可笑的事情。圣女笑什么？纳兰战心头有些不愉。苏子琼扶了扶额头，摇头一笑道：真是可笑啊！你们口中的那位元天至尊早就已经陨落了，就连死后魔化的尸体都是被君家神子亲手打灭了。什么？苏子琼的话让纳兰战以及纳兰家族众人惊愕。他们吃惊的是，祖上留下的传闻竟然是真的，而愕然的是，那位至尊强者竟然已经死了，而且魔化的尸身好像还是被一位年轻强者消灭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君逍遥灭杀至尊魔师的事情在仙域传得沸沸扬扬，苏子琼自然也是知晓。他说道：元天至尊死后留下一处秘藏，最后是君家神子强势出手，将魔化的尸身灭除，所以你们纳兰家的靠山早就死了。在提到君家神子的时候，苏子琼眼中也是流露出深深的敬畏与憧憬之意，好像提起这个称呼就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君家神子，那是何人？林峰皱眉咕哝道。不知为何，看到苏子琼脸上流露出的敬畏与憧憬，林峰心里十分不爽。什么神子圣子，等我将来进入仙域，定然要超越他们。林峰心里暗道。好了，你们纳兰家也不用扯虎皮拉大旗了，林峰，就由你来处置他们吧。苏子琼摆摆手道。是。林峰微微点头，看向纳兰战和纳兰若曦。此刻哪怕是纳兰战也是无能为力。他虽是道神强者，但苏子琼的护道人中亦是有道神强者，而且比他更强。纳兰若曦精致的容颜写满了绝望，他玉手紧紧攥着玉颈上挂着的一枚古符，这枚古符是纳兰家族祖传的古物，这一代刚好流传给了他。纳兰若曦，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怎么选看你，臣服为奴，
还是举族全灭？林峰含笑道。纳兰若曦面色青白交替，死死咬着牙关。哼，不见棺材不掉泪，是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吗？林峰面色一沉，再度出手。纳兰战想要阻拦，却被子府圣地的强者锁定了气息，无法动弹。面对林峰袭来的杀招，纳兰若曦心头绝望，颤抖着闭眼。他手中紧紧攥着的古符忽然散发出了朦胧的光泽。就在同时，不远处天穹空间忽然被撕裂，开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一条巨大的空间裂缝贯穿了半边天穹。那般场景撼动人心，令无数人惊愕，目瞪口呆。这是什么？要灭世了吗？一些东玄域本土强者害得面色惨白，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哪怕是一些仙域之人，亦是深吸一口气，目光惊疑不定。就在空间裂缝扩张的同时，一道燃烧着太阳真火的箭矢猛然从空间深处爆射而出，直冲向林峰。LT、BGT 是谁？感受着那道火焰箭矢的威力，林峰面色巨变，急忙回身抵抗。噗嗤一声响，箭矢所带着的恐怖力量直接撕裂了林峰的一条手臂，他的半边身子都是瞬间变得焦黑。林峰面色苍白，吐出了一大口鲜血，神色带着极度的惊骇以及不可置信。不仅是他，全场人都是呆滞了，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强如林峰，竟然一招就被人重创，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峰哥哥！紫嫣尖叫一声，苏子琼意识变色，那根火焰箭矢令他都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就在万众惊骇之际，一道冷然之声猛然从空间裂缝中传来：“我家公子要保下的人，你也敢下杀手，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一位年轻男子从空间裂缝中踏步而出，通体弥漫着澎湃的太阳真火，他的胸口隐约显化出一个太阳图腾，气息强悍到极点，让四方天骄惊惧。许多人都像是呆傻了一般，回过神来的时候，就看到那嚣张桀骜的林峰受到了重创，无比狼狈。纳兰家族一众人也是呆呆地看着这个从空间裂缝中踏出，如同火神一般的男子。虽说他的境界不是特别的高，但同他的年龄搭配在一起，就是绝对的妖孽了。最重要的是，虽然同在河道境，但面前这男子一招就重创了林峰，这战斗力简直不正常。境界只是战斗力的组成部分，境界越高，的确实力越强。但除此之外，还有种种因素能影响到战斗力。一些竞技天骄，即便境界不算特别高，但也足以令四方忌惮，就是因为他们战斗力极高，有越阶挑战的能力。君逍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林峰虽是河道境，但他最多也只能在河道境内横扫四方，再上一层，他打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但对君逍遥来说，别说河道境，便是涅槃境，乃是更上一层的通天境，他都不用太过忌惮。这就是天骄和妖孽的区别所在。看着那位突兀出现的年轻男子，全场寂声，所有人都在猜测他的来历。之前一羽虽然曾在圣灵书院现身，跟随在君逍遥身边，但看到他的人毕竟是少数。你是何人？竟然敢伤害林峰哥哥！紫嫣俏脸含煞，死死盯着一羽，他无法忍受任何人伤害林峰。哼，垃圾！一羽再度抬手一抓，法力澎湃，凝聚为黄金长弓。他拉弓如满月，直接对着紫嫣射出。咻！剑出惊鸿，虚空都在震荡。所有人一脸错愕，如同见了鬼一般。面前这年轻男子简直强势的一塌糊涂，一言不合就出手，甚至都不在乎紫嫣是子府圣地的人。啊！感受着那股凌厉而炽热的气息，紫嫣俏脸顿时煞白起来。苏子琼闪身而出，她自然不可能看着下界的圣女被灭杀。紫气东来3000里，苏子琼施展出子府圣地绝学，玉手拂出，浩浩荡荡的紫气浮现而出，同一羽的剑矢碰撞在了一起。轰！苏子琼胸口闷哼一声，被震退了上百步，嘴角蜿蜒，留下一缕血迹。四方死寂，那可是仙域子府圣地的圣女啊，竟然一招就被击退受创。苏子琼自己也是有些无法置信，她的实力在黄田仙域年轻一代，纵使算不上最顶尖，那也算是一流层次，而现在却是被那年轻男子死死压制住。他又怎会知道，一羽乃是古之地族传人，诸多天赋加身，远不是他区区一个圣女可比的。看到那强势无比的一羽，纳兰家族这边所有人都感觉像是在做梦一般，他们没想到会有人替他们出手。纳兰若曦也是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但纳兰战的脸色并没有好转，因为一羽实力虽强，但也只是在年轻一代而已，若背后没有强大势力，依然帮助不了纳兰家族。苏子琼也是想到了这一点，冷声喝道：“你究竟是何人？胆敢阻挠我子府圣地？子府圣地算什么东西？信不信我家公子一句话，令你仙域子府圣地覆灭？”一羽眉头一掀，冷然道：“或许是在君逍遥身边待久了，他的性格也是染上了些许霸道的味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哗！四方闻言，全场哗然，无尽的精华之声，好似要震破天穹。一句话，令子府圣地覆灭，这令全场所有人都是倒抽了一口凉气。要知道，一羽口中说的并非是下界的子府圣地，而是仙域的子府圣地，这其中的差距可是天差地别。仙域子府圣地乃是拥有无上至尊强者坐镇的顶尖势力，岂是谁都能够覆灭的？纳兰战和纳兰若曦也是心神震动，如此强大的年轻天骄，竟然只是一位仆从，那他口中的公子究竟有多么强大？放肆！子府圣地的几位天神以及道神强者怒目而视，他们子府圣地传承仙域几十万年，还从未有人敢这样蔑视他们。一位天神强者
直接是一掌对着一羽拍击而出。而这时，空间裂缝深处忽然有震荡声响起，有金色光芒弥漫天地。一头威武雄壮的9头狮子拉着一架黄金辇车从中踏出，在辇车身边还跟随着3道人影。其中一位青袍老者看到眼前这一幕，眼中流露一抹不屑之色，抬手对着那位子府圣地天神强者抓去。噗嗤！那位出手的天神强者被青袍老者一手捏死，周围所有人都是傻眼了。子府圣地天神强者被一掌捏死，这令人悚然。看向青袍老者的目光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惧之色。然而，有一群东玄域本地势力在看到那位青袍老者后，神情露出震撼和激动之色。老祖，是东玄老祖吗？这群人中有一位中年男子走出，表情带着极度的兴奋和激动之色。他乃东玄道宗宗主。东玄道宗曾经是东玄域最强势力，一度曾霸占整个东玄域。近些年来虽然有些衰弱，但也是东玄域霸主之一。而此刻，这位东玄道宗宗主看向青袍老者，神情振奋。那位青袍老者正是他们东玄道宗的一位老祖。久远前，正是在东玄老祖这一代，东玄道宗才能霸占整个东玄域。东玄道宗果然还在。那位青袍老者，也就是东玄老祖，目露一丝讶异，微微点头。他正是从天玄大陆飞升的强者。听到此话，在场许多东玄域本土势力皆是毛骨悚然。LT BD GT， 东玄道宗的老祖竟然下界了！哈哈，太好了，有老祖在，我东玄道宗何愁不兴？东玄宗主兴奋道：“现在别叫老朽东玄老祖了，老朽只是公子的仆人而已。”东玄老祖摇了摇头。什么？东玄老祖一句话令天地安静了下来。无数年前飞升仙域的东玄老祖，现在竟然只是一介仆人。许多东玄域本土天骄一个个三观都要崩塌了。究竟是身份何等尊贵的人，才能让这等圣境强者为仆？纳兰战也是瞳孔震颤，东玄老祖的名头他也是听说过，而现在竟然成为了别人的仆人。纳兰若曦紧紧握着手中古符，美眸望向那黄金辇车。他很好奇，那黄金辇车内坐着的公子究竟是何方神圣。至于苏子琼，整个人都是在瑟瑟发抖。他看着那头9头狮子，神情中带着从未有过的惊惧之色。9头狮子拉车，难道真的是那位？苏子琼面色惨白如纸，不敢再想下去。推荐都市大神老师新书，在仙域能降服9头狮子为坐骑的天骄太少了，而近来最有名的也只有君家神子。苏子琼不敢再想下去，生怕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然而事实就是那么残酷。一道温润淡然的嗓音从黄金辇车中传出：“子府圣地，好大的架子啊！”听到这声音，苏子琼脑海剧烈轰鸣，心肝都在颤抖。这态度，这语气，除了君家神子，苏子琼想不到第二个人。他急忙跪倒在了地上，也不管身上紫裙沾染泥土，不停地磕头道：“神子大人请恕罪，子琼不知神子大人和纳兰家族有关系，不然的话，哪怕给子琼100个胆子，也不敢对纳兰家族动手。”看着那不停磕头的子府圣地圣女，许多东玄域土著脑子都是转不过弯来。现在这跪地磕头的和之前高高在上、超然物外的子府圣女是同一个人吗？这怎么回事啊？林峰一脸懵逼，整个人都是石化了。子琼师姐，你为什么？紫嫣也是惊得小嘴张开。她乃下界圣女，自然不知道君逍遥的名头在仙域是何其恐怖。圣女大人，那些子府圣地的强者一开始也是有些懵，但想到苏子琼口中称呼神子2字，他们都是一下明白了，脸色立刻变得惨白起来。神子大人请恕罪！哗啦啦，一片子府圣地的强者都是同时跪倒在了地上。这其中，哪怕是天神乃至道神强者，都是毫不犹豫直接跪下。什么境界、身份、背景，在那位面前都是虚的。他们得罪的可是仙域最为尊贵的人物之一。我擦，我不是出现幻觉了吧？一位东玄域土著天骄看得目瞪口呆，不由说道：“子府圣地下界无比强势，令四方来朝莫敢不从，而现在却像是一群龟孙子一般，跪在那黄金辇车之前磕头不止。这种反差实在太过巨大。那位辇车里的公子还未露面，就让子府圣地之人害破了胆，这不禁让下界各方势力都在猜想，那位公子身份来历究竟何等尊贵。”纳兰若曦美眸也是带着前所未有的惊诧之色，对于这位救了他们纳兰家族的公子非常好奇。在万众瞩目之中，一道身影终于是从黄金辇车中淡淡踏出，衣冠胜雪，身材星长，超然绝代，不染尘俗，浑身仙韵流淌，身躯若无暇仙玉雕琢而成。至于容颜，虽有仙光弥漫，但隐约露出的面容却是足以令在场所有雌性生灵窒息。是真正的仙吗？这群东玄域土著一个个都是尸神喃喃，除了仙，他们想不到第二个可以形容的字眼。那道身影太超然绝俗了，在仙域都足以令四方惊叹，更别说是在这贫瘠的下界了。纳兰若曦整个人都像是吃了傻了一般，他没有想到帮助他纳兰家族的这位公子竟然生得这样好看，那种气质令他这位纳兰家族的天之娇女都是一眼沉沦。可以说，在整个东玄域乃至天玄大陆都找不出一个男子能比得上君逍遥气质的1%。果然是那位。虽然苏子琼已经确定，但此刻真正看到又是一番不同的感受。说句好笑的，苏子琼也曾幻想过能和君逍遥搭上话，甚至产生关系。
但他绝对没想到，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君逍遥见面。这一刻，苏子琼恨死了紫嫣和林峰两人。若不是他，苏子琼岂会得罪君逍遥？君逍遥目光淡淡环视，神情很是平淡。之前下界时，君逍遥就感觉到了他空间法器内的古符在颤动。这枚古符正是他在元天秘藏内从姬玄手中夺来的。这枚古符也是元天至尊的信物。君逍遥得到了元天至尊的机缘，自然也要帮他了结这一段因果。这纳兰家族应该就是元天至尊道侣所在的家族。君逍遥心头自语，还好他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段因果可能就无法圆满了。你过来。君逍遥目光落在纳兰若曦身上，纳兰若曦顿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心头还有着些许忐忑。这位从仙域来的年轻大人，身份大到惊人，连子府圣地都要跪地求饶。纳兰若曦自然也会有些忐忑不安，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上去。多谢公子救命之恩，若曦和纳兰家族敏感五内，不敢忘怀。纳兰若曦欠身一拜道。君逍遥拿出一枚古符，和纳兰若曦玉颈上的古符产生了共鸣，散发出蒙蒙光芒。果然没错了。彻底确定下来后，君逍遥微微点头。纳兰家族他随手就可以保下来，放心，以后没人敢伤害你和纳兰家族。君逍遥平淡道。多谢公子大恩大恩，若曦无以为报。纳兰若曦露出惊喜之色，他看向君逍遥的目光带着激动、尊崇、感激等等情绪，这让林峰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原本一切都按照他的预想在进行，纳兰若曦将会变成他的女奴，结果现在却是被君逍遥一手破坏。想到这里，林峰握紧了拳头。他可是受天地所中的气运之子，将来会是整个天玄大陆的主宰，岂会善罢甘休？君逍遥目光也是注意到了林峰，他眼中露出一缕讶异。这么走运的吗？刚一下界就碰到了逆天十子之一。君逍遥喃喃。林峰的经历简直就是标准模板，被退婚，有个背景不凡的青梅竹马，然后还在1年内从废材变成绝世天骄，都快赶超了仙域天骄。能开这么大的卦，除了逆天十子也没有其他人了。说他不是天地主角，君逍遥都不信。看到君逍遥的神色，苏子琼急忙开口辩解道：神子大人，都是这林峰干的，其实我们子府圣地和纳兰家族并无任何恩怨。听到此话，纳兰战则是讽刺道：之前是谁说林峰将会成为你们子府圣地的人？苏子琼脸色一白，心头恼恨不已。他转过身看向那面色惨白如纸的紫嫣，心头火起。如果不是紫嫣向他推荐林峰，他苏子琼乃至整个子府圣地何至于沦落到这般狼狈的地步？紫嫣，你是我子府圣地的罪人！苏子琼一掌拍向紫嫣。子琼师姐，你做什么？紫嫣害得面色苍白，美丽动人的玉脸都是扭曲起来。噗嗤一声，苏子琼玉掌轰击在了紫嫣脑门，紫嫣七窍流血，一头栽倒在地上，没了声息。紫嫣！林峰见状，发出痛彻心扉的嘶吼之声，眼眸通红如血。和他青梅竹马，对他忠贞不二的紫嫣，就这样死在了他的面前。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位仙域的年轻大人。啊！给我死来！林峰脸色扭曲，狰狞如同恶鬼。拥有主角气运的他爆发小宇宙，实力再度暴涨，对着君逍遥轰杀而去。我要你死！林峰脖颈青筋毕露，发出刻骨的怒吼声。找死！一语就要出手，君逍遥却是微微摇头，干脆利落，一掌探出，虚空震碎，天地翻覆，指掌间破碎苍穹。现在的君逍遥举手投足间就是37亿斤距离，这还没有算上荒古圣体本身的力量。仙域的空间十分稳固，所以哪怕君逍遥神力惊世，也不可能直接破碎虚空。但是下界实地不同，天玄大陆的空间稳固程度远远比不上仙域，所以就导致君逍遥一手轰击出去，空间都要被震碎，苍穹都在颤抖。道道漆黑的空间裂缝随着君逍遥的手掌划破虚空。这怎么可能？一些东玄域土著天骄看得张口结舌，在他们的想法中，只有踏上通圣9阶的强者才可能举手投足间令空间破碎。但现在这恐怖的一幕却是出现在了一个年轻天骄身上。最主要的是，他们并没有在君逍遥身上感受到合道境的气息，也就是说，君逍遥连合道境都不是，但却能够破碎虚空。君逍遥完全颠覆了这些东玄域土著天骄的三观。君家神子的实力未免太过恐怖了，别说是那些土著天骄，便是一些仙域天骄都是头皮发麻。他们难以想象，等君逍遥合道之后，实力会强大到何种程度。怎会？原本失去理智陷入疯狂的林峰，在感受到君逍遥这一掌的恐怖威势后，也是心脏一寒，就好像大冬天的被扔进了万年冰湖中一般，从里到外透心凉。林峰也是催动了自己的急招，竭力反抗，但是依旧无用。轰！一声震荡天地的轰鸣声传出，君逍遥一掌便将林峰翻拍在了地上，大口咳血，周围地面都是震荡出了蛛网般的巨大缝隙，四周10余万修士如同一座座雕塑般尽皆凝固。最近1年，林峰的强势崛起，众人看在眼中。别说东玄域土著，就算是仙域天骄，林峰都击败过不少。但现在君逍遥轻描淡写，没有施展任何神通，单单一巴掌就把林峰翻拍，这种干脆利落的碾压太过撼人心神。公子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纳兰若曦看得美眸闪烁，连连异彩。她同林峰较量过，知道林峰实力非常强大，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逆天骄子，却是被君逍遥一掌拍翻。在本神子面前，不存在什么天地主角，因为天地都要臣服在本神子脚下。君逍遥踏立虚空，负手而立，衣袂飘飘。他低头俯瞰林峰，如同神奇俯瞰凡尘蝼蚁。你嗨嗨！林峰趴在地上，像是一只癞蛤蟆一般，浑身是血，骨骼破碎，不停在咳血。林峰收获了种种机缘，强化了体魄，还有世界本源的护持，这才能勉强留的一命。不然的话，他绝对会被君逍遥一巴掌拍死。可恶！林峰目眦欲裂，他以为自己已经是天地主角，结果现在一个能将天地踩在脚下的尊贵人物出现，他发现他依然还是从前那个废物，这让林峰无法接受，落差太过巨大。不对，我还有机会，如果能够寻找到其他的世界本源，我一定能够超过他。林峰染血的面容显得很是狰狞，他所得到的世界本源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而就算是这一小部分，都让他变得如此妖孽。若是能够得到全部的世界本源，林峰相信超越君逍遥，甚至灭杀他，绝对不是梦。给我等着，我会杀了你！林峰眼角跳动狰狞，他蓦地拿出一张破空符，一团空间之力包裹着他，就要遁入虚空深处。身为逆天十子之一，更是天玄大陆的气运主角，他这一年得到的机缘宝贝可不少，这破空符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就想走？君逍遥直接探手击破空间，一把抓向林峰。噗嗤！虚空深处传来撕心裂肺的嘶吼声。啊！该死啊！愤怒声夹杂着吐血声，最后消失在了空间尽头。君逍遥收回法力手掌，一团五彩斑斓如水银一般的物质荡漾在他掌心。这是感受着这团五彩斑斓物质的玄奥，君逍遥眸中露出诧异。世界本源，这团物质内弥漫着浓浓的世界之力，任何人都能够体会得到。那难道是天玄大陆的世界本源？一些仙域的天骄眼睛霎时就红了，那可是世界本源啊！放眼仙域都几乎找不到的好东西，比什么不死药、仙元都要更加珍贵，而且世界本源还可以当成一颗价值无量的仙种。总而言之，世界本源是令所有人都眼馋的东西，哪怕是至尊都要心动。君逍遥皱了皱眉，环顾四周，一眼扫去，没有一位仙域天骄敢和他对视，一些人更是心头一凛。世界本源是珍贵，可要看是在谁的手中。在君逍遥手中，谁敢去抢？除非不要命了。唉，我们也只能饱饱眼福了。一些仙域天骄心头暗叹，苏子琼心中也是有些懊悔，没想到林峰竟然身怀世界本源，他隐藏得很深，一般人都看不出来。不错，但好像并不完整。君逍遥也看出来了，这世界本源是很玄奥，但并不完整，是残缺的，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公子要一羽去追杀那只蝼蚁吗？一羽上前询问道。不必了，一颗韭菜就让它茁壮成长，待到长成后我们收割就好了。君逍遥摆摆手道。若让君逍遥自己去找天玄大陆的世界本源，不知要消耗多长时间。但林峰拥有天玄大陆的主角气运，他甚至不用费力去找世界本源，自然会找上他。等到林峰获得了完整的世界本源，君逍遥再去收割一波就行了。至于放虎归山，抱歉，在君逍遥眼中，林峰不是一头虎，甚至连一只猫都不是，他就是一颗韭菜，一个帮他寻找世界本源的工具人，所以不存在放虎归山一说。多谢大人相助，纳兰家举足上下，永远铭记大人救命之恩。纳兰站上前，对着君逍遥深深一拜。他堂堂一位道神强者，对君逍遥下拜没有丝毫迟疑。纳兰若曦亦是上前欠身一拜，道：公子若不嫌弃，可在我纳兰家休憩，纳兰家必定尽力侍奉。君逍遥微微点头，他刚下界，的确也需要一个落脚点，顺便厘清一下之后的计划。纳兰家族的所在地乃是一片灵气盎然的上古灵山，此刻在灵山内一处金碧辉煌的大殿，君逍遥坐于上座，3位护道人还有一羽分列两边，下方则是纳兰家众人。东玄道宗的一群人也在，毕竟他们家老祖下界了，自然不可能随意离去，要紧紧抱住这条大腿。之前他们对于自家老祖成为他人的仆从还有些无法接受，但是现在在看到君逍遥的身份和威势后，他们释然了。老祖跟随这样一位地位超然的年轻至尊，貌似也不错。剩下的则是包括苏子琼在内的一群子府圣地之人，他们跪在地上，无比忐忑，瑟瑟发抖。君逍遥没有理会，而是向纳兰战等人简单说了一下关于元天至尊的事情。原来竟是这样，那倒是多谢公子替元天前辈解脱。纳兰战微微拱手道：多谢公子大恩大德。所有纳兰家族人都是深深对君逍遥一拜，感激涕零。对了，那林峰虽然跑了，但是他的家族灭了吧？君逍遥随意道：公子，这件事就让我们东玄道宗来办吧，灭人满门，我们专业的。东玄道宗宗主急忙开口道，拍着胸脯保证，生怕得不到君逍遥的注意。东玄老祖也是有些无语，这些后辈为了得到君逍遥的一点注意，也算是豁出去了。君逍遥淡淡点头，主角嘛，总要给他一点动力去变强，不被灭个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主角。君逍遥相信林峰在得知自己家族被灭后，一定会疯狂地想要变强，然后替他去寻找世界本源。这手段虽然残忍了一些，但是有用就行了。
接下来，君逍遥目光看向跪在地上的苏子琼等人。苏子琼等人急忙磕头道：“求神子大人饶恕，这次是我们子府圣地错了，希望神子大人高抬贵手，饶我们一命。”一群子府圣地强者都在跪地求饶。他们知道，这时候搬出子府圣地的背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倒不如认怂，老老实实祈求饶恕。下界子府圣地成为纳兰家族的附属势力，至于你们在纳兰家为奴100年。君逍遥随意道，他也懒得解决这一批人。而且子府圣地虽然不算什么，但好歹也是有至尊强者的势力，真要灭起来也有点小麻烦。多谢神子饶恕。一群子府圣地强者都是松了一口气，唯独苏子琼脸色有些变幻。你好像不满意本神子的决定。君逍遥微挑眉梢道。苏子琼急忙否认道，不是的，只是子琼希望。苏子琼说着说着有些难以说出口。说。君逍遥皱眉。苏子琼闭上眼睛开口道，子琼希望哪怕为奴也想成为神子大人的女奴。一句话令得满堂皆寂。堂堂子府圣地圣女能说出这种话也是绝了。饶是旁边一群子府圣地强者都是一脸愕然。苏子琼闭着眼睛，睫毛都在颤抖。与其成为纳兰家的奴隶，倒不如成为君逍遥一人的奴隶。而且苏子琼本身早就想和君逍遥产生关系，哪怕是奴隶关系。哦，君逍遥沉吟，他倒是没有想到苏子琼会主动提出要成为他一人的女奴。苏子琼紫色长发如绸缎，身材袅娜，肌肤比最上等的杨之玉还要白皙温润，一双紫水晶般的灵眸更是瑰丽动人。她是一位难得的娇女，在仙域都享有美名，是许多男性天骄的梦中情人，但此刻却甘愿为君逍遥之奴。本神子是那种喜欢随意收奴隶的人吗？君逍遥手指敲打着扶手。苏子琼面色一暗，不过玲珑不在，的确缺一个端茶递水的侍女，你勉勉强强。君逍遥道，多谢神子大人，子琼愿意竭力侍奉大人。苏子琼露出惊喜之色，很难想象堂堂子府圣女竟然会因为成为别人的女奴而兴奋。倒是一旁的纳兰若曦俏脸暗淡，她心里其实隐隐也想服侍君逍遥，毕竟那样一个谪仙般的人儿，谁不爱呢？君逍遥的判决倒是让纳兰战激动不已，他知道君逍遥这是在帮纳兰家族。下界子府圣地也是一股很强的势力，更别说那些仙域强者也将100年为奴，臣服于纳兰家族。日后可想而知，纳兰家族将会成为东玄域乃至整个天玄大陆的顶尖家族。所有纳兰家族的人都很兴奋，似乎可以预见日后的崛起。唯独纳兰若曦一人，精致的俏脸有些黯然之色。他对君逍遥而言，终究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等到君逍遥回到仙域后，一定会很快将他忘记吧。纳兰若曦倒没有奢求要君逍遥对他怎样，只是不想成为路人般的角色。君逍遥注意到了纳兰若曦，略一沉吟道，纳兰若曦，撇开林峰那种艺术不算，你的天赋在天玄大陆也算顶尖了，日后我会带你回仙域。真的吗？纳兰若曦受宠若惊。君逍遥淡淡点头，这下界的天地规则倒是限制了纳兰若曦的天赋。他若在仙域，不说和君仗剑、君血皇等序列比肩，至少也接近君玲珑那个等级，算是很不错的天才了。若曦，多谢公子。纳兰若曦欣喜无比，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只要日后能时常看到君逍遥的背影，纳兰若曦就知足了。纳兰战等人也是欣喜若狂，这代表了他纳兰家族彻底抱稳了君逍遥的大腿。在解决了一系列的事情后，君逍遥一个人待在房内，开始研究那一团世界本源。仅仅这一小团世界本源就塑造出了林峰这样的妖孽，若是有全部的世界本源，那该有多么强大。怪不得爷爷说要让我以世界本源为仙种，这世界本源的确玄奥无穷。君逍遥沉吟，不过他在犹豫，真的该以世界本源为仙种吗？君逍遥作为一个穿越众，自然也明白一些套路。真正的强者难道不是以自身为重吗？也就是所谓的以身为重，其余任何灵种乃至仙种都是外物。以外物为重，只能借用外物的道，而以身为重则是属于自己的道。当然这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若那么容易开辟，前人早就成功了，哪能轮得到君逍遥？以身为重，开辟属于自己的道。君逍遥的目光逐渐明亮。以身为重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君逍遥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他已经有了一种明悟。灵种、仙种皆是诞生于天地之间，借用他们合道，最后依然要受到天地规则的束缚。但以身为重，乃是不借外物，光凭己生，自身就是最强的仙种，然后燃烧自己的潜能，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这条路不受天地规则的束缚，这就代表若真能成功，君逍遥将超脱于规则之上，日后即便仙域动荡乃至崩毁都不会影响到他。正所谓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一条路难，但若成功，我的实力和潜能将无法估计。君逍遥道，他现在已经很无敌了，同辈之中难寻敌手。但君逍遥不满足，他不仅要无敌同辈，还要追赶老一辈的步伐，最后甚至要比肩至尊大帝，乃至踏足仙道领域，成为真正的仙。我知天资，古今无双，以身为重这条路就由我来开辟。君逍遥眸中燃起火焰。在确定了方向后，
君逍遥也是开始准备接下来的计划。世界本源还是需要收集的，这毕竟是天地罕见的奇物，即便不用来当做仙种，也可以作为辅助，帮助他开辟属于自己的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镇压10大罪族，寻找体术的下落。对了，还有君万劫的妹妹。君逍遥梳理计划，在天玄大陆并没有10大罪族的踪迹，显然他们没有被镇压在此。至于体术下卷和君万劫的妹妹，君逍遥自会让纳兰家族、东玄道宗和子府圣地3方势力去找寻。以他们的影响力，若是全力寻找，足以覆盖整个天玄大陆4域。如果天玄大陆找不到的话，那么估计就是在下界其他地方了。之后，君逍遥也是找来了东玄老祖等人，询问了他们下界的一些事情，包括有什么天地秘境之类的存在。因为君逍遥若想以身为重，需要各种辅助手段，天地秘境也是其中一环。而让君逍遥意外的是，东玄老祖3人竟然异口同声地说了同一个地方——十界裂隙。十界裂隙，那是什么地方？君逍遥问道。回公子，十界裂隙传闻乃是下界10地空间交叠之处，汇聚10界气运。传闻其中有一座英灵祭坛，从古至今，无数身怀大气运的人杰都曾想在祭坛上正道，开辟出前所未有的道路，但最后全都失败了，肉身乃至灵魂都被永世囚禁在那座英灵祭坛之中。东玄老祖沉声道。显然他们对于这种传闻也很是忌惮。还有这种事情？君逍遥诧异，他倒是没想到在下界竟然还有如此诡秘玄奥之地。而这时君逍遥脑海中传来了系统的机械声：叮，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英灵祭坛签到。君逍遥眸光一闪，问道：那十界裂隙在何地？东玄老祖摇了摇头道：这倒是不知，那些能找到十界裂隙的人都是绝对的人杰和大气运者。是吗？君逍遥点头，反正他还要在下界待一段时间，倒是不用太急。之后几日，在纳兰家族发生的事情也像是长了翅膀一般，传遍了整个东玄域乃至天玄大陆。先遇一位身份恐怖的年轻大人下界，未曾露面便让子府圣地众人惊惧下跪。之后出现超然若仙，一掌拍翻了声名鹊起的顶级天骄凌风。可以说这个消息如同18级地震，撼动了整个天玄大陆。所有人都想不到仙域会有这般超然的年轻至尊下界。天玄大陆中央禁区，此地位于东玄域、西玄域、南玄域、北玄域的交汇处，同样也是令四方忌惮的禁区，甚至是人族圣地。隐士家族对这片禁区都十分忌惮，因为此地乃是一片太古神山，栖居着太古生灵，任何人族若贸然进入，绝无活路。而这时，在一片连绵的太古神山外，一群背身青色羽翼的生灵正在交流。从仙域下界的人族年轻至尊，有那么厉害吗？是啊，我太古种族的年轻天骄还未下界呢。别说仙域下界的生灵，便是鹏飞大人和彭林大人，都足可对付那些仙域天骄。这群背身青翼的生灵来自青天神山，乃是青天大鹏族。这一族拥有一丝金翅大鹏血脉，在下界乃是至强王族。对于下界而言，太古王族就已经是巅峰的存在了。至于太古皇族，一般根本不会待在下界这种贫瘠之地。这群青天神山的生灵都是看向前方一对兄妹，他们名叫鹏飞和彭林，是青天神山当代最顶尖的天骄，甚至还击败过一些从仙域下界的人族天骄。那位年轻至尊究竟是何方来路，有那么大的名声吗？彭林cung农道，他一头青色短发，背生青色羽翼，身材纤细。一旁则是他的兄长彭飞，体魄强健，青色长发披散，眸光凌厉如剑。彭飞冷然道：我唯一的目标就是上界仙域，迦楼圣山金翅大鹏一族传人。若我有机会进入仙域，一定要拜会一下那位金翅小鹏王。是啊，那位金翅小鹏王一定很强吧？彭林露出好奇和憧憬道。他们青天大鹏一族仅有金翅大鹏的部分血统而已，就这么强大了。那真正的金翅大鹏该多么强大？哼，反正要比那所谓仙域的年轻大人厉害。彭飞冷笑道。而这时，彭林忽然伸出玉臂道：看，那里有一个人。一众生灵看去，赫然发现有一个人族瘫倒在一处湖岸边。人族杀了便是。彭飞冷道：咦，好像是那个人族小子林峰。彭林走近一看，诧异道：林峰最近1年以传奇之姿崛起，别说人族势力，就是他们太古神山都是有所了解。嗨嗨，此刻的林峰满身是血，一条手臂都是缺失。大哥，真要杀了他吗？彭林迟疑道。他好像同那位年轻至尊交手过，暂且救他一命吧，也了解一下情况。彭飞说道。这群青天神山生灵将林峰救了回去，若是君逍遥在此，定然也要感叹林峰的运气。不愧是天玄大陆的气运主角，就连遇到必死的局面都能转危为安。林峰在被青天神山的生灵救走后，也是很快醒来。彭飞和彭林等人也是询问了他许多事情。之后，林峰也是得知了林氏宗族被灭的消息，整个家族上下无一活口，他的父亲林震天最后也是惨死当场。这让林峰目眦尽裂，悲愤填膺，满腔怒火升腾，恨不得将君逍遥碎尸万段。他也的确更有动力变强了。林峰的际遇，君逍遥并不知道，即便知道了，心里也不会有任何波动。铁打的君逍遥，流水的天地主角，萧晨如此，杨盘如此，林峰亦是如此。
君逍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林峰这个小人物身上。而就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实地的另一块大陆名叫星辰大陆。星辰大陆在下界实地中十分特殊，因为传闻在久远前，星辰大陆出现过一个逆天人物，名叫无极星君。他所创建的无极星宫曾一度统治了整个星辰大陆。不仅如此，那位无极星君还飞升到了仙域，搅动无尽风云，败在他手中的无上至尊都不下10指之数。最后由于锋芒太盛，得罪了太多势力和大人物，最后惨遭围攻而身亡。下界的无极星宫也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随着无极星君的陨落，整个星辰大陆都是衰落了下来。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无极星君已经集一切气运于一身，他的陨落断绝了整个星辰大陆的气运。而此刻，在星辰大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战正在爆发。大战的双方，一方乃是玄天宗，正是君家派出下界镇压10大古族的追随者势力之一，而另一方却不止一支势力，有头生金角的恐怖生灵，也有头生银角的强大存在，还有少部分身披黑色斗篷的神秘高手在四处猎杀玄天宗弟子。杀呀！护我玄天宗，镇杀罪族！你们这些罪族，骨子里流淌着罪孽的血脉，竟然还妄图翻身！诸多玄天宗强者在怒吼，奋力厮杀。哼，我们金角族被镇压了万古岁月，终于能够翻身。今天第一个拿你们玄天宗祭刀！一位头生金角的强者咧开嘴，露出锋利的牙齿，显得颇为残忍嗜血。他们这一脉名叫金角族，曾经在荒天仙域也是赫赫有名的强大种族，但因为兴风作乱，被君家镇压，族中强者斩杀殆尽，剩余族人则被驱赶下界，成为下界生灵。不但如此，君家还派出玄天宗来镇压监管他们，这让他们心中的恨意一直在累加。这种耻辱和愤恨不但没有被时间消磨，反而越发刻入骨髓。终于，他们有机会被解放了出来，满腔恨意和怒火都倾泻在了玄天宗身上。而另一边，一位头生银角的强者也是寒声道：我们银角族同样被镇压了万古岁月，不论是你们玄天宗还是仙域的君家，我们银角族都会报复回去的。银角族和金角族一样，都曾是仙域至强种族，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哼，主上君家，岂是你们这些卑微的罪族能够撼动的？蓦地，一声冷哼响起，两位老者突兀浮现在虚空之中。宗主，副宗主！看到这两位老者，玄天宗所有人都是心神振奋，他们可谓是玄天宗顶梁柱般的存在。开口的人乃是玄天宗宗主一位真正的圣人强者，而一旁的副宗主也有准圣修为。不过金角族和银角族倒是并没有慌乱，在他们族群中同样有弥漫圣境气息的强大存在出现。虽说他们被镇压下界许久，但毕竟是曾经的至强种族，怎么可能真的没有一点高手？只不过他们之前一直都被封印在禁地之内而已。这金角族和银角族到底是怎么脱困的？副宗主皱着花白的眉毛，老脸凝肃。那些黑袍人莫非是？玄天宗主心里有所猜测，脸色更冷了。接下来大战再度爆发，玄天宗这边在宗主和副宗主的带领下竭力厮杀，而金角族和银角族那边亦是有强者出现，展开血腥的杀戮，整个局势混乱至极。玄天宗内一时战火四起，兵对兵，将对将，天际强者在厮杀，下方玄天宗弟子也在和金角族还有银角族的生灵厮杀。但让他们惊惧的是，还有一群身披黑色斗篷的黑袍人站在罪族一方，无情地猎杀着玄天宗弟子。玄天宗一处广场上，尸体遍布，有罪族生灵，但更多的却是玄天宗弟子。此刻，一位美丽女子正被一群黑袍人围着，在她脚边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正是玄天宗的大师兄。你们究竟是谁？为什么死死纠缠我们不放？这女子名叫刘倩倩，此刻面白如纸，心头胆寒。她不明白，那么多玄天宗弟子，为什么这些黑袍人偏偏要针对他们？甚至大师兄都是为了保护他而惨死当场。这时，居于中央的一位黑袍人发出冷然的笑声道：哼，刘倩倩，你难道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吗？听到这略有熟悉的语调，刘倩倩眼眸陡然凝固，无法置信地伸出手，指向那位黑袍人，支支吾吾道：这声音，你是？在刘倩倩惊疑诧异的目光当中，那位黑袍人缓缓揭下了身上黑袍，露出了那张令刘倩倩快要遗忘的脸庞。莫凡！刘倩倩发出不可置信的尖叫，整个人都是石化了。莫凡，这个在1年多前被他和大师兄联手陷害，然后被雷劈地奄奄一息的青年，此刻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你不是死了吗？刘倩倩脸色如刷了漆一般惨白。她明明看到莫凡被雷劈的焦黑，几乎没有了生命气息，这才将他随意扔出去的。而现在莫凡不但还活着，好像还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那还要多谢你们这对狗男女啊！若不是你们，岂能有我莫凡的今天？这样说来，我还要感谢你呢。莫凡笑了，只是笑容很冰冷，很残酷。这些全都是你做的，还有金角族、银角族的破风也和你有关。刘倩倩嗓音都在颤抖。哈哈，没错，他们两族的破风的确和我有关。你们之前不是诬陷我说我和罪族有关吗？那现在我就索性联合罪族灭了玄天宗。莫凡猖狂冷笑道。怎会变成这样？刘倩倩眼露绝望之色。她没有想到千里之堤
毁于蚁穴。一个被他视为蝼蚁的莫凡，最后竟然撼动了整个玄天宗的根基。说来，我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岂会得到这样的机缘？莫凡上前伸出手拍了拍刘倩倩的脸颊，被雷劈中，却让他脑海之中多了一个星辰小人。凭借这个星辰小人，莫凡一路崛起，实力暴涨。不但如此，曾经星辰大陆的霸主无极星宫竟然也找到了他，说他是什么众星之子，将来会成为无极星宫最重要的人物。实力增强，还有无极星宫作为背景，莫凡彻底起飞了。而他起飞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复玄天宗，还有刘倩倩等人。刘倩倩等人该死，纵容刘倩倩的玄天宗众人同样该死。刘倩倩等人不是污蔑他和罪族同流合污吗？那么莫凡索性就直接借助无极星宫的力量，将金角族和银角族都释放了出来，这才造成了眼下的滔天浩劫。莫凡，饶我一命！刘倩倩娇躯如筛糠一般颤抖着，她没有想到一念之差竟然会给她自己和玄天宗带来这样的灾难。当然，刘倩倩并不知道，即便没有她，莫凡依然要经历其他的劫难，因为莫凡就是星辰大陆的天地主角，逆天十子之一，他必须得经历劫难，才能彻底觉醒开挂的人生。哪怕没有刘倩倩这一劫难，也会有其他的劫难逼迫莫凡开挂。只是刘倩倩自然不知道这些隐秘，她此刻涕泪横流，在祈求莫凡的饶恕。啊，刘倩倩，你我好歹也有一场缘分，我怎么可能舍得杀你呢？莫凡露出一抹冷笑。多谢你。刘倩倩喜极而泣。然而还不待她露出劫后余生的笑意，便是听到了莫凡冷若寒霜的声音。若是让你这么轻易死去，岂能对得起我所受的痛苦？莫凡的话令刘倩倩的心霎时沉到了谷底。接下来莫凡将刘倩倩绑在了一根铜柱上，就是1年多前他被绑着的那一根。然后在刘倩倩恐惧的目光当中，莫凡拿出一柄长剑，一点一点的在刘倩倩身上切过。他这是要将刘倩倩凌迟了。不要啊！刘倩倩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鲜血在飙溅。随着时间推移，到最后刘倩倩奄奄一息，浑身上下都是鲜血，伤口深可见骨，没有一块好肉。莫凡由不解恨，再度出剑，挑断了刘倩倩的手筋脚筋，还击破了她的丹田灵海，让刘倩倩彻底成为了一个废人。哼，刘倩倩，我不会杀你，我要让你以一个废人的身份在这世上苦苦挣扎。莫凡仰天一笑，念头通达，心中的执念也是消除了。他随后和一群无极星宫的强者离去，只留下刘倩倩一人在垂死挣扎。而另一边，玄天宗和罪族的大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金角族和银角族也有圣人和准圣强者，完全牵制住了玄天宗主和副宗主。该死，我们该怎么办？副宗主面露焦急之色，直接传讯吧，总要试一试。玄天宗主道。副宗主闻言，拿出一块玉简，直接捏碎了。这是君家留给他们玄天宗的信号玉简，若是捏碎，则代表玄天宗出了大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希望主上君家已经派遣强者下界了吧？副宗主心中祈祷道。而就在这时，虚空之中忽然有圣境波动再度传来，那是一位黑袍人出手了，执掌间画出一个星辰大掌印，对着副宗主轰击而来。噗嗤，副宗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口吐鲜血不止。无极星宫，果然是你们！副宗主深受创伤，愤怒一喝。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所猜测了，只是现在更加坐实了。至于无极星宫出手的原因，除了莫凡的因素，其实还有另一个大原因。星辰大陆原本的霸主是无极星宫，即便因为无极星君的陨落导致无极星宫衰退，那也无法动摇他的领导地位。然而玄天宗的到来却是逐渐取代了无极星宫在星辰大陆的地位。毕竟一来玄天宗的实力很强，二来他还是从仙域降临的势力，久而久之，无极星宫反而是偏居一隅，日渐衰微，玄天宗则成为了星辰大陆新的霸主。在这种情况下，无极星宫怎甘心被压制？加上还有莫凡的推动，从而让无极星宫也决定出手。我们走。玄天宗主见状，眉目一沉，直接是抓着副宗主开始撤退。虽然他心中极度不愿意放弃玄天宗的其余人，但他们身为圣境强者，算是下界的最强战力，不能折损在此。日后若重新镇杀罪族，还需要他们出力。因此玄天宗主很果决，直接撤退了。其余的一些真神、天神、道神等等强者也是开始四散撤退。金角族、银角族还有无极星宫自然不会放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一路追杀而去，推平了诸多山脉，斩杀了诸多玄天宗强者。最后只有少数玄天宗修士逃了出去。而就在玄天宗溃败的同时，天玄大陆纳兰家族灵山深处，一处幽静楼阁内，君逍遥正在安然饮茶，苏子琼则站在他身后，伸出玉手替他捏肩。子府圣地圣女捏肩，可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待遇。君逍遥在盘算下一步的计划，而这时他空间法器内忽然有一块金色令牌开始散发出不祥的血光。这是君逍遥拿出金色令牌，这块金色令牌是君战天给他的，也是君家的信物。君逍遥凭借此令可以调动5大追随者势力，同时这令牌也是传递讯息的法器，而血光则代表着追随者势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这道讯息来自星辰大陆。君逍遥眸光暗闪，星辰大陆同样为下界10地之一，传闻曾经出过一位逆天人物，在仙域都是搅动了无尽风云，不过更多的君逍遥就不了解了。看来有一脉追随者势力在星辰大陆，
难道是星辰大陆的罪族破风了？君逍遥心中思忖。事不宜迟，他起身叫来了东玄老祖三人以及一羽。下界十地之间有快速横渡的方法吗？君逍遥问道。东玄老祖回道：下界十地间虽有避障，但是没有仙域和下界的避障那么难渡，而且在天玄大陆的无尽海外，应该有界域传送阵，能直接传送到其他大陆。好，那我们直接前往星辰大陆。君逍遥道。面对君逍遥的命令，东玄老祖三人连问都没有问，直接是点头应和。数个时辰后，君逍遥、九头狮子、东玄老祖三人，还有一羽以及苏子琼、琪琪从纳兰家族出发。纳兰家族所有族人都是出来恭迎，纳兰若曦更是带着一脸依依不舍之色。他要等到君逍遥回仙域的时候，才能跟着君逍遥一起回去。天玄大陆之外便是无尽之海，放眼望去，汪洋滔天，一眼看不到边际。无尽海对于天玄大陆修士而言，乃是吉凶之地。谁也不知道深于万丈的深海之中会有什么恐怖的海兽出现。天际，一羽祭出黄金长弓，一连9箭爆射而出，将前方一头9环章鱼给打成了筛子。东玄老祖手掌随意一拂，一连串的海兽爆碎成无尽血块，鲜血染红了无尽海。所有的海兽，包括一些海族生灵，皆是惊惧颤抖，缩回了深海之中，不敢冒头。这是一群何等凶悍的生灵，简直比他们这些海族生灵还要可怕10000倍。九头狮子拉着辇车，君逍遥则坐在辇车之中，一旁苏子琼则在削一些榛果喂给他。对于天玄大陆修士而言，堪比死亡禁区的无尽海，对君逍遥这一行人来说，则是如履平地。不过多时，在前方无尽海忽然出现了一座弥漫着荒莽气息的小岛，小岛之上有着一座年代久远、古朴至极的传送阵法，积满了厚厚的尘埃。神子大人，到了！东玄老祖等人恭敬道。君逍遥走出辇车，看了看那传送阵法，咦，还需要仙缘？君逍遥扫过一眼，阵法之上镶嵌着一些凹槽，积满了灰尘。这种跨界传送阵显然不可能用普通的原石激活，最少也需要下品仙缘。仙缘在仙域都是绝对稀有之物，更别说是在下界这种贫瘠之地了。也难怪这种传送阵都没什么人用。君逍遥虽是仙缘消耗大户，但君家还是又给了他几百枚仙缘。在镶嵌了仙缘之后，整个跨界传送大阵也是逐渐开始运转，亮起了刺目的神华。片刻过后，君逍遥一行人便是被一阵空间涟漪包裹，消失在了原地。星辰大陆一座无比古老的荒莽群山当中，一道沉寂了万载的阵法开始运转，亮起刺目的神芒。片刻后，君逍遥等人的身影出现。一来到星辰大陆，君逍遥就察觉到了一种特殊之处，这座大陆的星辰之力好像特别浓郁。君逍遥道。他抬起头，也是能够看到星辰大陆的天穹遍布着无尽星辰，以玄奥的轨迹在运转。东玄老祖笑着回道：那是当然，星辰大陆曾出过一位逆天强者，无极星君，身怀星辰神体，乃是星辰大陆第一强者，甚至后来在仙域都是闹出了一番风云，最后因为太过锋芒毕露，被数位无上强者联手斩杀陨落。君逍遥不太了解星辰大陆的事情，但东玄老祖可是出身下界，对其他大陆的事情也是耳熟能详。星辰神体，君逍遥眉梢一挑，这不得不让他联想起拥有星辰王体的叶星云，还有叶星云那种性格的突兀转变。难道君逍遥目露思索，叶星云莫非是和萧晨、杨盘一样的主角人设，只是自己之前没有注意到？有趣，不知道叶星云是否下界了？他若下界，能否给我带来一些惊喜呢？君逍遥轻笑一声。之后，君逍遥等人离开了这座荒莽群山。走出去后，一羽直接拉来了一个修士，询问玄天宗的地点。去玄天宗？玄天宗不是已经被灭了吗？那位修士惊诧，问你玄天宗往哪走？别废话。一羽金色瞳眸一瞪，那修士满头大汗回道：就在大陆中央区域，不过前几日刚被金角族、银角族以及无极星宫覆灭。无极星宫？辇车内的君逍遥闻言，眉头一蹙。金角族、银角族出手，他不意外，毕竟他们是10大罪族，和玄天宗本就敌对。但无极星宫为什么要掺和一脚？他和玄天宗又有什么仇怨？直接去玄天宗。君逍遥声音传出，九头狮子一声狮吼，踏空而去，其余人跟随左右。我弟乖乖，那难道是传说中的九头狮子？以九头狮子拉车，这到底是一群什么猛人啊？那位修士傻眼了，如同石化一般，半晌回不过神来。玄天宗原本战地万顷，恢宏浩荡，如今却是断壁残垣，死尸遍地。远空有金色光芒浩荡，君逍遥一群人终于来到。君逍遥一步踏出，看到如同死寂焦土一般的玄天宗，他眉宇紧蹙，可惜来晚了一步。君逍遥摇头，君家的追随势力千万，玄天宗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君逍遥会觉得有点可惜，但也仅此而已。公子，接下来我们怎么做？一羽问道。君逍遥刚要开口，忽然眸光一顿，看向玄天宗深处一片广场，那里还有活人的气息。君逍遥脚步一踏，立刻消失在了原地。广场之上，一道血肉模糊的身影被绑在铜柱之上，苟延残喘。正是刘倩倩。恍惚之间，在他面前忽然出现了一道仙光笼罩的超然身影。我终于死了吗？为什么能看到仙呢？刘倩倩虚弱一笑。而这时，那位仙终于是开口道：我乃仙域君家神子君逍遥，这里究竟是什么情况？跟我细说。君逍遥平淡道。原本虚弱乏力的刘倩倩听到仙域君家4个字，美眸立刻瞪大，心头如同掀起了惊涛骇浪。
主上君家，终于来人了！刘倩倩血肉模糊的娇躯都是在颤抖，她不敢相信，玄天宗盼星星盼月亮，就想等到君家强者下界再去镇杀罪族，但直到最后，玄天宗也是没有等来君家的强者。而现在，这出现在刘倩倩身前白衣超然的身影是君家神子。刘倩倩并没有任何怀疑，因为这道白衣绝俗的身影太超然了，那种不染尘俗的仙气，绝对不是下界的生灵能够模仿的。不远处，一羽和苏子琼到来，刘倩倩看得更是吃惊。这些仙域天骄，每一位都那么超尘拔俗，和他们相比，哪怕是莫凡，都显得像是一个暴发户，毫无气质可言。随后，东玄老祖三人的到来，则更是让刘倩倩差点窒息。那种隐约泄露出来的一缕威压，刘倩倩只在宗主和副宗主身上感受过。也就是说，这三人乃是准圣和圣人强者。这般恐怖的阵容，令刘倩倩陷入深深的震惊之中，半晌没有回过神来。君逍遥还以为他是不相信自己，随手拿出了一块金色令牌，上面写了一个君字。这下信了。君逍遥道。刘倩倩拼命点头，心头依然残留着惊涛骇浪。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君逍遥淡淡道。刘倩倩点头，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她所知道的一切消息都告诉了君逍遥。君逍遥越听这个剧本，越是感觉熟悉。被自己的爱人背叛诬陷，被雷劈地半死不活，被扔出了宗门，结果最后不但活下来了，还强势崛起，甚至成为了无极星宫的核心人物。最后解放了罪族，报复了宗门，还让背叛自己的女人生不如死。这种套路让君逍遥都是感觉有些无语。能不能来一点新鲜的？不过由此，君逍遥也是能够确认，这莫凡应该就是星辰大陆的天地主角逆天之子了，和林峰一个路数的。如果没有叶星云的话，君逍遥或许会猜测这莫凡会不会和无极星君有什么关系，但有叶星云在，则让君逍遥有些疑惑，和无极星君有关的到底是叶星云还是莫凡，或者两者都有关系。在得到了刘倩倩提供的消息后，君逍遥脑中也是逐渐有了一个思路。不论如何，韭菜还是要割的。在提供完线索后，刘倩倩也是精疲力竭，差不多到达了极限。她本就性命无多，丹田灵海被废，手筋脚筋被挑断，全身灵池接近毁容，哪怕能活下来，刘倩倩都不会选择活，这简直比死了还难受。大人，我知道的都说了，还希望大人能给我一个痛快，这或许是我的报应吧。刘倩倩苦涩道。她现在唯求一死。君逍遥脸色平淡道。活着不好吗？活着？这样的活比死了更难受。刘倩倩露出苦涩绝望之意。不就是丹田被废，手筋脚筋被挑断了吗？又不是什么大事。君逍遥淡淡摇头。看在刘倩倩为他提供珍贵情报的份上，君逍遥也不吝啬一枚圣丹。就在刘倩倩满脸疑惑的时候，君逍遥弹指，一颗浑圆碧绿、流淌灵气的丹药落入了他的口中。瞬息间，一股前所未有的生命精华从刘倩倩口中扩散而出，她浑身血淋淋的肌肤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手筋脚筋也是开始恢复。不过短短一刻钟，死皮血痂脱落，刘倩倩整个人都是恢复了原貌，肌肤雪白，吹弹欲破。刘倩倩如遭雷击，整个人都是愣住了。她之后更是惊奇地发现，自己丹田内破碎的灵海竟然也是重新恢复了。看着这样的神迹出现在自己身上，刘倩倩震惊得合不拢嘴。这种小伤，一枚雪域碧灵丹足够了。君逍遥道。圣丹等级的丹药，他着实不缺，但对下界来说，圣丹是极为稀有的存在。多谢神子大人再造之恩，刘倩倩没齿难忘，愿死心塌地，为奴为婢，永生伺候神子。刘倩倩一脸激动之色，跪倒在地，磕头不止。若能活着，谁想死呢？君逍遥等于是重新给了他一条生命。看着刘倩倩，君逍遥都是有些无语，怎么每一个女的都想要做他的女奴？一旁苏子琼紫水晶般的眸子里露出些许戒备之意。君逍遥在下界有他一个伺候的侍女就够了，女奴就不必了。你们玄天宗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吗？君逍遥问道。刘倩倩眼底露出一缕失望，不过还是说道，那倒没有，宗主乃是强大的圣人，他们应该撤退了。这样啊。君逍遥微微点头。如果玄天宗主等人还活着，那么凭借他手中的金色令牌还能够找到他们的位置。走吧。君逍遥摆手，他准备去寻找玄天宗残余人马。刘倩倩也是跟上了。而另一边，在一处古木参天的群山之间，玄天宗主等人正待在此地暂时落脚。嗨，这该死的无极星宫！副宗主口中咳血，他遭到了无极星宫强者偷袭，身上受了很重的伤势。LT、BJ、GT， 那无极星宫怕是早就对我玄天宗不满了，现在才露出爪牙。玄天宗主脸色阴沉如水，他身上也是受了不轻的伤势。如果只有金角族和银角族的话，玄天宗还勉强能够镇压，但无极星宫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恶，那些罪族和无极星宫当真可恨至极。一些玄天宗残留的强者咬牙切齿道，还有一些侥幸逃出来的玄天宗年轻弟子，脸上则带着灰败黯然之色。仙域的主上君家难道不会来帮我们吗？一位玄天宗女弟子美眸黯然道。主上君家不会放弃我们玄天宗了吧？另一位男弟子悲观想道。说什么呢？我们玄天宗一直忠于主上君家，我相信主上君家一定不会放弃我们的。一位天神强者笃定道。看到这一幕，玄天宗主心里也是一叹，他自然希望主上君家能来救玄天宗。
但现在还可能吗？就在玄天宗一众人被逼得山穷水尽，心里没底时，群山之外忽然有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在涌动。玄天宗余孽，还不滚出来受死！带着杀伐之声的澎湃嗓音传遍群山之间。听到这声音的玄天宗众人都是脸色巨变，他们没想到金角族和银角族会这么快找上门来。该死，一定有无极星宫的强者在其中引路，他们是星辰大陆本土势力，对大陆再了解不过。一位玄天宗强者恼恨道：如果光凭金角族和银角族是不可能这么快发现他们踪迹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无极星宫强者在暗中追踪他们。无极星宫扎根星辰大陆无数年，对整片大陆都极为了解，追踪他们的踪迹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此刻在群山之外，金角族和银角族无数高手踏立虚空，放眼看去密密麻麻，像是蝗虫群一般遍布天穹。除此之外，在另一方天穹还有一群身披星袍的强者。到了现在，他们甚至连掩饰都不掩饰了，直接明白表露出自己的身份，就是无极星宫之人。而在这群人中，身披紫色星袍的莫凡位居中间。他身材修长，容貌本来应该是普普通通的，但是自从他被雷劈融合了星辰小人之后，莫凡的容貌就越来越英俊，越来越有气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星辰小人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一般。而且莫凡的修为也是越来越高，达到了归一境，下一步便是融合道种。莫凡对此也很是谨慎，他隐约觉得星辰小人应该还不是他的全部机缘，在他的记忆中还有一座恢宏无比的星宫。至于那星宫之下站着的伟岸身影，则隐隐令莫凡有种敬畏感。莫凡并不喜欢这种感觉，没有谁能压到我莫凡的头上，这玄天宗就是一个例子。莫凡心里暗道，他看向群山之间星辰般的眼眸中露出畅快之意。对于这个收容他、培养他的宗门，莫凡没有一丝感情，现在只想看到他覆灭。不过片刻，一小群身影从密林深处腾空而起，正是玄天宗主等人。他们知道再藏下去也是无用，不如当面对质。哼哼，玄天老儿，你总算肯出来了。金角族阵营中，一位气息达到圣人境的强者走出，他头上的一根金色独角缭绕着符文，身上则覆盖着金色的鳞片。他乃金角大王，金角族的最强者。而银角族亦是走出了一位气息不弱于金角大王的生灵，正是银角大王。我们两族被你玄天宗镇压无数年，今日终于可以亲手覆灭你们。银角大王语气森寒道。玄天宗主没有理会这两族，毕竟他们本来就是生死大敌。他看向无极星宫阵营，冷声道：你们无极星宫如此举动，难道就不怕仙域荒古君家的报复吗？玄天宗主一句话，令得无极星宫诸多强者脸色都是隐隐变幻。他们生在下界，虽不太清楚君家有多强，但荒古世家的名头还是听过的。更别说强如玄天宗，都只不过是君家无数附属势力中的一支而已。君家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无极星宫想要对抗君家，无疑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金角大王却是冷笑一声道：在仙域还轮不到荒古君家一手遮天，太古皇族各大古族也未必不能抗衡君家，到时候投靠太古皇族便可。金角族、银角族之所以敢反叛，正是因为背后有太古种族做靠山。无极星宫众人也是松了一口气，他们对仙域无所求，只想重新制霸星辰大陆，恢复无极星君那时的盛况。他们也在竭力寻找可能和无极星君有关联之人，莫凡就是他们找到的一颗重要棋子。你们一定会后悔的。玄天宗主深深地看了无极星宫众人一眼，他相信若君家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毫不留情将无极星宫彻底毁灭。好了，这就是你的遗言吗？那你可以去死了。金角大王出手了，他手持一柄金色弯刀，一刀斩出，金色刀罡撼动苍穹，虚空都是被斩碎成两半。以圣人的强大实力，在下界可以轻而易举地破碎空间。银角大王也是同时出手了，圣境的波动在弥漫，令前方虚空破碎。其余两族之人也是齐齐杀出。这边玄天宗剩余强者也是发出怒吼，眼中有着必死的决心。他们知道今日怕是难逃一死，但在死前能多杀一两个罪族也算值了。镇压罪族，这是刻进玄天宗每一个人骨子里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们玄天宗对主上君家的承诺，不管主上君家有没有抛弃我们，我们都要击杀罪族，流干最后一滴血。不错，我玄天宗不负主上君家。一位位玄天宗强者皆是悲愤嘶吼，更有一些重伤濒死的玄天宗强者直接是选择了自爆，和周围罪族一同赴死。看着这无比悲壮的一幕，许多玄天宗年轻弟子眼眶都是红了。饶是玄天宗主亦是眼眸一颤，他们玄天宗为主上君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不负主上君家。而就在这时，无极星宫的人终于是准备出手了，他们之中也有圣人存在。看到无极星宫欲要出手，一位玄天宗女弟子美眸露出前所未有的绝望。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这位女弟子在哀泣。玄天宗主等人也是心头一紧，若无极星宫插手进来，玄天宗必定难逃彻底灭亡的命运。结束了，玄天宗莫凡喃喃自语，嘴角边带着一缕得意的笑。LTB GT。 然而就在这一刻，天地好似忽然安静了下来，时间的流速好像都是缓慢了许多。远空一道无法形容的浩荡剑芒
斩破苍穹10万里，对着无极星宫一众人横扫而来。一剑乾坤覆，一剑苍穹裂，一剑仿佛斩断了岁月，隔断了万古。一道白衣绝世超然若仙的身影，手持一柄弥漫着岁月气息的古剑，挥出了一道斩天绝地的剑芒。盘黄岁月剑叠加陆仙剑诀，一剑绝世，凌厉的剑芒夹带着无尽岁月之力，横扫而出。这一剑扫去，无极星宫阵营顿时清空了大片区域，诸多无极星宫高手直接是在瞬息间便在岁月的剑芒中化为了尘埃，飘散天地之间。所有残存下来的无极星宫之人，一个个都仿佛呆傻了一般，连灵魂都在这一剑中颤抖。随着这一道斩破天地的剑芒扫过，还有一道带着无尽寒意的嗓音响起：这一剑是我君家为了玄天宗而出。平静而淡漠的嗓音如同神奇之音，响彻在所有人耳畔。这一刻，整个混战的局面都是罕见的凝滞，时间如同在这一刻凝固了。不论是金角族、银角族还是无极星宫，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带着前所未有的震撼。这一剑是我君家为玄天宗而出。玄天宗主等人脑子轰然一震，像是有亿万雷霆炸响，整个人都是有些呆然。然后则是无穷的惊喜，君家，是主上君家的人来了。此刻所有玄天宗修士都是有一种如同做梦般的不真实感，他们心心念念的君家这就来了。远处一道浑身笼罩朦胧仙光的修长身影踏空而来，他一身白衣无垢，手中持着一柄弥漫岁月气息的古剑。一人一剑，仙姿绝世，除却君身3重血，天下谁人配白衣？一位玄天宗小师妹直接是如同吃了一般，在喃喃自语。他从未见过如此超然绝俗之人。同玄天宗的惊喜振奋相比，金角族和银角族则是面带惊惶，心神不安。便是之前对君家颇为不屑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此刻一时咽了一口唾沫，神情中带着忐忑之意。至于无极星宫那边，一群人更是吓得面色惨白。方才君逍遥那一剑正对着无极星宫阵营扫去，一剑过后，大半的人直接是化为了粉尘，挥散天地之间。这何其恐怖，令人头皮发麻，汗毛倒竖。哪怕是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一些虚神、真神强者，面对这一剑亦是有种危险之感。恐怖，太恐怖了！此人到底是谁？莫凡脸色犹带着苍白。方才他有一种去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感觉，莫凡都是差点在这一道剑芒之中湮灭。若非最后他体内的星辰小人释放出了一团星辰护罩，护住了他的肉身，此刻的莫凡怕早就已经化为了尘埃。环顾一周，君逍遥神色淡漠道：本神子下界便是为了镇杀10大罪族而来，你们准备好父皇权了吗？君逍遥的话令金角族、银角族高手都是神情难看，眼中还隐隐透着凶光。就在金角大王准备开口说君逍遥不自量力时，东玄老祖等人身形出现，2位圣人，1位准圣。这般阵容在下界不说无敌天下，至少也可以横扫四方了。对于下界而言，哪怕只是1位准圣都有可能左右战局，更别说一下出现2位圣人1位准圣了。太好了！玄天宗主和副宗主等人激动的面色泛红，而2大罪族高手的心则是彻底沉了下去。同他们心情一样的还有无极星宫。莫凡的脸色难看到极点，这1年多来他彻底崛起，一路顺风顺水，说实在的确有些飘了。别说下界天骄，就算是一些仙域天骄，莫凡都不太放在眼中。但君逍遥只是一剑而已，就让莫凡体会到了死亡的恐惧。云海小说网，他觉得哪怕自己有星辰小人，估计都不可能是君逍遥的对手。金角族、银角族还有无极星宫，一个不留。君逍遥语气平淡冷漠，却是带着一股铁血杀伐之意。对于这些罪族，君逍遥是没有什么怜悯之心的，当杀则杀。而无极星宫助纣为虐，更是这次浩劫的推手，君逍遥自然也不会放过。是，谨遵神子大人之命。东玄老祖3人都是出手了，2位圣人，1位准圣，足以将战局彻底倒转过来。诸位玄天宗弟子，配合主上君家，彻底灭杀罪族。玄天宗主高喝一声：是！一众玄天宗修士士气振奋，开始绝地反击。君逍遥亦是出手了，手持盘黄岁月剑，一股浓浓的岁月之力在弥漫。别说同等级修士，便是河道、涅槃、通天乃至神火高手，面对君逍遥的剑芒都会产生一种恐惧感。陆仙剑诀加持盘黄岁月剑，再叠加君逍遥本身强大的力量，涅槃高手轻易就会被灭杀，哪怕通天境、神火境高手也会重创濒死。君逍遥如入无人之境，横杀四方。易宇和苏子琼也是出手了，手段皆是狠辣果决。而这时无极星宫众人慌了，已经开始撤退。他们其实没有必要掺和进来的，但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后悔都来不及。无极星宫也没想到仙域的荒古君家会这么快来人。就在莫凡准备撤退之时，他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刘倩倩，这怎么可能？莫凡脑子嗡嗡一震，他不是将刘倩倩折磨得不成人样吗？刘倩倩越凄惨，他才越痛快。但是现在呢？刘倩倩不但好好的，而且貌似比之前修为更高了。而且他也是跟在君逍遥身边作战，看向君逍遥的目光带着浓浓的崇拜、痴迷、憧憬之色。该死，都是那位君家神子，一定是他救了刘倩倩，可恨！莫凡太阳穴青筋跳动，神色凝然。刘倩倩可谓是他的执念，他越惨，莫凡的念头就越通达。而现在君逍遥救了刘倩倩，
那无疑是彻底勾动了莫凡的怒火。若有机会，我一定要让这位君家神子后悔救了刘倩倩。莫凡心里冷然想到，他也是开始撤退。莫凡不傻，他知道现在自己根本不可能打赢君逍遥，除非他能够得到记忆中的那座星宫宝藏。这时，刘倩倩也是注意到了欲要离去的莫凡，她美目迸射怒火，发出一声愤怒的娇喝：“莫凡，你这孬种别跑！”君逍遥目光一转，便是看到了莫凡。莫凡见状，更是祭出了一张符纸，贴在了身上，然后他便是化作一道银芒遁走。是他吗？君逍遥准备出手，而这时，一群无极星宫的高手包围了上来。莫凡乃是无极星宫的核心，不容有失。螳臂当车，君逍遥手持盘黄岁月剑，剑锋震荡间，一位位无极星宫高手都是化为了岁月尘埃。一语把他抓来。君逍遥传音道：“是。”一语抽身而退，通体燃烧太阳真火，化作一道炽热焰芒，追赶那莫凡。有了君逍遥和东玄老祖等人的加入，两大罪族和无极星宫的溃败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另一边，一语也是在追赶遁逃的莫凡。公子要抓的人逃得掉吗？一语神色冷酷，一手搭弓，一手拉弦，9道火焰箭矢爆射而出，仿佛化为了9头火鸟，锁定了莫凡，轰击而去。拥有破望金眸的一语向来箭不虚发。莫凡回身催动招式，一方星芒璀璨的大印凝结而出，轰轰轰，连续9声爆响，那一方大印直接是崩碎。莫凡一时被震飞，口中吐出了一口鲜血，他神色中带着一缕不甘的愤恨。他不仅打不过君逍遥，甚至连君逍遥的追随者都打不过。堂堂天地主角混到这个份上，也是没谁了。束手就擒！一语抬手，法力化为巨掌，对着莫凡抓去。而这时，虚空忽然一阵扭曲，一道影子一闪即逝，瞬息之后，莫凡就消失在了原地。一语法力巨掌落空，他紧皱着眉头，脸色阴沉。在彻查了周围一遍后，一语依然没有发现莫凡的踪迹。是谁救了他？算了，先回去向公子复命。一语沉着眉头，回身离去。而这边战局已经接近尾声，君逍遥的人手加上玄天宗之人，足足有3位圣人，2位准圣，这股力量横推一方大陆都足够了。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还有无极星宫的那位圣人，最后都是在不甘的嘶吼声中陨落。他们虽然也是圣人，但实力显然不如东玄老祖等人。同为圣人，也是有强有弱。金角大王他们都在圣人前期或者中期，而东玄老祖等人乃是圣人小圆满，这其中的差距也很巨大。因为下界天地规则简陋，所以哪怕能修炼成圣人，也很难修炼到小圆满或者大圆满。在领头的强者被击杀后，余下的那些罪族，绝大部分都是被斩杀，极少部分侥幸逃离的，也丝毫构不成威胁。无极星宫一群人自然也是全部灭杀了，满地的尸骨堆积成山，鲜血汇聚成一条条小河。玄天宗众人人人身上都是染血，但一个个神情却带着激动和振奋。所有玄天宗的女弟子、大师姐、小师妹，全都是带着一脸的尊敬和憧憬之色，看着笼罩在光辉之中的君逍遥。君逍遥手持盘黄岁月剑，踏立虚空。虽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但他身上白衣依然不染纤尘，站在那里，好似一尊超脱尘俗的剑仙。这些下界的玄天宗女弟子，何曾见过这般超然的人物？一个个芳心都在荡漾。而玄天宗主等人则是上前对着君逍遥郑重拱手道：“多谢主上君家大恩，多谢神子大恩。若不是神子及时，我们玄天宗恐怕是真的要覆灭了。”看着那残余的玄天宗弟子，君逍遥略一沉吟，他一甩手，大片大片的圣丹、宝药、神元、兵器堆叠成山。所有玄天宗之人都是呆滞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好东西。对君逍遥来说，稀松平常的东西，对他们而言，可能是做梦都得不到的无价之宝。神子，这些都是给我们的。玄天宗主嗓音都在颤抖。这些东西对他而言，可能不算特别珍贵，但对门下弟子来说，绝对是丰厚的大机缘。玄天宗这些年替君家镇压罪族，的确也是立下了大功。接下来我会去彻底覆灭无极星宫，整个星辰大陆都会由你们玄天宗掌管。君逍遥说道：“多谢神子大恩。”玄天宗主等人听得心头振奋激动，再度拱手。君逍遥，这是直接将下界10帝之一直接送给了玄天宗，这份礼太重太重。看着那随口就将一戒送给玄天宗的君逍遥，许多玄天宗女弟子美眸异彩连连，这才是仙域神子的气度。对了，神子大人，老朽有一件事一定要告知大人。玄天宗主语气一肃：“何事？”君逍遥问道。古魔一族与古妖一族勾结罪族，可能已经叛变了。玄天宗主道：“哦，还有此事？”君逍遥眉梢轻挑。君家派下界的5大追随者势力：玄天宗、大印皇朝、古神一族、古魔一族、古妖一族。其中古神、古魔、古妖3族算是相似族群，类似于金角族和银角族。不过同古神族相比，古魔族修炼魔功，性格更偏向于魔性，而古妖族则含有妖族血统。对于他们的背叛，君逍遥竟是丝毫不感觉意外。背叛君家的后果，他们绝对承受不起。君逍遥眼中闪过冷芒。而这时，一语也是回来了。抱歉，辜负了公子的期望，一语没能将那人抓来。一语低头拱手。什么情况？君逍遥问道。一语则是将情况都告诉了君逍遥，被一道人引诱走了。君逍遥眼露思索之色。一语办事不力，求公子责罚。一语主动说道。
算了，不关你的事。君逍遥摆摆手，虽说一羽的实力绝对可以碾压那个莫凡，但莫凡毕竟是星辰大陆的天地主角，若这么轻易就被抓住镇压，那这个天地主角未免也太掉价了。君逍遥在意的是救了莫凡的人到底是谁？是无极星宫的高手，还是另有其人？会是你吗？君逍遥目光深邃，有所猜测。同一时间，在星辰大陆一处荒僻山林之中，虚空一阵扭曲，两道身影忽然闪现而出，其中一人正是莫凡。他喘着粗气，心有余悸，转过头，刚想看清是何人救了他，便是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威压。一位蓝衫少年站在他的面前，通体流溢星辰光芒，他的气息天生就和下界格格不入，带着一股上位气息。你是来自仙域的天骄？莫凡脸色一变，他对仙域天骄本能有一种抗拒和排斥，在仙域之人面前，他们这些下界人都好似变成了蝼蚁一般。放心，我不会害你。那道弥漫星辰光芒的身影淡淡说道。你到底是谁？莫凡一脸忌惮之色。荒天仙域，荒古叶家，叶星云。仙域荒古世家。莫凡神色极度忌惮，同时也带着抗拒之色。有君家在前，他对所谓的荒古世家是一点好感都没有。放心，我荒古叶家和荒古君家并不是一路，甚至于我和那君逍遥还有仇。叶星云微微眯起眼睛道。莫凡这才恍然，原来这位荒古叶家的天骄和那位君家神子乃是敌对关系。不过叶星云又为何要救他呢？仙域的公子虽然很感激你出手相救，但是原因呢？莫凡狐疑。叶星云即便跟君逍遥有仇，也没必要救他这样一个小角色。莫凡虽然在这1年多崛起，但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入仙域天骄的法眼。你是否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有一座星宫，还有一道身影？叶星云眸光深邃，问道。莫凡身躯忽的一震，瞳孔颤抖，看向叶星云，无比震惊。这是他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连无极星宫的其他人都完全不知晓。看来是有了。叶星云一笑。至于叶星云为什么能锁定莫凡这个人，原因很简单，在天道楼觉醒更多的记忆后，叶星云也是查阅了诸多资料，最后才锁定了无极星君这位传奇强者。而无极星君乃是出身下界星辰大陆，所以叶星云毫不迟疑，直接降临了星辰大陆。一到星辰大陆，冥冥中的那种感应就越发强烈，这好像就是一种因果。叶星云一路寻来，终于锁定了莫凡。然而那时大战已经开启，场面十分混乱，叶星云也就没有出手。后来君逍遥的到来，更是让叶星云心底一个咯噔，躲得远远的，不敢露面。面对君逍遥，叶星云只奉行一个宗旨：稳健，稳健，再稳健，能苟就苟。叶星云算是怕了君逍遥，他不得到机缘宝藏，绝对不会再跟君逍遥硬刚。直到后来看到莫凡快被一羽抓住，叶星云这才不得不出手。看到自己的秘密被揭穿，莫凡也是直接摊牌道：既然公子知道我的秘密，那你想要如何？叶星云微笑道：放心，我不但不会害你，还会让你一飞冲天。你应该藏着一些机缘吧？那机缘很可能就是打开星宫宝藏的钥匙。莫凡听闻，立刻想到了自己体内的星辰小人，那是开启星宫宝藏的钥匙。虽说莫凡还是有些不信，但叶星云到现在为止说的全都是正确的。你的机缘可以助我们找到星宫宝藏，到时候也有你一份，而且我可以让你成为我的追随者，把你带上仙域。叶星云淡淡道。他这已经算是施舍了。莫凡的脸色微不可察的一变，他堂堂天地主角，才不想当任何人的追随者。不过莫凡没有表露出来，而是说道：那先让我回无极星宫一趟。叶星云闻言摇头冷笑道：不用回了。此话何意？莫凡皱眉道：以君逍遥的性格，无极星宫怕是要覆灭了，我们直接去寻找星宫宝藏即可。叶星云摆手道。莫凡暗暗咬牙，而情况的确也如叶星云所预料的那般，覆灭了罪族之后，君逍遥便是带领着东玄老祖和玄天宗等一行人，直接前往了无极星宫大本营。无极星宫位于一处名叫极星崖的地方，身为星辰大陆曾经的霸主，无极星宫的底蕴自然也不少，甚至还有可以短暂抗衡圣人的护宗阵法。君家强者下界帮助玄天宗扫荡了罪族的消息，也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传遍了大半个星辰大陆。无极星宫则如临大敌，急忙启动了护宗阵法，所有强者严阵以待。他们没有选择逃离，因为根本不可能逃掉。而在极星崖周围也是密密麻麻，有着诸多势力在观战。毕竟这一战关乎星辰大陆的日后归属。玄天宗胜，则玄天宗会成为新的霸主；若是败，则无极星宫继续稳坐钓鱼台。不过这次显然并没有人看好无极星宫，毕竟玄天宗那边可是有君家的帮助，仙域势力在下界那就是无敌的存在。看来这次传承星辰大陆无数年的无极星宫要彻底覆灭了。一位白袍男子微微摇头，他乃天星圣子，来自陨星阁，这也是一个主修星辰神通的大势力。不过无极星宫乃是星辰大陆的霸主，哪怕有君家帮助，想要彻底覆灭也没那么简单吧。一位满头红发的壮硕男子摇头道，他名叫赵烈，来自炎神道，和陨星阁一样，都是仅次于无极星宫和玄天宗的强大势力。奴家倒是听闻那位君家神子强大至极，仅仅一剑就杀得无极星宫众人胆寒。那位近来声名鹊起的无极星宫天骄莫凡，更是连挑战的勇气都没有，直接逃走了。
一位身着红色宫装的丰满女子微笑道，她一双丹凤眼，肤如凝脂，身材更是丰腴，乌黑秀发挽起，上面还插着一只芍药花。哦，莫非楚圣女心动了？天心圣子淡笑道，这红色宫装女子名叫楚红衣，乃是红莲教圣女，算是星辰大陆颇有艳名的一位天之娇女。哥哥，光听那位君家神子的各种传闻，都令奴家好奇死了。楚红衣毫不避讳，媚态嫣然。哼，仙域的那些天骄，怕都是银样蜡枪头，阴沟里翻船的可不少。赵烈闻言，有些不舒服的冷哼一声，啧，这酸味。天心圣子啧摇头，赵烈喜欢楚红衣，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倒是觉得那位君家神子，今日应该会再度令我们大开眼界吧。楚红衣道，他们来此就是为了等玄天宗和无极星宫的大战，顺便见一见那位传闻中的君家神子。哼，红衣，别把那君家神子想得太好了，到时候怕是要让你失望。赵烈语气酸不溜秋道，那就拭目以待吧。楚红衣媚笑道。而就在这时，远处天际有浩浩荡荡的战意和杀气席卷而来，那股声势撼动苍穹大地。来了，今日一战后，星辰大陆只能剩下一个霸主，这一战太过关键，关乎到日后谁会是星辰大陆的主人。所以陨星阁、炎神道、红莲教等顶级势力都是汇聚在此，想要见证这一战。此战将影响星辰大陆格局。远空金色神芒澎湃，一头如同黄金浇铸的九头狮子踏空而来，每踏出一步都震散了天上大片的云层，那种声势极度骇人。我去，莫非是传闻中的顶级太古王族九头狮子？卧槽，见识了！以前只在古籍中见过的九头狮子，活生生的出现在了我面前，而且他还是那位君家神子拉车的坐骑。我的天啊，不是亲眼所见，谁敢信？四面八方无数哗然之声响起，光是一个九头狮子就足以令这些下界土著大开眼界。可以这么说，一个九头狮子就足以横扫下界所有年轻一代天骄，甚至包括那莫凡。但如此强大的九头狮子竟然只是拉车的坐骑，这就令下界天骄有些无法接受了。他们岂不是连君家神子的坐骑都不如？哼，赵烈，你打得赢那个九头狮子吗？天心圣子揶揄一笑。赵烈脸色有些难看，想要反驳，却是什么都说不出来。说他能打赢九头狮子，赵烈自己都不信。以九头狮子拉车，这君家神子倒真是气派，就不知他本人是个何等风华绝代的人物。楚红衣丹凤美眸也是露出极度好奇之色，他倒是想亲眼看一看那位君家神子。而除了拉着黄金辇车的九头狮子外，东玄老祖等人、易宇、苏子琼，还有玄天宗主等一群玄天宗修士，皆是齐齐到来。他们人数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那股气势却是撼动云霄。其他不论，光是3位圣人、2位准圣，就是决定性的战力。好强大的实力！今日无极星宫危矣！天心圣子等人看得眼皮直跳。陨星阁、炎神道、红莲教等势力，最多都只有准圣强者坐镇，而今日玄天宗那边却是有3位圣人、2位准圣。这股势力足以轻易扫平陨星阁等3大势力。无极星宫那边护宗大阵已经开启，一层星光护罩，笼罩着整个极星崖，哪怕是圣人，一时半会都难以突破这护宗大阵。而在无极星宫那边，成千上万的无极星宫弟子已经做好了准备，为首的还有2位圣人、3位准圣。不得不说，无极星宫能成为星辰大陆的霸主，底蕴的确不可小觑。玄天宗主，之前的确是我们无极星宫做错了，这样我们无极星宫愿意赔偿玄天宗的损失，并且日后绝不与玄天宗为敌，如何？无极星宫的一位圣人开口了，这让的四方诸多势力都是愕然。堂堂星辰大陆霸主，竟然连打都没打都认怂了。不过转念一想，很多人也是理解了，无极星宫怕的不是玄天宗，而是那位君家神子以及背后的荒古君家。说句不好听的，君家神子一句话，别说一个无极星宫，便是整个星辰大陆都可以分分钟击沉了。荒古君家一怒，连仙域都要颤抖，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下界。之前无极星宫一来不知道君家会那么快下界，二来也不知道来的人会是君家神子。早知如此，无极星宫打死也不会听莫凡的话。看到无极星宫主动认怂，玄天宗主一时也是摸不定主意。说实话，他们想要攻破这护宗大阵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他们将目光投向黄金辇车，君逍遥才是他们的主心骨。周围的人都认为君逍遥有可能让步，因为无极星宫已经低头认怂了，没有必要把事情做绝。就连无极星宫的圣人也是这么想的。然而从辇车内传来了君逍遥无比冷漠的嗓音，只有短短一句话：今日无极星宫灭。一个灭字落下，滔天的杀伐之意扩散而出。君逍遥一念，令天地色变，遵神子之令，杀！君逍遥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再也没有犹豫，直接是出手了。该死，你们非要鱼死网破吗？无极星宫圣人脸色难看至极，他没有想到这位君家神子竟然这么刚。哼，你们连我们的护宗大阵都难以攻破，还谈何覆灭我无极星宫？另一位圣人冷然道：是吗？君逍遥冷漠且玩味的声音响起，他终于从黄金辇车中踏出，神姿俊秀，仙灵玉骨，周围神辉笼罩，若神奇之子折尘，那就是君家神子吗？楚红衣看得整个人都呆了，他的眼光也算很高了，甚至算是挑剔，但即便苛刻如他，硬是在君逍遥身上找不到一丝缺陷遗憾之处，好似君逍遥就是天地间最为完美的存在。
和他相比，星辰大陆所有年轻俊杰都跟渣子没什么两样。天星圣子的心也是一颤，感觉到了一种极大的压迫。至于赵烈，他自诩在星辰大陆年轻一代，实力足以排进前5，但现在他看到君逍遥，竟是生不起一丝战意。一个破赵子，就是你们的倚仗吗？君逍遥抬手而起，盘黄岁月剑浮现而出，锋锐的剑芒伴随着岁月之力在弥漫。同时，君逍遥胸口亦是有恐怖的黑白两色光华在汇聚。君家神子要做什么？四方许多势力的修士都是疑惑。下一刻，在所有人震撼惊诧的目光当中，君逍遥一剑斩出，37亿斤澎湃神力，加上70块大罗仙骨的力量，再叠加陆仙剑诀，还有盘黄岁月剑本身的力量，这一剑比之前灭杀无极星宫众人的一剑还要恐怖。不但如此，君逍遥还催动了至尊古神通轮回孽光，黑白两色的轮回孽光也是融合进了这一世剑芒当中。轰！君逍遥一剑挥斩而去，虚空直接裂开了一道大口子，露出漆黑的空间乱流。剑芒所过之处，一切都被岁月和轮回之力所覆盖。那护宗大阵，连圣人强者一时半会都是难以攻破，却是在君逍遥这一剑之下，布满裂纹，崩溃瓦解。君逍遥一剑，护宗大阵破！无极星宫的护宗大阵被君逍遥一剑斩破，那星辰护罩直接是崩碎，为了无数光斑飘扬四方。在无尽光点之中，君逍遥踏立虚空，白衣飘飘，手中长剑斜指大地，宛如古之剑仙驾临凡尘。无极星宫所有修士都是懵了，这可是连圣人一时都难以攻破的护宗大阵啊，竟然被君逍遥一剑斩破了。无极星宫的2位圣人都是怀疑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了，而玄天宗主等人见状，神情振奋道：“神子大人已经为我们开路了，诸位杀！”玄天宗众人还有东玄老祖等人皆是出手了。从护宗大阵被攻破的那一刻起，无极星宫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即便他们身为星辰大陆霸主，还有诸多底牌手段，但对君逍遥来说都不算什么。灭宗的事情就交给玄天宗和东玄老祖等人，君逍遥只需最后看一下无极星宫有什么值得他看上眼的东西即可。他目光淡淡扫了周围一圈，各方势力之人皆是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哪怕是天星圣子、赵烈、楚红衣等星辰大陆顶级天骄，亦是不敢直视君逍遥。君逍遥一人几乎压得整个星辰大陆所有势力尽低头。君逍遥收回目光，他此举也是为了震慑日后玄天宗将会是星辰大陆的主人，这些势力若是在背后捣乱，定然要付出代价，而结果也是没有丝毫悬念。不过半日时间，整个无极星宫上下所有修士尽皆被斩杀一空，即便有极少数漏网之鱼，也是修为底下不成气候之辈。神子大人，无极星宫已经清扫完毕。东玄老祖等人上前拱手道：“不错。”君逍遥淡淡点头。周围四方势力强者已是心头胆寒无比。才不过短短半日时间而已，横城在星辰大陆的霸主无极星宫就这样覆灭了。而且君逍遥的口吻还显得那么轻描淡写，不以为然。灭无极星宫如同才死一只蚂蚁，没有丝毫波澜。仙域不朽势力的传人太可怕了，许多人都是心悸。在这些不朽传人眼中，生命如皮肤，众生如蝼蚁，万千生灵在他面前陨灭，都激不起他眼中的丝毫波澜。君逍遥默然如同上苍，看下无极星宫这些年的积累都有些什么东西，君逍遥自然不会放过搜刮的机会。然而一番搜刮后，却让得君逍遥有些失望。无极星宫没有能令他看得上眼的东西，反倒是藏书阁里一些尘封的古籍引起了君逍遥的兴趣。他阅览一番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位无极星君竟然进入过十界裂隙，君逍遥心底喃喃。之前君逍遥听东玄老祖说，十界裂隙唯有一些大气运者、大毅力者才能够找到和进入。不过一想到无极星君的传奇经历，他进入过十界裂隙倒也不算出人意料。之后君逍遥又查阅到了，无极星君的确留下了一座星宫宝库，而且根据记载，无极星君竟然还将进入十界裂隙的信物放入了星宫宝库之中。进入十界裂隙还需要信物？君逍遥询问东玄老祖，东玄老祖则回道：回公子，十界裂隙太过神秘，一般而言是极有气运之人才能进入。不过也的确有一些信物，传闻是从英灵祭坛中流传出来的，得到之后能方便的进入十界裂隙。君逍遥闻言点了点头。这样一来，那星宫宝库君逍遥是一定要找到了，哪怕不为别的，只为了信物，他也要进入一次。不过君逍遥显然不可能自己去辛辛苦苦找寻，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猜测。星辰神体、星辰王体、叶星云，你会帮我找到星宫宝库的吧？君逍遥唇角挑起一抹淡笑，他几乎可以确定那个救走莫凡的人应该就是叶星云。而至于为何救走他，那一定是因为莫凡是星辰大陆气运主角，他身上的机缘怕是对叶星云有大用。或许要不了多久，星宫宝库就会出事了。君逍遥喃喃道。就在星辰大陆局势初步平定下来的时候，下界实地另外一地，这片广袤无边的大陆名叫乾隆大陆。整个乾隆大陆共分东土、西荒、南岭、北元4地，而在最广袤、最繁盛的东土，矗立着整个乾隆大陆的最顶尖势力大印皇朝。大印皇朝并非乾隆大陆本土势力，乃是君家的追随者势力。只不过和玄天宗等追随者势力不同，大印皇朝的实力不仅是最强的，而且也是最为强势霸道的。初降临乾隆大陆，便横扫四方，占据了乾隆大陆大半领土，国力强盛。
即便十界动乱，罪族接连破风而出，大印皇朝亦是能够勉强支撑下去，而非像玄天宗那般岌岌可危。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印皇朝中有一部分是君家人，当然不可能是君家主脉的人，而是一些支脉或者是血脉稀薄的族人。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下界，然后就会来到大印皇朝。大印皇朝的国力亦是随着这些君家支脉族人的加入而变得强盛起来，因此大印皇朝才能成为5大追随者势力之首。至于剩下的古神族等3大族群，则并不在乾隆大陆。此刻，在大印皇朝的皇宫一处楼阁之上，一位身着淡紫色纱裙的少女正倚靠在栏杆上。她五官精致绝伦，大眼水灵，小嘴桃红，身材纤细，肌肤如玉，宛若无瑕精灵一般，天生就带有一种高贵的气质。这种气质来源于血脉的高人一等。和这位少女相比，那些大印皇朝的皇子皇女们则都是弱了一筹。此刻，少女玉手托着香腮，呆呆地望着天空，不知在想什么事情出神。哥哥，少女喃喃说了一句有些惆怅之意。十地动乱，罪族崛起，大印皇朝也是开始出现了危机和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少女不知道她深藏在心底的那个心愿究竟还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就在少女心思飘忽之际，一道带着紧张忐忑的语气响起：“颖儿公主。”君影回眸，便是看到了那位衣服皱皱巴巴、模样有些憨傻的16皇子。这位16皇子在大印皇主的一众皇子皇女中最为不出众，而且因为有些呆愣憨傻，所以经常受到其他皇子皇女的排斥和嘲讽。之前君影因为可怜他，所以没事就陪他聊聊天。谁曾想这位16皇子竟然还缠上他了。颖儿公主，16皇子方寒支支吾吾：“有什么事说吧。”君影倒也良善，不忍心直接打发他走。颖儿公主，能做我的道侣吗？方寒犹豫了片刻，还是鼓起勇气问道：“做你的道侣？”君影听闻，一时也是把红润小嘴张得圆圆的。他没想到方寒会说出这种话。我知道颖儿公主可能会看不上我，但是我会改变的。方寒急忙说道。他对于这个良善而美丽的少女极有好感。之前在所有人都排斥他，乃至他的兄弟姐妹都欺负他的时候，是君影替他压下了那些冷嘲热讽，更是愿意和他聊天谈心，甚至还会将一些修炼资源给他用。这种又善良又暖心的少女，谁会不爱呢？方寒自然也是喜欢的，只是因为自卑才导致他一直拖拖拉拉到了现在。方寒也是鼓起了勇气告白，他相信君影对他不可能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若没有感觉，君影为什么会这么照顾他？哎，方寒，影儿很谢谢你，不过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君影叹息了一声，微微摇头。他之所以愿意关照方寒，只是因为可怜他而已。如果不是方寒，换作是其他人，君影依然会一视同仁的对待。这并不是因为方寒个人，而是因为君影的良善。甚至哪怕不是方寒这个人，而是一只阿猫阿狗，君影也会照顾。所以方寒其实是产生了人生3大错觉之一，他喜欢我。颖儿公主，为什么？方寒面色微微泛白，虽然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丝预料，但终归还是抱有一份想法的。颖儿不属于这里，颖儿也不会一直待在乾隆大陆。君颖儿微微抬头望着天空，那里才是他要去的地方，是这样吗？方寒苦笑了一声，他也知道君颖儿是从仙域下界的，他的身份是尊贵的君家人，虽然只是君家不起眼的支脉旁系，但是对于大印皇朝来说却依然是尊贵至极。那颖儿公主喜欢怎样的人呢？方寒心里有不甘，开口道。君颖儿闻言则是玉手相合，妙目露出憧憬之色道：颖儿喜欢的人一定要和哥哥一样厉害。颖儿希望他是一个盖世英雄，有一天能从天而降，白衣飘飘，踏着七色的云彩来找我。君颖儿妙目闪烁着光辉，哪个少女不希望自己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方寒闻言嘴中越发苦涩，他和君颖儿心目中完美的意中人简直不知道有多大的差距。颖儿公主，世上会有这样的人吗？方寒还是不甘心道。颖儿相信一定会有，君颖儿笃定道。之后方寒黯然离去。虽然身为16皇子，但方寒一点地位都没有，每天还要去打扫藏书阁。因为表白失败，方寒打扫的心不在焉，他一不小心撞到了书架，无数古籍哗啦啦倾泻而下，将方寒都是埋在了书堆里。该死，连这书也欺负我吗？方寒从书堆里爬出来，脸色躁郁。他无意间手边忽然摸到了一卷古籍。咦，这是？方寒诧异，拿起那卷古籍。那卷古籍似金非金，似木非木，表面还有奇异的纹路。方寒摸索着，忽然发现这卷古籍内竟然还有夹层，里面有一张青金色的纸卷，上面写着乾隆大陆受命于天，天子之令，祭神符诏。天子之令，祭神符诏。方寒如同傻了一般，随后他急忙将古籍连带着青金色纸卷塞进了怀中，然后将其他书都整理好，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居所内。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竟然真的是祭神符诏，乾隆大陆的本源至宝，没想到我方寒也会有翻身的一天。方寒喜不自禁，这祭神符诏内不但蕴藏诸多神通武学，更是可以通过祭祀万物生灵获得种种力量，这简直就是一个开挂作弊器。太好了，有了这祭神符诏，就代表我方寒是乾隆大陆的真命天子。方寒紧握着祭神符诏，颖儿，你是我的，谁都抢不走。方寒眸中燃起了欲望和野心，一个人的野心和他的能力成正比。若方寒没有这种机缘，他自是不可能对君颖有什么想法。拒绝了也就拒绝了，
最多伤心几天。但现在不同，他拥有祭神符咒，日后注定会成为乾隆大陆的天子。这等身份，难道还配不上君影吗？影儿，很快我就会成长起来，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我才是那个配得上你的盖世英雄。方寒心里坚定道。而就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乾隆大陆西荒之地，一场大战正在爆发，诸多大印皇朝的军士和将领都是被轰杀。两位散发着滔天妖气的圣人，横扫四方，有无敌之势。哪怕是大印皇朝的准圣将军，亦是受到重创，濒临绝境。该死！你们到底是哪一方势力之人？难道就不怕仙域君家的报复吗？那位准圣将军目眦欲裂，怒喝道。他知道这些圣人定然是从仙域而来的，所以大印皇朝对于他们而言，如同蝼蚁一般，没有丝毫震慑力。这位将军也只能拿出君家来震慑。然而听到这话，这位妖气滔天的圣人冷笑道：君家是强，但在仙域也不能一手遮天，更何况是在这下界呢？这位圣人说着，一巴掌拍过去，便是将那位大印皇朝的准圣将军给震死。这时虚空之中，一位玉体婀娜、容颜完美无瑕的绝美女子现身。她一身粉裙，青丝如瀑，生得花颜悦貌，肌肤粉光若腻，浑圆玉腿白皙而修长，正是荒天仙域妖神宫神女颜如梦。她受妖神宫小妖后之命，下界来接引天妖王族的天妖太子。那位拥有返祖妖神血脉的天妖太子，对妖神宫而言很重要。天妖王族所封印之地，应该就是这处封妖谷了。贺老，麻烦你了。颜如梦轻启玉唇道：呵呵，小事。那位妖气滔天的圣人呵呵一笑，他乃是一只鹤妖，修炼成圣。他一掌轰出，万千剑雨浮现而出，轰击向封妖谷。过了一刻钟，封妖谷终于被轰破了。无尽妖气滔天汹涌，密密麻麻的身影破风而出，这些皆是天妖王族生灵，其中不乏有一些准圣乃至圣人气息的天妖王族强者。而这时，在那群天妖王族生灵中，一位面孔无比俊美、血脉之力澎湃的青年仰天一笑道：本太子终于脱困了，大印皇朝定当覆灭。那位面孔无比俊美的青年仰天一笑，震散了天上云层。他的血脉气息太强大了，令周围空间都是隐隐扭曲。在他的身后更是血气升腾，隐约间浮现出了模糊的妖神虚影。这一道虚影甚至令贺老等妖圣都是有种心悸感，那是来源于血脉的威压。天妖王族乃妖族之中的至强种族，在天妖王族祖上曾出现过妖帝级别的恐怖存在，而这位天妖太子血脉返祖，竟然激活了妖神血脉，这对整个妖族而言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是你们救了我。天妖太子看向颜如梦等人，颜如梦眉目淡淡，开口道：我乃妖神宫神女，奉小妖后之命，要将你接引上仙域。妖神宫是因为本太子血脉返祖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妖神宫就不会管我们天妖王族的死活了？天妖太子冷讽一笑，当初他们天妖王族被君家镇压下界，妖神宫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更别说插手了。所以说天妖王族对妖神宫定然也心有怨言。颜如梦闻言微摇琴手道：你也知道君家的强势，而且当初你们也的确做得太过分了，引起了大动乱，妖神宫也庇护不了。算了，过去的事本太子也懒得提。天妖太子摆摆手，他的目光扫视了颜如梦一眼。颜如梦容颜完美，玉体婀娜而无瑕，肌肤皓如凝脂，滑腻似酥，身材更是没得说。那一双掩映在裙裾间的修长玉腿，若是缠在腰间，啧，想想都贼劲刺激。你在看什么？颜如梦柳眉微蹙，语气微冷。你叫颜如梦是吗？妖神宫神女，倒也配得上本太子。天妖太子毫不避讳，非常直白。他拥有返祖的妖神血脉，若不陨落，将来最少也可以成长为至尊强者。他对妖神宫而言很重要，也正是因此，天妖太子说话才能肆无忌惮，甚至敢调戏颜如梦。无聊的闲话休提，回仙域吧。颜如梦强忍着心头的冰冷与不耐，冷淡道：若非小妖后的命令，他才懒得下界接引什么天妖太子。妖神血脉虽然稀有，但在这个大争之世，什么妖孽怪胎都会出来，甚至日后说不定连妖神的直系血脉子嗣都会出现。区拥有一丝返祖血脉的天妖太子，又算得了什么？仙域是要回的，不过在这之前，本太子还要联合其他被镇压的古族，将大印皇朝彻底铲除。天妖太子眼中带着刻骨的仇怨之色。五大追随者势力，除了背叛的古魔族与古妖族外，其余三大势力和10大罪族之间几乎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怨。天妖太子性格本就桀骜，他们天妖王族又被镇压了这么久，怎么可能不去报复大印皇朝？能别节外生枝吗？到时候君家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颜如梦容颜冰冷，天妖太子脸色微微一变。对于这个随手便将10大古族镇压下界的恐怖家族，天妖太子说不忌惮，那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转而便是冷笑道：君家来了又如何？受下界天地规则所限，最强也不过圣人，我们天妖王族并不惧他。颜如梦依然摇头，天妖王族一直被镇压在下界，所以根本不清楚仙域格局产生了何种变化。他更不知道君家出了一个何等妖孽的人物，到时候若是君家神子驾临，你想逃也难了。颜如梦语气冰冷，告诫道：君家神子是谁？天妖太子完全没听过，一个仙域年轻一代几乎无敌的存在。颜如梦容颜凝重，即便她是妖神宫神女，天资超绝，更身具妖皇体，但一提到君家神子，脸色也是带着极端的忌惮。若非实在没有办法，颜如梦是真的不想对上那个妖孽。
仙域年轻一代几乎无敌的存在，饶是天妖太子都是听懵了。你确定不是下界无敌的存在，而是仙域无敌的存在？天妖太子诧异，荒天仙域何其广袤，天骄并起，诸王争霸，从古至今，哪怕在年轻一代都没有谁能真正称无敌。而现在他却从颜如梦口中听到了那位君家神子可称无敌。你这是在吓唬本太子吗？仙域何其广袤，谁敢称无敌？哪个言不败？天妖太子嗤之以鼻，完全不相信颜如梦的话。在他看来，颜如梦只是想震慑一下他而已。话已至此，信不信随你，只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颜如梦冷冷道。哈哈，放心，本太子绝不会后悔。若那什么君家神子真的来了，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无敌。天妖太子一脸肆意的笑，带着无敌的自信。他身怀返祖的妖神血脉，正是心理膨胀的时候，又岂会听从别人的告诫？唉，颜如梦感觉心很累，他心里隐隐有种预感，自己这次下界可能要白跑一趟了。而之后，天妖太子和天妖王族也是准备着手开始进行针对大印皇朝的复仇计划。就在乾隆大陆大动乱将起时，星辰大陆这边局势却是稳定了下来。玄天宗占据了无极星宫的旧址，彻底取代了无极星宫，成为星辰大陆的霸主。而且因为君逍遥和君家的名声 ，LT、B、GT， 整个大陆也是有诸多天骄挤破了头都想加入玄天宗。有了新鲜的血液，玄天宗自然会发展的越来越好。而就在玄天宗有条不紊的发展之际，有一个消息却是如同狂风过境一般席卷了整个星辰大陆。在暗域有异变产生，有奇异光芒浮现而出。这个消息令星辰大陆诸多强者错愕，陨星阁、炎神道、红莲教等顶尖势力都是坐不住了，纷纷准备动身。而在玄天宗新址，君逍遥盘坐在一处宫殿内，他并没有离开星辰大陆，前往其他大陆镇压罪族，因为他知道星辰大陆还将有事情发生。门外响起了苏子琼的声音：“主人，玄天宗主有事禀告。”终于来了吗？君逍遥眼神中闪过思索和睿智的神色，他早就猜测星辰大陆将有事情发生。玄天宗主进入，对着君逍遥拱手道：“禀神子大人，您一直让老朽注意星辰大陆的风吹草动，如今暗域的确有异变了。”暗域？那是什么地方？君逍遥询问道。他对星辰大陆显然没有玄天宗主那么了解。玄天宗主回道：“回神子，那暗域乃是星辰大陆的禁地，一片极为奇特诡异之地。星辰大陆并没有太阳和月亮，只有漫天星辰，而那暗域乃是一片漆黑，连星辰的光都落不到其中。整个暗域就好像吞噬了一切光芒，也正是因此才会成为星辰大陆的禁地。”原来是这样。君逍遥点头，倒是没有什么意外和吃惊。什么禁地？禁区？仙域多了去了。区区一个下界的禁地，君逍遥还没有放在眼中。他思索的是，那暗域之中是否有无极星君留下的星宫宝藏？你说整个暗域都是一片黑暗，但最近却有奇异光芒冒出。君逍遥继续问道。没错，这就是诡异之处，所以才会引起轰动。玄天宗主说道。那好，我明白了，明日我就前往暗域。君逍遥做下决断。听到君逍遥的话，玄天宗主眼皮一跳。说实话，暗域的确诡异，甚至有特殊的场域限制，连他都是没有进入过。不过一想到君逍遥的身份，还有他的实力，玄天宗主立刻把劝说的言语咽了下去。在下界有什么禁地能够威胁到君家神子？就在暗域出现异状的时候，整个星辰大陆都是开始躁动了。各方势力的天骄传人纷纷赶往暗域，希望能够得到某种机缘。最近接二连三的大事发生，乱世出英雄，我一定要得到这次机缘。几头火鸟闪掠天穹，上面站着赵烈等炎神道的修士。赵烈眼中燃起火焰，在上次见识到了君逍遥的实力后，赵烈心头又是畏惧又是不甘。他不甘心就这样低头，甚至于他所爱慕的红莲教圣女楚红衣，也是沦陷在了那位仙域神子的魅力之下。和赵烈情绪差不多的还有陨星阁天星圣子，他也觉得这次暗域应该是一个机缘，若是能够得到这个机缘，或许能够让他追赶上仙域天骄的步伐。红莲教也是赶往了暗域，不知那位君家神子会不会来呢？楚红衣丹凤美眸流转波光，带着一缕期盼。暗域位于星辰大陆极北之地，一片含有人迹的荒原之中。原本这里是一片死寂之地，但最近几日每时每刻都有破风声响起，有各种浮空飞舟、飞行古兽等等，载着一群又一群修士到来。通天楼、血雨教、天罗谷，星辰大陆上各大顶级势力都是汇聚。不远处有火鸟振翅而来，有浮空星舟渡空而来，还有一群人坐在红色莲台之上而来。是炎神道、陨星阁和红莲教的人来了。有人低呼道：“这几大势力可谓是除了玄天宗外最强的几支势力了。”赵烈、楚红衣，你们果然也来凑这个热闹了。天星圣子摇头笑道：“暗域异变，谁知道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宝贝出事了？你们难道不动心吗？”赵烈道：“奴家才不动心呢，人家是专门来看君家神子会不会前来。”楚红衣抿唇一笑，媚态嫣然。赵烈听到这话，眼神更是阴沉了几分。好了，谁也不知道这暗域内究竟藏着什么凶险，机缘也要有命才能得到啊。天星圣子道。三人都是微微沉默，他们看向那暗域，一片漆黑，连光线都是被吞没了。但就在这种深邃的黑暗当中，却有一点光芒在黑暗深处隐约闪烁着。粗略一看，好似隔着很远的距离，
位于暗域最深处。不过暗域是星辰大陆出了名的禁地，根本没有几人敢进入。而且最主要的是，暗域之中好像还有特殊的场域，修为过高者也是难以踏进一步，只能让通圣9阶以下的修士进入。也就是说，最多也只能让神火境修士进入。眼下暗域周围密密麻麻汇聚着一大批人，但愣是没有人敢第一个踏进去，都在等待其他人的动作。就在局面陷入僵持之际，远空有狮吼声响起，9头狮子拉着黄金辇车到来。君家神子果然来了，四方众人心神一震，楚红衣更是投去关注的目光。天星圣子和赵烈等天骄脸色也是十分凝重，有君逍遥在，若真有机缘现世，那也没有他们的份，甚至连一口汤都难喝到。君逍遥从黄金辇车中走出，依然那般超然，白衣绝世。他身边只带了一羽一人，连苏子琼都没带。因为来之前，君逍遥已经了解到了暗域有种特殊的场域限制，即便玄天宗主、东玄老祖等人来了，也进入不了，只能在外面待着。所以这一趟，君逍遥只带了9头狮子和一羽。君逍遥一眼扫过周围人群，没有发现特殊的气息，是已经来了，用特殊的手段掩盖了气息，还是已经进入暗域了？君逍遥心里思忖着，他想搜寻的人自然是莫凡和叶星云，不过现在倒是没有看到他们的踪迹。君逍遥目光再度落向暗域，那是一片黑暗的领土，没有一丝光能进入其中，但在其深处却是有一点光芒在浮现。因为相隔甚远，所以看不清楚。的确有特殊的场域，更像是某种筛选和限制，可能是那无极星君不想让其他强者得到他的宝藏，亦或是他在等着自己拿回自己的宝藏。君逍遥眸光深邃，思忖了片刻后，直接是一步踏出。LT、B、GT、一羽和9头狮子则紧随其左右。君家神子动身了，他真的敢进入暗域？我弟乖乖，那可是暗域，整片大陆最诡异的禁地，君家神子直接说进就进了。君逍遥的举动无疑是引起了四方哗然，许多天骄相比之下则是有些羞愧，他们甚至都不敢第一个踏进去，而君逍遥却是毫无顾忌，这就是强者的无敌心态。有了君逍遥带头，其余天骄也是逐渐大胆起来。天星圣子、赵烈、楚红衣等人纷纷跟随其后，一个个踏入暗域之中。而就在君逍遥等人走进去后，远处才有2道身影现身，自然是叶星云和莫凡。他们2人身上都披着一件特殊的斗篷，能够隔绝一切窥探。君逍遥，这次博弈可是在我的主场，你拿什么跟我斗？叶星云笑了，他隐忍至今，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狗到最后终成皇。暗域自古便是星辰大陆的一处禁地，少有人进入其中。而今日万古的死寂被打破了，一道白衣绝世、仙辉笼罩的身影，如同谪仙驾临凡尘，照亮了这片亘古的黑暗之地。这暗域的地理环境倒并非像是自然形成，而是以人为的阵法造成的。君逍遥甫一踏入其中，就隐隐察觉到了一股阵法运转的波动。至此，君逍遥更加确定暗域内可能藏有那无极星君的星宫宝库。君逍遥视线一低，又是看到了地上散布着许多森白色的骸骨，应该是从前进入暗域的人所留下的。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兽骨，由此可以昭示这暗域之内也并非没有生灵存在。就在君逍遥心里这样想时，地面忽然开始震动起来，轰隆隆，整片暗域的大地都开始颤抖。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变故吗？那些跟随进来的星辰大陆修士，一个个都是面露忐忑不安之色。若没有君逍遥领头，他们可能根本不敢进入其中。远处密密麻麻，一片黑潮袭来。妖兽，是妖兽！一些修士见状，高声嘶吼道：“不对，不是一般的妖兽！”有一些天骄也是看出了异状。那些妖兽通体皆是遍布星斑，散发着浓郁的星辰之力。这些妖兽都是可以借助星辰之力修炼的星兽，而这种星兽显然比一般的妖兽更加强大且恐怖。如此强大的星兽潮，加上暗域有境界限制，神火境以上的强者根本就进不来，从而导致了暗域成为了一片死亡之地。看着那袭来的星兽潮，许多修士都是面色惊惶，心头开始后悔。他们回身想要退出暗域，却发现根本辨不清方向，四周都是一片黑暗。看着那群挣扎惶恐的修士，君逍遥面色淡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既然想要进来寻找机缘，那就得做好付出小命的准备。当然，这个世界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君逍遥就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不用担心性命之危。在这下界，没有什么能威胁到他。很快，星兽潮便是和修士碰撞在了一起。刹那间，星辰大陆的修士释放出了诸多武学神通。令人意外的是，那些星兽竟然也释放出了诸多星辰神通，威力强绝。而且星兽之中不乏通天境乃至神火境的存在。同等级下，妖兽一般要比修士强大，这是常识。因为妖兽的体魄远比修士强大太多了。厮杀声、尖叫声、杀伐声四面响起，鲜血飞溅，血流成河。有修士身躯被星兽无情撕裂，也有星兽被修士洞穿头颅。至于君逍遥，他压根就不用出手，任何星兽若敢靠近，他身边的一羽和9头狮子就可解决一切问题。一羽9剑开弓，画出9道赤烈剑芒，直接将前方一头巨大的星兽洞穿。9头狮子则更是强悍，9颗头颅嘶吼，狮子吼音波震碎了前方一片星兽。别看9头狮子平日只是君逍遥的坐骑，而且性格有些奇葩，他只是在君逍遥面前才
才如此乖顺。在其他生灵眼中，九头狮子便是生猛威严的象征。天星圣子等人也在苦战，他们眼角余光看向君逍遥，都是带着艳羡之色。他们在这拼死拼活的战斗，君逍遥却是连一根手指都不用动。君逍遥等人也是推进速度最快的，其次就是天星圣子、赵烈、楚红衣等人。他们和君逍遥相比，虽然不算什么，但是在星辰大陆已经是顶尖的天骄。至于剩下的天骄，则只有少部分人能勉强推进，大部分人都是陨落了。同一时间，在另一边，叶星云和莫凡也是进入了暗域。叶星云也有福伯等护道人，只不过他们也无法进入暗域。他们也是遇到了星兽，不过令人诧异的是，那些星兽盯着叶星云和莫凡，竟是没有发动攻击，反而是跪伏在了地上，如同恭迎主人到来一般。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叶星云看到这一幕，心情更加激动了。他果然是天命之子。一旁的莫凡眼底隐隐变幻，握拳的手微微紧了紧。天命之子，他才是天命之子好不好？莫凡暗暗咬着牙关，他大难不死，更是融合了神秘的星辰小人。按理说，他才是气运所归、天地所中的主角。若这暗域内真的有无极星君留下来的星宫宝库，那也应该是属于他才对。叶星云凭什么半路抢走？虽然叶星云说了会分给莫凡部分机缘，但莫凡也知道，叶星云最多只会分给他一些边角料而已。虽然心头不甘，但莫凡也没有表现出来。形势比人强，叶星云没有注意到莫凡眼底的不甘，即便注意到了，他估计也不会太在意。从仙域来的人，面对下界之人，本能的会产生一种高高在上之感，更别说莫凡在叶星云眼中就是工具人般的存在。好了，莫凡，没有星兽阻挠，我们会比其他人更早到达地点，到时候星宫宝库的大门就靠你开启了。叶星云道。是，莫凡知晓。莫凡低下头，眼底闪过一抹冷光。他们两人以极快的速度行进着，不过多时，在他们前方地面处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裂缝之底隐约可见一座恢宏的宫殿位于其中。整座宫殿星辉流溢，光芒照耀，是整个暗域内唯一的光。之前君逍遥等人在暗域外所看到的那一点光芒，便是这座星宫散发出来的。太好了！叶星云心头振奋，他察觉到了一种共鸣，这是属于他的机缘。就在叶星云兴奋至极，远处忽然有轰鸣声响起，火焰剑士划出一道道神芒，狮子的怒吼在咆哮。该死，君逍遥那么快就来了！叶星云眼目一沉，急忙道：莫凡，快点打开星宫之门。莫凡微微点头，一团星辉浮现而出，这是他体内星辰小人所释放出的力量。这一团星辉融入了那座星宫宝库的大门处。下一刻，但闻咔嚓一声，星宫大门打开。推荐都市大神老师新书。当星宫大门打开的时候，一股无比浓郁的星辰之力扩散而出，这股气息令身怀星神王体的叶星云极为舒适。不过他可没时间再次拖延，直接是闪身进入了星宫内。莫凡也随之跟上。不过多长时间，君逍遥等人到来了。这就是星宫宝库吗？已经被人打开了。看到那座位于地底、星光流溢的宫殿，君逍遥道：他知道可能是叶星云和莫凡捷足先登了，但君逍遥并不在意，反正只要星宫宝库还在这里，机缘就逃不掉。进入。君逍遥带着一羽和九头狮子踏入宝库大门，随后天星圣子、赵烈、楚红衣等人才来到此地。他们看到星宫宝库时也是呆了一瞬，然后急忙闪身进入其中，生怕夺取不到机缘。至于剩下的天骄，只有极少部分到达了此地，绝大部分修士都是死在了半途，连看都没有看到星宫宝库一眼。星宫宝库内，君逍遥等人在穿梭，整个宝库内分隔出了诸多空间，每一个空间内都堆满了各种珍奇宝贝。没想到下界竟然还有这样的宝库。九头狮子微微啧舌，他的出身也极为不凡，从小资源无数，不过此地的各种宝贝太丰厚了，连他都是有些看花了眼。这些不过是最廉价的而已，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君逍遥淡淡摇头，他的眼光比九头狮子还要高，这些东西根本看不上眼。星宫宝库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最深处。天星圣子等人也是进来了，看到这满地的宝贝，他们也是着实受到了震撼。我能感应得到有浓郁的星辰之力在前方。天星圣子目光一闪，朝着一个宝库隔间掠去。赵烈和楚红衣见状也是紧随而上。这一处宝库隔间内好似一片星空，诸多星辰般的晶体在其中闪烁着。那是星河。天星圣子看得眼眸一震，星河乃是一颗星辰精华的核心，蕴藏着极为浓厚的力量。可以说，一枚星河的能量大致等于一颗下品仙元，而此地放眼望去，密密麻麻，足有数千颗星河，堪比下品仙元的存在。楚红衣美眸也是露出激动之色，赵烈更是忍不住踏步而出，就要收取星河。而这时，一股恐怖的波动传来，在那星河遍布的星空深处，一头巨大的星兽忽然探出了头颅，那是一头宛如巨鲲般的星兽。神火剑。当感受到这头巨鲲的气息波动后，赵烈害得面色惨白。那头巨鲲并没有给赵烈反应的时间，一口便是将其吞下。赵烈，陨落，快逃！天星圣子和楚红衣吓得亡魂皆冒，急忙转身离去。神火境的星兽绝对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然而下一刻，伴随着噗呲一声响，天星圣子再度被巨鲲吞噬，最后仅剩下楚红衣一人。他粉面煞白如纸，以他的实力
定然也逃不过这头神火镜巨鲲的吞噬。就在这头巨鲲张开巨口，即将要吞噬楚红衣时，一道夹带着岁月气息的剑芒横扫而来，直直刺入巨鲲的嘴中。瞬间，巨鲲发出痛苦的嘶吼之声，随之而来的则是火焰剑矢和无畏狮子印等等攻击招式。楚红衣媚容露出劫后余生的惊喜之色，转睛一看，便是看到了那道如同白衣剑仙般的身影，正是君逍遥。一羽和九头狮子左右夹击，对付那头巨鲲。没想到此地竟然会有这么多星河。君逍遥完全没有在意楚红衣，他之所以出手，乃是因为看到了那些星河，每一颗星河都堪比下品仙元，这数千颗星河就相当于数千颗仙元。大罗仙谷的修炼并非只能用仙元，而是可以用任何和仙元能量相当的资源，星河就是其中之一。多谢神子大人相救，红衣感激不尽。楚红衣神情中有死里逃生的欣喜，也有忐忑之意，但他咬了咬唇，还是硬着头皮上前致谢。不必，我只是为了星河而已。君逍遥淡淡应了一声。楚红衣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的笑，他在星辰大陆不知是多少男性天骄的梦中情人，结果君逍遥都没有正眼看他一下。楚红衣也知道自己和君逍遥不可能是一个世界的人，在道谢后便黯然离去了。君逍遥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伤了一位美人的心，即便知道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喜欢他的女人多了去了，难道每一个都要去安慰吗？显然不可能。很快，那头巨鲲就在一羽和九头狮子的合力夹击下身亡。君逍遥则将那数千枚星河收了起来。收取完毕后，君逍遥看向星宫宝库深处，微微一笑道：“接下来就让我看看那叶星云能给我带来什么机缘吧。”另一边，提前一步进来的叶星云和莫凡并没有在其他地方耽搁时间。虽然那些机缘都让莫凡看花了眼，但叶星云知道最主要的机缘和传承都在星宫宝库深处，他们也是抢先一步到了。放眼看去，一座厚重的青铜巨门横呈在其中。莫凡，看你的了。叶星云道。莫凡暗暗恼恨，这叶星云简直就是拿他当工具人使。但莫凡也是无奈，只能上前伸出手贴在青铜巨门上。体内的星辰小人传出一股星辰之力，整个青铜巨门轰隆隆打开。就快得到了属于我叶星云的机缘，到时候就可以和君逍遥抗衡了。叶星云呼吸都是开始急促起来。最后，青铜巨门终于打开，其中的景象展露在了叶星云眼前。整片殿堂极为宽广，足足有6具硕大的傀儡分列两旁。这6具傀儡通体星般闪烁，像是由星辰陨铁打造而成，弥漫着圣境的气息。这是烈星神傀。叶星云心神一震，这烈星神傀可是圣人级别的傀儡，哪怕在仙域都很少见，毕竟堪比圣人级别的傀儡还是很稀有的。而这里足足有6具烈星神傀，但最主要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在6具烈星神傀的中央，有一尊高大的星辰王座。王座之上，一道身披日月星辰般的人影正巍然正坐其中，正是在叶星云记忆之中出现过无数次的身影。那道身影高大而威严，身上披着的星袍仿佛镌刻着日月星辰，他就那么坐在星辰王座之上，万古死寂，如同一位不屈的至尊。叶星云激动到身体都在发颤，这就是在他记忆之中出现过的那道顶天立地的宏伟身影。虽然在这道身影之上已经感觉不到丝毫生命气息，但是那种威严霸绝之气却经久不散，直到现在都令叶星云和莫凡两人感觉到窒息。那位难道就是无极星郡无极星宫史上的传奇人物？莫凡同样震惊，他没想到无极星郡的遗骸竟然存在于这座星宫宝库之内，而同时他体内的星辰小人竟然是开始散发出炽热之意，好像受到了某种共鸣。难道我才是无极星宫的传承者？感受着体内星辰小人的反应，莫凡心头不禁一喜。叶星云看向无极星郡遗骸，让他激动的并非是遗骸本身，而是遗骸身边的那些东西。在星辰王座旁倚靠着一把银色的长弓，整柄长弓虽布满裂纹，但是那种隐约散发出的气息却是带着一股强悍之意。那是无极星郡的贴身兵器诛心破灭弓。叶星云看的呼吸都是急促了，他下界之前早就做好了功课，对于无极星郡颇有几分了解。那银色长弓应该就是无极星郡的兵器诛心破灭弓。诛心破灭弓是一把至尊器，甚至都快达到了准帝兵的级别。神兵的等级分为王侯兵器、古圣兵、至尊器、准帝兵以及帝兵。至尊器那可是至尊蕴养的兵器，拥有滔天威能。虽然这诛心破灭弓随着无极星郡的大战而破碎，但价值也是无穷。但是这还不是最令叶星云激动的，最令他激动的乃是在无极星郡遗骸前有一团五彩斑斓、闪烁星辉，如同水银般物质，正是星辰大陆的世界本源。叶星云的呼吸都好像在这一刻停止。世界本源是何其珍贵的东西，若是能够得到，融入己身，加上诛心破灭弓，还有无极星君留下的种种武学神通等等，叶星云会强大到什么程度？怕是叶星云自己都无法想象。太好了，隐忍许久，终于轮到我叶星云翻身了。君逍遥，救！我们看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叶星云深呼吸一口气，直接上前想要取得世界本源。然而这时，一道生猛凌厉的劲风却是从身后袭来。早就知道你会出手了，蝼蚁。叶星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然笑意，他回身一掌施展绝学，同莫凡碰撞在一起。轰然一声响，
莫凡身形直接被震飞，口中吐出鲜血。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跟随我，说不定我还真能赐予你一个追随者的身份，带你上仙域。结果你却是要自取灭亡。叶星云眸光很冷酷，他也不是什么善人。这些不朽势力的天骄传人最明白什么是弱肉强食。和君逍遥一样，这些下界的修士在叶星云眼中也是如同蝼蚁一般。哪怕这莫凡是星辰大陆的气运主角，也是一样。帮我开启了星宫宝库的大门，你的作用仅止于此，死吧！叶星云一掌，气息澎湃汹涌，对着莫凡脑门轰击而去。莫凡目眦欲裂，心头极度不甘。而就在这时，他体内的星辰小人忽然脱体而出，化作一道流光，遁入了叶星云的脑内神宫。叶星云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倏然一震。在他神宫内，好似有一道顶天立地的巍然身影出现。那星辰小人竟是化作了无极星君的模样。怎么会这样？神宫内，叶星云的真灵在这股恐怖的威压之下颤抖。总算有机会了，本星君以后会好好利用你的星辰王体。无极星君残魂冷声道。那星辰小人竟是由无极星君的残魂凝聚而成的。听到这话，叶星云如遭雷击，浑身一震。这无极星君残魂竟然要夺舍他！不可能，我难道不是无极星君的转世身吗？怎么会这样？叶星云的真灵大叫，无法置信。他不是至尊转世身吗？怎么现在无极星君反倒要夺舍他了？哼，愚昧，本星君不过是施展了一些小手段，你还真上套了。原本你在仙域身边还有护道人，本星君完全没有机会夺舍你，但现在你还是按照本星君的计划一步步上钩了。你从来就不是本星君的转世身，本星君只想夺舍你的星辰王体，重活出一世。这一世，本星君要进入十界裂隙，登上英灵祭坛，开辟出一条前人未走出的道路，正道成帝。无极星君的话回荡在叶星云的神宫之内，令他整个人都是呆滞了。叶星云从来就不是什么气运所中的天之骄子，他只是一个被愚弄、被设计的工具人而已。之前叶星云还嘲讽说莫凡是工具人，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工具人，而且还更凄惨。无极星君将要湮灭他的真灵，然后入住其中。以无极星君的手段，他有信心能够瞒天过海。不，这不是真的！叶星云发出嘶吼和尖叫，长久以来的隐忍谋划，最后却是落得一个这样的结果，这让叶星云几乎要癫狂了，无法相信。他还想着获得机缘之后就去报复君逍遥，找回场子，结果现在呢，自己的意识都要被湮灭了。无极星君，我乃叶家天骄，你若这样对我，万一被发现，叶家不会放过你的。叶星云恐惧，只能扯叶家的虎皮。啊，放心，以后我会完美的替代你。无极星君冷然一笑，他曾进入过十界裂隙，得到过一门奇异的神魂转生之法，此法可以让他残魂活出第二世，夺舍天骄，再攀巅峰。从那时起，无极星君就开始谋划了。而之所以锁定叶星云，是因为他的星辰王体日后可蜕变为星辰神体，而且也和无极星君的属性契合。至于为何叶星云能够觉醒那些记忆，那自然是因为星辰神体和星神王体之间隐约会有某种共鸣感应。无极星君残魂就是凭借这种手段开始设计的，而莫凡也只不过是他的另一颗棋子而已。总而言之，一切都在无极星君的算计之中。他的残魂直接是将叶星云神宫内的真灵给湮灭了。堂堂荒古叶家的天骄，竟是以这样一种荒唐的方式落幕，也着实令人唏嘘。叶星云的表情恢复了平静，双眸之中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冷傲。一旁的莫凡也是完全呆愣在了原地，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变。而就在这时，一道啧啧的感叹声忽然响起。没想到啊，千算万算的叶星云最后反倒是坑了自己。无极星君，好手段啊！叶星云此刻应该称之为无极星君，眼眸抬起，看向前方，两人一兽淡淡走来，正是君逍遥，一语九头狮子。不愧是曾经在仙域都闯出过一番名声的无极星君，这等手段倒是令人大开眼界。君逍遥嘴角露出淡淡笑意。说实话，君逍遥一开始都是差点认为叶星云可能是无极星君的转世，不过后来一想，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加上莫凡的出现，更是让君逍遥产生了疑惑。直到现在，君逍遥的疑惑总算解开了。原来不论是叶星云还是莫凡，都不过是无极星君手中的棋子而已。叶星云以为自己是无极星君的转世身，其实不过只是一具傀儡。莫凡以为自己是星辰大陆的天地主角，其实也是无极星君的安排。若真要说来，无极星君应该才是星辰大陆的天地主角，莫凡只是伪主角。而这只在幕后安排的黑手，如今总算是浮现出了水面。无极星君看向君逍遥，神色依然带着居高临下的冷傲。君逍遥在年轻一代的确很强，身份也很高，但现在是在下界星辰大陆，这里是无极星君的主场。无极星君也是曾经纵横一世的顶级强者，试问会害怕一个年轻后辈吗？荒古君家君逍遥在搜寻了叶星云记忆后，本星君也知道你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一位荒古圣体倒是有资格追随本星君。君逍遥的天资之妖孽，令无极星君这种大人物都是暗暗有些啧舌。特别是在搜寻了叶星云的记忆后，无极星君能感觉得到叶星云对君逍遥几乎是带着一种恐惧的情绪，由此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君逍遥在仙域年轻一代心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分量。然而听到这话，一语却是眉头一掀，厉喝道：敢对公子口出狂言，大胆！
他抬弓拉箭，一道缭绕着太阳真火的箭矢，如同火龙一般爆窜而出，虚空一阵涟漪散过。无极星君脸色淡淡，如今他虽是夺舍了叶星云的身躯，但毕竟是纵横一世的至尊，岂会没有一点手段？你也是玩弓的吗？无极星君探手，星辰王座身边那一把破碎的诛心破灭弓主动掠来，落入他的手中。无极星君拉弓开弦，叶星云的星辰王体之力被他发挥到极致，9天星辰之力汇聚，化为一道星光灿灿的箭矢暴掠而出，一箭破开了一羽的箭矢，对着一羽爆射而出。怎会？一羽诧异，他是一族传人，更拥有一神血脉，弓道上被压制，这还是第一次。君逍遥见状，五指握拳，神能澎湃，一拳砸出，虚空都要碎裂。那星光箭矢直接是被轰碎为漫天光点。一代至尊，这样对后辈年轻人出手不太好吧？君逍遥平淡道。看到君逍遥一拳化解了自己的攻势，无极星君眸子越发深邃了。如果是无极星君本尊，君逍遥哪怕再逆天也不可能打得过，但现在只是无极星君的一缕残魂夺舍了叶星云的身躯而已。无极星君手段再多再强，那也要依托于叶星云的肉身，这也是君逍遥从容不迫的原因。他并不忌惮无极星君，不愧是荒古圣体，本星君都有点想夺舍了呢。无极星君微微眯起眼睛，他这一世要进入10界裂隙，踏上英灵祭坛，开辟出一条前人都没有走过的道路，所以对他而言，肉身自然是越强越好，能活下去才有可能开辟出道路来。所以无极星君心里也是有了新的想法啊，那你便试试看。君逍遥眼中闪过冷芒，无极星君敢把注意打在他的头上，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找死！一羽和9头狮子皆是愤懑，忍不住要出手。让我来，你们对付不了他。君逍遥一步踏出，一羽和9头狮子虽然都很强，但和无极星君这种老油条相比，还是嫩了点。君逍遥手持盘黄岁月剑，如骨之剑先折尘，整个人充斥着一种超然的仙气和道韵。他催动神象镇狱境，背后延展出恶魔之意，身形画出急速，直接杀向无极星君。敢主动对本星君出手，有勇气。无极星君冷然一笑，他好歹也是一位至尊，虽说现在只是夺舍了叶星云的肉身，但实力显然不是一般的年轻天骄可比的。无极星君连开9弓，9根星辰箭矢前后练成一条线，对着君逍遥爆射而去，正是9星连珠之法。君逍遥浑身法力澎湃，灌注进手中的盘黄岁月剑当中，一剑扫出，加持鹿仙剑诀，顿时虚空中有群仙陨落的景象显化而出，一剑碎裂了空间，剑气澎湃，弥漫着岁月气息的剑芒直接是将9根星辰箭矢同时湮灭。君逍遥踏步而上，一手剑芒挥去，另一手则捏冰伐绝，浩荡的神兵洪流暴涌而出，充斥在整座殿堂之内。君逍遥的强大攻势令无极星君眼眸一闪，显然也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过无极星君脸色依旧平静，他单手掐印轰出，一方如同银色山岳般的大印轰隆隆碾压而出，那万道神兵直接是被大印撞碎。君逍遥见状，催动神象镇狱境之力，汹涌的气血如同火山一般喷发而出，在他的头顶如同实质般的黄金神像出现，仰天一声长啸，整座星宫都在颤抖。他抬剑而起，37亿斤的神力汹涌澎湃而出，这一剑斩下，诸天都要碎裂。哪怕是脸色从容淡然的无极星君，此刻脸色也是变了。君逍遥周围的虚空都是散发出丝丝裂痕，那是因为君逍遥的肉身力量太强了，几乎打破了空间承受的极限，因此才会出现裂痕。哪怕是荒古圣体，肉身力量也不可能强到这种程度。无极星君诧异，他纵横一世见过不知多少年轻妖孽，但像君逍遥这么妖孽的还是第一次见。更加麻烦的是，无极星君才刚夺舍叶星云的肉身，还没有完全磨合，根本不可能发挥出100%的实力。难道今天他无极星君会翻车？君逍遥一拳轰出，压根不用施展什么招式，37亿斤的神力迸发而出，比什么大神通都恐怖。下界的空间规则甚至承受不了这么强大的力量，空间寸寸崩裂。无极星君的脸色也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他布局许久，走到这一步可不想阴沟里翻船。混天大手印，无极星君再度出手了，一手探出，仿佛显化出了一片混沌的星辰，同君逍遥的拳芒碰撞。轰！一声巨响，如平地惊雷，狂猛的涟漪四散震荡。在这般剧烈碰撞当中，无极星君赫然是被震退的那一个。他的手臂上鲜血直流，森白色的骨头茬子都是刺破了皮肤。但无极星君的脸色并没有痛感，好似这不是他的肉身一般。只是无极星君神色中带着一股震惊和无奈。他震惊的是君逍遥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无奈的是堂堂无极星君竟然受制于肉身之力，无法发挥全部的力量。叶星云的肉身乃是星辰王体，按理说已经是极为不错了，但和君逍遥的荒古圣体相比，依然没有可比性。无极星君心底在感叹的同时，也是施展出了急招。他知道如再不全力出手，很可能就阴沟里翻船了。无极星君的整个肉身都是翻起了一层星辰神芒，无数光点从他体内浮现而出，将其肉身渲染得如同一张星图一般。这是属于星辰王体的王体意象。星辰四绝天，层层叠叠的星空压迫而来，仿佛诸天星宇之力都是汇聚在了一起。这股波动极为强悍，令得一羽和九头狮子都是有种危机感。这种王体意象之前叶星云无法施展，但曾经身怀星辰神体的无极星君却是可以顺畅的施展出来。王体意象吗？君逍遥看着那层层叠叠压迫而来的星空，
他的脸色如古井无波。但见君逍遥单脚一跺虚空，金色神芒澎湃如潮，周围空间内一尊尊圣人虚影浮现而出，正是圣体异象，万圣朝拜。随着圣体异象被祭出，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轰然盖压而下，同无极星君的星辰四绝天相碰，两大异象碰撞，整座殿宇都是摇摇欲坠。无极星君再度被震退。如果星辰王体蜕变成为了星辰神体，那自然可以抗住君逍遥的圣体异象，但眼下王体异象又如何是圣体异象的对手？看到君逍遥再度占据上风，一羽和九头狮子都是有些兴奋，他们所跟随的主人果然是无敌的存在。而另一边，莫凡已经是看呆了，他没想到就连无极星君出手都对付不了君逍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无极星君，时代变了。君逍遥一面说着，脚步横踏虚空，他一拳轰出，轮回之力弥漫，正是禁忌拳法六道轮回拳。6个恐怖的轮回漩涡伴随着拳芒浮现，好像要将人的肉身连带着灵魂都拉入其中，彻底搅碎。无极星君脸色终于变了，这禁忌拳法令他都是产生了一种极度的危机感，像是要被拉入轮回之中毁灭。咔哧，这一拳下去，无极星君的肉身都是被打裂，鲜血四溅。叶星云的星辰王体根本承受不住君逍遥的拳芒，不但如此，君逍遥的胸口也在同时发光，黑白两色的轮回孽光浮现而出，黑色光芒扫去，叶星云的肉身都是开始急速老化，生命精华都好像要流逝殆尽。至尊骨，无极星君忍不住一声低吼，荒古圣体叠加至尊骨，绝对的妖孽体质，哪怕无极星君实力再强，经验再丰富，但只拥有叶星云的肉身，完全无法发挥出力量。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叶星云的肉身底子在这里，无极星君心有力而力不足。该死，这叶星云的肉身还是太差了。无极星君心头暗骂道，如果叶星云在天有灵，听到这话八成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你他娘夺了老子的肉身，竟然还嫌弃老子的肉身弱，这样下去不行。无极星君眼眸变幻，他盯着君逍遥，之前的想法逐渐坚定，君逍遥的肉身才是最为完美的，只有夺舍了君逍遥的肉身，他才有可能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无极星君，尘归尘，土归土，你也别活第二世了，安心去吧。君逍遥眸光冷漠，如同神奇，他手持盘黄岁月剑，一剑对着无极星君眉心刺去，就要剿灭其神功。而就在这时，一点星芒忽然从其眉心拖出，直接遁入了君逍遥的眉心。公子，主人！一羽和九头狮子脸色都是一变。而此刻，在君逍遥神宫之内，无极星君神魂出现，他拥有神魂转生之法，对于夺舍之类的最为擅长。然而无极星君一来到君逍遥神宫时，整个人都是有些懵头了。无极星君眼睛微微睁大，按理说以他的强者心态不可露出这种表情，但现在无极星君的确是受到了极度的震撼。出现在他面前的乃是一座无比巍峨恢宏的神宫，整座神宫仿佛天上的仙宫宝阙一般，弥漫着仙气，周围的那些灵魂力甚至都化为了液体，澎湃而汹涌。这是一个人的神宫？无极星君整个人都是傻了，怀疑人生。他之前夺舍叶星云，叶星云的神宫仅有一间房屋大小，如果说叶星云的神宫是一间茅草屋的话，那么君逍遥的神宫就是天上神仙住的凌霄宝殿，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怎么可能？这种神宫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一个后辈身上？无极星君简直要疯了！哪怕是从娘胎里开始修炼灵魂力，也不可能让神功强到这种程度。他自然不知道，君逍遥从3岁起一直在用混沌神魔观想法修炼神魂，从未有一天落下。而这座恢宏的神宫就是君逍遥的收获。无极星君，本神子该说你的聪明呢，还是愚蠢呢？竟然还想夺舍本神子！神宫之内，君逍遥的真灵浮现，光辉万丈，如同神明。啊，你的神功的确出乎本星君的预料，不过正好，这一切都是属于本星君的。无极星君抬手就准备磨灭掉君逍遥的真灵，真是愚昧啊！君逍遥的真灵嘴角露出一抹嘲讽，他打了一个响指，然后苍穹云层之中，一道巨大的漆黑阴影突兀地浮现而出，带着一股灵魂的压迫。这是无极星君神魂在颤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大恐怖。无极星君是何许人也？纵横一世的强者，甚至在仙域都闹出过大风波，但是现在无极星君却在颤抖，神魂瑟瑟发抖。他眼下不过只是神魂体而已，刚想湮灭君逍遥的真灵，没想到就发生了这种变故。那一道巨大的阴影终于是彻底展露了出来，乃是一口沾染着斑驳鲜血的混沌神魔。神魔转动间，仿佛有神魔哭嚎的声音传出，听得人头皮发麻。混沌神魔正是混沌神魔观想法所衍生出来的至强神魂攻击武学，这种恐怖的灵魂神通最克制的就是各种真灵、灵魂体等等，他对肉身的攻击力几乎为零，但对真灵、元神、灵魂等等却是有着200%的杀伤力。也难怪无极星君会颤抖了，这是什么灵魂大神通？无极星君忍不住嘶吼一声，那股恐怖的压迫感简直快要让他崩溃了。无极星君抽身就想离去，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君逍遥的真灵嘴角露出冷笑，神宫空间内那如同一方黑色大陆般的混沌神魔直接是轰隆隆碾压虚空，对着无极星君镇压而去，一股恐怖的吸力爆发，无极星君想逃都逃不走。
最后竭力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然后就被混沌神魔镇压了。混沌神魔每转一圈，无极星君的灵魂都会被磨灭掉几分。不，本星君纵横一世，布局至今，岂能栽在你一个后生小辈手中？无极星君的灵魂发出不甘的怒吼，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在君逍遥手中。深远的布局，重活一世的野望，还有开辟道路的决心，在这一刻都彻底覆灭。无极星君的不甘可想而知。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是不知道后浪的可怕吗？君逍遥淡淡一笑，他出身荒古世家，资源无数，天资无双，一出生就高高在上，身份尊贵，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后浪了。被这样的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也不冤啊！本星君恨啊！最后混沌神魔中传来了无极星君的悲愤之音，堂堂一代至尊枭雄就此彻底陨落，消泯世间。而在外界，一羽和九头狮子的神情都带着一丝紧张。至于那莫凡，没有离去，因为有一羽等人在，他想跑也跑不掉。难道无极星君夺舍成功了？莫凡揣摩道。如果无极星君夺舍成功了，那他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下一刻，君逍遥终于是睁开了双眸，眸光依然澄澈且平静。君逍遥的目光在这一刻同莫凡对上，他眼中露出一缕隐隐的嘲讽，令莫凡的心一沉。莫凡，你是不是很想看到本神子被夺舍？君逍遥的话令莫凡的脸色瞬间煞白如纸，而一羽和九头狮子则都是松了一口气，他们露出极度的钦佩之色。连无极星君想要夺舍，都奈何不了君逍遥。无极星君他，莫凡语气带着颤音，他活不了第二世了。君逍遥冷淡道。莫凡听得心肝都在颤动，很明显，无极星君已经彻底陨落了。扑通一声，莫凡直接是双膝跪倒在地，磕头道：我错了，求君家神子饶我一命。饶你一命？你释放罪族，给玄天宗带来了浩劫，别说你只有一条命，便是100条命都难抵你的罪过。君逍遥语气冷漠如冰，他二话不说，一巴掌拍向莫凡。不！莫凡起身转身就要逃走，噗！一巴掌过去，已经看不到莫凡的身影了。他被打爆成一团血雾，死的不能再死。至此，此地的问题都解决了。叶星云被夺舍，无极星君被君逍遥所灭，莫凡也陨落了。君逍遥拿起那把诛心破灭弓，是件不错的至尊器，日后甚至有蜕变成准帝兵的可能。君逍遥打量了诛心破灭弓一眼，然后便是扔给了一羽。公子。一羽拿着诛心破灭弓，一时呆住了。这可是至尊器啊！若是修复，然后继续温养下去，说不定会蜕变成准帝兵。如此稀有的神兵，君逍遥竟然随手甩给他了。公子，这太贵重了，一羽不能拿。一羽拱手递上诛心破灭弓，让你拿着就拿着。你家公子是缺少至尊器的人吗？君逍遥摆了摆手，他已经拥有盘黄生灵剑了，而且他若真想要准帝兵，哪怕君家也会给他。所以兵器君逍遥是不缺的。这柄诛心破灭弓也刚好合适一羽使用，在他手中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一羽想了想，倒也是，君逍遥是不缺兵器的。不过这种真诚对待的态度，依然让一羽心中感动，朝君逍遥拜了3拜。君逍遥看了下那6具烈星神魁，随手将其收入了空间法器内。6具圣人级别的烈星神魁，在仙域都不多见，在这下界更是能发挥出极大的作用。接下来镇压其他罪族，刚好可以用到烈星神魁。不过圣人级别的烈星神魁，催动起来也代价巨大，最少也需要下品仙元或者星河之类的能源。好在之前君逍遥得到了数千枚星河，不然的话，倒真有点舍不得催动。最后，君逍遥的目光落在了星辰王座之上那一团世界本源上。君逍遥上前一看，星辰大陆的世界本源同样五彩斑斓，其中遍布着星辰般的光点。君逍遥之前已经从林峰身上得到过一小部分天玄大陆的世界本源，而现在在君逍遥的面前是星辰大陆全部的世界本源。感受着这团世界本源内所蕴藏的无尽玄奥气息，饶是见多了宝贝的君逍遥亦是啧啧感叹。本来无极星君在夺舍后应该会自己将这团世界本源炼化，结果现在全都便宜了君逍遥。君逍遥将这团世界本源收入囊中，他要开辟自己的道路，以身为重，所以这世界本源自然不会当作仙种用，而会成为他的资粮。等此地事了，差不多也该回天玄大陆，把林峰这颗韭菜割一割了。君逍遥心想道，因为君逍遥要走出一条专属于自己的路，而这条路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开辟的，所需要的能量肯定会很大，所以君逍遥要未雨绸缪。他觉得世界本源可能是最有用的辅助之物，多多益善。现在他已经拥有了星辰大陆的世界本源，还拥有天玄大陆的小部分世界本源。下一步，君逍遥准备把林峰收割了。过了这么久时间，林峰也应该获得天玄大陆剩下的世界本源了吧？在得到星辰大陆的世界本源后，这处殿堂看似就没有其他可取的东西了。最后，君逍遥的目光落在了无极星君的遗骸上，那是他上一世的尸体，遍体鳞伤，威严端坐在王座上，看上去倒像是一个枭雄人物。若没有遇上君逍遥，说不定还真能成功活出第二世。君逍遥上前扫了一眼无极星君的遗骸，露出一缕若有所思之色，然后抬手探出。我去，主人这是要摸尸？九头狮子啧舌，君逍遥真他妈是个狠人，连摸尸的机会都不放过。
君逍遥摸索了一阵后，收回了手，手上则多了一个香囊。对，没错，就是一个香囊，而且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经久不散。我勒个去，这无极星君还是一个娘炮，竟然用女人的香囊！九头狮子的9个头都是露出诧异的表情。君逍遥轻笑了一下，摇头道：“这不是无极星君自己的东西，是信物。”信物？九头狮子歪着头。进入10阶裂隙的信物。君逍遥道：“之前东玄老祖就和他说了，除了一些大气运者、大毅力者能进入10阶裂隙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信物进入。10阶裂隙内的阴灵祭坛，曾有无数古之人皆想要在上面正道，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不过绝大多数都是陨落了，而他们陨落之后，难免会留下一些遗物，沾染了阴灵祭坛的气息，最后流传了出来。外面的天骄就可以通过这信物的气息，找到10阶裂隙的入口地点。而这香囊显然是一位女性人杰遗留下来的。收起香囊后，君逍遥也是准备离开了。他得到了数千枚星核、6具裂星神魁、星辰大陆本源以及进入10阶裂隙的信物。至于诛心破灭弓，则赐给了一羽。星宫剩下的那些宝贝，君逍遥这时看不上眼，不过他也没有浪费，叫一羽和9头狮子收着，之后可以留给玄天宗当做资源底蕴。一番搜刮之后，君逍遥等人也是走出了星宫，离开了暗域。就在君逍遥步伐踏出暗域的那一刻，有恐怖的气息猛然爆发而出，带着至极的愤怒。3道人影踏立在虚空，皆是散发出强大的准圣气息。天哪，3位准圣！一些侥幸走出暗域的修士，一个个看得头皮发麻。这3位准圣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对，他们好像是针对君家神子的。一些修士注意到了，那3位准圣目光都是锁定在了君逍遥身上。巴山爱神子安然从星宫走出的楚红衣，媚眸也是露出担忧之色。若不是有君逍遥随手相助，他不可能活着从星宫宝库走出来。所以此刻看到君逍遥出现危机，他自然会担心。君逍遥本人脸色倒是从容，他抬起眼睑，语气再平淡不过道：“叶家的3位准圣，这是何意？”君逍遥老早就猜到了，叶星云下界不可能没有护道人，只是因为暗域的限制，护道人也无法踏入一步。3位准圣之中，位居中间的一位山阳虚老者踏了出来。君逍遥倒也并不陌生，这位老者正是叶星云的老仆福伯。君家神子，星云少爷他的魂灯灭了。福伯脸色带着一股悲戚之意，旁边2位准圣目光则是如同鹰隼一般凌厉，死死盯着君逍遥。他们都知道叶星云和君逍遥曾有过多次冲突，如果说叶星云陨落，谁的嫌疑最大？无疑是君逍遥。而且在这下界暗域内，唯一有能力杀了叶星云的，也就只有君逍遥了。如果我说不是我杀的呢？君逍遥淡然道。倒不是他害怕，想要辩解什么，本来就不是自己的锅，为什么要自己背？哼，不是你杀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杀叶少爷？福伯旁边的2位准圣冷哼道。君逍遥眉梢一挑，脸色陡然一沉道：“本神子解释是不想平白无故背这个锅，真以为本神子怕了你们？”君逍遥话语落下，那冷冽的气势令得2位准圣都是一时噤声，说不出狠话来。修为上他们不怕君逍遥，但身份上他们也惹不起君逍遥。福伯则摆了摆手道：“神子大人请息怒，老朽只想知道少爷陨落的真相。”福伯的态度让得君逍遥神色稍缓，随后简单2句解释了一下。竟然会是这样！福伯闻言，眼中悲色更浓。他没想到叶星云没有死在君逍遥手中，反而是以这种憋屈的方式死了。真的是这样？另外2位准圣露出狐疑之色。君逍遥冷笑一声道：“若真是本神子干的，杀了也就杀了，区区一个叶星云，本神子会不承认吗？”这番话令那2位准圣眼皮都是一跳，也只有君家神子敢说出这种话了。多谢神子解惑。哎，星云少爷是栽在了自己的骄矜自傲上面。福伯一脸悲色，感觉瞬间又苍老了几分。君逍遥轻叹道：“有你这么忠心的老婆，也算是叶星云的福分。”哪里，老朽可是不称职啊。福伯叹息，随意拱了拱手，有些心灰意冷。随后他们离去了，准备将这个噩耗传回叶家。这种事情其实倒也常见，大争之势，天骄陨落，再正常不过。叶星云只是无数水花中的一朵而已，一下就消失了踪迹。接下来是该返回天玄大陆一趟了，然后便去解决其他罪族的事情，还有找到君万劫的妹妹。君逍遥暗想道。而就在星辰大陆的最后一场风波也趋近于平定之际，在天玄大陆却是掀起了惊天波澜。中央禁区的诸多太古神山联合入世，欲要横推东西南北4域，建立太古种族的秩序。首当其冲的是以东玄道宗为首的人族势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东玄道宗，因为是突袭，所以整个东玄道宗被太古神山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除了东玄宗主等少数几位强者勉强受伤逃出外，其余所有东玄道宗修士全灭。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东西南北4大玄域，一时间天玄大陆人人自危。天玄大陆东玄域一处人族圣地，杀伐声四起，硝烟冲天。天穹之上，一头头巨大的魔蛛出现，地面上也有一个个地洞出现，一头头漆黑狰狞的魔蛛从中涌出。他们来自天玄大陆中央禁区的一座太古神山，名叫魔灵神山，其中栖居着的乃是天魔蛛一族。天魔蛛一族是一脉极强的太古王族，而且生性喜好杀戮，手段残忍。
很快，这一处人族圣地就接近覆灭。而另一边，西玄域一处人族庙宇同样有大战爆发，一头身高足有3丈的巨人出现，他们通体肌肤仿佛覆盖着一层岩石铠甲，不但防御力惊人，而且力大无穷。他们来自南陨神山，乃是太古种族石巨人一族。人族当灭！从此天玄大陆是我太古种族的天下！一位圣人境的石巨人一声怒吼，手持一根巨棒，将一位准圣老僧锤死。同样的场景还在天玄大陆4域上演。几脉实力恐怖到极点的太古神山，欲要趁着十界混乱，血洗天下，建立太古种族的无上秩序。而面对着禁区太古神山的突然攻击，人族圣地、隐士家族等等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不过说句实话，即便人族有时间应对，结果也依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央禁区之所以被称为中央禁区，就是因为太古种族底蕴太深、太强大了，人族势力根本无法应对，所以才将那块区域称为禁区。所以现在太古种族欲要血洗天玄大陆，人族势力哪怕有准备，也是难以抵挡。此刻在东玄道宗，放眼看去，已经是一片废墟，断壁残垣，瓦砾四散，无数东玄道宗修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一群被生青色羽翼的生灵踏立虚空之间，正是青天神山青天大鹏族。然而在这群青天大鹏族生灵中，却是有着一个异类，那是一位青袍少年，眼神中带着一种刻骨的冷厉报复之色，正是林峰。东玄道宗，你听命于那军逍遥，灭我林氏宗族，更让我父亲等人惨死，这就是你们所付出的代价。林峰神色厉然。当初军逍遥说要灭林氏宗族，东玄宗主第一个站出来，恐怕他也没有想到，当初覆灭了一个小小的家族，如今会遭到这等灭宗的报复。整个东玄道宗除了东玄宗主等少数几位强者外，其余所有修士都是尽数陨落在此。就在林峰情绪不稳时，一旁一位身材纤细、有着一头青色短发的少女上前安慰道：“林郎，你不要伤心了，至少这东玄道宗已经覆灭了，你的家族之仇也算得报了。”这位青色短发少女正是青天神山的年轻娇女彭玲，之前也是她和她的兄长彭飞发现了昏迷的林峰。至于现在她对林峰为何这般关心，自然是因为喜欢林峰。你说为什么会喜欢？别问，问就是主角光环。林峰身为天玄大陆的天地主角，若连一个少女都无法征服，那还当个屁主角？如果说军逍遥是依靠个人魅力征服万千少女，那么林峰就单纯只是主角光环而已。他跌宕起伏的经历，还有坚韧不拔的性格，令得彭玲对他颇有好感。听到彭玲的安慰，林峰脸上的仇恨之色依然没有减缓。家族之仇还未报，事情的根源都在军逍遥。如果不是他，我林峰岂会如此凄惨？如果不是他，紫嫣又怎会死？如果不是他，我林氏宗族又怎会覆灭？所以，我林峰必须要亲手灭了军逍遥，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林峰咬牙切齿，眼中喷薄怒火。哼，那位军逍遥，我倒也想会会，不知道他和仙域的金翅小鹏王相比，孰强孰弱？另一边，彭玲的兄长彭飞也是开口了，眼中带着好奇和战意。在他心目中，金翅小鹏王在仙域就是近乎无敌的存在，而那位军逍遥不知能有金翅小鹏王的几分实力。多谢彭飞大哥了，不过林峰还是想自己亲手对付军逍遥。林峰说道。在这段时间内，林峰也是没有辜负军逍遥的期望，收集到了全部的世界本源。现在他的实力已经远比之前要强太多太多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彭玲询问道。只有一个地方，而且东玄宗主等人也应该会逃往那个地方，甚至于所有人族势力都会想赶往那里。林峰脸色冰寒道。林郎，你所说的地方是？彭玲疑惑。隐士家族，纳兰家驻地，上古灵山。林峰笃定道。至于为何林峰如此确定，是因为如今纳兰家族已经是整个天玄大陆的名门望族，声威远播。如今太古神山肆虐，血洗天下，人族势力唯一能够避难的地方，也只有纳兰家族了。既然如此，那就号召其他太古神山一起攻向纳兰家族。彭飞说道。事实也的确如林峰所预料的那般，整个天玄大陆诸多势力都是齐齐汇聚向纳兰家族。至于为什么，自然是因为纳兰家族和军逍遥有关系了。军逍遥身为仙域人族荒古世家神子，身份地位影响力都无人可比。 LT、BGT 在天玄大陆人族心中，军家神子是唯一有可能和太古神山对峙的存在。除了军家神子，众势力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带领他们对抗太古神山。而此刻上古灵山，纳兰家族也是乱成了一锅粥。东玄宗主等少数几人重伤逃来，脸色灰败。纳兰家主，你一定要发消息给神子大人，让他来帮帮我们。东玄宗主叫道。哎，这我们也没有公子的联系方式，再说了，公子有自己的事情要办，我们也不好打扰啊。纳兰战叹息一声道。他又何尝不想找军逍遥，但根本没有联系方式，而且即便有，他们也不敢打扰军逍遥。那该怎么办？太古神山恐怕不久就要攻来了，到时候我们就全完了。东玄宗主悲呼道。他算是很惨了，整个东玄道宗就剩下他们几个光杆司令了。一旁一位容颜精致绝美的少女，俏脸也是带着忧愁之色，正是纳兰若曦。公子会来吗？纳兰若曦心里喃喃，她只想再见到军逍遥。天玄大陆战火四起，硝烟弥漫，以青天神山
魔灵神山、南陨神山等势力为首的太古种族从中央禁区而出，血洗四方，甚至连东玄道宗这种至强人族宗门都是一夕之间被覆灭。一时间，整个天玄大陆的人族都心有戚戚焉，仿佛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事实也的确如此，太古神山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所有人族男子尽皆斩杀，女子则贬为奴隶。这就导致了许多人族修士都在急切寻找一个依托，而纳兰家族无疑是最能让人依靠的那一个势力。毕竟纳兰家族和仙域、荒古世家神子有关，太古神山再如何嚣张，面对仙域、荒古世家之人，应该也会忌惮几分吧。就在许多人族心里这样设想时，情况确实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青天神山、魔灵神山、南陨神山等势力竟是不约而同朝着纳兰家族的地域行去，而且看样子根本不像是有丝毫忌惮的样子，这令诸多人族修士都是心底慌张。难道太古神山连仙域的不朽势力传人都不忌惮了？这时候已经有许多人族势力都汇聚在了纳兰家族所在的上古灵山，而纳兰家族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是心情凝重，最不愿看到的局面还是发生了。看来那太古神山是要冲着我们纳兰家族来了，毕竟我们算是最硬的一颗钉子。纳兰家族大堂内，纳兰战深深一叹道：如今纳兰家族的确是天玄大陆最为风光的家族，甚至下界的子府圣地都是为纳兰家族马首是瞻。不过哪怕有纳兰家族，加上子府圣地，再加上这些天汇聚而来的诸多人族势力，哪怕捆绑在一起，想要抗衡太古神山，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太古神山每一脉都极为强大，有数尊圣人坐镇，各大太古神山的圣人数量加在一起，绝对能够达到2位数。而人族势力这边到现在为止，圣人数量也没有突破10位。这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太古神山的袭击太突然了。一些人族圣人还有准圣，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被太古神山围杀，最后含恨陨落。因此这一场大战若发生，对纳兰家族这边是极为不妙的。就在整个天玄大陆形势严峻时，星辰大陆这边却是逐渐稳定了下来。随着暗域风波过后，整个星辰大陆彻底平静。君逍遥也是将从星宫宝库内搜刮到的各种资源都交给了玄天宗，进一步增强了玄天宗的底蕴和实力。不过玄天宗主却是告诉了君逍遥一个消息，乾隆大陆大印皇朝那边有消息传来，罪族四起，动乱爆发。不过好在大印皇朝的底蕴算是5大追随者势力中最强的，所以短时间倒是不会出现太大的危机。但若是拖延下去，会发生什么意外和变故，那就说不准了。明白了，等我回天玄大陆解决一些小事后，便会去乾隆大陆。君逍遥道。他口中的小事自然就是收割林峰这颗韭菜。星辰大陆之事彻底结束后，君逍遥便是带着9头狮子、一羽、苏子琼还有东玄老祖3人前往了跨界传送阵。靠着跨界传送阵，君逍遥等人再度回到了天玄大陆。他们从无尽海一路踏上了岸，而就在君逍遥登上大陆的那一刻，他的眼底闪过一缕暗光，有些不对劲。君逍遥呢喃道：主人，怎么了？一旁苏子琼询问道。风中有硝烟的味道。君逍遥道。随后他们路过一些城池、宗派势力驻地，发现全都变成了一片废墟。这到底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东玄老祖等人也是摸不着头脑。特别是东玄老祖，天玄大陆算是他的家乡，现在家乡变成了这般模样，令他有些愤怒。不多时，一语找到了一个幸存下来的修士。那位修士一看到君逍遥等人，便是面露惊愕，语气结结巴巴地道：难道是君家神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君逍遥问道。听到君逍遥承认身份，那位修士突然喜极而泣，嚎啕大哭了起来。死了，我宗门的师兄师姐还有师傅他们都死了。这位修士大哭道。把事情说清楚。君逍遥道。随后这位修士也是将近段时间天玄大陆发生的动乱都是告诉了君逍遥。原来如此，中央禁区太古神山。君逍遥喃喃，可恨那群中央禁区的太古生灵未免也太过分了。东玄老祖气得脸色都是赤红，特别是听到东玄道宗覆灭的消息，东玄老祖牙齿都是咬得咔哧响，恨不得直接灭了那群太古生灵。去纳兰家族吧。君逍遥的脸色反倒十分平静，没有任何波澜。下界的这些生灵涂炭、战争动乱，在君逍遥眼中就像是2个蚁巢的蚂蚁在打架。但不论怎样，君逍遥终究还是人族，而且东玄道宗也是听了他的命令才去覆灭林氏宗族的，所以君逍遥倒也不能置之不理。林峰这回勾结上了太古生灵嘛，倒是有点气运。不过可惜君逍遥轻轻摇头，别说是下界的太古王族，便是太古皇族来了，也休想保住林峰。LT BJ GT 君逍遥等人以极快的速度赶往纳兰世家，而此刻纳兰世家则进入了全线备战状态。远处有浩浩荡荡的硝烟弥漫而起，大地在震动，如同鼓面一般颤抖。他们来了！上古灵山内，一些人族修士发出叫喊声。远处天际和地平线黑压压的黑潮席卷而来，细细看去，赫然是一头又一头太古生灵。而且这不止一脉势力，青天神山、魔灵神山、南陨神山、离火神山，一脉脉太古神山都在其中，汇合成毁天灭地的大军，横推一切敌。纳兰战、东玄宗主等一众人族头领也是现身，
一些人族圣人也是接连现身，不过他们的数量比较少，且一个个脸色都是凝重至极。纳兰若曦也出现了，她精致俏脸没有丝毫畏惧，也带着一丝坚毅。她不想让君逍遥看不起她，认为她是一个懦弱的女子。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了数日之后，这些太古神山生灵终究还是打上门来了。虽然已经有所预料，但当真正看到那铺天盖地汹涌来的太古生灵时，哪怕是纳兰战那缩在袖口内的手掌都是在微微颤抖。这场面令人心颤，带给人压抑与惶恐之感。所有人族修士脸上都是露出忐忑与惊慌，这种局面太令人绝望了。魔灵神山一头头天魔蛛出现，带着滔天的煞气，蜘蛛腿如同黑色的长矛一般锋锐。南陨神山一群石巨人现身，奔跑而来，大地都在颤抖，沿途撞塌一座座山峰。离火神山一群浑身缭绕火焰的生灵出现，他们乃是火灵族，天生亲和火焰，实力强劲。还有青天神山青天大鹏族，他们震动青色的翅翼，天地间都是刮起了风暴。此外还有诸多神山，各色太古生灵满满当当的包围了上古灵山。这就是人族最后的大本营吗？今日也当灭了。魔灵神山一头金色的大蜘蛛出现，弥漫着圣境气息。那位是魔灵神山的金蛛老祖。许多人族老一辈修士倒吸了一口凉气。金蛛老祖乃是魔灵神山一位辈分极高的老祖，沉眠许久，没想到今日也出现了。光是这一位金蛛老祖，估计都可以抗衡2位人族圣人了。南陨神山石巨人中也有圣境大能开口，赶快灭了这一驻地，别给人族希望。没错，世界动乱，也该是我太古种族崛起的时候了。离火神山的火灵族圣人也是开口道，语气含着杀意，无比冷漠。听到这些太古神山圣人的话，人族众修士脸色都是难看到了极点。在他们口中，人族好像是随手就可灭杀的畜生一般，根本无法让他们重视。而这时，青天神山中走出了一位青袍少年。纳兰家族，还记得我吗？你，林峰。纳兰若曦玉手掩住红唇，美眸睁大，透露出极度惊诧的神色。这林峰不是被君逍遥重创，几乎濒死吗？按理说，以他那样的伤势，应该不可能活下来才对。看到纳兰家族众人吃惊的表情，林峰嘴角露出冰冷笑意道：在没有亲手灭杀君逍遥，没有报复纳兰家族之前，我林峰岂能死去？他看向纳兰家族的神情带着极度的冰冷。东玄道宗只不过是林峰要报复的对象之一，他真正要报复的是君逍遥和纳兰家族。看到这从青天神山中走出的林峰，许多人族修士都是懵了。林峰身为人族，怎么和太古生灵混到一路去了？东玄宗主见状，猛地反应了过来，语气冷冽，咬牙切齿道：林峰，原来是你！他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东玄道宗会遭到那样突兀和迅猛的打击，原来都是这林峰在从中作梗。林峰冷笑道：没错，是我带着青天神山最先向你们发动攻击了，因为你们该灭。林峰，你这个畜生，身为人族，竟然投靠太古生灵，就是你不配当人！上古灵山内，诸多人族修士破口大骂。林峰的脸色越发阴沉了下去。他投靠太古种族，乃是不得已的事情，没有太古神山的帮助，他就无法报复君逍遥，无法报复纳兰家族。哼，管你们说什么，反正都快是一群死人了。林峰眯起眼睛。纳兰战一步踏出，扫视四方太古神山，沉声道：你们造下如此杀孽，就不怕得罪公子吗？纳兰战的话令得喧闹的天地罕见的静了一瞬。所有太古生灵都知道纳兰战口中的公子指的是谁。一些太古生灵眼中露出些许忌惮之色，毕竟是仙域不朽势力传人，恐怕没有人会不忌惮。但大部分太古生灵脸上还是没有太多的畏惧之色。不朽势力传人又如何？荒古世家可还无法掌控整个下界，更别说还有太古皇族等势力掣肘。魔灵神山的金蛛老祖嗓音沙哑道：他们若是真的忌惮，就不会发起动乱了。林峰更是大言不惭道：那君逍遥若是敢来，我林峰定要取其项上人头，以告慰林氏宗族众亲友的在天之灵。放肆！公子岂是你能污蔑的？纳兰若曦骄喝道。君逍遥对他而言就是憧憬和向往，他不允许其他任何人说出这种污蔑的话。纳兰若曦，你这个贱人，等会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林峰脸露凝色，这个少女本来应该是他的未婚妻，是他的女奴，结果现在却这么护着另一个男人。即便和纳兰若曦有仇，林峰也绝不能忍受他的心被另一个男人夺走。没必要和蝼蚁多言。杀！青天神山的一位圣人老祖出手了，由他牵头，金蛛老祖、火灵族圣人等太古生灵强者皆是出手，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乱战瞬间开启。启动大阵！纳兰战一声高喝，整个纳兰家族上古灵山范围内地面腾起无数阵纹，化为一道又一道的光环，其中有防御大阵，也有攻击大阵。不过这些阵法面对来势汹汹的太古生灵大军，最多也只能起到拖延的作用，根本不可能彻底挡住他们。杀呀！杀了这群太古种族！这场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退一步我们都要死。所有人族修士都是出手了，因为不出手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徒劳无功而已。离火神山的火灵族圣人见状，随意一挥手，无尽赤炎滔天。人族亦是有圣人出手了，不过不论数量还是实力，都要低于太古神山，只能艰难抵挡。各色武学、大神通彼此碰撞，迸发无尽波澜。原本山林水秀的上古灵山，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冰对冰，江对江。少数几位人族圣人
在艰难抵挡太古神山的圣人，而剩下的强者也是捉对厮杀。林峰一眼便是锁定了纳兰若曦，一切事情的根源都是从纳兰若曦退婚开始，所以林峰要镇压纳兰若曦，令他后悔自己的抉择。看到林峰朝着自己冲来，纳兰若曦微咬嘴唇，他现在的实力也今非昔比，因为君逍遥在离去前曾给了他许多资源，那些资源也是让的纳兰若曦的实力上涨，直追仙域天骄。林峰一出手便是一记乾坤大掌印，他已经集齐了剩下的大部分世界本源，一举一动之间仿佛都可以勾动天地大势，一印轰出，好似整片天地都盖压而来，气息澎湃到极点。纳兰若曦纤细玉手持剑，剑芒也是极为锋利，对着乾坤掌印划去，碰撞声迸发，法力爆开，纳兰若曦娇躯一震，连退10几步。他的实力虽有长进，但和林峰这种挂逼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看来你在那君逍遥身边也没有多少长进嘛，他应该也并不在乎你吧？林峰冷嘲热讽道：“住口！公子对我很好，他不是你可以污蔑的。”纳兰若曦咬着银牙，继续出手，还不朽势力传人呢，到现在都不敢现身，难道是怕了吗？林峰一面出手，一面冷声道：“公子有要事在身，你以为他会整天把你这只蝼蚁放在心上吗？”纳兰若曦冷声道：“他的性格良善，不擅长骂人，但林峰侮辱君逍遥，纳兰若曦就无法忍受了。蝼蚁，现在我会让他明白谁才是蝼蚁。”林峰眼中露出凶光，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他才是天玄大陆的主角，哪怕是不朽势力传人降临，那也比不过他这位天玄大陆的气运宠。林峰招式在变，一拳轰出，风云色变，他执掌天地本源，一拳一式都有莫大威力。噗嗤，一击碰撞后，纳兰若曦终于是忍不住吐出了一口鲜血，整个人倒飞而出，脸色苍白。哈哈，纳兰若曦，你家公子呢？在哪里？林峰发出猖狂的笑意。纳兰若曦在地面，双手杵着剑，艰难起身，唇边的一缕鲜血给他平添了几分凄艳之美。若曦相信，公子若归来，只手便可镇压你。找死！林峰的自尊心被刺痛，他再度出手，眼中含着杀意。原本他只是想镇压纳兰若曦，然后慢慢折磨，但是现在他决定直接杀了纳兰若曦。小姐小心！周围一些纳兰家族的年轻修士见状，急忙赶过来，挡在了纳兰若曦身前。什么阿猫阿狗，滚！林峰随手一甩，一位位纳兰家族的修士肉身爆裂开来，鲜血四溅。不要！纳兰若曦看得心如刀绞，这些都是他的族人。而另一边，彭飞和彭林也是在关注林峰。林郎可真是厉害啊！彭林看得眼中直冒星星。林峰的确是受天地所中，估计要不了多久都可以超过我了。彭飞道。不过片刻，那些挡在纳兰若曦身前的纳兰家族人都是被林峰灭杀，而纳兰战等纳兰家族强者也是被太古神山生灵给纠缠住，根本脱不开身。纳兰若曦，这一切的悲剧都是从你退婚开始的，现在你后悔吗？你若后悔，我倒是勉强可以饶你一命。林峰冷声道，他就是要纳兰若曦向他低头臣服，后悔自己的决定。纳兰若曦美眸扫视一圈，又有一位人族圣人被太古神山圣人围攻而陨落，而纳兰战他们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人族的覆灭几乎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这般绝望的情况下，纳兰若曦美目中依旧带着坚决之意。我纳兰若曦绝不后悔自己的退婚决定，哪怕重来1万次，若曦也绝对不会嫁给你。纳兰若曦娇喝道。该死！林峰瞬间恼羞成怒，这个女人明明外表精致柔美，内心却倔强到了连命都不要程度。林峰一掌对着纳兰若曦拍来，纳兰若曦即便知道自己无力反抗，却依旧拿起手中之剑，欲要出手。而就在这时，半空的彭飞猛然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波动从远空袭掠而来。那是什么？是圣人出手了吗？彭飞发出一声惊呼，远空一道剑芒浩浩荡荡，撕裂了天上云层，掠空而来，所过之处虚空崩毁。这道剑芒正对着林峰而去。林峰面色倏然一变，眼睛圆瞪，快要突出眼眶。他急忙回身抵挡，世界本源之力涌动，化为一个五彩斑斓的漩涡挡在他的身前。不过即便有世界本源之力抵挡，那剑芒的威力也根本无法抹除。林峰身形暴退数百丈，口中咳出鲜血来。怎么会？彭林俏脸失色，在他眼中，横扫年轻一代的林峰竟然会被击退。彭飞眸光也是凝重，看向远处。林峰，你还真是自寻死路啊！有淡漠的嗓音传来。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林峰脸色立刻变成了刻骨的仇怨。君逍遥！远处君逍遥踏空而来，衣袂飘飘，白衣展动，若谪仙人一般。在他身旁，一羽、九头狮子、苏子琼还有东玄老祖等人都是紧随其后。君家神子，是君家神子来了！太好了，我们就救了！所有人族修士皆是兴奋到大声欢呼。这一刻，君逍遥如同救世主一般，是绝境里的一缕光，好像只要有他在，人族就不会覆灭。君逍遥没有理会那些激动而尊崇的目光，他来此也不是单纯想要当救世主，最主要的还是收割韭菜。没事吧？君逍遥看了一眼纳兰若曦道。多谢公子关心，若曦没事。纳兰若曦激动到俏脸红扑扑的。君逍遥淡淡点头，转而看向林峰，他眼中露出一缕淡淡笑意。
林峰果然没有让他失望，那一身澎湃的世界本源之力，令周围空间都是隐约扭曲。这林峰倒也不愧为天玄大陆的主角。林峰看到君逍遥，眼眸带着刻骨的仇恨之色。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君逍遥，你终于来了，我以为你会一直当缩头乌龟呢。林峰冷然道。雨过了，天晴了，你又觉得你行了？君逍遥侧头，以一脸看白痴的目光看着林峰。死来！林峰恼羞成怒，直接出手，一身澎湃的世界本源之力迸发，对着君逍遥轰杀而来。君逍遥见状，甚至连盘黄岁月剑都懒得祭出，神象镇域境叠加70块大罗仙骨的力量，一拳轰出，仙芒澎湃，虚空炸裂。轰！林峰吐血倒飞而出，身体化作一条抛物线飞出，重重砸在了地上。林峰懵了，完全懵了，他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已经以倒栽葱的方式栽进了土里。我是谁？我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林峰简直蒙圈了。不仅是他，彭林和彭飞等人也是满面呆滞，无比吃惊。琳琅，彭林俏脸都是泛白。林峰的实力在彭林心中就是年轻一代无敌的存在，甚至连他的哥哥彭飞都压制不了林峰。而现在，林峰竟然被那位白衣少年一拳轰飞，那位就是君家神子。彭飞眼底露出丝丝凝重之意，连他都是难以镇压林峰，而君逍遥却随手可以碾压，这岂不是表示他彭飞也不如君逍遥？林峰，你最大的价值就是被我收割。君逍遥表情淡淡，打败一个林峰对他而言不痛不痒，也不会让他产生一丝得意感。君逍遥再度探手抓向林峰，不要！彭林出手了，背后青色羽翼震动，化作一道青芒，想要去救林峰。不愧是天地主角，这么快就有女人倒贴了。君逍遥眸中露出一缕淡笑，然后一掌下去，啪！彭林整个人都是被君逍遥拍成了血沫，香消玉殒。灵儿！地上，林峰见状发出一声嘶吼。虽说他是想利用青天神山复仇，但彭林对他的倾慕和关切也的确令林峰有些动心了。但是现在，君逍遥却是当着他的面将彭林拍成了血沫，先是青梅竹马紫嫣，然后又是彭林，他的2个女人都是因为君逍遥而死。若是再加上本可以成为女奴纳兰若曦，那就是3个，这让林峰快要疯狂了，目眦欲裂。灵儿，同林峰一样愤怒的还有彭飞以及青天神山生灵。彭林可是青天神山的天之娇女，现在却是被君逍遥一巴掌拍死了。君逍遥，替我妹妹偿命来！彭飞怒发冲冠，双目猩红，含怒出手。他一拳轰出，青色法力劲气澎湃，画出一头青天大鹏的虚影，对着君逍遥轰杀而来。君瑶见状，眼露一缕轻视道：本神子连金翅大鹏都不放在眼里，更别说你这头青天大鹏了。狂妄！金翅小鹏王岂是你能对付的？彭飞怒喝一声。君逍遥这回收起了盘黄岁月剑，直接是拿出了灭霸圣王手套，戴在了右手上。神痕紫金的力量在弥漫，加持在君逍遥的拳锋之上。他一拳轰出，嘴中轻描淡写道：金翅小鹏王手下败将而已。轰！戴上灭霸圣王手套的君逍遥简直成为了一拳超人。这一拳下去，彭飞整个身躯都是4分5裂，鲜血四溅，一只出拳的手臂都是被打爆成血雾。你说什么？金翅小鹏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彭飞瞪大双眼，犹带着不可置信。他究竟是招惹到了一个怎样恐怖的角色？扑通！彭飞4分5裂的身躯从半空坠落，同样死得不能再死。君逍遥2招秒杀了青天神山最优秀的2位传人，这令四方混乱的战场都是安静了下来。青天神山之人更是有些发懵，他们青天神山最优秀的传人就这么挂了？怎么会？林峰浑身像是筛糠一般颤抖着。君逍遥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言情888，他还是人吗？君逍遥趁着众人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探手抓向林峰。林峰整个人都是被金色法力手掌攫住，无法动弹。君逍遥，你……林峰脸色憋得涨红，都快要窒息了。在你死之前，本神子告诉你一句话。君逍遥神色冷漠道：你要杀我？林峰牙关都在颤抖。直到临死关头，林峰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害怕。之前他受天地庇护，一直顺风顺水，但自从碰到了君逍遥后，仿佛成为了噩梦的开始。你可能是天地主角，但是天地都在本神子的掌心。君逍遥话音落下，探手朝着虚空一握，金色法力巨掌也是同时猛然合拢，咔哧，鲜血四溅，骨骼破碎的声音响起。林峰整个身躯都是被捏碎成了肉泥，死得不能再死。第2位天地主角死在了君逍遥手中。一大团天玄大陆的世界本源浮现出，君逍遥直接将其收入空间法器内，加上之前他从林峰身上得到的一小团世界本源，天玄大陆的本源算是凑齐了。现在他已经拥有天玄大陆和星辰大陆2团世界本源了。直到君逍遥捏死了林峰，众人才是后知后觉的回过神来。小辈，死来！青天神山的圣人发出怒吼，圣境之力爆发，对着君逍遥碾压而来。放肆！东玄老祖出手，同样爆发圣境之力，挡住青天神山圣人的攻势。仙域荒古世家传人，你太嚣张了！现在这种局面，你一人也无力回天。魔灵神山的金珠老祖发出冷厉之音。听到此话，人族修士这边才反应过来。的确，
虽说君逍遥来了，但他也只能横扫同辈，最多越阶挑战几级。但面对准圣、圣人，还是捉襟见肘。而他的仆从就只有2位圣人，1位准圣。虽说对战局有一定帮助，但依然人数不足，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太古神山这边可是有着2位数的圣人，纳兰战等人的心也是微微一沉。这时，金珠老祖再度开口了：“念在你是上界荒古世家传人，若你不干涉战局，我们太古神山倒也可以原谅你的冒犯。”此话再度令纳兰战、东玄宗主等人变色，这是要威胁君逍遥不插手。公子，纳兰若曦的心也是微微一紧，不过他依然相信君逍遥不会放弃他们的。君逍遥呵的一声笑了：“本神子从出生起，还真没有几人敢这样出言威胁。你这头蜘蛛又算老几？小孽畜，找死！”金珠老祖闻言，8颗复眼都是齐齐喷薄怒火。天魔蛛一族本就生性嗜血暴躁，金珠老祖是觉得君逍遥的身份有些麻烦，因此愿意退一步，不料却被君逍遥以这种口吻嘲讽。他直接是伸出一根蜘蛛腿，如同锋利的黄金长矛一般，对着君逍遥洞穿而去。死来！金珠老祖发出尖利的嘶吼。就在这时，金珠老祖看到了君逍遥眼中那讽笑的神色，他不明白一个人死到临头怎么还能露出这种表情。然而在下一刻，金珠老祖就明白了，在他周围虚空裂开了6道空间裂缝，6个家带着圣境之力的拳锋同时轰击向金珠老祖。金珠老祖瞬间发出惊骇的尖笑，6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拳头从空间裂缝中轰击而出，每一道拳锋都带着轰碎万丈山岳的恐怖力量。这一拳下去，圣人都要爆炸。金珠老祖发出惊恐到极点的尖笑声，光是一道拳锋都令他有种汗毛倒竖的感觉，更别说6道拳锋齐齐轰击向他，而且还是4面8方包抄而来。金珠老祖想退都没有地方退。这时他才明白君逍遥眼中的那一缕讥讽究竟是什么意思。小孽畜，你好狠的算计！金珠老祖一面咆哮，一面浑身腾起金芒，无数蛛丝浮现而出，环绕着他的体表，想要编织出一层防御。但因为太过猝不及防，那拳锋的速度又快，所以想要临时防御根本来不及。轰轰轰轰轰轰！6声震鸣轰响之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响起，同时传出的还有金珠老祖凄厉到极点的惨叫，那惨叫悲惨的简直令听者悲伤，闻者落泪。下一秒，金珠老祖庞大的蜘蛛身躯重重落在了地上，他的8条蜘蛛腿几乎全部被砸断了，身上的甲壳也是被砸出了几个窟窿，各种鲜血、体液不停地从血窟窿里流出来。堂堂魔灵神山金珠老祖此刻却是重伤濒死，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太古神山神灵脑子都是快短路了，这他娘是什么情况？这时众人目光豁然转向那6道空间裂缝，6具通体闪烁着星辰和金属光泽的身影从空间裂缝中跨步而出，每一道身影都高大巍峨，散发着圣境的气息，正是君逍遥从星宫宝库内得到的烈星神魁。烈星神魁以烈星出名，一拳下去，星辰都要裂开。此刻6具烈星神魁同时出手，威力之强大可想而知。金珠老祖没有被一下砸死，反而有些出乎君逍遥的预料。不过现在金珠老祖死跟没死已经没太大区别了。这是6具傀儡，6具圣人级别的傀儡，我的天！所有人族修士都是被君逍遥的手笔震惊到了，一出手就是6具圣人傀儡，放眼下界几乎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十界之地，除了无极星君这种逆天人物，也很难有其他人有这种底蕴了。不过最后还是便宜了君逍遥。老祖！魔灵神山的生灵在惊呼，就要出手救援，但君逍遥先一步，心念一动，6具烈星神魁再度出手，直接是将金珠老祖砸成了一滩肉泥。不！魔灵神山生灵发出悲呼之声。反观人族修士这边则是士气大振，几位人族圣人也是大喜过望。君逍遥一人就带来了6个圣人战力，若是再加上东玄老祖等人，就是8位圣人战力，这绝对可以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了。更别说这6具烈星神魁刀枪不入，体魄无敌，1具烈星神魁足可挡下2位太古神山的圣人。杀！君逍遥心念一动，6具烈星神魁同时出手，气息澎湃，全芒惊世。君逍遥足足有数千枚星核，倒是可以支撑烈星神魁的消耗。杀呀！人族反击的时候到了，是时候让这些太古生灵崽子知道我们人族的厉害了。神子万岁！有神子在，我们人族何愁不胜？666文学网，君逍遥此刻成为了人族的定海神针，好像只要有他在，一切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事实也的确是如此，那些太古神山生灵开始慌了，局面几乎倒转了过来。6具烈星神魁大开大合，刀枪不入，横扫四方，根本没有一个太古神山的圣人愿意对上这些烈星神魁。试问谁会愿意用自己活生生的性命去和1具傀儡拼个你死我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古神山圣人节节败退，开始准备抽身离去。最顶尖的战力败退，那下层的战力自然更不用说，直接开始溃败。无数太古神山生灵被斩杀，血流成河。之前他们是屠夫，人族修士是砧板上的鱼肉，如今局面则倒转了过来，太古生灵成为了鱼肉。君逍遥也是没有闲着，
他每一拳轰出，都令虚空破碎，拳芒惊世，将一片太古生灵砸成血沫碎片。很快，太古神山这边就坚持不住了，又有圣人死在了烈星神魁的拳锋之下。他们开始惊恐大叫，转身溃逃。许多太古生灵看向君逍遥，更是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如同看着地狱的阎罗。君逍遥就是他们太古神山的噩梦。接下来，这场大战足足持续了几天几夜，人族修士一路追杀，将太古神山杀得四散溃逃，沿途所过血流成河。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太古神山的生灵，他们开始龟缩回了中央禁区，瑟瑟发抖。人族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利。纳兰家族上古灵山，放眼看去，虽是一片狼藉，但众修士脸上却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意。他们天玄大陆人族修士第一次站了起来。之前太古神山所在之地被称为禁区，人族修士踏入祭死，但现在这些禁区生灵却是被他们人族修士追杀的抱头鼠窜，这种感觉真他娘的爽。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君逍遥。君逍遥是整个天玄大陆所有人族修士的救世主。纳兰家族广阔的大堂之内，君逍遥高坐首位，在他下方密密麻麻站着诸多天玄大陆势力领袖，有圣地圣主，有隐士家族家主，有宗派宗主，有大教教主。此刻他们齐齐对着君逍遥躬身拱手。天玄大陆人族，谢君家神子大恩，此恩永世不敢忘怀。众人声音振聋发聩，发自内心诚心感谢。诸位不必如此。君逍遥摆手道，他其实也不是什么救世主圣母，单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从此以后，我天玄大陆人族以神子马首是瞻。东玄宗主第一个开口，就是，以后整个大陆都听命于神子，神子就是天玄大陆的主人。各位圣主、教主、宗主都是齐齐附和。纳兰战眼中仍旧有一丝疑虑，开口道：敢问神子，此次战役我们虽然大胜，但太古神山还是保存了一部分战力，若是等神子离去，他们卷土重来报复的话。纳兰战没有说下去，气氛一时也是陷入了沉寂。的确，有君逍遥在，他们能大获全胜。但君逍遥若离开了呢？他乃仙域之人，不可能一直待在天玄大陆吧？哼，各位莫要担心，此事本神子早已想好了办法。君逍遥淡淡一笑，颇有几分运筹帷幄的感觉。君逍遥自问不是什么好人，但这种不费吹灰之力，随手就能帮助他人之事，君逍遥也不吝啬去做。再者，整个天玄大陆掌控在人族修士手中，就等于掌控在君逍遥手中。之后君家还可以将天玄大陆当成下界的驻地，这等于就是打了一块地盘。首先，在我离开天玄大陆之后，这6具烈星神魁会留下来，交给信任的人族修士掌控。君逍遥第一句话就令满堂震撼无言。6具圣人境傀儡，说送就送，这手笔简直令这些下界修士无法想象。一具烈星神魁出世，估计就能把整个大陆搅得风起云涌。君逍遥却随口答应送出6具神魁。神子大人，这太贵重了。就是啊，这6具烈星神魁是您的私有物品，我们怎么好意思拿？许多家主、圣主都是开口道。君逍遥摆了摆手道：你们认为本神子会缺傀儡吗？君逍遥一语堵住了他们的嘴。的确，君逍遥若是想要傀儡，别说圣人境，便是圣人王乃至大圣境的顶级傀儡，君家都会送给他。但问题是，根本没必要。君逍遥回到仙域后，自然有护道人阿九等人暗中保护他，也没必要用傀儡护身。所以君逍遥回到仙域后，烈星神魁就失去了作用。与其扔在空间法器里吃灰，不如送给天玄大陆的人族修士。一番解释后，诸多修士也是面露喜悦之色。有了6具烈星神魁，太古神山再想动什么歪脑筋，就要好好掂量掂量了。君逍遥继而道：除了这个外，之后我也会和星辰大陆的玄天宗联系。从星辰大陆到天玄大陆有跨界传送阵，算是方便。玄天宗也听本神子的命令，到时候若太古神山再有动静，也可以让玄天宗派遣强者援助。君逍遥道：至于君逍遥为什么不直接去中央禁区，把所有太古神山生灵都灭了？原因很简单，麻烦。君逍遥不喜欢麻烦，所以直接留给天玄大陆的修士自己处理。君逍遥也相信他们能够处理好。如果在这种帮助下，天玄大陆修士都对付不了太古神山，那也活该他们被灭。听完君逍遥的话，天玄大陆众修士才彻底放下心了。6具烈星神魁加上玄天宗的支援，太古神山也搅不起什么风浪来，只能龟缩着求生存。而且君逍遥的震慑力和影响力还能持续很久很久，可能会成为那些太古神山生灵一辈子抹不去的阴影和噩梦。至此，天玄大陆和星辰大陆的事情都算是彻底了结了。但君逍遥的事情还没有结束。第一，他还要去乾隆大陆大印皇朝平定其余罪族。第二，看能不能找到剩下的逆天石子。说实话，君逍遥一开始是抱着收小弟的心态来的，奈何这些气运之子一个个没有主角命，却生了主角的病，个个趾高气昂，自命不凡。君逍遥无奈，也只能教他们做人。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君逍遥还是想收几位逆天之子的。第三，就是尽可能多的寻找一些世界本源。第四，体术下卷的事情，君逍遥可没有忘记。第五，寻找十界裂隙，进入阴灵祭坛，走出自己的路。第六，去找君万劫的妹妹。君逍遥细细梳理了一下，居然发现自己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去做。
这不禁让君逍遥有些头疼。他也是在纳兰家族休憩了几日时间，在这几日内，一直都是纳兰若曦照料君逍遥起居，甚至君逍遥沐浴，纳兰若曦都会主动伺候，又是捏肩又是搓背。至于用什么搓背，当然是软绵绵的东西了。纳兰若曦算是竭力在侍奉了，各方面都把君逍遥伺候得好好的，令他非常舒心。君逍遥也乐得享受，他可不是清心寡欲的苦修士。至于为何君逍遥从来都不主动亲近任何女人，那是因为没有女人有资格令君逍遥主动示好。天下间能配得上他的女人太少太少了。但这几日倒是苦了苏子琼，都快变成深闺怨妇了，伺候君逍遥的活都被纳兰若曦抢走了。这几天倒是君逍遥下界以来难得舒心惬意的几天，不过放松的时间也就这几日而已，该办的事情还是要的。这日君逍遥叫来了东玄老祖等人，因为他们对于下界最为熟悉，君逍遥有些事情要询问他们。接下来应该会去乾隆大陆，通过跨界传送阵可以到达吗？君逍遥问道。东玄老祖微微摇头道，回神子，天玄大陆和星辰大陆应该不能直接前往乾隆大陆，中途可能会转到其他的大陆，然后再转到乾隆大陆。这样也罢，那我们准备一番后，明日便出发。君逍遥道。东玄老祖等人都是点头。翌日，君逍遥带着九头狮子、一羽、苏子琼、东玄老祖三人再度出发了。诸多天玄大陆修士齐齐恭迎。公子，若曦等你回来，带我去仙域。纳兰若曦喃喃不舍道。就在君逍遥等人再度出发之时，乾隆大陆的动乱已经开始爆发了，各地势力反叛，罪族崛起，大大小小的战争打了不下几十场。整个乾隆大陆东土、南岭、西荒、北原四地都是燃起了滔天战火。大印皇朝也是派出军队镇压，同罪族展开了杀伐。而在这般战斗中，有一位皇子的表现却是出乎了大印皇朝所有人的预料，甚至大印皇主都是十分意外。那位皇子正是16皇子方寒。大印皇朝上下几乎无人不知这位呆傻的16皇子，但他在一场场战役中的表现却是越来越惊人，实力也越来越强，甚至超过了他的所有兄弟姐妹。哪怕君儿也是十分意外，他心里也为方寒的改变而高兴。但方寒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打败罪族，成为世人眼中的英雄，获得君儿的青睐。君儿不是说希望他的意中人是个白衣飘飘的盖世英雄吗？那么方寒就要成为那个英雄。就在乾隆大陆乱战四起的时候，下界10地之一森罗大陆同其他大陆不同，这片大陆充斥着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强者生，弱者死，没有什么公义与道理可言。也正是因此，这片大陆成为了下界有名的藏污纳垢之地，极为混乱。许多在其他大陆犯下滔天罪恶的强者，最后只能逃来森罗大陆。强者能在森罗大陆活得很舒服，但弱者就很悲惨了。此刻，在森罗大陆某地一处黑暗冰冷的殿堂之内，一道年轻的身影端坐在森白色的骷髅王座之上，他周身缭绕着黑色的雾气，看不清面容。一头灰白色的长发垂落在地，背后则生有一对奇异的黑白色翅膀，缭绕着阴阳之气。虽说面容模糊不清，但隐约露出的瞳孔却仿佛含着群仙喋血、神魔陨落的恐怖景象，令人心惊胆战。他就这么淡淡的端坐在白骨王座上面，散发出一股极端压抑的气息。在白骨王座两侧也各站着一位黑袍人，散发出圣境威压。而在下方则是一群森罗大陆的修士，其中几脉强大势力的头领也是尽数汇聚于此。在这群人中，一位血袍老者站出一步，微微拱手，小心翼翼道：“来自仙域的大人，不知您将我们叫来有何要事？”这位血袍老者来自黄泉谷，黄泉谷乃是森罗大陆的顶级势力之一。他们这些人原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人，但是在这位来自仙域的大人面前，也只能俯首称臣。之前那些不服的修士，此刻早已变成了地上冰冷的尸体。听说你们找到吞神魔宫传人的踪迹了？端坐在白骨王座上的年轻男子手指敲打着扶手，冷漠道：“是，我们不久前才得到消息，那位吞神魔宫的传人好像是战魔殿的天骄。”血袍老者额头冷汗直流，急忙说道：“很好，总算出现了，没枉费我在这块大陆待这么长的时间。”那位年轻男子轻笑一声，然后道：“黄泉谷、修罗门、天煞宗，我命令你们去灭了战魔殿，将那位吞神魔宫传人给我抓来。”年轻男子道。此言一出，三大宗门之人皆是变色。天煞宗的一位中年男子忍不住站出来道：“仙域的大人，那战魔殿可是森罗大陆第一强大的势力，我们三宗哪怕一起上，也会损失很大，几乎是以命搏命了。”然而，就在那位天煞宗男子话刚说完之际，白骨王座旁一位黑袍人直接探出手，一掌将其拍成了肉泥。“还有谁反对我的决定，或者不想服从？”年轻男子慢悠悠道。不敢。”三大宗门之人背后冷汗直流。战魔殿也有圣人存在，他们三大宗门联手，即便攻下了战魔殿，估计也会损失惨重。而那位从仙域来的年轻男子却是没有丝毫损失，但是形势比人强，他们不得不低头。修罗门的一位男子硬着头皮问道：“敢问仙域的大人，如今在森罗大陆也有其他仙域下界的天骄在关注吞神魔宫传人，若是他们阻拦，想要争夺？”这位男子没有说下去，不过意思显然是，都是从仙域来的人，他们又能得罪谁呢？听到此话，白骨王座上的年轻男子却是笑了，好像是听到了全天下最好笑的笑话一般。他慢悠悠开口道：“放心，
在这下界实地，没有人敢跟我作对。如果真有不长眼的家伙想要阻拦，你只需要说6个字即可：堕神功，堕神子。6字落下，一股恐怖的杀伐魔气席卷而出。饶是下方一些修为比年轻男子高的强者，都是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堕神功，堕神子。待在下界的他们并不清楚这6个字的分量，但是在仙域，堕神功可是底蕴恐怖无边的大势力。传闻这一脉乃是仙域魔修源头之一，传承古老。堕神子身为堕神功当代最为杰出的天骄之一，他的话倒也并不是单纯吹牛。在这下界实地，还真没有几位天骄敢和堕神子作对。是，在下这就去办。3大宗门之人拱手告退，身上都是被冷汗浸湿。很显然，这位来自仙域的年轻男子身份大得惊人，远比那些普通的下界天骄要更强。在3大宗门之人离去后，堕神子靠在白骨王座之上，喃喃自语道：当初吞天魔祖的吞神魔功在仙域掀起浩劫，最后吞天魔祖被人围攻，重创濒死，最后消失不见，吞神魔功也至此失传。还以为吞神魔功真的绝迹了，现在想来，应该是那吞天魔祖不愿自己的魔功断绝传承，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限内强撑着来到下界，然后留下了道统。以我的天资，若是能够得到吞神魔功，仙域年轻一代的龙首将由我堕神子执掌。堕神子笑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这森罗大陆，没有哪个从仙域下界的人敢和他堕神子作对。随后几日时间，以3大宗门领头的大军也是浩浩荡荡赶往了战魔殿。沿途也有一些来自仙域的天骄察觉到了不对，自是仙域的身份上前喝问。结果一听到堕神功、堕神子6个字，所有仙域的天骄都是带着一脸忌惮之色退让，不敢刁难。这让3大宗门的修士对堕神子的身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森罗大陆，没有人敢挑衅堕神子的权威，这倒是让3大宗门的修士有了信心。抱紧这根大腿，说不定也是一种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以3大宗门为首的联军一路畅通无阻，对战魔殿发起了突然袭击。战魔殿身为森罗大陆最强的势力，虽然遭到了突袭，但自然也要奋起反抗。交出吞神魔功传人，不然灭了你战魔殿。仙域堕神功的堕神子大人发话，交出吞神魔功传人，或许可饶你们一命。战火连天，硝烟四起，有3大宗门的强者在喝吼：你们这些龟孙子，想让我战魔殿服软？不可能！战魔殿的强者在冷喝。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有一位身着黑色铠甲的青年，带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盲女和其他一些战魔殿高手，朝着战魔殿后山的方向掠去。那位盲女身着紧身的黑色纱裙，身材纤细，容貌很美，肌肤极白，青丝披散香肩。她全身上下最特殊之处便是眼睛，因为处于失明状态，所以被一根黑色丝带蒙着。哥哥，你快走，不用管我。盲女说道。青爷，别说傻话，为兄带你离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3大宗门还有那个什么堕神子都付出代价。黑色铠甲青年语气冷冽如霜，带着仇恨之意。他一双眼眸如同黑洞一般渗人。这青年正是吞神魔功继承者。而就在这时，前方天际忽然有密密麻麻的身影现身，3位年轻天骄站在最前方，气息澎湃。黄泉圣子、血修罗、天明子。黑色铠甲青年目光扫过天际，脸色冰凝。黄泉圣子、血修罗、天明子3人正是黄泉谷、修罗门、天煞宗的顶级天骄，他们和黑色铠甲青年一样，都是森罗大陆年轻一代的顶峰。没想到堂堂战魔殿传人燕飞，竟然就是吞神魔功传人，真是出人意料。黄泉圣子冷然一笑道：这黑色铠甲青年名叫燕飞，正是战魔殿当代最为出众的天骄，而那位盲女则是他的亲妹妹燕青影。我也没想到你们3大宗门会成为仙域天骄的狗腿子。燕飞冷斥道。听到这话，黄泉圣子等人脸色都是有些不自然。虽然这是事实，但能不能别称呼狗腿子这么难听？哼，你岂会知道堕神子大人的强大？在这下界，无人敢招惹堕神子大人。黄泉圣子冷声道。没错，能被堕神子大人看中是你的荣幸，束手就擒，跟我们走。天明子同样说道。如果我能活下去，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什么堕神子。燕飞黑漆漆的眼眸冒着寒气，他忽然转过头对一旁一位老者道：麻烦长老带青影离去，这里我来挡着。燕飞你，好吧。那位长老也很果决，直接带着燕青影撤退。不，哥哥。燕青影脸色骤变，想要留下，但却还是强行被长老带走。青影，你快逃，别管我。燕飞一声冷喝后，转身杀向了黄泉圣子3人。本来以他的实力，也只是和黄泉圣子等人差不多，但此刻燕飞抬手之间，漆黑的漩涡浮现，仿佛可以吞噬万物。他一双黑漆漆的眼眸也是散发着一股吞噬万物的气息。果然是吞神魔功。黄泉圣子等人兴奋不已，若是他们能够抓住燕飞，然后镇压，岂不就是大功臣？到时候堕神子定然会奖赏他们，说不定还会带他们去仙域。杀！黄泉圣子3人也是出手了，还有一些战魔殿的修士选择留下来阻挡3大宗门的强者。就在燕青影已经撤离后山之际，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传出，同时响起的还有黄泉圣子等人的恐惧嘶吼之声。燕飞，你真的疯了，竟然自爆，连命都不要了。随着这一声尖叫落下，燕飞自爆几身，同黄泉圣子等人同归于尽。哥哥！燕青影发出一声尖叫，心头悲痛。青影，我们快走！那位长老眼中也是露出一抹悲戚之色。整场战斗
持续了数日，战魔殿终究还是寡不敌众，除了少部分人逃出外，大部分战魔殿的修士都是陨落了。当然，三大宗门等势力损失也极为巨大，甚至黄泉圣子等顶尖天骄都是陨落了。但是让三大宗门惶恐的是，堕神子药的人吞神魔宫传人燕飞竟然已经自爆身亡了，这让三大宗门惶惶不安。不过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回报。殿宇内，白骨王座之上，堕神子听完消息后，整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下方三大宗门的修士一个个冷汗直流，双腿都在打颤。求大人饶命，那燕飞要自爆，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三大宗门的修士齐刷刷跪了下来。但令他们意外的是，堕神子好像并没有暴怒。不对，有些不对劲。堕神子自言自语起来。传闻下界有逆天石子的传说，一切气运都会汇聚在一人身上。按理说，吞神魔宫传人燕飞应该是森罗大陆的逆天之子，怎么这么轻易就死了？他不是应该想办法活下去，然后报复我才对吗？堕神子在思索。堕神宫也是一脉底蕴深厚的不朽势力，知晓诸多隐秘。堕神子身为堕神宫的年轻至尊，自然知道很多消息。逆天石子的消息，他也是有所听闻。不过这森罗大陆的逆天之子，是不是死得太轻易了？微微想了想，堕神子淡漠道：“你们说，战魔殿还有少部分余孽逃走了？”“对，没错，还有少部分人逃走了，包括那燕飞的妹妹燕青影。”三大宗门的修士回道：“吞神魔宫传人的妹妹。”堕神子眉梢一挑，而后他开口道：“限你们在7日之内将所有的战魔殿余孽都找到，特别是那燕飞的妹妹，一定要留活口。”“是。”三大宗门修士齐齐回应，然后离去。难道一开始我就猜错了？不过那燕飞的确也施展过吞神魔宫。没关系，只要把和他有关的人都抓来，一切就清楚了。堕神子冷笑一声，吞神魔宫他是一定要得到的。就在整个森罗大陆混乱之际，在一处荒山野岭内，有一座弥漫着厚厚尘埃的古传送阵。这座许久未被启动的传送阵忽然散发出了刺目的光华，而后虚空扭曲，一行身影出现，正是君逍遥等人。君逍遥踏出黄金车厢，放眼望去，开口问道：“这是哪一界？”“回神子，这应该是森罗大陆吧？我们要前往乾隆大陆，需经过此界。”东玄老祖回答道。“这样啊，那我们直接中转，前往乾隆大陆。”君逍遥摆手道。而这时，一旁那位身着漆黑战甲，如同魔神一般的中年男子，脸色略有迟疑，带着欲言又止的神色。“你有事吗？”君逍遥注意到了男子的神情，开口问道。一旁东玄老祖倒是笑道：“公子有所不知，这森罗大陆是古元兄的家乡。”“原来是这样。”君逍遥微微点头，这才明白古元为何露出这种神情。古元微微拱手道：“公子，实不相瞒，古某曾经是森罗大陆战魔殿的7代殿主，如今来到故土，难免有些感怀。当然，还是以公子的事情为重，我们可以直接前往乾隆大陆。”古元回道，他可不敢因为自己的私事而耽搁了君逍遥的行程。“无碍，你们在本神的身边跟了这么久，也算辛苦。如今既然到了你的故乡，那就去战魔殿看下吧。”君逍遥轻笑道：“多谢公子。”古元拱手，带着感激之色。接下来，他们出发，随意找了一位修士询问战魔殿的地点。然而询问到的事情却是令古元神色骤变。“你说什么？战魔殿被灭了？”古元整个人都是愣住了，脑中如同有雷鸣声在震动。他乃战魔殿7代殿主，虽然最后飞升仙域了，但对战魔殿还是有一丝挂念的。不过在他飞升仙域时，战魔殿一直都是森罗大陆最强的势力，怎么现在沦落到这般田地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古元问道。其散发出的圣境威令那位修士瑟瑟发抖。天剑可怜，他不过只是一个路过的一个小修士而已，结果转眼间就看到了这么一群恐怖的人，以9头狮子拉车不说，甚至还有圣人在其中。这位小修士简直快要昏厥过去了，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群猛人？到底是什么情况？说吧。君逍遥也是皱了皱眉头，这件事本来与他无关，但古元跟随他下界这么久，一直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君逍遥不管不顾，那也说不过去。这位小修士看到君逍遥，眼中也是露出一缕惊奇。君逍遥的气质太超然了，哪怕是旁边的圣人强者，气质都被这位白衣少年给盖压了下去。莫非是仙域下界的天骄？这位小修士暗暗心惊，不过他还是急忙将最近森罗大陆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当听完所有的消息后，古元的脸色已经是阴沉到了极点，整个人都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般，气息不稳。君逍遥听完，眼中则是露出一缕讶异。堕神宫，堕神子。君逍遥想了想，堕神宫道也是荒天仙域赫赫有名的不朽势力，传闻这一脉乃是仙域的魔道源流之一，底蕴深厚而悠远。不过在君逍遥眼中也就那样。至于堕神子，在年轻一代中也算是有很大的名气，他曾以1敌3，同时对付3大不朽势力传人，并且最后全身而退，那是他的成名之战。不过对君逍遥来说，堕神子实力也只能算过得去吧。换作是他的话，估计那3大不朽势力传人要考虑如何保命了。但君逍遥毕竟没有见过堕神子，所以倒也不清楚他究竟有没有隐藏手段。当然，堕神子并不是主要，君逍遥也并不在乎他。君逍遥在乎的是吞神魔宫以及森罗大陆的逆天之子。吞神魔宫，君逍遥只是粗略有所耳闻，传闻乃是仙域吞天魔祖的功法，那可是一位魔道狠人，修为高超，甚至凭借他手中的吞神魔宫击杀过数位同境界至尊。要知道，
无上至尊强者想要陨落，可没那么简单。由此可见吞神魔宫的霸道。对着吞神魔宫，君逍遥也是有着一丝兴趣。此外，森罗大陆的逆天之子，君逍遥也有兴趣。按理说，那逆天之子应该就是战魔殿的那位燕飞，然而他却死了。君逍遥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一般而言，逆天之子集一切气运于一身，绝对没那么容易死。至于林峰、莫凡、无极星君之流，只能说很抱歉，他们遇到了君逍遥，那就是命。君逍遥相信，其他人想要对付逆天之子，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这样说来，莫非还有另外的人得到了吞神魔宫传承？君逍遥想到了这一点，而最有可能得到吞神魔宫传承的人，应该就是燕飞身边的人。战魔殿全军覆没了吗？君逍遥问道。那位小修士则是摇了摇头道，还有少部分战魔殿修士逃了出去，不过也无济于事，三大宗门正在追杀围剿，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全灭吧。这位修士的话令古元握紧了拳头，眼中露出一缕挣扎之色。他想去帮战魔殿，但是又怕耽搁君逍遥的事情。随后君逍遥等人离去，那位小修士看着君逍遥等人离去的背影，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妈呀，这些仙域天骄给人压力太大了。不过那位中年男子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修士狐疑，他仔细想了想，忽然想起他在几年前曾想加入战魔殿，最后虽然没成功进入，但也在战魔殿里看到了历代殿主的雕像，其中好像就有一位就和那个中年男子极为相似。修士一回忆，眼睛陡然瞪大了。卧槽，不会吧？那个中年男子难道是战魔殿久远前的殿主？这位修士彻底呆滞了。另一边，君逍遥等人根据修士所指的方向，很快来到了战魔殿的驻地。放眼看去，整个战魔殿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肢断臂，尸横遍野。古元看到这一幕，气得浑身颤抖，双眸怒焰喷薄。这是他曾领导过的势力，如今却变成了一片废墟。一旁东玄老祖也是一叹，如果君逍遥没有去天玄大陆的话，恐怕东玄道宗也会彻底覆灭吧。一个势力的兴衰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只有仙域的不朽势力才能万古不朽，与世长存。古元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对着君逍遥单膝跪了下来，开口道：公子，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在下知道公子有事在身，所以不敢拖累公子，但希望公子准许在下在森罗大陆耽搁一段时间。LT、BD、GT 等事情处理完之后，会立刻去找公子。这位气质宛如魔神一般冷酷的男子，此刻甘愿跪地，只求君逍遥给他一点时间。由此可见，古元对战魔殿还是有感情的。君逍遥摇头一叹道：何必呢？本神子看上去像是那么不近人情的人吗？公子，古元神情激动。君逍遥承认，他对敌人而言简直就是魔鬼，但对自己人还是很好的。你不用说了，这种事本神子也不能袖手旁观。君逍遥说道，但他还有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这种有可能的好处的事情，君逍遥怎么能错过呢？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多谢公子。古元露出欣喜，真诚对着君逍遥拱手。如果之前他只是因为君家的命令才跟着君逍遥，那么现在他是真的对君逍遥献上了忠心啊！我对那吞神魔宫也很感兴趣，只希望那座神子不要不识趣，跟我抢猎物。君逍遥笑了。如果有熟悉君逍遥的人看到这个笑，就会明白，那表示君逍遥又要开始收割了。在战魔殿覆灭之后，整个森罗大陆的动乱并没有消散，因为战魔殿还有少部分修士逃了出来，而三大宗门的强者也是在后面围追堵截。整个森罗大陆的修士都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战魔殿必定要覆灭。那一小群修士根本逃不过三大宗门势力的围追堵截，而事实也的确如众人所预料的那般，战魔殿那一小群修士被四方围堵，逼到了死海附近。死海那可是森罗大陆最有名的凶险之地，在死海上空无法飞行，而若掉入死海中，任你修为滔天，也会彻底沉没下去，永远都浮不上来。因此，死海可以说是森罗大陆的一处死亡绝地。三大宗门的修士也很是精明，故意堵住四方退路，让战魔殿修士只能朝着死海的方向逃去，最后被堵在死路上。死海放眼看去是一片漆黑如墨的海洋，里面的海水如同墨汁一般深邃浓郁。不远处，一群伤痕累累的修士逃到此地，看着面前那一片漆黑的汪洋，眼露绝望之意。完了，真的彻底完了！那三大宗门的狗贼当真狡猾，将我们逼到死海。我战魔殿难道真的要就此覆灭吗？这群战魔殿修士一个个眼露悲戚之色。身为森罗大陆曾经的最强势力，他们走到哪里不是威风八面，四方敬畏，结果现在却如同一群落魄的丧家之犬，被逼上了绝路。在这群修士中，有一位身着黑色纱裙，身材纤细，双眼被黑色丝带蒙着的盲女，正是燕飞的妹妹燕青颖。按理说自己的哥哥陨落了，燕青颖应该极为悲伤才是，但她没有。从她雪白如玉的脸颊上看不到一丝柔弱和悲伤，有的只是极度的冰冷和仇恨。一股股深邃冷寒的杀意从燕青颖身上散发出来，令得一旁的几位长老都是有些惊异。燕青颖知道哭泣和悲伤是没用的，她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想法，灭了三大宗门，杀了堕神子。哎，青颖节哀顺变。几位长老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只要有一丝可能，只要青颖有一丝能活下去的机会，我都要杀了堕神子。燕青颖散发极端杀意，这股黑暗杀意甚至令几位虚神境的长老都是起了鸡皮疙瘩。燕青颖身上的那股黑暗气质简直比之前的燕飞还要浓郁，
不过谈起复仇，几位长老都是苦涩摇头。现在连他们都快濒临死关了，哪还有复仇的机会？而就在此刻，远处天地有密集的破风声响起，密密麻麻的身影如同蝗虫群一般过境而来，正是以3大宗门为首的联军。而除了宗门联军外，周围还有一些其他势力的看客，以及一些从仙域而来的天骄在当吃瓜群众。哎，看来这舵绳子是铁了心要得到吞神魔功了。一位仙域天骄摇了摇头道：“谁不想得到呢？可惜舵绳子命令在前，我们若是敢半路摘桃子，怕是连小命都要丢掉。”另一位仙域天骄无奈道：“没错，舵神子可不是什么善人，任何人敢惹他，说杀就杀，有舵神功撑腰，舵神子有恃无恐。”这些从仙域下界的天骄原本也想找寻吞神魔功传人，然后分一杯羹，奈何舵神子发布了命令，谁若敢插手阻挠他，后果自负。舵神子在仙域可是有着赫赫威名，这些仙域天骄还不敢去招惹。这舵神子太嚣张霸道了，真希望有人能治一治。你想多了，在这下界有几个人有资格整治舵神子？在这些仙域天骄当看客吃瓜的时候，整个死海边的气氛也是变得有些沉重且悲壮。看着铺天盖地而来的人群，战魔殿的修士一个个捏紧了拳头。一位散发着圣境气息的高大身影踏步而出，他身上的战甲都是有些破碎，染着血迹，脸庞显得威严而端正，正是战魔殿当代殿主，一位圣人中期的强者。他目光扫过3大宗门之人，语气冷漠道：“你们3大宗门当真要做得如此之绝？”黄泉谷的一位苍颜老者走出，他名叫黄泉老人，正是黄泉谷的谷主。我们3大宗门也是无奈，只能听舵神子大人的命令。听舵神子的命令？你们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想覆灭我战魔殿的意思？战魔殿主冷笑一声道。此话令黄泉老人等人眼芒暗暗一闪，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是不可能的。战魔殿已经在森罗大陆称霸许久了，黄泉谷等3大宗门心里自然也有不爽，想要推翻战魔殿的霸权，但是因为战魔殿的实力，所以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而现在舵神子逼迫他们对付战魔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替他们下定了决心。等铲除了战魔殿，3大宗门自然就能成为森罗大陆新的霸主。若是让舵神子满意了，说不定还会给他们一些赏赐。仙域天骄随手的赏赐足以令3大宗门实力更上一层楼，这就是3大宗门现在的想法。闲话休提，束手就戮，交出燕飞的妹妹。黄泉老人不想多言，结果已经注定，何必多废话呢？哼，我战魔殿之人宁死不屈，血战到底。战魔殿主冷喝一声，直接出手了。与其乖乖等死，不如奋起反抗，杀一个不亏，杀2个还赚了1个。接下来大战再度爆发，只是这注定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一位位战魔殿的修士以寡敌众，最后自爆。看着这场景，其余势力的吃瓜群众倒是有些感叹，森罗大陆排名第1的战魔殿，最后竟是以这般结局落幕。而那些仙域的天骄则一脸平静，下界势力的征伐在他们眼中像是2群蚂蚁在对抗。你就是燕飞的妹妹吧？乖乖束手就擒。有3大宗门的修士发现了燕青影，燕青影纤细的娇躯散发出一股黑暗冰冷的气息。而就在这时，远空忽然有一股圣境之力爆发，一道足有1000丈长的恐怖刀芒从天宇劈裂而下，一刀斩破了苍穹。推荐都市大神老师新书，那一刀1000丈刀芒威能太恐怖了，将苍穹都分为2半。同时伴随着刀芒传出的还有一声冷喝如魔神般的暴喝之声：“3大宗门的杂碎，今日当诛！”随着这话音落下，1000丈刀芒也是从天穹斩落。这一刀下来，灭掉了3大宗门将近1/3的修士，鲜血迸溅，断肢横飞，哀嚎声、惨叫声不绝于耳。这突如其来的一刀令所有人都是呆了，如同木头一般愣在原地。黄泉老人等人更是头皮发麻，汗毛倒竖。虽然他也是一位圣人，但只不过是圣人前期。那一道刀芒令黄泉老人都是产生了一种面对死亡的错觉。是谁？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射而去。一位身着漆黑战甲，气质如魔神一般冷冽如冰的中年男子踏空而来，他手持一柄血色战刀，目光如鹰隼一般锋锐，扫过黄泉老人等人。圣人！许多修士都在惊呼，哪怕在仙域，圣人都不是随处可见，更别说是在下界了。而这突然出现的圣人究竟是谁？又为什么要帮战魔殿？就在众人心底疑惑之际，战魔殿剩下的修士一个个眼眸睁大，其中含着极度的惊诧之色。这出现的男子怎么那么像他们战魔殿供奉的那位殿主？历代战魔殿殿主都有雕像立于战魔殿内，所以他们才这么快就认出来了。战魔殿主眼神一颤，也是带着不可置信，开口道：“七代殿主大人吗？”此言一出，四方都是安静了下来。战魔殿的七代殿主，那可是一个森罗大陆有名的狠人，在他那个时代，也是战魔殿最为辉煌的时代。只是后来七代殿主消失无踪，有人说他已经飞升仙域了。而现在这突然出现的男子，竟然会是七代殿主？这怎么可能？黄泉老人等人都是有些错愕，心头掀起了滔天骇浪。在古元所在的那个时代，他们还不过只是一群小喽啰而已。没想到当年3个小宗门，如今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古元眸光冷漠无比，听到这话，黄泉老人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毫无疑问，这个突然出现的圣人正是战魔殿七代殿主。只是3大宗门之人想不明白，这七代殿主怎么会好巧不巧现在现身？
既然是那位狠人，他从仙域下界了。周围一些其他看热闹的修士也是深吸了一口气。七代店主古元之名，在森罗大陆可是人尽皆知。那些仙域的天骄倒是没听说过古元，他们的眼神中隐约带着一丝怜悯之色。这位什么七代店主来了又有什么用？难道还敢阻止不成？就是，即便他是圣人，得罪了堕神子也没什么好果子吃。这些仙域天骄并不看好古元，实力境界只是一部分，身份背景同样重要。古元虽是圣人，但毕竟是下界的圣人，敢招惹堕神子吗？战魔店主等人想到这里，脸上的欣喜激动之色减少了很多。黄泉老人也是同时想到了，他们脸上的惊惶意外之色散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脸的沉稳淡然。黄泉老人不紧不慢道：七代店主，老夫也没想到你会现身，但你知道我们灭战魔殿是听了谁的命令吗？古元眼中闪过冷芒道：管你听命于谁，今日别说你三大宗门，就连你们背后的人都得死。大胆，你敢对堕神子大人不敬！黄泉老人厉喝一声道。而就在这时，一道温润平淡的冷漠嗓音响起：堕神子算什么东西？随着声音传出，远空有狮吼震动，九头狮子拉车而来，东玄老祖、一羽等人紧随左右，又是圣人强者。周围那些森罗大陆的修士再度露出震动之色，然而那些仙域天骄的目光却是落在了拉车的九头狮子身上。以九头狮子拉车，难道是那位？一些仙域天骄彼此相视一眼，皆是看到了双方眸中的震撼之色。如果说堕神子是令他们忌惮畏惧的话，那么那一位就是只能令他们仰望，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又是谁？黄泉老人眉毛一掀，东玄老祖散发出的圣人气息再度让黄泉老人心底微微一颤。这位圣人看上去竟然像是随从一般。古元看到君逍遥到来，也是隔空拱手道：公子来了。什么？看到古元的举动，全场森罗大陆的修士都是张口结舌。在森罗大陆威名赫赫，留下传奇的七代店主古元，竟然成为了别人的仆从。战魔殿的修士也是完全懵了，这和他们想象中高高在上的七代店主完全不符。燕青影则是抬起雪白俏叶，他虽双目失明，却依然投向了君逍遥那边。能被七代店主这等强者称为公子的人，究竟是何等存在？能和那堕神子相比吗？看到这般局面，周围那些仙域天骄猛然一激灵，他们乃还不知道那车厢里坐着的究竟是何许人也。一位位仙域天骄纷纷上前拱手道：见过神子。这般场景着实震撼了森罗大陆的修士，他们从未见过这些嚣张跋扈的仙域天骄会露出这般敬畏崇拜的目光。这下哪怕是黄泉老人心里也是一个咯噔，傻子都能看出来，那车厢里的人不但是仙域天骄，而且身份似乎极为尊贵。因为之前这些仙域天骄哪怕听到堕神子之名，也只是露出些许忌惮，但现在他们却是主动上前行礼，这其中差别可就大了。有必要那么麻烦吗？直接杀了他们便可，拿堕神子当挡箭牌，可笑。车厢里君逍遥的声音带着一股冷面。是。有了君逍遥撑腰，古元也是彻底放下心来，他直接一刀对着黄泉老人劈砍而去。不，你们不能这样做，堕神子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黄泉老人拼命抵挡，发出惊恐的尖叫。然而他的话却是引来了仙域天骄的冷嘲热讽。还真是傻呀，堕神子在君家神子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就是比身份，君家神子怕过谁吗？这群仙域天骄面带讥讽和怜悯之色看着三大宗门联军，这三大宗门算是彻底完了，而那堕神子也算是踢到铁板了。以古元的实力对付一个圣人前期的黄泉老人还是十分轻松的。不过几招过后，黄泉老人便是被古元一刀砍死。黄泉老人直到死也没有看到君逍遥的真身，可谓是死不瞑目。东玄老祖等人也是出手相助，以他们的实力，三大宗门的圣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被一一击杀。在领头的圣人被击杀后，那些其余三大宗门修士早就吓破了胆，完全失去了战意，仓皇逃窜。不过古元没有给他们逃窜的机会。按理说，圣人强者是不屑于屠杀那些圣人以下修士的，因为那是自降他们的身份。但古元不同，看到战魔殿被毁，他怒火满腔，刀芒挥动间，如同割麦子一般，成片的三大宗门修士陨落。一位圣人强者发怒，可不是开玩笑。很快，战斗就结束了。死海边，大地被鲜血浸染，仿佛化为了一片赤红色大地，无数尸体堆叠，尸骨成山。许多三大宗门修士即便死了，脸上的表情依然凝固在惊恐绝望当中。这一次，三大宗门联军全灭，以后在森罗大陆上也不会有黄泉谷、修罗门、天煞宗三大势力了。在解决了一切后，战魔店主等人也是第一时间上前，对着古元拱手道：多谢七代店主大人出手相助。所有战魔殿幸存下来的修士都很激动，眼里闪着光。原本他们以为今日必死无疑，但结果却是来了一个360度的转变。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公子，有公子在，我才能无惧堕神子，帮助你们。古元道，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君逍遥替他撑腰，他今日哪怕出手了，日后还是会遭到堕神子的报复。多谢公子大恩，战魔殿永世不忘。战魔殿主带着一众修士对黄金辇车拱手下拜。终于，门帘被苏子琼掀开，君逍遥淡然走出，仙光笼罩，超然神圣，容颜气质已无需用笔墨去描述。果然没错，周围一些仙域天骄心神都是狠狠一震，这位君家狠人真的下界了。
君逍遥在仙域创造的奇迹，已经不必多说，在场仙域天骄都知晓。也正是因此，他们才会对君逍遥如此敬畏。战魔店主等人表情也是更加恭敬。君逍遥这般形象气质，代表了他在仙域应当也是身份极为尊贵的存在，并不是那些仙域的二流势力天骄下界来装大尾巴狼。那位吞神魔宫传人是你们战魔殿的天骄？君逍遥单刀直入问道。他之所以介入这件事，除了看在古元的面子上，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自然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也是直接询问。回公子，那吞神魔宫传人的确是我战魔殿天骄，不过他已经陨落了。战魔殿主回答道。他可有亲人？君逍遥再度问道。他不觉得逆天之子会这么简单陨落，他还有一位亲妹妹燕青影在这里。战魔殿主示意燕青影走出。燕青影一身黑色长裙，将她本就纤细的娇躯衬托得更加窈窕。她虽目盲，但也能听声辨位，对着君逍遥的方向盈盈一拜。君逍遥眸光深邃，看了燕青影一眼。果然，君逍遥唇角露出一抹淡笑。他继而道：此处不是聊天之处，换个地方吧。在场众人都是点头，只是战魔殿主脸色犹豫道：公子，若是那堕神子寻来。战魔殿众人还是有些畏惧堕神子的，毕竟是仙域顶级的年轻至尊，直接放出消息，本神子就是要半路摘他的桃子，若他敢来，本神子不介意让堕神宫少一位传人。君逍遥衣袖一甩，语气淡漠，坐回了辇车上。听到这句话，周围的仙域天骄皆是倒抽了一口气，敢这么蔑视堕神子的人，放眼仙域都找不到几个。他们算是再度见识到了君逍遥的霸气。君逍遥带着一众人离开后，此地的消息也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在短短数日内传遍了大半个森罗大陆。之前三大宗门围剿战魔殿的事情就传得沸沸扬扬，结果才短短几日就传来了三大宗门联军覆灭的消息。这个转折太过戏剧化，让人不得不关注。让森罗大陆众修士吃惊的不是那位战魔殿七代殿主古元，而是那位不将堕神子放在眼中的仙域神秘天骄。后来有仙域天骄传出消息，那位神秘天骄的身份乃是仙域荒古君家的神子，地位超然绝俗，实力横压同代，甚至一些仙域天骄以少年大帝来形容君逍遥，这领得整个森罗大陆都快要炸开了锅。对于下界而言，圣人几乎就是极致的存在，大帝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神话传说里的神灵一般。而现在那些仙域的天骄竟然说那位君家神子是一位少年神灵般的存在，这如何不让人吃惊？仙域天骄的关注点则是在堕神子身上，堕神子也是一个高傲冷漠的人，他们很好奇，面对君逍遥的这般蔑视，堕神子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到时候会不会强强碰撞？就在整个森罗大陆陷入喧嚣沸腾之际，一处殿堂内，坐在白骨王座上的堕神子狠狠一拍扶手：该死，半路杀出个君家神子！堕神子浑身黑色雾气弥漫，气息迸发，带着一股森冷之意。如果是其他天骄插手，堕神子根本不必在乎，随手拍死就行了。但插手的人偏偏是君家神子，他堕神子论身份论实力，放眼仙域没有几人能和他比肩，但偏偏君逍遥就能和他比肩。别说比肩了，甚至君逍遥的身份地位还要在他之上。毕竟君逍遥可是荒古君家、荒古江家、圣灵书院三大至高势力的核心传人，他堕神子背后只有一个堕神宫。公子，不如我们暗中出手。一旁弥漫着圣境气息的黑袍人开口道。堕神子摇头冷然道：没用的，君逍遥也有护道人，退一步讲，若是你们出手暗杀，被君家得知了，堕神子不敢想这个后果。如果是因为同辈争锋而陨落，君家可能还找不到什么理由发作，但如果是圣人出手暗杀君逍遥，那幽冥天就是前车之鉴。堕神宫虽然比幽冥天要强大太多了，但也不可能同时面对两大荒古世家、一大至高书院的压迫。君逍遥虽强，但我堕神子也不弱，就让我看看这位被传的神乎其神的君家神子究竟有几分真本事。堕神子起身，背后黑白赤意震荡，冷意与杀气在弥漫。堕神子不论如何都是必须要出手的，不出手，他的道心都会蒙尘，出现裂痕。而且君逍遥以那般极尽轻蔑的态度开口，他若不出手迎战，岂不是被其他仙域天骄耻笑？所以这场战斗从君逍遥决定插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不过一天时间，堕神子欲要出手迎战君逍遥的消息就是流传了出来，四方都在疯传，许多仙域天骄都是心神震动。君家神子、堕神子，这两人皆威名赫赫，论身份也都是不朽势力的传人，论实力都是冠绝同代，位于顶峰。这两人若是打起来，那才是强强对决，针尖对麦芒，非常有看头。哪怕是那些森罗大陆的修士，一个个也都是非常感兴趣，在聆听风吹草动，到时候一有消息，他们都会全数汇聚而去。仙域的天骄大战本就很少见，更别说是仙域年轻至尊间的大战了。堕神子应战的消息，君逍遥也是得知了，但他并不在乎。此刻战魔殿一行人暂时在一座山脉内落脚，君逍遥直接是让战魔殿主叫来了燕青影。燕青影一身黑裙，娇躯纤细，容颜非常美丽动人。她双眼被一根黑色丝带蒙着，不但没有减弱她的美，反而更令其添上了几分神秘的气质。古元等人有些疑惑，不明白君逍遥叫燕青影来做什么。君逍遥打量了燕青影一眼，很是直白的开口道：我该叫你燕青影，还是叫你
吞神魔宫传人。一句话令得在场众人变色，战魔店主更是忍不住说道：“公子，你是不是弄错了？吞神魔宫传人是他的哥哥燕飞啊！”战魔店众人都是有些疑惑。君逍遥没有解释，只是看向燕青颖。燕青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才启唇说道：“没错，我就是吞神魔宫传承者。”这战魔店主等人脸色愣住了，没想到君逍遥的话是真的。可是连他们都是没有注意到燕青颖的异状，君逍遥又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自然不清楚，君逍遥的神魂感知力远远超过常人。他从看到燕青颖的第一眼就已经明白了。燕青颖也是直接将事情袒露了出来。吞神魔宫传承的确是属于燕青颖的机缘，她其实才是森罗大陆的逆天之子，或者说逆天之女。而至于为何燕飞也能显化出吞神魔宫的部分力量，那是因为燕青颖本来是想将吞神魔宫机缘给他哥哥的，但最后这个机缘还是选择了燕青颖。不过燕飞也是学了少部分吞神魔宫，燕飞好像也预料到了日后可能会有人打吞神魔宫的主意。为了不让燕青颖涉险，燕飞叮嘱他千万不能随意暴露吞神魔宫，甚至连战魔殿的其他人都不能告诉。为了转移视线，让燕青颖能安全，燕飞决定索性让自己变成吞神魔宫传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把注意打到燕青颖身上了。这个计划的确成功了，燕飞成为了世人眼中的吞神魔宫传人。可以说没有燕飞的牺牲，燕青颖想安然活到现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讲到这些事情时，燕青颖紧握着玉手，娇躯抑制不住的颤抖。他的哥哥是为了保护他而死的。真相大白后，战魔店主等人也是满脸复杂。君逍遥表情平淡，世间从来都不缺这种感人的事情，他倒是没什么触动。你应该也不瞎吧？君逍遥说道。燕青颖抬起手，将蒙着眼睛的黑色丝带解下，顿时一双漆黑如墨的美眸出现。只是那一双美眸如同黑洞一般深邃漆黑，散发着一股渗人的黑暗魔意。从我得到吞神魔宫的那一刻起，双眼就已经恢复了，只是因为受魔宫影响，双眼特殊，哥哥才让我继续蒙着眼。燕青颖道。君逍遥点头，这燕飞为了自己的妹妹倒也想得周到。所以呢，公子想让我交出吞神魔宫传承吗？燕青颖直视君逍遥，按理说他应该根本连质问君逍遥的勇气都没有，但吞神魔宫在潜移默化中也改变了燕青颖的性格，他的性格也逐渐朝着黑暗、冷漠、霸道靠拢。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燕飞死了，燕青颖就一开始悲伤了一下，然后就一直没有掉过眼泪。燕青颖正逐渐朝着一位女枭雄的身份靠拢，而他的话却是让战魔店主等人脸色骤变。燕青颖怎么跟公子说话的？战魔店主冷斥道。君逍遥微微挑眉，并不在意，他隐约也猜到了吞神魔宫可能稍微影响了燕青颖的性格，毕竟那位吞天魔祖可是一个极为凶狠霸道的主，他的传人又怎么会是一个性格柔弱的女子呢？本神子的确对你的吞神魔宫感兴趣，交出来吧。君逍遥淡淡道。他也没有掩饰什么，这个时候遮遮掩掩反而虚伪。君逍遥就是想要吞神魔宫的传承，公子是青颖和战魔殿的救命恩人，当然可以，不过青颖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要那朵神子死。燕青颖杀气毕露道。你是什么身份？敢跟公子讲条件？一语皱眉道。君逍遥是什么身份？燕青颖又是什么身份？即便她是逆天之女，是吞神魔宫传人，但在君逍遥面前依然卑微如蝼蚁。她有什么讲条件的资格？燕青颖，你太放肆了！战魔店主等人也是急忙呵斥，他们可不想看到燕青颖激怒君逍遥。君逍遥淡淡笑了笑，这燕青颖性格倒还真和其他女子不太一样。说句实话，若本神子真想要，别说吞神魔宫，就连你体内的世界本源，本神子都唾手可得。君逍遥淡漠道。他的话终于是让燕青颖脸色变化了。他没想到君逍遥不但看穿了他是吞神魔宫传人，甚至连深藏在他体内的世界本源都发现了。这世界本源是和吞神魔宫传承一起被燕青颖发现的，只有他和他哥哥知道。燕青颖感觉自己在君逍遥面前就好像全身光溜溜一般，被彻底看穿了。不过本神子可以施舍你一次，但与此同时，本神子也要向你提一个条件。君逍遥转而道。什么条件？燕青颖立刻回道。只要能够让堕神子死，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臣服于本神子，永生永世。君逍遥的话令得燕青颖脸色微微一变，永生永世这个词用得很重，若是燕青颖答应了，那就代表他永远成为了君逍遥的人，从此只有君逍遥一个主人，肉身骨血里都打上了君逍遥的烙印。这个条件看似很苛刻，但也要看提出的人是谁，没有人会愿意臣服一个庸人。但君逍遥是庸人吗？他不但不是庸人，反而超凡绝代，放眼仙域都是身份最为尊贵之人。臣服于这样一个存在，不但不是屈辱，反而还是一种荣誉，甚至于哪怕是当君逍遥的奴隶，都有人愿意抢着当。苏子琼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此刻苏子琼嫉妒的眼睛都要红了，她好不容易才得来一个成为君逍遥女奴的机会，结果这个叫燕青颖的少女竟然有资格追随君逍遥。奴隶、追随者，这两者地位可是天差地别。不仅是苏子琼，在场战魔殿的修士都是露出艳羡目光，跟着仙域的年轻大人日后定然会被带上仙域，一飞冲天。燕青颖也没有想到君逍遥会提出这个条件，
这甚至算是对他的优待了。燕青颖以为君逍遥还会提出什么更过分的条件，不过他转念一想，要不是自己吞神魔宫传人的身份，估计君逍遥都不会看他一眼。女人缠身子，以君逍遥的身份地位，会缺女人吗？燕青颖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她虽然美，但君逍遥也不可能看得上她。她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吞神魔宫传人身份。君逍遥也的确是这样想的。他到现在为止，撇开君仗剑等人不说，真正的追随者只有一个古之地族传人一羽。现在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逆天之女，要是能收来当追随者，那也不错。君逍遥本来就没打算把逆天石子都杀了，只要逆天之子不招惹他，君逍遥也不会喊打喊杀，反而会有收服的心思。毕竟这种逆天之子集一切气运于一身，培养好了，日后定然会成为一代强者。君逍遥也有想法，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培养一批神王八部众什么的。而且这燕青颖的性格有些与众不同，其他女的看见君逍遥全都变成了母舔狗，一个劲的在舔他，让君逍遥都是有些厌烦了。这燕青颖性格清冷，因为吞神魔宫的关系，还带着一些黑暗、冷漠、霸道的气质。这样一个少女，应该不会变成母舔狗跪舔她了吧？燕青颖轻吐出一口气，虽不大，却形状姣好的胸脯轻轻起伏了一下。好，青颖答应公子，只要堕神子死，青颖当永生永世追随公子。燕青颖对着君逍遥一拜。之所以她要请求君逍遥杀了堕神子，是因为凭她自己的实力，或许日后有能力杀堕神子，但那不知要等多久时间。燕青颖对堕神子的恨已经达到了极点，她恨不得堕神子立刻惨死在她面前。好，既然你答应了，那本神子答应你的事自然也会办到。君逍遥点头道。堕神子本来就已经应战了，他和堕神子也终究是要打一场。对君逍遥而言，打败和打死并没有什么区别。其他人不敢杀堕神子，不代表君逍遥不敢。随后君逍遥并退了众人，只留下了燕青颖。将吞神魔宫交出来吧。君逍遥道。燕青颖微微点头，他相信君逍遥不至于对他这个小人物言而无信。他也是将吞神魔宫的法门传给了君逍遥，以君逍遥的妖孽天赋，自然也是很快接受了。他细细品味了一番，也是暗暗啧舌。吞神魔功不愧是响彻仙域的魔道绝学，威能极为霸道，吸纳天地，吞神噬魔，炼化万物。某种程度上说，同神像镇狱境演化出的地狱熔炉差不多。不过地狱熔炉显然没有吞神魔功那么霸道，而且吞神魔功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能够将吸纳吞噬进去的神通威能再度反弹回去，这就有点东西了。君逍遥细细体悟了一番后，缓缓抬起手，法力催动间，一个小型的漆黑漩涡浮现在了他的手掌之上。这个小型漩涡散发着一股吸力，吞噬着周围的物质。这就成功了。燕青颖睁大了美眸，难言惊诧之色。哪怕是他这位吞神魔功传人，初步领悟吞神魔功都耗费了很长时间。他的那位堪称天资超凡的哥哥，更是消耗了许多时间才勉强能够施展出来。而君逍遥才刚得到吞神魔功法门，不过参悟了一小会就能够施展出来，这差距也太大了吧，让燕青颖都是感觉不可思议。他也终于明白君逍遥的天赋是何等的妖孽。在君逍遥面前，他这位吞神魔功传人真的什么都不是。不错，有些收获。君逍遥点头，他看到燕青颖惊诧的小眼神，就知道这位吞神魔功传人心里受到打击了。我不是人，别跟我比。君逍遥随口道。燕青颖平复了一下心绪后，燕青颖微微迟疑，然后催动体内法力，一团五彩斑斓还缭绕着一缕缕血色气息的物质浮现而出，正是森罗大陆的世界本源。你这是？君逍遥看着燕青颖，青颖相信以公子的实力，应当可以完成条件。既然如此，青颖也当诚心以待。青颖知道自己并没有太多能让公子看上的，这团世界本源还请公子收下。燕青颖语气清清冷冷，却带着坚定之色。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君逍遥顿了顿，然后也是不客气，直接收下了这团世界本源。他日后要去英灵祭坛开辟以身为重的道路，需要的世界本源自然是越多越好。不过君逍遥也不愿意占燕青颖的便宜，他道：你身具吞神魔功，可以吞纳炼化万物，我也不占你便宜。之后等我打败了堕神子，直接把他镇压了，给你炼化。君逍遥语气很随意，但说出的话却足以令人错愕。堂堂堕神子怎么在君逍遥口中变得这么微不足道了？多谢公子。燕青颖对此可是求之不得，他可是对那堕神子恨之入骨，能亲手折磨他，将他送入地狱，比什么世界本源重要多了。恐怕连堕神子都没有想到，大战还没有开始，君逍遥就已经开始安排怎么处置他了。君逍遥和堕神子的事情在整个森罗大陆愈演愈烈，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场大战。数日后，堕神子终于放话了，要和君逍遥在黑山展开决战。黑山和死海一样，都是森罗大陆的险地，遍布各种妖兽和太古异种。传闻在黑山深处有一座染血的古战台，任何人只要踏入其中，展开决战都不会受到外界干扰，哪怕圣人亦无法干扰战局。交战双方只要进去了，除非一方彻底落败或者死亡，不然古战台是不会放他们出来的。可以说，堕神子选择了那样一个地点，本就是抱着全力一搏的决心。君逍遥虽强，但他也不弱。如果还没战就开始胆怯，那还打个屁！堕神子此举就是为了断绝自己的后路，背水一战才能发挥压榨出最大的潜力。如果这一战堕神子胜了，
他得到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这舵绳子倒也有点魄力。得知了这个消息的君逍遥脸色淡淡，他知晓舵绳子此举是掐灭了心中的忌惮和胆怯，彻底断绝了后路，不是极尽升华，就是黯然陨落。公子，这舵绳子是想对您不利，要不然我去吧。一语在一旁说道。明眼人都知道舵绳子这一战是想踩着君逍遥上位，谁也不知道他会施展出什么手段。一语对君逍遥可是忠心耿耿，甘愿替君逍遥去冒险。君逍遥淡淡摇了摇头道，舵绳子的目标是我，他也只会和我斗。虽然一语的实力也堪比不朽势力传人，足可和这些仙域年轻一辈的天骄至尊争锋，但舵绳子显然不会自降身份，和君逍遥的随从战斗。传消息出去，本绳子会赴约。君逍遥淡道，他一路而来，大大小小的战斗不知有多少。如果这舵绳子真能给他带来一点惊喜，那倒也是一件幸事。毕竟太无敌了，也很无趣。君逍遥赴约的消息如同点燃了引信一般，令整个森罗大陆彻底炸开了锅。各方势力的修士都是赶往黑山，还有诸多仙域的天骄也是动身了，等不及要见证这一场仙域年轻至尊间的大战。一时间，原本罕有人迹、荒凉无比的黑山竟是变得热闹无比。天际有飞行古兽闪过，有浮空飞舟掠动，地面也有凶兽拉着辇车，都是各方势力的天骄和大人物。不过短短数日，整片黑山都是表情。君逍遥此刻的魅力太足了，白衣展动，风姿绝世，举手投足盖压舵绳子。这下哪怕连烟轻影、黑曜石般的深邃美眸都是忍不住微微迷离了一下。纵使他性格冷漠霸道，如同女枭雄，但这一刻看到君逍遥的风姿，亦是忍不住芳心一颤。听到君逍遥的话，舵绳子脸色很难看。现在他才明白，关于君逍遥的消息根本就不是什么以讹传讹，他的实力是真的有这么恐怖。君逍遥再度出手，祭出兵伐诀，同时冷漠道：“这具身体应该不是你的吧？让我猜猜，难道是舵神宫替你找来的一具古代怪胎肉身？”君逍遥的话令舵绳子再度变色。舵绳子出招，祭出绝学阎罗印，冷喝道：“成王败寇，世人最后只会记住胜利者，只要能变强，用什么方法都无所谓。”这话几乎就是间接承认了君逍遥的猜测。果然，君逍遥心头冷笑，他的拳风可不是谁都能接下来的。一般的天骄连他全力的一拳都承受不了，肉身都会直接炸开。但这舵绳子的肉身竟然坚持了这么久，而且在他全力一拳下，竟然只是皲裂，而没有彻底爆碎，这就足以昭示了这具肉体的不凡。君逍遥不相信舵绳子原本的肉身会有这么强，唯一的可能便是这具肉身不是他的。而且舵神宫身为魔道源头之一，拥有各种诡异神通秘术，换一具古代怪胎的肉身也并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原来是这样，舵绳子的肉身竟然是古代怪胎的。仙域的天骄在得知真相后极为震惊，他们总算明白了为何舵绳子能够以一敌三，同时迎战3位不朽势力传人。古代怪胎的肉身足以让舵绳子的实力远超一般同代天骄，但这样一来，更加让人震撼的事情出现了。君逍遥竟然把古代怪胎的肉身都是打得皲裂，快要崩溃。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君逍遥的肉身已经比古代怪胎还要强。想到这一点，四周都是响起了丝丝的吸冷气之声。君逍遥的肉身太恐怖了，不愧是公子。一语神情振奋，苏子琼也是露出极度狂热崇拜之色，眼中的爱慕痴迷之意几乎要满溢了出来。这时，很多仙域天骄也是想起了那祖龙朝的古代怪胎龙吉公主，好像还会和君逍遥有一战。一开始很多人认为龙吉公主拥有古皇血脉，又是龙族后裔，肉身之力定然可以和君逍遥抗衡。但是现在在看到舵神子肉身被君逍遥打得快崩灭后，他们心中开始为龙吉公主祈祷了，希望龙吉公主之后对上君逍遥会没事。古战台上风云激荡，底细暴露后，舵神子更加无所顾忌，彻底爆发了自身实力。他默念口诀，将法力催动到极致，在他周围无尽铭文显化而出，无数魔影出现，将他衬托的犹如一尊地狱魔主。那难道是舵神宫的黑暗冥王经？一些仙域天骄惊呼，黑暗冥王经乃是舵神宫的至尊法，诡异莫测，威能强悍。此刻舵神子催动黑暗冥王经，他周围有无数阎罗恶鬼、地狱罗刹之影浮现，整片古战场好像霎时成为了九幽黄泉。君逍遥，即便你知道了我的秘密，也无济于事，我会在此彻底终结你的不败神话。舵神子此刻如同主宰地狱的冥王，双眸中血海翻覆。本神子也很期待将来有人能打败我，不过可惜你不配。君逍遥微微摇头，直接祭出了荒古圣体意象，万圣朝拜，金芒普照，法能澎湃，万道圣人虚影浮现。舵神子的黑暗冥王经偏向黑暗与诡异，那君逍遥的荒古圣体意象就是最克制这种黑暗诡异的。万圣朝拜意象一出，周围许多森罗大陆修士都是忍不住被那股气息压制，跪伏在地，一个个面色惊骇到了极点，如同见到了真正的神灵。我的天，圣人，全都是圣人！那些圣人在对君家神子朝拜，所有森罗大陆修士头皮发麻，鸡皮疙瘩都是起来了。在下界实地最强的也不过就是圣人而已，而现在万道圣人虚影都在对君逍遥朝拜，这种震撼可想而知。轰隆隆，圣体意象出，万道臣服，万道圣影盖压而下，
那些恶鬼罗刹虚影发出尖笑声，而后便是如同春雪一般开始消融。LTB GT 堕神子神情一时巨变，他的招式被君逍遥克制得死死的。君逍遥出手，70块大罗仙骨之力加持，仙光澎湃，威能惊世，一手轰击而出，直接打穿了虚空，镇压向堕神子。堕神子大口吐血，哪怕他的肉身是古代怪胎身躯，现在也承受不住了，直接开始崩溃，整具肉身被轰得四分五裂，只剩下一些骨头筋膜相连。堕神子大人！古战台外2位黑袍圣人变色，急忙闪掠而出，却是被古战台周围的道纹给挡住，无法进入。他们脸色难看，看着古战台内一脸苍白、表情扭曲的堕神子，心底隐有不好的预感。这古战台本来是堕神子为了激发潜能，同时不让君逍遥有退路，结果现在却将自己的退路给封死了。堕神子这回恐怕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了。悠哉文学，让心灵去旅行。堕神子原本是想给君逍遥挖坑的，这古战台原本也是为了困住君逍遥，不让他的护道人解救他，结果现在却困死了堕神子自己。古战台开启后，只有一方彻底落败或死亡，周围虚空中的道纹才会解除。但眼下局面，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出谁会落败。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堕神子摇头，披头散发，无法置信。不得不说，他的古代怪胎肉身很强，即便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意识在恢复，断口处肉芽生长，想要愈合肉身，但堕神子的内心已经在打鼓了。即便肉身能愈合又怎样，依然要被君逍遥打裂。终于感觉到恐惧了吗？这才是你面对本神子该有的情绪。君逍遥拿出灭霸圣王手套，戴在右手上。堕神子作为一个沙包来讲，还是很合格的，至少皮糙肉厚，很抗揍。他再度出拳了，现在加上了灭霸圣王手套，君逍遥的这一拳威力更强。前方空间像是纸片一般，直接被撕裂。很难想象一个归一境的天骄，动辄就撕裂空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圣人在出手。不，我不会败。这个时代谁都能崛起，不可能你一个人无敌。堕神子嘶吼着，满头灰白色长发乱舞，气息再度提升，有诡异的符文从他四分五裂的肉身中冲出。而后在所有人震撼欲绝的目光当中，堕神子的肉身竟然是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愈合，很快恢复如初。这也太恐怖了吧！堕神子难道拥有不灭肉身？一位仙域天骄深吸了一口气，并非是不灭，只是恢复力惊人，如果将他肉身湮灭粉碎，应该无法再恢复。也有人看出来了，但不论如何，堕神子的表现已经让许多人震撼了。不愧是堕神宫的年轻至尊，如果不是碰上君逍遥，他绝不会这么狼狈。堕神子再度催动绝学，他双手结印，煞气涌动，魔光汇聚，一方恐怖的黑印出现，所有人看一眼都是感觉脊背发凉。那是堕神宫的至强大神通堕天印。四方都传来了仙域天骄的惊呼声，并不是他们见多识广，而是这堕天印在荒天仙域太有名了，是堕神宫的正派绝学。传闻堕神宫曾有至尊强者凭借堕天印生生将一位同等级的至尊给震死，由此可见堕天印的强悍。这堕天印也是和祖龙朝的真龙大神通同等级的顶级大神通，传闻一印镇压下去，足以让人堕落到地狱的最底层，可见这一门大神通的威力之强。君逍遥见状，唇角挑起一抹轻笑，总算是有点意思了，不然也太无趣了。君逍遥轻笑着，同时胸口在发光，有炽盛的光华浮现，那是至尊骨的神通在催动。至尊骨，君家神子的另一种特殊体质。所有仙域天骄目光都是直勾勾盯着，满脸艳羡之色。君逍遥有荒古圣体不说，更有至尊骨，身怀2种顶级天赋体质，也难怪他能一路称无敌。君逍遥没有动用上苍劫光，而是直接施展出了其完整形态上苍之手。在一片炽盛光华当中，一只烙印着无尽符文的遮天巨手浮现而出，带着一股镇压诸天的气息。这只劫光巨手仿佛代表着上苍的意志，扼杀世间万灵。上苍之手同堕天印碰撞，如同100颗核弹炸开了一般，那一片虚空直接是化为了黑洞洞的虚无。狂猛的碰撞涟漪如同灭世之潮一般扩散而出，堕神子背后的黑白双翅护在身前，如同盾牌一般。即便如此，他亦是受到了冲击，咳血倒飞。君逍遥体表则是青光涌动，凝结出了青天祖龙甲。那冲击波轰击在青天祖龙甲上，无法给君逍遥带来什么伤势，即便有少许余波透过战甲落在了君逍遥的肉身上，以荒古圣体的强度，那些冲击也跟挠痒痒差不多。君逍遥没有闲着，在堕神子吐血倒飞的同时，他再度出拳了，想要给堕神子来一记彻底绝杀。堕神子见状，脸上终于是浮上了一丝惊恐之意。他背后黑白色的翅膀震动，阴阳二气流转，这并非堕神子自己的天赋神通，而是古代怪胎肉身所携带的神通，也算是一种特殊体质。黑白双翅震动间，好似显化出了阴阳奥义，2道黑白之光扫向君逍遥，挡住了他的拳锋。咦，这双翅膀！君逍遥诧异，看出了这翅膀的不凡。君逍遥，你以为只有你有特殊体质吗？试一试我的堕天之翼！堕神子发出怒吼，这对堕天之翼十分恐怖，缭绕阴阳二气，将空间都是打乱了，混乱阴阳，镇压万灵。哪怕是一羽、苏子琼等人，在感受到堕天之翼的威能后，都是脸色凝重。这堕神子倒也的确有他的资本，光是这一对堕天之翼，都足以让他胜过许多年轻至尊。加上古代怪胎肉身，堕神子能闯出这般威名，也情有可原了。
不过这些在君逍遥面前都是无用。看着那袭来的黑白魔光，君逍遥一手探出，法力汹涌，一道漆黑的黑洞漩涡猛然扩张而出，那黑白魔光直接是被吸入了其中。那时舵神子整个人都愣住了，微微张开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知道君逍遥施展出的招式是什么，但正是因此才令他愕然。吞神魔功！舵神子忍不住怒吼，难以置信。吞神魔功乃是吞天魔祖的绝学，即便那燕青影在这几日内将吞神魔功传授给了君逍遥，也不可能这么快练成啊！看到舵神子瞠目结舌的表情，君逍遥报以怜悯之色。一般人果然理解不了他的天赋，君逍遥的天赋也根本不能以常理推断。他再度催动吞神魔功，那黑白两色魔光竟是再度从黑洞里飞了出来。这就是吞神魔功的另一种能力了。当然，这种能力也有限制，若是对手招式太强，或者打爆了黑洞，那自然无法再反弹回去。噗嗤！突如其来的魔光扫过，直接是将舵神子肩头、腰肋击穿，鲜血飞溅。君逍遥不再拖延，要彻底终结战斗。他右手戴着灭霸圣王手套，一拳轰出，轮回之力澎湃涌动，好似有6个轮回小世界随着他的拳风镇压而去，轰杀一切。正是6道轮回拳。舵神子各种底牌进出，可以说是100%发挥出了自己的实力，但却依旧无法伤到君逍遥分毫，这让人无比绝望。舵神子不说能够抗衡君逍遥，哪怕只是能让君逍遥负伤都行啊，至少还能心理平衡一点。而现在君逍遥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这就令人绝望了。两者实力根本不在一个级数上，君逍遥简直是全程碾压，明眼人都能看出舵神子大势已去，结局注定败亡。6道轮回拳之威汹涌澎湃，好似要将人拉入轮回之中，碾成粉末。周围空间被6个轮回漩涡扯得粉碎，而舵神子在这般攻势当中，肉身再度被打裂，鲜血迸溅而出，极为狼狈且凄惨。这一刻，舵神子的眼中终于是显露出了一缕惶恐之色。没错，身为舵神宫的顶尖传人，从来就不知何为畏惧的舵神子，此刻终于是怕了。难以想象，心性冷漠残酷的舵神子会露出这种表情。看到君逍遥眼中的漠然之色，舵神子心底一沉，他知道君逍遥对他抱有杀意。君逍遥，你难道真的敢杀我？舵神子忍不住嘶吼道：“你这句话倒是显得愚蠢，本神子有何不敢？”君逍遥冷笑了一声：“我乃舵神宫传人，你若真的杀了我，舵神宫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舵神子不得已，只能拿出背景。君逍遥更是摇头，冷讽一笑：“这种打不过就搬背景的手段，真的是很愚昧。这种威胁对其他人或许有效，但对君逍遥而言就显得很可笑了。舵神宫有必要怕吗？至少君逍遥觉得没必要。”他再度出拳，彻底将舵神子击溃。舵神子想要祭出一些护身法宝，却是绝望的发现，这处古战台竟然也限制了手段，任何作弊的手段都无法施展出来。啊！舵神子忍不住仰天怒吼，灰白色发丝乱舞，悲愤抑郁到快要吐血。他是真的恨，简直是自己挖坑往里跳。君家神子，住手！那2位黑袍圣人忍不住喝道。他们无法介入战局，只能着急在外面干瞪眼看着。你们放肆！东玄老祖、古元等人同样呵斥，爆发圣境修为，同那2位黑袍圣人针锋相对。君逍遥彻底将舵神子击溃，完全失去了反抗之力。然而君逍遥却是留了舵神子一口气，没有直接将其灭杀。怎么回事？莫非君家神子要手下留情了？一些仙域天骄狐疑。你想多了，以君家神子以往的行事风格，他是那样的人吗？另外有些天骄摇头道。舵神子显然也是明白君逍遥应该不会放过他，但他现在却是留了舵神子一口气。而这时古战台周围虚空的道纹也是开始消散，因为胜负已分。公子，2位黑袍圣人忍不住出手，但却被东玄老祖和古元挡住了。燕青影则是化作了一道残影，闪身向古战台。交给你了，他的命由你来终结吧。君逍遥直接是将被打成死狗的舵神子扔给了燕青影。燕青影哥哥燕飞的死，其实都要归咎到舵神子身上。舵神子是燕青影的执念，这个执念不除，对燕青影的道心将会产生影响。君逍遥可不想自己的追随者道心出现什么裂痕，因此他才留了舵神子一口气，让燕青影去解决，了断执念。君逍遥，舵神子口中鲜血涌出，神情却是带着悲愤。如果他是被君逍遥所杀，虽然悲剧，但至少也不算跌身份。毕竟杀他的人是仙域的最强天骄，但现在君逍遥却是要让一个下界少女终结他的生命，这对舵神子而言简直就是羞辱。舵神子，当初随口发布命令，导致我哥哥死的时候，恐怕根本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果吧？燕青影双眸如同夜星一般寒冷而深邃。如果没有君逍遥半路插手，我早就得到了所有。舵神子双眸如血，他也没有求饶什么的，因为知道根本不可能。那就去死吧，为我哥哥偿命来！燕青影出手了，漆黑的吞噬漩涡浮现出，如同一个漆黑磨盘一般搅碎一切。什么？那位少女才是吞神魔宫传人？当看到燕青影出手后，周围无数人都是发出惊呼，一些仙域天骄也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君逍遥会有那种举动，因为他要彻底收服吞神魔宫传人。哎，我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和君家神子的差距了。君家神子不仅实力强绝，智慧意识绝顶，早早就准备将吞神魔宫传人收服。相比之下，舵神子败得不冤。
许多天骄都在感叹，堕神子支离破碎的身躯被卷入吞噬漩涡当中，连神宫内的真灵都无法逃脱被吞噬的命运，那种痛苦简直比凌迟更痛苦万倍。最后，堕神子整个人都是被吞噬殆尽，血肉精气化为了单纯的能量，被燕青影炼化，他的气息也是开始节节暴涨，达到了归一境。同时，在燕青影身后，竟然有能量开始汇聚，而后化为了一对黑白色的羽翼，那是堕天之翼。众人失声惊呼，那不是堕神子的特殊体质吗？怎么出现在了燕青影身上？君逍遥见状，倒是没有太多的意外。燕青影身为吞神魔功传人，他的倚仗显然不可能只有吞神魔功，想必是他的体质有些特殊，很适合吸收各种能量属性，因此才会被选中成为吞神魔功传人。此刻，燕青影一袭黑色长裙，身材纤细，背后一对黑白色的堕天之翼张开，流转阴阳二气，一眼看去，倒真有点像美艳的堕天使，已经初具几分年轻至尊的模样和气势了。相信要不了多久，燕青影就会追上仙域的年轻一代，成为君逍遥的得力追随者。青影，多谢公子大恩，永生永世，忠于公子。燕青影对着君逍遥单膝跪下，漆黑如夜星般的美眸带着坚决之意，同时眼底还隐约深藏着一缕倾慕。君逍遥举手投足，镇压堕神子，替他报仇雪恨。这样的男子，谁能不爱呢？燕青影怕是也要变成君逍遥的母舔狗了。而那两位黑袍圣人则是心头彻底一沉，仙域堕神宫的大人物，怕是真的要震怒了。就在同一时间，荒天仙域堕神宫的所在地，有至尊的怒吼之声传出。究竟是谁？至尊一怒，天地动荡，堕神宫周围无数山脉都是崩毁，云层震荡，天崩地裂。这一声怒吼传遍方圆10万里，各方势力皆是心惊无比。怎么回事？那一声怒吼是从堕神宫传出，应该是堕神宫的至尊，可是谁敢招惹堕神宫？不是嫌命长吗？不对，现在没人挑衅堕神宫，莫非是堕神宫下界的那位堕神子出事了？堕神子就是那位堕神宫的顶级传人吗？他怎么可能会出事？下界又有几个人敢对堕神子出手？四面八方无数势力被这股怒吼声惊动，开始各种猜测。堕神宫的至尊的确是在看到堕神子的魂灯熄灭后忍不住动怒的，在下界竟然真的有人敢杀堕神宫传人。然而没过多久，下界的那两位黑袍圣人便是传去了消息，堕神子乃是因君逍遥而死。那位堕神宫至尊得到消息后更是无比震怒，君家神子君逍遥敢杀我堕神宫传人，真是好胆！至尊一怒，日月失色，天地无光，这带着盛怒的声音更是传遍了八方。每一个听到这声音的仙域修士皆是神情愣住，而后呆傻。君家神子在下界杀了堕神子，我去，这个消息也太劲爆了吧，连堕神子都不是君家神子的对手，太恐怖了！君家神子在年轻一代，莫非真的要称无敌了？这个消息令四方震动哗然。本来君逍遥在荒天仙域已经有了年轻一辈无敌的称号，如今灭杀堕神子，无疑更是令君逍遥增添光辉。不过也有人觉得君逍遥招惹了堕神宫，怕是也会有些难受。很多人也在等着堕神宫会有怎样的举动。就在所有都在等待堕神宫接下来的行动时，一道无比恐怖而璀璨的剑光击破了亿万层空间，对着堕神宫斩落而下。君家欺人太甚！那位方才怒吼的堕神宫至尊再度冷喝一声，轰！亿万光华展开，波动席卷四方，有闷哼声传出，还有一滴滴璀璨的至尊之血从天际深处落下，砸塌了一片山脉。一道伟岸的魔影从天际落下，坠落进了堕神宫内。周围多方势力不敢靠得太近，只能在远处观察。堕神宫的至尊受创了，所有人眸光震动。那一滴滴至尊之血弥漫着神圣，将山脉都是砸穿。这代表堕神宫的至尊流血了。仅仅是一道剑光就让堕神宫的至尊受创，这令人震撼。与此同时，一道老气横秋的声音也是相隔无数距离传来，从虚空中响起。堕神宫难道都是一群狗吗？没事就喜欢乱叫，扰人清静，下次再叫，灭了你堕神宫！这霸气的话令四方势力晋升，脸色都是彻底呆滞了。恐怕也唯有君家敢说出这种话吧。那位受创的堕神宫至尊脸色都是憋红了。他们堕神宫的传人被君逍遥杀了，难道连吼两嗓子都不行了？而且还被当作是狗在犬吠，简直就是耻辱！这位堕神宫至尊气得五脏如焚，怒发冲冠，恨不得直接杀上君家。但一想到君家的底蕴，还有那些沉眠在祖祠里的老不死的，这位堕神宫至尊便是生生压下了心头怒火。他们堕神宫的确不弱，但若真的对上君家，到时候事态收不住，对堕神宫而言将会造成毁灭性打击。算了，暂且忍耐吧，我相信君家也猖狂不了太久了。堕神宫深处有其他至尊开口劝诫道。那位堕神宫至尊终究还是没有发怒，忍耐了下来。看着那沉寂下来的堕神宫，周围所有势力的修士都是如同石化了一般。身为荒天仙域魔道源流之一的堕神宫竟然怂了，这简直稀奇。堕神宫身为魔修势力，行事本就强势霸道，哪怕是同等级的不朽势力，堕神宫也从来都不虚谁，十分强势。但是现在却是生生被君家压了一头，不敢放肆。御三家之一的君家果然威势无边啊！对啊，不愧是排名顶尖的荒古世家，堕神宫强势，君家比堕神宫更强势。四方众人感叹，这件事想必也会很快传遍仙域吧。而在君家那边，虚空中一位身着灰袍、
看上去不过10来岁的孩童收了手中的剑。他虽是孩童模样，但眼神却非常沧桑，老气横秋，正是君家那位吞服过长生道果，因此一直保持着孩童模样的16祖。哼，这一剑应该足以镇住堕神功了吧？一旁身着灰衣的干瘦老者淡淡一笑，正是18祖。哼，不就是死了一个后辈崽子吗？至于反应那么大？16祖哼了一声，18祖笑而不语。他相信，如果是君逍遥出了什么意外，他们的反应恐怕会比那位堕神宫至尊更加激烈极端。人都是双标的，堕神子死了就死了，和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如果君逍遥被人伤了碰了，估计16祖都会提着剑登门去砍人。当然，这种事应该不会发生，因为能伤到君逍遥的同辈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出现。16祖转而扯出一个笑道：不过逍遥的表现倒令人满意，连堕神子都能杀了。我倒是听说那堕神子的肉身乃是堕神宫从一具神元中挖出的古代怪胎肉身，这样说来，逍遥应该有能力对付那些古代怪胎。18祖揣摩道：那就好，之前我还有点担心逍遥对上祖龙朝的那位黄毛丫头会出什么问题，现在看来完全不用担心了。16祖呵呵一笑，哼，我也很期待当逍遥回到仙域时会变得多么厉害。18祖笑道：怕是会彻底横推仙域年轻一代吧。16祖乐呵呵的，拭目以待吧，我君家的辉煌需要逍遥来延续。18祖深吸一口气叹道：是啊，我君家既有辉煌，但也有着沉重的负担。16祖笑容稍微收敛了一下，荣耀的背后刻着一道孤独，君家辉煌的背后自然也付出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这些君家老祖的目光都放得很长远，君家虽然辉煌，但表象之下暗流亦是汹涌。君逍遥要快点成长起来，才能成为君家的顶梁柱。仙域发生的这些事情，君逍遥自然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只是会一笑而过。生在这种护犊子的家族里，他相信堕神宫不敢对自己怎么样，至少明面上不敢对自己出手。君逍遥，你闯下大祸了，我们已经将消息传了回去，哪怕是君家，也不可能无视我堕神宫的怒火。一位黑袍圣人语气冷冽嘶哑道：你们再敢对公子放肆一句！东玄老祖古元眼中有冷意在涌动，特别是古元，君逍遥是为了他们战魔殿才对上堕神子的，他不允许有人对君逍遥出言放肆。就在这两位黑袍圣人欲要再说什么时，他们也是再度接到了传讯，而得知这个消息后，两位黑袍圣人的脸色当即凝固住了。消息只有简短的一句：暂时不要招惹君家神子。这让两位黑袍圣人都是傻了，明明是君逍遥导致堕神子陨落，怎么他们反而还不能招惹君逍遥了？看到这两位黑袍圣人的微表情，君逍遥心有预料，冷笑一声道：怎么，你们是准备和本神子纠缠到底了？两位黑袍圣人闻言，脸色都是难看的像是吃了苍蝇一般。他们也不傻，从这个消息就听出来了，堕神宫忌惮君家，服软了。亏得他们方才还说堕神宫会让君逍遥付出代价，结果现在反而是堕神宫先怂了。两位圣人脸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扇了100个巴掌。他们不再停留，转身灰溜溜离去。看着那直接遁走的两位圣人，所有仙域天骄都是有些愕然。说好的报复呢？怎么反而夹着尾巴跑路了？看着这一幕的燕青影心中对君逍遥更是崇拜，想必君逍遥的背景来历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厉害。跟着这样一位主人，不但不是辱没，反而是一种荣耀。好了，此件事了，你们战魔殿也准备重建吧？君逍遥摆手道。古元和战魔殿主闻言都是无比激动，多谢公子。两人诚心叩拜，他们相信有君逍遥的余威在，重建后的战魔殿一定能发展得更好，战魔殿会再度成为森罗大陆的霸主。接下来几天，君逍遥也是待在森罗大陆，短暂的调休了几日。而战魔殿修士在古元这位7代殿主的带领下征伐四方，不但彻底将3大宗门的底蕴接收了，还征服了诸多势力，还有其他许多势力慕名投辈来，想要加入战魔殿。而战魔殿也是选择了森罗大陆中央的一大块领地作为重建的地址，整个战魔殿都是一派欣欣向荣之象。可想而知，要不了多久，森罗大陆将会出现一个真正的霸主。而君逍遥在森罗大陆也有收获，他得到了森罗大陆本源，得到了吞神魔功这门至尊法，还收了一位潜力无穷的逆天之女当追随者。论潜力，燕青影并不弱一羽多少，只是一羽从小生在古之地族，修为和眼界都比燕青影这个下界的娇女要强。但只要给燕青影时间，以她的吞神魔功加上能容纳任何属性能量的特殊体质，在将来绝对会成长为一位实力强绝的黑暗女王。对于自己选人的眼光，君逍遥还是有自信的。在新建的战魔殿内，一处殿宇中热气蒸腾弥漫。因为知道君逍遥有泡温泉的爱好，所以即便他可能只在这里待几天，古元依然让人建了一座温泉池。而此刻伺候君逍遥的并非是苏子琼，而是燕青影。苏子琼的侍女工作先是被纳兰若曦抢去，现在又被燕青影抢走，这让苏子琼有些闷闷不乐。看不到君逍遥完美无瑕的身躯，他晚上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都难以带入君逍遥的样子。温泉池内，君逍遥在闭目养神，燕青影则用一双玉手替他捏肩。打败堕神子对君逍遥来说算是轻松，所以他压根就不用调整状态，只是单纯想要放松一下。燕青影那白如霜雪、嫩如凝脂的脸蛋上微微带着一抹红，即便他的性格受到了吞神魔功影响，有些负面的黑暗冰冷情绪，
但这一切在君逍遥面前都消失无踪。他也只有在君逍遥面前才会散去冰冷之意，变成小女人模样。青影，你差不多已经彻底消化了剁绳子的力量吧？君逍遥询问道。这还多亏了公子，一方面替我报仇，另一方面还令青影实力提升。燕青影柔柔道。那就好，以后我还会让你吞噬其他天才，你的实力会飞速进步。君逍遥道。燕青影略微迟疑，但还是开口，悠悠道：公子，这吞神魔功伤天害理，天地不容，当初创造这门功法的魔祖，最后也落得个人人喊打喊杀的局面，到时候若是……燕青影心里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吞神魔功有伤天和，若他真的跟随君逍遥回到仙域了，到时候因为他吞神魔功传人的身份给君逍遥带来麻烦，那不是燕青影想看到的。原来你在顾虑这个。君逍遥摇头失笑。的确，吞天魔祖在仙域的确是臭名昭著，过街老鼠般的存在，但那又如何？吞天老祖最后重伤逃下界，落得那般悲惨下场，都是因为他是孤家寡人，背后没啥势力，而且仗着吞神魔功天天惹事，他不死谁死？但燕青影不同，有君逍遥在背后替他撑腰，谁敢非议他魔功传人的身份？真是个傻姑娘啊！君逍遥叹了口气。燕青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脸颊发红。换做其他人这么称呼，燕青影早就杀过去了，但君逍遥这般称呼，燕青影只感觉有些害羞，好似有一丝宠溺的味道。放心，有本神子为你撑腰，仙域谁敢非议你吞神魔功传人身份，我就诛他9族，让他全族都成为你的养料。君逍遥淡漠道。他倒是继承了君家人护短的性格，燕青影既然诚心追随他，君逍遥自然也不能辜负了他。公子，燕青影芳心酥麻，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君逍遥为他算是做了很多了，有如此诚心相待的主人，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尽心追随呢？就在森罗大陆的局面逐渐稳定时，乾隆大陆那边战火已经燃烧了许多天，大印皇朝和天妖王族等罪族展开了大大小小数百场战斗。而在这般战斗中，大印皇朝却是节节败退，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天妖王族这一脉罪族，还有黑翼蝠族、夜叉王族、三眼灵族这3大罪族。这3大罪族被破风的天妖王族解救，然后联手复仇大印皇朝。而且不仅如此，除了这4大罪族外，还有一脉势力在插手。虽然他们没有明面上帮助，但却是以黑色斗篷掩身，相助天妖王族等势力。正是妖神宫神女颜如梦从仙域带下来的人手。当然，他们不敢公然表露妖神宫的身份，那就是裸的和君家作对了。因此稍微掩饰了一下，虽然这种掩饰跟没有也差不多，但至少没那么直白。到时候君家若问罪，也可以有个借口。颜如梦也是拗不过天妖太子，天妖太子非要灭了大印皇朝才肯回仙域。颜如梦无奈之下，只能让贺老等人帮助天妖王族。在4大罪族加上妖神宫圣人的联手攻击下，哪怕5大追随者势力中最强的大印皇朝也是承受不住了。西荒、南岭、北原3地接连沦陷，大印王朝军队死伤无数。4大罪族直接是将大印皇朝的大本营东土进发，浩浩荡荡的罪族联军遮天蔽日，每一脉罪族中都有准圣和圣人存在，虚神、真神、天神、道神等强者也不少。这样一支罪族军队汇聚起来，哪怕在仙域也可以横扫一方了，更别说是在下界。此刻在军队中，颜如梦的身影出现，她一袭粉色长裙，雪白的容颜绝美，无一丝瑕疵，肌肤如低粉搓酥一般娇嫩，身材更是袅娜到极点，一双鱼润的雪玉长腿修长又嫩，诱人垂涎。他看向天妖太子，轻启玉唇道：天妖太子，我在最后告诫你一句，现在收手，随我回仙域还来得及。若是到时候君家神子或者其他君家强者到来了，我妖神宫也救不了你。听到颜如梦的告诫，天妖太子还没说什么，在他身旁，一位身着黑色软甲、容貌妖冶至极的美丽女子，则是咯咯一笑道：神女，你未免也太怕那个什么君家神子了，他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这位妖冶女子乃是另一支罪族夜叉王族的夜叉公主，也是一位天之娇女。不过她最崇拜的还是天妖太子，毕竟是天妖太子帮助夜叉王族破风了，加上天妖太子容貌俊美，夜叉公主自然倾心。听到夜叉公主的话，颜如梦唇角挑起一抹冷笑。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他的修为弱小，而是目光短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君家神子是个何其恐怖的存在。可以跟你说，君家神子在荒天仙域同代人中几乎找不到对手。颜如梦道：够了，颜如梦，你一直在说君家神子如何如何，你莫非喜欢他不成？天妖太子面色一沉，他原本对颜如梦还是有些想法的，毕竟这样的角色尤物可是稀有物种，加上她也是妖神宫神女，身怀妖皇体，和天妖太子也算是绝配。但是这颜如梦却一直在提那君逍遥如何如何厉害，这让天妖太子心情极为不爽。那君家神子再厉害，又能厉害上天吗？颜如梦闻言，脸色微微泛青，他好心好意提醒，结果天妖太子和夜叉公主却是无视，甚至还讥讽他。好，就当做我多话了，祈祷你们别碰上他吧。颜如梦容颜冰冷，身形一闪，遁入虚空。他是不会主动参与战争的。看到颜如梦远去，夜叉公主鲜艳的唇角一撇，双手挽起了天妖太子的手臂，饱满之处不停蹭着天妖太子的手臂。太子，你别不开心，那神女估计也是吓唬你的，想让你早点回仙域而已。什么君家神子，可笑。
夜叉公主奉承道：“他们一直待在下界，自然没听过君逍遥的名头。”呵呵，你说的对，那君家神子算个屁！本太子身怀妖神血脉，就算那君家神子有颜如梦说的那么厉害，本太子依然可以镇压他。天妖太子得意道：“夜叉公主的奉承令他很是舒服。太子，等此次和大印皇朝决战过后，我就……”夜叉公主把红唇凑近天妖太子，媚态勾人。哈哈，好，到时候本太子定然让你爽翻天。天妖太子搂住夜叉公主的腰肢笑道：“虽说这夜叉公主远不如颜如梦极品，但拿来玩玩也算不错。”就在罪族联军浩浩荡荡赶赴大印皇朝王都之际，大印皇朝也是全面展开备战。王都之外，密密麻麻的军队形成一个个方阵，蓄势待发，各种阵法也是遇激活状态，随时可以启用。天穹之上，几道身影踏立虚空，正是大印皇朝的圣人强者。居中的一位黄袍男子正是大印皇主。古神族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大印皇主侧头问道。一旁一位将军回道：“那边情况也不妙，古妖族、古魔族背叛主上君家，第一个就要拿古神族开刀，他们能勉强坚持就不错了，还等着我们去救援呢。”听到这个消息，大印皇主深深叹了一口气：“哎，该死的古魔族和古妖族，早知道他们居心不良，不过是谁给他们的勇气，敢背叛主上君家？”有探子曾打探过消息，好像和太古神山和太古王族有关，而他们又和仙域的太古皇族有所联系。将军说道：“这样啊，看来又是仙域的太古皇族和主上君家的博弈，只是让我们难做啊。”大印皇主眉间露出忧虑。如今四大罪族联军来袭，还有隐藏身份的妖神宫圣人，大印皇主心里愁啊。一旁将军则是宽慰道：“陛下也别悲观，至少年轻一代历经战火，涌现了许多人物，比如16皇子。”听到这，大印皇主脸色才稍微宽慰了一点，目光也是看向下方一位锦袍青年。那位原本他最为不看重的小16，却是在这次战火中一跃成为了年轻英雄般的人物。而此刻16皇子方寒黑发飘扬，意气风发，虽是风雨欲来，他却满含兴奋。这一次，我方寒定要亲手斩杀那天妖太子，向颖儿证明我才是他心中的盖世英雄。乾隆大陆的战斗一触即发，而同时，在森罗大陆的君逍遥也是准备出发了。他之前来森罗大陆本来只是一个中转，但因为战魔殿和堕神子之事耽误了一段时间。君逍遥只是短暂休息了几日，便是再度出发了。只不过这次他们队伍中又多了一个人，颜清影。他们踏上了森罗大陆的传送阵，直接降临在了乾隆大陆上。他们刚一到乾隆大陆，就了解到了情况。罪族复仇，大印皇朝军队节节败退，其中甚至还有其他的势力在插手其中，帮助罪族。而四大罪族联军也正朝着东土大印皇朝王都进发。有意思，竟然还有其他的势力敢帮助罪族对付我君家的追随者势力，简直是不知死活。君逍遥俊秀如仙的面庞上浮现出一缕冷笑。帮助罪族对付大印皇朝还是次要，主要的是这一股势力似乎有点不将君家放在眼中。荒古君家的威严不容亵渎。君逍遥身为君家神子，绝不可能对此事视若无睹。出发，前往大印皇朝王都。君逍遥冷声道。看到君逍遥那面无表情的冷漠模样，一语、东选老祖等人都是噤声。他们知道君逍遥喜怒一向不露于色，能露出这种表情，就足以说明了君逍遥心中的冷怒之意。罪族那帮家伙要倒霉喽！东玄老祖暗暗一叹。7天时间过去，四大罪族联军如同一柄尖刀，直插进东土腹地，接近了大印皇朝王都。而大印皇朝也是做好了各种准备，整个王都像是一座钢铁壁垒一般。只是大印皇主等人脸上的神情都很凝重，甚至带着一丝决然。他知道今日大印皇朝凶多吉少。此刻在王都城墙上迎风站着一位身着淡紫色纱裙的少女。少女五官精致绝伦，星眸如漆，琼鼻小嘴。她娇躯非常纤细，肌肤银白如玉，整个人显得钟灵毓秀，带着一股灵秀气儿，宛若精灵一般。这个如同精灵一般灵秀绝美、气质高贵的少女正是君颖。此刻她的小脸也是带着凝重之色。按理说以君颖的身份，其实她根本就不用出战，站在第一线的。但是身为君家人的骄傲，让君颖不可能龟缩在后方。她是君家人，体内流淌着君家的血脉，虽然只不起眼的旁系，但那种家族荣誉感却是融进了骨血当中。在她身旁还站着一位锦衣华服的青年，正以温柔款款的目光看着君颖，正是16皇子方寒。面对即将展开的大战，方寒心里丝毫不慌。至于为什么不慌，当然是因为方寒知道自己是乾隆大陆的天定主角，只有拥有无上气运的人才能够得到乾隆大陆的祭神符照。方寒能够得到，就证明他是天命所归。而天命所中的主角会那么容易死吗？当然不会。方寒甚至认为，即便大印皇朝真的沦陷覆灭了，他也不会死，反而会在乱世中崛起，成为乾隆大陆的主宰者。因为有这种底气，所以方寒丝毫不慌，甚至还在用痴迷而温柔的目光看着君颖。感受到方寒的目光，君颖细细黛眉微蹙道：“方寒，如今大敌当前，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这可能是最为困难的一战。”颖儿，我当然知道，不过在以往战斗中，哪次我不是化险为夷呢？方寒嘴角勾起一抹得意道。听到方寒对他称呼颖儿，君颖依然蹙着眉头。之前方寒都是很小心翼翼，带着礼貌称呼她为颖儿公主，而随着方寒崭露头角，实力变强，
他的性格也是潜移默化的转变了，现在甚至都开始直接称呼他影了。虽然君影心里有些反感，不过有一点，方寒说对了，在这之前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方寒每次的确都能化险为夷，而且实力都会大涨。你能成长到现在，我很欣慰，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君影随口道，他只是礼节性的称赞了一句，但方寒却当了真，心头喜滋滋的，越来越近了，离我成为影儿心中的盖世英雄已经越来越近了。方寒心里道，这一战他要彻底绽放光芒，让君影知道，他才是君影心中的盖世英雄。就在方寒心中开始意淫，甚至幻想之后，君影对自己投怀送抱时，轰隆隆，地面忽然开始震动起来，如同鼓面一般颤抖。来了！天际一众大印皇朝的强者，还有一些君家下界的旁系强者，一个个眼色凝重。他们放眼看去，远处天空、地平线，乌黑的潮水倾覆而来，那是密密麻麻的罪族联军，其中有如同小巨人一般的三眼灵族，眉心生有第三只眼，能显化种种神通，甚至能够释放出石化光线，将敌人石化。这一族曾经在仙域也是一脉至强种族，兴风作乱，最后被君家镇压。天空上则是飞行着黑翼蝠族和夜叉王族，这两支种族也是凶威赫赫的种族，生性残忍。黑翼蝠族洗蚀鲜血，夜叉王族则造下过无边杀劫，最后则是妖气冲天的天妖王族。这一族曾流淌有妖帝之血，极为尊贵，在仙域原本也是有着赫赫声名，不过最后也还是和其他9大古族一起被君家镇压下界了。此刻天妖太子就在天妖王族阵营中，一旁美艳的夜叉公主紧随他身旁。终于来到这一天了，大印皇朝镇压我等古族无数年，今日终于可以将其连根拔起。还有君家，我听说这皇朝中也有一些君家人，他们都要付出代价。天妖太子眯着眼睛，眸光森寒。他们现在暂时报复不了仙域君家，既然如此，那就先将大印皇朝里的君家人先折磨致死，用来出气。至于后果，天妖太子相信妖神宫一定会保他，因为他拥有妖神血脉，潜力无穷，日后成就最少也是妖道至尊般的存在。这就是天妖太子的底气和倚仗。4大罪族联军浩浩荡荡而来，几乎封锁了大印皇朝王都4方。这一战定然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不会留有任何余地。大印皇主，没想到吧，身为镇压者的你们也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天妖王族中一位圣人强者走出，语气含着冷意。对于骨子里流淌着罪孽之血的你们来说，今日即便你们成功了，也无法承受来自主上君家的怒火。大印皇主面无表情道。听到主上君家4个字，4大罪族的强者眼中都是涌动着仇恨，但除仇恨之外，更多的却是忌惮和惶恐。没错，他们心里其实是有些害怕君家报复的。别说只是这4大罪族，便是10大罪族联合在一起，都丝毫撼动不了君家的根基。哼，少拿君家来唬人，他们的对手也不少，还有太古皇族、生命禁区等等，君家不可能一手遮天。夜叉王族的圣人站出来，寒声道：他们忌惮是有忌惮，但不可能因为忌惮就甘愿被镇压吧。所以推翻大印皇朝是必然的举动。这时天妖太子走出道：何必多废话呢？今日大印皇朝要灭，那些体内流淌有君家血脉的人同样要死。天妖太子眼中迸射血光，妖气冲天。对于他的话，甚至天妖王族圣人都是默认。现在天妖太子几乎是天妖王族最为尊贵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体内的妖神血脉，还有仙域妖神功，也是为了天妖太子下界，这才能让天妖王族破封。所以天妖太子在天妖王族中的地位简直和圣人一样尊贵。而就在这时，大印皇朝那边一声带着怒意的清脆嗓音响起：区区一脉罪族，真是大言不惭，谁给你们资格和我君家作对？出生之人正是君影。他俏脸含煞，听到天妖太子的话，气得脸蛋通红。君家人的荣誉感是数一数二的，不论是本家还是旁系。哦，你是？天妖太子扫了君影一眼，眼中不禁流出一缕惊艳之色。君影虽然年龄不大，但已如青莲出战，丽色初显。这少女可比夜叉公主要更加娇嫩诱人，纵使因为年龄关系还没有像颜如梦那般的完美身材、无瑕容颜，但也已经是个极为诱人的美人胚子了。这般清纯灵秀的少女，比起那妖艳的夜叉公主，更加能引动男人心底的欲望。君家，君影。君影拔出一柄紫色长剑，水晶妙目中战意腾腾。流淌有君家血脉的君家人，没有一个怕死的。哼，原来是君家人，正好。天妖太子舌头舔了舔嘴唇，他很兴奋，见到了一个如此诱人的少女，而且还是君家人，到时候虐待起来就是双倍的快乐。而君影君家人的身份，也刚好可以成为天妖太子的泄愤口，用来发泄愤怒。看到天妖太子邪异的目光，君影露出鄙夷厌恶之色，刚好镇压了你，发泄本太子心头之怒。天妖太子出手了，君影不甘示弱，也是出手了。2位年轻天骄出手，两方阵营都是按兵不动。君影虽是君家旁系之人，又在幼时被送下了界，但他的天赋和实力在下界中绝对算是顶尖。剑锋划过虚空，道道紫色剑芒铺天盖地，冲向天妖太子。好强的实力！许多大印皇朝的皇子皇女，还有年轻天骄，都是目露惊讶之色。之前君影很少出手，所以他们也并不太清楚，这位美若精灵般的影公主实力竟然这么强。君影的表现也是让方寒微微吃惊。好在我得到了机缘，实力暴涨，不然的话还真配不上影。方寒心里暗道，
若是之前他看到君颖儿有这般实力，定然会无比自卑。但现在方寒很是从容，甚至觉得这样的君颖儿才值得他苦苦痴恋追随。那边看到君颖儿招式袭来，天妖太子脸色从容，他还没有出手，一旁的夜叉公主却是出手了。君家人又怎样？有什么资格挑战太子？就让本公主来会会你。夜叉公主美艳脸庞露出冷意，她方才也是注意到了天妖太子看向君颖儿的神色，一时心头妒火大盛，顿生嫉恨。他的神兵是一根黑色的软骨魔鞭，挥甩之间撕裂空气，发出尖啸之声。两女混战在了一起，紫色剑芒纵横，漆黑边影闪动，金属震击颤鸣之声不停响动虚空。而在这般对战当中，夜叉公主却是渐落下风。终于，君颖儿瞅准了一个时机，一剑闪过，刺向夜叉公主面门。夜叉公主神色大惊，想再躲避，已经是没了机会。不远处，天妖太子见状，眉目一沉，真是一个废女人。天妖太子虽然心中暗骂了一句，但还是出手了。血色妖气滔天席卷，化为一只手掌拍击而去。天妖太子突如其来的一招，令君颖儿猝不及防，回身一剑，匆忙抵挡，但还是砰的一声被击飞而出，胸口气血翻腾。至于夜叉公主，虽然逃过了一劫，但那一缕剑气还是擦过了她的脸颊，将她美艳的脸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血口子，鲜血流溢而下。啊！你这个贱人！夜叉公主发出尖叫，她红着眼冲向君颖儿，软骨魔鞭挥甩而出。君颖儿受到天妖太子冲击，气血还未平复，只能出剑抵挡。软骨魔鞭缠绕上了长剑，夜叉公主则一个闪身靠近君颖儿，狠狠甩了君颖儿一个巴掌。君颖儿白皙如玉的脸蛋上顿时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颖儿，这边方寒见状，脚步一踏，直接是出手。同时他心中窃喜，这不正是英雄救美的好机会吗？只要他表现出强绝的武力，强势救下君颖儿，那他不就是君颖儿的英雄了吗？想到这里，方寒更是振奋，脸上则是带着义愤填膺之色，怒喝道：罪族就是罪族，果然无耻，这种卑劣的偷袭手段也能施展出来。方寒一边说着，一边出手，一手探出，如同有日月虚影浮现，直接将那夜叉公主震飞，口中吐血。天妖太子目光锁定了方寒。如果说在罪族这边最为出众的天骄是天妖太子的话，那么在大印皇朝这边最出众的天骄就是这突然崛起的16皇子方寒。天妖太子也是听过方寒的事迹，他原本是大印皇朝著名的傻皇子，但在最近大战中却是彻底崛起，成为大印皇朝这边年轻一代的佼佼者。而此刻方寒出手，随意一击就震飞了夜叉公主，这倒是引起了天妖太子的注意。颖儿，你没事吧？方寒关切问道。我没事，多谢你了。君颖儿道。听到君颖儿的话，方寒心中如同吃了蜜一样甜，非常得意。但这还不够，这种表现不算什么，他要打败天妖太子，才能真正给君颖儿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就是近来崛起的那个什么方寒？天妖太子眼神中带着一缕淡淡的戏谑之色，他连仙域的君逍遥都不怕，更别说这个下界的土著天骄了。天妖太子，废话休提，今日本皇子便震杀了你。方寒急于表现，没有过多废话，直接出手了。他双掌挪移而出，仿佛化为了日月之形，碾碎万物。有点东西。天妖太子神色稍微凝重了一下，他们两人，一人拥有返祖妖神血脉，一人是乾隆大陆的天地主角，可以说都不能算弱。天妖太子气血喷张，探手抓住，化为血色的大掌印，盖压而去。两人顿时站在了一起，轰隆隆，法力崩炸之声不绝于耳。那般波动，别说年轻天骄了，就连一些老一辈强者都是微微有些心惊。好强！那些之前嘲讽过方寒的皇子皇女们，一个个吃惊的合不拢嘴，嘴里都可以塞下一个鸡蛋。他们没想到方寒全力施为，竟然有这般强悍的实力。饶是君颖儿、水润俏木也是有着一缕吃惊，他的实力放眼下界，已经算是绝对的佼佼者了。但这位之前还被称为废物的方寒，现在却是变得比他还要强，这让君颖儿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此刻看着方寒与天妖太子战斗的身影，君颖儿对他倒是有了一丝改观。虽说这道身影与他心目中所想的白衣飘飘、镇压寰宇的盖世英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也并不妨碍君颖儿对他的印象变好了一些。当然，这种改变依旧无关男女之情，君颖儿也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会一见钟情的少女，除非是真的能彻底征服她。不过在这下界，应该没有这样的人物吧？而此刻的方寒一面战斗，心里却是有种畅快之感。那些曾经敌他的皇兄皇妹，如今都震惊，对他刮目相看；曾经冷遇他的大印皇主，此刻也是对他极为满意。当然，最让方寒欣喜的还是君颖儿。君颖儿看向他的视线，竟是闪烁了一丝光彩，哪怕只有一丝，都足以让方寒喜悦。太好了，接下来我就出其不意，杀了这天妖太子，鼓舞士气。方寒眯了眯眼睛，他心中也有算计。砰！一招冲撞过后，天妖太子似乎露出了一个空门。好机会！方寒目光凌厉一闪，日月同辉。方寒双手挪移间，日月如同化为了一个太极，从他手中浮现而出，绽放无尽光辉，威能波动强绝。这是他从祭神符罩中得到的绝学，威力十分强悍。天妖太子，死吧！方寒轰击向天妖太子，神色带着畅快的笑意。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战胜天妖太子后被称为英雄，君颖儿也会彻底被他的英姿所折服。然而
方寒却是突然看到了天妖太子眼中带着的一缕戏谑之色，真是愚蠢啊！以为这样就能杀本太子吗？天妖太子催动妖神血脉，轰然一声震响，气血滔天，一道隐约模糊的血色妖神虚影浮现在天妖太子身后。天妖碎虚爪，天妖太子一手抓出他身后的妖神虚影，似乎也是探出了一只血红色的巨爪，巨爪直接是撕裂了空间，带出道道漆黑的空间裂缝。而在天妖太子这般强悍的攻势下，方寒的日月同辉一招直接是被撕裂开来，噗嗤一声，方寒身上的衣衫也是被撕裂成两半，胸口出现巨大的血色爪痕，整个人也是大口吐血，倒飞而出，最后狠狠砸在了地上。死寂！这一幕反转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上一刻还意气风发施展绝杀的方寒，这一刻却是浑身光溜溜，衣衫都被撕裂，受到重创，砸在了地上，如同死狗一般。这种反差太过巨大，让很多大印皇朝之人都是反应不过来。君野儿也是急忙别过去目光，不去看方寒。而方寒呢，整个人都是懵了，呆了，傻了。说好的主角光环呢？说好的可以绝杀，成为影儿心中的盖世英雄呢？怎么现在自己变成了这副模样？方寒自己都是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胸口血淋淋的爪痕带来剧烈疼痛，才让他清醒过来。方寒的眼睛立刻红了，蔓延血丝，极度的屈辱弥漫在他的心底。被重创也就算了，全身衣衫被撕裂，这般狼狈简直是公开处刑，他的英雄梦彻底破碎了。方寒急忙挣扎着起身，从空间法器内换上了一套衣服。方寒，你没事吧？千万不要逞强。看到方寒换上衣服，君影这才回过头来说道，他心底也是有着一缕说不清楚的失望之色。刚才方寒大战天妖太子的身影，竟是隐约间给了他一丝和心目中盖世英雄身影重叠的感觉。但现在看到方寒的模样，君影才明白，果然是自己想多了。方寒看到君影眼神的微妙变化，心中大恨，血红着双眼，死死盯着天妖太子。你真是本太子见过最愚蠢的人，真以为有了一点机缘就能够和我抗衡吗？天妖太子语气带着玩味。其实方寒实力不弱，加上祭神符咒，若是给他发育的时间，将来定然可以同天妖太子抗衡，打个旗鼓相当。但是方寒发现祭神符咒的时间太短了，他还没有彻底发育起来，所以才打不过天妖太子。自己实力那么垃圾，还想着英雄救美，白痴一个。君一儿，你的倚仗就是这个废物吗？天妖太子杀人诛心道，才不是，我不会依靠任何人。君一儿脸色发青。方寒闻言更是羞怒不已，心头愤懑。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不能让自己喜欢的女人信任依靠，是一种绝对的耻辱。哼，有脾气，我喜欢。这个废物保护不了你，那就休怪本太子辣手摧花了。天妖太子直接出手镇压向君一儿。住手！看到天妖太子对君一儿出手，方寒发出嘶吼声，但他胸口剧痛，鲜血直流，受到重创，一时根本无力救援。大胆！大印皇主等人坐不住了。君一儿可是君家人，他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君家人被罪族镇压，因此大印皇朝这边出手了。而同时四大罪族联军也是发动了攻击。天妖太子镇压君一儿的举动如同引信一般，彻底点燃了战火。同时不远处虚空中还有几道妖气滔天的身影出现，其中有2位黑袍人，妖气汹涌，散发出妖圣的气息，正是掩藏了身份的妖神宫妖圣。他们不好明面上掩藏身份，只好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帮助天妖王族。当然论实力和阵容，自然是罪族这边完胜。没用的，君一儿，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天妖太子探出手掌，血色掌印浮现而出，弥漫血色妖气崩炸十方。君一儿被震得连连后退，樱桃小嘴里也是咳出了鲜血。看着那如同囚笼一般镇压而来的血色大掌印，纵使君一儿内心坚毅，莹润妙目中亦是难免露出一缕绝望之色。她终究只不过是一个14、15岁的少女而已。而看着这一幕的方寒却是挣扎着无力出手，他终究不是君一儿心目中的盖世英雄。结束了，接下来本太子会好好折磨你的。天妖太子脸上露出变态的笑容，君一儿妙目露出一缕死意，他宁愿死也不愿落在天妖太子手中受尽折辱。只可惜影儿心中的愿望没能实现，哥哥，影儿这辈子没有机会回仙域看你了。君一儿闭目，一滴晶莹的泪悄然从眼角滑落。这一刻，周围天地的战争喧哗声好似都被抽离，而在这般绝对安静当中，君一儿耳畔蓦地听到了一道温润淡漠的嗓音：敢对我君家人出手，你算什么东西？听到这声音，君一儿猛然睁开妙目，然后便看到了他此生最难忘的一幕。一道恢宏巨大如同金色山岳一般的金色掌印从天穹盖压而下，崩灭天际云层，荡尽十界八荒。金色掌印落下，如同一角天穹坍塌了。是谁？天妖太子浑身汗毛倒竖，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他甚至来不及反应，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从天而降的金色掌印直接是将天妖太子整个人狠狠砸进了大地里。轰隆隆，如同10级大地震爆发，周围地动山摇，大地上出现了一道掌印形状的深坑，粗大的裂缝如蛛网一般蔓延四方。寂静，死一般的寂静。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一道掌印，直接将天妖太子拍入地底，生死不知。这般冲击太过震撼，甚至于刚开启的战场都是短暂的凝固了。一些圣人都是面露错愕之色。天际，一道白衣绝世超然出尘的身影
踏空而来，宛如神奇之子，谪仙后裔，正是君逍遥。他白衣飘飘，发丝乌黑，肌肤如仙玉雕琢，整个人显得仙灵玉秀，神俊非凡。那是神仙吗？一些大印皇朝修士都是看呆了。至于君儿，内心更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当中。此刻，那白衣飘飘如谪仙人般的身影，踏着仙辉祥云而来，同他心目中那从天而降、白衣飘飘、踏着七色云彩而来的盖世英雄何其相似！不，应该说，此刻的君逍遥比起君儿心目中所幻想的盖世英雄更加超然绝代。君逍遥的神俊秀逸，还有这一出场就一掌拍翻天妖太子的强悍手段，比起他心中幻想的盖世英雄更加优秀。君儿的心瞬间被丘比特之箭击中，他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对谁一见钟情的人，但现在君逍遥简直完美契合他的一切少女幻想，甚至还要优秀太多太多。此刻现身的君逍遥令得整个战场都是陷入了静止。我没看错吧？那天妖太子被那位白衣公子一掌拍进地下了。没错，那道掌印也太恐怖了。那位白衣公子到底是何修为？在短暂的死寂后，便是掀破天穹的哗然之声，整个战局完全被君逍遥一手打乱，陷入短暂的终止。他是谁？地面上那狼狈无比、浑身是血的方寒，神情也是愣住了。然后他又看到了君儿的表情，宛如呆傻了一般，整个人都是木木的。对于周围众人或是惊讶，或是诧异，或是震撼的表情，君逍遥视若无睹。他目光最先看向君儿，没错，是他了。君逍遥心里喃喃道，因为之前君万劫跟在他身边过，所以君逍遥对君万劫的血脉气息还是熟悉的。而面前这位身穿淡紫色纱裙的少女，有着和君万劫同源的血脉气息，加上年龄也相符合，毫无疑问，这少女就是君万劫落在下界的妹妹。然而君逍遥又看到了君儿那有些红肿还带着巴掌印的侧脸，他身形微微模糊，下一刻便是出现在了君儿面前。君儿俏脸微红，有些不知所措。他面对方寒等人时非常从容自若，但面对眼前这位俊美如仙的白衣公子，却是有些心慌意乱，心脏如小鹿一般扑通乱跳。君逍遥抬起手抚摸君儿有些红肿的侧脸，君儿心跳得更快了。按理说，如果是陌生人对他这样，那就算是调戏了，君儿绝对会生气。LT BB GT， 但现在君儿却是乖顺的像个瓷娃娃一般。君儿其实本来想拒绝的，但是君逍遥实在是太帅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君儿能感觉得到君逍遥态度并没有任何调戏的意味。谁干的？君逍遥问道。夜叉公主。君儿瘪了瘪嘴，有些委屈道。君逍遥手掌轻抚，仙灰弥漫，瞬息间君儿的脸颊就恢复如初，嫩白如玉。看到这一幕的方寒简直郁闷的要吐血。虽说他和君儿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但此刻他却觉得自己头顶上有一片青青草原。恢复了君儿脸颊后，君逍遥收回手，转而看向夜叉公主。他一句话都没说，眼神冷漠如冰，一手盖压而去。金色掌印横推虚空，发出雷霆般的轰鸣。夜叉公主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啪的一声被金色掌印碾成了肉泥，一掌将天妖太子轰进大地深处，生死不知，一手捏死夜叉公主，如同碾死一只蝼蚁。君逍遥如神亲临，令四方震撼。这片天地所有人都是有些反应不过来，君逍遥的表现完全震撼了他们的心神。君儿的红润小嘴也是张得圆圆的，妙目浮现极度不可思议之色。那夜叉公主她应付起来都有些费力，但面前这位帅炸天际的白衣公子却是只手灭杀，不费吹灰之力。敢问公子，您是？君儿紧张询问道。受一人所托，接你回仙域。君逍遥淡淡道。君儿听到这话，脑海轰然一震，如同有雷霆在轰鸣，他有些失神，妙目中有泪花浮现。他的哥哥终于实现了他的承诺，走向巅峰了吗？现在甚至还能派人下界寻找他，是哥哥派你来找影儿的吗？君儿激动道。这君逍遥一时无言，微微点了点头。太好了。君儿笑逐颜开，笑容如一株百合花般清丽动人。他又看了看君逍遥仙辉朦胧、神秀俊逸的脸颊，一时心底疑惑。他虽然相信自己的哥哥变得很强，可是连他的追随者都有这么强吗？这时轰然一声响，那掌印深坑内血红色的妖气如同火山一般喷涌而出，而后一道身影从中拖出，正是天妖太子。只是此刻天妖太子看上去狼狈极了，他披头散发，身上都是血，机体崩裂，皮肤上都是一道道血口子，这般模样让人很难将他和之前高高在上的天妖太子联系在一起。此刻的天妖太子简直变成了方寒二号，同样凄惨无比。你到底是谁？竟然敢偷袭！天妖太子眸中燃烧起血色烈焰，如果不是他有妖神血脉护身，方才那一击足以将他的肉身彻底碾碎。竟然还没死，倒是命大。君逍遥有些意外，80%的天骄扛不住他的一巴掌，这天妖太子能够抗住他一掌，倒也有些门道。君逍遥倒是不知道天妖太子身怀妖神血脉，不过即便知道，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波澜。他对付的那些天骄，哪一个不是身怀各种底牌？区区一个妖神血脉，还无法令君逍遥产生波动。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天妖太子眸光死死盯着君逍遥，本神子何须同蝼蚁废话？
君逍遥再度出手，金芒绽放，气血滔天，震杀向天妖太子。本神子天妖太子喃喃，而后猛然回过神来，神情难掩震撼，失声道：“你是君家神子？”面前这位如谪仙般的白衣公子，就是颜如梦口中令他无比忌惮的那位君家神子。这一声响，令四方都是惊愕，然后响起哗然。君家神子，是主上君家来援了。大印皇主等人先是一愣，而后脸上露出极度喜色。主上君家终于来了，而且他知道君家不可能只让一位神子下界，他定然还有跟随的护道人。这样一来，大印皇朝就有救了。什么神子？君影儿惊呼，玉手忍不住捂住小嘴，瞳眸瞪大。他虽然是君家旁系人，自幼便被送下界，但他也明白神子两字意味着什么，那是他的哥哥，也只能仰望的存在。现在君影儿回过神来，明白是他误会了，面前这位白衣公子根本就不是他哥哥的追随者，甚至很有可能哥哥是他的追随者。君逍遥手掌横推虚空，根本没有施展出任何招式。神象阵玉镜加持的37亿精神力，加上70块大罗仙骨的力量，足以横推下界，苍茫万里。轰隆隆，虚空破碎，天地动荡。君逍遥举手投足，如古神降世，毁天灭地。天妖太子神情骤然巨变，瞳孔带着极致的震撼。他现在总算是明白了，之前颜如梦的告诫意味着什么。天妖碎虚爪，天妖太子也是爆发自身全部力量，压榨血脉之力。妖神血脉汹涌澎湃，在他身后形成妖神虚影。血色巨爪撕天裂地，同君逍遥手掌碰撞。然而，砰！没有丝毫悬念。这之前将方寒打得无比狼狈的天妖碎虚爪，却根本无法阻挡君逍遥一丝一毫。君逍遥手捏人王印，身后有一尊顶天立地的帝王虚影浮现。人王印出，天地震服。此刻的君逍遥仿佛是天地万物的中心，风姿绝代，执手间镇压天妖太子。不，你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程度？天妖太子双眸血红，发出不甘的怒吼声。之前面对颜如梦的告诫，他还视若无睹，甚至出言嘲讽。但是现在，天妖太子终于尝到了张狂自大的苦果。嚣张可以，自大也可以，但也要看是谁。君逍遥嚣张没关系，因为他有嚣张的本钱，他足可以不将任何同代人放在眼中。但天妖太子呢？他有那个资本吗？妖血神印，天妖太子双手结印，妖气冲天，一方血色印结浮现而出，同君逍遥的人王印碰撞。轰！天地板荡，群星摇落，狂猛的法力涟漪涤荡四方。噗嗤！天妖太子再度被轰退，胸口肋骨不停发出咔哧声响，不知碎裂了多少根。他口中鲜血如不要钱一般喷洒而出，整个人重重砸落在地，狼狈如犬。两招，仅仅只是两招，方才还无比嚣张的天妖太子，此刻便是被打成了一条死狗。四大罪族联军瞪大眼眸，全体噤声。大印皇朝这边，诸多皇子皇女亦是深深咽了一口唾沫。怎么会这样？另一半，方寒整个人都是失神，呆愣了。他之前被天妖太子狠狠碾压，而现在天妖太子被君逍遥两招镇压，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他和君逍遥的差距如隔天渊，有如云泥之别。怎会这样？我得到了祭神符咒，我才是主角。方寒整个人都是处于呆滞状态。这场战斗不应该是他出尽风头吗？君影心目中的盖世英雄，难道不应该是他吗？可是现在呢？方寒看向君影儿，此刻君影儿简直完全变成了君逍遥的小迷妹，一双银润妙目中的异彩浓郁到根本掩饰不住，那种憧憬、向往、倾慕、敬佩之意浓得化不开。噗！看到君影儿这般表情的方寒，直接是一声闷哼，忍不住再度吐出了一口心头之血。盖世英雄是出现了，只是根本就不是他。君逍遥的表现令所有人都呆然，半晌没回过神来。天妖太子可是罪族这边最为强大的年轻天骄之一，却是两招败于君逍遥之手。这位白衣超然的君家神子究竟强到了何种程度？君逍遥眼神中一片淡漠，他再度出手，对着天妖太子震杀而去。这一次要彻底击杀天妖太子。放肆！天妖王族的圣人在怒吼。虽然君逍遥身份超绝，乃是君家神子，但他们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天妖太子被弄死，因此哪怕以大欺小，天妖王族的圣人也要出手。而这时虚空中再度有圣人气息爆发，冷喝声炸响。放肆的是你们！东玄老祖等随从现身，一手挡住了天妖王族圣人。死吧！君逍遥脸色淡漠，一掌拍下。于他而言，杀一个天妖太子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不，天妖太子这回是真的惶恐了，眼露惊惧之色。咻！虚空之中，一道妖气掌印浮现而出，挡住了君逍遥的掌印。君逍遥目光微微一闪，一道深深的叹息声传来：君家神子，饶他一命如何？如梦也好回去复命。随着这声叹息传出，一位容颜无瑕的完美女子现身，粉裙飘飘，青丝如瀑，肤如凝脂，玉腿修长，正是颜如梦。她之前一直隐于虚空之中，在看到君逍遥到来后，她明白今日之事怕是难以善了。但她又有小妖后的任务在身，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天妖太子被君逍遥灭杀，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现身。当颜如梦出现时，大印皇朝这边诸多男性修士呼吸都是微微停顿了一下。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颜如梦太美了。她人如其名，容颜如梦似幻一般绝美无瑕，很难想象她是妖族之人，身上却带着一种月宫仙子般完美出尘的气质。你是妖神宫神女？君逍遥面色如古井无波，即便这颜如梦容貌完美的令人窒息，君逍遥眼中亦无一丝波动。他见过的美人太多了，哪一个不是风华绝代？因此对美女早就有了免疫力，更别说以他的性格，根本不会在乎任何女人，即便她很漂亮。君逍遥之所以能认出颜如梦，是因为颜如梦在荒天仙域也是极有名气，容貌完美无瑕，是无数男性修士的梦中情人。不过若是因为她的容貌而看低她，认为她是一个花瓶，那就大错特错了。颜如梦身怀妖皇体，乃是妖神宫天资最为出众的天之娇女，放眼整个仙域年轻一代，都算是顶流的存在。哥哥能被君家神子认得，倒是如梦的荣幸了。颜如梦轻笑一声，如百花盛开般绚烂。她平常很是清冷，气质出尘，但此刻面对君逍遥却是出尘不起来了，因为君逍遥比她更加超然出尘。天妖太子看到颜如梦的态度，心里有些不舒服。颜如梦面对他时，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轻蔑，但从骨子里带着一种清冷的高高在上。而现在面对君逍遥，颜如梦却是不吝啬笑容，简直变成了卖笑女郎。不过一想到自己还活着，天妖太子心中就松了一口气。他相信有颜如梦和妖神宫在，君逍遥也不敢动他。哼，等我回到仙域，得到妖神宫的培养，彻底激活妖神血脉，君逍遥到时候就是你的死期。天妖太子倒也没有傻到直接放狠话激怒君逍遥，而是在心里冷冷说道。君逍遥一看到天妖太子眼中神情，就明白他在想什么。所以你要阻拦本神子杀这天妖太子？君逍遥看向颜如梦，如梦也是身不由己，任务在身，神子不能融通一二嘛，就当是如梦欠神子一个人情。颜如梦垂眸，话语竟是有着一丝撒娇的味道。人情？你那什么来还呢？君逍遥上下扫视了颜如梦一眼，面对君逍遥的审视，颜如梦浑身都是有一种淡淡的酥麻感。神子要求怎么还，那就怎么还，只是希望神子不要太过分。颜如梦咬唇，眸光水灵灵的，悠悠道：“这话倒是有几分引人遐思，这也太无耻了吧！”君儿嗔怒道：“他又在担心君逍遥不会真的听颜如梦的话，放了天妖太子吧？”呵呵，君逍遥微微一笑。颜如梦看到君逍遥笑了，心底也是松了一口气。不过下一刻，君逍遥的话却是让颜如梦这位神女都是彻底愕然。你有资格跟本神子谈条件吗？君逍遥直接出手。既然颜如梦要救天妖太子，那君逍遥索性就先镇压了颜如梦。君逍遥，你……颜如梦欲言变色，这种对美色无动于衷的钢铁直男，他还是第一次见。君逍遥身形一闪，落至颜如梦身前，一拳轰击而下，正对颜如梦胸口。颜如梦银牙紧咬，出手反抗，窈窕有致的娇躯迸发滔天妖气。他身具妖皇体，体质亦是十分强悍。轰轰轰，接连的碰撞爆发，颜如梦被震退。看到君逍遥没有被美色所迷惑，君儿眼中更是冒出星星眼。对于这个年龄的少女来说，君逍遥简直是比白马王子还要白马王子了。看到颜如梦催动妖皇体，君逍遥眼中也是露出一缕讶异。别看颜如梦身材袅娜，骨节纤细，但那种肉身力量和强度却远比一些王体要强。至少之前叶星云的星辰王体之类的是比不过妖皇体的。不过不论是什么体质，在荒古圣体面前都是虚的。君逍遥全芒澎湃，直接轰向颜如梦胸口。君逍遥，你……颜如梦内心无法保持平静，他的出手角度很刁钻。君逍遥自然不是故意如此，他眼中只有敌人，没有男女之分。你出手镇压，难道还要顾忌对方是女人不成？颜如梦再度被震退，藕臂发麻，难以想象这只是君逍遥的随手轰击。颜如梦玉腿横扫，遍布符文，带着抽碎山岳的力道反抽向君逍遥。这一脚下去，哪怕强如之前天妖太子，估计都要被抽碎。君逍遥手掌金芒绽放，轰的一声，直接抓住了颜如梦的小腿。他玉腿修长，手感如摸玉瓷，但偏偏君逍遥却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仙浓合度，修长有致，肥瘦相间。你的本体是什么？”颜如梦正想挣扎，听到君逍遥这话，整张玉容都是呆滞了。仙浓合度，修长有致可以理解，毕竟是赞美的成语，但肥瘦相间是什么鬼啊？而且君逍遥最后还问他的本体是什么，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君逍遥竟然打起了他本体的注意。颜如梦身为妖族，本体自然不是人，而对于妖族而言，本体是一个秘密，如同询问女孩子的年龄。别说外界，就连妖神宫，恐怕也只有小妖后等少数几人知道颜如梦的本体是什么。而现在君逍遥的态度，不就表明了他在打颜如玉本体的注意吗？君逍遥以前也不是没有吃过，比如祖龙朝的那位幽龙至尊，还有吞天雀等生灵。但问题是，现在的颜如梦可是一位娇滴滴的大美人。君逍遥就这样捏着她的腿，问她本体是什么，打的什么心思，昭然若揭，这简直魔鬼好吗？饶是以颜如梦清冷的性格，都是忍不住失态，很想尖叫，大喊一句：“君逍遥，你是魔鬼吗？君逍遥，你太过分了！”颜如梦失态，羞愤道：“
他彻底催动妖皇体之威，同时另一条玉腿也对着君逍遥头颅抽去，这完全是愤怒之下的本能举动，可想而知他内心有多么羞愤。颜如梦玉腿抽击虚空，粉裙飘舞，君逍遥反应倒也快，一手横荡，同时眉心中冲出一道金色的秩序神链，化为金色短剑，正是元皇道剑。元皇道剑一出，颜如梦脸色骤变，他也是祭出一件镜子模样的神兵法宝，挡住了元皇道剑一击，但那股强大的反震之力却是再度将颜如梦震飞，红唇边留下了一缕血迹。萧姐，那两位黑袍妖圣神色一变，他们直接是出手了。虽然他们不敢斩杀君逍遥，但至少也要保下颜如梦。看到两位黑袍妖圣出手镇压君逍遥，东玄老祖和古元等人想要出手援助，却是被天妖王族的圣人给拦截了。九头狮子、一羽、燕青影、苏子琼等人也在，不过他们也不可能挡住圣人的攻击。哈，君逍遥，我承认你很强，但在这下界还有准圣，还有圣人，你翻不了天。天妖太子笑道。如今四大罪族联军加上两位妖神宫的妖圣，足足有20多位，而君逍遥那边即便加上东玄老祖和古元，也才不过4、5位而已。这种战力差距岂是一个君逍遥能弥补的？大印皇主等人想到了这一点，心里也是一沉。难不成即便君家神子来了，一时无力回天？神子大人，君一儿妙目坚定，在心中祈祷。不知为何，他对君逍遥有一种莫名的信心，可能是君逍遥的出场震撼到了他吧，因此他相信君逍遥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哼，可笑！君逍遥唇角勾起冷笑。下一刻，虚空被撕裂，6具烈星神魁出手，轰击向两位妖族圣人。这是圣人傀儡，两位妖族圣人猝不及防，受到创伤。当然，他们毕竟是仙域妖神宫的圣人，论实力比那个什么金珠老祖强多了，因此没有被烈星神魁秒杀。看到这6具圣人傀儡时，颜如梦眼露凝重之色，天妖太子更是吓得面色惨白。如果君逍遥一开始就祭出烈星神魁，他一下就会被秒杀。当然，君逍遥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天妖太子就动用烈星神魁杀鸡焉用牛刀。而大印皇朝这边则是响起了欢呼之声，这6具烈星神魁无疑是给了他们大印皇朝一个希望，一个有可能活下来的希望。但是即便有6具烈星神魁，还有东玄老祖和古元，再加上大印皇朝的圣人，数量加在一起还是不如罪族联军。管你是什么君家神子，杀了人就得偿命。夜叉王族那边有圣人发出森冷的声音，因为之前君逍遥随手就杀了夜叉公主，彻底令这一族愤怒。罪族的圣人都是出手了，和烈星神魁还有大印皇朝的圣人交手，而夜叉王族的圣人刚好腾出了手，锁定了君逍遥，眸光冷酷。死来！夜叉王族圣人出手，力量澎湃，对着君逍遥一拳轰去，天穹都好似坍塌了。神子大人！君一儿发出尖叫。东玄老祖、古元、大印皇主等人也是脸色巨变，想要施以援手，却是被罪族的圣人死死缠住。天妖太子见到，则是喜不自禁，这个给他留下深深阴影的家伙，终于要死了。而让人意外的是，方寒眼底竟然也有一缕欣喜之色。没错，君逍遥救了大印皇朝，而他这位大印皇朝的皇子不但不感激，此刻看到君逍遥陷入危机，反而还带着一丝喜色。至于原因，很简单，嫉妒。方寒对君逍遥有着深深的嫉妒，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条卑微的蚯蚓得到了机缘，蜕变为了蟒蛇，正以为自己要强大起来的时候，面前却突然出现了一头真龙。他的所有努力，他的所有崛起，在君逍遥面前显得那么可笑，那么微不足道。有人生来就高高在上，更别说当君逍遥出现后，君影的目光就从来没有从君逍遥身上离开过。试问方寒能不嫉妒吗？当嫉妒到达一定程度后，方寒心里自然希望君逍遥陨落。时间好似在这一刻放慢，夜叉王族的圣人的攻击已经快要落到君逍遥身上，所有人都认为结果毫无悬念，因为哪怕君逍遥再强再逆天，也不可能同圣人抗衡，那不合乎常理。主人！燕青影奋力突破，却是被层层叠叠的罪族包围住。一羽、君一儿等人一时出手，但被挡住。这一刻，好像没有人能解救君逍遥。君逍遥甚至能够看到夜叉王族圣人脸上那凝然而嗜血的表情。击杀一位资质绝代的妖孽天骄，也是有快感的。君家年轻一代的无敌神话，要就此落幕了吗？颜如梦目光也是在关注。然而让他觉得奇怪的是，君逍遥的脸色从容一如往昔，好似并不知晓自己现在离鬼门关只差临门一脚。死吧！夜叉王族圣人一掌拍落。而这时，君逍遥忽然看向那位夜叉王族圣人，嘴唇喃喃无声地吐出了几个字。夜叉王族圣人读出了这几个字的含义：你死定了！下一刻，一股如渊如魔般的恐怖气血忽然狂涌而出，暗红色的气血狂涌9重天，如同万股火山爆发了。而随着暗红色气血爆发的，还有一股恐怖的圣境波动。这是什么？那位夜叉王族圣人发出惊呼声。君逍遥再怎么妖孽，也不可能立地成圣，一下就变成圣人强者呀！在万众骇然的目光当中，君逍遥身前出现了一道巍然魔影。那道魔影身材壮硕，长发垂落脚跟，一双被黑发扮演的眸子猩红如血，散发着一股狂乱之意，赫然是君逍遥从盘武林内带出来的堕落圣体。
之前君逍遥带出堕落圣体的时候，心里就有打算，荒古圣体有相通之处，若让他的部分真灵之力入驻堕落圣体神功之内，便可以将其操控。当然，这种操控也有限制，若是时间过长，次数过于频繁，君逍遥本身的荒古圣体有可能沾染堕落圣体的魔意和不祥，所以只能应急使用。而现在正是合适祭出来的时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傀儡吗？其余一些罪族圣人也是面色震动。不对，此人气血滔天，有活人的气息，不像是傀儡。这是什么鬼东西？四方众人皆是不解，但是那种圣人的波动却是无法掩盖。君逍遥看向夜叉王族圣人，唇角勾起一抹笑意，他伸出手指点在自己眉心，一道弥漫着浓浓魂力的光团浮现而出，然后直接是遁入了堕落圣体神宫之内。霎时，堕落圣体双眸迸射3尺血光，好似被激活了一般。结束了。君逍遥和堕落圣体竟是同时开口。君逍遥清冷淡漠的嗓音和堕落圣体沙哑沉重的嗓音叠加，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压迫之感，简直就像是最强 BOSS 出关。轰！堕落圣体仰天一笑，黑发3000丈，暗红色的气血喷涌而出，他直接对着夜叉王族圣人冲杀而去。同样是圣人，怕你不成？夜叉王族圣人也是迸发一身气息，轰击而去，但结果却是砰！夜叉王族圣人的攻击轰击在堕落圣体身上，没有对其造成一点伤害，甚至连一道血口子都没有。这夜叉王族圣人呆滞了，整个人的灵魂都好似被抽空了一般。他可是圣人啊，哪怕只是圣人前期，这一击下去也足以轰碎山川湖海，但现在却是对面前这人造成不了一点伤害。不仅是他，所有罪族生灵此刻都是狂吸一口凉气。东玄老祖和古元等人也是一脸惊愕之色，因为这是君逍遥第一次祭出堕落圣体，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所有人都在惊骇，头皮发麻，但他们却不知道荒古圣体同阶无敌，哪怕是堕落圣体，但肉身强度依然没有变化。既然是同阶无敌，那夜叉王族圣人的攻击自然不可能对堕落圣体造成什么伤害。但相对的，堕落圣体却是两手分别抓住夜叉王族圣人的两边肩膀，然后猛然一撕，哧啦，如同撕一张纸一般，这位有着赫赫威名的夜叉王族圣人直接被堕落圣体生生撕成两半，血雨飘零，圣血洒落。天地在这一刻死寂，那可是一位圣人啊，高高在上的圣人，但此刻却像是手撕鸡一般被撕扯成了两半。这震撼的一幕令所有人都是喘不过气来，脖子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扼住了一般。好，堕落圣体受到圣血洗礼，更加狂暴，他血色双眸喷薄3尺血芒，再度锁定另一位夜叉王族圣人。那位夜叉王族圣人甚至连交战的勇气都没有，转身就要破空逃离，但又如何逃得过堕落圣体的追杀？砰砰砰！堕落圣体3步踏出，直接抓住了那位夜叉王族圣人。饶我一命！夜叉王族圣人发出惊恐的求饶声，但堕落圣体此刻是被君逍遥操控的，他怎么可能会饶过这些罪族？哧啦！下一秒，这位夜叉王族圣人也被撕成了两半。接下来，堕落圣体没有停歇，直接是杀向天妖王族的圣人。啊！怪物，这是什么怪物？绝对不是圣人，难道是圣人王还是大圣？惊恐声、尖叫声此起彼伏，所有罪族生灵这一刻头皮都要炸开了，浑身毛骨悚然，像是得了疯癫病一般不停颤抖着。别说是普通的罪族生灵，便是那些罪族的圣人，此刻一个个都是吓得亡魂皆冒，骨头里都好像结冰了一般。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存在，手撕圣人跟闹着玩似的，恐怖，太恐怖了！这，天妖太子呆滞在原地，整个人魂魄好似都被抽离了。他万万没想到，君逍遥身边还有这样一位恐怖的存在。杀圣人如土狗，绝望，无穷无尽的绝望，如同潮水一般淹没了天妖太子的心脏。你这只蝼蚁也该死了！君逍遥随手一掌拍出，金色掌印横推虚空，碾压向天妖太子。天妖太子这一刻终于后悔了，他后悔没有听颜如梦的告诫，早点回仙域。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轰！毫无意外，天妖太子在无尽绝望中被君逍遥一掌拍死。君逍遥探手一抓，将天妖太子遗骸抓来，扔给了燕青影，吞噬掉他，别浪费妖神血脉了。君逍遥道：妖神血脉他自己用不上，倒是对燕青影有很大帮助。燕青影露出感激和激动之色，他先是吞噬了堕神子，现在又吞噬了天妖太子，若这样继续吞噬下去，天知道他将来会有多么厉害。而看到这一幕的颜如梦深深一叹，他本来也想着就不回天妖太子，至少妖神血脉要得到，现在完全落空了。不但如此，颜如梦更是被君逍遥冒犯了，他简直血亏。小姐快走！妖神宫的2位妖圣也是发出呼声，有堕落圣体在，根本没有圣人是他的一合之敌，哪怕这2位妖神宫的圣人都对付不了堕落圣体。颜如梦也很是果决，拿出一张遁空符直接离去。倒是忘了你们，这次罪族破风也有你们的功劳。君逍遥微微眯起眼睛，看向2位妖神宫圣人，他直接是操控堕落圣体杀向2位妖神宫圣人。
结果也是没有丝毫悬念，伴随着2声惨叫，2位妖神宫圣人惨死当场。悠哉文学，让心灵去旅行。贺老，远处逃遁的颜如梦转手一看，便是看到了贺老等人被堕落圣体一拳轰成血块，肉身崩溃，鲜血四溅。他脸色很难看，心里在滴血。妖神宫一下子就损失了2位圣人，圣人可不是什么炮灰或者阿猫阿狗，哪怕在仙域亦是顶尖战力。妖神宫这回损失可大了，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贺老等人死了，任务也没完成。颜如梦心里郁闷到了极点，以他清冷的性格都是无法保持平静，很是烦躁，恨不得大声尖叫。颜如梦从前只是听说过君逍遥的恐怖，现在算是切身体会到了。摸着他的大长腿，脑子里却是在想他的本体是什么，该怎么吃掉他。这君逍遥太魔鬼了，颜如梦发誓，他再也不想碰上君逍遥了，以后离此人远远的。颜如梦心有余悸，遁走而去。另一边，看着颜如梦的身影消失在远处天际，君逍遥也是懒得追。杀了2个妖神宫圣人，已经足够让妖神宫肉痛了。若是连妖神宫神女都杀了，那妖神宫更不会善罢甘休。君逍遥不怕妖神宫，但也没必要再为君家招惹一个死敌。毕竟之前已经有一个堕神宫了，而且这次是妖神宫理亏，先招惹君家，死了2个圣人，算是付出了代价。妖神宫虽然肉疼，但也会默默咽下，自食苦果。不过，若是把颜如梦杀了，那仇怨可就大了。先解决这些余孽。君逍遥微微摇头，目光转而扫向那些仓皇逃离的罪族。对付这些罪族，最好的方式不是镇压，而是彻底灭杀，斩草除根。有堕落圣体在，那些罪族的圣人不值一提。大印皇朝也是全面反攻，追杀那些罪族。过了约莫2刻钟，君逍遥忽然感觉脑袋微微一疼，好似有种阴冷的气息灌入脑海，隐约间好像还有魔音贯耳。圣体必绝。这魔音隐隐约约听不真切，只能断断续续听到这几个字。圣体诅咒，还是某种不祥？君逍遥收回真灵，切断了和堕落圣体的连接，而刚好罪族的圣人也差不多屠杀殆尽了。堕落圣体满身是血，漆黑的长发都是被染成了暗红色。他一双血眸看向君逍遥，隐约间竟然给君逍遥一种他还有意识的感觉。是错觉吗？君逍遥再度一看，堕落圣体又变成了混乱的模样。君逍遥收起了堕落圣体。圣体必绝，到底是什么诅咒和不祥？君逍遥皱起眉头，不过他倒也没有多想，这种事情他应该暂时还不会遇到。一般而言，哪怕圣体遇到不祥，那也是在很后面的阶段了。现阶段君逍遥不用担心这个，至于日后若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君逍遥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实力将会强得难以想象。什么不祥，什么诅咒，通通都可以镇压磨灭。那些罪族的圣人强者被解决后，剩下的罪族生灵也是很快被解决。大地被鲜血染红，土壤都是被血液浸透，层层叠叠的罪族生灵尸骨铺满了大地。看着那一片尸山血海，大印皇朝的修士都是心有余悸。如果不是君逍遥及时赶来，那地上铺满的就将是大印皇朝修士的尸体，而不是罪族生灵的。多谢神子出手相助，大印皇朝举国上下感激不尽。大印皇主对着君逍遥深深鞠了一躬，不仅是他，其余大印皇朝的修士或是鞠躬，或是跪拜，一个个都激万分。他们看向君逍遥的目光更是带着一缕狂热之色。君逍遥在年轻一代称无敌也就罢了，在他身边的那道神秘魔影更是无比强悍，屠圣如屠狗。在下界，圣人就是顶尖战力，神一般的存在，而堕落圣体屠神如屠狗，带给他们的心灵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不必多礼，你们为君家做了这么多事，就你们是应该的。君逍遥摆摆手道。看着那受万人瞩目朝拜的君逍遥，君儿脸蛋红扑扑的，很是激动，妙目里涌动着小星星。君逍遥在大印皇朝国难之际强势现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什么是盖世英雄？这才是盖世英雄。而另一边的方寒则完全被人忽略了，没有人在意他。即便有少数人注意到了他，眼中也是带着怜悯、叹息，甚至隐隐有着一丝鄙夷和不屑。毕竟方寒的表现太过糟糕，出尽了洋相。人心都是如此，不管你之前做了多少事情，多么名声在外，只要翻车了一次，世人立刻就会将你遗忘。方寒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之前表现可谓极为出众，甚至算得上是大印皇朝这边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而现在一切毁于一旦。再退一步讲，即便方寒没有翻车，但和君逍遥的光芒万丈相比，他依然如同太阳边上的星星一般暗淡无光。一想到这里，方寒心中的妒火越发浓烈。君逍遥也是注意到了方寒，他眸光深邃。君逍遥能感觉得到方寒身上那种不同寻常的气息，难道是世界本源的气息？君逍遥心里思索，他已经得到了天玄大陆、星辰大陆、森罗大陆的3团世界本源，所以对于世界本源的气息也算是比较熟悉了。不过这方寒是大印皇主之子，也是大印皇朝的皇子，若是直接出手查探，甚至剥夺他的机缘，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君逍遥将此事放在心上。随后大印皇朝的军队开始彻底清洗4大罪族的余孽，也没有君逍遥什么事了。大印皇朝以最为隆重的礼遇将君逍遥请入了皇宫之内，大印皇主则是将下界的一些情况大致告诉了君逍遥。古妖族和古魔族反叛，
真是胆大。不过本神子会让他们知道背叛君家会有什么下场。君逍遥高坐于皇座之上，微微眯起眼睛。大印皇主等人则是位于下方。听到君逍遥冰冷的话语，大印皇主等人心头一凛。背叛君家的势力比罪族更加罪无可赦。君逍遥对待罪族尚且如此杀伐果决，对待叛族的手段可想而知。大印皇主等人开始为那两族祈祷了。如今乾隆大陆战火平定，待休整3日，整顿军队后，直接前往古神族所在的大陆支援。这次本神子不仅要让10大罪族覆灭，还有古魔族、古妖族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都要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君逍遥话语铮铮，杀伐之气如利剑般锋利，喷薄欲出。是，谨遵神子之令。大印皇主等人拱手。好了，去平定余孽吧。君逍遥随口道。大印皇主等人拱手退去。方寒看了一眼高坐皇位之上的君逍遥，那原本是他父亲大印皇主的皇位，如今君逍遥坐上去，大印皇主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理所当然。一股浓浓的挫败感弥漫在方寒心头，连他的父亲都是对君逍遥恭谨有礼，他这个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颖儿，我们也退下吧。方寒对一边的君颖道。君颖摇了摇头，脸蛋依旧有些微红，说道：方寒，你先走吧，我还有些事情想和神子大人说。方寒一愣，手掌紧握拳头，然后眉目阴沉，一语不发的转身离去。君颖没有在意方寒的神态，他此刻全部的注意力都落在了君逍遥身上。君逍遥坐于皇座上，白衣无尘，鲜辉熠熠，其神秀俊美之颜，笔墨难描。君颖直接是对着君逍遥跪了下来。你这是做什么？君逍遥挑了挑眉。颖儿多谢神子救了大印皇朝，救了颖儿。第二，感谢神子愿意接颖儿回仙域。君颖妙目盈盈，仿佛有泪华在闪烁。天知道她等这一天等了多久。虽然在大印皇朝她是受人尊敬的公主，但那种和亲人相隔的孤冷寂寞，只有君颖自己知道。现在君逍遥出现，欲要将她带回仙域，对君颖来说，君逍遥简直就是黑暗中的曙光。小事而已，何必如此？而且我和你哥也算是朋友关系吧。君逍遥微微抬手，法力涌动，君颖整个人直接被拖起来了。君逍遥并没有说君万劫已经臣服于他。是吗？哥哥能和神子结识倒是幸运，那我哥哥他……君颖玉手擦了擦眼角的泪花，内心喜悦。他很不错，已经成为了君家第5序列。君逍遥道。真的吗？太好了。君颖喜色溢于言表。第5序列意味着什么？君颖也很清楚。那个小时候说着要努力变强，登上巅峰，然后带他一起过上好日子的哥哥，如今真的完成了他的承诺。我在下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所以可能要等到事情解决后才能带你回仙域。君逍遥道。神子能带颖儿回仙域，颖儿已经感激不尽了，多等一段时间没关系的。君颖急忙回道。他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难道还在乎这点时间不成？对了，我有一件事问你。君逍遥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道。神子请讲。君颖道。方才那位皇子是什么情况？君逍遥问道。神子是说方寒吗？他是大印皇朝16皇子，之前一直备受嘲笑，颖儿见他可怜便帮助了他。君颖将方寒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君逍遥，包括他一开始是个傻皇子，但后来却是突然崛起，成为了一位天骄。原来是这样。听完后，君逍遥心里已经确定了大半，这方寒应该就是乾隆大陆的逆天之子。虽然君逍遥不知道方寒的机缘是什么，但那股世界本源的气息却是逃不过他的探测。这方寒虽然没有明显表露出来，但他内心对我的不满之意却是无法掩饰。这是因为我抢了他的风头。君逍遥心里自语。方寒心里的那些小九九，君逍遥怎么可能不知道？他连仙域的那些天骄都能玩弄于股掌之中，更别说下界一个小小的逆天之子了。君逍遥也看出来了，方寒对君颖有意思，而君颖对他的态度无疑是让方寒心中产生了更深的嫉恨。方寒，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君逍遥内心暗道，方寒若是敢有什么小动作，即便他是大印皇朝皇子，君逍遥也绝不会放过。甚至于君逍遥还希望方寒会有什么小动作，那样一来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夺取方寒的机缘了。至于现在大印皇朝镇压罪族，立下汗马功劳，若君逍遥这时对方寒出手，那未免说不过去。整个乾隆大陆的混乱也是至此平定了下来。接下来君逍遥只需要前往古神族所在的大陆，就能彻底解决10大罪族的祸端。而就在整个乾隆大陆进入最后的清扫阶段时，其他的大陆也并不平静。从君逍遥下界开始，他一共去了4座大陆，分别是天玄大陆、星辰大陆、森罗大陆以及乾隆大陆。但是除了这4块大陆外，还有6块大陆，君逍遥暂时没有涉足。这6块大陆同样风起云涌。归元大陆乃下界10地之一。此刻在归元大陆一处隐秘的峡谷之内，一场天骄大战正在爆发。轰然一声响后，一位紫袍少年被震飞，口中吐出鲜血。他目中带着愤怒还有惊恐，看向对面那道身影。那是一位身着黑金色长袍的青年，黑发如墨，肌肤苍白，容貌俊美，看上去瘦瘦高高的，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好像风一吹就会倒。但在领会到这位青年的实力后，紫袍少年眼中带着一缕不甘和绝望。我一路崛起至今，受天地所终，怎么可能会败？这片大陆应该没有年轻一代能够胜过我。紫袍少年不甘怒吼。他本是一个小宗门的企图，在意外得到一团世界本源后，他一路崛起，
机缘爆棚，横扫四方，最后把赶走他的那个宗门都灭了。然而，就在紫袍少年洋洋得意，甚至开始幻想以后主宰整个大陆时，这位肌肤苍白的不像话的俊美青年，却是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并且一身实力令紫袍少年都是感觉骇然。他拥有世界本源，竟然都打不过这位青年，这简直不合常理。看来你就是归元大陆的气运之子了，你的世界本源我要定了。青年一手探出，浓浓的轮回之力扩散而出，隐约间在他身后竟好似浮现出一面巨大的轮盘虚影。那轮盘上刻六道众生，仿佛能将众生万灵拉入轮回之中。这是什么力量？紫袍少年发出惊恐的尖叫。那黑衣青年背后浮现出的轮盘虚影，令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大恐怖。那股神秘莫测的力量，也是令紫袍少年心中战意全无，这一刻只想逃走。世间万物都逃不过轮回之苦，成为我的资粮吧。黑衣青年面色冷漠。紫袍少年猛然回过神来，惊呼道：我明白了，你难道是其他大陆身怀气运之人？在紫袍少年的想法中，能够这般压制他的，也只有相同等级的气运之子才能做到。是也不是？黑衣青年笑了笑，他似乎很是欣赏紫袍少年在他面前惊恐挣扎的模样，因此耐心解释：我并非下界之人，却埋藏在下界无数纪元，为的就是这一世十界大乱，窃取下界气运、世界本源。而你是我的第二个猎物。黑衣青年说着，体内同样弥漫出一股世界本源之力，那是他从另一个大陆的天地主角身上剥夺而来的世界本源。这些下界的逆天之子虽强，但同埋藏无数纪元的古代怪胎相比，底子还是太薄弱了。古代怪胎连仙域的同代天骄都难以胜过，更别说这些下界的气运主角。听到黑衣青年的话，紫袍少年的心彻底凉了。面前这个黑衣青年简直就是气运之子猎杀者。死吧，这一界本源还有一界气运都归于我。黑衣青年催动轮回与世界本源之力，那位紫袍少年根本扛不住，肉身被那轮盘虚影寸寸碾压，崩碎为血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紫袍少年也是听到了黑衣青年的最后一句话：记住，送你入轮回的是忘川。噗嗤，一声话落，紫袍少年肉身崩溃，一团五彩斑斓的世界本源浮现而出。名叫忘川的黑衣俊美青年伸出手，将世界本源落于手中。第二团了。忘川喃喃。感应到下界实地巨变，忘川从封印的仙源之中复苏，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掠夺世界本源和气运。在这下界还有一处地方名叫十界裂隙，其中更有诸多大机缘。忘川眸光暗闪，而这时忘川仿佛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似的，淡淡开口道：既然来，何不现身一见？四周依然安静。片刻后，一道娇笑若银铃般的声音忽然响起，不愧是轮回魔宗的古代怪胎，感知果然敏锐。随着这声音传出，一位身着黑色短裙、身材娇小玲珑的少女闪现而出。她扎着两个丸子头，细眉清扫，大眼水灵，俏鼻高挺，小嘴嫣红，身子不高，足以和江洛里比谁更矮，胸脯更是平平无奇，存在感极低。唯独短裙下的一双雪嫩纤细的线条优美，非常吸睛。白皙的脚腕上还带着一串红绳穿起的金色铃铛，迈足时会发出清脆声响。少女整个人像是玉瓷娃娃一般清纯可爱，但在这清纯可爱之中，却又带着一股淡淡的妩媚之意。这种清纯与妩媚的奇特组合，令得这位少女气质倒是颇为特别。你是？忘川微微皱了皱眉，他能够感觉得到，面前这少女看似人畜无害，但其娇小玉体内蕴藏的能量绝对恐怖。此女并非下界之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忘川乃是轮回魔宗埋藏在下界的古代怪胎。本姑娘是魔仙教当代圣女，小魔仙饰演。名叫小魔仙的少女挺了挺根本没啥弧度的胸脯，傲娇道：魔仙教。忘川露出一缕诧异，小魔仙是谁？他不清楚，因为他是古代怪胎，而且埋藏在下界无数年，根本不可能知道当代的天骄。但魔仙教，忘川却是知道，这是一个无比恐怖的仙域道统，传承无数纪元，传闻有魔道仙人的道统，这绝对是一个底蕴强大的不朽大教。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魔仙教和另一个不朽大教人仙教一直都是处于对立状态。你是魔仙教当代圣女，找我何事？莫非是要抢我的世界本源？忘川淡漠道。他可是古代怪胎，放眼仙域年轻一代，都是绝对顶尖的存在。面对魔仙教圣女，他根本不虚。哥哥，当然不是，人仙教的青衣姐姐想要招揽合作者，我小魔仙自然也不能孤军奋战了。小魔仙咯咯笑道。忘川眸光一敛，人仙教与魔仙教的对立，他自然清楚。小魔仙口中的青衣，估计就是人仙教圣女。不过忘川却是无意介入两个不朽大教的争斗。就在他欲要拒绝时，小魔仙嘴角勾起一丝娇笑，道：你恐怕还不知道自己被封存多久了吧？轮回魔宗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什么？忘川闻言终于是无法平静，轮回魔宗竟然早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你在骗我？忘川周围轮回之意涌动，人家可没骗你。根据我教的一些史料记载，轮回魔宗曾同生命禁区不死山一战，妄图寻找出不死之秘，然后同轮回之秘融合，最后却再也没有回来。小魔仙道。之后他也是将一些关于轮回魔宗的消息都是告诉了忘川。忘川听完后整个人都是漠然。其实在以往也不乏出现，当古代怪胎破风出世时，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势力早已消失，举目四望，
天下间竟无一人相识。这或许也是古代怪胎封存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吧。LT、BG、GT， 所以你找我不仅仅是合作，还想招揽我？忘川事情看得很透彻，如同单单只是合作，小魔仙没有必要这么耐心解释。小魔仙嘻嘻一笑道：“那当然了，你可是轮回圣体，这样的人才，我魔仙教可是很欢迎的。”听到小魔仙的话，忘川没有立刻回答。轮回魔宗既然早已经消失了，那忘川自然也要另寻安身之所。单独一个人背后没有势力支撑培养，是难以彻底成长起来的。魔仙教的确很强，但忘川身为轮回圣体，更是曾经轮回魔宗的最强圣子，他心中自然也有着傲气，想让他加入一方势力，自然要先能打败他，令他心服口服。小魔仙很强，甚至可以和忘川这种古代怪胎交手切磋，但若说想打败他，那就是天方夜谭了。而且忘川也知晓，小魔仙看起来清纯俏丽，古灵精怪，但心眼定然也极多。他知道魔仙教之所以想要招揽他，除了看中他本人的天资实力外，还有一点，就是轮回魔宗隐藏的宗门宝库，以及地兵、六道轮回盘。任何一个大势力都有属于自己的宝库，轮回魔宗自然也有。而且轮回魔宗的地兵、六道轮回盘就放在宝库当中。如今轮回魔宗覆灭，宝库自然也是下落不明。而忘川是最有可能寻找到轮回魔宗宝库的人，因为他就是轮回魔宗的最后一位传人。魔仙教什么心思，忘川心知肚明。他倒也没有说破，微微点头道：“那些事情之后再谈，不过在下界，我们倒是可以合作。”那好，一言为定了，有你在，应该可以抗衡那个家伙了吧？小魔仙嘀嘀咕咕道：“此话何意？”忘川闻言眉梢一挑，小魔仙话中之意是年轻一代中有人能够抗衡他这位古代怪胎。开什么玩笑？古代怪胎之所以为古代怪胎，就代表了他们的无上潜力，封存万世后而出，足以横扫当代天骄。哎，忘川小哥哥，时代变了，这已经不是你们那个时代了。这个时代出了一个怪物，一个很强很强的怪物。小魔仙说到这里，环抱着细嫩的胳膊，一脸忌惮之意。是谁？忘川来了兴趣。他曾经是轮回魔宗圣子，又是轮回圣体，更是古代怪胎。有谁能抗衡他？君家君逍遥，一个长得很帅的妖孽，虽然没亲眼见过，但听他的名字听得耳朵都起茧了。小魔仙撅嘴道：“君家。”忘川闻言眸光微微一震。之前听到魔仙教，他的表情都还算平静，但听到君家，他的脸色则产生了变化。这绝对是一个恐怖无边的荒古世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君家都是位于不朽势力的最顶层，甚至于那时他们轮回魔宗的一位天骄和君家天骄起了冲突，最后被杀死。他们轮回魔宗都不敢去君家讨个公道，而是选择偃旗息鼓。由此可见，君家在仙域的威名和影响力传承万代，未曾衰落。没想到既然是君家，他们好像每一代都会出一些妖孽，不过这一代的妖孽倒是令我好奇了。忘川喃喃道：“放心吧，你们迟早会遇到的，因为君逍遥也下界了。”小魔仙道：“是吗？那倒是想看看这位妖孽究竟有多厉害了。”忘川双眸仿佛浮现出了两个轮回漩涡，层层叠叠。他身怀的轮回圣体在3000体质中乃是排名前50位的存在。他相信，即便是那位君家妖孽，亦是无法与他抗衡。更别说他还有那件地兵六道轮回盘的仿器，小六道轮回盘。圣体加身，神兵在手，忘川何须忌惮谁？看到忘川眼中的一缕战意，小魔仙满意的点了点雪白下巴。他之所以拉拢忘川，也有一方面是要掣肘君逍遥，不然的话，到时候十界裂缝开启，下界的所有机缘岂不是都要被君逍遥夺走了？不过听说那君逍遥生的风神俊朗，秀逸绝尘，而且荒古圣体在那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小魔仙舔了舔丁香小舌，清纯可爱的俏脸浮现出一缕魅意。这个集清纯与妩媚于一身的魔仙娇萝莉，似乎对君逍遥有着特别的兴趣。就在古代怪胎忘川和小魔仙结盟时，在另一处名叫南苍大陆的地方，一位少女正在小树林急急而奔，似乎是在躲避什么洪水猛兽。终于，少女来到了一处峭壁，她前方已经无路，而在后方天际，一位面冠如玉、身着赤金色长袍的青年正背负着双手悠然而来。青年周身一缕缕混沌气沉浮，似乎可以压塌虚空万里。他周身的空间都是因为混沌之力而隐隐扭曲着，好似要破碎一般。这个青年气象万千，有王者之相，令人心生敬畏。你就是混沌大陆的那位？少女战战兢兢，眼中流露恐惧。在下界实地当中，如果说哪一块大陆最强最繁盛，那当属混沌大陆莫属。甚至有传闻，混沌大陆乃是当初仙域同异域战斗时爆发惊天大战，将一小块仙域打落下界，化为了混沌大陆。当然，这个传说太过久远，真假不知，但也由此可见，混沌大陆在下界实地有何等特殊地位，绝对是最为核心的存在。而面前这位青年正是混沌大陆的逆天之子，甚至可以说他是逆天十子中最强的一位。至于忘川，他并非逆天之子，而是埋在下界的古代怪胎，只不过是抢夺了逆天之子的气运和本源而已。饶我一命吧，我可以为奴为婢，什么事都可以让我做。少女跪在地上磕头哀求道：“为奴为婢，你配吗？”青年眸光冷漠，他不再多言，一掌拍下，混沌气伴随弥漫四方。没有任何悬念，
这位背负南苍大陆世界本源的少女被青年一掌拍死，然后南苍大陆的世界本源浮现而出。青年抬手一探，将其抓来。第3团了。青年嘴角勾起一抹淡笑，包括他本身混沌大陆的本源在内，青年已经得到了3团世界本源，在他看来，自己应该是得到世界本源最多的人了。而青年心底还有一个野心，他要集10界本源于一身，将10位逆天之子的机缘和气运尽数汇聚己身，造就出一位终极的逆天之王。到那时候他会有多强，简直不敢想象。而这时，一道清冷疏离的嗓音忽然响起：“李道玄，你本可以留那少女一命，只取本源即可。”听到这如清泉一般沁人心脾的嗓音，名叫李道玄的青年眼底闪过一抹火热爱慕之色，不过被他很好的掩饰起来。不远处，一道青衣朦胧、流淌仙光的倩影盘坐在一朵青莲之上，渡空而来。她身材曼妙，脸上覆着轻纱，仙辉朦胧，只能看见一双水晶般剔透的瞳眸，仿佛倒映着澄澈湖水。整个人的气质如青莲出战，不染尘埃。女子脸上虽然有薄纱掩盖，但那隐约显露的绝美轮廓，更是让人有一种想要一窥绝色芳容的冲动。此女正是姬青衣。姬青衣盘坐于青莲之上，整个人显得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天下间美貌的女人不知凡几，但拥有特殊气质的女人却是十分少见。姬青衣那股清冷仙灵，如女仙般的气质，连君逍遥都曾感叹过：此女非是凡尘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在仙域都有不知多少年轻俊杰为姬青衣所折服，更别说是在这下界了。李道玄眼中暗藏火热，但对于他的话却是不置可否。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不觉得我的做法有错，当然若是青衣仙子觉得不妥，我可以改。李道玄微微一笑，非常俊雅。他自问也算是一位美男子了，更是身负大气运者，在下界逆天10子中都是最强的存在。按理说他的魅力应该很足，然而从姬青衣找到他开始，直到现在对他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很正常的合作关系，没有任何感情在里面，这让李道玄有些不解，莫非他还不够优秀，无法入姬青衣的眼？听到李道玄的话，姬青衣微微摇头。他这次下界，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机缘，另一方面也担负着为人仙教招揽下界天骄的任务。有人仙教的长老对他说，下界将会诞生拥有大气运的逆天10子，将来若不陨落，足可成为一方至尊，因此才让姬青衣去寻找。姬青衣也是很快找到了李道玄，他的资质、气运、实力毋庸置疑，哪怕在逆天10子中都是最顶尖的。只是性格令姬青衣有些不喜，甚至李道玄对他好像还有其他想法。不过在这下界，还需要用到李道玄的气运，因为10界裂隙可以说是下界最大的机缘，但不是谁都能进，而以李道玄的气运，他应该很有可能进入其中。所以姬青衣现在只不过是在利用李道玄而已。李道玄自然也明白，但他也同样在利用姬青衣。青衣仙子，你可说好了，要帮助我寻找其他的世界本源，成为逆天之王。李道玄说道。我自然会帮助，毕竟到时候还要和你去对付魔仙教的那一位。姬青衣同眸深邃道。他的竞争对手魔仙教小魔仙也是下界了。姬青衣也明白，小魔仙自然不可能孤军奋战，他也会去寻找盟友结盟。现在就是比谁的盟友更厉害了，是古代怪胎忘川，还是最强逆天之子李道玄？哼，青衣仙子放心，我自然会尽力帮你对付那个什么魔仙教之人。李道玄笑道。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自信的，不要过于自信，小心阴沟里翻船，毕竟外界都在盛传你是混沌体，但究竟是什么，你心里应该明白。姬青衣告诫道。李道玄的笑容微微收敛。的确，外界都在传闻混沌大陆出了一位混沌体，就是他李道玄。混沌体这种恐怖的体质，在3000体质中都是排名前10的存在，足可同荒古圣体等之强体质争锋。但混沌体放眼仙域都是万年难得一见，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下界呢？爱我吧，这也是最让众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但只有李道玄自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混沌体，不过只是得到了混沌大陆的混沌本源而已。融合了混沌本源后，他可以操控混沌之力，更是沾染了混沌气息。同传说中的混沌体的确很类似，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姬青衣这话说得很直白，他是为李道玄好，不希望自己好不容易招揽到的一位天骄，最后因为自大而陨落。但李道玄心里却是有一丝不愉，他若是将世界本源集于一身，成为逆天之王，哪怕面对真正的混沌体都不会虚。知道了，多谢青衣仙子告诫。李道玄淡淡道，同时他在心里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征服这位清冷高傲的仙子。对了，除了魔仙教外，还有一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若是遇到了，不要多想，能躲则躲。姬青衣道。能躲则躲。李道玄这回心里是真有一点郁气了，这姬青衣是有多看不起他，竟然让他能躲就躲。他好歹也是最强逆天之子，不要面子的吗？不知青衣仙子口中的那位是谁呢？李道玄压下心头郁气，冷淡道。君家君逍遥。姬青衣道。他到现在都忘不了，那是在天道楼，君逍遥所显化出的那道背对众生的超然身影，仿佛可以盖压诸天寰宇，这绝对是一个危险到了极点的人物，谁若和他结下死仇，几乎必死无疑。姬青衣的话还有那种语气，
令李道玄有些不喜，还有一丝妒意。怎么感觉姬青衣口中更多的是赞叹和感慨？既然那魏军逍遥那么强，青衣仙子为什么不找他结盟，而是找我呢？李道玄话语带着一丝酸意。姬青衣淡摇琴手道：“他无需与任何人结盟，凭他一人就可横推下界同代。”这话可就严重了，意思是说君逍遥一人足以在下界打败任何同代天骄，包括从仙域下界的天骄。哦，真有那么厉害？李道玄眼中有着一丝怀疑和不以为然。这姬青衣不会是在可以打压他，磨练他的道心吧？若是遇到你就知道了。好了，别耽误时间。姬青衣话音落下，倩影掠空而去。看着姬青衣离去的背影，李道玄眼中有光泽在涌动。青衣，我一定会征服你。还有那个什么君逍遥，如果他出现，我会当着你的面彻底击败他。我李道玄才是值得你垂青的男人。李道玄想到这里，周身混沌之气涌动，令周围虚空都是开裂，布满裂纹。就在其他大陆各自风起云涌的时候，乾隆大陆这边大印皇朝也是整装待发，在君逍遥的带领下，一大批人浩浩荡荡通过跨界传送阵前往古神族所在的大陆。这次君逍遥是带着彻底平定10大罪族风波的决心去的，他要一手抚平10大罪族之乱。古神族所在的大陆名叫万象大陆，下界10地的10块大陆繁盛程度有所区别，万象大陆算是除了混沌大陆之外第2繁盛的大陆，因此这方大陆上的各方势力、各方种族也是种类繁多，极为复杂。当然，这一块大陆所诞生的逆天之子，自然也是除了李道玄之外最强的存在。君逍遥带着一帮人踏上万象大陆后，便是开始打探消息。令人意外的是，除了打探到古神族的消息外，君逍遥还查探到了一个消息，来自江家。江家的灵王体江虚灵。君逍遥微挑眉梢，面前的大印皇朝情报官告诉了他一些消息，其中就有江家的这位天骄。不过江虚灵在万象大陆的名声可不是太好，许多万象大陆的土著都称呼他为刽子手，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所有的资源都会被他掠夺。甚至江虚灵已经覆灭了不少万象大陆的势力，甚至是曾经万象大陆的第1王朝秦王朝都是被其所覆灭。而覆灭的原因乃是因为秦王朝的一位皇子身怀先天灵骨，同江虚灵的灵王体魄为契合，所以为了这一块先天灵骨，他直接让护道人出手，把整个王朝都灭了。这绝对是魔王一般的手段了。不过那些下界的仙域天骄很多也都是如此行事的，只能说优胜劣汰，强者生存，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王朝覆灭，被挖灵骨，这剧情怎么这么熟悉？君逍遥暗想道。那位被挖骨的秦王朝皇子，说不定就是万象大陆的逆天之子。君逍遥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找江虚灵。按照通俗剧情而言，江虚灵应该会被那位秦王朝的皇子狠狠打脸。别忘了，君逍遥的母亲江柔曾经是江家神女，她体内也留有一半江家的血脉。君逍遥若是去江家，也会得到少主级别的待遇，是绝对核心的存在。预感到自家族人有被打脸的风险，君逍遥自然不可能视若无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君逍遥还需要收割逆天之子，获取世界本源。所以如果那位秦王朝皇子真的是万象大陆的逆天之子，那他就更应该要去了。在打探到江虚灵出现的地点后，君逍遥决定带着他那一批人去找江虚灵，而剩下的大印皇朝之人则去古神族所在地支援古神族。苍兰宗乃是万象大陆上一方颇有实力的宗门，但此刻苍兰宗驻地烈火冲天，硝烟弥漫，无数苍兰宗修士在嘶吼哀嚎。而此刻在天际，一位浑身弥漫灵气的青年双手背负在身后，脸上带着一缕不以为意的冷冽笑意，看着那些悲愤欲绝的苍兰宗修士，如同看着蝼蚁一般。他正是江家的灵王体江虚灵，这是我覆灭的第6个势力了，不过资源倒真是丰富，看来下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贫瘠嘛。江虚灵轻笑道。他心情很好，他虽是灵王体，但说实话，在江家并不算是最顶尖的天骄，甚至不如他的表妹拥有元灵道体的江洛里，因此在家族资源方面，江虚灵也无法得到特别丰厚的资源。所以这次下界，江虚灵开始了疯狂搜刮模式，而收获也的确喜人，得到了各种资源不说，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块先天灵骨。先天灵骨搭配起他的灵王体所发挥出的效果，可不是简单的1+1等于2，而是质的飞跃。那家伙应该已经死了吧？想起那位被他挖骨的秦皇朝皇子，江虚灵嘴角露出一缕冷笑。明明只是下界的蝼蚁而已，还妄图想要翻天。江虚灵之所以那时候没有杀他，就是想让他在痛苦之中挣扎，最后含恨而死。不过洛里表妹怎么还没有下界？难道家族没打算让他下界吗？江虚灵心里喃喃，他还指望着依靠江洛里和君逍遥搭上关系，混个脸熟呢。这样一来，计划不是落空了吗？公子，这一方宗门也处理的差不多了。2位老者出现在他身边，都是圣人，有劳二老了。江虚灵微微点头，他之所以能如此嚣张跋扈，动辄灭人满门，这二老功不可没。呵呵，不过是一些下界蝼蚁而已，何须在意？其中一位老者呵呵一笑道。而就在这时，一道极度森冷的声音从虚空之中响起：好一个下界蝼蚁，在你们这些仙域之人眼中，我们下界之人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的吗？听到这声音，江虚灵目光一闪，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
远处天际，一位锦袍青年踏空而来。看到这熟悉的面庞，江虚林脸色先是一愣，然后露出一缕玩味之意。这锦袍青年正是那位秦王朝皇子，被他挖骨的秦昊。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废物皇子。那日好心留你一命，没想到还真让你活下来了。看到秦昊到来，江虚林脸色十分平静从容，甚至有着一种猫戏老鼠的感觉。没错，秦昊在他眼中就是一只蚂蚁，即便好运活下来了又如何，还能对他造成威胁吗？而且别忘了，不仅江虚林本人实力很强，他还有2位圣人护道人，秦昊怎么可能会对他造成威胁？辱人者人恒辱之，杀人者人恒杀之。你如此倒行逆施，动辄灭宗灭族，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秦昊义正言辞，简直就是正道的光，照亮了大地。江虚林闻言，先是一愣，然后猛然仰天笑了起来。可笑，太可笑了！秦昊的言辞在江虚林眼中简直幼稚的像是小孩子。世间弱肉强食，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言？而且日后若地路开启，还会有各种更加残酷的事情。所以这种正义之言，在江虚林这种仙域天骄眼中显得十分可笑。笑什么？有种和我再战一次！秦昊眼中冷焰涌动。哦，你这只小蝼蚁也有底气挑战我了？也罢，就让我来教你做人吧。江虚林笑了笑，他倒是来了兴趣，想知道这只蝼蚁能够翻起什么风浪。而这时，秦昊体内忽然一阵震荡，世界本源之力在涌动。江虚林的脸色霎时变化了。推荐都市大神老师新书。秦昊体内的那股世界本源之力太强悍了，令乾坤震荡。受到世界本源加持的他，好像可以将万象大陆的力量都汇聚于一身。那种气息甚至令江虚林眉头都是紧紧皱起，察觉到了事情并不简单。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江虚林心里狐疑道。他明显能感觉得到，秦昊和之前不同了，简直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惊讶吗？震撼吗？告诉你，没有谁生来就高高在上，一条蚯蚓也可登天化龙。秦昊出手了，威能澎湃，紫色的雷霆在他手中闪动着。这是雷天阙神通，一经施展，雷霆交织，仿佛化为了一头雷霆之阙，对着江虚林横杀而去。以秦昊逆天之子的气运，各种机缘神通自然是手到擒来。江虚林冷哼一声，虽然秦昊的状态有些古怪，但依然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他不仅是灵王体，在得到了秦昊的先天灵骨后，实力更是暴涨。所以江虚林有这个自信镇压秦昊。江虚林也回击了，一记灵气大手印打过去，空气都被压缩到了极致，发出刺耳的音爆之声。两人顿时战成了一团。那2位护道人则在一旁观视。江虚林没开口，他们也不会插手。该有的磨练还是要有的。江虚林通体灵气澎湃，一招一式都加持浓厚灵气，威力强绝。这正是灵王体的优势。而让江虚林意外的是，秦昊的修为竟然不比他弱多少，而且世界本源之力施展出来，连他都是感觉有些棘手。看来要认真一点了。江虚林微微眯起眼睛，他可不想阴沟里翻船，成为被下界天骄击败的仙域天骄之一。万道灵炉。江虚林通体法力灵气喷薄，在虚空中凝结为一口炉子，炉口打开，仿佛可炼化万物。这是江家的大神通之一，威力十分恐怖。秦昊见状，一掌拍击而出，伴随着五彩斑斓的能量潮汐席卷扩散而出。在他的身后，也是隐约浮现出了一团五彩斑斓的奇特物质。真的是世界本源！江虚林眼中顿生火热之色。若说下界什么机缘最为珍贵，有人垂涎，莫过于世界本源。能够得到一团，都是天大的机缘。哈哈，秦昊，你简直就是我的送宝童子！这团世界本源，我要了！江虚林大笑一声，万道灵炉同秦昊的世界本源大手印碰撞在一处，迸发惊天波澜。江虚林脚踏玄奥步法，直接闪身落至秦昊身前，冷笑道：“秦昊，尝一下自己的先天神通吧。”说罢，江虚林胸口有光芒在闪烁，那是先天灵骨在放光。先天灵骨虽然远远无法与至尊骨相比，但也一种颇为不错的特殊体质了。一道炽烈的灵力光束从先天灵骨中迸射而出。然而谁曾想，秦昊脸上却是突兀浮现一抹冰冷笑意。以我的骨来对付我，你还真是自寻死路。秦昊一声长啸，他胸口竟是再度迸发出了光芒，非常炽盛。什么？江虚林是真的意外了，发出一声惊呼。他就没有听过先天灵骨被挖了之后还能再度涅槃重生了。我秦昊受天地所终，逆势崛起，就是为了对付你这等灭绝人性之辈。秦昊胸口所散发出的光芒，直接是将江虚林先天灵骨的光束给吞没了，然后去势不减，杀向江虚林。江虚林身形急忙一闪，但肩头还是被擦中带出一坨血花。该死！江虚林脸色阴沉，这秦昊的运气未免也太逆天了，敢伤公子，找死！2位护道人面色也是一沉，忍不住就要出手。而这时秦昊却是冷然开口道：“你们敢出手试试？”听到这话，2位护道人都是有些懵。这个下界蝼蚁哪来的勇气，敢以这种语气和他们说话？他们可是圣人啊！秦昊见状拍了拍手，远空突然有圣境波动爆发，竟然有几位圣人同时现身。这些圣人中赫然有古魔族和古妖族的圣人，还有一位背生漆黑羽翼，燃烧着黑色火焰的圣人。这里的江虚林和2位护道人脸色都是一变，而更让他们心神俱震的还在后面。
但见在虚空之中有一道空间牢笼显化而出，其中赫然有着一个娇小玲珑的身影，明眸皓齿，俏丽可人，青丝束成双马尾。她睫毛纤长，银眸灵动，琼鼻挺秀，唇绽樱柯。此刻水润的俏目满是委屈之色，晶莹小脸写满了郁闷和不高兴，瘪着小嘴巴。不是江洛里还是何人？表妹。江虚灵一时有些错愕，他还以为家族并没有让江洛里下界，可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表哥，救救人家！江洛里委屈极了。的确，江家并没有打算让江洛里下界，毕竟江洛里是江家的掌上明珠，颇得那些长老的宠爱，他们岂会舍得让江洛里来下界受苦？何况还会有风险。以江洛里元灵道体的体质，只要他安安心心的待在家族修炼，自然会成长起来，没有必要去冒险受苦。不过江洛里在得知君逍遥已经下界后，心里却是打定主意要下界，因此江洛里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护道人在身边，自己偷偷跑了出来，通过特殊方法，好不容易才下界。结果下界之后，他刚想去找君逍遥，没过多久就被抓住了。不过这些人似乎知道他和江虚灵有关，因此也没有杀他，只是将他禁锢住了，当作筹码。萧姐，两位江家护道人看到这一幕，脸色巨变。江洛里的身份地位可比江虚灵要重要多了，你们大胆，敢囚禁表妹，是想找死吗？江虚灵冷喝一声道。他虽然性子冷漠残酷，但也是对下界人才这样。江洛里地位身份都比他高，更是他的表妹，江虚灵可不敢有丝毫马虎。你们这群大坏蛋，敢囚禁人家，逍遥哥哥知道了，一定会狠狠揍你们的。江洛里委屈巴巴，小脑袋后面的双马尾都是耷拉了下来，像是垂耳兔一般。他好不容易下界一趟，想见一见朝思暮想的逍遥哥哥，结果却是被人抓了起来，像是关在笼子里的小兔子一般。江洛里那叫一个委屈啊，眼泪巴巴的。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看到江洛里渲然欲泣，委屈巴巴的模样，江虚灵眼中有怒火在喷薄。江洛里可是江家的掌上明珠，万人宠爱的小公主，性格也是活泼可爱，得到了诸多江家老人的疼爱。如果江洛里因为她出了什么意外，估计江家那些老人会把她的皮都给扒下来。你这只蝼蚁！江虚灵脸色极端阴沉。听到江虚灵一口一个蝼蚁，秦昊脸上布满冷意，他再度出手，彻底爆发自身实力。而江虚灵因为江洛里的关系，投鼠忌器，不敢放开手脚一战，因此一时竟是被秦昊给压制住了。而那两位护道人也是被古魔族和古妖族的圣人给掣肘住。你们两族身为君家的追随势力，真的要和我江家作对吗？一位江家护道人寒声道。仙域所有人都知晓，君家和江家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君家的追随者势力自然也知道，但他们却依然要和江家作对。我们早已经不是君家的追随者了，我古魔族绝不为奴，还有我古妖族也永不为奴。古魔族与古妖族的圣人冷声道，他们话语铮铮，底气十足。江家两位护道人见状，心里也是明白了，古魔族与古妖族背后怕是有人在给他们撑腰，因此才有恃无恐，甚至胆敢背叛君家。他们再度看向那位背身黑色羽翼，周身缭绕黑色火焰的圣人——九幽明雀族。两位圣人目光一闪，这一族也是被君家镇压的10大罪族之一，没想到他们也破风而出了。现在情况有些棘手了，江洛里在他们手中，而且还有3位圣人在场，他们即便出手也占不到什么便宜。而另一边，江虚灵因为有所顾忌，未尽全力，所以一直被压着打，身上也是出现了一些伤势。你这蝼蚁不是自诩正义的化身吗？怎么也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江虚灵冷声讽刺道。对非常人要用非常手段，如你这般罪孽滔天之人，用什么手段都算正常。秦昊冠冕堂皇道。他再度施展大手段，世界本源之力涌动，化为一方震天之印，对着江虚灵镇压而去。江虚灵一时出招反抗，而就在这时，秦昊忽的脚步一闪，以极快的速度落至江虚灵身前，一掌轰击而去。这种小儿科也能对付我？江虚灵嘴角溢出冷笑，出招抵挡。忽然，秦昊身旁有黑色的火焰一闪即逝，随后一位背身黑色羽翼的美丽少女忽然闪现而出，和秦昊一起轰击。什么？江虚灵脑子微微一懵，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下一刻，伴随着一声轰鸣，江虚灵吐血倒飞，胸口一片焦黑，血肉模糊。公子！两位护道人面色一变，刚想出手，却是被古魔族和古妖族的圣人制衡住。你！江虚灵身形稳住，忍不住再度吐出了一口血，脸色死死地盯着那位黑色羽翼少女。你夺走了秦昊的蛊，今日终要偿还。黑色羽翼少女冷声道。你是九幽明雀族？江虚灵脸色很难看，他没有想到秦昊竟然还藏着这一手底牌。秦昊冷笑一声道，我倒是要多谢你，若不是因为你挖蛊，我可能还遇不到九幽。他说着，看向九幽的目光也是带着一缕温柔之色。在秦昊被江虚灵挖蛊，沦落到濒死之境时，是九幽的出现拯救了他，然后陪伴他一路崛起。秦昊也是为了九幽去找了古魔族和古妖族，想办法让九幽明雀族破风。两人之间已经有了深厚的情愫。该死，早知道那时候就应该彻底杀了你。江虚灵有些后悔了，脸色沉然。不过他倒是不知道，在通常的剧情里面，他就是秦昊的踏脚石而已。秦昊将会踩着他上位，然后彻底崛起。迟则生变，九幽，我们出手杀了他。秦昊眸光森冷道。一般来说，斩草不除根，
还有废话多都是反派的标配。秦昊身为主角，可不会犯这种错误，所以是一定要杀了江虚灵的。你真敢杀我！江虚灵眸中煞气涌动，哪怕不杀你，你也会杀我。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先杀了你？秦昊话说完，不再多言，和九幽一起出手镇杀向江虚灵。而他的2位护道人则是被古魔族和古妖族圣人彻底锁定住，根本无法腾出手救援。该死！看着那镇杀而来的秦昊和九幽，江虚灵脸色非常难看。他恐怕想不到自己身为反派的定位就是天生要被秦昊踩脸的。难道我江虚灵今日真的会死在下界蝼蚁手中？江虚灵心里蓦地想到。表哥，被空间牢笼禁锢的江洛里晶莹俏脸也是变色。江虚灵虽然只是他的远房表哥，彼此间也没有什么深厚的亲情关系，但江虚灵终究还是自家人。江洛里自然不愿看到自家人陨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空忽然有一道恐怖的剑芒洞穿虚空而来。秦昊，小心！九幽面色一变，急忙回身抵挡。而这时，另一个方向再度有一道倩影急速掠来，杀向九幽。是谁？九幽冷斥一声。秦昊一时回身出招反抗。轰隆隆，波动碰撞爆发，令天穹震荡。远处一位赤着上半身，胸口烙印有太阳图腾，手持诛心破灭弓的年轻男子现身，正是一羽。他9剑连环对着秦昊杀去。同时，另一边一位身着紧身黑色纱裙的女子现身，她身材纤细，容貌很美，肌肤极白，青丝披散香肩，背后生有一对黑白色羽翼，流转阴阳二气，看上去宛如绝美的黑暗堕天使一般。正是燕青影。她背后堕天之翼一震，对着九幽杀去。因为这一幕太过突然，所以在场之人都是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江虚灵都是一脸懵逼，不明白这突然出现的人为什么会帮他。而就在古魔族、古妖族还有九幽明确族的圣人注意力都被一羽和燕青影吸引而去时，在囚禁江洛里的空间牢笼身后，一道白衣身影手持一剑悄然浮现而出。他一剑斩向空间牢笼，牢笼顿时破碎，出现了一个裂口。出来吧，你这个憨憨丫头！说话的白衣身影语气带着些许叹息和无奈。原本待在空间牢笼内愁眉苦脸的江洛里听到这温润的嗓音，双马尾都是翘了起来。他回过身一看，便是看到了那朝思暮想的俊俏郎君，衣冠胜雪，仙辉笼罩，神秀绝伦的无暇俊颜上带着一缕叹息和无奈之意。不是君逍遥，还是何人？逍遥哥哥！江洛里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蓦地娇喊出声，激动到小脸红扑扑，然后如乳燕归巢一般扑向君逍遥。白嫩细瘦的四肢如同八爪鱼一般死死缠在君逍遥身上，像是一个萌物挂件。君逍遥无语，若不是他荒古圣体强悍，估计会被江洛里的小胳膊小腿勒到窒息吧。下来！君逍遥无奈叹道。他对任何人都可以云淡风轻，十分冷淡，唯独对这个憨憨丫头有些头疼和无奈。而且她还是江柔钦点的儿媳妇，虽然君逍遥自己并没有承认。不嘛，逍遥哥哥，人家为了见你，下界而来，都被绑架了。呜呜！江洛里雪嫩双腿盘在君逍遥腰上，一双白生生的藕臂则搂着她的脖子，在她耳畔诉苦。谁敢绑架你这位江家小公主，不是自寻死路吗？君逍遥淡笑一声，摇了摇头。哼，就是有不长眼的家伙。江洛里撅嘴娇哼道。君逍遥没有理会挂在自己身上的江洛里，目光一扫，一眼便看到了古魔族和古妖族，还有九幽明确族的圣人。此刻他们才反应过来，脸上不禁带着冷意。你是何人？古魔族的圣人冷喝道。然而江家的2位护道人看到君逍遥解救了江洛里，脸上浮现出无比激动之色，齐齐拱手道：老朽见过君家神子，多谢神子出手救下小姐。2位护道人非常激动，刚才还在头疼该怎样解救江洛里和江虚灵，转瞬之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江洛里被救了出来，江虚灵也是逃过了一劫。君家神子是何方神圣？计划被破坏的秦昊脸色很是难看，他自然不知道君逍遥是什么人，在仙域有着何等地位。井底之蛙不可能看见大海之广。你就是秦昊？君逍遥看向秦昊，脸色冷漠，宛如上苍。这种淡漠的眼神让得秦昊心头极为不爽，又是这种鄙夷和漠然的眼神。至于江虚灵，脸上则是露出极度的惊喜之色，道：多谢妹夫出手相救。妹夫？君逍遥微微侧头，他什么时候成别人妹夫了？挂在他身上的江洛里则是嘿嘿一笑，转头朝着江虚灵眨了眨大眼睛，那意思是干得漂亮。而古魔族和古妖族还有九幽明确族的圣人听到君家神子4个字，脸上都是涌现出一抹诧异，隐约间还有一丝惊惧之色。毕竟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现在听到君家2个字，九幽明确族的圣人都有种后怕之感。管他3七21，先镇压了再说。古魔族与古妖族的圣人对视一眼，直接对着君逍遥镇压而去。如果能够镇压这位神子，那君家对他们至少也会投鼠忌器一些。然而他们想的还是太天真了。东玄老祖和古元的身影闪现而出，和古魔族与古妖族的圣人轰然碰撞在了一起。江家的2位护道人也是带着满腔怒火出手了。江家和君家加在一起，足足有4位圣人对上了古魔族、古妖族、九幽明确族的3位圣人。君逍遥暂时没有出手，而是看向秦昊那边。秦昊看到这一幕，脸色微微带着苍白。他知道计划算是彻底失败了，不但没能诛杀江虚灵，甚至将自身都陷入到了危险的地步。而一切的一切都
都是因为那位白衣公子。就在秦昊心头怨气涌动时，一声家人的惨叫声传出。听到这声音，秦昊猛然回过头，便是看到了令他目眦欲裂的一幕。九幽的半边黑色羽翼都是被燕青莹给撕裂了，鲜血溅洒长空。燕青莹眼瞳深邃，如同夜空之星，带着一股冷意与寒意。她在君逍遥面前虽是小女儿姿态，但面对敌人却是如同黑暗女王一般冷漠。君逍遥的话就是最高指令。九幽虽然是秦昊的随身小姐姐，但实力也就是天之娇女级别的，虽然在同代中十分出众，但也不可能太强。而燕青颖乃是逆天10子之一，虽说世界本源送给了君逍遥，但他还是吞神魔功传人，加上燕青颖吞噬了堕神子和天妖太子的妖神血脉，他的实力也是暴涨的十分恐怖，对付一个九幽还是绰绰有余的。死！燕青颖出手催动吞神魔功，漆黑的吞噬漩涡浮现于虚空之中，爆发吸力，要将九幽拉入其中。不！九幽拼命挣扎着，她乃是九幽明确族最强的天之娇女，但是现在在燕青颖面前并没有太多的反抗之力。不过短短片刻，九幽的娇躯便是被拉入了吞噬漩涡当中，娇躯寸寸爆碎，化为了精纯的血肉之气，被燕青颖吸收了。九幽啊！秦昊瞠目切齿，悲愤难言，只感觉心脏像是撕裂了一般疼痛。那是一路陪伴他崛起的家人啊，甚至于他们还约定，待一切平息后就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一生。而现在，美好的一切都在他眼前支离破碎。江虚灵发出大笑，很是痛快，心中的一口怨气总算释放了出来。秦昊目光红的如同滴血一般。这时，一道剑矢忽然从他背后贯穿而来，秦昊急忙躲避，却依然被贯穿了肩头，鲜血爆溅开来。同我对战，还敢分心，简直找死！一羽眸光冰冷，看着那化为血沫的九幽，看着一羽那冷冽的眼神，看着江虚灵快意的大笑，秦昊简直要疯魔了，血脉喷张，整个人都好像要爆炸一般。蓦地，他通红如血的眼眸锁定了淡立于天际的君逍遥。是他，都是他！如果不是他的出现打破了自己的计划，九幽就不会死。我秦昊今日哪怕是死，也要拉着你垫背！秦昊仰天怒吼，彻底爆发身为主角的小宇宙，气血狂涌九重天，胸口涅槃的先天灵骨也是开始颤动，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华。还有万象大陆的世界本源之力，亦是被他催动到了极致。你给我死来！秦昊爆发所有力量，如同一道火焰流星，杀向君逍遥。哪怕君逍遥是神，他秦昊也要逆天伐神。此刻的秦昊简直是火力全开，小宇宙爆发到了极限，涅槃的先天灵骨之力，还有世界本源之力，两股力量同时被他催动到了极致，甚至融合在了一起，化为了毁天灭地的一击。感受着这股气息，哪怕是之前一直对秦昊不屑一顾的江虚灵，脸色都是变化了。他自问，换作是他面对这一击，不说直接被秒杀，至少也会遭到重创，失去战斗力。这些下界的天骄简直一个比一个逆天，江虚灵看的都是有些心悸。他自然不知道，这些下界的逆天之子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越阶挑战和开挂，遇强则强是逆天之子的特点之一。秦昊显然把这个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此刻的秦昊已经有了与君逍遥同归于尽的决心，他也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然而他没有看到燕青颖和一羽等人眼中那一缕嘲讽和轻蔑之色。轰隆隆，秦昊如同燃烧着的流星，所过之处虚空震荡，裂开漆黑的空间裂隙。不愧是逆天之子，这秦昊气势倒是挺足。看到狂猛杀来的秦昊，君逍遥脸色如古井无波，甚至像是一个看戏的局外人，还在品头论足。逍遥哥哥，江洛里俏目流露一缕担忧之色。此刻秦昊的气息令他雪白肌肤都是起了小疙瘩，产生了一种危险感。他可不想君逍遥受到一点伤害。呵，君逍遥轻笑一声，唇角勾起一抹弧度，淡淡道：“报警了。”哎，江洛里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看到君逍遥淡淡伸出右手，神像震欲境催动，金色气血升腾而起，化为一头镇压诸天寰宇的神像。同时，70块大罗仙骨的力量也是爆发开来，仙光四溢，神能浩瀚澎湃，若汪洋一般。如果说此刻的秦昊是逆天伐神的人间战神，那么君逍遥就是镇压乾坤的无上神王。君逍遥左手揽住江洛里纤细腰肢，防止其被法力涟漪震飞，右手则五指握拳，将37亿斤神力与70块大罗仙骨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一拳轰向杀来的秦昊。拳风扩散之处，空间寸寸崩碎，两人身形霎时碰撞，刹那间，天地失声，陷入了绝对的死寂。唯有一道刺目的光华，以两人中心为原点，缓慢扩散而出。而在几个呼吸过后，那光华才迅速扩散开来，同时震耳欲聋的轰鸣之声也是猛然爆发而出。甚至于那些正在战斗的东玄老祖、古元、江家护道人，还有古魔族、古妖族、九幽明确族的圣人，都是受到这股波动的影响，不由投去目光。一羽、燕青颖、苏子琼、九头狮子，还有江虚灵，皆是目不转睛盯着那爆炸的中央。有风拂过，吹散尘嚣，其中的景象也是显露而出。君逍遥左手抱着江洛里，右手探出，直接打穿了秦昊的胸膛。秦昊整个人如同凝固在虚空一般，脸上带着无法置信的神情，粘稠的鲜血不停地从他的嘴角流下。怎么可能？秦昊艰难开口，脸色苍白如纸。他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自己爆发了全部实力，施展了浑身解数，
所祭出的终极招式。君逍遥竟然一只手就挡下来了。最气人的是，君逍遥左手还抱着妹子，这是真怀中抱妹杀！不要用你那蝼蚁之躯挑战本神子的威严！君逍遥俊颜冷漠，如同神奇。逍遥哥哥被抱在怀中的江洛里，脸蛋如朝霞映雪般绚烂，眼里泛着星星和异彩。此刻的君逍遥实在是太帅气，太迷人了。被他搂在怀中，安全感爆棚。我这妹夫真骚气！不远处，江虚灵看的都是啧舌，心里暗自羡慕不已。左手抱妹，右手杀敌，举手投足镇压一切，这可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一语眼中也是露出崇拜之色。至于燕青影，看了看君逍遥怀中的江洛里，漆黑美眸带着一缕艳羡之色。既然江虚灵挖了你一次骨，那么你这涅槃后的骨，本神子就笑纳了。君逍遥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弧度，他的右手直接从秦昊的胸膛内抓出了那一块涅槃后的洁白灵骨。啊！秦昊发出嘶吼之声，那种撕裂的剧痛令他都要疯狂了。江洛里则是将小脑袋埋进了君逍遥的怀里，不愿看到那血腥的一幕。不错，看到这块骨，君逍遥笑了笑，这块涅槃后的先天灵骨倒是可以成为他至尊骨的养料。嗨嗨！秦昊咳出了一大口鲜血，脸色煞白，带着惨笑。这是他第2次被挖骨，他败了，彻底败了。自己以为能够同归于尽的一招，结果对君逍遥而言，不过就是一拳头的事情而已。两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究竟是做错了什么，才会让王朝覆灭，家破人亡，连九幽也死了？秦昊悲愤欲绝，他什么都没错做，但江虚灵的到来却是生生毁了他的一切。现在不仅九幽死了，连他涅槃的骨都是被君逍遥夺去了。秦昊太他妈凄惨了。君逍遥脸上倒是没有什么怜悯之色。LTBA。GT 这件事严格来说的确是江虚灵做错了，他对秦昊而言就是罪大恶极的反派，但那又如何？江虚灵是江家人，而君逍遥体内流淌有一半江家的血脉，他不帮江虚灵，难道要大义灭亲帮秦昊吗？显然不可能。君逍遥根本就不是圣母，他也不会用简单的善恶观念束缚自己。自己这边的人哪怕犯下了滔天罪孽，君逍遥也会护着。什么帮理不帮亲都是扯淡，君逍遥就是要护短到底。在你死之前告诫你一句吧，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君逍遥淡淡摇头，一掌拍去。秦昊一声惨笑，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直接被君逍遥一掌拍成了血沫。君逍遥探手一抓，万象大陆的世界本源便是被他收入囊中。至此，君逍遥已经得到了4团世界本源。如果我能集齐10界本源，以此为底蕴，登上英灵祭坛，说不定真能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君逍遥心想到，确定了自己的目标。想要开辟出前人未曾走出的道路，不仅需要大勇气、大毅力、大天赋，还要有大机缘。而10界本源就是最大的机缘。要知道，之前哪怕是君战天，也不过只是想让君逍遥得到1团世界本源而已。在君战天看来，1团世界本源就足以成为无上仙种，给君逍遥打下不朽道基。而现在，恐怕连君战天都是没想到，自家孙子竟然有如此野心，想要集齐10界本源。从古至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人会产生这样的野心。但这次10界大乱，10界本源纷纷现身，这就是最好的机会。君逍遥自然不可能错过这个机会。看到秦昊和九幽陨落，那位九幽明确族的圣人也是发出怒吼声。吵什么吵？君逍遥眉头微微一皱，随即祭出了堕落圣体，一拳轰出，碎灭虚空万里。那位九幽明确族的圣人毫无反抗之力，被堕落圣体一拳轰的血沫都不剩。这一幕，别说是古魔族和古妖族圣人，就连江家的2位护道人都是看得目瞪口呆。他们都是从堕落圣体上感觉到了一种至极的危险气息。随即，堕落圣体拳风震荡，轰向古妖族和古魔族的2位圣人。当然，这次君逍遥留手了，没有直接将其轰死，而是轰成了重伤，因为他还要从这2人身上撬出幕后黑手。不过这时，君逍遥脑海忽的一痛，君逍遥直接切断了和堕落圣体的连接。时间越来越短了，君逍遥心里喃喃，他和堕落圣体能够连接的时间越来越短，应该再连接1-2次后，应该就无法使用了吧。不过君逍遥也并不觉得可惜，他只是在下界用堕落圣体而已，回到荒天仙域后就完全不需要了。古魔族和古妖族的圣人被轰成重伤后，直接被东玄老祖和古元给控制住了。君逍遥走到他们身前，脸色冷漠道：“说吧，谁给你们的胆子，敢背叛我君家？以古魔族和古妖族的底蕴，哪怕给他们1万个胆子，都不敢背叛君家。在他们背后，一定有人在给他们撑腰。哼，成王败寇，虽然我们2人败了，但浩劫不会结束，你们君家也永远不可能高高在上，一手遮天。”古魔族的圣人冷哼道：“阶下囚还这么硬气，你很有哦。”君逍遥唇角挑起一抹冷讽弧度，随后他直接是祭出了混沌神魔观想法中的神通混沌神魔。这种混沌神魔简直是一种折磨灵魂的恐怖手段，之前连幽冥天的刺客都是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虽然君逍遥面对的是2位圣人，但这2位圣人都受到了重创，实力跌到了谷底，加上东玄老祖和古元的压制，他们的神功元神也是被削弱到了极点。君逍遥的混沌神魔依然可以起作用啊！这是什么鬼？古魔族和古妖族的圣人双眸血红，发出痛苦的嘶嚎之声。那种元神被拉入混沌神魔中，被反复碾压的痛苦感，
简直比肉身凌迟更要痛苦万倍。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痛楚。经过长久的折磨，两位圣人终于是不堪忍受，将一些秘密说了出来。他们两族不仅和罪族勾结，更和下界太古神山的生灵勾结，而下界太古神山则是和仙域的太古皇族有所联系，比如祖龙巢、万皇灵山、麒麟古洞、上古恶湖等等顶尖皇族。麒麟古洞、上古恶湖，他们也参与进来了。君逍遥微微皱起眉头。麒麟古洞、上古恶湖同样是顶尖太古皇族，实力不弱祖龙巢和万皇灵山。不过转念一想，倒也可以理解。太古皇族向来是人族为蝼蚁，在古时曾发动过诸多动乱，而君家身为人族顶尖荒古世家，又是御三家之一，自然会和太古皇族产生冲突对抗。久而久之，君家几乎得罪了一半以上的太古皇族，剩下另一半太古皇族虽然没和君家有大仇怨，但也没有任何好感。这也是君家为什么如此强大，却依旧没有彻底覆灭祖龙巢的原因。因为只要君家对付祖龙巢、万皇灵山、麒麟古洞、上古恶湖等等皇族不会做事，这些太古皇族一起施压，君家虽不至于怕，但也会有所损失。虽然君家这边也有荒古江家等盟友，但到时候若真的展开大战了，那就不是两个势力的不朽战了，而是牵连到多个势力的不朽战，整个荒天仙域都会天翻地覆。怪不得这么有底气，原来是太古皇族在给你们撑腰。不过可惜，你们也只不过是太古皇族挑衅我君家的棋子而已。君逍遥语气冷漠。古魔族和古妖族将太古皇族当作靠山，可太古皇族可是从来没将他们放在眼中。古魔族和古妖族就是他们挑衅君家威严的棋子，用完了就扔的那种。可笑这两族还真以为太古皇族能给他们自由，护他们一世周全。背叛我君家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灭族。不仅是你们，整个仙域1万年内都不允许有古魔族和古妖族的生灵出现。君逍遥话语冷漠，如同上苍的审判。这已经不是针对下界的这两个族群了，而是针对整个古魔族和古妖族的血脉。君逍遥一语直接要斩断两族的血脉，你凭什么这样做？不可能的，太古皇族一定会守护我们的族群。两位圣人双目血红，在嘶吼。杀了吧！君逍遥转身道。东玄老祖和古元抬手一拍，将两位圣人肉身连带元神都是震得粉碎，同时心里在啧舌，君逍遥这是杀人诛心啊！不仅是下界的古魔族和古妖族要死，连仙域的族群都不会放过。人间帝王一言不合便诛九族，君逍遥这已经不是诛九族了，是连两族血脉都要连根拔起，绝不姑息，手段残忍果决，简直就是不是枭雄。我这妹夫太他妈牛批了！江虚灵眼中也是露出崇拜之色，有这样一条大腿，肯定要紧紧抱住。他更加坚定了君逍遥打好关系的想法。至于江洛里，依旧很没形象的挂在君逍遥身上，娇俏小脸一副花痴模样，嫩红唇角边都是留下晶莹的口弦。现在的君逍遥简直就是冷酷帅气腹黑的霸道总裁殿下，对他这样的小姑娘最有吸引力了。你还不下来？君逍遥侧脸看向那哈喇子都快流下来的江洛里，有些头疼道。正所谓一物降一物，江洛里是江柔认同的儿媳妇，君逍遥还真不能对她太过分，不然江洛里回去打个小报告，说君逍遥欺负她，江柔又要唠叨起来了。人家好不容易下界来见一下逍遥哥哥，而且还被囚禁了，就不能多要一点包包吗？江洛里施展卖萌之术，抬起晶莹小脸，大眼睛水汪汪的，仿佛会说话，楚楚可怜道。君逍遥额头有黑线浮现，这卖萌杀伤力很强，可惜君逍遥不吃这一套，他又不是恋童术士。看到君逍遥没什么反应，一旁江虚灵都是有些啧舌。江洛里撒起娇来，整个江家都恨不得把他捧在手心里宠爱，结果这位未来的妹夫倒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真是莫得感情吗？下来，君逍遥叹道。哦，江洛里见到自己的卖萌之术无用，他还是乖乖的松手松脚了。江洛里有时候是喜欢撒娇，但绝对不会无理取闹。不过一想到还能在下界和君逍遥相处一段时间，江洛里这妮子又是自顾自的嘿嘿傻笑了起来。这憨憨丫头，君逍遥彻底无语。江洛里古灵精怪，其实很聪明，只是一面对君逍遥就好像失了智一般，变得傻傻的憨憨的。这可能就是恋爱中的女人没脑子吧。多谢妹夫出手相助，虚灵感激不尽。江虚灵急忙上前恭敬拱手。听到这称呼，君逍遥默然。江洛里反倒是有些扭捏起来，羞笑道：表哥，人家和逍遥哥哥还没那么快呢。君逍遥有些汗然，这妮子是真的吃定自己了吗？这么久了也没见长高长大。看着江洛里那一如既往的娇小身高，还有胸前的平平无奇，君逍遥一瞬间甚至怀疑江洛里是不是也和君家16祖一样，吃了长生道果之类的东西，永远长不大了。逍遥哥哥，你又说人家矮。江洛里听到这话，撅起了嘴巴，鼓起了香腮。天王盖地虎，洛里1.5米，宝塔镇河妖，洛里长不高。君逍遥如实道。之前江洛里还在他胸口处，现在估计只能挨到他的腰上，用嘴咬的时候都不用跪下来的那种。而且若真的要干起传宗接代的事情来，那就不是一步到位，而是脱口出了。人家发育的也不差。江洛里叉着小蛮腰，拼命的挺着小胸脯，可就是鼓不起来。好了，君逍遥摇了摇头，他可没空和这个憨憨丫头讨论生理发育的问题，转而看向江虚灵道：我倒不反对你做那些灭宗灭族的事情，只是小心阴沟里翻船，我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护着你们。听到君逍遥的话，江虚灵连连点头。的确，这次如果没有君逍遥帮助，他和江洛里
恐怕都有危险。多谢妹夫。江虚灵感激道。能换个称呼吗？君逍遥头疼。多谢少主。江虚灵道。君逍遥微微点头，以他对江家的重要性而言，称呼一声少主也没什么毛病。在解决了这件事情后，君逍遥并没有松懈下来，他还要去解决古神族的事情。此外，万象大陆的太古神山，君逍遥也要走一遭。既然太古皇族要给君家一个下马威，那君逍遥自然也要给太古皇族一个震慑。来而不往非礼也。稍微整顿了一番之后，君逍遥便是带着这批人前往了古神族驻地。古神族如今早已是和古魔族、古妖族还有醉族打得不可开交，原本他们都快支撑不住了。不过好在大印皇朝的队伍及时赶来支援了，因此他们才能继续支撑下去。但即便有大印皇朝的支援，他们想要打赢这一战也是十分艰难，因为除了古魔族和古妖族外，还有4大罪族都汇聚在此，分别是血羽族、黄金巨人族、地魔族以及九幽冥雀族。这4大罪族实力都很强劲，加上古魔族和古妖族，古神族能够支撑到现在已经算是奇迹了。战场之上硝烟弥漫，各种法力波动，震荡天穹。古神族还有大印皇朝，你们撑不了多久的。古魔族的一位圣人在冷笑。没错，你们也该覆灭了。古妖族的圣人同样在冷语。古神族镇压无族这么多年，血仇当报。血羽族的圣人背生一对血色羽翼，话语中带着极端冷意。古魔族和古妖族已经反叛，而且相助他们破风，因此这4大罪族将全部的怨念和仇恨都倾泻给了古神族。罪族就是罪族，体内流淌有罪血，我古神族为主上君家效忠，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古神族的一位圣人在喝吼，纵使浑身浴血，亦是战意滔天。不见棺材不掉泪，杀！九幽冥雀族的圣人语带杀意。大印皇主靠近一位古神族圣人，传音道：放心吧，在神子眼中，这些罪族都是土鸡瓦狗。在见识到了堕落圣体的恐怖实力后，大印皇主完全不担心这些罪族，甚至眼底还带着一缕怜悯。希望神子能够快点来吧，我们也支撑不了多久了。这位古神族圣人叹息道。下方，君影和方寒等人也在战斗。君影一面战斗，脑子里却在想君逍遥的事情，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方寒则是一直面无表情。从君逍遥出现后，君影和他说话的次数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君逍遥那边，这让方寒心里不爽极了。但他也没办法，君逍遥不是他可以招惹的存在。方寒虽然心胸狭隘，占有欲强，但是不傻，谁可以惹，谁不可以惹，他还是明白的。连他父亲大印皇主在君逍遥面前都只是仆臣般的存在，他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这段时间的战斗，方寒靠着给祭神符照献祭罪族，实力也是持续上涨，但他没有展露出来，准备当一手底牌，方便扮猪吃虎。而就在这时，天穹有动荡之声炸响，古魔族、古妖族和血羽族、九幽冥雀族的圣人在围攻一位古神族圣人，准备先将其歼灭。论圣人数量，古神族和古妖族加上4大罪族是远超古神族和大印皇朝这边的。就在那位古神族圣人即将被围杀时，一道长发乱舞、魔意涌动的巍峨身影直接击破了空间，一拳轰杀向古魔族圣人。噗嗤，身躯崩碎，圣血洒落，一拳灭圣。这突如其来的一拳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而更让人骇然的则是古魔族圣人竟然被一拳秒杀，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可是堂堂圣人强者，哪怕在仙域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但此刻却像是一只蝼蚁般被秒杀。这一幕太具有震撼力，令罪族强者还有古魔族、古妖族的强者都是头皮发麻，浑身发冷，如堕冰窟。神子来了！大印皇主见状大笑一声，古神族的一众族人脸上也是露出无比激动的神色。如果说玄天宗、大印皇朝对君家的忠诚度是100%，那他们古神族就是200%。至于原因，很简单，当初古神族遭到古魔族和古妖族的压迫，最后是君家出手解救了古神族，顺便将3族都收为附属势力，因此古神族对于君家格外感激，自然也就更加忠于君家。而古魔族和古妖族原本可以吞并古神族，却是被君家阻挠，甚至反过来被强行收为追随者。两族表面上虽然臣服，但心里显然也会有怨气，长久的怨意累积下来，加上太古神山的挑拨，他们才会决心反叛。远空，君逍遥等人到来，看着满目疮痍的战场，君逍遥脸色更加冷漠。古魔族、古妖族还有4大罪族，今天一个都别想逃！君逍遥一面操控堕落圣体，杀向其余的罪族圣人，同时一挥手，6具烈星神魁撕裂虚空，爆射而出。东玄老祖和古元，还有那位准圣美妇人，也是都出手了。是仙域君家来人了！该死，这些圣人傀儡太强了，还有那道魔影太恐怖了，哪怕是圣人都难以挡住他的一拳。古神族、古魔族还有罪族都是发出各种惊呼和惨叫之声，一具堕落圣体就足以杀穿他们的圣人壁垒，更别说还有6具烈星神魁在旁辅助，简直无敌了。没有任何圣人能够挡住这一股恐怖的力量。君逍遥的到来无疑是彻底将战局扭转了过来，同时君逍遥自己也是出手了。他面色冷漠到极点，手持盘黄岁月剑，目标锁定了古魔族的一道年轻身影。
他是古魔族的最强天骄古烈。看到君逍遥杀来，古烈脸上带着凶悍冷漠之意，开口厉喝道：“你是君家什么人？”君逍遥一语不发，嘴角噙着一缕淡漠。他一剑挥扫而出，剑芒夹带着岁月之气，浩浩荡荡席卷而出。君逍遥的实力，同辈中几乎无敌，加上盘黄岁月剑的加持，同辈之人对上他只能说自求多福，找死！看到君逍遥连话都懒得回，古烈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他通身爆发魔气，如同一尊盖世妖魔。然而，君逍遥剑芒扫过之后，直接头也不回，杀向下一人。古烈整个人如同凝固在了空中，然后在一群醉足生灵、惊骇欲绝的目光当中，古烈的身躯竟是如同风化的山岩一般，一点点的被风吹散，整个人如沙飘飞。这令众人毛骨悚然，这种手段未免也太诡异了。他们又怎知晓这是盘黄岁月剑的岁月之力？若是一位真正的顶尖强者手持盘黄岁月剑，一剑下去，足可让方圆万里内的一切都在岁月之中化为飞灰。如今君逍遥显然还没达到那种程度，不过用来对付古烈之流也足够了。烈儿，古魔族的一位圣人双目血红，发出愤怒的尖叫。然而下一刻，他就被堕落圣体给一拳秒杀了。君逍遥继续杀向下一人，古妖族的年轻天骄也是被君逍遥屠戮，然后是血羽族、黄金巨人族、地魔族以及九幽冥雀族的天骄。君逍遥手段之果决，实力之强悍，令全场人心头掀起骇浪。君一儿更是妙目泛着异彩，眨也不眨地看着君逍遥，这才是真正的盖世英雄，所向披靡。方寒见状，心中则是一阵无力。他即便有祭神符罩帮助，隐藏了很多实力，但若要他现在和君逍遥单挑，方寒怕是也没有那个底气和胆识。不愧是逍遥哥哥，明明能够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实力。江落里妙目闪动小星星，看到君逍遥在肆意屠戮族中天骄，那些醉族的圣人都是气得心头滴血。他们想要一巴掌拍死君逍遥，却是被堕落圣体和烈星神魁挡住，根本挨不到君逍遥的边。接下来这场战斗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堕落圣体屠杀那些圣人，君逍遥屠杀那些醉族天骄。快逃！没人挡得住这道魔影，圣人都挡不住他一拳，这是什么怪物？恶魔！那位白衣公子就是一个恶魔，太惨了！一剑横扫下去，灭杀了我族成百上千的年轻精英。四面八方都是惨嚎之声，古魔族、古妖族还有醉族，终于是信心动摇，想要撤退了。但有那么简单吗？君逍遥说要灭族就要灭族，不论是两大叛族还是四大罪族，都要死绝。古神族、大印皇朝听令，两大叛族、四大罪族，一条命不留。君逍遥手持一剑，踏立九霄，如白衣神王，语气带着冷漠杀伐之意。遵神子之令。四面八方响起浩荡的声音，反攻终于开始了。这场追杀足足耗费了3天3夜，古魔族、古妖族，还有血羽族、黄金巨人族、地魔族、九幽冥雀族，整整6大种族被杀得一个都不剩，尸体遍布了大地，血液汇聚成河流，蜿蜒奔涌。这场大战可谓是震动了整个万象大陆。看着这满目疮痍的大地，君逍遥踏立九霄之上，也在感叹，光是这些等级的战争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伤亡和破坏。若是不朽势力之间的不朽战，又会是怎样一番浩瀚而壮烈的场景？君逍遥现在算是有些明白，为何君家这么强势，却依旧不愿随意掀起不朽战。因为不朽战牵连太大了，也太广了。同不朽战相比，眼下的灭族之战不过是小儿科而已。但君逍遥却总有一种预感，在这个群雄并起的大争之势，恐怕不朽战也有爆发的可能。而最有可能爆发的不朽战，就是君家和太古皇族之间的大战。对了，差点忘了，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君逍遥想到这里，喃喃道：他还要去一个地方，太古神山。之前天玄大陆的太古神山也曾掀起动乱，最后被君逍遥一手镇压了。不过这次古魔族和古妖族合作的对象是万象大陆的太古神山，和天玄大陆没有太大关系。先御太古皇族就是通过万象大陆的太古神山和两大叛族取得联系的。既然是太古皇族先挑衅君家，那君逍遥也没有理由退缩，他可是君家的牌面。现在君逍遥不出手，谁会出手？君家的威严不容侵犯，太古皇族，你想挑衅，本神子就送你一份更大的礼。君逍遥俊颜冷酷。这时古神族的族长上前，脸色含着激动，对君逍遥单膝跪下道：在下古神族族长，见过神子大人。起来吧，你们辛苦了。君逍遥脸上冷酷的表情转化为了温和的笑。对于忠心耿耿的古神族，他还是很有好感的。从前是主上君家救了我们古神族，没有主上君家就没有现在的古神族，我们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而已。古神族族长回道：如今下界10大罪族尽皆覆灭，你们若有需要，也可返回仙域。君逍遥道。听到这话，古神族族长面色更是激动无比，脸色都是涨红了。多谢神子大人。古神族所有人都是齐齐下拜。大印皇主等人看得艳羡不已。还有你们想要返回仙域都可以，不过要留下部分力量掌控大陆。君逍遥道：是，多谢神子。大印皇主等人也是喜不自禁。虽说在下界他们是龙头般的存在，但如果有可能，他们也想返回仙域。那里不论是修炼环境还是生命层次，都比下界要高太多了。那里才是强者的舞台。10大罪族的风波就此彻底平定。
君逍遥也算是完成了家族交代的任务。公子，接下来如何安排？一旁一语询问道。去太古神山。君逍遥淡淡道。此话令古神族族长脸色微微一变。太古神山乃是大陆禁地，之前和他们古神族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任何交流。而这次叛族动乱，罪族破风，虽然暗地里好像有太古神山的生灵在插手，但明面上并没有一个太古神山生灵对古神族出手。他们表面上可以说是置身事外。神子，我们和你一起去吧。古神族族长还有大印皇主等人都是开口道。太古神山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不必了，你们好好休整一番，也将琐事处理一下。太古神山本神子去就行了。君逍遥淡然道。听到这话，周围所有人都是一片惊声。君逍遥竟然想要一个人平了太古神山。不过一想到堕落圣体的恐怖实力，众人都觉得说不定还真有这个可能。随后君逍遥在古神族休整了2天，他也是将秦昊的那块涅槃先天灵骨给自己的至尊骨吸收了。吸收之后，君逍遥觉得轮回孽光的完整形态应该快要出现了，只需要一个契机而已。到时候轮回孽光的完整形态显然会比上苍之手更强。2日过后，君逍遥便是出发，准备前往太古神山。九头狮子、一羽、燕青影都要跟随在他身边，东玄老祖、古元等人自然也是要随从左右，还有江洛里强烈要求跟在君逍遥身边。在下界的这段时间里，他不想跟君逍遥分开哪怕1秒钟。当然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江洛里感觉到了危机感。君逍遥才下界没多久，身边一下就多出了苏子琼、燕青影、君叶儿3女，还有纳兰若曦并没有跟来，所以江洛里不知道。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护食的小母鸡一般，要牢牢守在君逍遥身边。君逍遥无奈，只能带上他们一起。万象大陆的太古神山位于极西之地，放眼望去，黑色的山脉如同远古巨兽隆起的骨架，弥漫着一股莽荒之气。整片山脉内不只有一座太古神山，不同的太古神山栖居着不同的生灵。而此刻在太古神山虚空中有神念在交流，古魔族和古妖族已经彻底覆灭了，还有九幽冥雀族等古族也已经覆灭。覆灭了就算了，反正他们也不过是皇族手中的棋子而已。你说那君家神子会不会打上我太古神山来？这有点想多了吧？我们背靠的可是太古皇族，君家神子毕竟还没有成长起来，他敢来吗？就是那君家神子不过是出生的老虎，爪牙都没有长起来，他应该没那个胆子。也对，呵呵，是我多想了。虚空中传来轻笑声，显得很是淡然，还带着淡淡的不屑。然而没过多久，神山之外的天空，君逍遥等人到来，看着那一片充斥着蛮荒之气的太古神山，君逍遥脸色淡漠至极。神子，要不要我们先打头阵试探一下？东玄老祖说道。他们知道君逍遥有堕落圣体，所以先想打头阵试探一下太古神山的水到底深不深。哼，没必要，区区下界神山而已。君逍遥神色淡漠。如果对付一个下界太古神山都要忌惮这忌惮呐，那他也别当什么君家神子了。君逍遥要的就是横扫一切的痛快。你们是何人，胆闯神山禁地？神山之内，一些生灵看到了君逍遥等人走出来，趾高气扬问道。 LT、BA、GT， 他们太古神山生灵骄傲惯了，在下界几乎没人敢招惹他们，因此养成了嚣张跋扈的习惯。君家前来讨债。君逍遥一掌盖压而下，金色的掌印如同一角天穹崩塌，狠狠镇压而下。轰隆隆，一片山脉都被砸塌，地面下陷，数百位太古神山生灵连尖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碾成了肉泥。而剩下那些太古神山生灵，一个个都是瞪大了眼睛，像是见了鬼一般。在这下界，竟然有人敢在他们太古神山面前杀太古神山生灵。不过一些神山生灵也是听到了君逍遥口中的话。君家前来讨债。君家，他们是仙域君家的人。一位神山生灵发出尖叫，脸上露出极端忌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随意屠杀我神山生灵，难道就不怕惹怒神山的禁忌存在吗？一位神山生灵外强中干，色厉内荏道。听到这话，君逍遥脸上露出了一缕笑意，只是这笑意有点冷。抱歉，今日本神子前来就是要灭了这太古神山。君逍遥的话语很淡漠，但是其中那股杀伐之意却是令得天地色变，天际云层都是染上了不祥的血色，好像君逍遥的杀意已经可以引动天地共鸣。你说什么？要灭了我太古神山？一群神山生灵都是错愕，好似石化了一般僵在原地。在下界，太古神山就是禁忌般的存在，一直都位于顶层，只有他们覆灭其他势力的份，没有其他人或者势力能够威胁到他们。也正是因为长久养尊处优，高高在上惯了，所以在听到君逍遥的话时，他们甚至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片刻后，才有神山生灵回过神来，忍不住惊叫一声道：你疯了吗？我太古神山岂是你说灭就灭的？君家是强，但现在可是在下界，而且君逍遥身边虽然有圣人存在，但是他们太古神山也不缺圣人。君逍遥光凭这股力量就要覆灭太古神山，未免也太过异想天开了。只要本神子想，别说区区太古神山，便是一界亦可覆灭。君逍遥面色冷淡，他再度抬手按压而下，说话的那一位神山生灵连同周围一群生灵都是直接被碾成了肉泥。放肆！神山深处有苍老的厉喝声响起。
一股恐怖的圣境气息爆发而出，伴随着气息爆发的还要滔天的赤炎，熊熊火焰形成一根火柱冲天而起。一位身披火焰长袍的老者踏步而出，所过之处虚空生火，天地间的温度都是在迅速攀升，是烈焰神山的禁忌存在，烈焰圣人。当看到这位赤袍老者现身时，周围的神山生灵爆发惊呼之声，神色中还带着极度的惊喜之色。烈焰圣人本体乃是一只火烈鸟，亦是沉眠于烈焰神山的禁忌存在。他被君逍遥等人的动静惊醒，最先站了出来。无知小辈，太古神山岂是尔等能乱闯之地？烈焰圣人冷声道。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出手，是因为看到了东玄老祖等人。当然，烈焰圣人也并不怕，因为整个太古神山可不止他这一尊禁忌生灵。火烈鸟，不错。君逍遥见状，微微点头。一旁的江洛里则是眨巴着大眼睛道：逍遥哥哥，你的意思是我们有烤小鸟吃了吗？没错。君逍遥道。哦耶，洛里要吃烤翅膀、烤鸡腿，还有鸡脖子。江洛里拍手娇笑，然后开始掰着手指头，说着他想要吃的部位。听到这两人的对话，在场所有神山生灵都是脸色凝固，眼睛瞪大，像是见了鬼一般。他们竟然将烈焰圣人当成了食材，你们太放肆了！烈焰圣人好歹也是一位圣人强者，不要面子的吗？刚从沉睡中苏醒就被人当作了食材，换作谁都受不了。更何况烈焰圣人的脾性也和他地宫体一样，都是火爆脾气，当下就忍不住要出手了。他的境界乃是圣人后期，比一般的圣人更强，因此有底气出手。再不济，哪怕君逍遥身边有2位圣人强者，他也有信心能全身而退。看到那家带着滔天赤炎杀来的烈焰圣人，君逍遥眸光淡漠，直接祭出堕落圣体。他要的是干脆利落的解决战斗。堕落圣体撕裂虚空而现，长发狂舞，一身气息如渊如魔，一拳轰出，震裂虚空，拳芒夹带无匹之势杀向烈焰圣人。51为美。看到这突然出现的堕落圣体，烈焰圣人脑子都是懵了一下。在感受到堕落圣体的恐怖拳芒后，烈焰圣人也是感觉头皮发麻，急忙祭出他的至宝，一把以本命火焰神羽祭炼而成的宝扇。赤色宝扇一扇，滔天赤炎席卷而出，所过之处大地化为焦土，连虚空都好像要被烧塌。死！烈焰圣人对自己的这件本命至宝非常有信心。赤炎一时淹没了堕落圣体。就在烈焰圣人嘴角的笑意即将扩散时，轰！火焰帘幕被撕裂，堕落圣体从中爆射而出。别说他的肉身了，就连发丝都没有烧焦一根。这怎么可能？烈焰圣人难以置信，发出惊恐的叫喊声。那可是以他本命神羽祭炼出的至宝，他曾以此灭杀过不止一位圣人前期、中期的强者。然而这火焰却是丝毫伤不到堕落圣体。堕落圣体双眸充斥狂乱之意，一拳砸向烈焰圣人。砰！烈焰圣人胸膛被贯穿，连带着神功元神都被震碎。太古神山的禁忌生灵，圣人后期强者被堕落圣体一拳秒杀。死寂！周围所有的神山生灵一个个面色惨白如纸，看着眼前这一幕，感觉极度不真实。那可是神山的禁忌生灵啊，哪怕是一般的圣人都不敢对上的恐怖存在，但是现在却被秒杀了。若非亲眼所见，这些太古神山生灵一定以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现在他们亲眼见证了禁忌生灵的陨落，完全笑不出来了。轰！轰！轰！就在烈焰圣人陨落的同时，太古神山之内一道道圣境气息爆发，那是一位位太古神山的禁忌生灵在震怒。他们原本也是想让烈焰圣人去试试水，谁曾想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强悍如斯的烈焰圣人竟然一招就被秒了。君家神子，你太大胆了！一座太古神山上有庚金气息爆发而出，仿佛划出了千万柄利剑。一头泪生金色双翅的凶虎腾空而起，嘴中利齿如匕首一般森白锋利，是天虎神山的禁忌生灵金翅剑齿虎。一些神山生灵眼中再度露出希望，这可是一位实力很强的存在，而且掌控庚金之力，杀伐威能爆棚。另一边，大地在颤动，一座太古神山内有一头巨象出现，浑身遍布龙鳞，是白玉神山的白玉龙象。神山生灵再度欢呼，这又是一尊强大的存在，跺一跺脚可震裂万里大地，乃是力之极致。一尊尊太古神山的禁忌生灵浮现，最后数量足足达到了10余位，这就是下界太古神山的底蕴。这般阵容，哪怕是东玄老祖和古元两人见状，也是皱起了眉头。这股力量，即便加上古神族和大印皇朝，想要推平也很困难，要付出巨大代价。不过君逍遥脸色却从始至终都是平淡如水，刚好一起出现，也省得一个个去找了。君逍遥冷然一笑道：10余位太古神山的禁忌生灵浮现，搅乱了这片天地的气息，虚空暴乱，大地颤动，九天惊雷，风云色变，万象大陆出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这股变化自然也是引起了诸多万象大陆势力的注意。那个方向是极西之地的太古神山，是谁敢去太古神山捣乱？走去看看。万象大陆四方势力被惊动，都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太古神山。这些势力都是人族势力，和天玄大陆的局势一样，万象大陆的人族势力也饱受太古神山的压迫。太古神山动辄覆灭人族势力，人族压根不敢反抗，而古神族之前心力都放在镇压罪族上了，他们的主要任务也是镇压罪族，自然也没有余力对付太古神山。
久而久之，太古神山在万象大陆就成为了威震四方的禁地。但是现在，竟然有人敢在禁地捣乱，闹出大动静，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令人好奇。各方势力都是如潮水一般涌向太古神山，而此刻，在太古神山前，10余位禁忌生灵气息乱天动地，这股力量哪怕放在仙域都很不弱了，足以和朱雀古国等一流势力相比。君家神子，不要以为你背靠君家就可作威作福。天虎神山的金翅剑齿虎口吐人言，他的目光却是有些忌惮地看向堕落圣体。堕落圣体的气息不似傀儡，但也不像是正常的圣人强者，所以他们也无法确定这位恐怖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我太古神山同上界太古皇族相连，你在我神山挑衅，是想挑衅太古皇族吗？白玉神山的白玉龙象也是开口了，看着这接连开口的禁忌生灵，周围的神山生灵却是有些愣住了。不对劲啊！按照这些神山老祖们的性格，任何胆敢前来神山挑衅的存在，他们根本就不会多话，直接一下就灭杀了。比如久远前曾有一些人族圣人联合起来，想要抗衡太古神山，结果被太古神山的几位禁忌生灵直接灭杀，一句废话都没有多说。怎么现在面对一个修为连通圣9阶都没到的白衣公子，这些禁忌生灵反而话多了？一些神山生灵瞬间便想明白了，忌惮。这些神山的禁忌老祖们非常忌惮，不仅是忌逍堕落圣体，更是忌惮君逍遥的身份。君家神子，这些神山禁忌老祖们可不像古魔族、古妖族那么傻，他们很精明，不愿意明面上得罪君家。虽然背靠皇族，但在太古皇族眼中，他们也不过是大一点的棋子而已。君逍遥闻言，淡漠一笑道：“本神子为何杀来？想必你们心里再明白不过。给太古皇族当狗，就要有被宰的觉悟。”听到这毫不留情的羞辱之言，金翅剑齿虎、白玉龙象等神山老祖，一个个都是眼露凶芒。这君逍遥说话着实不留余地。君家神子，适可而止，不要以为我太古神山真的怕了你们。金翅剑齿虎冷声道：“算了，本神子懒得和一群食材废话。”君逍遥微微摇头，有这个废话的功夫，去泡温泉他不香吗？找死！听到君逍遥说他们是食材，金翅剑齿虎、白玉龙象等禁忌老祖终于是忍受不了了。反正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君家的愤怒就让太古皇族去承受。85杀！金翅剑齿虎双翼一震，金属锋锐之气鸣动苍天。白玉龙象也是出手了，一脚震裂万里大地，如同一座神山般冲撞而来。其余神山老祖亦是齐齐出手，那股威势堪称毁灭天地也不为过。而这时，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人族势力终于是到达了，他们也只敢在远处观望。当看到眼前这一幕时，所有人族修士都是脸色呆滞，都是神山的禁忌存在。天啊，他们都在对那位白衣公子出手，是君家神子，之前也是他出手，才能让古神族平定罪族之祸。不少人也认出了君逍遥，他在万象大陆如今也算名声震天了。大部分人都知道，仙域人族荒古世家有一位实力极强、身份极高的年轻大人下界，就是眼前的君逍遥。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君逍遥竟然真的敢对上太古神山。要知道，哪怕是其他一些下界的仙域天骄，碰到太古神山生灵都是避开，不愿引战。君家神子真是我人族英雄，只是他能扛下去吗？看到面前那毁灭的波动，许多人族修士都是心底担忧。神子，东玄老祖和古元脸色凝重至极，还有江家的2位护道人也是全力以待。君逍遥同样是江家的重要人物，虽然君逍遥在江家并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身份，但所有江家人都已经将君逍遥视为少主，所以江家的2位护道人也有义务保护君逍遥的安危。面对10余位圣人中期、后期强者的联手进攻，君逍遥如大浪中的礁石一般不动不摇。这就是你们的全部实力吗？既然如此，君逍遥闭起眼目，他神宫内真灵的全部灵魂力量都是灌注到了堕落圣体之内，这也是他和堕落圣体最为契合的一次。当然，这种契合的代价就是君逍遥也要承受那种不祥之力。他的脑海开始产生剧烈疼痛，但君逍遥视若无睹。此刻，他和堕落圣体的共鸣几乎达到了 99%。堕落圣体长发乱舞，仰天咆哮一声，暗红色的气血如同太古火山爆发，狂涌苍穹9重天。同时，一柄弥漫着岁月气息的古剑破空而出，正是盘黄岁月剑。君逍遥抬手，堕落圣体同样抬手，握住了盘黄岁月剑。要明白，不是君逍遥，而是堕落圣体握住了盘黄岁月剑。这就代表了盘黄岁月剑将在圣人级别的堕落圣体手中爆发出最强威力。君逍遥一手缓缓抬起，直指苍天。堕落圣体同样手持盘黄岁月剑，剑尖直指苍天。盘黄岁月剑，岁月之杀。君逍遥喃喃。下一刻，他猛然睁开双眸，并指为剑，一剑划下。堕落圣体也同时手握盘黄岁月剑，一剑横斩而去。一道浩浩荡荡，仿佛弥漫万古岁月气息的剑芒横过苍穹，所过之处，虚空无声塌陷，露出空间裂缝。群星崩毁，天地倒转，苍穹震荡，诸天毁灭。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这一剑无人可挡。